江城职业新手试炼场门口的广场上，一个身穿灰色法袍的中年老师扬起手中法杖说话，周围一个个风系法术小漩涡将他的话清晰传开。同学们，这里就是试炼场，里面的野怪都是3级以内，你们可以进去熟悉技能跟各自的战斗方式。建议3人组队，1人主输出，1人主守护或控制，1人主抗伤。好了，给你们10分钟准备时间，试炼马上开始。广场上的少男少女瞬间动了起来，开始寻找队友。人群一片嘈杂。射手、守护已经有了，来个战士或强力控制。双战士，来个带控制技能的。张三丰，快来，我们这缺个强力输出。喧闹的人群中，一个少年行之隐单，显得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他身材颀长，星眸挺鼻。察觉没人搭理之后，少年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无奈叹了一声。他叫苏魔，是一名穿越者。穿越的世界名为蓝星，是一个游戏降临现实的世界。在这里，所有人年满18都可以经过专门培训，接受转职杯洗礼，实现职业转职。转职后，职业者可通过杀怪练级，不断变强。苏魔就在不久前完成转职，成为了一名法师。原本法师因为输出爆炸，控制足，技能释放炫酷，应该备受别人追捧。但因为班花鱼半夏倾心于他，他被鱼半夏的追求者仇视，孤立了。这个追求者不是别人，正是江城城主的儿子徐豪。在江城，城主就是天，牢牢把控诸多工会、转职、交易场。同学们考虑以后的转职、入工会都不敢得罪徐豪。再者，苏魔一直是专业课成绩第一，在学校出尽风头，这就导致眼下试炼时，他明明是强力输出的法师，却没人找他组队。而苏魔对此也毫不在乎，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与绝大多数穿越者一样，他也觉醒了金手指，超强的法术。他叹气，就是因为自己的技能。在旁人忙着沟通试炼细节时，他自顾自看着属性面板跟技能面板，想着怎么混过试炼任务。属性面板：姓名苏魔，职业竞技法师一传，级别1级，生命值1000加20000护盾，力量60，敏捷60，法力10000，攻击力60，防御60，战力评估1星。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他的职业跟法力数据，肯定要大呼不可能。因为法师觉醒的初始值最高值是100，转职之后的职业描述也不过是笼统的法师、战士、守护、刺客等等。而他的法力值初始值就是10000，职业也是竞技法师。最奇葩的是他的生命值上还有20000护盾。如此特殊的职业跟法力值都源于他转职后觉醒的2个技能。技能面板上，极寒风暴，主动技能冰系禁咒，极致的冰霜从天而降，冰封一切之敌，法力消耗10000，技能冷却3天，没有具体伤害数值，只有逼格满满的描述。法师之源，被动技能开启法师之源，获得加持，拥有如下效果：被动1，释放技能法力值消耗负 50%， 技能暴击率正 50%。 被动2，释放技能取消前摇。被动3，所有法师技能自动晋升为禁咒。被动4，法力值放大100倍。被动5，你的法力值将以双倍护盾的形式抵消伤害，并将受到伤害的 50% 以法术伤害的形式回敬对手。很明显，他转职法师的技能明显要比别人的厉害一点点。主动技能极寒风暴，是禁咒。在蓝星，法师技能从1级到9级依次增强，再往上是超级技能，而在超级技能之上的是禁咒。整个蓝星的9转法师能施展出禁咒的不超过1手之数，他才刚转职就能释放禁咒。不仅如此，他的被动技能更夸张，法力值消耗减半，无前摇以及 50% 的法爆几率，这是将法师的暴力美学贯彻到底了。最奇葩的是，他的法力值不仅能化作双倍护盾抵消伤害，还可以将伤害反弹回去。这是什么概念？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法师都是高爆发低血量，脆的一批最怕刺客，一旦被高爆发的刺客摸到身边，基本等于宣判死刑。但血量低的法师蓝量奇高，成长起来的法师稍在装备上留意，法力值可直追坦克、战士的血量。如此一来，在不施法的情况下，双倍法力值化作血量护盾，就等于多了2条命。而他现在就有10000的法力值，高达20000的血量护盾，已经超过很多2转、3转的坦克类职业者了。换而言之，禁咒加护盾，他是炮台，也是血牛。50%的反弹，又让他成了恶心人的刺猬。但这里是试炼场啊，他怎么释放禁咒？一个技能下去，只怕整个试炼场连着所有人都得消失。自己才1级，在没成长起来之前，暴露实力无异于找死。就在他想着怎么试炼的时候，一个眉毛高挑、
眼神凌厉的薄唇男生朝他走来。徐豪，他一身华丽战士紫装，高傲抬头，身后跟着7、8个人，不用猜就知道他是嘲讽来了。哟，这不是咱们班未来的法神吗？怎么这么强力的职业，没人跟你组队？旁边的人跟着起哄，可能是苏法爷不屑跟人组队吧。就是，作为法爷，跟人组队多丢人啊！苏魔再次叹气，怎么到哪里都不缺这种傻狗。穿越前是这样，穿越后还是这样。苏大爷好好站在这里，没招你没惹你，还得绕路过来拉仇恨。他转身往试炼场门口走去。对这种智力发育不健全的，无视才是最好的回应。哎，别急啊！徐豪伸手拦住苏魔。苏法神，你的技能是什么？要不展示一下，给我们开开眼。就是法爷啊，施法时霹雳带闪电，伤害又爆炸，炫酷哦。这时有人皱眉道：1级的法师没人护着，只怕扛不住试炼野怪的伤害吧？徐豪恍然大悟，冲那人竖起大拇指：还得是你看得透彻。那样的话，咱们的苏法神应该是江城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个被试炼怪杀死的吧？哈哈，苏法神要创纪录了。法师职业的耻辱记录。苏晨看也不看几人，转身朝入口走去。几个口臭的人虽然脑残，却给他提供了一个过试炼任务的法子：单刷。第2章不能放主动技能，被动照样刷怪。苏魔径直走向试炼场，对徐豪的嘲讽继续无视，火力全开，纵情嘴炮的徐豪眼见苏魔不搭理他，感觉自己全力一拳像是打在了棉花上，郁闷无比。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窈窕、柳眉星眼的女生，她一袭碎花长裙，修身得体，既显风情又显柔美。1米7多的身高放在女生中绝对出类拔萃，可在苏魔面前却竟显小鸟依人。她俏脸微红，声音婉转：苏魔，我没人组队，要不我们俩组队吧？苏魔看了一眼，暗暗啧舌。于半夏作为江城商行的千金，家族实力不用多说，1级就穿了一身满属性紫装。不过看他的装备样式，分明是守护中的软辅，增益守护加状态加属性，典型的挂件。这样的职业不要说是妹子了，就是个糙老爷们也受组队的欢迎，更何况是集美貌、财力、身份、满属性装备于一身的于半夏，他会没人组队？然而苏魔不想跟这个麻烦有太多牵扯。他虽然不怕麻烦，但不想陷入麻烦之中，毕竟周围对于半夏虎视眈眈的人多着呢。他淡定摇头：不用了，我单刷。说罢径直朝试炼场里面走去。被拒绝的于半夏俏脸更红，想要开口挽留，却没能鼓起勇气。一旁的徐豪气得半死。在此之前他已经向于半夏发出组队邀请了，却被于半夏拒绝了，理由是他已经有了队伍。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自己苦苦追求的家人却被苏魔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拒绝了，一股浓浓的羞辱感袭上心头。徐豪握拳看着苏魔的背影，恶狠狠道：苏魔，你等着，我要你好看。不过眼下于半夏被拒绝了，没了队伍，自己的机会岂不是又来了？他立马收拾心情，和煦笑道：半夏妹妹，刚好我的队伍缺一个守护，要不……话还没说完，于半夏脸色立马变得冷漠高傲：不用了，我可以单刷。说着他看也不看徐豪一眼，也进了试炼场。徐豪只觉得胸肺都要炸了，他怒火中烧，咬牙切齿：苏魔，你该死！苏魔走进试炼场，四下观察，山丘、河流、灌木，一应环境都是仿野外炼级区建造的，放眼望去都是些低级的野怪，但他们的面板属性都高于1级的试炼者。有心立马试验禁咒威力的苏魔根本看不上这些试炼野怪，但这是游戏世界的规则，想要进野区打怪炼级，必须先完成新手试炼任务。操蛋！他看了一眼任务导航，请尽快击杀3头野猪或3头蛮牛完成职业试炼。组队的同学已经对炼级的野怪发起了攻击，3打1稳赢，无非是耗些时间罢了。但对于单刷的人来说就未必了，因为刚转职1级的职业者血量普遍在1000-1500，攻击力在60-100，反观野怪的血量却在3000，攻击力也高达200-300，单挑对轰的话稳输。当然如果像徐豪、于半夏那样1级就能满身紫装，是可以用装备堆出来的属性战胜野怪的。只可惜苏魔家境平平，父母作为职业者又早早在秘境中丧生，根本没什么好装备。他唯一拿得出手的还是转职时学校统一发的法袍跟法杖，绿装属性加成只有1条。眼下进了试炼场，他当然得穿上装备。学者法杖绿，类别武器，攻击力法术攻击加60，等级要求1级，属性法力值加10，耐久度
30%，附带效果无。法袍的属性差不多，也加了10点法力值。对于新手来说算是有胜于无，可对苏魔来说就不一样了。20点的蓝量经过被动法师之源的放大，就是2000点法力。生命护盾的话，就等于多了4000点护盾值。他再次看了一眼属性面板，姓名苏魔，职业竞技法师一传，级别1级，生命值1000加24000护盾，力量60，敏捷60，法力12000，攻击力120，防御60，战力评估1星。果然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法师之源的加持，20点法力值成了2000点法力，又加了4000的护盾，足够了。不能放主动技能，那就靠被动反弹刷怪。苏魔避开人群，径直走向无人的深山区。大树下，一头野猪正在挠痒痒。3级狂暴野猪，攻击力300，血量3000，技能狂暴撞击正10%暴击率，防御100。在苏魔看着他的时候，他也瞪圆了眼睛盯着苏魔看，猩红的眼睛像是发出警告，别惹老子，打的就是你。苏魔微笑，抬手挥舞了一下法杖，一道绿光化作伤害攻在了野猪身上。野猪血量80，苏魔直搓牙花子，普攻伤害低就算了，野猪的防御还减免了一部分。提醒：您对野猪发起了攻击，野猪将还击，请小心躲避。苏魔摇头，躲避的话得耗到猴年马月。他原地站定，任由野猪撞来。禁咒不能放，老子还有被动。野猪对您的伤害加300。苏晨渊的不动看了一眼属性面板，果然血量不变，还是1000，但护盾数值变成了23700。反观野猪的血量则变成了2800，少了200，其中50点是由他的法杖普攻造成的，另外的150则是由自己的法师之源被动5反弹造成的。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苏魔不再攻击，任由野猪撅着屁股顶撞。一下伤害加300，反弹150；两下伤害加300，反弹150；三下伤害加300，反弹150；第10下暴击伤害加900，反弹伤害450。最后在第18下的时候，野猪生生被自己伤害给弹死了。法师之源果然牛批。苏魔再次看了一眼属性面板，血量1000，护盾值20750，相应的蓝量因为护盾消耗也减少了2000多点。一只野猪了。苏魔看着试炼任务进度1/3，默念再来2只就收工。第3章，法师能反弹？你开什么玩笑？因为苏魔是一人单刷，他不需要像组队一样每人刷3只野怪，再加上他的反弹伤害是根据野猪的伤害算的，超出了绝大多数的1级职业者的伤害，所以当他回到试炼场门口交试炼任务时，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出来的。从进去到出来不到20分钟，门口的 NPC 核准无误之后，微笑开口：尊敬的未来法神大人，恭喜您完成试炼任务。由于您刷新了试炼任务的时间记录，世界之力特奖励1点属性值，同时您的记录将在试炼区记录。下一刻，苏魔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多出了1点自由属性，想起老师教的法师主点法力，1属性点等于10数值，他果断加到了法力值上。不出所料，他的法力值再次上涨。NPC 再次发话：经过试炼，想必您对本职业的技能已经十分熟悉，接下来您可以出城前往野区冒险了。喏，这是您的试炼奖励，您可以前往智慧神树下面恢复本次试炼消耗。NPC 说完，礼貌站在原地，微笑定格，双手递出一个冒着绿光的项链。苏魔接了过来，仍旧只是一条属性加成，依然是法力值加10。刚体会过法力值护盾美妙的苏晨喜滋滋戴上，走向门口的智慧神树。神树下所有人的血量、伤势、法力消耗都会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果然，不到1分钟，苏魔的法力值再次盈满。他看了一眼面板属性，姓名苏魔，职业竞技法师一传，级别1级，生命值1000加28000护盾，力量60，敏捷60，法力14000，攻击力120，防御60，战力评估1星。不出所料，新的属性点跟项链的10点法力值属性带来了2000点法力的增幅，以及4000点护盾，爽歪歪。这时试炼场内陆续走出来几个人，赫然便是徐豪等人。显然1级就全身极品紫装的徐豪刷怪速度也挺快，不过很可惜，因为要刷队友的，他比苏魔还是要慢一点。而徐豪看到苏魔先他一步出来后，先是一愣，随即大笑道：你们看啊，
咱们的苏法神丹刷式炼怪已经出来了。旁边的人也哄笑，苏法神，你这是被式炼怪丹杀出来复活的吗？苏法神果然是神一样的男人，这么快就出了试炼区，就算你是被杀的，也是最快的。哈哈，快拿！苏魔叹气，这些人不带脑子就算了，连眼睛也忘在家里了，就不知道看一眼 NPC 上的任务完成名单。但他没有去搭理几人，这种人，你越搭理他们，他们越起劲。反正只要试炼任务完成，从此各奔东西，再难相见，没必要跟这种垃圾人纠缠。徐豪眼见苏魔没有搭理他的意思，再次感受到了被无视的憋屈。他不明白苏魔凭什么这么嚣张，可以无视他。这只臭虫莫非以为自己成了法师就可以为所欲为，就真的成了天之骄子？可笑，天骄成长起来才是天骄，还没成长起来只能是垃圾。徐豪看着咸鱼一样躺平的苏魔，心底冷笑。他打定主意要发动城主府的一切力量打击苏魔，区区法师而已，谁叫他敢对自己无视，谁叫他敢招惹半夏的？忽然一声婉转温柔却又显得刺耳的声音响起：苏魔，你这么快就交任务了？徐豪愣了一下，转脸看向说话之人，正是于半夏。于半夏因为是单刷野怪，经历了大战，又是女生，气息明显不稳，偏偏是她大口呼吸的样子尤其显得明丽动人。在场的诸多男生见到这副模样，无不眼睛一亮，怦然心动。只是可惜，这样的美女，她的崇拜与欢喜居然只是针对苏魔。他苏魔何德何能，居然能获得于半夏这样的美人青睐？徐豪被于半夏的话提醒了，这才注意到 NPC 的记录，上面赫然写着试炼任务最新记录16分15秒，记录创造者苏魔。这怎么可能？徐豪眼神收缩，死死盯着苏魔，厉声喝道：苏魔，你不是脆皮法师吗？你怎么破的记录？不对，法师的血量很低的，你扛不住伤害的，你作弊了。他不愿意承认，尤其是于半夏看苏魔的眼神更是让他歇斯底里。然而苏魔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徐豪恼羞成怒，他受够了苏魔对他无视冷漠的态度，冲上去一拳轰向苏魔后背。他浑身紫光闪烁，拳头光滑缭绕，明显是动用了战士技能。苏魔小心！于半夏娇呼。他想要冲上去拦下徐豪，但他只是守护职业，不擅长战斗，再加上距离又远，压根来不及。旁边几个人目光闪烁，神情振奋。徐豪是陷阵战士，这样的距离偷袭法师，法师压根没有反应时间的，是陷阵冲锋，战士里特殊职业才会觉醒的技能，这一击苏魔必定重伤。陷阵冲锋第一击必定暴击。徐豪一身满属性紫装，不逊色于20级的战士，面板攻击已经400了，暴击的话是3倍伤害，足以要了苏魔的命。然而让所有人震惊的是，苏魔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反而是徐豪惨嚎着倒卷着摔了回去。噗！徐豪重重吐出一口鲜血，满脸惊恐地看着苏魔。他一拳超过1000的伤害，居然没能让苏魔动一下，反而是他被震得吐血了。这怎么可能？你们看清楚怎么回事了吗？苏魔刚才出手了？没有，徐老大的攻击被反弹了好像。什么？法师反弹？你在开什么玩笑？于半夏美眸顾盼，小嘴因为惊讶而成一个 O 字形。他轻轻拍了拍胸口，一阵花枝乱颤。苏魔没事就好。反观苏魔在被打了一拳之后，回头看了徐豪一眼，不禁皱眉。他再好的脾气，也不至于被人骑上脖子拉屎撒尿了还无动于衷。看着面板上减少的1200护盾值，苏魔明白徐豪刚才对他是动了杀心的。狗东西！苏魔眼睛眯起，杀机不佳，丝毫掩饰的迸发出来。徐豪还没爬起来，看着苏魔要刀人的眼神，哆嗦喊道：苏魔，你要干什么？我爸是徐刚。第4章，不赔偿就加你为仇敌，满属性极品紫装到手。徐刚？苏魔像是才反应过来，江城城主。眼见苏魔停下，徐豪以为自己的身份吓住了他，从地上挣扎起身，声色俱厉：你知道就好，得罪本少，没你好果子吃。苏魔皱眉：城主的儿子就可以出手偷袭别人？徐豪冷笑：我偷袭你，有谁看到了？我看是你偷袭我吧。旁边人纷纷响应：就是苏魔，你无耻，一言不合就偷袭徐少，还把徐少打伤了，必须要赔偿。苏魔眯眼，果然在哪里都有颠倒是非、攀岩附势的小人。这时于半夏再次开口：你们不要诬陷苏魔，明明是徐豪动手偷袭，苏魔都没还手，我要把这件事如实报给老师。苏魔不由多看一眼于半夏，冲他微笑点头。这种时候人家还能仗义直言，真的是难能可贵了。于半夏俏脸微红，心底一阵甜蜜，他冲我笑了。徐豪心都碎了，
为什么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袒护别人，伤害她？一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有什么好？苏魔转头看向徐豪，根据游戏世界规定，你偷袭我，算是刺杀吧。徐豪愣了一下，嗤笑道：那又如何？苏魔嗤笑：蓝星游戏世界规则第8章第9条，除刺客职业外，其他职业者刺杀同阵营职业者，无论成功与否，一旦确认对方身份，加为仇敌，刺杀者名字飘红，视为违法。对于违法者，任何职业者都可以刺杀，而不必担心名字飘红。违法者轻伤、重伤、死亡，身上装备掉率为20百分号、50百分号、100百分号，飘红状态直至违法者彻底死亡。徐豪冷笑：你唬我，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一条？苏魔还没说话，一旁的于半夏再次开口，他说的是真的，游戏版本更新了最新细则。显然苏魔对他微笑，鼓舞了他。看到苏魔冲他再次点头，于半夏心底一甜，又加了一句：新规定特别备注，职业新手处于保护期，名字飘红的同时还会世界通报。徐豪瞪大眼睛，握紧拳头，怒视一旁的跟班，他说的是真的？跟班察觉到徐豪怒意，哆嗦回答：徐少，是真的。徐豪怒目圆睁，死死盯着苏魔：你敢叫我为仇敌？一旦名字飘红，他就真的是人人得而诛之了。曾经有9传的顶级职业者因为死仇刺杀同阵营者，结果被杀得复活了6次，一身极品红装爆了个干净不说，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被杀死的命运。徐豪再自信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成为9传强者，更不敢让自己名字飘红。呵，威胁我？苏魔冷笑：我孤家寡人一个，大不了你找人把我杀了，但你不一样啊，堂堂江城城主之子，前途光明，名字一旦飘红了，你觉得你的升级能安生吗？徐豪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的确，他苏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以不管不顾，但徐豪不行啊，他可是堂堂城主之子，一旦名字飘红，不说以后了，就算眼下杀了他，都能爆出一堆好东西。最关键的是，谁杀他都不用担心红名，还能爆装备，谁会拒绝这样的美事？该死！徐豪握紧拳头，脸色阴沉。你想怎么样？苏魔笑眯眯道：要么赔偿我，要么我加你为仇敌，让你名字飘红，自己选。徐豪已经被气得浑身哆嗦，沉声道：你想要什么？苏魔笑道：城主府家财万贯，应该不会吝啬一套紫装吧？徐豪气笑：我城主府，我给你敢接吗？苏魔淡淡开口，友情提醒，加仇敌具有时效性，你还有4分半钟。苏魔，你找死！徐豪暴怒，他彻底拿苏魔这种油盐不进的人没辙了。你们几个法师，把紫装给我脱下来。徐豪看向身后几个跟班，满脸阴鸷。苏魔温情提醒，可别忘了洗掉绑定属性。闭嘴！徐豪胸口起伏，快要气炸了。他给几人的紫装都是穿上之后就绑定的，要想解绑，要么刺杀爆装备，要么用洗炼石洗掉绑定属性。但洗炼石作为高级洗炼道具，一块价值50万蓝星币，一般用于3传、4传以上的高级职业者长期使用的装备洗炼上。即便是最基本的，按照帽子、项链、法袍、法杖、上衣、裤子、鞋子、腰带洗出来一套，起码也要400万蓝星币，代价不高，却也绝对不低。对于新手以及1、2转升级比较快的职业者来说，装备都是过渡的，用不了多久，没人会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洗炼。愿意花400万蓝星币洗炼初级紫装的，不是钱多烧的，就是大冤种。可与名字飘红相比，再大的代价徐豪都得认。几个跟班原本穿了紫装，紫光缭绕，气焰嚣张，被迫脱掉紫装之后属性下降，气势瞬间矮了一截。但装备是徐豪给的，他们不敢有怨言，转而怒目仇视苏魔。然而苏魔却满脸堆笑，一边含笑将徐豪扔过来的装备一一穿上，一边客气致谢：谢谢啊，徐大少好人。徐豪再也受不了，洗出最后一件装备后，一口血吐了出来。而后他擦了擦嘴角，头也不回地交了任务，准备离开。今天丢人丢大发了。然而苏魔再次叫住了他：徐大少，等等。徐豪身子一僵，两眼差点要喷出火来。苏魔，不要得寸进尺。不。苏魔摆手笑道：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这一身装备帅不帅。徐豪嘴唇哆嗦，额头青筋暴起，踉跄着逃离当场。一旁的于半夏瞧见这一幕，掩嘴轻笑，好看的眼睛弯成一弯月牙。没想到看上去沉默寡言的苏魔居然这么损，开口就把徐豪气得半死。苏魔瞧见于半夏轻笑，只觉得周围的光彩都暗淡了几分。想到他刚才出声帮自己，苏魔对他有了几分好感，点头致意，谢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谢了，
却让于半夏眼睛瞬间明亮起来。他对我说谢谢了。于半夏沉浸在自己的幸福里。苏魔不知道于半夏的小女儿心思，自顾自看着自己刚到手的装备。在游戏世界，装备由低到高分为白、绿、蓝、紫、金、红、暗金7个等级，其中白装5属性，绿装1个属性，蓝装2个，紫装3个，金色3个属性可开启套装效果，能多出几个属性。红装为传说装备，每一件装备的属性都有5个或更多。至于暗金，则是特定的神器，一件装备就抵得上同级别一套金色套装，可遇不可求。作为新手职业者，绿装最为常见，能穿上蓝装就足够。至于紫装，只有一些狗大户才穿得起。不曾想，一个试炼任务刚做完，普普通通的苏大爷居然鸟枪换炮，穿了一身的满属性极品紫装。果然，要想暴富，讹人是条捷径啊！看看自己属性加的怎么样了。第5章，法力值26000，一发禁咒洗图。苏魔一身紫光缭绕，仙里仙气。反观徐豪的跟班，因为获赠紫装，早就将学校发的绿色过渡装给分解了。如此一来，他们的属性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一个个神色萎靡。别人是做过试炼任务就可以去野外组队升级，他们却一朝回到解放前，想办法解决装备的事。该死的苏魔！几人咬牙切齿，却不敢留在这里继续触眉头。毕竟一身紫装的徐豪都没拿苏魔怎么样，他们就更别想了。快走，别被他盯上！就是再被他讹上，连裤衩子都没了。走着瞧。苏魔懒得搭理他们，只顾研究自己的装备。学者法杖，紫。类别：武器。攻击力：法术攻击加90。等级要求：1级。属性：法力值加15，每秒回复法力值10点，减少1秒施法吟唱时间。耐久度30%。附带效果：2%的几率无消耗额外施法一次。苏魔挠了挠头，3个属性点里，他最需要的就是法力值，这可是蓝屏的盖。法力回复也不错。第3点他不太满意，减少1秒施法吟唱时间，浪费了。苏大爷施法没有前摇的。至于法杖附带的效果，看上去的确诱人，但2%的触发几率实在太看脸了，鸡肋。继续往下看。学者法袍，紫。类别：披风。防御力：防御加80。等级要求：1级。属性：法力值加15，法爆几率正5%，伤害减免15，耐久度30%。附带效果：无。学者腰带，紫。类别：腰带。防御力：防御加50。等级要求：1级。属性：法力值加15，每秒回复法力值10点，法术伤害正5%，耐久度30%。附带效果：无。研究完装备属性，苏魔暗自啧舌，不愧是紫装，一件紫装3条属性，有的有附带效果，真切让他意识到了好装备的差距。紫装一件顶3件绿装，真是从起点就让职业者拉开了差距。他算了下，8件紫装，一共加了120点法力值，每秒回复法力值50点，减伤达到85。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低概率的触发效果。对苏魔来说，他最看重的就是这120点法力值，因为法力值到他的面板属性上是会放大的。他看了一眼属性面板，顿时眉开眼笑。姓名：苏魔。职业：竞技法师一转。级别：1级。生命值1000加52000护盾。力量60，敏捷60，法力26000，攻击力285，防御240，战力评估1星，52000的带反弹护盾已经无敌了，再加上法力回复85的伤害减免，即便没有主动技能，苏魔现在就可以到野外无伤刷级了。可我是法师啊！苏魔内心古怪，这个属性弄得我比肉盾还肉了，得找个地方实验一下自己的主动技能了。他点开面板下的升级导航，升级导航里面有怪物导航、装备导航、技能导航以及副本导航等等。目前对于他来说最有用的就是怪物导航。您当前的等级是1级，最适合您打怪升级的地方是江城安平区野猪园。苏魔下拉界面，直接看到5级以上适合的地方：江城河阳区绿竹林。野猪园距离学校最近，去的人最多，绿竹林距离最远，有野人跟树精，人少。苏魔暗暗比较，保险起见，去绿竹林。按照系统描述的，他的极寒风暴是禁咒，威力巨大，在人多地方施法的话，只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确定之后，他转身离开试炼场。身后于半夏这才从甜蜜中反应过来，急忙伸手喊道：“苏魔，你等等！”苏魔回头疑惑道：“有事？”于半夏脸色一红，不敢跟他对视。
没事，我就是想问接下来去哪里？升级啊！苏魔挠头，转身继续走。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不，有。于半夏还没说完，就看到苏魔已经走远。他那句我们一起组队升级，只好生生咽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浓浓的失落。他低声喃喃：“苏魔哥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公车司机喊道：“底站到了，下车了。”最后一名乘客苏魔看着不远处的翠竹起伏，满意点头下车。司机不忘提醒：“小帅哥，过了高墙就是新手野区，注意安全。”谢谢。苏魔下了车，回头看了一眼司机，发现他礼貌冲自己点头，应该是个 NPC。苏魔继续往前走，走了近半小时，看到一块高约2米的石碑，上面写着：“绿竹林新手练级区，适合等级5到15级。安全提醒：绿竹林深处有20级以上的变异猛怪，15级以下慎入。”苏魔撇嘴，径直往里面走。20级野怪充其量一击几百的伤害，自己52000的护盾，还怕这个？他继续往里面走。果然，绿竹林里人迹罕见，偶尔看到1、2个练级的，都是5级以上的。途中他看到一个女刺客正围着一个树精不住走位，同时用精灵短笔不断在树精身上留下伤口，墨绿色的血液不断流出，树精痛苦的扭曲，发出阵阵嘶哑的惨叫。看样子是刺客的匕首淬毒了，附带流泻效果。他看了一眼，7级树精普通怪物，击杀可获得325点经验。眼看着刺客325点经验就要到手，女刺客看着突然出现的苏魔，瞬间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察觉到他才1级后，又悄然松了口气。显然他以为苏魔要抢的战果。苏魔友善微笑，转身向里面走去。女刺客脸色一红，这个法师好帅啊！等等，法师！喂，帅哥，里面的野怪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话音未落，他这才发现苏魔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女刺客暗自懊恼，这么帅的法师没能留下联系方式，太可惜了。苏魔继续往里面走，确定走了半个多小时都没见到人，这才停下脚步。这里是绿竹林深处，野怪经验收益跟时间付出不成正比，基本上没人来这里。就是这里了。苏魔暗自点头，是个试验主动技能的好地方。看着耸动的树丛，明显有生物在做鬼祟之举，他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扑通，2只长臂猿怒叫着冲了出来。哦，9级长臂猿普通野怪，击杀可获得385点经验。10级长臂猿普通野怪，击杀可获得405点经验。被打扰的长臂猿很是不爽，挥舞长臂呼呼生风，这要是被他们撕中了，不死也得残废。但苏魔不慌不忙，抬手施法，无前摇，无吟唱，冰系劲咒，极寒风暴瞬间降临。隆隆，原本晴朗的紫竹林上空，灰色的棉团一样的云朵瞬间涌起，篮球大小的冰雹，脸盆大小的雪花片像漏了一样从天砸下。江城外平地起风雪，成了一个冰雪皑皑的世界，冰封一切的死亡气息瞬间弥漫整个绿竹林。第6章，我就放了一个技能，满级了。江城内，中年老师正带着几个试炼失败的学生返回，猛然间他察觉到了不对劲，抬头看向城西，那里灰云密布，狂风怒卷，天空像是进了大团墨汁的清水，瞬间变得昏暗。作为风系元素法师，对风的波动尤其敏感，有人在施展高阶风系法术。中年老师心底一阵激动，在江城这个小地方极少能接触到高阶法术，如果能近距离观摩的话，对他裨益很大。等等，老师瞳孔急剧收缩，脸色大变，放声大喊：“同学们，快进庇护所！”话音未落，西方的灰云已经越过广场上空，接着就是海啸一样的暴风雪倾泻而下。学生们一个个瑟瑟发抖，怎么下雪了？现在是夏天啊！阿 T， 好冷，我感觉我呼出的气都……怎么回事？到处都是雪。中年老师脸色骤变，闪身升起，身后张起2只透明翅膀，冲着漫天风雪猛地一扇。同时他举起法杖，快速吟唱：“以风神之名，献上我最虔诚的礼赞。”不等他念完，漫天风雪就将他拍落在地，继而将他埋葬。学生们一个个惊声尖叫，仓皇奔逃。可没走几步就发现举步维艰，冰雹跟暴雪已经齐膝身了。雪堆中，一只手快速挣扎伸出，接着是整个人。中年老师又从雪堆里爬出来了，可嗨嗨！他大口咳嗽，感觉整个胸腔里都是冰雪的气息，不是针对我们的。他心生骇然，这位高阶大佬手下留情了，没有针对无辜。为了进一步印证心底所想，他左右看了看，确定学生们只是被风雪拍倒，发抖的发抖，受伤的受伤，却没有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这是冰雪高阶法术，快进庇护所！中年老师大喊。作为4转中阶法师，
他都无法承受这样的法术强度，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与此同时，江城上空一道道光华亮起，一个个身影自下而上冲向云霄，各色光华涌起，冲向天顶灰云。这些人都是江城的顶尖职业者，江城受到攻击，他们自然要保护一方平安。同时，整个江城上空撑起了一道厚达数米的结界，以抵御从天而降的暴风雪。砰砰砰，咔嚓嚓，无数流星一样的冰雹、雪片砸在结界上，声音让诸多强者心都跟着揪了起来。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耗费数以千亿蓝星币打造的防护结界，竟然像玻璃一样出现裂纹，在眨眼间崩碎。结界破了，这是哪位大佬在施法？这至少是7级，不，至少是8级以上的法术。7级以上的冰雪系元素法师，他来我们小小江城干什么？一个身如铁塔、面相狠厉的中年被暴风雪击落在地，嘴唇哆嗦。他就是江城城主徐刚，江城内实力最强者。可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时，他却无能为力。这等强度的法术根本不是一个小小江城能够承受的。江城到底惹着何方神圣了，竟然引来对方这么报复，出手就是这种毁灭性的法术。不对，徐刚看着周围跟他一样哆嗦的城中大佬，施法的目标不是江城，不然整个江城在这样的风暴下没人能够活着。江城只是受到了他施法的波及，但明白这一点的他脸色愈发苍白起来。没有针对江城，都差点把江城埋葬。要是这位大佬有心针对，江城还能存在。他压下了上去一看的冲动，避免触怒这位冰雪系法师大佬。毕竟高阶大佬一个个性情难测，喜怒无常，还是不要去触他们的眉头比较好。绿竹林内，苏魔身上不断冒着绿光，提示声不断响起。您击杀了长臂猿，获得385点经验。您击杀了长臂猿，获得405点经验。您击杀了藤树精，获得362点经验。您击杀了吉吉国王，获得1点经验。您击杀了毛毛猴，获得1点经验。随着绿光冒起，苏魔的等级也在一路攀升，最终定格在了30级。相应的，他的属性点也在不断增加。恭喜您升到法师2级，获得了1属性点。恭喜您升到法师3级，获得了1属性点。恭喜您升到法师4级，获得了1属性点。您的等级已达30级，请及时领取2转任务。苏魔妈了，30级了！别的同学转职升30，快的要1-2个月，慢的也要半年甚至更久，而他居然一发入魂，直接升30了。这还是因为自己的等级高于普通野怪5级以上，导致经验收益减弱，再加上他已经处于一转满级，经验也无法增加，这才导致后面的经验都是1点。不过想到别人花几个月才做到的事，被他一个技能做到了，苏魔还是很开心的。接下来是属性增长，每一级他的3维数据都会获得增长，除此以外还会额外获得1点属性点，这些属性点可以加在属性面板任意一项上。不过此时的苏魔没空管这些，他完全沉浸在极寒风暴威力带给他的震撼之中了。他想到了自己的法术很强，没想到会这么强。就在刚才，连他自己都感觉暴风雪带来了世界末日。先前暴雪跟冰雹砸下的时候，那场面不逊色于流星撞击。幸亏自己来了绿竹林，不然这乱子就大了。好在极寒风暴得技能属性说得非常清楚，冰封一切之敌。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潜意识里是将所有野怪当成了敌人。要是他把人当成仇敌，这样恐怖的禁咒还能根据自己的潜意识进行区别攻击，果然神奇。苏魔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活着的野怪了，挠了挠头，看来是绿竹林的野怪被自己一发技能洗图了。要是有人知道我用禁咒来杀新手区的野怪，不知道会怎么想。不管了，先把掉落的装备处理了再说。苏魔看向面前各色光华闪烁的装备，跟绿头大苍蝇似的搓了搓手。这些装备都是刚才的野怪掉落的，发了点小财。第7章禁咒流火天灾。在蓝星游戏世界爆装备的规则是，杀死野怪之后，掉落的装备跟材料会自动集中到职业者面前，就是爆率低的可怜。游戏通则里有过统计介绍，在1转级别以内的野怪，常规材料爆率在 12% 至 18% 之间，绿装爆率在 5% 至 8%， 蓝装爆率在 1% 至 2.8%， 到了紫装，爆率到了感人的 0.2% 至 0.4%。 至于职业技能书更是低到令人发指，只有 0.08% 至 0.1%。 这种爆率没有几个职业者奢望能在1转见到紫装，有的职业者足够脸黑的话，甚至刷上几百上千只野怪都不出蓝装。好在苏魔有禁咒，一发下去，杀死的野怪没有2000也有1600。看着面前堆积成小山的东西，他不禁感叹，还是禁咒好用。他依次捡起光团，扔进随身仓库，顺便看着属性：荆棘披风绿，类别披风，防御力
防御加60，等级要求1级，属性敏捷值加10，耐久度30%，附带效果无，长臂猿骨骼，类别锻造材料，作用可用于铁腕护手铁刃甲的锻造，出售可获得20蓝星币。学者腰带蓝，类别腰带，防御力防御加50，等级要求1级，属性每秒回复法力值10点，法力值加9，耐久度30%，附带效果法术穿透加20点。果然爆绿感人，都是一些廉价的绿装跟材料，蓝装寥寥可数，紫装更是只有2件，但因为不是法师装，只能转手卖掉。看来自己的脸也够黑。不过让他意外的是，爆率最低的技能书居然出了3本，其中1本还是法师的暗影突击刺客类职业技能书，6级可学，可升10级。学习后可制造一个幻影分身，停在原地，本体进入隐身状态，持续时间1秒，每升1级提高 0.2 秒隐身时间。法力消耗60点，每升1级法力消耗增加60点。冷却30秒。守护之盾守护类职业技能书8级可学，可升10级。学习后可为队友持续提供免伤护盾，护盾持续对周围敌人造成灼伤。护盾值300，每升1级提高50点护盾值。灼烧伤害15点每秒，每升1级提高10点伤害秒。冷却30秒。看着这2个技能，苏魔不禁感叹，别的职业技能冷却时间是真短啊，才30秒就可以再放了，自己的极寒风暴却要3天。刺客类的这个暗影突击真不错，能够制造分身，可惜自己不能用，只能卖钱。他满怀期待看向法师技能书，炎火爆裂法师类职业技能书6级可学，可升10级。学习后可对区域内释放炎火球，产生爆裂效果，对区域内的敌方单位持续造成伤害，持续时间5秒，每升1级提高 0.5 秒时间。法力消耗100点，每升1级法力消耗增加100点。爆裂伤害75点每秒，每升1级增加50点每秒伤害。冷却90秒，吟唱时间10秒。不愧是法师技能，技能的确爆炸，持续伤害都这么高。90秒的冷却跟100点的浩蓝，苏魔来说完全是小儿科。你学习了法师技能炎火爆裂。下一刻，一个火焰图标出现在技能面板上，让他意外的是，火焰图标上蒙着一层灰色，从中间一点开始亮起，朝周边辐射。不到3秒，火焰图标上面闪闪发光，像是镀了一层金，火焰也在图标上呈现动态燃烧状态。虽然只是图表，苏魔已经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炽热气息。炎火爆裂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火系禁咒流火天灾。流火天灾主动技能火系禁咒，流火从天而降，焚灭万物，一切有灵之物在天火面前尽情的哀嚎吧，这是你们死前唯一能做的。法力消耗1万，冷却时间3天。苏魔 WTF 5级的法师技能又成了禁咒了，仍旧没有伤害说明，4个字就概括全部，焚灭万物。至于法力消耗跟时间冷却，像是格式化一样，直接变成1万跟3天。他算是彻底体会法师之源被动3的恐怖了，所有法师技能自动晋升为禁咒。联想到极寒风暴的威力，苏魔不禁对流火天灾的威力心生期待。但这里的野怪已经被他一发洗净，只得作罢。赶紧回城，此地不宜久留。苏魔看了一眼地图，从另外一个方向潜回城里。闹出这么大动静，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回城之后，先把用不到的装备卖了，然后去接2转任务。释放禁咒的快感加上升级捡装备的快乐，让他迫切想要升级。他在心底已经无限憧憬自己未来某天实现禁咒自由了。只可惜现在他只有2发禁咒，法力值也不够。路上他看了一眼属性面板，姓名苏魔，职业竞技法师一传，级别30级，生命值1450加4060058000护盾，力量90，敏捷90，法力2030029000，攻击力365，防御565，可分配自由属性点30点，战力评估2星。看着还有30点自由属性点，苏晨一拍脑门，怎么把这个忘了？显然升到30级后，他的3维属性也随之增长，但多出来的30点属性点忘加了。换做其他职业，可能还要考虑属性点的分配上。可对苏魔来说，他1不需要加技能点，2不需要考虑血量值，3不用考虑法术伤害，狂堆法力值就完事了。于是乎，
他果断将30点属性点全加到法力值上了。30属性点等于300法力，在法师之源的加持下，300法力被放大成了3万。苏魔再次看了一眼属性面板，喜的是眉开眼笑。只见法力值上显示的是50525590000，对应的生命护盾上面显示的是1450加110550118000。法力值可以支撑5发禁咒，护盾比血牛还肉。转职稳了。第8章，本以为是小赚，没想到赚大发了。回城的路上，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水渍，绿竹林一片狼藉。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手练级区只怕都很难恢复了。这还不算完，江城是个小地方，能打怪练级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少了一个练级区，肯定有人升级要受到影响了。不过这都是法师苏魔干的，跟未来的法神苏大爷有什么关系？回到城内，苏魔先去锻造铺将获取的材料一股脑的全出售了，到手8万蓝星币。没办法，材料便宜。接着他又去了一家叫陶乐购交易行去售卖装备。这是一家全国连锁的交易行，实力雄厚，背后有大公会、大金主坐镇，没人敢在他们的头上动土。之前专业课上，老师在野外爆装寄售一课上讲过，之前有7转职业者做8转任务，急缺一种任务材料，因为缺钱，铤而走险想从陶乐购明抢。结果他连材料都没碰到，就被店长一巴掌扇成薄片贴在了墙上。出于警示目的，陶乐购也并未将这具干尸取下。陶乐购给出的交易价格，相对于同行来说也公道，受到越来越多的职业者青睐。据说在陶乐购，只要价钱开得足够高，暗金装备都能出售。所以苏魔这样的客户进去卖些蓝装，接待他的都是最普通的店员。可在他拿出10多件的蓝装后，本就礼貌客气的店员脸上立马多了几分亲切。他意识到苏魔身上可能不止这些。客人，请随我来。苏魔会意点头。虽然在陶乐购店内的交易受到保护，但出了店门就无法保证了。店员这么做也是对他财不露白的一种保护。苏魔跟着店员到了一间 VIP 室，店员已经双手奉上一杯水，恭敬道：尊贵的客人，我刚才有注意到您已经取出了12件蓝装，96件绿装，总价值132万。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带您来 VIP 室，希望不会给您带来困扰。苏魔微笑点头，谢谢。不得不说，这种被当成上帝的感觉真好。店员礼貌回应，不客气，这是陶乐购应该为您做的。请问您是现在结算还是？苏魔微微一笑，继续取出蓝装，前后一共39件。店员眼睛一亮，脸上笑意跟亲切更浓。蓝装对初级职业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陶乐购全国连锁交易行里，1、2转以内的职业者求购最多的就是蓝装，所以整个交易行在蓝装的收购、售卖业务量是最大的。单件的蓝装买卖对店员来说提成不多，但30-40件累计在一起就不一样了，这相当于他2-3个月的业务量。店员也是职业者、商人、晋级、转职有很大一部分比例跟做生意有关，所以见到苏魔拿出这么多装备，他一下子激动起来。尽管知道结果，但店员还是忍住激动，客气确认：尊贵的客人，这么多装备，您是要一次全售卖？苏魔点头，全卖了。好的。店员嘴角的笑意再也不加掩盖，咧得像是炸了馅的皮鞋。好，客人，我立马给您估算。这些装备的总价值是380万蓝星币，我现在就给您结算。得出这个结论，店员心底已经乐开了花。这个交易额一旦达成，转手售卖，自己前后抽1成的净利润，怎么着也能拿到13-14万。不急，苏魔微笑道：你们这里好像也有技能书买卖的吧？啊？店员愣了1秒，立马反应过来，对的，客人，我们这里药水、装备、技能书的交易都有。请问您是想买还是想卖技能书？您放心，您现在的交易额可以获得我们交易行的金卡会员服务，售卖的商品获得加价 5%， 购买的商品打9折。苏魔满意点头，不愧是专业的交易行，真让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一边取出技能书，一边说道：这2本卖了，你再看看有没有法师技能书，有的话拿来我看看。店员狂喜，蓝装交易额带来的抽成已经抵得上他2-3月的业绩，眼下又多了2本技能书。要知道，装备只是过渡，技能才是永远。技能书的价值可不是区区装备可以比拟的。他接过苏魔递来的2本技能书，暗影突击跟守护之盾，看了技能介绍，笑容绽开。客人，这本暗影突击是刺客类精品技能，制造分身能在战场上起到迷惑对手的作用，可以出价200万。至于这本守护之盾，只能算作中品。您也知道，守护职业的增益光环很多，这种加盾跟灼伤的很常见。不瞒您说，本店现在就有5本具备相同效果的，还没卖出去。苏魔摆手，你直接开价。客人，中品技能书在我这里
只能给100万的价格。店员坦诚道，因为您是黄金会员，可以获得5%的溢价，2本连在一起是315万。似乎怕苏魔不卖，他又加了一句，这2本技能书放在拼夕夕只能给到290万至300万之间，在蓝美交易行能卖到310万，但业务员会抽您1成。苏魔摆手，没事，卖。他本以为是小赚，没想到是赚大发了。好的，另外有法师技能书吗？你看着我这些装备卖出去的钱，推荐几本。店员脸上泛起尴尬，客人，不好意思，本店的法师技能书没有了。没有了？苏魔有种日了狗的感觉。老子这么信任你们淘乐购，结果你跟我说没有。店员眼见苏魔不悦，赶忙解释，是这样的，客人，不止我们这里没有，整个江城的交易行的法师技能书都卖完了。都卖完了？苏魔皱眉，一股不妙感觉升起，谁买的？城主府的徐豪，徐少爷。店员满脸歉意，小心翼翼，客人，还卖这些东西吗？苏魔想了想，摆手，卖。同时他眼睛眯起，徐豪，都买完了是吧？第9章，你才刚转职就要2赚了。半个小时之后，苏魔从淘乐购的店里出来了，一共到手695万。价钱上虽然没有额外收获，但他作为黄金 VIP 获得了店员赠送的50瓶蓝瓶盖，用于恢复法力的药水。这50瓶属于高级货，能在作战时饮用，每秒回复50点法力值，上限是500，且受到攻击时不会打断回复效果。一般的小蓝瓶根本没法比，细算下来的话，绝对超5万。总的说来，店员相当给力，淘乐购的生意经的确不错。这么多钱，对于任何一个刚转职的职业来说都是巨款，足够买上2-3本上品以上的技能书了。可惜的是，法师的技能书他一本都没买到。店员告诉他，就在2-3个小时之前，徐豪亲自到店，花大价钱把店里的3本法师技能书都买走了。在苏魔之前，还有别的法师职业者来购买技能书，店里缺货，还想着作价从蓝美跟拼夕夕调货，结果才知道那边的法师技能书也被徐豪买走了。虽然没证据，但苏魔基本可以确定，这是徐豪在针对他。这种事在江城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太好操作了，收购所有的技能书，堵死苏魔强大之路，逼迫他服软。这种套路在苏魔前世看过的反派小说中属于比较有脑子的做法了。面对这样的制裁，普通职业者要不了多久就得面临抉择，要么升级受阻，要么屈服于城主府。但这注定难不倒苏魔，大不了他多去野区刷怪爆装备赚钱，然后传送去其他城池买技能书。资金问题或许能困住别人，却难不住苏大爷，无非是到野外放一发禁咒的事。不仅如此，一旦转职成功，自己还能再次领悟2个技能，技能书对他的影响似乎也没那么大了。这样想着，苏魔转身朝转职神殿走去。转职神殿造型古朴，非仙非佛非道，位于市中心，是游戏世界降临后自动出现的建筑。初级职业者想要转职，需要达到30级，进入神殿接受转职任务。转职任务大概分为几类：击杀类、对话类、刺杀类、收集类等等。转职时会随机3个任务，据说有欧皇体质的职业者在6转期随机到3个对话类任务，听着 NPC 讲了一通故事就完成了转职，溜得飞起。当然，这种幸运儿万中无一，苏魔虽然很帅，但在刷脸上着实没多大信心。一旦转职成功，职业者的属性将会大幅提升，同时还会领悟2个新技能。随机到的新技能比较看脸，有人甚至可以凭此进阶为特殊职业，甚至是隐藏职业。带他们试炼的刘老师1转的时候就是普通法师，在2转时领悟了一个风之轻语，一下子成为特殊职业，在整个江城都有名气，就连城主府都要卖他几分面子。所以在转职之前，职业者都会将状态恢复到最好，准备周全之后才会接转职任务，确保能通过。不然职业者的实力可能终生止步于此。像苏魔这么莽的，从1转到2转不超过3天的，整个江城甚至整个龙国都没几个。苏魔抵达转职神殿的时候，入口处只有一个身材很哇塞的黑框眼镜妹子坐在柜台前等候，这让苏晨不禁想到一句话：当他把眼镜摘下，头发盘起的时候，我知道他开始认真了。似乎是工作枯燥的缘故，妹子正在玩连连看，看她眉头蹙起的样子，应该是游戏难度不低。美女，我要转职。眼镜妹头也没抬，等一下。苏魔皱眉，到底是编制内的，这服务态度跟淘乐购店员的不能比。但他还是老实了一声，看向大殿里面。大殿高20-30米，占地有足球场那么大，四周像是前世的四合院，中间是100来平方的天井，天井中间是神泉，转职者在转职时可以免费获得神泉水恢复损耗。这与试炼场门口的神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游戏世界对现实职业者的福利。
支撑大殿的一根根石柱，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领取转职任务的转职屋。哎呀，完了，都怪眼镜妹不耐抱怨，但抬头看到苏魔俊美面庞的一刹那，立马打住，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热情、真诚、甜美的笑容。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要转职。苏妈平静道，新道长得帅，原来还是有好处的。眼镜妹抛了个媚眼，好的，报一下姓名、身份信息，我给你开权限。苏魔，江城游戏学院。啪啪啪，眼镜妹快速敲击键盘，调出苏魔信息，仔细浏览一遍，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向苏魔，你前天才转的职，现在就要二转了。眼镜妹深呼吸一下，平复自己的震惊，这才3天不到，从1级到30级，说出去谁敢信？这种升级速度，只怕神斗的大家族、大公会的嫡系子弟才能做到吧？至少在江城，他没听说过谁能做到。号称江城土皇帝的城主徐刚也不行。察觉眼镜妹出神，苏魔低声提醒：“美女。”哦，抱歉。眼镜妹收回思绪，一手敲键盘，一手递给他一把钥匙，这是008号转职屋的钥匙，你自己进去就行。转职任务分为简单、一般、困难、噩梦、地狱5个级别，完成度达到 60% 以上即可完成转职，难度高低将影响转职之后的奖励，甚至会影响新觉醒的技能。不过这个都是随机出现的，并无特定规律。转职任务尽量一次完成，因为一次完成的觉醒的技能都是上品以上，一旦转职任务失败3次，将再也无法转职。小帅哥，祝你好运哦！谢谢。对自己客气的人，苏魔也不吝啬自己的客气。他接过钥匙，缓步来到008号柱子跟前，这才注意到石柱由特殊的青色不知名金属打造，柱子上有着繁复精美的花纹，透着神秘。他将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咔嚓一声，门被打开，一道机械而陌生的声音响起：“尊敬的苏魔先生，008号转职台准备完毕，请尽快进入领取转职任务。”苏魔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道走廊式的通道，一直向前，两边是各色光华流转，金木水火土风雷等各系法术元素充斥其中。没想到转职屋内另有空间，苏魔暗想。他循着通道向前，终于来到一处悬空的高台上，正对高台的是一个悬于高空的显示屏，上面写着姓名苏魔，职业法师，等级30级，判定符合转职条件，是否开始转职？苏魔下意识回答确认。显示屏上再次更新二转任务之一，击杀类狙杀迷灵领主，任务难度地狱。任务简介：江城北的迷灵中有一位强大的领主，把控大片矿产资源，阻碍了江城的发展。提醒：迷灵领主的实力深不可测，曾击杀3转强者，请职业者击杀迷灵领主，为民除害。看着这个任务，苏魔有种日了狗的感觉，自己这是什么运气？二转第一个任务就接到地狱级别的。第10章地狱难度的二转任务，这是诚心跟苏大爷过不去。苏魔有些郁闷，二转第一个任务是地狱级别，自己还没二转就让他去狙杀能杀3转职业者的迷灵领主，这要是其他职业者，应该就此止步二转了吧？第二个呢，会不会好一些？二转任务2，材料类地精之核，任务难度地狱。任务简介：将城东的黑暗地穴幽深不见底，里面却昼夜有怪异声响发出，外出探索的职业者经常失踪，不知是否与之有关。提示：黑暗地穴分为若干小副本，请职业者前往黑暗地穴入口得金巢穴击杀的金即可，切勿深入。请职业者击杀的金取得的金之核作为凭证。WTF！ 苏魔差点跳脚，几个意思？接连2个任务都是地狱，这是存心不让苏大爷转职成功。第3个不会还是地狱级别的吧？二转任务之3，对话类转职之秘，任务难度简单。任务简介：职业者的核心之秘，你必须知道的隐秘。提示：返回转职屋获取。温馨提示：请职业者在1周内完成相关任务，过期则认定为失败。1周？苏魔暗自摇头，要不了那么久。前2个任务归根结底还是战斗类任务。巧了，苏大爷现在就有2个禁咒。见识了极寒风暴的威力之后，他确定流火天灾体的威力也足以击杀转职怪物。至于第3个任务，他彻底松了口气，看来自己的脸还没黑到底。对话类的任务站着就把事做了。让他有些蛋疼的是，极寒风暴刚用过，在冷却期注定无法1天之内完成了。看着天色将晚，他打定主意先回家睡觉，明天先去杀迷灵领主，等极寒风暴冷却好了再去黑暗地穴。还是技能不够，苏魔暗自思索。
法力值足够，禁咒放不了，这跟钱足够，没地方花，心情是一样一样的。不是徐豪买完了技能书，他现在身怀4、5个禁咒，还不直接转职了。他不是没想过用一发禁咒解决城主府，但想到区区几本出阶法师技能书，还不至于他冒险。至于双倍法力值的护盾反弹，苏魔暂时不打算用。他已经感受到徐豪浓浓的恶意了，必须得防一手。有机会一定得好好招呼姓徐的。苏魔离开转职神殿，到了门口时眼竟妹没再玩游戏了，眼睛当真去了，露出一双水汪汪深情的眼睛。看到苏魔出来，他主动搭讪：“帅哥，任务难度怎么样？”苏魔点头：“还好。”“哦，那就好。”眼镜妹似乎真心替苏魔开心，笑得颤颤巍巍。苏魔眼睛一眯，叹了口气，心道：“大姐姐，你再这样会影响我的判断力的。”城主府，徐豪正在院落中焦躁地踢着花圃上的雪，他哈着手，怒气冲冲：“我爸呢？怎么还没回来？”旁边一个下人立马回应：“少爷，江城防护结界被打碎了，城主大人正在组织人员修复。”“什么破结界？”徐豪烦躁不已，不是说花了几千亿蓝星币吗？就打造出这么个玩意。下人苦笑：“少爷，据说那是7阶甚至更高级的强者。”徐豪脸上突然泛起希冀：“你说这么强的法术会不会把人冻死？”下人疑惑：“少爷，我听说这道冰雪法术并不针对江城，路人只是身上多了些普通冻伤，并没有致命伤害。”该死！徐豪恨恨咒骂：“苏魔那个该死的！”顿了顿，他不耐烦道：“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找到了。”下人低声道：“少爷，就是找的人要加钱。”“加钱？”徐豪冷笑：“区区一转法师，还有什么难度？”“不，少爷。”下人小心回答：“那人说杀1级职业者丢身份，也没油水可捞，更违背职业道德。”徐豪冷哼：“都刺客了，还讲什么职业道德？”但他又马上不耐摆手：“行了，加钱就加钱吧，让他手脚干净点。”“是。”徐豪眯眼，似看到了苏魔的死局，咧嘴笑了起来。心情大好的徐豪说话语气也缓和起来：“对了，明天我升级的事安排好了吗？”“少爷放心，已经安排好了。这次派的是3个4转的职业者，保证不分您的经验。”下人恭敬回答：“城主大人也交代过，务必让您在3天内升到30级，尽快2转。”哈哈！徐豪大笑：“3天内30级，这种速度撇开神斗的天骄不算，他绝对能在整个东海地区拔得头筹。到时候自己就是年轻一辈的翘楚。他会向鱼半夏证明，谁才是真正值得他倾心的王子。”想到这里，他又有些犹豫，要不要派人刺杀苏魔了。毕竟以苏魔可怜的身份，要想升到30级，没有个3、5月肯定不行。到时候自己亲自将他踩在脚底下蹂躏，岂不更快意？出身的差距注定了从转制后会越拉越大。但老爹教过他，有些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不然只会给自己留祸患。想到这里，他又摇摇头：“苏魔，就算便宜你了，让你死得这么容易。”第2天一大早，苏魔收拾妥当，随身携带了蓝瓶盖前往城北迷林。让他意外的，本应人烟稀少的城北炼级区，如今却人满为患。时不时的他还会听到诸多职业者抱怨：“该死，不知道哪位高阶职业者脑抽了，居然把城西的炼级区给洗了。”“是啊，不是他的话，我们也不用组队来这里刷怪，等级压制的我好难受啊。”“知足吧你们，城南、西南的炼级区现在已经因为野怪发生争抢了。哎，这里也不容易啊，你没看那边初级、中级野怪区已经被城主府派人给清场吗？哎，生了个好爹啊，3个4转职业者带着城主儿子升级。”“嘘，你小点声，小心祸从口出。”“苏嬷摸了摸鼻子，他没想到自己凭了一个紫竹林，居然带来这么大的连锁反应，炼级区减少，资源数量下降，给诸多职业者带来这么大的困扰。更让他意外的是，就连徐豪都被挤得来了这里。至于徐豪的做法，苏魔并不意外，霸道、蛮横就是徐豪的代名词。放在其他时候，苏魔定就绕道走了。不是他怕徐豪，是他不想沾上麻烦。可眼下事关自己转职，没可能的。第11章，袁家路窄，老子直接一发禁咒洗图。苏魔从众多组队的职业者身边绕过，他今天的目的是迷林领主，对周围的普通野怪不感兴趣。但徐豪带了3个4转的职业者，这就有些麻烦了。他找到刚才议论的一个中年，客气问道：“大哥，能问你个事吗？”中年正在休息，瞥了他一眼：“什么事？”“我刚才听说城主家的少爷带了职业者。”中年摆手：“没有的事，你听错了。”他起身就往远处走。苏魔撇嘴跟上，翻手递出一瓶蓝盖：“大哥，我没别的意思，
就想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我好避开，别触了眉头。中年瞥了一眼，眼睛一亮，不着痕迹接过，压低声音：“老弟，早说呀！”徐家的少爷带着人往迷陵的方向去了，看样子应该是去刷那里的领主去了。迷陵？苏魔眉头一挑，不会这妖巧吧？迷陵。中年愤愤道：“迷陵那边的野怪都归迷陵领主管，中低级野怪的经验也多。那小少爷仗着城主徐刚的威势，又有3个4转职业者震慑，谁敢去？哎，一个绿竹林被毁，让城里的职业者升级速度都受到影响。徐家小少爷把地方这么一圈。”苏魔又问：“那3个4转职业者是什么职业？”一个守护，2个法师，好像有蓝旗工会的人。中年颇为无奈：“老弟，认栽吧，那可是城主背后支持的工会，远远躲着就好。最近江城新职业者的升级，肯定是要被耽搁了。”说着，中年摇摇头走开了。苏魔点头：“老哥放心，我会躲着的，谢了。”别了中年，他皱眉看向迷陵方向，还真是冤家路窄，认栽是不可能认栽的。他没想到徐豪不仅来了城北，还来了迷陵。更巧的是，徐豪清场的区域就是迷陵领主所在的地方。按照中年所说，3个人带着徐豪练级，迷陵领主肯定也是他们的目标。毕竟一个精英怪的收益远不是几只野怪能比的。迷陵领主是老子的，苏魔暗道，因为迷陵领主是一个副本怪，被击杀之后刷新要1天。苏魔艰辛肉到嘴里才算自己的，不想再拖下去。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说的就是这个理。他看了看升级导航里的地图标记，距离目标迷陵领主还有一段距离，只要进了迷陵副本就好办了。直接一发禁咒洗图。确定计划的苏魔小心前行，如一头灵巧的猎豹在野外穿梭。他虽然是法师，但已经30级了，敏捷力量大幅提升，远超寻常人，很轻松靠近了迷陵外围。一大串信息自动浮现。迷陵简介：位于江城城北的副本，拥有丰富矿产，却被凶恶的迷陵领主把持多年。任何妄图从迷陵带走东西的，都成了迷陵领主的刀下鬼、腹中餐。出入迷陵等级15到30级，人数限制10人。不出所料，在迷陵的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1、2转职业者在站岗盯梢，在他们旁边还竖着一个个牌子，上面写着管制区域，闲人免进。徐家的霸道可见一斑。徐刚这个江城土皇帝的名声也绝不是凭空白来的。管制，管你奶奶个头的制，公器私用。不过这难不倒苏魔，他孤身一人悄咪咪溜进迷陵区域内，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地图导航里代表迷陵领主的图标还没亮，这说明迷陵领主还没出现，不急，苏大爷在这悄咪咪等着刷新就行了。此时在迷陵深处，徐豪正满脸喜色地跟在3个职业者身后混经验。作为战士，他本该冲在最前面，可眼下他只需要象征性地砍上一刀，拉一下野怪仇恨，占一份输出就行了。剩下的都交给了2个强力法师。随着他们一次次的吟唱与施法，密林中的怪物被他们一个个秒掉。3个4转职业者，每只怪物他们都只得1点经验，其余的都哗啦啦的长到了徐豪的身上，让他很快来到了20级。不得不说，法师刷怪的速度就是快。可即便如此，徐豪还是有些不满意。法师虽然暴力，可需要吟唱等待，法力消耗也大。到现在打怪的时间不到一半，剩下的时间全都在等他们回蓝了。眼下又到了2名法师柯蓝回复的等待时刻。徐豪忍不住问道：“杜叔，我能在今天就达到30级吗？”被他叫杜叔的是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正是江城鼎鼎有名的工会青龙堂堂主4转法师杜涛。他一边柯蓝回复，一边无奈摇头：“这次为了你升级，你父亲从神都花大价钱租来了一套经验加成的套装，你也吃了经验加成的神丸，经验加成50%，已经是极限了。可是神都的那些豪门家族子弟为什么可以一天30级啊？”杜涛苦笑：“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们的经验加成装备是红装，再者他们是法师或射手职业，此外他们还会花大价钱购买超大范围的群体攻击法术，保证伤害能够覆盖到足够多的野怪。这样你明白了吗？”又是法师！徐豪恨恨道：“该死的苏魔，他凭什么能成为法师？他那样一个卑微杂碎，不配成为法师。”好了，杜涛起身道：“算算时间，迷灵领主也该刷新了。我们利用好你经验神丸的最后时效，将受益最大化。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你能升级到25级左右，放眼国内也是极快的速度。”说着，他眉头一挑：“迷灵领主出现了！”快！徐豪催促，压根没去看另外的法师跟辅助。就在几人起身的当口，在外围躲着的苏魔也一个机灵起身。转职任务与地图导航上同时出现了红色的感叹号。
提醒：迷灵领主出现，请速速前往击杀，完成转职任务。提醒：迷灵领主出现，极为危险，请注意安全。与此同时，原本还显得静谧的林子瞬间传来一声高亢、凶厉的怒吼、嗷吼，声音之大，震得苏摩耳膜生疼。整个迷灵副本内顿时蒙上了一层血红色。树林中密密麻麻的野怪开始朝一个方向汇涌而去。来了！苏摩一口吐掉狗尾巴草，迷灵领主，吃我一击！什么冤家路窄，老子直接一发禁咒洗图！禁咒，流火天灾降临！呼呼！巨大的风声响起，一抹赤红色的光如火山迸发，从迷灵上空朝周围扩散，瞬间将整个上空都笼罩在内。第12章，城主徐刚怒了，刚修好的结界又坏了。徐豪，见了迷灵领主，你只砍一刀就后退，剩下的交给我们。面白无须的杜涛叮嘱，迷灵领主的第一下攻击必定暴击，你的血量太低，只要被摸中了就会死。知道了，杜叔。打出第2条命的时候，你注意走位，紧跟在守护身后，中毒的话，持续掉血也很伤。迷灵领主属于精英怪物，一般的2转甚至3转职业者不一定能过。掉的装备也有紫装，没准你能用。杜涛正在交代，察觉到异状之后，猛然抬头看天，那是什么？被他这么一提醒，其余3人齐齐看向天空，头顶火烧云一样的颜色铺满天际，一道道流火像陨石一样从天而降。徐豪脸色惨白，却被从天而降的火焰映得通红。杜叔，火朝我们这边来了！他心底生出浓浓的惊恐。法师真的是太可怕了！杜涛惊骇欲绝，因为他第一时间从流火中感受到了毁灭、暴躁的高级火系法术元素。这种法术只有7、8转以上的火系大佬才能施展出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爆裂、燥热的气息，杜涛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在往外冒火星子。他的头发发出一股焦糊味，皮肤也开始皴裂。不好！杜涛下意识看向徐豪，发现他已经被炙烤的嘴唇冒血，双眼血红了。守护！杜涛放声大呼。这种法术不是他们所能抗拒的，唯一的指望就是在4转守护的保护下，避免最坏的结果。万一徐家的小少爷死在他们跟前，狠辣的徐刚绝不会轻饶了他们。守护职业者在杜涛大喊的第一时间，就将自己所有能释放的保护类护盾及光环全加上了。血盾、魔抗、减伤、生命回复。一瞬间，连他在内的4人身上涌起各色光环与护佑 buff。又一瞬间，所有 buff 光环迅速变得暗淡，像极了风中残烛，看着就要熄灭。天上流火已经临近，堪堪压到他们头顶。4人中，徐豪率先被火焰炙烤的失去了知觉，直接昏死过去。杜涛跟另外一个法师也在苦苦支撑，他们的是法师，擅长的是输出，而不是扛伤。这次他们3个来迷灵这种低级区，只是为了带徐豪升级，带的都是回复类的药水跟强力输出装，压根没穿防御装。再说了，除了守护跟战士，法师谁会堆防御？他们的血量像是蒸发一样，在以极快的速度下降，守护的回复光环在此时压根不顶用。眼看着从天而降的巨大火球就要砸到他们头顶，杜涛毫不犹豫大呼，用复活卷轴。话音未落，4道光华一闪，4人消失。火焰从他们原本的位置刮了过去，将沿途的野怪、树木尽数焚烧殆尽。巨大的火浪从4周朝一个方向汇涌而去。此时，在迷灵深处的山顶，一个高约10米、浑身乌黑的怪物正放声怒吼。他头顶3角，牛头人身虎尾，类生4只手臂，各执一把武器，狰狞挥舞。迷灵之主，被认定为2转击杀类地狱级别任务的怪物，在看到从天而降的火焰之后，猩红的双眼出现了一丝恐惧。他似乎没想到会有人舍得花这么大的代价来对付他。火系禁咒，流火天灾！轰！一个照面，迷灵之主的第1格血没了，第2格血条刚飘绿，瞬间蒸发，第3格血条还没来得及冒起，也没了。剩下的只有一个怪物形状的灰烬，随着火蛇一舔，也消失不见。迷灵外，众多打怪练级的普通职业者们在天边降下流火的第一时间就狼狈逃窜。他们都是些低级职业者，出身平凡，实力低微，对危险的嗅觉却远超常人。当头顶泛起火红的第一时间，他们意识到了不妙，有大能者在施展火系高级法术。职业者们狼狈逃窜，纷纷大呼：徐家少爷，这是要烧了迷灵吗？该死，这绝对不是4转的法师能释放出来的法术，这只是低阶练级区啊，他们居然用这么强的法术。你们看，所有低阶野怪都死了。可恶，徐家太霸道了，清场就算了，现在连所有的野怪也都被他们杀了。别废话了，快逃命吧！幸亏这道法术不是针对我们，好在他们之前被徐豪带来的人驱赶的距离迷灵足够远，
火焰之威还不至于将他们炙烤致死。甚至有人在奔逃之中摔倒，发现火焰只是烧了他们的头发跟衣服之后，索性不再跑了。他们甚至觉得这火有自己的意识，能自动避开生命体。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苏魔潜意识的没将他们视作敌人，否则他们会像在迷林内的徐豪等人一样，也会瞬间消失。另外一边，刚督工修补结界完毕的城主徐刚终于松了口气，他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结界被毁，万一有灵智开启的精英怪物偷袭进城，他这个城主的罪责就大了。然而下一刻，他就瞪大眼睛看着头顶的天空，脸色瞬间变得惊恐。城北方向，天顶燃烧着无穷火焰，形成火浪朝江城涌来。呼呼，火焰眨眼间来到头顶，嗡嗡嗡，刚修好的结界还没来得及完全撑起，就被火焰一个翻山头过去，烧坏了。徐刚额头青筋暴起，放声怒吼：该死，是谁在针对我？接连2天，接连2道高阶魔法都毁了江城的防护结界。昨天是冰系法术，好好的艳阳天，冰雹跟暴风雪将结界砸得到处是窟窿。今天冰雹积雪还没化完，又是一道火焰高阶法术，结界又坏了。2天，天知道他这2天是怎么过的，担惊受怕，不敢合眼。结果结界又破了。2天2次，要说这不是针对江城，不是针对他徐刚，打死他都不信。想到针对他的大佬能施展7级以上的冰系、火系法术，徐刚脸色瞬间苍白起来。与此同时，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魔正挠头看着天边流火，将整个迷林焚烧成炼狱。游戏世界的提示声不住响起：您击杀了吉吉猴王，获得525点经验；您击杀了毛毛领主，获得478点经验；您击杀了黑风熊怪，获得618点经验；您击杀了迷林领主，获得5288点经验。恭喜您成功击杀迷林领主，完成2转任务之2，请尽快收集地精之核，前往转职神殿完成转职。苏魔注意到经验不再是1点，开始正常增加，但他还没完成转职，所以等级还是30级。这种情况，老师以前教过，叫经验溢出，会在转职完成之后正常转化为等级。紧接着又是一连串叮铃当啷的装备落地声，看着满目琳琅的装备，苏魔忍不住再次搓起了苍蝇手。捡装备时候到了。第13章，苏魔禁咒使我快乐，徐豪复活让我恐惧。尝过甜头的苏魔快速行动起来。淘乐购一行，他对材料装备的价格行情有了进一步了解。单个的材料绿装并不值钱，但积少成多的话还是很可观的。对苏魔来说，一发禁咒洗图，材料绿装直接成堆，绝对值得捡。跟上次一样，材料最多，绿装次之，蓝装又次之。让他意外的是，这次居然有紫装，而且是3件。不愧是精英怪物，虽然数量只有1个，但却出精品。但只有1件是法师装，其他2件是其他职业装。巨人力量之握，紫。类别武器，适用职业战士类。攻击力物理攻击加110，等级要求30级。属性力量值加105，物理攻击正 6%， 暴击率正 6%， 耐久度9090。附带效果，每5次攻击造成1次割裂伤害，造成持续流血12点每秒。显然这是一把极品战士类武器，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另外一件是一件守护类项链，精灵之梦，紫。类别项链，适用职业守护类，等级要求25级。属性气血上限正 10%， 法力值回复加最高法力值200分号秒，气血值回复加80点秒。耐久度118。附带效果，持续为周边50米范围内的友方单位提供 10% 的气血值双护盾，护盾被打破或未破情况下，每20秒清除1次负面状态。看着这件项链，苏嬷摸了摸下巴，别的属性他没看中，他就看中了每秒回复最高法力值的 2% 了。他的蓝盾对法力回复有极高的要求，可惜他摇了摇头，把目光投向法师装，智者法杖，紫。类别武器，适用职业法师类。攻击力法术攻击加95，等级要求30级，法力值加90，每秒回复法力值40点，法术穿透加210，耐久度9090。附带效果，4% 的几率无消耗额外施法1次。该说不说，智者法杖就是比学者法杖强一大截，法力值上限加的多不说，附加属性多了一个能用的法术穿透。至于附带效果，4% 的额外施法1次，看着乐呵就行了。苏魔果断换了新法杖，法力值与护盾再次增长。姓名苏魔，
职业：竞技法师一传，级别：30级，生命值1450加1242001340000，力量90，敏捷90，法力62100670000，攻击力370，防御565，战力评估2星。明明只是换了一个法杖而已，但是苏魔的腰杆子更硬了。他继续捡装备，蓝装什么的看都不看，直接丢进随身仓库。他的好运还没完，装备堆里他捡到了2本技能书，一本射手的疾风剑术，另外一本赫然是法师技能书闪电连击，全是雷系法术。闪电连击，法师类职业技能书，15级可学，可升10级。学习后可施展雷电之鞭，对多个敌人实施穿透打击，但伤害会依次衰减。初始伤害值1000，每次衰减 4%， 衰减至 50%不再衰减。至于后面的冷却跟吟唱时间，苏魔压根没兴趣看，看了也是白看。反正自己的被动强化之后，这些都会改变。确定是法师技能之后，他就一个字：学。你学习了法师技能闪电连击。苏魔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盯着技能面板看，静等变化。果然，一道静止的闪电图标先是蒙上一层暗色，接着是从中心朝四周刷新。熟悉的味道，原来的配方。闪电连击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雷系禁咒雷霆之主。果然，苏魔看向技能面板，雷霆之主主动技能雷劲禁咒，雷霆执掌万物生死，雷霆降世万物生灭，法力消耗2万，冷却时间5天。依然是没有伤害描述，但逼格依旧拉满。让苏魔觉得牙疼的是，法力值的消耗居然变成了2万，冷却时间也拉长到了5天。他本以为释放禁咒的封顶数值就是1万，冷却时间也是3天，谁曾想，只能说自己还是太年轻，想得太简单了。不过这也让苏魔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技能学习等级要求高的禁咒威力更大？因为威力巨大的技能往往伴随高消耗、长 CD。对，一定是这样。苏魔暗自点头，之前课堂上老师在讲技能详解的时候说过，法师里的雷霆法师属于特殊职业。同样的，雷系的技能书也相较火、水、土等更贵。看来以后的多找几本高级技能书试试。苏魔暗道，这样一来，法力值虽然现在破6万了，还是不够用的啊。毕竟3道禁咒下去，自己就只剩下2万的法力值了。对苏魔来说，剩下的2万法力值代表的是他的生命安全有了隐患啊。强烈的不安全感让他意识到堆蓝的道路还得继续走下去。至于像其他法师一样平衡法力值跟其他属性的关系，对苏魔来说就仨字：没必要。既然多了一道禁咒，那么今天就能把转职的事给办了。苏魔收拾完毕，转身看了一眼遍地狼藉，挠了挠头，向城东而去。密林内，浓烟滚滚，距离徐豪、杜涛消失的地方不远，踉跄落下4人身影。可嗨嗨！徐豪大声咳嗽，满脸骇然地看着周围。就在刚才，他死了一次，用掉了价值上亿的复活卷轴。这种卷轴，就连他老爹也只有1-2个，用了就再也没有了。徐豪看了一眼自己的地图，周围所有的野怪都消失了，迷林领主也不见了。他的心情糟糕透了，白白浪费一次复活卷轴不说，自己升级的速度也就此被终止了。该死，究竟哪位法师大佬竟然用这么强大的技能轰击迷林？徐豪不敢对这样的大佬生恨，他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大佬已经心生浓浓的恐惧。他惊恐问杜涛：杜叔，怎么办啊？杜涛异常烦躁，不是考虑到眼前这个小废物是城主儿子，他恨不得杀了他，还能怎么办？回去。没想到我唯一的复活卷轴居然用在了这么个小地方。另外一个法师也怒气冲冲道：没想到居然有大佬用这种高级法术来轰一个小小迷林之主，这还是对方无意针对我们，不然的话再多10个复活卷轴也没用，我的复活卷轴也就1个。杜涛，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来的，你必须得赔我。杜涛苦涩点头：王兄，这你放心，这次的损失我肯定会赔给你的。他看向用掉所有恢复药水、装备破烂不堪、一脸肉疼的守护，安慰道：你也放心，这次的消耗蓝旗工会也会赔偿。守护脸色这才好看一些，默然点头。但杜涛的心愈发糟糕了，要不是城主徐刚飞要把他这个废物儿子塞给自己刷级，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损失？第14章，刺客，你不是法师吗？怎么这么肉？离开迷林，苏魔绕道前往城东去探索黑暗地穴。与迷林露天在外不同，黑暗地穴是一处真正的地下秘境副本。黑暗地穴是江城为数不多的一处涵盖中地级精英怪物为一体的副本，分为5层。苏魔的转职任务连第1层都不用进门左拐，
有个犄角旮旯的地精洞穴，进去杀了，获得地精之核就算完事。但作为地狱级别难度的任务，击杀地精的难度肯定不低。苏大爷有禁咒在身，根本不用担心。要担心的是地下副本经不经得住他这一发禁咒。沿途树木枯卷，草叶还保留绿色，风一吹，绿色的叶子碎成墨子。苏嬷摸了摸鼻子，貌似禁咒引起的连锁反应有点大，就是不知道徐豪有没有在这场大火中狗带。以他对徐豪的了解，这种大家子弟一般都有保命手段的。他的流火天灾针对的是迷灵领主，徐豪只是顺带，死不死只能看天意，杀不死也没关系，就当给他提个醒了。天狂必有灾，人狂必有祸，打草呕兔子不过是顺手罢了，还是转职要紧。苏魔喜滋滋来到黑暗地穴洞口。黑暗地穴简介：深藏于地下的秘境副本，蕴藏着无数宝物，但宝物周围也伴随着各种凶猛的精灵怪物守护。想要获得宝物，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否则这里就是你的埋骨地。出入地穴等级20级，人数限制每层10人。对于副本的警告，苏魔直接无视，大步走了进去。然而他前脚刚进地穴，后脚就有一个头戴毡帽的人突兀地现身在洞穴口。他身材中等，身形瘦削，因为毡帽的缘故看不清具体样子，但从下巴胡子拉碴的样子能看出是个年纪不小的男人。他看着洞穴口，低声喃喃：这小子有2把刷子，这才觉醒几天，居然能进黑暗地穴了，怪不得城南的低级练级区没找到他。出身平平，却能自己努力在几天内升到20级，应该是个强力的范围攻击法师，天分不错。不过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这样说着，男人身影再次原地消失，跟着进入地穴。此时苏魔已经越过地穴入口，左转，朝着地图标记的感叹号位置前进。周围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本就阴凉的山洞突然之间起了一阵微风，让苏魔愈发觉得凉意重了几分。不等他反应过来，一把匕首凭空出现，照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划拉。突然意外，刺客！通道里没有怪物，能出手的只有人类，而人类中能做到突然隐身的只有刺客。苏魔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本能想要躲避，但刺客速度是所有职业中最快的，又天生是脆皮法师的克星，再加上有心算无心，苏魔压根没能躲掉这一击。刺客的匕首毫无意外的在他脖颈处划了一刀，噗！一人重重摔倒在地，吐出大口鲜血。不是苏魔，是那个刺客。怎么回事？被迫现身的刺客满脸惊恐。你不是一转法师吗？怎么会这么肉？如果仅仅是肉就算了，更让他恐惧的事发生了。就在刚才，他一击得手的瞬间，从苏魔身上传来了巨大的反伤。-5234，自己空砍2刀换来的第3刀必定暴击，结果目标苏魔没什么动静，反而是他自己瞬间重伤。刺客跟法师、射手并称为游戏世界的脆皮3老，瞬间减少5000多的血量，一下子让他的血条少了一大半。如果仅是重伤就算了，可他的血量还在蹭蹭蹭的往下掉。-32，-31，-62，-28，-30，-60，这是……刺客南面露惊恐，在地上挣扎着，连连后退，惊恐地发现自己好像中了自己的毒，一股浓浓的诡异之感袭上刺客南心头。自己堂堂5转刺客，一刀居然没杀死刚转职的1转法师，反过来自己还重伤，错了，一定是弄错了。刺客被吓得快要疯了，狗日的徐豪，一定是他骗了我。眼前这个叫苏魔的，肯定是个至少6转的法师，只有6转的法师才能反杀刺客。虽然他没听说过6转法师有能瞬发技能的，但他目前能想到的只有这么多。或者这个苏魔是个7、8、9转的法师也说不定。想到这里，刺客南浑身颤抖，自己这不是踢到铁板了，这是踢到阎王爷了呀。与此同时，反应过来的苏晨发现自己的蓝量瞬间少了1万多。不仅如此，他的法力值还在蹭蹭蹭的往下掉。-64，-62，-124，自己装备带来的90点法力值回复，堪堪保证收支平衡。中毒了！苏魔瞬间警醒，抬手就要一发禁咒，哪知道刺客男率先惊恐大叫：“大佬，我错了，你不要过来啊！”苏魔疑惑：“大佬？”刺客男没有说话，而是当着苏晨的面取出好几瓶的回复气血的药，大口大口喝着。再不回复气血，自己就要死了。苏魔注意到持续减少的法力值，终于停下，刺客的喘息也渐渐放缓，明白其中关键，冷笑道：“说，你为什么要刺杀我？”是徐豪。刺客看着自己的血量不足1000，果断放弃挣扎，
跟任何侥幸心理。大佬，是徐豪花500万要我刺杀您。似乎怕苏魔不信，他急急忙忙取出一张卡，这是城主府何三给我转钱的卡，不记名，随便取，里面有交易记录。这些是我的装备，都是您的了。徐豪，苏晨冷哼，看来先前那一发流火天灾就该把徐豪当成主要目标的。就这一声冷哼，刺客男立马听出了不同味道，不屑、蔑视，还有杀机。他果断跪地磕头：“大佬，我错了，我错了。只要您能放了我，我愿意给您做牛做马。我愿意成为您的经验奴隶。”经验奴隶？苏魔愣住，咧嘴一笑。经验奴隶是游戏世界推出的一种隐藏机制，意在为结仇双方提供一种不死人的解仇方案。具体操作也简单，就是双方签订经验奴役关系，奴隶主可一直从奴隶那里获得杀怪30%的经验收益。这种关系一旦签订，只有奴隶主有权打破，除非是奴隶主、奴隶任何一方身死，又或者奴隶主被人打败，要求签订经验奴役契约，奴隶主可以送一个经验奴隶出去抵债。对于一些有钱有势的豪门公会来说，往往会采用这种方式快速升级，提升实力。但苏魔不需要啊，别人打怪升级慢是受限于技能跟伤害，他一发禁咒就解决了，哪里需要这个？于是乎，伸手接过刺客男递过来的卡装好，在刺客满怀希冀的眼神中微笑摇头：“不用了。”啊！刺客一时难以置信，激动到落泪，不住磕头：“大佬，好人啊！”苏魔轻笑摇头，转身背对着他，竖起一根手指，说了声：“雷霆之主。”雷系禁咒，雷霆之主。下一刻，刚刚抬头的刺客男看到了此生最亮的光。第15章，雷系禁咒一出，二转任务妥了。禁咒，又是禁咒。雷霆之主释放的刹那间，整个黑暗地穴的洞口都被极致的光亮照得发白。隆隆隆，刚出现的第一道雷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接着2、3声跟着后面的声音连成了一线，直接让刺客男失去了听觉。他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看到了此生的最后的光亮，接着就消失在了原地。至于地穴入口旁的地精巢穴，趴在那里跟个乖宝宝一样，也在瞬间卯了。地狱难度的收集任务在苏魔这里被一发技能带走，以苏魔为中心，雷电如太阳般发光发热，暴虐的力量肆意摧毁苏魔周围的一切，整个地穴都像是地震了一样剧烈摇晃起来。苏魔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看着面前出现的2小堆东西，尤其是一个冒着灰色光芒的无属性东西，地精之核，大手一卷，直接扔到随身仓库里，闪身出了地穴。仓促之间，他依稀看到了几件紫装。让苏魔意外的是，外面的动静不像地穴内那么大，仅仅是地面有些颤。苏魔难免诧异，浩然高、冷却长的雷霆之主在威力上好像还没极寒风暴跟流火天灾的大。然而下一刻，黑暗地穴所在的地方像是活过来一样，张口吐出10几个人。这些人一个个面露惊恐与疑惑，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轰隆隆，黑暗地穴发出奇怪声响，与雷霆截然不同。紧接着，地面开始下陷。刚被吐出来的众人纷纷惊呼：“快跑！黑暗地穴崩碎了！”啥？崩碎了？苏魔心底狂震，他还以为雷霆之主威力不够，结果直接将一个秘境副本给崩碎了。在他愣神的同时，身旁有4、5个人呼啸而过，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我的5转材料！”另一个声音怒声喝道：“快走！材料重要，还是命重要？老大，好不甘心啊！快走，回去我们一起想办法！快跑！”不等他反应过来，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的后颈衣服，夹着他就跑。小鬼，还不跑，在这里送命吗？强烈的压迫与窒息感扑面而来，但苏魔的血量跟法力值却没有丝毫减少。他这才注意到，救他的是一个身材堪比2个眼镜妹挖腮的妩媚女子。因为球形建筑物太高，她又被夹在腋下，视线受阻，苏魔完全看不到女人长得什么样子，只是从弹性上来判断，她年龄应该不大。几人带着苏魔跑了约莫3、5分钟，确定无碍，这才停下。苏魔这才得以摆脱温柔乡。在他面前的是7、8个男男女女，他们年龄都不大，从面相上看，最大的也不过20来岁。几人或是高大，或是瘦小，又或是憨厚。从他们随意的站位来看，这几人应该是熟人，经常在一起组队刷副本的。之前抱怨5转材料没了的，也不知道是哪个。从几人的神态中暂时看不出来，应该是在逃命的过程中想开了。要是被他们知道，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在眼前，不知道会不会当场翻脸。站在苏魔旁边的是一个气势壮观的妩媚大姐姐，她红唇挺比桃花眼，身穿夏日清凉短装，浑身上下充斥妩媚与力量结合之美，看样子应该是战士之类的职业。最吸引人的还是她一双琥珀色的眼睛，透着异域风情。
劫后余生的几人心情似乎没那么糟。一个身材瘦削的男子调笑：“阿古丽，你善良一点吧，人家还小呢。”妩媚女人轻轻一笑：“可是他帅啊，没准就喜欢我这样的姐姐呢。”说着，他转身看向苏魔，轻轻一笑：“小帅哥，姐姐救了你，你要不要以身相许呢？”嗨嗨，苏魔被吓了一跳，自己这是被调戏了。哈哈，旁边几人大笑：“阿古丽，你够了，放开人家小帅哥，有什么冲我来？”阿古丽，他还小，不知江湖深浅。阿古丽不管几人调笑，肆意在苏魔身上游走，撇嘴道：“你们外行了吧？这位小帅哥无名指比食指长一截，深藏不露呢。”说着，他稍稍弯腰，冲苏魔抛了个媚眼：“小弟弟，喜欢大姐姐吗？”苏晨瞥了一眼，快速看向别处，但还是决定遵从内心的想法，老实回答：“喜欢。”哥。阿古丽笑得欢快，波澜壮阔。这个小帅哥真有意思呢，那要不要跟姐姐好好聊聊呢？苏魔挠头：“现在？”阿古丽笑得欢畅：“是呀，一起回城找个安静的地方。”苏魔摇了摇头：“不了，下次吧。”下次？阿古丽愣了一下，认真看向苏魔，似在确定苏魔到底是认真在说事，还是故意调侃他。哈哈！一旁的几个年轻男人肆意大笑，显然他们把苏魔当成了老手，在故意调戏阿古丽。现在的孩子哪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呀？阿古丽被拒绝了吧？哈哈，人家肯定嫌弃你老牛吃嫩草了。小兄弟，干得漂亮啊！苏魔摸了摸鼻子，自己是真有事，不然。但几人的调笑也让他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恶意，就连对阿古丽说的那些话也只是说笑而已。果然，阿古丽对几人的话视若不见，他冲苏魔摆手：“那就下次再见喽，小帅哥。”说着，他转身跟着几人离开。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问苏魔是谁，要干什么，就连他旁边的几人也是如此，就像他刚才出手救苏魔一样，顺手为之，仅此而已。虽然仅仅是几分钟的短暂接触，但他觉得这几人都不错，要是有机会的话，不妨补偿一下那个做五转任务的。苏魔暗道，江城是个小地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应该有机会的。当务之急是先完成二转。苏魔看了一眼仓库里的二转凭证地精之核，收集任务完成，也意味着他的转职任务基本完成了。他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转身从另外一个方向回城。第16章，真正的 VIP 会员服务。苏魔回到城里之后，直接奔转职神殿而去。让他意外的是，大白天的转职神殿居然关门了。殿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因为特殊情况，转职神殿出现故障，预计第2天就能修好。着急转职的苏魔颇为无奈，只得转身去淘乐购交易行。无法转职，那就从赚钱上找不回来。昨天服务过他的店员也不在，换了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店员。作为黄金 VIP 客户，苏魔刚进门就被认了出来，进了 VIP 接待室。不得不说，这个世界针对会员提供的服务真到位，不像前世的地球，普通客户取号排队， VIP 客户取号到 VIP 区排队。坑店女店员客气端来一杯花茶，笑容甜美真诚：“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将竭诚为您服务。”苏魔摸了一下下巴，女店员马上笑着解释：“张元昨天接待了您，听说您想购买法师技能书，特意在今天申请去临城出差，为您购买技能书去了。他特意交代过我，如果您这几天过来了，一定要给予最好的服务。”苏魔不禁点头：“瞧瞧，这个才叫专业，这个才叫 VIP。 昨天张元送他出店门时说过会帮他流行法师类技能书，没想到今天竟然亲自到临城帮他物色去了。这种服务意识真不是盖的。要知道，蓝星世界的城市建造不像前世的华夏城市距离那么近，这里的城池间隔动辄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往返耗时耗力不说，经过荒野的时候还有被荒野巨怪袭击。”苏魔点头赞许道：“既然这样，那我今天就卖装备吧。”说着，他依次取出各色装备，区别于昨天，绿装、蓝装都少了一半不止，毕竟在迷林的野怪被其他职业者击杀了太多，总的价值只有120多万。即便如此，女店员的微笑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丝异状。苏魔愈发感叹，淘乐购能占据全国交易行最大的市场份额，不是没有道理的。女店员真诚的服务打动了苏魔，在他要为苏魔结算时，苏魔摆手：“等一下，还有。”女店员眼睛泛起亮色。苏魔依次取出紫装、战士类的巨人力量之握武器、守护类的精灵之梦项链、射手的幻影披风，以及3件5转刺客类紫装。其中，巨人力量之握跟精灵之梦是击杀密林之主获得，幻影披风是击杀地精获得。至于3件刺客紫装，当然是被他以
雷霆之主灭杀的刺客之后爆出的装备。装备本来是绑定的，但在主人死了之后，自然就成了无主之物。6件紫装，3件还是高阶紫装。女店员的眼里一下子发出摄人的光，再看苏魔时，像是要把他吞下去。这种大客户，为什么自己不是第一个接待他的呀？货多就算了，人还这么帅，只要他愿意成为自己的客户，哪怕是多付出些代价，他也是愿意的。毕竟能赚钱的同时还能占便宜，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这位年少英俊的客人却不解风情地打断他的遐想：“美女，你看看这些值多少价？”女店员有些失望，但还是礼貌介绍：“巨人力量之握，幻影披风的属性很常见，但胜在属性都是满的，算是小极品，共值150万。这件精灵之梦是极品，但属性不满，可以给出100万的价格。至于这3件刺客装备，虽然是高阶，属性也还可以，但市场较小，反而不怎么值钱，3件只能卖到300万左右。”这苏魔愣了一下，一转之内的紫装单件都70-80万了，到了5转的单价居然没怎么涨。女店员耐心解释，低阶的紫装对不少人来说是过度7成属性的装备，对转职升级影响都很大，所以市场价格走俏。但从4转开始，绝大多数职业者都追求套装。苏魔恍然大悟，他忘了套装这一茬。这么说来，被自己杀掉的5转刺客实际上是个穷逼，不然何以一个5转刺客浑身上下就3件紫装？没钱不会想办法，活人还能被尿给憋死？哪像自己1级的时候就拉赞助，搞了一身极品紫装。明白这一点，他摆手：“行，你看值多少，结算吧。”“好的，先生。”女店员礼貌微笑：“因为您是黄金 VIP， 所有的商品价格我可以在权限之内给您微微上调，加上会员的5%溢价，您可以到手750万蓝星币。”苏魔不由多看了一眼女店员，按照他刚才算的，里外里多了近80万，这真是拿公家的钱做人情啊！对于会来事的店员，苏魔自然也不能差事了，回报以礼貌迷人的帅哥微笑。果然，收到苏晨回报的女店员笑容愈发灿烂了。对了，女店员思想到什么？先生，本店虽然没有您要的法师技能书，但有一些通用的技能书，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通用技能书？苏魔想起老师教过的，有些技能书是全职业通用的，如品鉴术、关照术等；有些技能书是部分职业可用的，如治疗术、附魔术等等，都是些比较实用的。但很多低阶职业者因为升级缺钱，低级怪出极品的概率也低，除非是打怪爆装备爆到，不然轻易不会买这种东西。不过这些对苏魔来说都不是问题，他的技能特殊，装备钱来的都快，多一样技能傍身多条路。好，有哪些？来看看。据我所知，您是法师职业，适合您购买的是品鉴术。苏魔眉头一挑，这还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女店运把他胃口吊了起来，结果告诉他只有一盘拍黄瓜。算了，都是打工人，谁也别为难谁了。行，品鉴术就品鉴术吧，多少钱？直接从交易金额里扣除就行了。好的，先生。很快，苏魔从淘乐购走了出来，卡里新到账700万，品鉴术被他以50万的低价买来了。显然，女店员再次拿店里的优惠做人情。对于女店员的善意，苏魔自然投桃报李，悄然将3件刺客装的销售挂到了他的头上。唉，到哪都是人情世故啊。出了淘乐购的苏魔翻出品鉴术，学习。你已经学习了通用技能品鉴术。品鉴术受到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禁咒真实之眼。第17章，苏魔赚妈了，城主徐刚气吐了。通用系禁咒真实之眼，主动技能探知一切宝物品级，感知一切职业者实力。被动对分身、镜像、隐身单位有破障效果，自动锁定真实生命体位置。赚了！苏魔振奋不已。这次淘乐购买卖不虚此行。真实之眼明显不具备攻击性，但却堪称神技。主动释放可见宝，识人，这对爆装量大的苏魔来说尤为实用。被动就溜得飞起了，破障、破分身、破镜像、破隐身，这简直就是为刺客量身定制的反制技能，对刺客类职业太不友好了。要知道，在所有职业者中，刺客天克法师一个分身或者隐身摸到身边，一刀暴击下去，法师基本就卯了。就像在黑暗地穴，刺客男正是凭着隐身摸到苏魔身边。如果没有法力值的双倍护盾，5阶的刺客男那一刀12000加的伤害都够他死上10次的了。法师怕刺客的最大原因就是隐身或分身，现在真实之眼得被动可以破障，就等于占了一记先手。再有刺客偷袭，他就可以提前发现，一发禁咒消障了。至于有些射手的分身，副本 BOSS 的镜像效果参照隐身，这50万花的物超所值。他心底对于女店员的好感度瞬间往上拉了不少。想到在淘乐购有了意外收获，
苏魔决定去别的店碰碰运气，没准就再次遇到合适的呢。对了，还有一堆材料没卖，好像这些材料不到昨天的一半，估计连10万都卖不到。苏魔也就不急了，有的是从迷林捡的，有的是从地穴捡的。尤其是地穴那边，因为情况紧急，他看着一小堆材料就捡，后面叮叮叮掉落的装备跟材料，他都没来及捡，甚至还丢了几件紫装没捡到。回来的路上，苏魔已经猜想过，有可能是一发禁咒下去，连着地穴5层的野怪一起刷了。但当时他急于逃命，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经验涨了多少，更没注意经验来源。反正现在他涨再多都是存着，还是30级。他看了一眼仓库，地精之核、地龙之爪、火龙皮、乌灵木，看上面的材料数量3、5、6、7的，就卖不了几个钱，还没他卡里的零头多呢。兜里有钱，心里不慌，他直接去了蓝美淘宝去了。江城政务厅，城主徐刚一脸阴沉地对在场的众人说道：“各位，江城这2天发生的变故，你们应该都知道了。江城的结界需要修补，但资金、材料这一块有缺口，你们说该怎么办？”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吭声。徐刚皱眉，声音提高了几分：“各位，现在要修补的是整个江城的结界，事关你们的切身利益，不是我徐家一家的事。”可是，一个头发花白、身穿对襟徽装的中年开口：“2天3次高阶法术，有2次针对结界，1次针对副本，明显是奔着城主府来的。徐城主，是不是你徐家暗中得罪了什么人，引来对方报复，我们跟着倒霉？”徐刚怒喝：“于世良，你不要胡说八道！”白头发的中年一开口，马上有人想到了什么，跟着开口：“徐城主，我听说令少今天出城打怪练级，将整个迷灵副本都清场了，而那道火系高阶法术目标正是迷灵。”徐刚眼睛眯起：“你什么意思？”那人摇头：“徐城主，我只是在说事实，具体如何我不做评论。但我觉得大家都是江城人，有些事还是说开了比较好，不能什么人招惹的仇敌都让我们来承担损失。”不错。花白头发的中年沉声道：“我也听说了，带着令少一起升级的有蓝旗公会的杜涛、薛正，另外一个据说还是从别的地方请来的4阶法师。就在高阶火系法术释放的时间段，蓝旗公会里少了3个复活卷轴。徐城主，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那道火系法术应该不是你请来的自己人误放的吧？”徐刚脸色阴沉：“蓝旗公会有你的卧底？”中年不置可否，只是敲了敲桌子：“徐城主，您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火系法术会只针对迷灵？就是你虽然是城主，这样做也未免太霸道了吧？你不能为了让我们出钱，就把转职神殿关了。新一批的职业者都需要做任务，你这样会影响江城未来的。钱我们可以出，但不能出的稀里糊涂的。都给我住口！”徐刚豁然起身，握拳狠狠砸了一下桌子：“于世良，你给老子闭嘴！不就是你家闺女于半夏升级被耽搁了吗？你叫什么？老子当城主的时候就跟你们说了有哪些对头，这些年可有一次骗过你们？你们屁股上那些屎，我擦的少了。昨天结界破的时候，我已经把事情上报了。动动你们的狗脑子，我真有事瞒着的话，会把上面的人引来。不知是他这番话起作用了，还是他的凶狠起作用了。”所有人面面相觑，集体沉默了。徐刚这才冷哼坐下：“城外练级区我会派城主府卫兵保护，你们各自家族的子弟可以随意出入练级。另外，转职神殿明天也照常开启，该做任务的做任务，但修补结界的钱、材料，你们一家家的都得出。谁敢这个时候给我上眼药，就别怪我徐刚心狠手辣。”众人齐齐看向于世良，他是除城主外在整个江城最有话语权的人。于世良眼睛一转，看向徐刚：“还有一条，让你家公子离我家半夏远一点，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想死的不明不白的。”于世良：“城主放心，这次结界修补，我于家出一半。”接着众人也纷纷表态，修补结界的事算是就此解决。徐刚因沉着脸摔门而出，径直回了城主府。刚进府门，徐刚暴怒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徐豪呢？让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出来见我。”“是，大人。”很快，气息萎靡的徐豪走来，见到盛怒的徐刚，爸！啪！徐豪斜飞了出去，牙都被打飞了一颗。呜！徐豪捂着脸从地上爬起来，满嘴是血，难以置信地看着徐刚，带着哭腔：“爸，你为什么打我干什么？废物东西！”徐刚怒斥：“老子打你还要什么理由？”说完他转身就走，他快要被这个蠢儿子气死了，舔着脸追于半夏，被人家老爹当众嘲笑。清场升级被波及，白白浪费了4个复活卷轴。最关键是自己这次在江城几大家族跟前颜面尽失，要不是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儿子，结界会不会不破？徐刚走了没几步，
又回头狠狠瞪了一眼徐豪。最近老实待在家里，不然腿给你打断。留下一脸委屈的徐豪。第18章二转成功，苏魔更肉了，也更强了。苏魔去了一趟蓝美拍卖行，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不仅没有买到想要的技能书之类的，对方还因为他是生客，对他爱答不理。出门之后，苏魔不住摇头，难怪蓝美不是陶乐购的对手，就这服务态度，早晚得倒闭。他要是蓝美老板，第一时间就把刚才那个拿鼻孔看人的店长给开了。机会给你们了，你们不中用啊！苏魔摇头离去。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忙从床上爬起来，前往转职神殿。果然，转职神殿已经开门，身材哇塞的眼镜妹还在玩连连看。只是这次，当苏魔出现之后，他立马停下，挺了挺胸脯，露出迷人微笑：“帅哥，你来了。”“我来交任务。”“真快啊！”眼镜妹感叹：“看来你的任务不是很难。”“苏魔眼看眼镜妹有继续聊一会的架势，客气岔开话题：“美女，还是去008号吗？”“是的。”眼镜妹笑着递给他一把钥匙，在电脑上一通操作，最后说了句：“祝贺你。”“谢谢。”苏魔再次来到转职屋内，还是之前熟悉的场景，只不过这次在他面前多了一个悬空停着的水晶台，上面有个手掌的形状。苏魔按照之前老师教的，将手放上去，只觉得指尖一麻，水晶台就像被激活了一样，布满了蛛网一样的血色纹路。二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中途撒手势做认证失败。您的身份是苏魔，30级法师，是否确认？确认。判定。二转任务之一，狙杀迷灵领主，已完成，完成度100%。测评完美。二转任务之3，收集地精之核，已完成，完成度100%。测评完美。二转任务之3，转职之秘进行中，完成度默认100%。苏魔心底暗道，都默认100%了，直接给老子通过不就行了？在他面前的显示屏上开始显示一连串的信息。100年前，天地巨变，游戏降临现实。蓝星上的生灵在短暂的恐慌之后，快速熟悉新的世界。接着，显示屏上放出了一大段动画，看画质像是3D 高清的。里面的镜头是天地大变，游戏世界的诸多场景与现实重合组合的过程。接着就是诸多怪物在秘境、副本、荒野疯狂怒吼，极大的挤压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先辈开始主动探索游戏世界，总结出了一条通过转职打怪练级的强大之路，以此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诸多职业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动演化出的。看了好一会，苏魔大致总结出来了，这个转职之秘就是让职业者意识到自己职业的神圣性，为了人类自由生存而存在。所以他有理由相信第3个任务是官方给加进去的。这所谓的对话类任务就是让他看宣传片的。果不其然，看完之后，显示屏上显示一行字：尊敬的法师苏魔先生，您是否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做好了成为一名强大的二转法师了呢？苏魔心道：准备好了。您是真正的勇士，是最无私的法师，蓝星有你将更有希望。转职开始。二转法师认证中。一条条电脑读条进度样式的信息在他眼前交替涌现，一道道光华交织投射到苏魔身上。原本悬空的高台周围升起袅袅雾霭，红霓，鸟语花香，云高风轻，无数介于有虚实之间的气流，如微风，如柔手，环绕着他，轻抚着他，呵护着他。一时间，苏魔感觉自己徜徉在温柔的女性怀抱中，轻松愉悦，如梦似幻，让他有种想要沉沦其中。但下一刻，诸多意象迅速湮灭成了漩涡，一股脑的全拢向苏魔的脑海中。苏魔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仍旧处于高台之上。这次他清楚感觉到自己处于一处封闭的石柱形空间中，墙壁材质不明，上面有各种奇异浮雕，像是在记录某场史诗巨变。他的力量、感知都更上一层楼。他看了一眼属性面板，姓名苏魔，职业准神竞技法师二转，级别40级，生命值4680加17000 17000，力量210，敏捷220，法力85000 85000，攻击力460，防御960，战力评估20星。技能主动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实之眼，重力术。被动法师之源，屏蔽术。果然，二转成功以后，他的实力有了大幅提高。首先是自己的职业多了一个词缀，准神。虽然这跟老师课堂上教的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他知道自己的职业很牛批。自己一转的竞技法师就很溜了，好吗？
同时他心底暗生期待。一转是竞技法师，二转是准神，竞技法师似乎就称号变长了。会不会三转、四转之后，自己的职业要拖一串，成为职业称号最长的法师？接着是三位属性也成倍增长了，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力量、速度比以前都快了1倍不止。至于战力评价，在苏魔的认知中是比较高的，但不是最高的，因为战力这东西跟武器、装备直接挂钩，是不计算法师技能威力的。真要算的话，禁咒的战力评价怎么可能只是2位数？至于等级，苏魔明白，这是自己做转职任务时刷的野怪积攒下的经验，一次全释放了。在迷林的野怪，如果不是因为别的，职业者强了太多，没准他现在可以原地不动领3转任务了。当然，这种想法他也只能想想。4天2转成功，这效率说出去已经要让旁人惊掉下巴了。事实上，所有属性里，他最在意的还是法力值。法力值在别的法师那里作用只是释放技能，可在他这里却是既要为技能续航，又要为苏魔提供护盾，自然是越多越好。刚刚2转的他法力值已经到了85000，护盾值也来到了恐怖的17万。苏魔的法师变得更肉了。若单论生命值的话，他已经超越了很多3转、4转的肉坦职业者。老子的法师貌似有一点肉啊！苏魔摸了摸下巴，看向转职成功新领悟的2个技能：重力术、屏蔽术。2个新学的技能图标不出意外的正在进化，这次又能进化出什么禁咒？苏魔颇为期待。第19章，苏魔2转就给极品红装，老子升级去！重力术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土系禁咒，万有引力。屏蔽术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生命系禁咒，天机屏蔽。苏魔看着新进化成禁咒的2个技能，只觉得久违的熟悉感来了。万有引力主动技能，土系禁咒，世间万物皆受引力影响，诸天星辰受我牵引。法力值消耗25000，冷却5天。这是……苏魔有些绷不住了。超高的法力值消耗跟超长的冷却说明了一切。他以为这是个将人按死在地上的单体禁咒，这样也可以解决自己释放其他禁咒影响太大的后遗症。没想到后面来个诸天星辰受我牵引，这他妈是要召唤流星撞击吗？从描述上来看，万有引力并不像极寒风暴、流火天灾跟雷霆之主那样充斥杀戮、毁灭气息，但多次释放禁咒的苏魔算是摸清了禁咒的尿性，动辄就是恨不得夷平一切狂轰滥炸。苏魔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禁咒是不是人为安排给他的，而这个人对这个世界又抱有极大的恶意，否则怎么会动辄就要毁灭一切、焚灭万物？幸亏另外一个天机屏蔽冲淡了他这种想法。天机屏蔽，被动技能生命系禁咒，芸芸众生皆有生命轨迹，顺着轨迹将看透一个人。屏蔽天机将使你的命运轨迹隐藏，无人可以窥探。掌握天机屏蔽，你将自动免受卜测、窥视、诅咒、契约等咒术的影响，命运由你自己掌控。这是……苏魔震撼了。法师之源让他的技能自动进化成禁咒，让他的法力值100倍储存，还具备双倍护盾。天机屏蔽作为2转技能的被动，居然能屏蔽自己的信息。这样一来，只要自己足够低调，在狗道强大之前，应该没人能注意到自己的特殊了。好技能！苏魔喜滋滋准备转身离去，不料显示屏上显示：恭喜你，苏魔，你成功成为一名2转法师，鉴于你的任务完成度皆为完美，现为你发放奖励。奖励！苏魔一拍脑袋，差点忘了这茬。眼镜妹之前告诉过他，转职任务的难度与完成度将影响他转职之后的奖励。他之前光想着尽快转职成功了，差点忘了这茬。奖励神者之辉红。苏魔心跟着抽了一下，红装？不会是看错了吧？他仔细看了又看，没错，是红装。2转任务完成就奖励红装，没听说过呀。但想到自己才2转就做了双低预级的难度，评价还都是完美，他心底又释然了。苏大爷行事坦荡，为人正直，得到这样的奖励是应该的。想明白之后，苏魔这才喜滋滋看着法杖属性：神者之辉红。类别武器。攻击力法术攻击加1000，等级要求60级。属性法力值加1000，敏捷加300，力量加300，所有法师技能等级加1，法力值回复加300点秒，减少5秒施法吟唱时间，耐久度永不磨损。附带效果： 1. 神者赐福，受到致命一击时自动开启无敌时刻，持续1秒时间，冷却时间120秒。 2. 天神下凡，施法伤害正200%，冷却时间90秒。 3. 神者附体，
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20%。看完之后，苏魔心底连连直呼卧槽，不愧是红装，单件装备6条属性不算，还有3条附带效果，每一条属性加的都堪称犯规。尤其是那1000的法力值，更是馋得苏魔直流口水。要知道，1000的法力值经过法师之源的放大就是10万，换算成护盾的话，他又可以多出20万的生命护盾。这法杖一旦换上了，苏魔完全可以当个坦克战撸了。再加上他的护盾反弹，自己到时候完全可以冲一众小须须勾手。苏大爷还没动手，你怎么自己倒下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件红装有等级要求，60级，而他现在才40级。对于诸多中低阶法师职业者来说，一转从1级到30级需要从数周到数月不等，但从2转31级到60级则至少数月到数年。40级的时候给他们60级的极品装备，能看却不能用，真能活活急死他们。然而苏魔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有禁咒啊，升级快，再多的野怪还不是一发禁咒就解决的事？就算一发解决不了，他还有2、3、4发吗？苏魔摸了摸下巴，看来得找个野怪多的地方把等级提上去了。等级一到，神者之辉就能发挥作用了。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什么隐藏环节了，收起了神者之辉，走了出去。眼镜妹笑容甜腻的在等他了。不等苏魔开口，他满脸喜悦，像是自己转职成功了一样，恭喜啊！苏魔归还钥匙，谢谢你啦，给你添麻烦了。客气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眼镜妹甜甜一笑，感觉怎么样？苏魔微笑，还不错。接下来准备3转了吗？哦，那你可要抓紧了。眼镜妹子关切地看向苏魔，显得有些着急。抓紧？苏魔疑惑，抓什么紧？眼镜妹子左右看了看，确定没有旁人，这才凑向苏魔，示意他凑近一点。苏魔疑惑不解，但看到眼镜妹一脸认真的样子，还是弯腰侧耳凑了过去。眼镜妹甜蜜一笑，凑到苏魔耳边小声说，我跟你说，你可别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城主府被人针对了，正在全城征集材料修补结界呢。你要是想3转，赶紧去囤一波材料吧，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收集够呢。城主被人针对，结界破了。苏魔有些茫然。眼镜妹子低低说道，不知道城主造了什么孽，惹着哪方大佬了，前天放了个冰系高级法术，昨天又在迷林放了个火系高级法术。苏魔明白过来，摸了摸鼻子，这误会有点大呀。没想到禁咒的后遗症影响最后还落到了自己头上了。苏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马正色道，谢谢你了，这个消息对我很重要，我得赶紧去材料铺看看。眼镜妹连连点头，看着说走就走的苏魔，她立马反应过来，这人自己偷摸把内部消息放给他了，他怎么不有点实质表示呢？不能以身相许的话，耍个朋友也是好的呀。第20章，好弟弟，你的3转材料解包了。苏魔急急离开转职神殿，冲向锻造屋，那里是各种材料的集散地。课堂上老师教过，3转与2转不同，想要转职，除了等级要达到60级以外，还有搜集符合5行元素要求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只有精英怪物才出产。精英怪物本就不多，刷新的时间也不确定，再加上符合5行元素要求的材料爆率又低，这些材料一般锻造屋或者职业者到手都是囤着转手卖钱的。按照苏魔现在的财力，买一份3转的材料还是够的，但就怕有价无市啊。按照眼镜妹子说的，江城结界破了2次，城主府大量征集材料修补结界，对材料的需求必然是海量的。到时候别说江城的了，就怕隔壁城的材料也都要被征掉。他必须尽快囤一波，不然自己的转职时间肯定要被大大延后。对于城主府这种做法，苏魔犹豫着要不要骂句 MMP， 但想到这一切的根源是自己释放的禁咒，他又咬牙忍下。他一路风驰电掣冲到锻造屋，满怀希冀地说，老板，3转材料有吗？来一份。哟，真不巧，你早来一步，没准还有。啊？苏魔有些懊恼，虽然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怎么没了？老板看了他一眼，叹道，因为咱们江城的结界破了呗，你难道不知道？苏魔无奈了，点头就要离开。这时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哟，小弟弟，这要巧，赫然是在黑暗地穴外救他的阿古丽。大兄，大姐姐。与此同时，他的真视之眼自动开启，女人的情况一目了然。姓名阿古丽，职业狂暴战士4转，级别125级，生命值26805，力量5026，敏捷4125，法力3800，攻击力4265，防御12332，战力评估72星，地级建筑高度38的占地面积
果然，这个阿古丽是个战士。苏魔心底一惊，不愧是禁咒，真视之眼居然能无视等级压制，将高出他几十级的职业者实力摸个底调。最神奇的是看阿古丽的情况，分明没有察觉到自己被窥视了。至于最后2项数据，嗨嗨，这个不用真视之眼，目测就能看出。阿古丽并未察觉到异样，只觉得苏魔像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小子，故意挺了挺，调笑：“小弟弟，巧啊。”苏魔打了个哈哈：“巧啊，大姐姐。”他心道：弟弟就弟弟，干嘛非得带个小字？哪像自己为了显示尊重，带个大字。阿古丽妩媚一笑：“小弟弟，我刚才听说你要买3转的材料。”说这话的时候，他忍不住细细打量苏魔，心底暗暗赞叹：年龄小，长得帅，转职升级的速度还这么快，又深藏不露。哎，这样的小奶狗，将来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好姑娘啊！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喜欢身材好的男人啊，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审美一直在线。苏魔不知阿古丽心底遐思，听到3转材料，眼睛一亮：“是啊，姐姐有吗？”阿古丽一甩棕色长发，咯咯一笑：“你猜猜看。”苏魔看着浑身上下散发异性魅力的阿古丽，挠了挠头：“姐姐爱，你这样子很影响我判断力的。”察觉到苏魔的窘迫，阿古丽收起了戏谑，正色道：“3转材料呢，我是有一些，但不全。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卖给你。怎么样？要不要？”“要。”苏魔立马表态。虽然自己有禁咒可以一发洗图，但出产材料的怪物刷新时间不固定，出产的地方也远近不一，未免麻烦，还是直接掏钱解决的好。好，阿古丽开口：“金纹虎爪、木金削皮，我可以给你各凑1份。水雾圣灵只有3片，其余的没有，得你自己想办法了。要不要？”苏魔点头：“要。”“那好，这些我可以都给你，300万。”300万？苏魔愣了一下。3转材料需要的5行材料，每一种要求都是10个，价格也差不多都在100万左右，上下浮动不过3-5万。眼下阿古丽提供的只有2份多3片，就算硬抬价的话，撑死了250万。现在他开口要300万，真当苏大爷被他一阵妖风迷得神魂颠倒，精神错乱了。意识到苏魔的诧异，阿古丽不觉意外，点头道：“小弟弟，不要觉得姐姐占你便宜。一来整个江城现在都缺材料，原因嘛，你也知道。这些东西，你有钱不一定有地方买去，就算将来风波过去了，又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凑够。中间你还要等精英怪物的刷新时间、抢怪、爆率，这其中的麻烦你心底应该有数。二来是这些材料不是姐姐一个人的，是姐姐的队友，她急等着钱用。不然的话，换做其他时候，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这些材料送你都可以。”苏魔点头，阿古丽说的他都考虑到了，所以他才想花钱买，省时省力。他心底一动，想到在黑暗洞穴听到的抱怨，试探问道：“是你那个准备5转的队友？”阿古丽一愣：“你怎么知道？”苏魔心道：“果然。”他想了想才说道：“我家里有些5转的材料，可以拿来跟你换。”苏魔可不敢说这些材料是他在黑暗地穴一发技能洗图抢来的，尤其还是从阿古丽几人手里抢的。5转材料？阿古丽眼睛一亮：“你有？”他随即摇头：“不对，你才2转，怎么会有5转材料？”苏魔叹了一声：“我父母在世时留下的。”没奈何，他只能把自己这个世界丧命于秘境的父母拿出来顶包了。不过他的理由也不是给父母抹黑，有辱名节，苏魔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你父母？”阿古丽似理解了，歉然道：“抱歉，可既然是你父母留下的，他们肯定是希望你能强大起来的。你还是留着吧，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苏魔意外，他本以为阿古丽提价，拿兄弟做幌子，没想到还讲究这个。联想到之前他顺手救自己，他确定阿古丽说的是真的，心肠也不坏。“啊，没事的。”苏魔摇头：“当务之急是我想3转，你们队友也急着5转，各取所需。要是你们愿意，可以再帮我打1份，我再出钱买，行不行？”阿古丽眼睛大亮，重重拍了一下苏魔肩膀：“对啊，我将来4转的时候多帮你打1份不就行了？那就换。你有多少5转材料？”苏魔看了一眼随身仓库：“我有炎龙晶石、星辰挂石、破碎护腕各1份。”“什么？”阿古丽瞪大了眼睛，呼吸急促，胸口随之起伏。“你有炎龙晶石跟破碎护腕？”他上前2手抓住苏魔肩膀，生怕他跑了一样：“好弟弟，我只要炎龙晶石4块，破碎护腕5个，3转的任务材料我帮你凑齐。”第21章，你喜欢什么巨兽坐骑？凑齐？苏魔意外，刚刚还不够来着。阿古丽赶忙解释：“你别误会，3转的材料我们几个也不够，但我们可以带你一起刷材料。”“带我？”苏魔再次意外，
要是靠刷能刷出来，不过是几发禁咒的事，他又何必花钱？5转的材料留给自己不香？阿古丽轻笑，小弟弟，你怕是不知道吧？高级职业者带低级职业者刷野怪会有一个 bug。高级带低级刷野怪，除了经验始终是1点外，掉宝率会有一定幅度上升，大概在10%。到时候我再借你一样好东西，基本可以保证你掉3转材料。阿古丽娓娓道来，你花钱买装备是省事了，但跟在高级职业者身后捡材料的同时还能升级，不是更好？而且我们是兄弟盟的，实力虽然一般，但口碑你大可放心。还可以这样？苏魔动心了。还有比躺平升级捡材料更让人开心的事？更重要的是，他从阿古丽说的话中看到了他的真诚。兄弟盟，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有所耳闻，说江城为数不多的工会中4级的蓝旗排第一。至于兄弟盟，则属于中下游的3级小工会，与其他工会的入会有等级要求不同，兄弟盟愿意接纳任何级别的职业者。事实上，兄弟盟更像是一个由一群生性向往自由、讲究兄弟义气的年轻人组织。这些人重感情，很团结，整体实力不高，却积极向上。再加上他们在城内无意去争抢工会排名，只专注于升级打怪，做自己的事，也没人跟他们过不去。没想到这要巧，苏魔遇到的是兄弟盟的人。好，苏魔轻松一笑，既然是兄弟盟的人，我就放心了。说着，他径直取出了5转材料，递给阿古丽。这下轮到阿古丽震惊了，你这就给我了？苏魔笑道，姐姐等级比我高，要想来硬的，我又不是对手，不如大大方方拿出来，先表示诚意。哥哥喽！阿古丽笑得欢畅，意有所指地问：“真的是姐姐来硬的，你反抗不了吗？”苏魔摸了摸鼻子，跟这种说话加荤带素的女人交流，自己到底是吃了脸皮薄的亏啊！女人，你在玩火！苏魔暗暗攥拳。阿古丽再次娇笑，大大方方拍了拍苏魔肩膀，甩手递给他一组木金削皮，一组是99个，细算价值的话，绝对超过一套3转材料。看到苏魔诧异眼神，阿古丽很满意，放心，姐姐不会让你吃亏的。苏魔点头，的确放心。这样，现在我回去送材料给阿亮，然后我带你去刷3转材料，怎么样？好。于是两人约好时间地点，就此分开。苏魔则转身去了陶乐购交易行，买了几瓶回血的红桃 K 跟回复法力值的蓝盖。准备妥当之后，他去约定地点等阿古丽。江城城北，青天垂火云。仔细看去，却是一个庞大火红色巨兽身影。巨兽身长30多米，通体如火，羽毛片片如鳞，腾腾如火。双翅伸展40-50米，振翅时隐约有烽火笔包燃烧之声。火红色双眸紧紧盯着下方，呼吸之间隐约有火焰升腾。朱雀一种，虽不是纯种朱雀，却也是最接近神兽朱雀的了。在神兽不现的当世，它就是朱雀。朱雀背上盘膝坐着一位身穿青袍、须发皆白的老人。他看着即将抵达的目的地迷灵，伸手在空中抓了一把，闭目细细感受，他的目光陡然变得凌厉，喃喃自语：好浓郁的火系元素，好强的火系法术，这是8级，不应该达到了9级的水准。看来江城城主说的确有其实，有人想在江城挑起事端。小猪下去了。啾！朱雀一声长鸣，俯冲向迷灵。此时一行5人正往北走，赶巧看到了这一幕。苏魔、阿古丽以及另外3个兄弟盟的人，一个守护叫柴桑，闷骚小胖子；一个射手叫阿离，是个温婉恬静的小姐姐；还有一个叫曹纯，是团队的肉盾担当，往往语出惊人。之前几人第一次见面时，别人介绍都中规中矩，独独曹纯大大咧咧笑道：“兄弟，我叫曹纯。”曹贼的曹，纯洁的纯。苏魔差点无语，看到从他们头顶掠过的巨大身影，几人纷纷惊呼：“老天！是朱雀，上面有人！”是啊，准圣兽的存在。你们刚才感受到了吗？他体外流转的火元素爆裂程度至少是5转以上的实力。阿古丽淡淡道：“是7转。”另外3人再次惊呼。以7转实力的朱雀当坐骑，他的主人得有多强？守护柴桑不无羡慕地说：“要是我也有这样一头飞行坐骑，该多好啊！”射手阿离温婉点头：“阿古丽笑道：“光羡慕别人有什么用？手脚长在自己身上，想要就凭本事去争取，不然机会到跟前了，没实力也是握不住的。”曹纯深以为然：“有些时候的确握不住。”阿古丽抬手赏了他一巴掌。柴桑憧憬道：“你们说，将来我们兄弟盟的人，要是人手一头巨兽坐齐了，该多好！”曹纯没好气道：“你做梦呢！
以为巨兽坐骑是大白菜啊，那些9级工会都没几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阿离轻轻提醒。就是。阿桑撇嘴，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你们想要什么巨兽当坐骑？他率先看向阿古丽，颇为期待。阿古丽似也被激起了兴趣，笑道：我的职业是狂暴战士，当然是想要一头青龙了，自带攻击力跟抗性光环。柴桑又看向苏魔，苏魔指了指刚过去的朱雀，我是法师，当然首选朱雀。事实上不为别的，就为了上课时老师说的那句，在所有已知的巨兽坐骑里，朱雀的法力值加成与回复是最高的。看着火红身影，苏魔摸了摸下巴，要是能飞的话，不就可以避免很多地面野怪袭击的麻烦了？飞行宠兽或者飞行技能，回头的时候搞起来。这时就连文静的阿离也被这个话题吸引了，满脸憧憬道：我是射手，最喜欢的自然是加攻速或者极限闪避的8翅黄蝶跟5爪腾蛇最合适。不等曹纯开口，阿桑一副了然于胸的神态：曹纯，你不用说了，作为坦克首选是玄武。不，曹纯摇头，我喜欢白虎。第22章，苏魔，你这不是卑微，是卑鄙啊！曹纯的话出口之后，阿桑颇为意外，诧异看向他：你不是坦克吗？玄武的护甲血量那么高，白虎能给你什么？白。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挠了挠头，冲曹纯发出 GDD 的坏笑。曹老大，我服了。文静的阿离似乎也明白过来，俏脸微红，暗暗啐了一口。阿古丽没好气道：臭小子，能不能照顾一下在场女生的感受？曹纯撇嘴：需要照顾吗？阿离看着文静，没准还想听这些理。至于丽姐你，大家不是好兄弟吗？果然，苏魔看向阿离时，发现他眼睛里的狡黠，真的是人不可貌相。苏魔简直要无语了，看着文文静静的，原来也是荤素不忌啊。不过一路上他已经习惯这货的思路清奇了。他忍着笑意道：曹纯，你再这样，当心哪天被人生淹了。就是。柴桑撇嘴：你就不能少说2句，收敛一些？收敛？曹纯叹道：我收敛卑微的时候，你们又没见过。柴桑面露疑惑：让你收敛一些，跟卑微有什么关系？曹纯点头：刚转职那会，我租房子住，没前男女朋友，只能蹭左邻右舍的。他们男朋友回来的时候，我躲在柜子里，特别收敛，一点动静不敢弄出来。那时我觉得自己特别卑微。沃特玛！苏魔瞬间破了大防：你这不是卑微，是卑鄙啊！一行人在声讨曹纯声中前往目的地灰雾森林。按照野怪导航里所说，那里有第4种转职材料土龙涎，在这里出没的野怪大多都在30到50级，正适合苏魔这样的2转职业者练级。这个级别的转职者实力不强，都是组队刷怪，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队友都是等级相当的经验均摊。像苏魔这样直接跟着3转的职业者来刷怪极少，毕竟没有特殊情况的话，3转职业者自己打怪升级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带人刷怪？这也愈发说明了几人的与众不同。到了目的地的时候，阿古丽给了他一件不用绑定的配饰，调宝配饰。调宝配饰绿，类别配饰，防御力防御加50，等级要求15级，属性佩戴之后击杀怪物掉宝率正 15%， 耐久度50%，附带效果鉴定宝物出精品率正 15%， 紫装及以上。介绍幸运之神的一件配饰，带上它，幸运陪伴你。看了配饰属性，苏魔直呼666。要知道材料掉落的概率是 12% 至 18%， 按照阿古丽说的，高级职业者带低级职业者刷怪，掉宝率会有 10% 的增幅 bug， 如果再加上这个 15% 的掉宝率，至少也是 37% 的掉率。这对于数量稀少且掉率感人的精英怪物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谢谢。苏魔由衷致谢。这算什么？一旁的柴桑解释，这还是我们工会等级低，只能兑换低级的配饰，要是等级高的大工会，甚至可以兑换到加 50% 以上掉宝率的装备。鉴定出的宝物甚至可以出红装神器，原来是工会福利。苏魔暗道，要不自己也找个工会加入。加入工会的好处也知道一些，有工会的话，打怪会有经验收入的加成，各种增益属性的光环 buff， 还能用工会贡献兑换很多市面上没有的东西。当然凡事有利有弊，有福利也意味着有责任。有些工会对会员的剥削简直惨无人性，让资本家看了都流泪。貌似兄弟盟的氛围看上去就不错，应该不至于剥削。柴桑突然开口，咦，对了，苏魔，你好像还没加入工会吧？要不要加入我们兄弟盟啊？你这次帮亮哥凑齐了5转材料，他还要好好谢谢你呢。加入以后咱们是一个工会的，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苏魔挠了挠头，这么突然？不曾想，一直热情和煦的阿古丽却抢先开口：“阿桑，干正事要紧。”哦，阿桑歉然一笑，朝灰雾森林深处走去，顺势找了个理由：“走吧，苏魔，前面就有土龙出没，去晚了就没了。”哦，好。苏魔快步跟上，心底不免疑惑：怎么回事？自己还没表态，阿古丽就这么急于打断阿桑的话。他是个外热内冷的人，还是说他把自己人跟外人分得很清楚？带着这些疑惑，一行人进了灰雾森林。不出意外，他们找到了一头头撅着屁股专心扒土的土龙。土龙，精英，种族虫族，等级56级，血量1200001200000，力量1289，敏捷902，法力689，防御1135，战力评估21星。技能土龙咆哮，大地之盾，重力牵引，狂化血战。介绍：藏身于灰雾森林深处群居的土龙，看似人畜无害的肥硕身躯下蕴藏巨大的威力，血脉的变异让他们拥有了恐怖的杀伤力，整个灰雾森林因为他们变得神秘起来。猜猜看，森林里为什么没有别的生物？看着介绍，苏魔大致是明白了。眼前看似臃肿肥硕的土龙，属性上居然是靠近战士。不等他说话，阿古丽已经开始安排了。苏魔拉仇恨就好，阿桑注意走位守护，曹纯扛伤，我来近战输出。阿离，破甲就交给你了。苏魔不禁疑惑，这三人都是近100级的等级，绝对碾压土龙了，怎么还这么严阵以待？但从几人的回应来看，他们显然是把野怪当成真正对手来看待的。几人依次按照阿古丽说的站好位置，然后示意苏魔可以开始了。苏魔带着疑惑挥舞手中法杖，给土龙来了一记普攻。负66，我丢！柴桑忍不住吐槽：苏大爷，就算是我们带你刷怪，你也不至于连个技能都不放吧？这伤害绝了！苏魔无奈摊手，他也不想啊，关键是自己一发禁咒下去就没了，还怎么提高掉宝率？曹纯冲他竖了个大拇指：你比我有才！阿离眉头轻蹙，没说什么。阿古丽眉头微皱，却喝了一声：别愣神，杀怪！话音刚落，他手中一柄血色大刀劈出一道赤色劈链，重重砍在了土龙身上。负4850，跟着曹纯也双臂隆起，身后浮现一道蛮牛虚影，重重撞了过去。负1681，阿离向旁边迈出一步，原地留下一个分身，射出一箭，一脚落下，再迈出一脚，又是一个分身，也射出一箭，而他真身在第3步停下，同时射出一箭，3道箭几乎同时射中土龙。负1015，负1185，负3502。3转的阿离不愧是射手，在瞬间伤害上超过了4转的阿古丽。各色光团技能不断绽放，土龙的伤口也不断增多，血量也在以极快的速度下降。血影狂刀，泰坦星星，幻影分身。5秒之后，肥硕的土龙还没拱3下，就轰然倒地，几样材料叮铃当啷落了一地。苏魔快速伸手捡取，您捡取了土龙弦 X2， 您捡取了回阳草 X3， 您捡取了土龙骨架 X1。除了材料，还出了2件蓝装，1件绿装，不错的开门红。第23章，刺客向导偷袭，苏魔英雄救美。来此之前，苏魔已经跟阿古丽商议妥当，既然他们是替阿亮还人情，那么所有的3转材料，蓝装及以下都归苏魔，紫装则是除法师装给苏魔外，其余都归几人。如果出了技能书，也是各取所需，这种事都是看脸的，都没什么歧义。所以第一头土龙报的东西基本都归苏魔。收好东西，苏魔客气说道：谢谢。阿古丽轻喘一口气，边走边回了一口红桃 K， 微笑道：客气什么，照这个调率，再来4到5头，你的土龙弦就能收够了。苏魔点头，虽然阿古丽仍旧以笑相迎，但他却分明感觉到阿古丽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就像突然之间变了一个人。几人又陆续寻找，击杀了3头土龙，不过爆率都不怎样，总共只收获了5团土龙弦。经过这几次的拉仇恨，苏魔也看出来了，这几人虽然等级实力都碾压土龙，却每次都打起12分的精神对待。即便是阿古丽能一个人灭掉土龙，他也会避免这么做，而是严格按照之前的部署严格执行，该输出的输出，该抗伤的抗伤，该守护的守护，人尽其用，各司其职。他们虽然等级相差很多，却分明是一个团队。不用想都知道，他们也是借此机会磨合默契度，为将来升级打怪做铺垫的。这么一对比，苏魔就是活脱脱一个外人，而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阿古丽会突然对他态度冷淡了。苏魔只是平没拉野怪，
跟他们的关系也仅限于赠出与回馈。从阿古丽的角度来看，苏魔可能过于现实与冷血了，这样的人不适合他们兄弟盟。这一点从其他3人的言语态度上也能明显感受得到。明白这一点的苏魔倒也不在意，自己的情况他心底清楚，他就是来升级搞3转材料的，工会认可什么的都是虚的。萍水相逢一场，各取所需，谈感情就幼稚了。除了材料以外，还有3件子装，分别是战士、刺客跟射手的。战士跟刺客的装备被阿古丽收走，说是给工会里其他的战士穿，射手的装备则交给阿离处理。这让苏魔不禁觉得脸有些黑，但阿桑却说这样的爆率比他们预料的高太多。照这样下去，估计要不了3个小时就能收集完土龙弦。继续找怪，又一次击杀不幸空军后，阿古丽平静道：好。阿桑在林子里来回穿梭，低低提醒丽姐，那里有一头土龙，块头好像比之前的要大1倍。变异土龙，几人振奋。变异野怪实力会强一些，但掉宝率相较于常规精英怪要高很多。如果运气好的话，没准一头精英怪就能爆出一堆。之前就有团队杀过一头变异怪，爆出一套紫装跟数本技能书的传奇经历。听到有变异怪，就连阿古丽也兴奋了起来。走，快刷了他，肉到嘴里才是自己的。阿古丽大步上前，几人纷纷点头跟了过去。果然，阿桑发现的这个土龙比之前大1倍不止，属性也更为骇人。狂暴土龙王变异，种族虫族，等级60级，血量300000030000，力量2521，敏捷1598，法力1069，攻击力2568，防御2022，战力评估35星。技能土龙王咆哮，炎龙铠甲，引力支配，血怒狂击，万军重击。这种面板属性已经等同于中阶3转战士的强度了。然而负责拉仇恨的苏魔仍旧只是平 A 了一下，伤害30。阿离眼里隐晦飘过一丝厌恶，这种人真的是一点亏都不能吃，说是跟在他们后面捡材料，当真是出工不出力。阿桑跟曹纯相视一眼，都看出了鄙视。原本他们还以为苏魔送出5转材料，为人大方豪爽，值得深交，如今看来也不过是利用了他们兄弟盟的人有恩必报这一点而已。在看阿古丽时，他脸上的笑容减少已经说明了问题。帮苏魔收起材料之后，他们肯定就再也不会联系苏魔了。虽然鄙视苏魔，但答应他的事几人不能不做，这是兄弟盟的宗旨。几人还是毫无保留的以最快的速度配合击杀土龙。-5268，-1158，--29，--1236，-4256，-30。眼看着怪物还剩下最后6000血的时候，几人都松了一口气。土龙王必死无疑，这么点血，不等土龙王挥出一击，阿离都能点死他。阿桑、曹纯甚至收了守护技能，就连阿古丽也轻松拍了拍手。就在这时，苏魔却心生警惕，因为他的真视之眼瞬间自动开启，在他的侧面标记了一团高速移动的黑影。伴随黑影高速移动的是拉成一条直线的绿光，那是他移速太快，将手中的淬毒匕首拉出了残影。黑影的目标赫然是阿古丽。刺客隐身技能，真实之眼的被动生效了，射人先射马，偷怪先杀人。危急关头，苏魔来不及多想，一跃而起，大呼一声：姐姐让开。同时他两手张开，瞬间磕了一瓶蓝盖，甩手就要一个禁咒。这种关头活命最要紧，哪里还顾得上暴露不暴露。然而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在他还没出手的瞬间，已经一刀戳在了他胸口上。噗！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苏魔低被这一击撞倒，身上的法力值瞬间少了2万多，他的禁咒也没来得及释放。噗！又一声响起，一个身穿黑衣凭空出现，张口吐出一大口血，摔倒在地。刺客！阿古丽瞬间反应过来，浑身气势瞬间暴涨，身上瞬间附上一层血色涌动的暗红战甲。同时他甩手祭出一道如旋风一样的巨大血刃，斩向落地的刺客。他已然明白，这刺客是想偷野的，但阿古丽作为4转战士是最大的威胁，偷野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肯定先杀主力。刚才要不是苏魔上来，重伤的肯定是他。即便他是战士，在刺客突然发难的第一击上，也必定重伤。只要他受伤了，曹纯、阿桑他们就性命不保。但这一击却是苏魔替他们所有人扛下了。该死的刺客！阿古丽瞬间狂暴起来，如人形暴龙扑了上去。反观阿桑、曹纯则大叫着扑向苏魔身边，惭愧大喊：苏魔！第24章，苏魔没动手，
刺客却被弹死了。阿桑、曹纯扑到苏魔身边，关切呼喊苏魔，就连阿离也急急射死土龙王。不管地上掉落的装备，快步赶到苏魔身边，茫然递出一瓶生命药水。被一名刺客偷袭，不用想都知道没命了。同级别的法师都不是刺客对手，更何况苏魔只是一个二转法师。苏魔的勇敢举动让三人心生惭愧与自责。是啊，他一个二转的法师，那么脆，打野怪猥琐一点怎么了？偏偏那么弱小的一个人，面对刺客的刺杀，居然勇敢地迎了上去。这种明知必死却义无反顾救人大无私品德，他们居然将他视作爱占便宜的胆小鬼。多愁善感的阿离甚至难过的流下眼泪。可嗨嗨，苏魔咳嗽起来，没死。几人惊喜大叫起来，满脸不可思议。苏魔摆手，当然没死，这不好好的吗？不得不说，这个刺客的伤害要比黑暗地穴的那个厉害得多，一刀下去居然有2万多的伤害。换做其他法师，不要说是2转了，只怕4转、5转也要被一刀秒。但苏魔不是一般的法师，他是2班的。17万的护盾值瞬间少了2万多，蓝量也变成了7万多，但他依然坚挺，因为在刺客击中他的一刹那，双倍法力值护盾自动生效，抵消了伤害。不仅如此，护盾反击了50%受到的伤害，回敬给了刺客。此时，刺客在以极限闪避躲开阿古丽致命一击后，掉头就跑。他看着自己不到1000的剩余血量，惊恐哀嚎：不，怎么会这样？作为一名5转刺客，他的血量罕见的堆到了1万多，但刚才的一击2万多的暴击伤害，居然反弹到自己身上9000多。如果自己没有极品套装称属性，岂不是被一下反弹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刺客发疯一样呢喃，他拿的是法杖，应该是法师。法师怎么能扛得住我的暴击？他怎么能这么肉？啊，不，他怎么会反弹？他拼了命一样掏出生命药剂，拼命嗑药，然而却于事无补，因为他的淬毒匕首毒性太强了，在他的属性面板上，血条值在反复增减，加80，负123，加80，负131，加100，负121，入不敷出。刺客惊恐至极，看着自己的血条像心跳一样快速归于平静。与此同时，一击不中的阿古丽正要追击，苏魔却出声喝止：不用追了，他肯定会死的。果然，正在奔跑的刺客突然像发疯一样，拼命往自己嘴里灌生命药水，看上去像是中了毒。他跪在地上，浑身颤抖，满脸绝望，发出野兽一样凄厉的嘶吼声。啊！声音渐渐变小。阿古丽惊喜看向苏魔：你没事？苏魔揉了揉胸口，还好。阿古丽果断舍弃刺客，转身奔向苏魔，惊喜大笑：你真的没死，太好了。他一把拉过苏魔，拥在怀里。苏魔被挤压得喘不过来气，伸手求救。阿桑、曹纯咧嘴怪笑。苏魔无奈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护盾值跟蓝量值还在持续往下掉，负246，负123，负262，负131，毒素仍在对他造成伤害。苏魔明白过来，这次的刺客不仅面板攻击高，每秒毒伤跟持续的时间都远超黑暗地穴的刺客难，可也正是更强力的毒药成了这个刺客的催命符。果不其然，不远处的刺客在挣扎了不到30秒之后，哀嚎声骤然停止。紧接着，众人眼前一花，面前多了一堆的装备。阿古丽4人倒抽一口凉气，诡异的感觉袭上4人心头。刺客死了，还是苏魔杀的？他怎么做到的？几人相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迷惑。周围明明没有法术元素波动，刚才苏魔也没有吟唱，他怎么重伤刺客，又确定刺客必死的？阿桑咽了一口唾沫，小心问道：苏魔，刺客被你杀了？苏魔摸摸鼻子，思索如何回答。不料阿古丽却及时提醒：快，捡了装备，离开这里，回头再说。几人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性。阿古丽状态不妙，其余人实力也不济，万一再有刺客想要捡漏，就麻烦了。几人看向苏魔，这次他们的目光满是坚定，不为别的，就为苏魔刚才奋不顾身救了阿古丽。苏魔也不客气，看了一眼，确定土龙弦已经够了，将地上的装备一卷，尽数放在随身仓库里，匆匆离去。5人一边恢复状态，一边离开灰雾森林，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碧溪水潭。中途，他们找了个隐蔽且安全的地方，开始清点物资。除了土龙弦之外，苏魔将所有土龙王跟杀刺客掉落的装备都拿了出来。看着面前光滑乱闪、各色材料、装备乱闪，几人纷纷惊叹：发达了，发达了！绿装、蓝装以及普通材料且不论，光是紫装就有9件。但更值钱的还是从刺客身上爆下来的3件金色套装。可惜的是，
这么多紫装，居然只有一件是法师装，其余几件分别是守护、战士跟射手的。柴桑、阿离看了紫装属性之后，当场换上。从他们的喜滋滋的表情，不难看出实力有所上涨。至于苏魔，看着等级要求60级的极品紫装，陷入了沉思。几波经验刷下来，他才42级，远远达不到要求。按照之前的约定，除了法师装，其他的都归阿古丽等人。但面对金色3件套刺客极品装，无论是阿古丽还是另外3人都没有动手。即便他们很清楚，这3件5转的刺客套装价值数千万，因为这装备是苏魔杀了刺客，救下阿古丽爆出来的，理应归他。苏魔，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这些装备是你爆出来的，理应归你。阿古丽认真说道。我们事先的约定仅限于野怪，并没有关于刺客的。苏魔看到阿古丽重新归于热情的眼神，也不再推辞，果断将刺客装备收起。接下来是去碧溪水潭，去打水雾圣灵。走！一行人离开后没多久，他们待过的地方出现了一波6、7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弓腰不断嗅着气味的矮瘦青年，他指了指苏魔之前清点装备的位置。会长，他们最后消失的位置是这里。被他叫会长的人看也不看，只是怒道：又晚了一步，给我追！我刺客联盟的人不能白死。第25章，霸道的蓝旗公会包场了。苏魔，你是怎么杀了那个5转刺客的？苏魔，你是不是某位法师大佬来给自家后辈打3转材料的？苏魔，你大胆告诉我吧，我承受得住。苏魔，你来我们公会吧，我给你当拎包小弟。一路上，柴桑跟曹纯轮番对苏魔进行轰炸，吵嚷着要苏魔告诉他们自己是法师大佬的事实。虽然2人极力隐藏，可苏魔还是看出来了，他们是想拉自己进他们的公会。这里面自然有他救了阿古丽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他诡异的以2转法师反杀5转刺客的强大能力。果然，无论何时何地，还是强者为尊。苏魔明显能够感受到几人重新对他报以热情，但经历了之前的小插曲，也让苏魔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们彼此的确不是一路人。倒不是兄弟盟的人不好，也不是苏魔较真，而是他们对接受就要回报看得很重。他们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别人，这才有了他们会替阿亮感谢苏魔，但也因为苏魔只是普攻而挂不住脸。简而言之，他们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别人。这对于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的苏魔来说，无疑不适合。所以对于2人的追问，他只是含混过去，给了对方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自己的确是可以成倍反弹别人伤害的特殊法师。除此以外，他再没多说别的。对于苏魔的态度，阿古丽几人自然看得明白，彼此都不是蠢人，也不用装糊涂。倒是阿离觉得颇为可惜，跟着阿古丽在后面小声嘀咕：丽姐，你说我们之前的举动是不是太过分了？要不你再去邀请试试？阿古丽苦笑摇头：阿离，很多事呢，做过了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我们先前对他的态度，彼此心知肚明。你看他对阿桑跟曹纯的态度，不是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吗？说到这里，阿古丽不由懊恼，一手好牌被自己打得稀烂。凭着自己先是救了苏魔，后又大方给了一组木金削皮，再加上帮其凑齐3转材料的份上，他完全有把握说服苏魔加入公会。没想到却成了眼下这局面。事实证明，苏魔不是没有实力打材料，只是纯粹想花钱省时间。从这一点来看，这次的对等合作实际上是他们占了苏魔的便宜。毕竟苏魔不急着3转，而阿亮则是再不转就终生无望了。阿古丽越想越懊恼，她是一个自信的女人，公会上下对她都十分认可。可越是这样，她越觉得自己愚蠢。一个潜力无限的法师，就这么被自己错过了。一怒之下，她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这可把几人吓了一跳，急忙追问：丽姐，你怎么了？丽姐，你这是……苏魔瞥眼看了看阿古丽，心底一叹，脸上却露出关怀：大姐姐，没事吧？阿古丽摇头：哦，没事，蚊子叮得我心烦。没事，已经打死了。继续赶路。几人将信将疑，不再有之前的欢声笑语了。一路沉默。2个多小时以后，几人终于靠近了目的地碧溪水潭。可不等他们进入，就有几个人走到跟前，大声呼喊：喂，今天碧溪水潭的副本，我们蓝旗公会包场了，你们改天再来吧。柴桑一脸苦相，回头看向阿古丽：丽姐，是蓝旗的人。蓝旗？阿古丽、曹纯、阿离3人脸色难看起来。蓝旗作为江城第1大公会，有城主徐刚支持，嚣张跋扈惯了，没有哪个公会敢跟他们硬刚。他们说包场，那就铁定不会让人进入了。本就心情不好的阿古丽愈发有些烦躁。包场？苏魔皱眉：野外副本是所有职业者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谁允许你们包场的？
呵，其中一人趾高气扬：“怎么，我蓝旗公会包场还要经过你的允许？”苏魔还想理论，却被阿古丽一把拉住了。苏魔，那人看向阿古丽，眼神肆意在他身上游走。这不是兄弟盟的阿古丽吗？怎么自己升级慢，跑来带低级找成就感了？那多没劲啊！要不要在我身上找成就感？放心，我一定满足你。说着，他又看了苏魔一眼，咂舌道：“啧，不害臊，老牛吃嫩草。让我猜猜，是不是你说服了人家，让他加入你们兄弟盟？”苏魔眉头皱起，这人嘴巴够臭的。薛涛，你嘴巴放干净点，不然老娘割了你的舌头。哟，你要我舌头干什么？拿回去偷偷用吗？不如我现在亲自给你用，如何？我保证你飘飘欲仙，欲仙欲死，用了还想用。哈哈，你！阿古丽挥拳就要上前，可看到身边几个兄弟盟的人，他只得生生忍下，低喝一声：“我们走。”别急啊！叫薛涛的人一伸手，虽说咱们同在一个城市，却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不留下来联络一下，沟通一下感情。阿古丽抬眼看了看他，杀机不加掩饰，却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哈哈，蓝旗几人笑得愈发放肆。曹纯、柴桑满脸悲愤，阿离低下头，一言不发。苏魔回头看了一眼，真视之眼主动效果开启。姓名：薛涛，职业：狂暴战士4转，级别129级，生命值32058，力量5806，敏捷4536，法力4098，攻击力5250，防御15212，战力评估78星。难怪苏魔心下了然，这个薛涛跟阿古丽同为4转狂暴战士，属性却全面压制阿古丽。不出意外的话，阿古丽在他面前没有任何胜算。至于他旁边的2人也都是4转，一个是火焰法师，一个是铁血坦克，属性全然不是3转的曹纯、柴桑等人能抗衡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苏魔。察觉苏魔回头，曹纯以为苏魔不甘心，急忙拉了他一把：“苏魔，别冲动，大不了改天我们再陪你来就是了。”苏魔握紧的拳头又松了下来，默然点头：“看情况，他已经认清现实了。”曹纯松了口气，却没有松开苏晨，拉着他往前走。而苏魔则眯眼冷冷看着不远处的薛涛几人，以及处于隐身状态、鬼鬼祟祟的6、7个刺客。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海里形成。第26章，薛兄，误会。隐身的刺客，苏魔能够看到，自然是真视之眼的被动效果。在真视之眼的被动提醒下，一个个类似危险提醒的红框不断圈出一个个隐身的刺客位置，同时他们的信息依次映入他的眼帘。姓名：姬无名，职业：暗夜刺客5转，级别152级，生命值12650，力量4260，敏捷15989，法力5261，攻击力4890，防御8625，战力评估95星。姓名：高坚离，职业：饮血刺客4转，级别121级，生命值8769，力量3598，敏捷12152，法力4360，攻击力4538，防御6269，战力评估70星。其他几人也都是一些4转、3转的刺客，从面板属性跟人数上看，他们偷袭绝对能放倒在场的所有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选择隐身，伺机而动。不得不说，有些职业天性深入骨髓，渐渐改变了一个人的脾性。就像眼前的刺客，从他们的站位跟距离上看，应该是在顾及破影技能的存在。毕竟守护、坦克类的职业者有时候是具备破影的技能或装备的，如探照、夜明珠等等。老阴鳖，苏魔心底评价。到目前为止，他遇到的刺客没一个给他留下好印象的，接连遇到刺客刺杀，更是让他对刺客这个职业都产生了厌恶。更何况身后的这群刺客明显居心不良，甚至从他们悄然靠近的步子来看，他们目标显然是他，确切的说是苏魔、阿古丽一行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上来，但联想不久前才遇到的一个刺客，是个人都能猜出他们之间或许有联系。不如让他们狗咬狗。刺客，所有脆皮职业者的噩梦。法师不像射手，如阿离，还有幻影分身一类的技能可以代替自己躲过致命一击，甚至刺客本身自带的闪避技能还有一定几率闪避。法师一旦被刺客摸到身边，下场只有一个，听天由命。当然，
法师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强势控制打反手。然而苏魔到现在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控制技能。该死！苏魔攥拳，他的计划很大胆，但需要一个影子去破掉刺客的隐身。但他又不想以攻击的形式去破隐身。一旦这些刺客是有脑子，熟知游戏规则，弄清楚他的名字，反手加他为仇敌，让他名字飘红，自己麻烦就大了。冷静！曹纯又加大力道拉了他一下，安慰道：“苏魔，别冲动。”显然，他以为苏魔还在为副本被包场而愤怒。阿古丽虽然被薛涛气得够呛，但还是出声道：“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事就会做到。3转材料肯定会帮你打齐。”苏魔看着因为自己突然发声而停下的刺客们，心底觉得好笑。这群刺客当真谨慎。他心思急转，立马问道：“丽姐，你们谁有我能学的技能书带控制的？我买。”啊！面对苏魔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几人都停下来，疑惑地看向他。现在要技能书？哪跟哪儿？是因为蓝旗公会的霸道刺激了他，让他迫切想要强大。阿古丽曼死疑惑地摇头，没有。不过回去之后，我可以通过公会帮你问问。另外3人也摇头，法师技能书我们要么给了公会的人，要么就卖了。那玩意我们要了也没用啊。走吧，我知道你不甘心。苏魔瞥眼看着也是一脸懵的刺客，他们已经贴近蓝旗公会等人的身边了。再往前几步，他们就越过了蓝旗公会的人身边，距离足够动手了。刺客联盟的几人眼见苏魔突然停下，急急互相对视。会长姬无名摇头，示意他们稍安勿躁。现在他们刚摸到薛涛身边，要是现在露了身形，那误会就大了。他们只能等。苏魔没有挪步，又问：“通用技能呢？”通用技能？柴桑疑惑取出一本，这本福瑞之光呢，可以群体性回复法力值，但我有更好的，就没用。给我！苏魔果断打断他，伸手接过来一看，果然跟自己预想的一样。福瑞之光通用技能书，6级可学，可升10级。施展技能可获得如下效果：逆转，一个方圆50米的回复法阵，法阵内的友方单位将获得法力回复40点每秒。破影，同时位于法阵内的非友方单位将暴露自己的视野。持续时间3秒，每升1级提高 0.5 秒时间，每级提升每秒10点法力值回复。法力消耗无消耗。冷却120秒，3秒回复120点法力值，还不够塞牙缝的。对技能消耗高的法师、守护职业者来说，的确是垃圾技能。更何况120秒的超长冷却。但这个技能的核心之处不在于法力回复，而在于破影。真实之眼得破障是能够锁定隐身单位，但效果只针对施法者本人，其他人是看不到的。但这个福瑞之光的破影却能让法阵内的所有非友方单位集体暴露视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那种。作为一名穿越过来的地球华夏人，一名地道的学霸，他在现实班级里比任何一人都要清楚攻略的重要性。尤其是自己穿越来的还是一个游戏世界，版本规则、装备和技能特性他掌握的最是牢靠，不然也不会仅凭一条名字飘红升额了徐豪一套紫装了。游戏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很牛叉的属性埋在一堆垃圾属性里，发现了将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发现不了就会被当作垃圾技能。这本福瑞之光对一般人来说绝对是垃圾技能，但对懂它价值的苏魔来说绝对是神技。确定自己想要的结果之后，苏魔果断学习。您已学习了福瑞之光。阿古丽、柴桑等人纷纷开口：“苏魔，你学这个节能有什么用？虽然不值钱，但升级的话纯粹是大冤种啊！”算了，也不值几个钱，送你了。不去理会所有人的疑惑，苏魔心底默念：3、2、1。福瑞之光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光明系禁咒光明灵视。光明灵视，光明普照世间。主动技能：光明驱除一切邪祟。被动技能1：光明神辉。被动技能2：无所遁形。主动释放法力值消耗1万。冷却3天。光明灵视禁咒图标形成的一瞬间，苏魔果断抬了一下手。刹那间，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头顶的眼光陡然强烈，格外刺眼。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声啊的惊叫打破了眸中平衡。突然现身的几名刺客瞬间愣住，蓝旗公会的几人几乎在瞬间完成副甲。薛涛一身黑甲，缭绕着黑色气体，身上气势瞬间攀升，手中一把狰狞黑刀倏地出现。刺客联盟公会的会长姬无名脸色苍白，如此近的距离，一个刺客骤然现身在战士身边，这真是黄泥掉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姬无名急忙抬手放声大呼：“薛兄，误会！”第27章，误会成了偷袭。苏魔坐收渔利，误会你妈的头！薛涛暴怒，
手中黑刀呼啸着砍下。狗日的姬无名当自己是智障，隐身偷摸跑到自己身边不说，嘴里喊着误会，手上的淬毒匕首却伸向老子，几个意思？真当老子是狂暴战士，脑子不灵光？而他身边的蓝旗公会法师跟坦克也在瞬间完成副甲，警惕后退。来不及吟唱施法的法师甩手就是一个爆裂卷轴，在几个突然现身的刺客堆里炸了起来，惨呼声骤然响起。啊！啊呀！啊呀！这些惨呼不仅有刺客联盟的人，也有蓝旗公会的。虽然刺客隐身因为不知名原因被迫现身，但他们的反应速度不是盖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出手。如此一来，他们近身偷袭的目标不管是谁，现在都坐实了偷袭蓝旗公会的事实。被一刀砍碎护甲、砍断2根肋骨的姬无名接连躲掉薛涛的重刀之后，向后跳开，大声喊道：“薛兄，住手！这是误会！误会！”薛涛回头看了一眼，已经有2名蓝旗公会的人倒在了血泊中，他眼睛瞬间红了。你他妈的隐身摸到我身边，还杀了我2个人，现在跟我说误会！姬无名怒了，是你们先动的手。他刚才回头看了，刺客公会的人也在瞬间激战中死了1个，重伤了2个，就连公会的副堂主高监理也受了伤。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阳光刚才那么刺眼，接着他们几人就集体破了隐身状态，而且还那么巧的在他们刚到蓝旗公会这些人的身边破了隐身。然而此时的薛涛注定不给他这个机会了，他挥舞黑刀，浑身黑气幻化成一个恶魔形状，冲击无名无声咆哮。他没有回头，沉声吩咐：“赵武，通知里面的兄弟，副本不刷了，全力围杀刺客联盟的人。”说着，他化作一头人形豹子，奋力冲向姬无名。在游戏世界中，很多职业之间都存在克制关系，如刺客克制法师跟射手，射手克制一切短手的战士、坦克。但反过来，战士跟坦克类职业又天克刺客职业，护甲高，血量厚，输出足，能连扛带打生生虐死刺客。甚至有些坦克职业无脑堆血量跟反弹，肉到刺客见了就躲，打不死不说，还有可能把自己给弹死。薛涛作为战士，天克姬无名，更何况姬无名还受了伤。在薛涛的疯狂拼杀下，姬无名又接连受到重创，眼看着就要被一刀剁死。幸亏副会长高坚离射了一条胳膊，才把他从必死一击中救了出来。姬无名看到连着自己只剩下3人，眼睛都快滴出血来。他放声怒吼：“薛涛，我刺客联盟跟你蓝旗不死不休！”说着他转身就逃走。可怜副会长高坚离受了重伤，压根没跑多远就被蓝旗公会的法师一记爆裂火球给烧了。而后在另外一边复活的高坚离一脸阴鸷，声音阴狠：“蓝旗公会，今天的仇我记下了，以后不要让我在野外见到你们。”虽然他复活了，却消耗了极其稀少、昂贵的复活卷轴。话音刚落，他身形一扭，隐身离去。薛涛看着身后死掉的2人，暴怒挥舞黑刀：“给我追！”所有在场的蓝旗公会的人纷纷无视地上的装备，朝着姬无名等人就跟了过去。显然，同仇敌忾深入到了他们的骨髓，甚至对于一旁看得傻眼的阿古丽等人视若不见。此时，亲眼目睹一切的阿古丽、柴桑等人一脸懵圈，2眼懵逼，内心掀起大浪。几人自然猜到了这件事跟苏魔有关，尤其是柴桑最先反应过来，看向苏魔，结巴问他：“苏魔是福瑞之光吗？”苏魔点头：“上面不是有破影效果吗？”柴桑瞠目结舌，他的技能书他当然清楚，40点每秒的回蓝，持续3秒，还有破影。破影！柴桑眉头先是紧锁，自己一个守护职业，闹了半天居然不清楚通用技能会有这样奇效。苏魔一个法师，居然能将通用技能书发挥出堪比守护的效果。相比苏魔，他做的太不称职了。你是怎么做到的？阿古丽发问。显然，他问的不只是破影的问题，还有如何知道刺客存在的。虽然他知道这么问不礼貌，可一旦得到答案，再能学会的话，对他你乃至整个公会都将有无尽的好处。似乎是怕苏魔不愿说，阿古丽又道：“我们兄弟盟愿意付出足够的报酬，材料、装备、技能书，只要我们有的都可以。”苏魔挠头，破影的事很简单，是技能效果，只要你们愿意，完全可以淘到类似效果的技能书，无非就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至于刺客的存在，他只得含混其辞地说：“这个跟我的被动天赋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能够感知周围的生命体数量。”苏魔当然不能告诉他自己的被动将平平无奇的品剑术进化成了真实之眼，但他说的也不完全空穴来风。至少在专业课上，老师介绍过，有些职业者在察觉危险来临时，自身会撑起护盾防护的。像守护职业中的特殊职业石之守护就有这个被动。
当然了，法师有没有类似的技能效果就不好说了。但游戏降临现实这么多年，谁也没有弄清楚职业特性到底有多少，更别说技能了。所以苏魔才敢这么说。换而言之，这就是苏魔欺负几人无知。阿古丽等人面露恍然，想到苏魔提前感知刺客，又能生扛刺客致命一击，立马联系上了。没错了，也只有这样的被动才能解释得通。越是这样，阿古丽越是懊恼。苏魔这样一个法师，即便没什么输出，又有什么关系？能预警，能扛伤害，脑子又足够聪明，放在任何一个公会都会成为智囊、军师一类的存在。结果却被自己错过了。他打定主意，回去之后一定号召整个公会去搜集苏魔说的具备类似效果的技能书。阿桑，这本书折多少钱？我给你。啊！柴桑连连摆手，都说送给你了。不！苏魔摆手，一码归一码。阿桑心底一叹，隔阂既已造成，再难修复啊。无奈至极的他，只得老实收了苏魔的钱。阿古丽、阿离也暗自懊恼。曹纯及时岔开话题，我说蓝旗公会的人走了，咱们干野怪去啊。第28章，他不是法师吗？怎么比我还了解我的技能？蓝旗公会跟刺客联盟狗咬狗离开了，碧溪水潭的空位也就让出来了。苏魔跟着阿古丽等人进了副本之后，刷的那叫一个开心。曹纯甚至有闲工夫说笑，蓝旗公会的人挺好啊，费了这么大功夫清场，还替我们清理刺客，不求回报的精神值得学习啊。阿古丽叹气，没有作声。他原本对错过招揽苏魔的自责已经渐渐平复，但曹纯的话又提醒了他，是苏魔用计勾起两方狗咬狗的。足够聪明，职业法师，技能神异，人又帅。阿古丽心烦意乱，有着不符合身份跟年龄的慌乱。他有些患得患失，这次3转的材料打得太快，可能从此就要跟苏魔分道扬镳了。但随着柴桑、曹纯等人的欢呼，水雾圣灵也终于打齐，几人开始一边回复状态，一边清点掉落的装备。苏魔低级的优势，再加上掉宝配饰的幸运，终于大爆发了。这次除了坦克曹纯没有刷到装备外，柴桑、阿离都刷到了各自职业的紫装，甚至柴桑还刷到了一本品质不错的技能书。苏魔也刷到了自己能用的法师装备：先贤法袍紫，类别披风，防御力320，等级要求50级，属性法力值加150，法术穿透加215，伤害减免200，耐久度480，附带效果无。苏魔果断将身上的一级紫装换掉，换上大披风，属性自然又迎来一波上涨。姓名苏魔，职业准神竞技法师2转，级别50级，生命值5202加200040，200040，力量220，敏捷222，法力100020，100020，攻击力515，防御1130，战力评估22星。技能主动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实之眼、万有引力、光明临世。被动法师之源、天机屏蔽。该说不说，法力值上涨之后，这护盾加的是真给力。就这腰板，他觉得自己能生扛流转刺客的突袭一击。当然他也就想想而已，能躲的伤害还是要躲的。天狂必有灾，人狂必有祸，毕竟谁也无法保证刺客里有没有像他一样身上自带 bug 的。万一有刺客一刀伤害堪比自己的禁咒，自己岂不是要凉凉？所以该苟还得苟，苟命才长久。他看了天色，已经不早了，应该回城了。夜晚的荒野是游戏怪物的天下。果然，阿古丽看到他询问的目光，点头说道：天色不早了，明天继续吧。柴桑、曹纯、阿离纷纷响应，好。从他们大声的欢呼声中，不难看出他们报的装备跟技能书都挺好。阿桑兴奋不已，却没有第一时间学习技能书，反而蹦跳着手捧技能书来到苏魔跟前。苏魔，你看看这本技能书怎么样？显然在他心目中已经把苏魔当成可以指导他的存在了。苏魔微笑着接了过来，是守护类职业技能书神灵助战，是一个集强力控制跟定点保人的守护技能。神灵助战守护系主动技能，24级可学，可升10级，可指定一个友方单位释放神灵赐福，并以该友方单位为中心，获得一个范围性控制法阵。处于技能效果的友方单位有3秒的无敌时间，免疫任何伤害，死灵法师的亡灵审判除外。处于法阵内的敌方单位获得 0.5 秒每次的持续眩晕效果，眩晕维持5次，法力值消耗180点，冷却90秒。这个守护技能区别于其他扛伤的守护技能，没有任何回复光环类的加成，
有的只是控制跟无敌，还是指向性的。这其实与阿桑的职业忠实守卫不太相符。如果是其他时候，即便阿桑在眼馋这个技能，也肯定要犹豫。毕竟学技能不要钱，但升级除了有等级要求，还会消耗大量的蓝星币，从1级数十万到数千万，甚至上亿都是坑。当然，像苏魔这样技能直接进化成禁咒的不在此列。他后来也琢磨出来了，自己的法师之源还有一个隐含的被动，省钱。柴桑在见识了苏魔巧妙利用一本废技能书解决了刺客危机后，觉得苏魔对守护职业特别了解，决定求教苏魔。看着周围人的目光都看向自己，苏魔组织了一下才开口：“这本技能书对你来说挺适合的。”“适合我？”阿桑眼睛大亮，显然是听到了想听的答案，甚至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他直接把技能书学了。这……苏魔哭笑不得：“你就这么信我？”“信。”阿桑笃定点头。“好。”苏魔解释：“我不确定你们公会有没有其他守护职业，但从你们之前打怪的配合来看，你们在打怪的时候有分工。曹纯扛伤，阿桑增益守护，其他人负责输出。但那是野怪，他们智力有限，如果遇到公会之战，野外刺杀，短板就暴露出来了。人多的时候，不可能给你们时间站位布置战术，一旦对方有强力控制，分割你们的站位，阿离这样的脆皮输出瞬间危险，阿桑则只能成为肉靶子。这或许也是你们兄弟盟避免跟其他公会争夺资源的原因之一吧。”苏魔还没说完，几人立马愣住，都看向阿古丽。阿古丽心底一凛，苏魔说的情况他自然清楚，可这是兄弟盟发展到现在积重难返的一件事，怎么解决？苏魔看了阿古丽神色，知道自己说对了，他没有继续揭他伤疤，转而说道：“阿桑，你之前释放的10之回溯可以配合这个技能使用。你的血量、护甲不比曹纯低多少，主动上前扛伤害，自己套上神灵助战，冲进地方人堆里，让对方集体眩晕。只要你们有足够强力的射手或者吟唱时间短的法师，瞬间重创或击杀对方主力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血量瞬间见底，你知道该怎么办吧？”“10之回溯。”柴桑大声回答。经过苏魔这么一说，他好像开窍了，可不可以套在曹纯身上？“当然可以。”苏魔笑道，“如果你不甘心每次只当个放技能的挂件的话，完全可以套在自己身上，再配合其他的控制技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对方就算有进化技能也不怕。”柴桑眼睛大亮，显然被苏魔的话说动了。“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哥了。”柴桑兴奋抱着苏魔的肩膀使劲晃，“我要是早遇到你得少走多少弯路呀！”一旁的阿离斯想到了什么，咬了咬嘴唇，试探开口：“那我的技能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苏魔诧异，一天的相处时光，阿离自始至终都没怎么跟他说话。不过看在对方帮他打材料的份上，苏魔坦然指出：“你每次攻击都是习惯先放幻影分身再攻击，试试释放技能之前先平 A 一下。”阿离疑惑，但还是照做。他抬手瞬间完成副甲，射出一箭，接着是1、2、3、3步2分身，各自射出一箭，多出一箭，但时间与之前的却一样。这……阿离愣住，秀眉蹙起，努力思索其中原因。片刻后，他不顾形象大叫起来：“我明白了，先出一箭再放技能，我的技能前摇取消了，所以落点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下所有人都动容了。射手多出来的一箭，什么概念？那可是号称一箭决定生死的存在啊！苏魔又微笑道：“你再试试，在1、2、2步的时候放一箭。”阿离照做，结果这次多出了2箭，时间却还是一样的。仅仅是技能与抬手普攻的习惯性改变，就让他多出了2箭。他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苏魔不是法师吗？他怎么比我还了解我的技能？一旁的阿古丽心神震颤，目光灼灼。这样的人，兄弟盟不能错过。一旁的曹纯也注意到了这一幕，悄然走到阿古丽身边，低声道：“丽姐，要不你努力一下，让他成为我姐夫呗。”第29章，有人窥探苏魔。江城绿竹林，朱雀在林间不住吞吐火焰，显得十分焦躁。作为一头7阶火系巨兽，他对空气中残留的冰雪法术气息十分反感，不时吞吐火焰驱散。距离朱雀老远处，城主徐刚、商会会长于世良以及一众江城要员都战战兢兢站着，看向朱雀身边的老人。他青袍白发，模样普普通通，身上也没什么气势，甚至他的双眼都显得有些浑浊，从旁看去就像是一个垂垂老朽。可这丝毫不影响几人面对他时心怀忐忑，只因为他青袍的胸口绣了一头小小青龙，青龙手里抓着一个徽记，赫然是花鸟篆文的法字。龙国法师协会青龙法师，一个7转的高级法师。只要他想，一个技能可瞬灭在场所有人，顺势抹平小小的江城。此时
青龙法师一手捧着一个琉璃色的珠子，另外一手扣在上面，浑浊的双眸泛起云雾变迁的光景。珠子内部开始快速倒映出绿竹林内的场景。现在3个小时之前，昨天、前天，时光法球，在场的几人触然心惊。时光法球是以特殊秘法制作的，能够时光回溯、探明真相的时光类消耗品。别说徐刚只是一成城主了，就是战士协会、刺客协会里面的顶级大佬，也未必能拥有这么一颗时光法球，所以它的价值无法估量。纵然号称富可敌国的商会会长于世良肯花钱，也买不到一颗，足见法师协会对江城这件事的重视。时光法球内，漫天冰雹，暴风雪倾泻而下，风雪的源头正是这小小的绿竹林。风雪中，一个身影悄然出现，所有人立马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想要看清那人模样。他们想知道究竟是何方神圣，因为什么原因用一个高级法术狂轰绿竹林里，导致这里的低级的长臂猿、野人怪物尽数消失。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法师大佬，如果丧心病狂地对江城出手，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在那道身影越来越近，眼看着就要露出庐山真面目时，一声啪的脆响打断了所有人的希望。时光法球裂了，缕缕时光碎片还未落地，就化作最精纯的天地能量，随风消散。一旁的朱雀像是遇到了极为鲜美的食物，扇动翅膀啾啾追了过去。小小竹林被他庞大的身躯撞得遍地狼藉。青龙法师也在法球的碎裂的瞬间清醒过来，他深吸一口气，不管旁边众人的震撼，低声惊呼：这怎么可能？又碎了！先前在迷林时就已经碎了一个，没想到在这里又碎了一个。唯一的解释就是施法的人施展的法术超出了时光法球能够承受的法术强度。但时光之球可是号称9级强者无人可杀的法师协会会长亲手制作的。青龙法师低声喃喃：9级冰雪法术，还是超级？他不禁陷入沉思。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敌对阵营的势力故意入境破坏龙国副本，影响职业者晋级，要么就是真有失心疯的高级法师随心出手。可这种猜想都有不通之处。是敌对阵营的话，为什么不破坏高级副本？是高级法师的话，为什么还能保持清醒，不伤及无辜？陷入沉思的青龙法师浑然不觉天色已晚，原地出神。此时赶在天黑回到城内的苏魔突然看到面板上传来一行大字提醒：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自动遮掩了。苏魔再看，上面还有一条是同样的消息。看时间，应该是自己打土龙王的时候。苏魔心生警惕，谁在窥探我？他第一反应是徐豪，如果真是他的话，苏魔完全可以无视。要是别有用心的人窥探，就麻烦了。强烈的危机感让他恨不得现在就去3转、4转，抓紧时间提升实力。只有强大的实力才是最大的安全保障。然而天已经黑雷，自己再想3转都得忍着。他想的是跟几个人确定明天出发的时间，然后回去老实睡觉，起来继续刷材料。然而曹纯、柴桑等人却像商量好了一样，进城之后就吵嚷着要拉着他去搓一顿，感谢他今天的无偿指导。在回来的路上，苏魔不仅教了柴桑如何输出最大化，也给曹纯、柴桑分别建议了他们以后的出装、学习技能方向。甚至连阿古丽在听了苏魔的分析之后，也当即请他给了建议。结果是在苏魔的建议下，他换了2件血量低、加攻速的装备，卡着攻速阈值造成的伤害接近翻倍。可以这样说，在短短的回来路上，经过苏魔的点拨，4个人对自己的职业都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实力也都或多或少提升了一截。阿古丽、曹纯几人再次懊恼。在阿古丽的默许下，几人商量着尽最大的努力留下苏魔，加入他们的工会。苏魔也因为尝到了躺平刷材料的甜头，半推半就的跟着去了。毕竟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生活还是很单调的，能丰富一下生活，谁不愿意呢？于是苏魔跟着曹纯去了一家特色烧鸟店，店老板据说是位生活职业者，远渡重洋抵达海之彼岸的霓虹国学的技术。苏魔一听霓虹的名字就皱眉，因为这个世界虽说疆域比地球的大，但情况与地球相仿。在这个异国他乡，他的情怀让他不自觉生出抵触。但热情的曹纯却拉住了他，舔着脸给他介绍：大哥，我跟你说，老板去霓虹的学的可是杀鸟、烧鸟、焖饭一条龙技术，师傅据说是霓虹国的烧鸟神。苏魔皱眉，到底弹丸小国烤个串都封神了，看他处理食材那叫一个享受。看到那个蜜瓜了没有？他用手抹撒就可以让蜜瓜变软，汁水自然溢出，口感一流。他拜师加藤什么来着？号称神之手的那个。苏魔心不在焉听他吹嘘，心底抱怨自己怎么想的，居然来这种地方。这时旁边几人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们听说了吗？咱们江城来了一个七转的法师，是法师协会的。这还用听说？那么大一头朱雀从天而降，只要不瞎都能看到。那你知道他来干什么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哈哈，我知道。那人兴冲冲道：他先去了迷林，后去了绿竹林。苏魔心底一凛，朱雀、迷林、绿竹林，窥探自己命运的肯定是这位七转法师。他是敌是友？苏魔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第30章3转任务材料的最后一战，奇葩的火焰山副本。因为星系被窥探的事，苏魔一顿饭吃的没滋没味，甚至连厨神老板现场表演香瓜溅水，他也没兴趣看。他忍不住拿了一串大腰子凑到私聊的两人身边，递上去问道：大哥，你说的那个七转法师现在在哪？那人接了苏魔的烤串，又拿眼睛在他旁边的阿古丽身上狠狠刮了一下，这才点头道：走了。走了。那人得意洋洋，据说那位大佬拿着什么宝物，结果宝物坏了，什么也没查到，灰溜溜的走了。嘿嘿，想不到啊，咱们小小江城居然卧虎藏龙，让七转法师都吃瘪了。苏魔疑惑道：这样的事你怎么会知道？你看到了？嘿嘿，我没看到。那人自傲一笑，但我二舅老表的嫂子的表哥，也就是现在的副城主杨万，全程陪着他去了2地，天黑了才回来。他可是亲眼看着那位法师大佬骑着朱雀走的。苏魔心情瞬间大好，再联想天机屏蔽被动开启，自动屏蔽了窥探，这位7级法师应该确实没查到他身上。这一下他彻底放下心来，也有心情观看表演了。不过可惜老板的表演结束，他们的也吃喝的七七八八了。阿古丽似乎因为苏魔整晚的不在状态，也兴致缺缺，吃完饭就跟阿离一起离开了。临走之前，他特意看了曹纯跟柴桑一样，眼神殷切。曹纯跟柴桑却兴奋地搓了搓手，拉着苏魔去泡澡。曹纯掏出一张黑卡，经理立马躬身欢迎，尊贵的曹先生，欢迎莅临帝皇假日，本店将竭诚为您服务。曹纯熟门熟路上楼，一边走一边回头冲苏魔跟柴桑道：今晚一切消费由曹公子买单，放心玩。柴桑兴奋得像个大头苍蝇，不停搓手，嘴里喃喃：曹哥破费了，曹哥破费了。苏魔略带忐忑的机械跟了上去。饭后2场这块，苏大爷很业余啊。上了楼，有长相哇塞、身材更哇塞的美女送上瓜果甜点跟饮料，随即又递上一份项目单。苏魔有些窘迫，上面的服务项目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曹纯大笑，自己终于能在苏魔面前扳回一城了。他凑到跟前低低介绍：麻杀鸡是保健项目，不值，略过。泡泡浴是霓虹特色，看图选人，是不是很有期待感？帝王浴呢，是暹罗特色，当面选，跟皇帝选美似的，误差小。苏魔看着曹纯的坏笑，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堕落来了。WTF！ 苏魔暗自吐槽，曹纯这小子实力不怎么样，看人还挺准，都是糙老爷们，装个锤子。那就帝王浴吧。苏魔挠了挠头，虽然他很想为国争光，但想到霓虹女人的罗圈腿，还是放弃了。曹纯冲他竖起大拇指：大哥，你是懂享受的。苏魔捶了捶胸口，嘿嘿一笑。苏魔下楼的时候，柴桑已经在等他了。曹纯最后一个下来，看到两人在等他，嘿嘿怪笑。一切尽在不言中。男人嘛，共同经历一些事，距离就拉得很近了。曹纯一人递给一只华子，自己也点开，开启了贤者模式。苏魔本来不抽烟的，但觉得这个时候抽烟好像也不错，顺手接过，抽了一口，有些呛嗓子。他挠挠头，还是没好意思灭。他要尽量让自己显得老练一些。苏魔，曹纯抽了一口烟之后，挠头问道：虽然知道很不礼貌，但我还是想问一遍，也是最后一遍，你能加入我们兄弟盟吗？一旁的柴桑也坐直了身子，期待地看向苏魔。苏魔摸了摸鼻子，想了想，问道：影响以后我们当朋友吗？曹纯摇头：当然不会了，加入我们工会，对你对工会都有好处的。苏魔想了想，最后还是摇头：还是做朋友吧。曹纯欲言又止，最后无奈点头。做朋友总比连朋友都没得做强，至少从白天的短暂相处来看，苏魔人也好相处，并不吝啬自己的善意。要怪就怪他们自己错过了吧。第二天一大早，苏魔洗了个澡，跟曹纯、柴桑一起去约定的地点。对于昨晚的事，三个人非常默契的只字不提。距离是拉近了，但曹纯跟柴桑却也绝口不再提让苏魔加入工会的事了。阿古丽、阿离似乎提前得知了消息，在看苏魔时也没了之前的热切。这样一来，彼此交流起来反倒随意了起来。阿古丽轻松笑道：今天去刷火灵蟒，刷够火灵蟒牙，我们就要打怪练级了，到时候你就得自己回来了。等阿亮5转成功，再由他当面跟你致谢。苏魔点头，谢了，丽姐。几人随即出发。
火灵蟒在火焰山副本内，位于江城以东100多公里。五人先是坐车出了城，继而花钱租了 NPC 的地龙兽，一路向东狂奔。地龙兽类似于小型盗龙，身形矫健，时速可达150公里，所以他们不过40来分钟就到了目的地。下了地龙兽，众人松开缰绳，任由他们原路返回。阿古丽带头在前，再次叮嘱：这里虽然距离江城最近，但也有其他城市的职业者来这里刷级，我们刷好自己的怪就行，别惹事。是，丽姐。好，进副本。火焰山简介：位于3市交界地的一处秘境，终年火焰焚烧。在生灵皆居的火焰山内，却生长着一种奇异蟒蛇，它们以火为食，却始终饥肠辘辘。小心，慎入。出入火焰山等级45级，没有人数限制。苏魔意外，火灵蟒够刷的吗？哪知曹纯笑道：大哥，你应该问，除了转职刷材料，还有谁愿意进去？为啥？苏魔疑惑。曹纯撇嘴：你再往这边看。苏魔这才注意到，在副本地标提示牌的另一边还有字。进入火焰山副本之后，所有人的法力值都将以100点每秒的速度自动消耗。进入火焰山副本之后，所有人的法力值都将以最高气血值的1点秒的速度自动消耗。这……苏魔忍不住吐槽起来。这个火焰山整个就是2个 debuff 叠加的副本，对他这种低级法师太不友好了。100点每秒的法力值消耗，还有1%每秒的生命值消耗。换而言之，在不回复的情况下，他的血量最多在秘境里面撑100秒。苏魔看着提醒，思索一番，问了一个问题：回复药剂蓝瓶盖跟生命护盾能生效吗？当然呢。曹纯笑道：你没见阿桑今天换了一身的回复装吗？放心吧，只要……苏魔摆了摆手：那就没问题了。自己现在20万的护盾，按血量扣的话，能撑到最后。走！苏魔率先进了副本，他已经迫不及待要3转了。第31章，打劫就打劫，说什么劫东西？不得不说，火焰山这个副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足够恶心。如果不是阿桑换了一身双回复装进来，只怕要不了20秒，阿古丽、阿离2人的法力值就要被烧没了。即便如此，在连杀了3头火灵蟒之后，2人的蓝瓶盖还是见底，只得出了副本回复满状态之后再进去。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苏魔的状态居然没什么变化，血条纹丝不动。曹纯挠头：我苏哥，你有减伤我能理解，可你的血条都不带动的，这是为什么？阿古丽冷哼一声：他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他的被动有护盾，以后少去几次会所，对你脑子有好处。曹纯愣了一下，马上抢辩：丽姐，你冤枉我，昨晚上是阿桑硬拉着我去的。柴桑赶忙解释：曹纯，你少诬陷人，我是正经人，从来洗的都是素澡。阿古丽呵呵一笑。一直沉默冷清的阿离也开口了：正经人谁跟姓曹的厮混在一起？曹纯愤愤：阿离妹妹，我告你诽谤，诽谤啊！接着他转脸怒视柴桑：好你个柴火棍，洗澡的时候一口一个曹哥，完事了就曹纯了是吧？柴桑着急冲他眨巴眼，曹纯视若不见：滚，再眨眼也没用，下次再去洗澡没你了，对吧我苏哥？噗！一直看热闹的苏魔不想祸从天降，撇嘴：不去就不去呗，跟你洗澡也没什么意思嘛，吃瓜，喝茶的，毛都没有。瞧瞧，看看。曹纯冲苏魔竖起大拇指，一下子神清气爽起来，还是苏哥老实人，说话持重公道。阿桑，你这种只想着撇清自己，罔顾事实的人很危险啊。阿古丽跟阿离不由看了苏魔一眼，又看向曹纯，真的误会了。柴桑捶胸顿足：我冤啊，真比窦娥还冤。好了，阿古丽开口：再打5枚火灵蟒牙就收工，争取这次进去直接搞定。走！果然，这次阿古丽说中了，他们果然一次性刷够了火灵蟒牙。除了火灵蟒牙，他们也刷出了2件紫装，1件刺客，1件射手的。刺客的被阿古丽收走，射手的属性不错，阿离明显有些异动，想换穿。按照他说的，换上这件装备之后，面板属性会增长很多。但他还是看向苏魔，征求他的意见。经过昨天的相处，他已经知道苏魔对于装备、属性、职业的认知远在众人之上了。苏魔摇头：这件装备只是让你的面板属性增加，却减少了你的攻速。看上去被动减速提高了你的生存几率，但你的伤害跟不上，一样会被人摸到身边。为什么？阿离翘眉皱起：只是降低了0.2%的攻速而已啊。苏魔笑道：这件装备让你的攻速阈值降低了，降低的这0.2%让你的攻击速度降级了。攻速阈值？苏魔叹了口气，这种东西要是放在前世地球，还用解释？攻速阈值，施法前摇，普法混击，不是诸多游戏玩家最擅长的领域吗？怎么到了真人杀怪
就拎不清了呢？阿离满脸疑惑。苏魔没有解释，想了想说道：“你自己换上试试吧，无非就是这一件紫装折了一颗洗炼石的价钱，这样对你以后的装备搭配也有更好的认识。”阿离将信将疑，果断换上。3次测试的结果都是少发了2件，甚至幻影分身落点的时间还多了 0.4秒。结果不言而喻。4人一副见鬼了模样看着苏魔。阿离眸子发亮，并没有因为紫装绑定折价而懊恼。通过苏魔，他对自己的职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将来势必要少走很多弯路。现在他级别低，还可以提前发现纠正，真到了级别高的时候，花费大力气打造套装，那就积重难返了。而经过这件事之后，几人对苏魔的尊崇更上一层楼。柴桑乐呵呵一笑，哈，苏魔，你可得谢谢我呀，为了你的材料，没少耗蓝屏。苏某冲几人点头，由衷说道：“谢谢。”他这句话的确是真心实意的，毕竟2天里什么也不用做，跟着免费的杨白劳，后面就升到了56级，面板属性也稍稍涨了一点。材料打齐，他回城之后就可以转职了。既然这样，阿古丽笑道：“那我们就去打怪练级了，有空常联系。”其他几人也给苏魔做了个联系手势，笑意真诚而不舍。等等，苏魔取下碉堡配饰，大姐姐，这个还你。阿古丽愣了一下，神色复杂，摇头道：“这次你对我们的帮助远大于我们帮你打材料，这个小东西就送你吧，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这……苏魔迟疑，坦白说，这个碉堡配饰他是真心喜欢，15%的碉堡率，再加上15%的出子率，可以说没有这件装备，他绝对不可能在短短2天刷够这些材料，更不一定能刷到一件极品紫装。不等苏魔开口，曹纯、柴桑、阿离纷纷开口：“我苏哥，拿着吧，算是我们一点心意。小苏，容许我倚老卖老一次，收着吧，这是哥哥姐姐们的心意。苏魔，很高兴这2天跟你一起打怪，可惜不能成为，算了，你就收着吧。”阿古丽眼神热切。苏魔挠了挠头，手腕一翻，咧嘴笑道：“那我就谢谢各位了。”哈哈，谢什么？应该的。没事没事，咱们是好兄弟嘛。等我回城再约，回头换个地方吃瓜，就咱哥俩。没有我吗？曹哥，滚犊子！老子是正经人，莫挨老子。曹哥，你变心了，呜，真恶心。阿古丽跟阿离虽然没有在说话，但眼里的笑意却不加掩饰，满满的溢出来了。几人挥手道别。苏魔很快发现了一个操蛋的问题，这么远，自己该怎么回去？跑回去？天黑之前肯定是能回到江城的，自己虽是法师，但体力相较普通人早已有了质的飞跃，但上百公里跑下来也能累成狗。眼看着周围隐隐床状出现的野怪，他也打消了放一发技能冲一下60级的想法。一来7转法师刚走，二来避免节外生枝，天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不确定的危险存在。失算了，苏魔暗道，回去之后就去弄个飞行坐骑，最好能学个飞行技能，再不济也得弄个坐骑。老是光脚跑，太浪费时间了。就在他思索着回去之后的事时，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我说：“兄弟，借点东西用用呗。”苏魔一愣，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几个人，一水的紫装，武器各异，俨然是一起的。借东西？苏魔左右看看，这荒郊野岭的，借东西？他冷笑道：“打劫就打劫，说什么借东西？”第32章一发入魂，物理超度。兄弟，话不要说的这么直白。为首一人上前，手里拿着一柄大砍刀，像极了东星乌鸦。我们只要东西，不要命。旁边的人举了举手里的锤子，你要不配合，那就只能送你上路了。乖乖。苏魔差点笑出声来。都什么社会了，这几个人还一副山大王的复古派做法。就在刚才，他已经用真实之眼扫了一下，这群人中级别最高的就是眼前这个扛大砍刀的战士了，60级2转实力。要是他猜的不错，应该是瞧着苏魔从火焰山副本出来，又是孤身一人，准备从他身上刮点油水。再看他们一身的紫装，却五颜六色，属性各异，有的甚至相冲。不用想都知道了，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身上的装备也大概率是抢来的，也是一群在底层摸爬滚打的可怜人呐。但打劫落单，欺负比他们更弱小的人，更可恶，更该死。尤其是抢到了苏大爷的头上。所以苏魔摇头对几人说：“不管你们是借东西还是抢劫，我都可以明确告诉你们，没有。”哟呵，拿锤子的那个把锤子扔起又接住，在地上狠狠砸了一个大坑。小子说话挺横啊。就是我们说话都客客气气的。大砍刀狞笑，大步上前：“小子，这么说你是不打算配合了？”苏魔皱眉：“你就这么着急送死？哟，你吓我？拿砍刀的伸长脖子，来来，
往这砍！旁边几人纷纷起哄：“杜哥，你跟他废什么话？就是他不配合，我们就让他配合。一个脆皮法师也敢在我们跟前放肆！”拿砍刀的被人这么一击，杀意也变得浓烈起来。也好，那就先卸你一条腿，看你配合不配合。拿锤子的残忍笑道：“杜哥，我要是想要2条腿呢？那你就瞧好吧。”说着，他手里大刀呼啸而下：“小子，老实这60级的凶暴狂刀，你挡得住吗？”一旁几人兴奋起来，有的兴奋哦乱叫，有的吹起了口哨。显然，杀人越货让他们兴奋。苏魔摇了摇头，不躲不闪，任由大砍刀砍在了自己的身上。砰！法力值2628。反观拿砍刀的却被震得连连后退，一屁股坐在地上，噗地吐出一口鲜血。他满脸骇然地看着一身紫色法师装的苏魔：“你不是法师吗？怎么这么肉？”按照他的判断，眼前的苏魔分明是2转法师，只要不给苏魔吟唱的时间，几个人可以随意支配苏魔。可没想到自己一刀下去，本该重伤的苏魔纹丝不动，反而是他被震得受伤。他放声怒吼：“弟兄们，点子扎手，一起上！上！杀了他！是他逼我们动手的！早说了来软的不行，直接动手多省。”话音未落，几人生生止住，满脸惊恐的转身要逃。此时，原本被当作怨种的小法师周围突然出现了一大团紫色雷电，雷电在出现的瞬间就将离他最近的大砍刀雷成了焦炭，踢到铁板了。他们仓皇而逃，可人的奔跑速度怎能快得过雷电？只是一瞬间，以苏魔为中心爆发的电弧便扩散成一个雷电炼狱场，无情摧残着周围所有活物。惨呼声骤然响起，又戛然而止。雷系禁咒，雷霆之主！焦狐卫还未飘远，便被雷电撕扯搅碎。5个拦路打劫的人在雷系禁咒的肆虐下，被瞬间物理超度了。之前是在黑暗地穴，狂暴的雷霆力量被局限在一个副本内，没有太多外泄，只是崩坏了地穴。这次雷霆在露天旷野处，得以尽情释放他狂虐的力量。隆隆隆，隆隆隆，天顶雷云翻滚，降下如水桶般粗细的雷柱，照着苏魔周围一通狂轰滥炸。您击杀了巨齿虎，获得890点经验。您击杀了魔猿守卫，获得938点经验。您击杀了魔猿守卫，获得951点经验。随着绿光冒起，苏魔的等级一路攀升，来到了2转满级60级。星灾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相应的，他的属性点也在不断增加。恭喜您升到法师2级，获得了1属性点。恭喜您升到法师3级，获得了1属性点。恭喜您升到法师4级，获得了1属性点。刚离开火焰山没多远的阿古丽一行人脸色骤变，是雷系高级法术，小心！阿古丽放声大呼，撑起战士护盾，将几人护在身旁。曹纯、柴桑也毫不犹豫开启各自状态，将阿离死死护住。这种雷霆一旦劈中，阿离必死无疑。好在狂暴的雷电只是在他们周围狂轰滥炸，让几人担惊受怕的同时又心生庆幸。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忐忑不安，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看着周围雷池一样的乱象，他们索性原地蹲下，瑟瑟发抖。曹纯喃喃：“完了，苏魔完了。”因为这高级雷电法术爆发的中心，赫然是火焰山附近。阿古丽却心神震动，又是雷电法术。除了他们以外，还有10几个这样的3、5人小团体，像落汤鸡一样在狂雷闪电中瑟瑟发抖。他们看着雷电像一条条粗壮的鞭子在周围肆意狂舞，所有人都生出庆幸之感。这位施法的法师大佬无意伤害他们，不然仅仅凭借这些雷电，他们所有人都将万劫不复。与此同时，距离火焰山以北近200公里的天空，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骤然抬头看向南方，引颈长鸣：“啾！”朱雀。朱雀背上的青龙法师原本盘膝而坐，察觉异状之后，立马站起身来。看到南方天际雷电明灭，他浑浊的眼神变得金光四射。这次的雷电元素的波动跟黑暗地穴的出于一人之手。释放冰系法术跟火系法术的会不会也是他？能同时施展冰、火、雷电3系的高级法师，整个龙国有这样的人吗？8转法师里面没这好人，9转有可能。可是9转的一个个常年深居简出，性格孤僻，多是喜静不喜动，会没事跑到江城这样的小地方对着初级怪放技能？还是说这根本是3个人？如果是3个高级法师齐聚于此，他们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互殴！小红，青龙法师拍了拍身下朱雀，啾！朱雀一个振翅朝南方飞去。我就远远看一眼，只要势头不对，就立马掉头。青龙法师喃喃，没来由的一阵紧张，这感觉像极了江城一众人面对他的心态。是什么让这些大佬在这里释放技能？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所谓的大佬
此时郑迷眼看着地上掉落的装备。第33章60级红装，实力暴涨的苏魔更强了。一发雷霆之主，苏魔顺利爆出了40-50件紫装，其中46件是从几个强盗身上爆的，其余几件则是从附近的野怪身上爆出来的。除了紫装，更有一些蓝装、绿装跟材料。独独没有技能书，不得不说掉宝配饰真的好用。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技能书掉落，不过人贵知足，寻常人要想爆这么一堆紫装，不知道得多久呢。让他遗憾的是，这些虽然都是紫装，却没一个他能用的。对于无用的东西，苏魔兴致缺缺，一股脑的全放进仓库里，准备回城之后去一趟淘乐购交易行给处理掉。不，先转职后处理。苏魔定好顺序，将地上剩余的东西一卷而空，认准江城的方向，撒腿狂奔。闹出这么大动静，此地不宜久留。路上，苏魔边走边查看自己的面板属性，红色的60级分外醒目，只要回到江城就能转职，爽歪歪。属性法力值也上涨，就是有点太慢了啊。等等，我现在已经60级了。苏魔猛然想到什么，脸上露出狂喜。2转的奖励，神者之辉，传说红色法杖，他现在可以装备了。神者之辉，红。类别武器，攻击力法术攻击加1000，等级要求60级。属性法力值加1000，敏捷加300，力量加300，所有法师技能等级加1。法力值回复加300点秒，减少5秒施法吟唱时间，耐久度永不磨损。附带效果：1. 神者赐福，受到致命一击时自动开启无敌时刻，持续1秒时间。2. 天神下凡，施法伤害正200%，冷却时间90秒。3. 神者附体，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20%。属性加到犯规的装备，苏魔果断换上。再看属性面板，属性直接爆炸。姓名苏魔，职业准神，竞技法师2转，级别60级，生命值5505加380100400090，力量522，敏捷528，法力190050200045，敏捷1765，防御1180，战力评估40星。主动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实之眼、万有引力、光明临世。被动法师之源、天机屏蔽。看着面板属性，苏魔摸了摸鼻子，法力值翻倍了，护盾值翻了。关键是原本冷却为5天的雷霆之主，现在冷却成了4天了，20%的冷却太溜了。他现在才2转，还没3转，身上还有好几件1级法师紫装，这样的战力评价都超过了3转的曹纯、阿离他们。要知道，这还只是面板属性，没有把他的禁咒算进去。我是不是有一点变态了？他边跑边挥舞红色法杖，没有技能都光效绚丽，十分晃眼。不愧是红装，无论是属性还是施法效果，贼拉风。3转之后岂不是更强？会不会有更强的红装？苏魔期待更甚。苏魔奔跑之后没多久，阿古丽、曹纯等人赶到附近，看着遍地狼藉跟苏魔装不下，扔掉的绿装跟材料，几人满脸悲愤。显然苏魔被人杀了，地上掉落的装备就是证明，有些材料正是他们从火焰山打的。几人相处虽然只有短短的2天，但苏魔却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曹纯握拳重重砸在地上，双眼通红，啊，我不甘心啊！苏魔那么好的人，居然就这么被杀了。阿离俏脸通红，眼角泪珠打转，这才多久，刚才还好好的。柴桑悲怆说道，我们不该丢下他一个人的。阿古丽恍神了，苏魔就这么死了？他没有说话，却暗暗握紧拳头。如果知道是谁，他一定要为苏魔报仇。可是他有这个能力吗？如果苏魔真的是被刚才的雷系技能杀死的，只怕他此生都没有指望了。狂暴的雷电力量让他在刚才就明白了彼此的差距。阿古丽心底生出浓浓自责。的确，如阿桑所说，刚才苏魔要是跟他们一起，该有多好。啾！一道嘹亮的鸣叫声响起，周围的气温陡然升高。阿古丽心神一紧，立马站到几人面前，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瞳孔猛地收缩。距离他们头顶不到100米处，一道巨大的火红色身影悄然出现。朱雀！旋即一个身穿青袍、须发皆白的老者凭空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等几人开口，老人率先发问了：“你们刚才看见谁在这里了？”几人被眼前突然出现的老者惊着了，大脑一片空白。老人胸口上的刺绣说明了一切。法师协会7级法师青龙法师，职业者中未闻其名，却人尽皆知。是他杀了苏魔。
阿古丽满心苦涩，这样一来，自己没有一点希望了。苏魔呀苏魔，你怎么就白死了呢？老人眼见几人神情震撼，眼神涣散，轻挥法杖。阿古丽几人这才清醒过来，老人这才问道：“你们一直在这里的？”什么？几人同时反应过来，不是他杀了苏魔。老人微微皱眉，径直取出一个时空法球，当着几人的面再次施展了起来。以他为圆心，法球中开始时光回溯。时空法球，几人昨晚上都在烧鸟店，自然也听人说了。他在时光回溯，几人心神紧张，死死盯着法球，或许能看到苏魔呢。里面开始显示阿古丽等人悲愤神情，接着是一道身影向西狂奔而去，而后是雷电消散，接着是电闪雷鸣，雷电肆虐。又一个身影站在雷霆之中，瞧不清具体样子，但谁都看出雷电正是从他身上向外延展的。他就是释放雷电法术的那位大佬。老人眉头微皱，咬牙继续施法，然后啪的一声，法球再次碎了，又破了。青龙法师呼吸急促，脸色隐隐苍白起来。3次时光回溯，3次法球破裂，这说明出手的人实力绝对凌驾于他之上，至少是与九转的会长持平。我必须尽快将此事呈报会长，由他来定夺。青龙法师收起震撼，一个闪身回到了朱雀背上，自言自语：不过刚才那个往西跑的人应该查查，看来又得去一趟江城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满脸震撼的几人，微微皱眉，甩了甩袍袖，就此离去。一股清风吹过，将再次陷入震惊中的阿古丽等人吹醒。与刚才不同的是，几人面露狂喜。柴桑不确定地说：你们觉得刚才那法球里倒映的是不是苏魔？阿离眉眼弯弯：你也这么觉得？曹纯放声大笑：不用觉得，肯定是他。你没看他那猥琐的跑路姿势吗？跟躲怪的时候一样的。哈哈！几人重新绽放笑颜：没死就好。咦，丽姐，你怎么哭了？风吹的。哈哈！第34章3转开始，奇葩的任务。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自动遮掩了。正在奔行的苏魔看到提示，心神一紧，又来。还是那个7级大法师？不是说他已经离开了吗？还是说他离开只是假象，一直在暗中窝着偷窥苏大爷？苏魔颇觉煎熬，自己只是放个技能自保，杀个野怪而已，犯不着一直盯着不放吧。虽然他想过这位7级大法师未必怀有恶意，可他也不敢保证对方就是善意。毕竟龙国这么大，派系、工会、各种职业者协会林立，有愿意培养天才的，也有忌讳别人威胁的，甚至还有不少藏身暗中的国外老鹰比，防不胜防啊。苏大爷虽然有禁咒傍身，也很慌啊。好在我有天机屏蔽，能顶一阵是一阵。受到惊吓的苏魔赶到江城时，天还没黑透。这一切都得益于新装备神者之辉属性的加成，敏捷、力量翻倍式的增长，让他的速度跟力量也成几何倍的增长。原本他计划是回到城内去捏个脚洗个澡，去除一天的疲惫，第二天去打怪升级到60，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下午就60级了。这么一来，帝王域就不能去了，全力准备3转才是正事。干大事前一定要休息好，这是铁律，不然就会像历史上汪汉奸刺杀亲王、孙凤鸣刺杀汪汉奸一样，都是因为头天晚上没睡好而失败。再说了，帝王域就在那里，3转以后再来也是一样的。华灯初上，天色渐晚，苏魔回到城内胡吃海塞了一顿，回去呼呼大睡。第二天上午，他估摸着转职神殿已经开门，起床吃饭，精神抖擞的出发了。抵达之前，他特意查看了一下面板属性，法力值满的，气血值满的，装备都是目前最好的。到了转职神殿，眼镜妹不出意外的在玩连连看，果然编制内的妹子状态永远是那么的安稳无聊。苏魔稳步上前：美女，我要转职。等一下，眼镜妹下意识抬头，脸上满是惊喜：呀，是你？继而她狐疑的问：你要转职？3转？苏魔点头，面带微笑：给你添麻烦了。啊！眼镜妹放下手机，扶了扶眼镜，震惊不加丝毫掩饰。3天从1转到2转，2转之后不到3天又要3转，开什么玩笑？这样的升级速度，就算是神斗的大家族、大公会的人也做不到。他到底是谁？眼镜妹心底掀起惊涛骇浪，居然能在短时间内调集这么多资源。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搭上线，对自己好处无限。在看苏魔时，眼镜妹子激动了，不自觉微微撇开了腿，瑕疵翩翩。美女。苏魔稍稍提高音量。哦，稍等。
眼镜妹啪啪啪敲击键盘，心也跟着键盘一起突突跳了起来。她甩手递给苏魔一把钥匙，69号，你自己去吧。谢谢。苏魔接过钥匙，转身朝转职屋走去。眼镜妹子眸子发亮，满眼期待，她能明白暗示吗？苏魔走进转职屋，轻车熟路来到悬空平台，开始转职。显示屏投影，姓名苏魔，职业法师，等级60级，判定符合转职条件，是否开始转职？确认。3传任务之一，捐赠类慷慨的法师。任务难度困难。任务简介：伟大的法师从来不吝啬自己的慷慨，向转职台捐赠30件紫色及以上品质的装备。苏魔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捐装备？就这？苏大爷满血满蓝的以为要出去干 boss， 结果来了个捐装备。这感觉就像他前世看过的一则小视频提示，一个美女和7个男人不得不说的故事。结果好色的看客门反锁了，窗帘拉上了，准备好了，结果无良博主放的白雪公主30件紫装，巧得很呐！苏大爷包裹里现在就有，不仅有，还有富余呢。只见他手一抖，将明显是小件、属性垃圾、不怎么值钱的紫装拉了出来。反正只说是紫装，又没要求属性。果然，紫装在转职台上陆续消失。30件后，显示屏自动显示判定3传任务之一，捐赠类慷慨的法师已完成，完成度100%，测评完美。接下来发布第2项任务，3传任务之2，团队类加入工会。任务难度困难。任务简介：脆弱的法师需要队友的保护，需要团队的温暖，请任意选择一个4级或以上的工会加入。沃特法克，苏魔忍不住吐槽，他严重有理由怀疑转职屋在针对他。4级或以上的工会，整个江城就一个蓝旗工会，但蓝旗工会背后是城主府支持的，而苏魔对蓝旗工会的印象很不好。显示屏继续显示3传任务之3，对话类法师的秘密。任务难度简单。任务简介：法师职业的核心之秘，你必须知道的隐秘。提示：返回转职屋获取。温馨提示：请职业者在3天内完成相关任务，过期则认定为失败。密你奶奶个嘴！得知对话任务的尿性之后，苏魔现在满心无语。要是加入工会也就算了，大不了自己厚着脸皮跟阿古丽说想通了，愿意跟兄弟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了。可现在3天，他要去哪找一个4级的工会？又或者捏着鼻子去蓝旗工会领个狗链子，自己套上，告诉人家以后自己就把这里当家了。在他看来，这种简单的任务还不如给他一个噩梦级击杀任务呢。自己一发禁咒过去，简单粗暴，哪像现在这么纠结。苏魔面色阴沉地走出转职屋，迎面看到满脸期待的眼镜妹。帅哥，转职任务领了。怎么了？任务不好做？眼镜妹满脸关切，看到心上人忧心忡忡，她一颗心跟着也紧张起来。没事的，大不了再转呗，有3次机会呢。苏魔眼睛一亮，对啊，机会有3次呢。后面的转职会有影响吗？会有一点属性上的影响，奖励也会小一些，其余的没有。苏魔摇头，那就算了。他已经打定主意，实在不行就去隔壁城市转转，找个靠谱一点的工会挂个名，大一点的工会福利也多一些，各种光环 buff 加成也多。反正自己已经准备弄飞行做齐了，无非是多跑一段路而已。至于打怪升级做任务什么的，还不都是在野外。眼镜妹眼见苏魔不开心，也就没好意思将另外一把钥匙塞给他。白定了。苏魔沉吟着走出转职神殿，心底想着接下来的计划。一个声音忽然响起：苏魔。第35章。苏魔，我是至尊 VIP， 请开始你们的内卷。苏魔。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抬头看时，是一个身穿浅紫长裙、长发飘飘的高挑女生。认出苏魔时，她不顾随从异样眼光，小跑着来到苏魔面前，俏脸微红的打着招呼：嗨，好久不见。于半夏。苏魔摸了摸鼻子，什么好久，这才没几天吧。还有，你这么着急着忙跑来干什么？对于眼前女生来说，苏魔始终觉得奇怪。一直以来她都表现得跟苏魔很熟的样子，害得苏魔在学校没少被人针对。不过现在各自已经毕业转职了，也就不存在这些麻烦了。你这几天都去哪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你。于半夏俏脸微红，微微有些气喘，从旁看上去像极了公主遇上了心爱的王子，欢欣雀跃的奔赴。只可惜这位英俊的王子却不解风情地问他：你找我干什么？于半夏意外，眉眼都是期待。找你组队刷野怪啊？我找到了一个固定组，就差一个法师了，
你来我们一起吧。苏魔挠了挠头，迎面不打笑脸人，更何况自己人家还是好心来找自己组队的，可自己已经3转了，不需要了。再说吧。苏魔丢下这么一句，转身离开。他现在哪有心思跟他掰扯不清，得赶紧想办法找个4级的工会啊！你等等，于半夏就要追上苏魔，那我什么时候找你？明天一起组队好吗？苏魔走得快，心底又有事，压根没听到于半夏说的什么。他答应了。于半夏俏脸带着兴奋，苏魔没说话，就表示他答应了。一旁的随从眼见自家小姐如此，无奈摇头，看来得把今天的事汇报给老爷啊。于半夏得了苏魔的答复，欢快走进转职神殿。看到眼镜妹之后，他声音欢愉：“你好，月姐，我要转职。”哦哟！眼镜妹眼睛眯成一条线，赶紧迎了上来：“半夏，你来转职了，来，姐姐亲自带你去。”谢谢月姐。于半夏礼貌回应，之前在苏魔面前的小女儿姿态全然不见，有的只是客气。眼镜妹一边敲电脑一边问他：“于叔叔身体还好吧？”“还好。我没记错的话，你是8号那天觉醒转职的吧？一个守护职业，5天2转，速度相当快了。”“谢谢月姐。”于半夏不厌其烦的回应，突然想到了什么，低声问道：“月姐，我跟你打听个人可以吗？”“当然行了，谁啊？”“苏魔。”“苏魔？”眼镜妹意外看了于半夏一眼，刚刚3转的那个，你认识？什么？于半夏满脸惊容，5天3转了。转职不成的苏魔决定先把背包里的东西清理一下，再看能不能弄一个飞行坐骑什么的，去凌城看一看。按照眼镜妹子所说，转职任务是有3次机会，但每失败1次就意味着少1次机会，转职后的属性跟奖励也相应会降低。这对于一穷二白的苏魔来说不能接受。话又说回来，他也不是排斥加入工会，只是在江城没有合适的而已。照例还是陶乐购，但是这次接待他的成了2个人，一男一女，都是服务过他的店员，簇拥着把他请进了 VIP 接待室。眼见苏魔再次进店，这2人脸上的笑容要多真诚有多真诚。男的张元负责给他估算装备价值，女的负责给他端茶倒水递果盘。除了没有搓澡敲背大保健，态度方面的直追帝王假日。先生，之前您想要的法师技能书我从其他店带回来了，您要不要看看？苏魔眼睛一亮，法师技能，这可是好东西，多多益善呐，拿来看看。先定买的价，再卖东西，防止被宰。好。男店员礼貌出去，女店员趁机小声对苏魔说了声贵的那本200万的竞价，接着就装作没事人一样在旁边小心陪着。苏魔哑然失笑，原来从进门到现在看到的2人通力合作都是假的，想来是因为苏魔接连出售大额装备，已经引起2人竞争了。内卷好呀，苏魔心道，这样我也不用担心被宰得太狠了。叫张元的男店员很快去而复返，手里捧着几本技能书，2本法师系技能，几本通用系的技能。显然他做够了功课。先生，这本是召唤类法师技能，名为机关傀儡，是一本精品技能书，最多可召唤10个机关傀儡，等级要求比较高，需要50级才能学。他瞥了一眼苏魔，发现对方神色不变，心底震撼起来。作为一名商人，察言观色是职业技能，自然明白这代表的意义。他到50级了，这才几天，苏魔在他心底的地位瞬间往上升了几个台阶。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让何文抢了这位大客户。这本是被动技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也是我们在凌城的分店刚到手的货。苏魔摆手，重点。张元倩然一笑，这本技能名为怒潮涌，2个全是被动，可在施法时附带使用。苏魔终于动容，拿来我看看。好的。怒涛涌，法师类技能书，被动技能，30级可学，可升10级。学习后每次施法附带被动效果。被动1，嗜血狂魔，每次法术攻击时，技能普攻将吸取500分号1000分号的生命值，每升1级将对应提升 0.500分号100分号的生命吸取。被动2，圣言秘法，每次释放技能时有 15% 的几率回复技能消耗法力值的 30%， 冷却90秒。苏魔眼睛一亮，我勒个擦，这技能好。他看向张元，扬了扬手里的技能书。张元会意，先生，看来不用我刚才多此一举了，您是法师，比我们更懂法师技能。这本被动虽然等级要求低，但价格更高，要180万。哦，苏魔眼睛眯起，有意思啊。一旁的女店员瞬间绷不住了，啊了一声。她看向张元的目光像是要吃人。好你个张元，原来防着我呢。显然他被摆了一道，本想在苏魔这边混个好印象的，结果却……苏魔乐得省了20万，又指着另外一本机关傀儡，这个呢，一起多少？
先生，这本便宜一点，但不多，150万，2本打包，320万。好。苏魔点头，给我吧。不急。张元主动抬手，从容微笑。先生，鉴于您在本店的进出交易额巨大，我在刚刚已经跟店长申请，给您升级成为至尊 VIP， 以感谢您对淘乐购的信赖。这样一来，您在本店售卖所有物品将获得 15% 的溢价，购买商品将享受85折。女店员已经彻底傻眼了，她挖墙脚，张元给她来了个釜底抽薪。做官两人内卷，坐收渔利的苏魔咧嘴笑道：“那就多谢了，300万不到的价格，购买2本强力技能书，物超所值。”投桃报李，他也将不需要的紫装、蓝装尽数扔给张元，由他处理，而他则搓了搓手，期待地看着2本技能书，不知道这次能进化成什么禁咒。第36章变形金刚与吸金娘娘。机关傀儡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召唤系禁咒超能机甲。怒潮涌烈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水系禁咒溯源之息。超能机甲主动技能召唤系禁咒。遥远的赛博坦新人失败的试验品，从诞生之日起就失去了自主意识，剩下的唯一本能就是屠戮。作为召唤它的主人，请保持对它的掌控。法力值消耗2万点，冷却5天。看完超能机甲的介绍，苏魔再次陷入一脸懵逼、两眼蒙圈的茫然状态。赛博坦新人的试验品，这是要召唤出个变形金刚？大哥，这是在游戏世界啊，连机器人都出来了，是1个还是7个？继续往下看去，溯源之息被动技能水系禁咒，水系神明的终极祝福，只有在最强大的法神手里才能重现它的光辉。被动1赐福，施法普攻时将获得伤害值 10% 的吸血效果，持续5秒，可与其他同质效果叠加。被动2庇佑，施法普攻时将获得 20% 敌方最高法力值的吸取效果，持续5秒，可与其他同质效果叠加。法力消耗5，冷却5，双吸，吸到对方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看完这个技能之后，苏魔两眼放光，他一瞬间想到了吸金娘娘这个词。溯源之息是第一个带技能具体数值描述的技能，进化前的怒涛涌回血是增长型，但只能抽1次，法力值回复法力消耗的 30%。 对于其他打爆发的法师来说，吸血效果作用不大，法力值的回复也要看脸，用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所以这本法师技能书才能流到市场上。但在苏魔这里就不一样了，进化之后的面板数值看上去都减少了，却都变成了持续性效果。赐福 10% 的吸血效果持续5秒，跟伤害挂钩。天知道他一发技能下去伤害是多少，别说他自己才5、6千的血量了，就是头血牛只剩1丝血，一发禁咒下去他也能抽满了。至于庇佑持续5秒的 20% 法力值抽取则更为变态，任何人在他面前哪怕法抗再高，高到能扛住他的禁咒，在5秒后也只能成为一个无法释放技能的超级兵。对于只能空砍的人，哪怕他是战士，也一样无法瞬秒脆皮职业。而抽取的法力值又能为苏魔释放禁咒提供续航，这就等于拿对方的手打对方的巴掌，爽歪歪。可以说，进化之后的被动虽然没有在属性上增加苏魔的实力，却为苏魔在生存上提供了更强力的保障。最关键的是，这个被动可以跟着普攻一起触发，无消耗还无 CD。这是什么概念？用一句话概括，苏魔更肉也更变态了。要不是他现在急于3转，真想立马找个大冤种试试技能效果。苏魔暗暗点头，满意冲张元点头，这2个技能很适合我，谢谢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感谢您对淘乐购的信任。张元嘴角上扬，有意无意在向女店员何文示威。那这本通用技能书我看看。苏魔大致浏览了一下，都是些回蓝回血的，如果没有溯源之息，他兴许还会心动，可现在自己都有加特林了，还要啥自行车？看到苏魔兴致缺缺，张元也不在意。2本技能书卖出，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提成了。以眼前少年5天2转的实力跟潜力，自己晋级升职都在他身上了。可惜自己是个男人，不然就算现身又有何妨？游戏世界实力为尊，其他皆浮云。要是他性别不卡的那么死，大不了这些装备你也看一下。苏魔开口打断了张元的遐思，也给这位小美女2件吧，在这忙前忙后的。张元虽有些不愿，但看到20-30件紫装，不快瞬间一扫而空，自己的投资果然是对的。而旁边的女店员瞬间看直了眼，心底懊恼不已，上次自己本该给更大的优惠力度的。谢谢您。何文深深弯腰，雪山连绵，一览无余。
张元心底冷笑，这小浪蹄子。呵呵，苏魔感慨，还是至尊 VIP 的待遇好啊，本该付费的项目，眼下都免费了。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飞行技能，或者是飞行坐骑？苏魔自然没忘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飞行技能，飞行坐骑。张元面露难色，微微欠身。先生，飞行技能的稀有度是所有技能书中最高的，因为是全职业通用，又是刚需，所以很难碰到。这种技能书只要出现，就会被大家族或大公会内定了，基本不会出现在市面上，除非能在神都、魔海这样规格的拍卖会才有可能遇到。这样啊，苏魔皱眉，这就比较操蛋了。不过，张元话锋一转，飞行坐骑倒不是很难，如果您对品质不做特定要求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帮您调配。如果运气好的，没准还能遇到品质不错的飞行宠兽，可以饲养进阶。飞行宠兽，现在？苏魔眼睛一亮，好，请随我来。张元从容伸手，辛迪已经把苏魔当成他的衣食父母了，只要苏魔在他这里完成坐骑或者宠兽的交易，他下次的转职就稳了。苏魔跟着张元做了结算，去掉2本技能书，苏魔还到账1200多万。接着两人出了陶乐购，乘坐一辆飞马车往城南而去，留下一脸艳羡的何文跟到店门口，恨恨跺了跺脚。车上不等苏魔发问，张元主动开口，先生，我们这是去城南瑜伽寿行，瑜伽商行跟我们陶乐购有合作，是我们的供货商，里面有各种坐骑宠兽，因为江城地方小，需求量小，所以多以走兽居多，但里面也会常备一些飞行坐骑，甚至特定的飞行宠兽。瑜伽？苏魔挠了挠头，这是于半夏家的产业，不会这妖巧吧？城主府，徐刚战战兢兢地看着去而复返的青龙法师，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虽然他是6转战士，仅与面前的老人差1转，但老人给他的压力却如泰山压顶，令人窒息。白老，你有什么吩咐？给我调取最近2转、3转的职业者的信息。老人淡淡开口，还有昨天晚上日落前后从城东方向进城的人，2相结合，整理好给我。徐刚满心疑惑，但还是点头，是。而青龙法师则眼睛眯起，喃喃道，只能靠这种笨法子去查了。第37章，你就这么跟7转大佬说话的？瑜伽兽行，这是苏魔第一次来这里，对眼前的一幕叹为观止。占地数千亩的兽行里面分为几个区，代步坐骑、助战宠兽，陆地的、水陆两栖的、天上的都有。兽行的情况跟他前世看过的马行差不多。原本苏魔的目标是搞一头骑、战、飞3用的坐骑，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想多了。但凡跟助战沾边的，动辄数千万起，单纯代步的倒是便宜，数百万到上千万的都有。可看过了助战坐骑之后，谁还愿意将就？咬咬牙，宁愿多掏一点，也要买个能助战的。既然都要买骑、战、飞3用的了，还不买个好点的？最好能像朱雀那样的7级巨兽，本身战力就不俗。那么问题来了，钱不够，这让苏魔犯了难。将就的话，立马就能获得坐骑，尽快赶往别的城市去加工会；不将就，那就只能等了。但3转任务肯定要耽搁，这是等不得。先生，有没有遇到您中意的坐骑或者宠兽？苏魔正准备咬牙决定，兽栏里原本闹哄哄的坐骑、宠兽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兽形上空刮起了一阵热风，本就燥热的天气愈发热了。苏魔下意识抬头，眼神一缩，旁边的张元已经低声惊叫起来，是法师协会的青龙法师。苏魔心底也咯噔一声，天机屏蔽不是已经屏蔽了他的窥探吗？但想到昨天听到的传闻，就明白了，整个江城的大佬对他都饼干毕竟的，他要想在江城找个人，那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可他是怎么确定是我的？面对一个7转的法师，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万一这个青龙法师对自己有恶意怎么办？他要是对我出手，我的40万法力值护盾应该能撑住吧？苏魔之前反复研究过，正常的7转法师法爆伤害能达到10万左右，就算眼前这个青龙法师法伤爆炸能够翻他也能扛住。7转法师吟唱最快的也要3秒，如果是卷轴的话，伤害又不够，就算是他的伤害爆表能够瞬秒我也有红装神者之辉免疫必死一击，而我放禁咒不需要吟唱，1秒时间足够了。7转的法师扛不住自己一发禁咒的。确定底牌足够的苏魔恢复从容，只是抬头看着头顶，7级巨兽朱雀在天空盘旋，口中时有火焰吞吐。不等他有别的举动，一个白发青袍老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青袍上的刺绣让苏魔眼神再次一缩。法师协会，龙国法师职业的最高组织，凌驾于工会之上，
也是维护游戏世界内容国阵营的支柱之一。法师协会是所有法师职业者最想加入的组织。苏魔不是没想过能加入法师协会，可他觉醒的技能实在太过奇葩，他担心自己万一暴露了，会不会被切片研究？该狗还得狗。看着突然出现的青龙法师，他下意识用了真视之眼去看老人的实力。姓名：朱贤瑜，职业：元素法王7传，级别305级，生命值100058，力量568436，敏捷400581，法力1182130，攻击力18365，防御12332，战力评估1156星。苏魔倒抽一口凉气，7传305级，100多万的法力值，1100多星的战力，他的血量居然也过了10万，不愧是法师协会的强者，千星战力的面板属性值如此变态。100多万的法力值，要是被我的溯源之流连上，会怎样？苏魔暗暗思索，同时他暗生警惕，只要这位青龙法师有一点不对劲，他立马就一发劲咒套上去再说。苏魔，你好。朱贤瑜开口，老夫朱贤瑜是法师协会的，有些小事想请你帮个忙。老人和颜悦色，目光平静，没有任何异动。然而他内心却掀起惊涛骇浪。虽然知道苏魔3传，他还是忍不住在见到苏魔第一眼时就想查看他的具体情况。然而让他震惊的是，他居然什么也没看到。这感觉跟之前用时光法球探查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撇除苏魔的3转信息，他几乎可以确定这几天接连释放高级法术的正主了。可转职神殿的登录信息也不会出错，转职屋内的转职记录也显示苏魔还在进行3转。昨天在城东见到的模糊身影出现的也是在3转材料副本火焰山附近。正是如此，朱贤瑜才愈发震撼。这震撼比他遇上8转、9转的职业者还要强烈。要知道，他可不是普通的7转法师，而是顶级的传说7转元素法王。以他的实力，居然还看不到一个还没完成3转的小家伙。谁敢信？只有一个解释，这个小家伙绝对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这小子就是……朱贤瑜呼吸急促起来。反观苏魔这边也愣了一下，看朱贤瑜的态度，似乎没城内人疯传的那么可怕。前天那个说城内所有人见到这个青龙法师都不敢吭声，对方更是全程都没怎么说话，都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刀了。这时一声提醒让苏魔瞬间警惕起来，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自动遮掩了。老帮子，当我的面窥探我信息？苏魔心生警惕，老家伙和蔼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吧？他前世可是看过不少抗战片的。残忍的八嘎想要问出八路的所在，一般都会和颜悦色地问老乡，在得知自己想要的情报之后，立马就翻脸八嘎了。苏大爷虽然年纪小，却不是那么好上当受骗的。他压下所有怀疑与警惕，平静道：大佬好，您说笑了，我只是一个小小职业者，有什么能帮您的？拒绝之意十分明显。一旁的张元已经惊得腿肚子都打哆嗦了。大哥，你怎么说话的？人家亲自来找你，你就这么跟一个7转大佬说话的？想死别带我啊！他赶忙碰了碰苏魔，先生，这位可是青龙法师，他找你，少不了你的好处的。苏魔不以为然，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小子，你还太年轻。无妨。朱贤宇摆了摆手，我只是想找小友聊聊，了解一些信息就好。你不用紧张，我没有别的意思。他摊开手，示意自己并无恶意。苏魔皱眉疑惑，只是聊聊。第38章，苏魔，你说的法师协会是正经组织吗？苏魔的戒备，朱贤瑜自然能够感觉到。他看了一眼周围，笑道：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聊吧。继续在这里的话，瑜家的兽行损失就大了。苏魔诧异，这种高高在上的大佬，居然还会在意别人的损失？貌似前天那人说的，就有你不鸟江城一众高层吧？虽然朱贤瑜对他的态度很好，但苏魔还是没有掉以轻心。想麻痹苏大爷，没那么容易的。苏魔瞥向兽行，自己此行的目的还没达到呢。朱贤瑜微微一笑，苏魔小友，听说你要3转了，要不你说说看，看老夫能否帮你，也好让你相信我真的没有恶意。什么？一旁的张元已经震惊到无以复加，不是2转吗？天哪，苏魔到底什么来头，居然能让一个7转法王大佬亲口承诺帮他完成转职？一定得抱紧这个大腿。激动不已的张元连声附和，先生，青龙法王是法师协会的人，他们是守卫龙国的中坚，任何加入其中的人都是有口皆碑。看他样子都恨不得替苏魔答应了。苏魔面带犹豫，不是他信不过法师协会，
是他自己技能太过奇葩了，他不敢冒风险让自己暴露啊。小友，朱贤瑜开口了，其实你也不用紧张，我其实就想知道你的职业的。我的职业？苏魔瞬间警惕起来。朱贤瑜眼睛一亮，果然。他轻轻摇头，微笑道：那你是隐藏职业吗？苏魔沉默不语。事实上5天3转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因为迄今为止，就算是特殊职业都没有在1周以内完成2转的，更不用说3转了。那些在1天或者2、3天内完成转职的，无一不是隐藏职业，这个自己也不用否认。他点头。朱贤瑜兴奋起来，袍袖下的拳头暗暗握紧。即便不是传说那样，一个隐藏职业的法师培养起来，至少也能成为法师协会巨头级别的人物。更何况才3转就能释放威力堪比8转、9转的法术，他未来的成就能有多高？超过会长。更重要的是，苏魔的出身，土生土长的龙国江城人，往上追5代都身世清白，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的人一旦培养起来，对法师协会乃至整个龙国都是一大助力。而自己如果能够推动法师协会更进一步，为龙国添砖加瓦，与有荣焉。想到这里，他在看苏魔时两眼放光。苏魔，你有兴趣加入法师协会吗？啥？苏魔愣了一下，只问了他是不是隐藏职业，接着就邀请他加入法协了。一旁的张元更是震惊到彻底说不出话来。高不可攀的法师协会，什么时候这么好进入了？就算是隐藏职业，也不能这么容易吧？苏魔到底是何方神圣？该不会是法协里某位大佬的私生子吧？无论如何，只要苏魔还在江城出现，我一定要抱紧这条大腿。看到苏魔的神情不像其他人一样兴奋，朱贤瑜不禁纳闷：怎么，你不愿意？苏魔挠了挠头，心思活络起来。3转任务只说让自己找个工会加入，又没说自己加入了不能退出。不管朱贤瑜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哪怕是别有所图，只要自己能进了工会，把3转任务先做了再说。想薅羊毛，苏大爷，先薅你的羊毛再说。转完之后合适呢，就继续待着；不合适就退出。事实上，他也想通了，朱贤瑜要想对他不客气，压根不用自己出面，只需一声令下，自有大把的人出手。这样一来，事情似乎也没自己想的那么糟。愿意就是。苏魔斟酌着用词，怎样既不显得自己前倨后恭，又能让自己尽快完成转职任务。这要是被旁人知道了，肯定要惊掉下巴。人家削减了脑袋，只是想进入法师协会。苏魔倒好，只是想把法师协会当工具人，做任务。说出去谁敢信？定！朱贤瑜邀请你加入法师协会，是否同意 ？What？ 苏魔愣了一下，一脸蒙圈的看着朱贤瑜。这么着急的吗？怎么感觉像是安利组织，巴不得他尽快进门呢？他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个，我能问一句吗？这个法师协会是龙国法师职业者的最高组织吗？他是正经组织吗？朱贤瑜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兽形外又急匆匆赶来一拨人，分别是城主徐刚、于家家主于世良，还有于半夏。朱老！白发于世良脸色涨红，显然是激动所致。青龙法师大驾光临于家兽形，他们的名声真的是要打出去了。徐刚先是冲朱贤瑜行了礼，接着就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苏魔，眉头紧锁。来之前，他这才知道江城出了个法师天才，5天3转了。朱老去而复返的原因，居然也是因为这个苏魔。江城要出真龙了，可惜他居然没提前跟这样一个天才续上香火情。只有于半夏眼里都是苏魔，俏生生喊了一句：苏魔。于世良赶紧回头，以眼神示意于半夏。于半夏这才收敛笑意，乖巧冲朱贤瑜欠身：朱老好。朱贤瑜微微点头，眼神却仍旧盯着苏魔看。怎么，你还要考虑？此时的他心底诧异极了。旁人受邀加入法师协会，无不喜形于色，就连自己当初收到邀请都欢呼雀跃，独独眼前的苏魔却像是顾虑重重。不错，心性沉稳大气是成为巨头的先决条件之一。朱贤瑜在心底评价。考虑什么？徐刚、于世良颇为意外地看向苏魔。朱贤瑜指着旁边的徐刚、于世良，微笑道：如果你只是担心我的身份问题，大可放心。江城城主徐刚、江南商行于行长都在这里，你问他们就可以。啥？徐刚、于世良眼珠子都快瞪了下来。朱老邀请苏魔加入法师协会，什么情况？看苏魔的样子，居然还在怀疑朱老。你见过哪个工会的7转大佬还出来招摇撞骗的？其他人不要说被邀请加入法师协会了，哪怕只是法师协会的一个分部给个试炼机会，只怕都能觉得光宗耀祖了。就连于半夏都吃惊的小嘴张得老大，
悄然挪到苏魔身后，低声提醒苏魔：“他是法师协会的青龙法师。”苏魔这下反应过来，平静点头：“我愿意。”接着他点了同意。他已经打定主意，只要一发现苗头不对，就立马退会。可惜的是，他的想法没人知道，否则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傻眼。法师协会的七转法王大佬亲自发出邀请，不应该是无上荣耀吗？他第一个念头居然是不合适就退会。最过分的是，他的想法并不单纯，顶着法师协会的名头去完成任务。恭喜你加入法师协会！看到这句话之后，苏魔心底立马动了起来，压根没工夫去注意工会频道的一连串信息提示。他看向朱贤瑜，试探着问道：“我能离开一下吗？”第39章，神秘的苏魔。什么？这小子失心疯了不成？朱老专程找你到这里，你居然要离开？徐刚、于世良瞪大眼睛看向苏魔，似要确定他是不是脑筋有问题。放着天大的造化不好好把握，现在居然要离开？天大的事能有眼下的事重要。于半夏已经急到不行，不顾形象的捅咕苏魔后背：“苏魔，你在说什么呀？这可是朱老法师协会的青龙法师，多少人想见他一面都没机会。”就连陶乐购的张元此时也从震撼中恢复过来，着急提醒苏魔：“先生，您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劳。朱老邀请您加入法师协会，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人的一生，这样的机会不多的。”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朱贤瑜居然微笑看向苏魔：“可以，先把你自己的事处理了再说。要不，我跟你一起。”啥？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怎么觉得七转法王朱贤瑜对眼前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子有点舔呢？苏魔微微有些错愕，没想到朱贤瑜这么好说话，看上去他的确没藏什么坏心思。不管了，先转职要紧。该说不说，至少好大一笔车马费省掉了，省下来的钱攒下来去搞飞行战宠，骑单车去会所，该省省，该花花。既然朱贤瑜的好态度，苏魔也报以微笑摇头：“不用，我去转职神殿。”转职？朱贤瑜反应过来：“我带你去吧，这里是城东，有一段距离。”不等苏魔答应，他手腕一挥，取出手杖，在自己身上一点，他周身就像镀了一层金。他又点向苏魔，苏魔心神一紧，要动手了。朱贤瑜一点点道：“所有人都愣住了，没反应。朱贤瑜愣在原地，这怎么可能？居然没作用！自己熟到不能再熟的传送法术，居然对苏魔无效。此时，苏魔也受到了提醒，有人对你施展了控制技能，天机屏蔽自动遮掩了。控制？苏魔反应过来，传送也是控制的一种。他松了口气，暗道自己太过小心了。对方如果想要对付自己，何必费这么大周章？可这样一来，朱贤瑜应该也发现他的异常了吧？一个七转法王，技能对一个二转法师无效，任谁都知道这其中有问题。不过他没想到的是，朱贤瑜却是脸色潮红，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竭力平复自己的激动，看向徐刚、于世良等人，沉声道：“今天的事不许说出去，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去忙吧。”二人满脸错愕：“大佬，我们对你那样，你对我们这样；苏魔对你这样，你却对他那样。”虽然满心疑惑，二人却不敢有任何不满，唯唯诺诺退下。于半夏一走一回顾，脸上挂着担忧。张元也躬身行礼：“朱老，再见。”说完这句话，他恭敬退离。确定朱贤瑜看不到他时，他这才抬头撒丫子离开。赚了！这次出来，不仅知道苏魔是一条大腿，更是跟法协的青龙法师说上话了。回去之后，只要放出消息，店长都得敬他3分。何文那个浪蹄子，看他还敢跟自己抢苏大佬，他也配？众人离开之后，朱贤瑜仔仔细细打量苏魔，那眼神活脱在看一个绝世珍宝。苏魔小友，你……朱贤瑜忽然闭嘴，递给他一个卷轴，飞行卷轴，放心用吧，我在转职神殿等你。顿了顿，他又加了一句：“管你职业的特殊，不要对任何提起，就算我忍不住问你了，你也不要告诉我。”苏魔意外，这是什么意思？朱贤瑜使劲摇了摇脑袋，像是将什么不该有的想法甩掉。我在转职神殿等着你，一切等你转职完成之后再说。说着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坐着朱雀离开了。朱贤瑜的话让苏魔陷入沉思，自己的职业像是触碰到了什么秘密，连他问我都不要说，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苏魔也摇了摇头，检验了一下手里的飞行卷轴，没发现什么问题。略作犹豫之后，他激活卷轴，身子一扭，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然是在转职神殿门口了。朱贤瑜一身青袍，早在门口等候，就是不知道朱雀哪去了。朱老，苏魔客气称呼，至少到目前，朱贤瑜没有对他做出任何过分举动，
反倒是无意间促成了3转。朱贤瑜神情苏磨，眼睛里有竭力压制的激动，摆手道：“没事，你先转职再说。”好。苏磨点头，快步走向转职屋。朱贤瑜暗暗攥拳。就在来的路上，他已经与法协会长取得了联系。会长给他的指示很简单：保密，一切都由朱贤瑜相机行事，一应所需，尽管开口。熟知会长做事风格的朱贤瑜内心激动不已。看来传说的法神回归了。苏磨，有极大的可能是某位法神大佬的转世。除了法神转世，没有什么能解释苏磨在2转时就能释放高级法术。只要苏磨真正成长起来，再次登临绝巅，就能解开龙国众多神级强者消失的真相。朱贤瑜期待地看向转职神殿，似看到了无尽的希望。转职屋内，苏磨正在将手放在水晶掌印中，显示屏再次投影。3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中途撒手视作认证失败。您的身份是苏磨，60级法师，是否确认？确认。判定。3转任务之一，慷慨的法师已完成，完成度100%。测评完美。3转任务之2，加入工会已完成，完成度100%。测评完美。2转任务之3，法师之秘进行中，完成度默认100%。苏磨叹了口气，又要看视频了。果不其然，又是一连串蓝星与游戏世界重合的开口，接着是众多职业者的出现原因，而后才是法师职业的诞生。看情况，这所谓的对话类任务是需要自己看一个系列的纪录片或连续剧。视频内，职业者的划分并不像现在这么多。游戏世界刚投影到蓝星时，只开发了法师类、战士类跟射手类3大职业。当时的法师爆发、控制、血量等数据全面碾压现在。法师职业者像是集合了法师、守护跟部分刺客职业者的特性。然而随着新资料片的推进，3大职业被细分融合，更多的职业被冥冥中的无上存在开放，整个蓝星世界变得生机勃勃。法师开始分为元素法师、亡灵法师、炫纹法师、召唤法师等等。看到这里，苏磨只觉无趣。这些内容他在学校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然而一句话突然出现：但自游戏世界降临以来，有一种法师职业极其特殊，具备唯一性，竞技法师。苏磨瞬间头皮发麻，因为这句话不是显示屏投影的，而是直接投在他的属性面板上的。第40章3转法神，实力翻倍增长。苏磨还沉浸在最后一句话的震撼之中，转职却在继续，似乎根本没有关于这句话的任何解释。3转法师认证中，独条、光照、鸟语花香、云霄雨霁。苏磨恍然有种坠入云端的感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冲刺感让他沉沦其中。这次持续的时间似乎比2转的时候要多么一丢丢，而且不像上次自己意犹未尽时骤然醒来，这次犹有余味，与前2天的帝王域颇为相像。苏磨淡淡睁开眼，看了一眼属性面板，各方面的数据都发生质的飞跃。姓名苏磨，职业法神竞技法师3转，级别62级，生命值10008加900160900160，力量1118，敏捷1336，法力450080450080，攻击力2052，防御2521，战力评估58星。主动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视之眼、万有引力、光明灵视、超能机甲、巫妖指、锋刃术。被动法师之源、天机屏蔽、溯源之息。面板属性增长这么多，苏磨忍不住惊呼。按照他的预计，力量、敏捷能过1000就算正常，没想到却双双来到1100以上。3转的法师除了个别法坦血量能过万，其他的应该只有7、8千，结果他的血量也过了万。更恐怖的是，自己的法力值照理说只有30万多一点的，现在却达到了恐怖的45万，对应的双倍法力值护盾也达90万，即将迈过100万大关。这个厚度，只要不是禁咒，他有信心升扛7转强者的一发技能。当然，想归想，该狗还得狗，一浪毁所有。撇去法力值不说，苏磨的面板属性绝对远超3转职业者，就算是4转，应该也在中上游。算上法力值跟双倍护盾的话，绝无仅有，只此一家。这还是苏磨身上到现在还穿着几件1级的破烂，真要是弄一身极品装备，他的属性还能更上一层楼。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升级太快，搞极品装太浪费，真要弄的话，也得4转或者5转以后。至于职业，再次发生变化，从准神竞技法师变成了法神竞技法师，这是转正吗？不仅如此，
它的属性面板颜色也全体由红转成变色了。看着翻倍还有盈余的属性，苏魔颇为满意。属性增长这么多，他自然要看看原因。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是法师协会的工会加成 buff。您在法师协会的评级为1级，最高10级将享受法师协会如下祝福：法师协会的祝福1，法力值上限正 50%； 法师协会的祝福2，气血值上限正 20%； 法师协会的祝福3，敏捷值正 15%； 法师协会的祝福4，力量值正 15%； 法师协会的祝福5，法力值回复速度正 50%； 法师协会的祝福6，击杀野怪掉宝率正 30%； 法师协会的祝福10，击杀野怪经验获取正 50%； 法师协会的祝福11，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20%。 会员可通过工会任务、贡献、建筑、工会守护等提高自身等级，获得更高级别祝福。看完法师协会的 buff 加成，苏魔的心狠狠抽了一下。自己在法师协会才区1级，结果就获得了近20种 buff 加持。最突出的莫过于法力值上限正 50% 跟 20% 的冷却缩减，增加法力值的同时，技能冷却也变得更短了。结合神者之辉的20冷却，他现在已经叠加了 40% 的技能冷却。最长5天冷却的超能机甲等技能现在变成了3天就可以释放一次了。还有一项让他极为意外的属性加成，击杀野怪掉宝率正 30%。 仅仅这一个属性就让他意识到低级工会跟顶尖工会的巨大差异了。兄弟盟的掉宝率加成才 15%， 他现在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想进法师协会了。1级的属性加成就恐怖如斯，那往上的3级、4级、5级呢？还有最高的10级呢？真香啊！苏魔打定主意，出去之后只要老猪提的要求不过分，他都努力留在法师协会。至于退出什么的，谁还没个年少轻狂不更事的时候？确定了自己属性加成原因，他继续看向自己3转新觉醒的2个技能巫妖指跟风刃术。他也懒得看技能介绍，反正最后都会变成禁咒。3、2、1，叮咚！苏魔心底默念，看向技能面板，果然巫妖指变成了死亡意指，风刃术变成了大风灾湮灭。死亡意指主动技能单体亡灵系禁咒，来自冥府亡灵的裁决，动动手指即定生死。死亡意指伤害为绝对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无法净化，无法磨免，伤害值为缺失气血值 x 1.5 倍，法力值消耗1万，冷却3天。乍看到这个技能，苏魔有点小兴奋，自己终于遇到一个主动的单体技能了。再看伤害计算，他简直要欢呼了。伤害值无法被磨免、净化，伤害又是跟已损失血量挂钩。乍看上去没什么，但仔细算下来就恐怖了。虽然他的伤害是禁咒，刷野怪也是一发禁咒洗图，但那是现在他还没打过野外 BOSS 或者世界 BOSS。那些野怪的血量动辄数十亿甚至上万亿，就算是禁咒，可能也需要好几发。这还不算被免疫掉、净化掉的伤害。而死亡意指这个机制触发的就有意思了，只要目标气血损失 40%， 剩下的 60% 他可以一刀带走。简而言之，这个技能对于职业者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苏魔其他任何一发技能都可以搞定，但对 BOSS 有奇效。至于大风灾湮灭，则是一个粗暴至极的区域性主动技能。大风灾湮灭主动技能风系禁咒，让风湮灭一切吧。在目标区域释放该技能，将获得一个持续3小时的湮灭法阵，任何进入其中的生灵都将被湮灭进入虚无。法力值消耗2万，冷却5天。看了这个技能，苏魔感叹，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没有伤害描述，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满满的恶意。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描述越简单的禁咒效果越暴力。这一点是他释放4次禁咒之后得出的切实感受。感受自己全方位变强的苏魔心底踏实不少。现在就算出去，他也不怕朱咸鱼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了。禁咒在手，底气就有。该出去了。苏魔低语，看看他为什么对我这么上心。第41章，苏魔，你要带我飞？苏魔正准备离开转职屋，显示屏上再次投字。恭喜你，伟大的法师，鉴于你的任务完成度皆为完美，现为你发放奖励。奖励？苏魔眼睛一亮，这次又是什么好东西？红装？法王之握紫，类别护腕，等级要求60级，属性法力值加100，技能伤害正 20%， 法力值回复120点每秒，耐久度320，附带效果法王之手，释放技能时有 5% 几率进入掌控状态，可将目标单位禁锢在原地。
禁锢期间，目标单位无法移动，无法释放技能，只能普通攻击。苏魔有些失望，到底不是地狱难度的任务啊！再看看二转奖励的神者之辉，新奖励的装备差的不止一星半点，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可再看自己身上原来的护腕，这个护腕还是很香的，就是这个法王之手的触发几率有些蛋疼。放在其他法师身上估计要惊呼神技，可在苏魔跟前就是鸡肋啊！他放技能的次数并不多，但上面的法力值还是不错的，果断换上。对了，还有刷碧玺水潭豹的极品紫装，苏魔一拍脑袋，果断换上。如此一来，他身上就只有鞋子还是一级紫装了。再看面板属性，战力什么的没有加成，但法力值上涨到了46万多，护盾也相应上涨。在他沉浸在自己属性暴涨中时，显示屏再次显字：3转成功，主线任务开启。主线任务，苏魔了然。接下来的升级转职，除了常规的打怪以外，还需要做主线任务。主线任务会从升级导航、任务导航、任务、主线任务获得。每个职业者的职业任务不同，甚至相同职业的任务也会有难度上的差别。与转职任务一样，主线任务也从简单到地狱分为几个难度。主线任务的奖励都是套装部件，套装的品质高低就取决于这个难度，难度越高，套装品质也就越高。主线任务是拦住很多职业者转职脚步的又一大关卡，但愿都是击杀类任务。苏魔喃喃自语，经过2转、3转的他也算是职业老鸟了。别人谈之色变的击杀、收集类任务对他来说简单至极，无非是一发禁咒的事。真要一发解决不了，那就2发。反正技能面板上的禁咒也有盈余，有的到现在还没破首发呢。对苏魔来说，能用暴力解决的事都不是事。至于其他的任务，真的是一言难尽啊。苏魔走出转职屋，交还了钥匙。眼镜妹在看他时已经满眼热切。瑜伽千金的心头好，法王大佬亲自侯门，5天3转，种种迹象表明，眼前的年轻帅哥即将一飞冲天。自己再不把握机会跟他有些关系，悔之晚矣。退一步讲，就算苏魔拔根无情，拍屁股走人了，他也不亏。这么帅的人放在城里那些富婆阔太跟前，还要包个大大红包呢。怎么看自己都是赚的。所以他在接钥匙的时候手心向上，又往苏魔手里塞了一张房卡。苏魔正在想着朱贤瑜的事，没有意识到手里多了样东西。等到察觉时，已经走到门口，卡也在手上了。眼镜妹子显然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激动的两眼放光，腿不自觉的又分了分。WTF！ 苏魔暗自咒骂，自己可是个正经人，给我房卡干什么？还如家？哥都去的帝王假日好吗？包吃包住包早餐，不比如家强。他转身就要往回去，把卡还给眼镜妹。好好转个职，别被人当成小偷就不好了。再说了，丢了房卡，妹子得多着急啊。苏魔，没想到朱贤瑜阔步走了过来，脸上满是笑意，转职成功了。苏魔点头，从对方的眼神中，他看到了真诚的喜悦。你这是？朱贤瑜看向苏魔手中，神色古怪，似没想到苏魔这么狠，趁着转职的功夫还得约妹。哎，年轻人就是好啊。苏魔老脸一红，朱老，您别误会，不是你。不料朱贤瑜摆手打断他，捋须微笑，不用解释，年轻人吗？我懂，谁还没个年轻过？放心吧，法师协会对会员的私生活是不做过多干涉的，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工会制度，你做什么是你的自由。苏魔眼睛一亮，他从中听出了别的信息。听上去，法师协会不仅正经，还很开明。朱贤瑜人老成精，自然循着苏魔的神色变化，猜出他的心思，大笑道：再说了，法门法师职业如此强势，受人推崇尊敬，怎么了？年少轻狂，风流肆意，这才符合我们法师的做派吗？法师不潇洒风流，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还不如去做个猥琐的守护呢。嘿，原本苏魔还怀疑朱贤瑜别有用心的，现在听他这么说，反倒更相信他对自己真的没有恶意了。看他谈论法师潇洒的时候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分明也是真性情的人。这样一来，他就放心了，主动问了一个问题：朱老，能否告诉我，你在这等我到底想做什么的？做什么？朱贤瑜摇头笑道：不做什么呀。不做什么？苏魔疑惑了，不做什么？你在这等我干嘛？朱贤瑜微微笑道：你现在是法师协会的人了，作为你的入会推荐人，我有责任跟义务护你一段，带你至少完成1次转职任务。啊！苏魔诧异，带我转职？他心底原本放松的警惕再次升起，老朱不会是想趁这机会探探我的底吧？他对我还是不放心。朱贤瑜这次没有意识到苏魔真正差异所在，以为苏魔是惊讶于自己要带他转职。
他微笑道：“不用诧异，这是法师协会的传统。每个法协会员一旦推荐新人进入法协，都要承担起最初的指引与帮助责任。当然，一旦你完成一次转职，我在法协内部也会获得相应的贡献度。贡献度在我们法协可是能兑换很多好东西的。作为前辈，苏魔，我希望你也能秉承这一传统，将来为法协推荐更多的人，让法协越来越强大。”原来是这样，苏魔松了一口气。按照朱贤宇所说，法师协会代代相传，新老帮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再加上工会贡献度的奖励，更能保证协会内部和谐互助。看来法协能成为龙国顶尖工会组织，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朱贤瑜带他升级的话，自己岂不是要暴露技能？朱贤瑜继续道：“有我在，你不用担心升级慢，到时候我让小红把野怪驱赶在一起，你象征性平 A 2下，占个仇恨就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啊！苏魔眼睛大亮，听朱贤瑜的口气，这是要带他飞？这感情好！体会过躺平的苏魔怎会拒绝这样好事？他果断喜笑颜开，诚心道：“谢谢朱老。”朱贤瑜自然感受到苏魔诚意，捋须而笑：“走吧。”走。苏魔愣了一下，反应过来：“等一下，等一下，我去把房卡还回去。”朱贤瑜愣了一下，瞥了一眼前台的眼镜妹子，反应过来，他愈发惊奇，这小丫头片子身材有料，长得也不错，主动投怀送抱，你还不要？苏魔挠了挠头，不花钱的，后面可能会比较麻烦。朱贤瑜愣了一下，继而瞪大眼睛，似终于想明白了什么。他冲苏魔竖了个大拇指，通透，真是后生可畏啊。第42章，他在安利我。苏魔去还房卡时，眼镜妹子一脸幽怨，那眼神分明是在看一个薄情郎负心汉，这愈发坚定了苏魔还卡的正确性。此时朱贤瑜已经换来了朱雀，要载他去做主线任务，帮他到4转。眼镜妹的哀怨眼神，他自然也看在眼里，感叹一声：“哎，老夫年轻时也有不输你的英俊脸庞，负了多少倚门而立的绝色姑娘，真是让人唏嘘啊。”苏魔，朱雀呼啸而来，在转职神殿上空盘旋而下，周围的温度再次高了起来。怎么这么热？天哪，你们看，是朱雀，他要干什么？不会攻击我们吧？快跑！人群中泛起一阵慌乱，朱贤宇法杖一抬，淡淡说道：“不用担心，朱雀并不伤人。”反观苏魔，只是抬头看着朱雀，神色从容，毫无惧色。心性不错，朱贤瑜暗暗评价。苏魔暗暗啧舌，真视之眼看了过去。朱雀异种，圣兽，种族凤鸟族，等级300级，生命值8亿8亿，力量702658，敏捷81051，法力值923590，防御603669，技能烈焰焚天，业火焚身，圣兽觉醒，法兽同源。战力评价1001星。简介：上古神兽朱雀遗留在世间的一种浴火重生的远古图腾，因为莫名的原因，它能给世人的唯有无尽的火焰。乖乖，苏魔心下震动，朱贤瑜不愧是7转法王，自身是1100多星战力的法师，做其朱雀的战力居然也上千。当然最让他羡慕的是朱雀60多万的防御跟8亿多的血量，如果自己的禁咒再加上这个血量，那还了得。走吧，朱贤瑜提醒：“我带你。”哦，好。苏魔走向朱雀，哪知道不等苏魔向前，朱雀已经扇动巨大翅膀落向苏魔。这……苏某皱眉，本能就要抬手放禁咒。小红，朱贤瑜吃了一惊，大声呼喊：“苏魔，躲！”让两人都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朱雀一个盘旋落在苏魔身边，收拢翅膀围着苏魔跑了一圈，同时探出巨大头颅吸气，似在确定苏魔的气息。隆隆隆，地面被朱雀踏出响声，再次引起旁人一阵惊慌。这是……朱贤瑜心神狂跳。朱雀是他的坐骑，他最清楚。朱雀是一头标准的法师属性坐骑，天生亲近法术元素。除了自小认主外，只有天生与法术元素亲近之人才会获得他的青睐。苏魔他……朱贤瑜立马闭嘴，想起老师的交代，一定要保密，生生闭嘴。但他心底却狂喜不已，自己这次为法师协会捡到宝了。朱贤瑜压下震惊，面上不动声色，带着苏魔坐上了朱雀后背。啾！朱雀振翅高飞，明显十分兴奋。朱贤瑜心底此时像猫抓一样，却生生忍住不问。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让苏魔对法师协会产生认同感，让他自愿留在法师协会。这样的天才放在任何一个工会都会受到倾力栽培跟资源倾斜的。我先带你升级，4转的材料先放一边，这种东西花点钱在哪都能买到。
苏魔想到自己打3转材料的艰辛，到了朱贤瑜这里却是在哪都能买到。不等苏魔反应过来，面板上一声提醒响了起来。叮！朱贤瑜邀请你加入队伍，是否同意？进队，先升级4转。朱贤瑜微笑道：“等下见到野怪后，先把工会的10倍经验服用了。10倍经验服？你不知道？”朱贤瑜无语了，果然与众不同啊！他趁此机会给苏魔安利法师协会。法师协会因为是9级工会，经验加成起始加成就是 50%， 每天会有双倍经验符，每周会有5倍经验符，每月会有10倍经验符，时效都是3小时。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好处，你应该能看到。苏魔当真打开工会界面，开始查看。朱贤瑜则趁机继续安利，法师协会作为龙国最高级的工会之一，福利却是其他工会无法比的。具体的福利跟你的评级有关，评级从1到10依次增高，到了8级以后，就可以自动获取长老席位，参与法协的日常运作管理。9级可以升任堂主，或者在常驻城市建立分部工会，与法协结盟。10级为1，只有会长。苏魔有些感叹，他之前还想着能不能成为法协的10级会员呢，没想到只有1个。朱老，评级怎么提升？跟实力挂钩吗？不是工会的贡献度。朱贤宇解释，只要你的工会贡献度达到设定等级，会自动帮你升级。再或者，你对工会有重大贡献，经过半数以上的堂主以上的人同意，也可以升级。当然，会长拥有1票否决权。苏魔摸了摸鼻子，对工会有重大贡献，那不得暴露自己底牌，还是稳扎稳打的好。朱贤瑜不知道苏魔所想，继续解释，贡献度获取的方式有很多，工会任务、建设、工会守卫战等等。像我推荐你入工会，帮你成功晋升1阶，也算贡献度的。贡献度除了可以让你进阶，获得更多的属性加成跟福利，还可以在工会商店兑换东西。你看看。苏魔果然照做，找到工会商店，点开一看，倒抽一口凉气。乖乖，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映入眼帘的是无数道色彩各异的光芒，紫装、金色套装，甚至红装、暗金套装都有。这些东西在交易行，甚至是拍卖行都绝对见不到。甚至张元说的飞行技能书、飞行战宠都有。至于法师技能书，作为法师协会最不缺的就是法师技能书。苏魔看着那一个个技能书，眼睛大放光芒，就像看着一道道禁咒。工会商店里每一种道具、技能书下面都有兑换所需的贡献度，可以说贡献度就是工会商店的通用货币，蓝星币在这都不好使。朱贤瑜继续开口，贡献度的好处不止于此，你除了能在工会仓库里兑换想要的道具跟东西，还可以以贡献度划转的方式请工会内其他人出手，比如说转职时需要组队刷怪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啊，苏魔眼睛眨了眨，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呀，自己竞争那么多，用得着组队刷？不过他也看出来了，朱贤瑜在极力告诉他法师协会的好处，再给他安利。不等他开口，朱贤瑜忽然提醒，好了，就这里吧。苏魔看向下方，涌泉雪山3转4转练级区，等级要求60-120级，第43章。3转刚结束，又要4转了，你先在这等着。朱贤瑜让朱雀在涌泉雪山练级区落下，示意苏魔先让小猪聚拢怪物，然后你攻击一次，占个仇恨。已经有过一次躺平经验的苏魔自然知道该怎么做，找块地方坐下。朱贤瑜对着朱雀一通低语，朱雀兴奋振翅离去。他看苏魔表现，满意点头。寻常人谁敢在自己面前如此随意？别说让自己带他们升级了，就算是跟他们说句话，一个个不得诚惶诚恐，敬若神明的模样。心性谨慎沉稳，行事端庄大气，最重要的是与我年轻时的翩翩风度不相上下。现在他看苏魔是越看越欢喜。好了。朱贤瑜看着呼啸而来的朱雀，苏魔来了。苏魔起身，看着面前被聚拢而来的乌压压一大群野怪，头皮发麻。显然涌泉雪山的野怪很多，等级更高，有变异的怪物、首领，甚至有相当于副本 BOSS 级别的，有些怪物的战力甚至过了100星。这要是换了其他职业者，别说3转的了，就算是4转、5转的也顶不住这么强的野怪。这一点从野怪见到苏魔跟朱贤瑜之后露出嗜血的凶光就能看出一二。野怪前簇后拥，兽头攒动，闹哄哄的，十分聒噪。放眼望去，各种等级的都有，金纹巨齿虎、精英、种族、兽族，等级98级，血量1200000，1200000，技能猛虎咆哮、虎爪裂、大地重力、山崩地裂，
战力评价90星，骨雕精英，种族禽鸟族，等级110级，血量1550000，1550000，技能疾风狂击，羽翼之刃，割裂之伤，猩红狂化，战力评价101星。苏魔暗自点头，这也亏了自己3转过了60级，没有等级限制，不然这么多高级的野怪就浪费了。他举起法杖想了想，释放了一道光明灵视，这个技能只是起到回蓝、回血以及破影的作用，没有多大副作用。再加上诛仙鱼摆明了是要朱雀帮他刷级，没有法力跟气血上的消耗，也就察觉不出异状。光明灵视这几个被动加到朱雀身上，就会默认他的伤害是在自己的帮助下完成的，这样所有的野怪死亡他都能分到经验，不然他就只能挨个野怪凭 A 战仇恨，那得到什么时候？这是他目前唯一能想到的折中办法了。都是输出爆炸的禁咒，难搞。要不是有诛仙鱼在这里，这么大一群，自己一发禁咒下去，整个世界都清净了。但眼下他必须得忍着，作为男人，即便再想也得忍着。苏魔使出光明灵视后，诛仙鱼茫然地看了苏魔一眼，一连串的问号在他心头升起。什么情况？他施法了？没有吟唱，没有前摇，他释放的是一个通用技能，没有伤害。他这是要干什么？然而下一刻他就愣住了，因为苏魔挥舞了法杖之后，只是随意平 A 了一下，就转脸看向朱贤鱼。朱老，好了，好了。朱贤鱼将信将疑，但还是示意朱雀动手。朱雀一声长啸，飞上半空，张口一道火焰吐下。呼！朱雀化身火山，喷发一道粗壮的火龙倾泻而下，目之所及，周围化作火海汪洋。-6562-663，-9102022，-7832159，-88215，-8210059，-82100朱雀不愧是圣兽，7级巨兽的火焰伤害根本不是下方的野怪能够承受的。成串的飘红伤害数值不断冒出，死掉的野怪变成了一串串经验直朝苏魔涌去。你与队友诛仙鱼通力合作，击杀了金纹巨齿虎，获得经验79000点。你与队友诛仙鱼通力合作，击杀了骨雕，获得经验88000点。你与队友诛仙鱼通力合作，击杀了暴风雪狼，获得经验92000点。诛仙鱼看着不断朝苏魔汇涌而去的经验，眼睛一亮。他没想到苏魔用这么快的方法就拉满了仇恨，这小子脑袋够聪明的。诛仙鱼默默评价，同时他也默默期待苏魔成长起来后到底能达到什么高度。此时苏魔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上经验值不断攀升，等级也在快速上涨。您升级了，获得了1点属性点。您升级了，获得了1点属性点。您升级了，获得了1点属性点。很快他来到了3转的满级90级。呼！苏魔呼出一口气，冲诛仙鱼欠身点头，谢谢朱老。跟做梦一样，早上醒来还是2转，现在才刚过午后，他就要4转了。从觉醒到90级4转，前后不过1个星期，这个速度谁敢信？其他人别说4转了，只怕3转都费劲。就连诛仙鱼此时也颇为满意。像他这种带着新入会的人升级的，工会不是没有，但像苏魔这么快就要4转的，却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个。这个速度放到工会里也将是一个记录，相应的他获得的贡献度也会很高。好了，既然你已经90级了，我带你去收集一下4转任务的材料，交了之后就可以做主线任务了。好，苏魔也不矫情，跟着诛仙鱼就近去了灵城。灵城比江城大了数倍不止，材料、商品显然更为充足，再加上诛仙鱼的7转法王身份，4转材料很快备齐。从进城到出城前后不过1个小时。灵城交易行品类之丰富，让苏魔暗暗心动。要不是担心暴露秘密，苏魔说不得要留下来好好淘一淘，看能否弄到几本不错的技能书。只是诛仙鱼显然比他更着急4转，只得作罢。两人来去匆匆，骑着朱雀返回江城。返回途中，诛仙鱼尽心尽职，继续对苏魔传授经验。4转开始，除了搜集材料外，每一转都会增加难度。4转是主线任务，不出意外的话会涉及击杀秘境 BOSS。5转、6转依次类推，越往后越难。我会帮你把4转的任务做完，然后就要回一趟总部，麻烦朱老了。苏魔由衷称谢。两人认识到现在，时间虽然不长，可他却从诛仙鱼身上真切感受到了那种长辈对晚辈关怀，更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团队传统与信誉之上的使命感。虽然这里面有诛仙鱼安利的成分，但苏魔也开始认可诛仙鱼跟法师协会了。第44章，苏魔麻了，老子4转，你给7转强度的任务。4转的主线任务与游戏世界的隐秘有关。诛仙鱼在路上给苏魔恶补4转要点，一直以来
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游戏世界为什么会降临蓝星。通过多年的研究，诸多顶级职业者认为，每一个职业者的主线任务都是一条线索。当足够多的线索被找到，游戏世界的版本就会更新。如果线索累积到一定程度，游戏世界就会进行新的资料片更新。每一次资料片的更新，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这一点，相信你在转职神殿里应该看到过。苏魔点头，就像游戏世界刚降临时，职业者被分为大3类一样。后来，随着资料片的更新，更多装备、职业、技能的解锁，蓝星与游戏世界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强。所以4转开始，主线任务会接连发布10次，每次必须完成才能转职。朱贤瑜看向苏魔，职业任务会根据你的职业强度来分配任务难度，职业越强，难度越高。你是隐藏职业，强度不用怀疑。苏魔挠了挠头，自己的职业确实有一点强。朱贤瑜满意点头，从苏魔的反应，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很好，职业强度越高越好。他微笑道，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说了会帮你完成4转，也让你了解自己的职业强度上限究竟在哪里。朱老，不用，我自己可以尝试完成的。哦，朱贤瑜眉头微皱，重新审视苏魔，是他的职业没那么强，还是苏魔另有底牌？眼见苏魔没有应承，他也没再坚持。也好，你试试也行。对了，主线任务困难也有好处。好处？每完成一次主线任务就能获得一点天赋，4转一旦成功，这些天赋点就可以派上用场。苏魔眼睛一亮，老师跟我们说过，4转是一道分水岭，领悟的新天赋能够再次影响职业高度。看来你学习不错。朱贤宇点头，去吧，4转以后，你的转职就不受这点限制了。好。苏魔阔步走向转职神殿，眼镜妹大喜过望，他反悔了吗？果然，老娘还是有吸引力的。你好，我来转职。啊，帅哥，你是来找……你说什么？转职？眼镜妹子语无伦次，猛然瞪大眼睛。你上午不是刚……他看向苏魔，想要从他目光看出什么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人能在1周之内连续4转，而且还是同一天上下午进行3、4转。不要说小小江城了，就连神都也没听说过。他一定是找个理由来跟我套近乎的。眼镜妹子十分笃定，哼，男人想约我就说啊，我很好约的，一约就能约到。苏魔被眼镜妹热忱的目光盯得发毛，嗨嗨2声，伸手敲了敲前台提醒，那个我要转职。咚咚，眼镜妹的心跟着桌子一起咚咚跳了起来，她脸上泛起不健康的红晕。哟，她着急了，看来是出去一趟就想通了。美女，苏魔提高了音量，我要转职啊！沉浸在幸福幻想中的眼镜妹终于被惊醒，认真看着苏魔，你说的是真的？你4转了？好。眼镜妹终于意识到事实了，不自觉地抹撒2腿，低头不敢去看苏魔，快速在电脑上啪啪啪敲击，又是一阵慌乱。给66号，谢谢。苏魔拿着钥匙走了进去，熟悉的转职屋，熟悉的转职台。4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您的身份是苏魔，90级法师，是否确认？确认。检测认定条件合格，现为您发布主线任务。任务：法神战1，阶段1，难度地狱。介绍：东海深处有杜朔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桃树上有神人2，一为神荼，一为玉垒。2人共守桃树下冥府门户。冥府通道中有鬼气珠，请取回1枚。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赋点。时间限制3天。苏魔看着主线任务，陷入沉思。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课堂上老师曾经说过，游戏世界在蓝星的绝大多数副本秘境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个别底蕴深厚的国度各自拥有一些与本国历史、神话挂钩的，至少都是传说级别的。这种副本没有7转及以上的带队，连门都进不了。苏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才刚4转啊，就给他传说难度的副本。最操蛋的是时间限制在3天内，没这个限制的话，他说什么也能办了。可是加上时间限制就很难受了，自己没有飞行坐骑，没有飞行技能，传送的钱也不够，这是存心让他卡在4转。刚才朱老说要帮他就该应下的，现在好了，出去怎么开口？他怀着沉重的心走出转职神殿，连眼睛妹子含情脉脉的注视都无视了。朱贤瑜再次迎了上来，主动开口，怎么样，主线任务是什么？一阶段呢？苏魔挠挠头，是装备打造。装备打造？朱贤瑜眼睛大亮，捻须而笑，很好，由转职神殿发布的主线任务打造出的装备与职业者最是契合，想来任务难度不低了。说说看，
是什么任务？显然，苏魔的主线任务已经达到了他的预期。苏魔难为情开口，是去杜朔山收集一枚鬼气珠，时间限制是3天。什么？朱贤宇眼睛瞪大，你再说一遍。苏魔心底隐隐生出不妙，他头一次见到朱贤宇如此不淡定，但还是老实说道：杜朔山鬼气珠3天，这怎么可能？朱贤宇满脸不可思议，自顾自喃喃：你的职业？不，他用力晃了晃脑袋，明显是不想再提苏魔的职业。这不合理啊！4转给你的副本，居然是我7转时候的。朱贤宇来回踱步，似在思索如何解决。3天，杜朔山，这怎么可能？在里面刷怪都需不止3天。耳尖的苏魔瞬间骂了：啥玩意？老子4转，你给7转强度的任务？第45章，苏魔无语了，朱贤宇崩溃了。朱贤宇在原地自言自语了好一会，仍旧有些怀疑的看向苏魔：你的1阶段任务要的确定是鬼气珠？是鬼气珠。苏魔心底不妙的感觉更甚，他从朱贤宇的语气中听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来。朱贤宇又问：3天内必须完成？苏魔硬着头皮问：这个副本很难过？是有一点，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鬼气珠不好报，是一种传说材料。苏魔眼皮狂跳，老天，大爷我造了什么孽？才4转你给我这么难的任务？这不是地狱难度，这压根就不想让我过呀。他想了想，无奈道：要不直接等3天吧，默认失败，重新领。不行。朱贤宇摆手，态度坚决：失败是小，但会影响你任务完成度的评定，也会影响你最终天赋点的获取。取消一次扣1点，更会直接影响你感悟的新天赋。可是，苏魔面露难色。朱贤宇果断摇头：没有可是，我既然说了要帮你晋升1阶，就一定得做到。你的任务越难，越说明你的潜力巨大。而且作为法协会员，如果连4转都无法给你帮助，还如何让人信服？话再说回来，你的成就越高，对法协乃至龙国将来获得的回报也都越高。苏魔大受震动，他从朱贤宇的话里分明感受到了浓浓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朱贤宇叮嘱苏魔，转身离开。接着他施展一道屏蔽法术，撕开一道卷轴，卷轴上一个身材魁梧、络腮胡子的硬汉显现。他五官硬朗，鼻子挺阔，穿一件紧身体恤，上半身肌肉分明，不输狂暴战士。朱贤宇欠身：会长，我需要您的帮助。法师协会会长。硬汉声音浑厚，富有磁性。怎么了？是转职的事。朱贤宇明显在谨慎措辞：我需要一颗鬼气珠。鬼气珠？硬汉明星愣了一下，眸中金芒一闪而逝，随即点头：这种事直接工会频道就好，我放上去了。好的。朱贤宇松了一口气，转身去找苏魔，将手里一颗红色珠子递给苏魔。他神色轻松地说道：巧了，协会里刚好有一颗。珠子里有一道道狰狞鬼脸，像是被束缚在珠子里，极力想要挣脱，咧嘴无声嚎叫。鬼气珠，红。类别：传说材料。介绍：产自冥府之门，封印了诸多想要逃离冥府的恶鬼。千百年来，它一直存在于冥府出口，提醒世间恶鬼，还有比永恒地府更可怕的存在。作用：不详，据说神器的打造离不开它。苏魔深吸一口气，朝朱贤瑜躬身一礼：谢谢朱老。朱贤瑜说的虽然轻松，可他知道传说材料只有在拍卖行才能偶尔一见，且动辄都是以万亿计，有些甚至是有价无市的。而他也在刚才朱贤瑜出去的当口把工会商店看了个遍，确定没有鬼气珠，所以朱贤瑜的轻松只是做给苏魔看的，这份人情他必须得承下。朱贤瑜欣慰点头，有了苏魔的认同，他觉得自己眼下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不用客气，我不是说了吗？作为你的推荐人，我有责任跟义务帮你4转，而且我也有贡献度可拿的。苏魔眼见朱贤瑜如此，也不再客气，转身去里面交了任务。1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苏魔看了一眼属性面板，果然看到了新的一栏天赋点10点的字样。他深吸一口气，看向显示屏：任务：法神战1，阶段2，难度地狱。介绍：青丘有狐名九尾，善幻术，魅惑人心。九尾狐眼能破世间一切迷障，请前往青丘幻境取得九尾狐眼。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赋点，时间限制3天。又是传说材料。苏魔深吸一口气，压下跳脚骂娘的冲动。他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朱老没有材料，大不了自己豁出去了，让他带着自己进副本，直接禁咒洗图。苏大爷主动加被动10几个禁咒，还不信搞不定一个传说材料。老虎不发威，
真当老子是 Hello Kitty？ 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去见朱贤瑜。这次的任务是什么？苏魔看着朱贤瑜一脸关切，叹了一声，这次要的是九尾狐眼。什么？朱贤瑜跳了起来，几乎崩溃，又是传说材料？你的！他生生咽回剩下的话，咬牙切齿道：你等着，我去给你找。朱老，苏魔有些过意不去，不用劝我。朱贤瑜牙齿咬得嘎嘎响，我倒要看看这转职神殿能变态到什么样的地步。显然现在的他跟任务杠上了。想想也是，苏魔的情况又不能说出去，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他朱贤瑜？区一个4转职业的任务你都搞不定，脸呢？就这样还好意思成为工会的8级堂主？闹呢？又一会，他再次归来，递给苏魔一个纯青色的琉璃一样的珠子。不等苏魔开口，朱贤瑜主动说道：拿去吧。苏魔又瞅了一眼，心底再次震撼。九尾狐眼，红，类别传说材料，介绍产自青丘幻境，能破一切迷障。带上它，你在10里桃林将不再迷路。作用不详，不如试试加点别的东西。神都法师协会，龙国法师心目中的圣地，法神塔的顶层。络腮胡子腱子肉的法协会长青山狼正盯着工会界面的私聊消息，他一边看一边微笑自语：鬼气珠、九尾狐眼、扶桑树枝、大有挂石、星辰石，区4转就需要这些材料，真是期待你成长之后。青山狼眼睛眯起，目光陡然变得凌厉。他伸手的同时，嘴唇微动，奇异的音节像是一个吐气，在他面前凭空出现了一圈圈水一样的波纹。波纹中央，一张金发碧眼的人脸惊恐地看着他。显然他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发现。小老鼠，原来是你！青山狼嘴角上扬，伸手探向水纹，在人脸的眉心一点，轻轻吐出4个字：劫时光灭。声音悠悠催人老。下一刻，水纹中的人脸在瞬间变得苍老，他的眼睛皮肤变得像树皮一样片片皴裂脱落，牙齿瞬间掉光，他的头发变得像枯草，接着碎断成渣，碧绿的眼睛也变得浑浊不堪。隔着不知多远，一道死前的凄厉嚎叫透过水纹传了过来。NO 第46章苏魔传说秘境的击杀任务，终于到我拿手的了，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了。朱贤宇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倒不是他针对苏魔，而是他快要被苏魔奇葩的主线任务整崩溃了。9个阶段，9种传说级的材料，半天仅仅天半而已，天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每逢下一个任务，他是既怕苏魔的主线任务不难，又怕太难。此时的苏魔也觉得不好意思。先不说这9种传说材料了，光说这9个材料的产地，各种传说秘境的所在地都是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真要他老实巴交的赶到地方，无论是飞行坐骑还是传送，又或者是飞行技能，来回的路费都不是一般人能掏得起的。前几个任务他内心着实过意不去，到了后来他看着朱贤瑜红着眼睛，一副跟任务死磕的样子，他索性躺平了。债多不压身，欠一个人情是欠9个100个还是欠，愁什么？而且朱贤瑜跟他背后的法师协会明显都是在真心帮他，不然为什么一个顶级工会拥有9转甚至更高级职业者的组织，要这么不遗余力帮他一个区4转职业者？这份人情有机会是肯定要还的。苏魔暗下决心，在朱贤瑜殷切的目光中走入转职神殿。9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苏魔深吸一口气，最后一次还是传说材料吗？现发布第10阶段任务。任务法神战衣，阶段10，难度地狱。介绍：经过你的努力，法神战衣的粗胚已经打造完毕，但它还无差最后一样材料噩梦之灵。接下来请携带粗胚前往传说秘境噩梦山，独自击杀噩梦主宰，获得噩梦之灵。提示1：携带法身战衣粗胚前往，击杀后必定爆出噩梦之灵。复灵之后，成品法神战衣将作为奖励发放，无需归还。提示2：噩梦主宰等级会随你的等级变化而变化，最低与你持平，最高超出10级。提示3：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赋点，时间限制10天。看到任务介绍，苏魔松了口气。传说秘境，击杀 BOSS， 终于到我拿手的了。坦白说，9种传说材料，这羊毛薅的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击杀类的任务还是必报的材料，这就简单了。别的环节苏大爷可能犯怵，到这个他可就太会了。技能面板上好些禁咒早已饥渴难耐了。下一刻，一个七彩光团裹着一件上衣出现在随身仓库里。他看了一眼，灰扑扑的法神战衣，5品阶，类别战衣粗胚，说明
集合9种传说材料打造的战衣，它本该出现在传说里，是你将它带到了现实，想让它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吗？再加一位噩梦之灵即可。苏魔走出转职神殿，朱贤宇赶忙上前，这次要什么材料？看他样子，分明是比苏魔还关心。显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费了这么大力气打造的装备到底是什么属性了。在来回奔走的这半天，他已经从会长那里明白了一件事：苏魔的潜力，连会长都在关注了。想到苏魔的潜力，以及将来可能给法师协会乃至龙国都带来巨大影响，朱贤宇抑制不住的暗暗激动。人是他发现的，等到苏魔10年、20年之后成长起来，成为一方巨擘，人们就会知道他朱贤宇的眼光有多好了。与有荣焉。朱贤宇暗暗握拳，这次不要材料，是要独自击杀一个传说秘境的 BOSS， 叫噩梦主宰。噩梦主宰。朱贤宇愣了一下，似没反应过来，两眼无神地看着前方，喃喃道：到底是怎么能是噩梦主宰？苏魔意外，朱老，噩梦主宰很难吗？朱贤宇缓过来神，满是审视地看着苏魔，一个快要把他折磨疯了的问题再次强烈起来，他到底是什么职业？见过离谱的主线任务，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他想了想，又问：有其他信息吗？时间限制、怪物等级什么的？10天限制，怪物等级最低于我评级，最高不超过10级。朱贤宇没有立马回答，低头思索，眉头拧成了疙瘩。好一会，他才说：这样，你先等一下，我回一趟法师协会，给你弄些取巧的装备，尽量保证怪物等级压制到与你平级，再弄些强力回复药剂跟增强伤害的灵石光环，两头找步，应该能磨死噩梦之灵。苏魔再次真切感受到了老人的对他的关怀。事实上，他心底一直奇怪，一个见自己连1天都不到的，为什么会这么不留余力的帮自己？不过转念一想，他也想通了，就算对方要利用他，也得等到他具备可利用的价值才行，那也得等他到了7传以后再说了。再加上自始至终朱贤瑜都没有过问他的职业信息，并且在几次3番想追问时也生生忍住，就好像他问了就犯了什么禁忌一样。从朱贤瑜流露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也是希望自己保密的，所以对他的建议，苏魔当然同意。那就麻烦朱老了。好，噩梦山是固定秘境，距离这里不远，不过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先回城休息。我也趁着今晚帮你联系，提前预定一下噩梦山。谢谢朱老。朱贤瑜摆手，行了，先回城再说。苏魔点头。秘境是比副本更高级的存在，里面的 BOSS 一旦被击败，爆出的装备材料绝非副本怪物可比，尤其是固定秘境，可以稳定持续刷新，更是被称为战略资源的存在。很多大家族、大公会都会拥有秘境，收取职业者进入秘境的门票费用，不断积累巨额财富。秘境也分高低，像苏魔这种传说级别的秘境，刷新时间长不说，进入的代价也极大。朱老说他来联系，不用想都知道，又是一笔恐怖的付出。苏魔心生庆幸，幸亏自己上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接受了朱贤瑜的邀请，加入了法师协会，不然的话，自己现在连3传都不一定能完成吧。巨大的朱雀载着他返回江城，眼看着即将抵达，朱雀开始俯冲下降，地面上的人影也快速变得清晰起来。一个不合时宜却又带着惊喜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不会眼花了吧？那是苏魔。第47章。朱哥，你这少白头有点严重啊。曹纯。苏魔看着下方冲他疯狂招手的人，除了曹纯，自然还有阿里、柴桑，显然他们是一个固定组合。苏魔会心一笑，看着不远处的城门，对朱贤瑜说：朱老，下面是我的朋友，我想去跟他们见见。朱贤瑜暗自点头，对苏魔的评价又多了4个字：品性不错。他见过不少穷人乍富的小人嘴脸，刚一发达就将以前落魄时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生怕那些旧关系拖累他们。殊不知这样的人到哪里都难以获得别人的认同，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再次腾达时会不会把现在对他有帮助的人也撇开。人品也是影响一个人能否走远的关键因素。朱贤瑜轻拍朱雀，朱雀一个盘旋，在几人附近落下。曹纯小跑着过来，却又在不远处停下，紧张又兴奋地看着朱雀。然后才是苏魔跟朱贤瑜，他们只知道跟苏魔一起的是法师协会的大佬，并不认识，也不敢过来。朱贤瑜神色淡然，跟苏魔说道：你这2天不用出城，在公会私信里等我的消息即可。好，谢谢朱老。朱贤瑜骑着朱雀离开，曹纯这才兴奋地冲了过来，给了苏魔一拳。好啊，你小子可以啊，居然骑上朱雀了，还让法师协会的大佬亲自送你过来。柴桑也笑道：看这情况，你肯定是加入法师协会了吧？恭喜。阿离眼里也满是震撼，恭喜。显然
三人无论眼神还是目光，都是真诚的祝福。苏魔如今一飞冲天，还愿意专门来见他们，足见真情了。三人回想几天前还在一起刷怪，错过了苏魔，暗自可惜。然而这种感叹很快被打破。曹晨笑道：“一起吃个饭吧。”苏魔笑着点头：“好啊，刚好饿了。”柴桑两眼放光：“还去上次那一家？”曹纯冷笑：“这是我跟苏魔俩约的，关你什么事？吃饱就唱的货，滚蛋！”柴桑拉着曹纯的胳膊：“好大哥，我错了，我保证这次不会了。”呵呵。阿离看着二人模样，似想到了什么，无奈摇头：“你们三个一起吧，我先回去了，还有事。”啊！曹纯挠头：“一起呗，缺个小姐姐怪闷的。”呸！阿离只是看向苏魔，叹了口气，说了声再见，就低头小跑离开了。柴桑兴奋搓手：“曹哥，曹哥，这次我全听你安排了。”滚蛋！曹纯踹了他一脚，看向苏魔：“走。”鞋。Go！ 曹纯比了一个 OK 手势。让苏魔十分意外的是，在帝王假日，他居然遇到了熟人朱咸鱼。当三个小年轻穿着夸张的浴袍走向 VIP 时，旁边的会员室恰好打开，一身暗红丝质睡袍，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的朱咸鱼，身上还散发着醉人的香水味，一脸懵逼，两眼猛圈，三人傻眼。苏魔愣了一下：“朱老哥。”刚喊出来他就后悔了，应该装不认识的。嗨，朱咸鱼轻咳两声：“那个，我有点累了，放松一下。”旁边柴桑十分没有眼力劲，下意识脱口而出：“这不是……呜呜。”一旁的曹纯赶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堂堂法协大佬夜宿会所，这要说出去，他们两个肯定要无了。”他捅咕苏魔一下：“阿苏啊，这谁啊？你们认识也不介绍介绍？”啊！苏魔瞬间反应过来：“这是我表哥的堂兄，从小带着我玩的。”“朱老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朱咸鱼也反应过来，赞赏的瞥了一眼曹纯，呛着嗓子回答：“这不刚回来吗？准备明天找你的，这要巧啊！”曹纯满脸堆笑，他瞥向朱咸鱼：“那我也得叫哥了，朱哥好。朱哥，你是做什么的？这少白头有点严重啊。”“哎，做点小生意，难怪头发白的这么多，莫少操心吧。”“一旁的接待经理瞧见两拨人聊得火热，立马反应过来，赶忙冲朱咸鱼欠身：“这位老板，你们原来认识啊？”曹纯笑道：“认识的。这样吧，这位朱老哥今天的消费算我的了。”“好的，曹先生。”朱咸鱼眼睛大亮，欣赏之色更盛。一旁苏魔看得呆了，曹纯脑子就是活。至于柴桑，已经瞪大了一双狗眼。成功送走朱咸鱼之后，柴桑吓得腿肚子都在打哆嗦，他带着哭腔说道：“曹哥，我害怕，我想尿尿。”“滚犊子！”曹纯撇嘴：“没出息的货，老子钱花出去了，你跟我说你害怕？”他随即看向苏魔，啧赞道：“阿苏，没看出来这位朱哥宝刀不老啊。”“呐。”苏魔挠了挠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始终无法将白天那个为他辛苦奔波的朱老跟刚才那个身穿骚红色浴袍的朱哥联系在一起。不过话说回来，朱老看自己不也一样惊讶，就是不知道再见到朱老会不会尴尬。曹纯打断他的思绪：“怎么说我苏哥？”苏魔心一横，牙一咬：“来都来了，钱不能白花。”曹纯竖起大拇指：“还得是我苏哥。”苏魔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老朱应该会偷摸离开，然而让他破防的是，他下楼的时候，老朱已经坐在 VIP 室等他了。更让他疑惑的是，阿桑局促不安地坐在旁边，屁股只坐了半边。至于曹纯，不得不说这小子就是社牛，正端着一大盘水果，小吃拼盘走向老朱，伸手递出一杯奶茶：“朱哥，来试试这个。”而朱咸鱼也顺手接了过来，冲苏魔招手。苏魔愣了一秒之后，硬着头皮走了过来。朱咸鱼微笑道：“你的事联系好了，3天后。”“哦。”苏魔下意识回应一句，转而反应过来：“转。”朱咸鱼眉头一皱，苏魔立马打住。一旁的柴桑耳朵动了动，觉得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迫切需要参与进来化解尴尬。他挤出一丝笑容：“朱哥，你联系什么的呀？”朱咸鱼瞥了一眼柴桑，让他身子一僵，立马坐直：“社会上的事少打听。”第48章，苏魔，以后你的消费老曹全包了，你们两个出去一下，我有点事跟苏魔单独说。朱咸鱼对曹纯、柴桑开口：“好嘞，朱哥。”曹纯十分配合，拉着柴桑就往外走。“那个小曹啊，等下你过来，我们俩好好聊聊。”“好的，朱哥。”曹纯明显脚步有些沉重，他想借机开溜的，毕竟撞见大佬出入会所可不是什么好事。等两人离开之后，苏魔挠了挠头：“
朱老。朱贤瑜摆手，不说了吗？法协不会干涉会员行事自由，只要不叛国，不违反游戏规则跟法协规定，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而且在这里哪有什么朱老，只有朱哥。还是你小子通透啊，原来花钱的确省心啊。他微微一笑，一副你懂的样子。苏魔错愕，想起了白天说的那句话，没想到朱老晚上就来实践了，果然是个爱学习、爱实践的人。他默默点头，不再纠结。朱贤瑜也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继续说道：“已经安排好了，在江东市，3天后噩梦山秘境开启，到时候会专门给你开一次，我带你过去。”这么快？苏魔惊叹于朱贤瑜的办事效率，更惊叹于法师协会的力量。要知道，噩梦山可是传说级别的秘境，又位于交通发达的江东市，刷副本的职业者比比皆是。从城外分开到在这里遇到，中间只隔了1顿饭的功夫，朱老就把事情安排妥当了。越早越好，避免夜长梦多。朱老点头道：“明天我回一趟总部，给你弄点好东西，争取一次过。”好，谢谢朱老。朱老哥。朱贤瑜重新展露笑颜。行了，把你的朋友叫进来吧。那个叫曹纯的小伙子，瞧着挺不错的。苏魔笑道：“柴桑人也挺好的。”是吗？朱贤瑜撇嘴，呆头呆脑的。苏魔转身叫回了曹纯跟柴桑。刚进门，柴桑满脸堆笑：“朱哥、苏哥，你们挺快哈！”老天！曹纯一手捂脸，这孩子没治了。朱贤瑜似笑非笑：“快吗？”柴桑瞬间慌神了，急得差点要哭了。他求助的看向曹纯：“我又说错话了。”曹纯踢了他屁股一脚：“废话了不是？朱哥做生意的，什么事不得讲究个效率？谈个事磨磨唧唧的，还赚什么钱？再说了，刚才不是你先下来等着我们的，对吧，朱哥？”朱贤瑜赞叹的看向曹纯，真是越看越喜欢。要问有多喜欢？仅次于苏魔了，在这里排第2。小曹说的对。朱贤瑜摆手，坐下随便聊聊，不用拘谨。曹纯当仁不让的坐到了靠近拼盘的那一边，自顾自扒了一只生蚝，啧啧称赞：“不错，朱哥，你尝尝这个，这个生蚝肥美多汁，鲜甜可口。”我尝过了。朱贤瑜笑道：“这个应该是乳山的蚝，不过我推荐你尝尝这边的鲜棒。”曹纯撇嘴：“朱哥，我跟你说，说到棒，咱们这边都吃不到好的。”哦，朱贤瑜来了兴致，吃棒还得是国外的，比国内的要肥大，颜色呢也不一样。朱贤瑜来了精神，具体说说，怎么个不一样法？曹纯一旁的苏魔听得傻眼了，这一老一少聊得完全超纲了。柴桑疑惑的看向苏魔，小声询问：“苏哥，我怎么感觉他们说的不是棒的事啊？”苏魔轻哼一声，提醒他：“你忘了，社会上的事少打听。”柴桑立马苦着脸：“苏哥，我又想尿尿了。”苏魔看他煎熬模样，又看了一眼兴致高昂的两人，摆手道：“行了，你走吧，出去别乱说就行了。”柴桑满脸激动，连连点头：“苏哥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说完，他头也不回的溜了。往外说，打死他也不敢呐。第2天，朱贤瑜早早离开，苏魔跟曹纯亲自相送。临行前，朱贤瑜送了曹纯1身高级套装，留着他4转以后用。虽然苏魔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从曹纯难以抑制的兴奋神色中，不难猜出绝对是极品。毕竟通过苏魔的影响，曹纯对自己职业以后的发展方向、技能、装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苏哥，你真是我的福星！曹纯目送朱贤瑜离开后，重重拍了拍苏魔肩膀：“以后你在江城，不是只要你找我，你的一音娱乐消费都由我老曹买单。”这不太好吧？苏魔有些不好意思，毕竟给好处的是朱老，他什么也没做，这是应该的。曹纯兴奋道：“要不是你，我哪有机会认识这样的大佬？整个龙国想要跪舔这样的大佬都来不及，我却与他秉烛夜谈。我看出来了，这位大佬很器重你，我呢也是沾了你的光了。就这么说了，你的娱乐消费我买单。”苏魔搓了搓手：“那多不好意思。”曹纯摆手：“跟我你还客气。”苏魔点头：“那我在别的地方消费，能找你报销吗？”滚蛋！曹纯一拍脑袋：“对了，苏魔，你应该3战完成了吧？今天要不要一起去练级？”不用了吧？没关系的，阿桑、阿离还有我，加上你，我们4个一起升级也挺快的。你不知道，昨天阿离还问了几次你的事呢。苏魔挠了挠头：“真的不用，90级了。” Shift！ 曹纯愤愤道：“我想起来了，昨天就是朱哥带你刷级去的吧？”哎，吃同样的饭，洗同样的澡，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曹纯愤愤转身跑开。行吧，那就有机会再联系，我得去练级了。晚了，阿离他们就要骂我了。
苏魔摆了摆手，想了想，转身朝陶乐购走去。昨天在涌泉雪山练级区杀了那么多野怪，虽然没报到技能书之类的，但装备、材料什么的报了不少。因为苏魔的等级太低，而朱咸鱼的等级又太高，所以没有适合他的，只能变卖。顺便问一下张元，能不能帮忙搞一头飞行坐骑？毕竟4转任务做下来，有朱静安在，他省了一大笔钱。他估摸着省下的钱加上卖装备的钱，应该能弄一头了。第49章，陶乐购的合作邀请，苏魔成了品牌代言人了。苏魔别了曹纯，直接去了陶乐购。他想跟张元商议一下弄一头飞行坐骑的事。昨天在瑜伽兽行确实有几种品质不高却可以成长的飞行坐骑，就是价格方面着实有点高，他卡里的钱加一起都不够。现在他身上有了一批高级紫装，想卖了凑钱搞坐骑，够的话直接买，不够的话他就去野外放2发禁咒。禁咒不方便的话就骗曹纯、柴桑出去当鸭子赚钱，体力活，血汗钱，不寒碜，办法总比困难多，活人不能被尿给憋死。带着这样心思，他走进了陶乐购。只是这次的欢迎规格是他没想到的。张元战瞧见他之后，立马将身边正在接待的顾客交给了别人，转而躬身冲苏魔道：“苏先生，您来了，请跟我来。”接着他就被请到了楼上。至于之前的女店员何文，已经不知去了哪里，取而代之的是个各方面都碾压他的女店员，跟在苏魔旁边，并没有特别热情，却在上楼的时候伸手挡了并不突兀的拐角，生怕苏魔磕碰了。苏魔诧异，不去 VIP 会议室吗？不，这次是由我们店长亲自服务。店长？苏魔摆手，不用，我就是来卖几件装备，讨点东西，你帮我弄一下就好了。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张元回来之后把情况汇报给店长了。毕竟法师协会的7转大佬是人人都想巴结的对象。张元冲苏魔感激一笑，苏魔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这样的话，足见对他的肯定了。自己的升职稳了，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服务这位主顾。店长很快赶来，听上楼的噔噔噔声音，不难猜出是个女人。果然，上来的是一个1.6米多的小少妇。她身穿云丝材质的浅青色职业套装，一件颜色与之相近的素雅薄衬衫，面容、气质、身材俱佳，白皙的皮肤跟淡雅的妆容更显姿色非常。手里拎着的翠绿色皮包，尺寸合适，更显高贵。女人刚进门就微笑伸手：“苏魔先生，你好，我是陈家。”旁边张元及时出声：“苏先生，这位就是我领导，也是陶乐购在江城、江东城、江南城的3城总店长。”陈家笑靥如花，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一起上班的同事。苏魔象征握了一下：“你好。”陈家伸手示意：“苏先生，请坐。感谢您能来陶乐购，也谢谢您的信任。”苏魔坐下，笑道：“陈店长，我就是来卖件装备，再买点东西而已，不劳你大驾的。”眼下之意很明显，有事说事，没事滚蛋。陈家久经人场，会心一笑：“苏先生年少有为，说话行事快人快语，我也就不兜圈子了。我这次来是来找苏先生合作的。”合作？苏魔摸了摸下巴：“你一个商人职业者，我是法师职业者，都不搭边的好吗？怎么合作？几个亿的项目？貌似两人最适合谈的项目只有这个了。但大神你年纪太大了好吗？这年龄怎么看都30多了。”陈家不知苏魔心底遐想，径直打开皮包，从里面取出一本技能书，伸手示意苏魔：“小张跟我说苏先生想购买飞行技能，我就一直在联系个店，这本飞行技能或许您能中意。”苏魔没有去看技能书，而是看向陈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别说现在他已经成了法协会员，又有朱老亲自接来送往的，那么大一头朱雀在江城飞来飞去的，任谁都要动点心思。陈家会心一笑：“苏先生，我是商人职业，在商言商。我听说您已经加入了法师协会，所以想提前在您身上投资，谈个合作。我今天找你，也是报备给法协以及陶乐购总店的。就连朱老也是我们陶乐购临江省总店的名誉店长。我今天跟你谈的事，也会拟成协议，呈报给陶乐购总店，还有你们法协总部。”苏魔惊讶：“法师跟商人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他疑惑：“你想怎么合作？”“苏先生，这本极品飞行书，我陶乐购可以免费提供给您。条件：一旦我们确定合作，您需要保证在接下来每年向陶乐购提供至少50件3转以下的紫装，1套4转到7转的套装，属性不限。陶乐购将以市场均价上涨30%的价格收购。另外，如果您将来晋升7转或以上，所获的传说材料、装备、附魔宝石等等，陶乐购将有优先购买权。在您将来挑战幻境塔、地宫、挑战榜时，我陶乐购也需要获取冠名权。”陈家罗列了一堆明显具备合约性质的条件。
苏魔摸了摸下巴，看来自己有些小看眼前这个女人了。能当上3城市的总店长，怎么可能是笨人？陈家这是找他商业合作来了，就像前世的品牌方找大牌明星当形象代言人，而飞行技能就是自己的代言费。真要这样的话，一本飞行技能书可就说不过去了。1周之内接连4转，这个潜力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他的技能都能成为禁咒，只要稳住不浪，是肯定能强大起来的。一本小小飞行技能书，糊弄苏大爷呢？苏魔听陈家说完对他的一些劣要求，最后微笑道：“陈店长，既然在商言商，那你可就得拿出点诚意了。一本飞行技能书，只怕不够吧？”陈家愣了一下，随后眉眼含笑：“当然，这本飞行技能书只是条件之一。以后我淘乐购收购的所有法师类技能书、法师装备等，都会优先给您挑选，购买的价格也是市价的1半。您想要的飞行坐骑，我们也可以帮您联系到更好的。”很快，陈家跟苏魔敲定了具体的合作细节，最后起身长舒了一口气：“好，成交。”他心底感叹，他原本给苏魔提供的条件就不错，也是符合法协跟淘乐购合作潜力跟章程的，一些弹性可操作的条件都被他自动省去了。在他看来，苏魔不过是一个刚18岁成年的小天才罢了。只是一番唇枪舌剑下来，他的底线被苏魔尽数击破，原本的条件一样也不拉的全加上去了。他不是法师吗？怎么感觉比商人还伤人？不过能谈下一个法协的明日之星的合作，陈家还是很兴奋的。从张元那里，他已经知道眼前的年轻人还是很照顾情分的。苏先生，这本飞行技能书是您的了。陈家微微欠身，双手奉上。隔着又长又宽的桌子，苏魔只能欠身去接。这么一来，哟呵，峰峦叠嶂，深沟大壑，这女人深藏不露啊！苏魔不经意寡了一眼，收回目光，看向手里的飞行技能书《五行雨》第50章神道五行雨，不花钱的飞行技能，爽到飞起。五行翼，法师类职业技能书，60级可学，无法升级。学习后可召唤出五行神雨，可自由切换，对应增幅法术威力。法力消耗200点每秒，吟唱时间5秒。苏魔点头，看来陈家以及淘乐购很有合作诚意，给他挑选的居然是法师类专属技能，而且还是60级才能学的。等级要求越高，技能自然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淘乐购合作的条件也很多，诸如不能去竞品交易行，不能在具有排行榜性质的榜单上出现竞品交易行出售的装备，不得做出有损淘乐购形象的事。也正是这么多严苛的条件，让苏魔敢跟陈家讨价还价。没道理，你跟我提一堆要求，不许我坐地起价吧？学习五行翼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已晋升为风系禁咒神道五行雨。果然，苏魔看向技能介绍，眼神一缩，这次的禁咒进化似乎多了点东西。神道五行雨被动技能，风系禁咒，五行生生不息，蕴含事件最本源的法术伟力。技能生效期间获得如下效果：被动1，神道不灭，被击败死亡后获得神道庇佑，可原地重生，并获得 50% 的气血值与法力值。冷却时间3天。被动2，神道天威，每隔3秒攻击敌方单位时，将附带一次最高法力值 1% 的额外穿透伤害。技能范围以攻击者为圆心，方圆50米。被动3，神道五行，主动切换，可切换五行元素翅膀，法术威力正 10%， 并获得对应效果。惊天圣威，施法时将获得 15% 法爆几率，造成固定3倍值法术伤害。木元木尊，提升施法者法术物理抗性，并获得额外 50% 的气血，法力值回复速度。水怒涛涌，每次攻击可降低目标 5% 法术抗性，可无视到负数。火熔流盾，附带法力值 10% 护盾，并在护盾持续期间对周围敌方单位造成500点每秒的伤害。护盾刷新时间到或被击破，将产生小范围爆炸伤害。护盾冷却时间60秒。土鬼门关，收集周围刚死去不久的灵魂，并有 50% 几率将其异化为驱策小鬼。小鬼将获得生前 30% 的所有能力，受到 300% 的攻击伤害，可随主人一起攻击目标单位。看着新进化出的飞行禁咒，苏魔忍不住瞪大眼睛。这个飞行技能总结起来就俩字：牛批！虽然没花钱，但这技能对苏魔来说却成了千金不换的，简直爽到飞起。一个技能3个被动，如果再算上溯源之息的被动的话，刷 BOSS 只需要将翅膀开启，凭 A 一下就可以打消耗了。10秒对方法力值空壳，5秒血量减半，再一发禁咒秒人，打完收工，满状态回家。真是好技能啊！苏魔暗暗点头，冲陈家笑道：“陈店长，谢了。”陈家悄无声息地站直了身子，
胸前的饱满弧度再次回归正常。尽管心底有些惊讶，明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何不多瞄两眼，但他面上还是云淡风轻，能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是我的荣幸。至于飞行坐骑的事，我个人建议苏先生再等等，我会向总部申请，给你提供一头可进阶的3合1飞行坐骑，您看怎么样？苏魔点头，可以，能一步到位搞到好的，谁愿意当冤大头，不停花钱，不停换？毕竟越往上，花钱越厉害。那好，陈家再次伸手，那就预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那就等苏先生你4转以后，我会再来找你，到时候希望你能代表我们江城陶乐购去参加幻境塔的挑战。好，苏魔点头，暗自摸了摸鼻子。陈家还不知道他马上就要4转了呢。陈家又看向张元，小张，你看一下苏先生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一定要做好服务。现在他可是我们陶乐购的品牌代言人，以后就由你专门负责跟进了。是，领导。苏魔跟陈家握了手，转而看向一脸激动的张元，麻烦你了，给我看看这些东西能卖多少价。接着他就把朱老帮他打的紫装全拿出来。陈家的眼睛愈发亮了，他以为自己足够重视苏魔了，结果还是低估了。他没想到苏魔年纪轻轻就在陶乐购想到了诸多7转、8转职业者才能享受到的权利。他打定主意了，只要苏大爷有需求，他张元可以立马去做变性手术。先天性别没优势，可以靠后天的科技与狠活。出了陶乐购，苏魔神清气爽。高级紫装不值钱，却前后卖了小2000万。有了陈家的承诺，他也不着急，现在就买坐骑了。闲来无事，他想到了曹贼跟他说的另外2种项目，好像叫什么马杀鸡跟泡泡浴。他给曹纯发了条信息，晚上有空。鞋托换个项目。可苏魔看着秒回的曹纯，嘴角不自觉露出资深 LSP 才有的微笑。至于柴桑，估计已经吓尿了，应该不会再来了。然而他还是低估了柴桑的色心。到了晚上几人见面的时候，柴桑居然死皮赖脸的跟过来了。阿离在看苏魔时，脸上带有淡淡的失望，以及一抹旁人不易觉察的期待。只是在听曹纯毫不避讳地说一起去洗澡时，他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3人又是一通湖河海塞，接着去了帝王假日。门口的经理见到了曹纯，笑得都看到后槽牙了。曹纯径直去货柜拿了3瓶水，1人1瓶。柴桑看了看自己的，又看了看苏魔跟曹纯的，腼腆看向曹纯，曹哥，我也想跟你们一样喝10块的水。曹纯撇嘴，你小子跟着蹭吃蹭喝，还惯出毛病来了是吧？柴桑羞涩一笑，曹哥哥滚蛋。曹纯一个哆嗦，转身再次走向货柜，拿了9瓶水递给柴桑，喏，多喝点，利尿。柴桑抱着10瓶水，满脸哀怨。苏魔怜悯地看向柴桑，叹了一声，哎，我有时候因为不够沙雕而显得与你俩格格不入。第51章朱贤瑜的倾力栽培，用卷轴轰炸传说秘境。城主府，城主徐刚正在接见杜涛、薛涛以及几个身上挂彩的蓝旗公会的人。你是说刺客联盟的姬无名带着人刺杀你们？是。薛涛恨恨道，我们在碧溪水潭包场，姬无名带着高监理等一众刺客精英隐身到了我们身边。大人，刺客公会这不是在挑衅蓝旗，是在挑衅您的威严啊。就是。他身后几人纷纷响应。徐刚沉声道，姬无名人呢？让他来见我。薛涛低头，我们一路追杀，他们已经逃了。徐刚皱眉看向杜涛，阿杜，你觉得呢？杜涛神色萎靡，自从迷灵复活之后，他受伤严重，还没恢复。他神色严肃，大人，这件事没这么简单。我跟少主一起在迷灵感受到的那道高级法术，绝对是将少主跟我们囊括在内了。我已经了解过，距离那道火系法术近的不止我们，却只有我们被杀。徐刚面色愈发阴沉。杜涛说的正是他心底想的，刺客联盟在他眼里不值一提，怕就怕这件事跟迷灵的事有联系，再加上绿竹林、黑暗地穴这些事，徐刚愈发不敢掉以轻心。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所有人秘密调查刺客联盟，再有所行动一定要秘密进行。另外，他想了想开口道，关注游戏学院的一个叫苏魔的学生，能拉拢的拉拢，不能拉拢的就避开。一个学生？众人面面相觑，但徐刚只交代了这几句，他们也不好多问。还有，徐刚看向薛涛，小豪升级的事就由你来安排吧，尽快让他完成2转，2转以后就让他找个组队刷级去。不过最近江城不大太平，带他去江东城吧，低调一点。薛涛愣了一下，想要拒绝却又无从聚起，只得点头，好。日上3竿，苏魔堪堪起来，身边早已没了阮玉温香，他不禁感叹，还是花钱的省心。不等他起床洗漱，曹纯跟柴桑敲门进来，一个个哈欠连天。柴桑不住揉肚子，
苏魔没好气道：“阿桑，你不会把水都喝了吧？”阿桑没愤愤道：“你觉得呢？你们两个，枉我把你们当铁哥们看，你们居然这么对我！”呵呵，曹纯冷笑：“带你出来已经看得你了，吃饱就唱的家伙。”苏魔也点头：“不管朋友，只顾自己的人不值得深交。”No no，no。曹纯摆手纠正一下：“我苏哥，摔桑这种人还是可以深交的。遇到了白俄人，你才知道什么才叫不可深交。”苏魔，阿桑，摔桑，行了。曹纯伸了个懒腰，下去吃饭了。今天还得刷怪去，再有几天，我估计就能4转了。接下来2天哥要修身养性，专心备战了。你们俩要是忍不住，就互相击剑解决一下吧。滚错！苏魔扔了一个枕头过去，曹纯一个灵巧躲过，顺势出去了。阿桑这时才反应过来，追了出去，嘴里大嚷着：“曹哥，你说的不可深交，是不是深不可测啊？这个溜啊！”苏魔翻身准备睡个回笼觉，花了钱的床位可不能浪费了。朱贤瑜发来私信：“我在江城东门等你，速来。”苏魔一个机灵翻身，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吃喝，一路打车出了城。紧赶慢赶之下，还是晚了朱老一步。朱贤瑜端坐朱雀之上，闭目养神。苏魔上前：“朱老！”朱贤瑜招手：“上来。”苏魔放开被动，任由他拉了上去。去江东城，路上说。朱贤瑜拍了拍朱雀，啾！朱雀一个跳跃，高高跃起，直冲入云霄。朱贤瑜直奔主题：“我这次回了总部，给你弄了些好东西。这是强力回复药剂，能同时回复法力值跟气血值的。这是刷新令，我弄来了3枚，可刷新3次。这是复活卷轴，放心大胆去干，失败了再来就是了。”苏魔大受震动。强力回复药剂且不说，但刷新令这种东西他听过，价值昂贵，1枚从上百亿到上千亿不等，就这么一下子拿来了3枚。还有复活卷轴，也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朱老居也给他准备了。这东西他之前见到徐豪跟杜涛他们用过，绝对的好东西。话说复活卷轴的话，自己的刚学的神道5行语也有原地复活的效果，只不过是半血半蓝状态。如果再算上神者之辉法杖的话，自己等于是名刀加复活再加复活卷轴傍身，这样再过不了噩梦山，他就真的可以不用转职了。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其实他很想告诉朱老自己用不到这些的，但想到自己欠人情这么多了，也不差这一点。再说了，长者寿不可辞，他含泪接下。然而朱老给他带的好东西显然不止这些。这是召唤卷轴，能召唤伏兵、鬼马傀儡、玄甲同人，伤害虽然不高，但特别肉，能抗伤。这是压制卷轴，见到噩梦主宰后直接丢出去，能压制10级。这是毒伤卷轴，输出当然还是靠你。这传说秘境一共7层，你可以分层召唤。朱贤瑜细细为苏魔讲解注意事项，十分用心。7层，苏魔挠了挠头，他还以为就一个大 boss 带着一群小怪，自己上前放完技能就可以收工回家了，没想到是7层。朱贤瑜点头，也幸亏是噩梦山，换了其他传说秘境，至少都是10层起，有的甚至20-30层。20-30层，苏魔诧异，都快赶上幻境塔了。朱老点头，但区别就是幻境塔的机制简单，没有爆装奖励，只能通过积分兑换宝物，但秘境难度较大，动辄打上10天半月都是正常。打一个传说秘境，人力、财力都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当然收获也是巨大的。好了，朱贤瑜摆手，总的说来，只要你稳一点，用召唤卷轴扛伤，自己输出伤害，在2到3次之内应该是可以拿下的。显然朱贤瑜对自己带来的扛伤卷轴有很大信心。2到3次，苏魔诧异。显然朱老的思路很清晰，让他用卷轴轰炸过噩梦山环境，是典型的穷则战术穿插，负责火力覆盖思路。他很想说朱老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但话溜到嘴边还是忍住了。朱老对自己尽心尽力，到时候给他个惊喜吧。朱贤瑜笑道：“不用有压力，4转的时候就单刷传说秘境，已经是法协的第1次了，不要觉得难为情，换做老夫7转。算了，这是噩梦山7层攻略，你看一下，对你会有帮助的。”苏魔接了过来，翻开第1页就明白了这份攻略的价值所在。也亏得他是法协成员，给他的还是朱老，换做其他任何人想看，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看到。法协朱老对他的倾力付出，他在此时是真切体会到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苏魔暗暗攥拳，目光坚定看向前方，就让我从噩梦山开始吧。第52章，徐豪家断网了，怎么敢再跳的呀？江东城，朱老带着苏魔进了一家5星级酒店。当朱老仅靠刷脸就完成一系列入住手续时，
苏魔就知道他算来着了。朱贤瑜进了酒店之后，就告诉苏魔，想吃喝什么自己在酒店随便点，想淘换东西就自己去买，他有些私事要处理。苏魔也没多想，决定先睡个回笼觉，然后再出去逛逛。躺下还没5分钟，苏魔就收到了曹纯的消息：你到江东城了。苏魔诧异：你怎么知道？曹纯：山人能掐会算。行了，没事了，注意身体。苏魔：注意身体。曹纯没再回他，弄得他一头雾水。想不明白就不想，苏魔笔直倒在舒适的大床上睡了个爽。一觉醒来，天都黑了。苏魔起来出去吃饭，想到朱老的叮嘱，没有去打搅他。接着他到酒店前台问了交易行的地址，就出门了。秉着契约精神，他只能选择先去陶乐购。接待他的是一个女店员，没有江城和文那么多弯弯绕，充其量只是多看了苏魔几眼而已。先生，请问你们有什么需要？苏魔直奔主题，这里又没有法师技能书，毕竟要过噩梦山，多到禁咒多一重保险。法师技能书？店员点头，再收的有一本，您要不要看看？好。苏魔接过来一看，是一本名为荆棘之灵的木系技能，作用是制造出一小片荆棘灵，能够将目标单位束缚在原地，同时持续掉血，是个控制技能。苏魔眼睛一亮，到现在他身上的技能都是伤害型的，控制的还没有。这本多少钱？我要。等等，一个声音忽然响了起来。苏魔皱眉，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啊。徐豪，这本法师技能书我要了。徐豪快步走到店员面前，店员看了一眼徐豪，微笑摇头，对不起先生，这本技能书是这位先生先看的，如果您想买，需要先征求他的意见。苏魔点头，这店员还是拎得清的，倒是徐豪居然出现在江东城了，这可巧得很啊。前2天还派人刺杀他，现在居然还敢出现。徐豪看到是苏魔后也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苏魔不应该被刺客杀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江东城？难道是刺客还没动手？拿钱不办事，回去一定要问问徐二这个狗东西怎么办的事。不过这本法师技能书怎么也不能让他买着了。他掏出一张卡，直接拍在桌子上，看到没有，我是你们家黑卡会员，拥有比其他人优先购买的权利。店员看到黑卡，脸色变了变，满脸歉意道：先生，对不起，根据我们陶乐购的规定，黑卡会员的确有享有优先购买权。哦，苏魔咧嘴一笑，手一翻，黑卡好像我也有啊。店员愣了，赶忙又看向徐豪，这位先生，他的是假的。徐豪冷冷笑道，他一个穷鬼怎么可能有黑卡？店员冷哼，这位先生，你当陶乐购是什么地方？在龙国还没人敢假冒我龙国的黑卡。你……徐豪没想到自己居然在小小的店员面前吃瘪。你可知道我是谁？店员摇头，不管你是谁，来了陶乐购就是我们的客人，但如果您想展示些什么，还请到别处去。反了，反了！徐豪怒斥，一个小小店员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把你们店长叫来，我要投诉你。店员转身看向同事，小雪，你喊一下店长，就说有人要投诉。这店员的操作让苏魔看愣了，这么刚的店员吗？不过省了自己跟徐豪掰扯了，挺好。徐豪更是气急败坏，好啊好啊，今天我要不把你从陶乐购搞走，我就不姓徐。还有你苏魔，这本技能书是我的，你敢碰一下试试？苏魔看白痴一样看着他，这憨批家里断网了，接连2天朱老都带着他在江城进进出出的。徐豪老爹徐刚也亲眼看到过朱老对他的态度。且不说法师协会了，光一个7转法师当靠山，徐刚来了都得吓尿好吧？他怎么敢的呀？想到前2天徐豪派人刺杀自己，在江城又买断技能书，现在又当着他的面要抢技能书，苏魔眼睛眯了起来。这可真是新仇旧恨再乘99倍，这样的仇如果都不报的话，那还当个锤子法师？就是这里不适合动手。苏魔叹了一口气，只能先放过他一马了。哪知道苏魔的叹气深深刺激了徐豪，因为自始至终苏魔都没理他，这深深的刺激了他的自尊心。想到被老爹警告远离鱼半夏，再想到鱼半夏倾心苏魔，他有种自己被苏魔戴了绿色帽子的憋屈感。苏魔，有我在，你一本技能书也别想买。哦，是吗？苏魔微笑摇头，那就等着吧，只要店长不傻，肯定能知道自己的身份跟信息的。跟徐豪说，万一他欺软怕硬下跑了怎么办？店员这边看着徐豪嚣张模样，也心生厌恶，转向苏魔，顿时觉得赏心悦目起来。先生，这本书是法师控制技能，属于精品技能，您是黑卡，可以打6折，到手价是80来万。可以。苏魔递出卡，就要将技能书学了。你敢！徐豪伸手去夺，这是我的！住手！一声娇呼传来，
苏魔先是一愣，随即嘴角上扬，真是巧巧他妈给巧巧开门，巧到家了。没想到在江东城的陶乐购先遇到了徐豪，后又遇到了陈家。陈家看到苏魔之后，眉眼弯弯，冲苏魔招手：“苏先生，这要巧，我们又见面了。”接着他转向徐豪，一句话盖棺定论：“徐少爷，你是黑卡，这位苏先生也是黑卡，先到先得，还请您不要为难我们。”徐豪愣住，他这种穷鬼怎么可能会有黑卡？假的，一定是假的。陈家皱眉：“徐少爷，如果你想买别的东西，我可以让人给您介绍；如果没有，那就抱歉了。”说着，他伸手示意苏魔：“请。”苏魔点头，既然是合作关系，总得成人家的人情不是。反观徐豪已经怒了，他发声大呼：“我要投诉！投诉你们陶乐购无视客户需求，店打欺客，还有你们店长杨小白脸。”陈家眼神陡然变得凌厉：“阿龙，丢出去！”在一个身高1米9多的壮汉像一头蛮龙冲到徐豪面前，一把揪起他的衣领，用力一甩，像扔死狗一样将他扔出门外。陈家的声音冷冷响起：“就算你爹徐刚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你又算什么东西？”第53章，苏魔爽了，第一道群体控制禁咒。陶乐购 VIP 室内，陈家亲手给苏魔递上一杯茶，笑道：“苏先生还真是人帅是非多呀。”苏魔无奈苦笑：“天生的，没办法。”哈哈，陈家笑得欢快，没想到苏魔还这么幽默。要我帮你给徐刚提个醒吗？不用了，谢谢。苏魔摇头，可别提醒了，万一提醒之后徐豪吓得不敢出门，自己岂不是没机会报仇了？陈家深深看了苏魔一眼，不禁诧异，他已经调查了苏魔的背景，平平无奇，唯一有些说到的是他的父母早年跟于家家主于世良有些联系，后来苏魔父母死在秘境，苏魔害了一场大病后，两家就彻底断了往来。若不是靠着福利院的救济，苏魔小小年纪只怕早就没了。当然，他还查出苏魔自那以后就变得有些不合群了。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居然性子温纯，幽默谦逊，全然不像孤儿。陈家心底惊叹，真不敢相信。既然苏魔不需要，陈家自然也不会去做越俎代庖的事。对了，陈家递给苏魔一份资料，昨天跟你说的幻境塔，我这边也收到了最新消息。本打算回去之前再去一次江城的，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现在就给你吧。苏魔接过来一看，三国群英。陈家点头，是，这个关卡是中阶职业者里最难的，我们陶乐购接了一笔单子，想要通关之后兑换的群雄印记。陶乐购会提供您冲关的1英消耗，还会提供相应的过关装备。作为回报，您可以在技能书、装备上提出不超过群雄印记总价值 20% 的补偿，或者您也可以提出以物易物。苏魔翻看了一眼资料，幻境塔不是副本，不是秘境，而是一个类似关卡挑战的存在，里面分 N 个环境。目前开启的有楚汉争雄、三国群英、封神演义以及山海秘传，对应的分别是初阶、中阶、高阶以及超阶职业者。每人每月可挑战一次幻境塔，通关一个关卡之后才能去打另一个。通关之后会获得对应关卡的英雄印记，英雄印记就是兑换幻境塔里面宝物的凭证。武器、装备、技能等等，难度虽然不及秘境高，但每一个关卡动辄都是30-40层，甚至50-60层。且幻化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技能，有的消耗法力值让职业者只能空砍，有的烧血，一口毒奶血量救下了大半截，还有的双抗奇高，能让对手伤害降到1，挑战者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阴沟里翻船。苏先生，这个任务在半年之内完成都算有效，且越早完成，我们提供的奖励越丰厚。陈家循循善诱，不只是陶乐购，就连雇主也会给予丰厚报酬。苏魔微微一笑，比如说呢？奖励不够丰厚，苏大爷看心情。奖励足够丰厚的话，苏大爷4转完成就去给你办了。当然，陈家一一介绍，雇主愿意提供强效7彩神石，可无视装备等级，提前打孔加上魔石，还有洗炼币，可对装备指定属性进行洗炼。苏魔眼睛一亮，这可都是逆天的好东西。好，他收起材料，我会尽快4转，什么时候能挑战了，我会提前跟你说，怎么样？好。陈家眼睛一亮，跟苏先生讲话果然爽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握手的时候，苏魔微微皱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陈家比昨天加重了力度。这就算了，他拇指还在自己手背上摩挲了一下。老阿姨，你在想什么呢？离开了陶乐购，苏魔放弃了去蓝美再去逛一圈的想法。一来是蓝美给他留的印象实在不咋地，二来是陈家在江东城，
万一知道他去了蓝美，面子上抹不开。好在这次逃乐购之行没有空手，搞了一本荆棘之灵。在路上，他就把这本技能书给学了。经过徐好抢书的小插曲，他琢磨出一个道理：肉吃到嘴里还不一定是自己的，得吃到肚子里才算。万一有存心恶心人的憨批中途夺食，真是后悔都没地方去。在法师之源的加持下，荆棘之灵进化成了木系禁咒森罗万象。森罗万象主动技能木系禁咒，远古的树人一族复活了，他们要重新主宰世界，以施法者为中心，创造一个森罗之界。期间，所有进入其中的敌方单位都将被禁锢在原地3秒，同时开启遁甲生、遁甲刃效果。处在其中的友方单位获得高额气血、法力值回复速度，敌方单位被削减护甲，并持续被木之精灵吸取气血。被木之精灵杀死的敌方单位将成为木之傀儡。法力消耗2万，冷却5天。6。苏魔现在只有一个字评价：太爽了！这种范围控制技能能够完美的为他提供输出环境，过关的手段又多了。今天晚上回去再看一遍攻略，算一下怎么分配禁咒比较好。苏魔边走边琢磨。这时朱老发来消息：在哪？苏魔在回来的路上。朱老，从楼下给我带点吃的上来，生蚝、羊球、牛宝、餐酒。苏魔看得头皮发麻，朱老这是怎么了？可别出什么意外才好。怎么说朱老对他都无可挑剔。他急急忙忙小跑回酒店，点了餐，匆匆敲开朱老的门。朱老，你没事吧？只见苏老一身暗红色骚气睡袍，一手抱胸，一手2指夹烟，云淡风轻的吐了一口烟圈，淡然道：我很好啊，能有什么事？苏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再看眼神享受悠哉悠哉的朱老，茅塞顿开想到了4个字：贤者模式。打开的窗，挪动的春凳，卫生间的水渍。苏魔悟了，难怪狗日的曹纯知道自己到了江东城。朱贤瑜也不避讳苏魔，径直接过吃喝，放到桌子上，打开餐酒，喝了一口，感叹一句：忙到现在，总算能喘口气了。苏魔无语了，犹豫着是走是留。朱贤瑜却招手：来，我再给你详细讲一遍噩梦山几层 BOSS 的要点。苏魔暗生钦佩，不愧是贤者。第54章4转传说秘境噩梦山开启。苏魔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不知道朱老是以前就这样，还是遇到曹纯以后变成这样了。他有些担心朱老这一把年纪，万一折在了床上，自己会不会被法协追究连带责任。但朱老毕竟是个成年人，有分辨能力，对自己的行为也能负责。这么一想，苏魔又放心了。朱老一口咬下整个羊球，干了一大口餐酒，擦了擦嘴角的红油，这才开口：噩梦山的7层对应7种恶魔。第1层路西法，爆发型法师，自带圣光净化技能，法爆高，但伤害会衰减，所以这一层的卷轴一定要多放。第2层马门，暗影刺客，双头怪物，暴击高，闪避高，最麻烦的是他有分身，伤害跟本体一样，不会出现衰减。他的血量不高，只要被摸到就好办了。我给你的卷轴里有荆棘束缚，能很好克制。第3层阿斯蒙蒂斯，狂战士，血量高，暴击率高，但攻速不够，移动速度一般。注意，他是3头怪物，左边狼头眼睛泛红的是他每一击都带撕裂效果，右边牛头眼睛泛红的时候是狂怒时期，刀暴击。他手底下有72魔兵，伤害不高却很抗揍，你得保证不被魔兵围住，不然就被生生困在原地等死。第4层撒旦，元素法师，比路西法还要暴力，能飞天遁地，比刺客马门的速度还要快，是法师中的另类。第5层别西卜，疾风射手，攻速高，吸血高。第6层利维坦，消耗型法坦，高双抗，没人能瞬秒他。恶心之处在于他的双吸血吸蓝，时间一长，任何职业只能与之对 A。 第7层贝路菲格路，7层结束，噩梦之主才会出现。7种恶魔都是他力量的一部分，所以他的控制伤害都是包法伤跟误伤的，再加上每一层附带的精英怪物，着实很费时间。所以你不要急，打完1层就到下一层的 BOSS 点去休息。我给你的强力药剂敞开用，补满状态了再打。苏魔看了一眼仓库，药剂都是叠加一组 X99， 算下来怎么也要数百万。朱贤瑜事无巨细的给苏魔一一讲解各个要点，这些要点既是攻略又是心得，换在其他任何地方可能都得花高价才能买到。此时朱老却毫无保留的讲给他听。不过他此时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噩梦山的7层怪物为什么会是老外的7种恶魔，而且还出现在他的主线任务上。苏魔一边听一边不时点头，虽然他心底早有打算，但想到朱老不辞辛苦为他安排一切，他也不能让朱老寒心。
朱贤宇眼见苏魔听得认真，最后说道：“快的话1天半，慢的话也就2天到3天的时间。你不用有心理压力，大不了复活，重来一次。朱老放心，我会的。那好，早点回去歇歇吧，后天就开始了。我也得好好歇歇，忙坏了。”江东城，王家，传说及秘境噩梦山就是王家的产业。此时，家主王武，一个虬髯青衫的中年人，正在听下人汇报事情。家主，战旗工会今天跟我们联系，说他们想接下明天刷新的噩梦山，出价也愿意高出市面30%。王武皱眉，我不是说了吗？噩梦山的门票出售都放到明天之后再定。可是战旗工会说他们很急，一个战士要7转，已经是最后几天了，不能再拖了。不能拖也得拖。下人满脸着急，家主，那可是额外的30%啊！王武没好气道：“你以为我不想多赚这30%的钱？但这次预定的是一位7转法师大佬，上头是法协。战旗要是不服气，让他们自己去找法协理论。”下人脸色一苦，那可是一帮比狂暴战士还凶残的主啊！护犊子，脾气差，这已经是公认的了，谁敢触他们眉头？下人悻悻离去。王武眼中金光闪烁，他可不是看上去的粗犷憨厚，心底精明着呢。作为家主，他自然知道一些内幕的。噩梦山的门票都是预定的，但明天是个例外，有人插队要刷秘境。因为事发突然，所以他得以直接跟主顾接头，一位7转的法协大佬。再联系他从其他途径得知，整个法协最近都没有要7转的。王武很快猜出，这位法协大佬应该是带着法协里新进的成员打材料、搞装备的。这种情况在法协很正常。老带新，高带低，是法协保持在龙国第一工会组织位置的秘诀。就是不知道哪个年轻人又要一飞冲天了。王武暗暗想到，要是能有幸结识这样一位未来的法师大佬，对王家的好处不可估量。至于战旗会不会闹，借他们俩胆子也不敢呐。再说了，王武才不怕对方闹呢，闹得越凶，越能证明王家这次给法协开后门的代价越大，法协欠的人情就越大。来江东城的第3天，苏魔起了个大早，毕竟是自己4转主线任务的最后一阶段，他心底终归是有些小激动的。朱贤瑜却似没事人一样，直到苏魔敲门，他才睡眼惺忪的起来。两人吃喝完毕，这才坐着朱雀前往噩梦山。出发之前，朱贤瑜用了又一道卷轴，在朱雀周围撑起一道小型结界，将苏魔跟他也笼罩了进去。苏魔疑惑，这是屏蔽卷轴，附带隐身效果，可防止旁人窥探。朱贤瑜微笑道，以防万一吗？他虽说的轻松，眼神却很严肃，显然在防备着什么。两人一路向北，不到20分钟就抵达噩梦山上空。在空中就看到下方一个漩涡一样的传送门，门口很多职业者汇聚，甚至还有商人。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6转强力战士，10万血，能扛能打。哪位大佬进秘境的，组一个，上缴材料、装备。6转强力守护，3高，强控制，能保大佬满血见主宰了。有没有好心的大佬带带可怜的射手妹子啊？可纯可遇哦。走一走，看一看，黑玉断续膏，回复圣药，吃了腰不酸，腿不疼，轻松惬意过秘境。药师职业秘制腐蚀毒药啊，只对秘境 BOSS 有效了。苏魔看着下方汇集的职业者，忍不住问道：“朱老，这是？”朱贤瑜叹道：“都是些没有背景的职业者，在这里专门等着，碰巧遇到组队进去的，他们顺便转职。”苏魔默然，看来任何地方都不缺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社畜啊。这时又一声吆喝引起了他的主意，高价收购转职珠4阶套装了。转职珠？苏魔看向朱贤瑜，那是什么？第55章，法师协会疯了，要一个4转单刷传授秘境。转职珠是好东西，能让一个职业者重新开启第2职业。朱贤瑜说明，第2职业。苏魔愣了一下，改行？改行？朱贤瑜点头，有些人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想尝试成为另一个职业者，可以用转职珠洗掉自己的职业印记，随机生成另外一个职业。这种高级货一般都是那些豪门大家的子弟在转职时才用的。这……苏魔震惊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转职珠的存在跟作用。要是新转的职业还不喜欢，或者还不如原来的，怎么办？这个简单，转职珠还有个作用，可以一键恢复原来的职业。那还好。苏魔点头，这等于给了职业者重新选择的机会，好吗？朱贤瑜不置可否。另外一种在高级传说秘境中出产的叫转命珠，使用之后可直接转成自己想要的职业。据说在神话副本中还有一种混沌珠，可以让一个人同时开启多个职业。啊！苏魔彻底惊住了，这些都是课堂上老师没说过的。朱贤瑜微笑道：“怎么，瞧出其中问题了？”苏魔点头，
这样的逆天东西存在，不会真正改变那些不满足于命运的人，改变的仍旧是有能力改变的人。换而言之，只有社会高位者才有能力跟资格改变命运。像下方连七转任务都要求着别人带的，又有什么机会？看来游戏世界也在映射现实，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苏魔暗自叹息，这样看来，不是人在游戏世界掌控一切，而是游戏世界在操控现实世界的人生。瞧见苏魔沉思，朱贤瑜暗自点头。他话锋一转，好了，转蜘蛛的事不用多想了，这种低级秘境基本爆不出来的。与其奢望转蜘蛛，不如把希望放在套装、技能书以及高阶秘境令上。这些东西只要爆出来2、3样就够本了。到了，朱贤瑜递给他一枚令牌，正式进入噩梦山的凭证。朱雀突然悬停在了空中，苏魔不禁惊叹，这么大只居然还能悬停。更让他惊异的是，如此近的距离，居然没人能看得到他们。显然，这是屏蔽结界的作用。苏魔捏碎令牌，传送门骤然发出耀眼亮光，所有人纷纷看向传送门，想知道是何方大佬，居然一直没吭声，突然就进去了。不少等候多日未做7转职业的人满脸艳羡。苏魔感受到了传送门传来的吸力，噩梦山开启了，请挑战者快速进入。秘境等级90级。下一刻，苏魔凭空消失，进入了噩梦山。通道缓缓关闭，所有人都愣住了，怎么回事？没人进去。你们看到谁进去了吗？好像有人用了隐身术进去了，怕被熟人认出来。朱贤瑜凌空看了一眼传送门，原本轻松的神色一下垮了下来。哎，他才4转，就让他打传说秘境，这可是连会长都没做过的壮举啊！朱贤瑜喃喃，但会长说他能创造奇迹，但愿吧。话说我是在这等着呢，还是找点别的事做呢？我太紧张了，得放松一下。说着，他拍了拍朱雀，掉头返回酒店。路上，他又给某贼发了条消息：小曹啊，在吗？隐在不远处暗暗关注噩梦山情况的王家家主王武，此时满脸难以置信。作为噩梦山的拥有者，他能实时获取噩梦山的变化。噩梦山秘境有人进入，进入人数1，职业不详，等级不详，秘境怪物等级匹配90-100。王武惊呼出声，不是那位7转大佬？这不可能，一个4转职业者要单刷秘境90-100级，最好的情况是4转。当然，打死他也不会想到，刷噩梦山的正主做的正是4转的任务。即便如此，一个4转职业者单刷噩梦山也太过耸人听闻了。片刻后，王武面露骇然，法师协会这是找了怎么样的妖孽？秘境中，苏魔的身影凭空出现，传送门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昏黄世界。整个世界破碎不堪，天顶漂浮着大小不一的各色云团，脚下的大地湿漉漉的，低头一看，湿如粘稠，还有淡淡的血腥味丝丝缕缕飘散。渺远的声音悠悠，像是从天际传来：是谁搅扰无知美梦？无知国度为何如此破碎？不，这只是一场梦。颤抖吧，外来者！杀无子民者，血债血偿！在吾面前放肆者，永堕地狱！在苏魔的眼前，所有场景开始急剧变化。天上那一块块漂浮的云团，赫然化身大小不一的伸长翅膀的各种生灵，纷纷睁开双眼，怒视苏魔。它们如漫天蝗虫，呈漩涡状盘旋，掠向苏魔。昏黄的色彩像打翻了油画颜料，一下子变得炫目迷乱起来。脚下的粘稠血水中，也有一个个奇异身形从中挣扎而出，蹒跚伸手抓向苏魔。一股末日来临的淹没感将苏魔吞没其中。苏魔眼前一花，来到了一处只有光影结合的世界之中，光芒凌厉如剑，暗影斑驳如鬼。提示声响起：挑战者，你已进入噩梦山一层光与暗之界。曾经他是为众生照亮前路的神明，为求众生真正的平等而反抗天主，如今他却只能在暗影中苟活。挑战者面对堕落之神路西法，你能停下颤抖吗？苏魔眼睛一亮，来了。他心思一动，身后一对比他人还高的5色翅膀倏地出现，神道五行雨直接施展开来，5色光华发出刺目的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麒麟等神兽形象依次在身后显化。苏魔心念一动，5色翅膀自动切换到木元木尊，青色琉璃一样的光华不断流转。苏魔的双抗回复速度增加了。与此同时，一道道光影轮替出现，照在苏魔的身上。受光与暗之界的影响，你的吟唱时间被延长了 20%。 受光与暗之界的影响，你的施法范围减少了 20%。 受光与暗之界的影响，你的法术抗性被降低了 20%。
苏魔看着自己身上突然多出来的10几种 debuff， 不慌不忙，一切都在预料之内。朱老已经给他反复敲定了每一个细节，什么时候放技能，什么时候放卷轴等等，该怎么卡时间点，他已了然于胸。他眯起眼睛看向前方，那里正有一个巨大的光茧不断闪烁着光芒，光茧中一个狰狞的恶魔暗影轮廓清晰可见。堕落神使路西法就要出现了。第56章，苏魔，路西法飞这么高干什么？给大爷下来！路西法在这个世界的西方国度传说中，本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光明之神，他追求真正上的平等，不满于神主之子耶稣拯救世人的既定宿命。骄傲的路西法不愿遵从这样的宿命，于是他反对神主，带走一部分神明，却被视作是反叛者，成了光的对立面。因生而神明，又兼具黑暗之力的路西法异常强大，无人可挡，无人可敌。挑战者做好埋骨此地的打算了吗？听着近长篇大论的介绍之后，苏魔举起了手里的法杖，颇为无奈。什么神使，什么路西法，啰里吧嗦一堆，耽误苏大爷打完回家洗澡。然而秘境麻烦之处就在于前戏太多，他只能等着情节走完。他严重怀疑朱老说的动辄1-2天甚至好几天，是不是有大部分时间都在过情节。在苏魔的注视中，光茧像弹壳一样碎裂，暗影却骤然凝实。一个身具6翼、头生双脚的鸟人悬空而立，他身材高大，不下5-6米，居高临下俯视苏魔，一双只有黑瞳没有眼白的眸子泛着冰冷无情的光。闯入者，你将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说话间，他两手同时握紧，一白一黑的光柱在左右手中各自凝聚。与此同时，他的信息终于显示了出来：路西法，传说，种族神，等级90级，血量70000070000，力量3256，敏捷3289，法力1002984，攻击力5865，防御3029，战力评估80星。技能圣光惩戒，罪恶审判，神圣光辉，光之寂灭，暗影流光。介绍：有望取代神王的堕落神明，极光暗奥义于一身。他是神明，也是恶魔。他本该入天国，却堕入地狱。有人说他本性如此，有人说他收到了恶魔之王的蛊惑。狗日的面板属性这么高！随着路西法的信息出现，他头顶的血条法力值也显现了出来。在他抬手的瞬间，苏魔只觉头顶光芒瞬间变得刺眼起来，嗤嗤嗤声音不绝于耳。伤害来了，负1269，负1982，负1325，负1269。果然，跟朱老说的一样，持续的圣光惩戒在短短1秒不到的时间，让他掉了近1万的护盾值。持续性法伤光阵。苏魔冷哼，没有按照朱老说的使用召唤卷轴什么的，耗时耗力，抬手就是一发禁咒。土系禁咒，万有引力。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万有引力，但5天的冷却，没有伤害描述，以及高达2万多的法力消耗，充分说明了问题。这次也是他最好的练兵之时，他趁机了解一下自己的得了这么多禁咒，威力到底怎么样。隆隆隆，呼呼呼，比路西法更高的天顶，一颗颗陨石拖着长长的火焰尾巴，轰然砸了过来。天上下了一场带火的陨石雨，砰砰砰，密集的陨石雨从天而降，不出意外的砸在了路西法身上。嗷！巨大的伤害瞬间将他砸落在地，负102369。与此同时，苏魔的被动禁咒溯源之息自动套上，路西法像中毒一样，血量开始下降，负1024，负1024，负1024。溯源之息得被动赐福的5秒10%伤害值吸血生效了。不过可惜，苏魔掉的是护盾值，没有掉血。当然，溯源之息得另外一个被动也生效了。怒涛涌每秒吸取目标最大法力值 20% 也连上了，负20万05968，负20万05968，负20万05968。被一红一蓝2条线连上的路西法血条缓慢下降，但法力值却像是被一刀扎在了大动脉上，瞬间下了1/5，再眨眼已经少了小半截。卑微的爬虫竟敢！砰砰砰，负129685，负125698，负123695。卑微的爬虫，可知？砰砰砰，负20万06980。卑微的啊，我的力量哪里去了？穿透爆发技能罪恶审判没放出来，自带净化技能神圣光辉没放出来，穿透 AOE 爆发技能光之寂灭也没放出来。因为5秒之后，路西法的法力值被
被苏魔抽空了，同时他身上的血条还不够20万的。路西法眼睁睁看着天上不断降下的流星雨将他活活砸死，他死前绝望的眼神似在控诉：一介魔主居然死得这么憋屈。如果他拥有自己智力的话，或许要暗恨为什么不上来就放大，或者上来就进化了。万有引力的持续效果大约在1分钟，整个光与暗之界被砸成了真正的地狱。被流星砸死的路西法化作劫灰，纷飞在满目疮痍的小世界中。BOSS 死后的余音响彻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在骗我，我不甘心，不甘心也给大爷忍着。苏魔啐了一口，飞这么高干什么？这下摔死了吧。与此同时，一大团光华涌动，聚成一堆落在他的面前。他看也不看，招手尽数放进随身仓库里，因为他来不及去看了。光与暗之界像镜片一样支离破碎。再看时，他已经身处一片光线昏暗原始丛林之中。苏魔看了看身后10米处的一棵异乎寻常的白桦树，正是朱老跟他说的 bug 点，可以休息回复的好地方。不过苏大爷不需要啊，因为他的状态是满的，所以他的选择是向前迈出一步，触发挑战机制。这次他按照朱老说的寄出了一个傀儡卷轴，好歹用一个，不然多少有些不尊重朱老跟这里的 BOSS 了。只见10来个铜甲傀儡蹦跶着护在了苏魔的周围，同时提示声再次响起：挑战者，你已进入噩梦山2层光与暗之界。曾经他是神王前最强大的骑士，也曾匹马单身屠杀过恶魔。世事无常，谁能想到昔日的屠魔者终成了恶魔。挑战者面对贪婪之魔马门，你能留下的只有一堆枯骨。声音刚落，2支利箭毫无征兆地射向苏魔。叮叮，2个铜甲傀儡被轻易射倒，一个极快的黑影在他周围高速移动，像是在找苏魔的防守薄弱处下手。然而苏魔却不去管黑影，反而眼睛眯起，气定神闲。马门，暗影刺客，一个分身在明，一个真身在暗。禁咒真实之眼一开，自动锁定一个悄然靠近他的身影。马门，传说，种族神，等级90级，血量4000004000000，力量3256，敏捷15263，法力3659。苏魔咧嘴一笑，找到你了。第57章，凭 A 杀 BOSS， 禁咒秒杀，你们是细狗。马门，暗影刺客，高爆发，高闪避，缺点是脆，身板子弱。如果是肉盾，直接堆反弹就能弹死他。法师最好有控制，只要不被近身 A 都能 A 死他。苏魔想到朱老跟攻略上介绍的特点，微笑点头，就是你了。话音刚落，苏魔将翅膀切换为火熔流盾，琉璃青色变成了赤红交接的火焰流光，神兽朱雀在双翅之间来回显化，昂首长提啾。火熔流盾附带法力值 10% 护盾，并在护盾持续期间对周围敌方单位造成500点每秒的伤害，加盾加伤害。这时候苏魔看了看面板属性，神道、五行雨的被动都已冷却完毕，抬手对着隐身高速移动的马门平 A 了一下。专心偷袭的马门显然没意识到自己真身会被找出来，前行状态被打破。隐身状态的第一时间，他的被动60百分号的闪避被触发，躲过了这一击。这是破影之后马门的技能机制，必定躲掉，可以闪掉技能、普攻、控制。但苏魔要的就是这个机制。平 A 被躲避之后，接下来他的伤害就有大概率命中了。赶在马门近身之前，他再次抬手，又是一发普攻。而被迫现身的马门也以更快的速度射出了5、6、7、8支箭，分别射向傀儡跟苏魔。噗噗，几个同人傀儡倒地，一支箭射向苏魔。不，一声脆响之后，苏魔的熔流盾被击破，法力护盾跟着也掉了1万多。身后翅膀焰光大涨，朱雀虚影顺着焰光向前冲出一段距离。呼呼，熔流盾破碎后的爆炸伤害被触发，苏魔的普攻随之赶到。法力盾的反弹，熔流盾的爆炸伤害，苏魔的普攻，3下对上正常的 60% 闪避，只要中一下就好。法师攻速不够，那就被动来凑，3道攻击必中一下。果然还是自己的法力盾发挥稳定，顺着马门的箭矢伤害直接弹了马门一下。负15620。神道五行雨被动之2，神道天威触发了，每隔3秒攻击地方单位时将附带一次最高法力值 1% 的额外穿透伤害，50米的覆盖范围直接将马门覆盖在内。而这一被动的穿透伤害跟着普攻赶到，一道猩红火光如利剑穿透马门真身，命中。负4403。这一切发生的虽然复杂，却在前后不到3秒的时间发生。接下来苏魔就往一个同人傀儡身边迈了一步，
躲避马门疯狂的进攻，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一红一蓝两道异常醒目的红线，像2条高压线连上了马门。溯源之息的2个被动也被触发了。跟路西法不同的是，马门的生命值也像被抽水泵连上了，在眨眼间掉了近1/10，1秒钟掉了近1/8。而他的法力值本就少得可怜，经过自己释放技能疾风神剑，再加苏魔的抽取，他的法力值在1秒钟就少了1半还多。马门的分身也在此时接连射出几剑，却都被同人傀儡挡住了。3秒，马门的分身消失，剩下肾亏的马门舍了大功，摸了一把短笔跟苏魔近身肉搏。GDP， 苏魔发出变态笑声，抄起法杖迎头痛击。被动除了火熔流盾跟抽血还在触发，其他的已经开始冷却了。-1236，-1236，-4405，-1205， 变态的苏大爷生生用平 A 结果了马门的生命。倒地的马门似无法相信自己一介神明居然被一个凡人生生敲死，无知失败，非战之罪，是宿命。无主，你骗了我，我不甘心。随着他一声怒笑，苏魔再次将翅膀切回木原木尊形态，回复因为马门缺钙而没抽回的法力值。他估摸了一下时间，低声道：差不多15分钟过马门，这样的时间应该不会让朱老太怀疑吧。接下来速战速决。原来苏魔在故意消耗时间。他拍了拍手，将马门豹的装备一股脑全收了，看着面前的场景随风而逝。场景变化，第3层，死亡战神阿斯蒙蒂斯。吼吼吼！阿斯蒙蒂斯的出场伴随着地动山摇，让苏魔忍不住抬手掸去灰尘。狂战士，血量高，暴击率高，还有72魔兵。秘境一通介绍之后，阿斯蒙蒂斯老神在在的带着他的狂化魔兵冲了过来。苏魔抬起法杖，只说了4个字：极寒风暴。漫天冰雪连砸带动，将整个血界化作了冰雪国度。阿斯蒙蒂斯跟他的魔兵身为战士，速度本就不快，又被极寒风暴延缓了速度，还没摸到苏魔一下魔兵就已经死伤殆尽。只剩下一个阿斯蒙蒂斯在冰天雪地里顶着3个大脑袋，6只猩红眼睛死死盯着行动速度不受影响的苏魔，对于狗链子一样的一红一蓝2条线怒吼不止。3分钟后，苏魔满状态站在阿斯蒙蒂斯倒下的地方，收了所有落地装备。苏魔撇嘴：切，个头大了不起，叫那么大声，还以为你多厉害呢。第4层，地狱领主撒旦，元素法师，比路西法还暴力，能飞天遁地，移速奇高，法伤成吨。撒旦，传说，种族神，等级90级，血量550000，550000，力量3255，敏捷8025，攻击力6022，法力1560256，防御3258，战力评估90星。技能：地狱之门，蛊惑之心，神辉光涌现，炼狱审判，黑暗降临。介绍：自有天国之日起，最有望成为新的主宰之人。他是天神的耻辱，是人族的血仇。他让地狱恶鬼更加恐怖，他让人族永远失去乐园。挑战者，你能经受得住魔鬼撒旦的诱惑吗？苏魔，雷系禁咒，雷霆之主，一红一蓝2条狗链子往上一套。3分钟后，他撇了撇嘴，摇了摇头，这也不行呀，细狗。第58章，噩梦主宰被抽虚了。噩梦山秘境外，王家家主王武看着噩梦山 BOSS 更新速度，已经看得心惊肉跳。第6层了，王武满脸震撼。作为噩梦山秘境的拥有者，他能够清楚知道关于秘境的消息， BOSS 更新时间点、等级、每一层被通关的时间，这些记录会生成总表的形式呈报给他。而他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到噩梦山来刷秘境，也会制作一份通关记录榜，排名前3的都能获得额外奖励。第1名的奖励丰厚到让人发指，赠送1张噩梦山门票。要知道，噩梦山虽是低等级传说秘境，门票起底也在3亿蓝星币，还属于有价无市的那种。目前榜上排第1的是国内专门刷记录爆装备的团队挑战者工会。这个工会有数位9转职业者，自上而下组织各级别的职业者去刷秘境记录，同时他们也收费为各转职职业者牵线搭桥，做转职任务。当然，收费不低。挑战者在噩梦山的记录是一支流转职业者创造的，时间是25小时12分，这个记录也保持了快2年了。可眼下，王武看着从第1层到第6层才30多分钟的更新速度，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王武喃，每一层的 BOSS 背景清洁走完需要至少1分半钟，5层就是7分半钟，剩下28分钟打5层，1层花费充其量5分钟。不对，
他在第2层待了15分钟，另外4层充其量就3分多钟。不应该啊，第2层的马门是7位梦境 BOSS 最弱的，怎么会花费这么长时间？是因为马门的隐身费了功夫？王武满心疑惑，他绝对不会想到每层至少3分钟的时间刚好是苏魔禁咒的持续时间，不是禁咒的原因，他进入下一层的速度会更快。他当然更不会想到会有人为了消耗时间丧心病狂的把第2层马门平 A 致死。难道他是某位法邪大佬用了欺骗卷轴？王武薅了薅自己的头发，不对，1层用一个欺骗卷轴，这成本太高了，除非是9转的秘境。他再次抬头去看时，彻底呆住了，7层了。从开始到现在才过去41分钟，细算下来，这位法师中间都没有花时间回复，是 BOSS 没有对他造成伤害，还是他走的双溪流法师？天哪，他到底是什么法师？元素法师还是死灵法师？又或者是召唤法师？90级单刷噩梦山就算了，还创下这样的记录。王武两手抹撒，在心底组织副稿，想着怎么联系朱贤瑜，跟他套取一些这位未来法协巨头的信息。只要能跟这位潜力无限的大佬结下香火情，我王家必定能更进一步。王武踌躇满志，目光灼灼。如果他所料不差，这位90级的法师大佬绝对能将通关时间控制在1小时之内。这样的实力绝对值得王武摇尾巴捡。他看了一眼记录界面，果然第45分39秒，噩梦山7层怪物被尽数击杀，终极 BOSS 噩梦主宰刷新了。老天！王武再无犹豫，动身前往噩梦山。他要让这位未来大佬感受到王家的诚意，让他对王家心生好感。此时身处最后1层的苏魔挠头看着面前灰色调的世界背景，脚下依然是粘稠如湿的各色血液。终于到你了。在前面的3层里，第5层的别西卜被超能机甲召唤出来的赛博人一拳锤爆炸了，高爆发一点都没爆出来。接下来近3分钟的时间，智障的赛博人开始疯狂破坏。第6层的利维坦被他用大风灾、湮灭、地劫的法阵牢牢束缚在法阵内，无数冰近乎石化的锋刃生生将肉盾利维坦剐得成了骨头架子，最后骨头架子也被狂风搅成了齑粉。利维坦的高双抗、双吸一点用处都没用上。第7层怪物名字叫什么苏魔都没听清，一记平 A 双吸之后让其肾亏平 A 致死。苏魔再次往后延长了时间，最重要的是他要确保在最后1层有足够的筹码，确保能一次过，不然自己的禁咒都在冷却，短时间内无法再刷。整个世界都在震动，暗色基调的带来的沉闷压抑感与现实一样。挑战者，你击败的只不过是噩梦主宰制造的7个噩梦罢了，只有击败强大的噩梦主宰，你才能活着走出这里。你有这个勇气吗？吃啦啦！震动的地面裂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巨大缝隙，缝隙中无数冤魂厉鬼呼啸着冲苏魔奔来，阴森凄凉的感觉逼真无比。天上则有一个个悲声双翼、4翼、6翼的神明陨落，凄厉的哭喊声响彻整个世界。哗啦啦！一个身高数十米的恐怖怪物从裂缝中高高跃起，继而轰的一声重重落在苏魔面前。他背生6翼，肋下4只手臂，这些手臂拿着的有法杖、弓箭、巨斧、长刀，粗壮如山头的脖子上分布着果簇一样的10几个脑袋。仔细看去，这些脑袋分明是前面7层 BOSS 的集合体。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双眼都是猩红状态，他们处在满 buff 的状态，出手就是最大化的输出。居中的一颗头颅青色面庞，3只红眼盯着苏魔，阴沉开口：卑微的爬虫，你用剑击破了无之美梦，侥幸来到无的面前，你罪不可恕，臣服于无，无可让你免于一死，要么你就死。苏魔知道这是情节设定，懒得理他，抬手挥了一下，这就是他的态度。打！噩梦主宰放声狂笑，呼呼呼，有意思，多久了？终于有人敢对无说不了，太有意思了。蝼蚁，敢对神明说不？你准备承受无之怒火吧。声音刚落，噩梦主宰张开大口对着苏魔吐了一口浓痰，轰！龙痰在空中炸开，化作72狂化魔兵冲向苏魔。与此同时，噩梦主宰4条手臂也纷纷举起，准备攻击。他的信息也终于显示出来。噩梦主宰，传说，种族神，等级100级，血量100000001000000，力量15000，敏捷15000，法力200万，防御1万，战力评估100星。技能神圣光陨灭，神天国降临，灾地狱之门，灾蛊惑之心，神辉光涌现，灾炼狱审判，灾黑暗降临，神消灾迷惑。苏魔没功夫去管介绍了，
先手丢出朱贤鱼给他的压制卷轴，将噩梦主宰的等级压成了90级。同时他抬手祭出木系禁咒森罗万象，翅膀一瞬间切换成水怒涛涌，所有的魔兵都被森罗万象牢牢摁在原地，血条疯狂下降。一红一蓝两条狗链子再次甩出，牢牢拴在了噩梦主宰的身上。苏魔抬起法杖，平 A 一下，伤害值开始不断浮现，负12698，负15983，负2689，负12589，负5695。一瞬间，噩梦主宰的第一格子血疯狂往下掉。反观法力值在瞬间下降了1/5，因为森罗万象的强控效果，让抬手准备攻击的噩梦主宰顿了一下。1.5秒，苏魔大喜过望。原来森罗万象强控3秒，还有0.5秒的强行打断攻击效果。吼！噩梦主宰再次怒吼，抬手就要攻击。森罗万象的藤条再次收紧，他再次顿了一下，又是1.5秒。苏魔咧嘴狞笑，这样的话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简单了呀。看着像抽风一样接连点头的噩梦主宰，苏魔抬手又是一发禁咒流火天灾，漫天的大火瞬间将整个世界都烧红了起来。负126987，负189256，负205698，负123854。狂化魔兵本就被森罗万象摁在地上，惨嚎着被天火烧死。森罗万象的木鬼异化生效，惨死的魔兵被异化成了木鬼，转而攻击之前的同伴，还有噩梦主宰。哦！刚反应过来的噩梦主宰还没来得及使用自己的进化技能，赫然发现自己的法力值只够释放一个刺客技能了。森罗万象总时间达到 4.5 秒的强控，让苏魔将噩梦主宰已经抽虚了，剩下的一点法力值不够他释放进化技能的。此时苏魔再次抬手，以平 A 将噩梦主宰的盖吸了个干干净净。空剩下5-6格血的噩梦主宰握着手里的各样武器，陷入了短暂的茫然之中。似乎游戏设定噩梦山秘境之初都没想到噩梦主宰会被人抽干法力值，而漫天的大火还在继续，噩梦主宰现在只能挪动巨大的身躯步行到苏魔面前，而苏魔还捏着最后一发伤害禁咒。第59章死亡意志收割，苏魔报复了。噩梦山7层过后，苏魔身上还有一个伤害禁咒没放，死亡意志。死亡意志伤害为绝对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无法净化，无法磨免，伤害值为缺失气血值 X 1.5 倍。现在噩梦主宰缺钙，腰膝酸软，无法释放技能，只能走砍。然而苏魔自然不会傻乎乎的站着等他来砍，不断走位，不时挥舞法杖打出一击。现在他只需要等着噩梦主宰的生命值降到死亡意志的斩杀线60百分号以下即可。事实上，在流火天灾的打击下，噩梦主宰的血在瞬间就少了 20%。 森罗万象的强控加持续掉血也贡献了 10% 的伤害，控制效果虽然消失，但伤害还在继续。此外，溯源之息还在持续吸血。神道五行雨得被动2野，每隔3秒来一次穿透伤害。火熔流盾的灼烧，再加上苏魔的法力盾反弹，普攻、掉血、法伤、穿透、灼烧，苏魔的伤害方式近乎无赖。前后不到10秒，噩梦主宰的血量直接降到了 56%， 并且掉血还在继续。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苏魔停止走位，抬手挥舞法杖，亡灵系禁咒死亡意志祭出。在他抬手的瞬间，原本昏暗动荡的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天上地下的亡灵、恶鬼、木鬼等齐齐顿住，茫然地看向一个方向，噩梦主宰的身后，就像是低位者见到了他们的主宰。在噩梦主宰身后，一个足有亡灵主宰数倍高大的亡灵虚影凭空出现，他浑身笼罩在黑雾之中，露出的白骨头颅中只有双眼的位置鬼火腾腾，硕大的白骨脑壳上顶着一尊狰狞的白骨王冠。显然这尊亡灵是地下的某位主宰。亡灵出现之后，隔空伸出一根白骨手指，像断头台一样居高临下点向噩梦主宰。反观噩梦主宰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被死死按在原地一动不动。瘆人的撕人耳膜的狂笑声响彻天地，结结结，典型的反派狂笑。然而此时正是这从天而降的反派手指在下落的过程中骤然变大，一直点在亡灵主宰的脑门上。噗！一道皮球泄气的声音响起。让人意外的是，噩梦主宰没有萎缩变小，反而是急剧膨胀变大，继而轰的一声炸成无数碎片。碎片在纷飞过程中又被流火天灾的火焰焚烧殆尽，不可一世的噩梦天灾就此随风消散。死亡意志一出，
没有磨免，没有不死，更是直接跳过噩梦主宰的锁血线，直接斩杀。噩梦主宰死前愤怒惊恐的声音响彻云霄，不，无知夙愿还未完成，不能如此死去。可恶的欺骗者，无时不下心中了你的奸计，如果能重来，务必揭穿你的伪善。苏魔不禁皱眉，从第1层到第7层，再到噩梦主宰，几乎每个人死前都会提到一个词：欺骗。路西法被世界欺骗，马门被主欺骗，撒旦被亚当欺骗，噩梦主宰被挑战者欺骗，哪跟哪？这是一群人，还是一个噩梦主宰分化出的7种人格？他又想到朱老跟他说的，每一个职业者的主线任务对应的可能都是游戏世界降临现实的真相。如果这是其中一个环节的话，那么到底是谁欺骗了他们？神，还是游戏开发者？苏魔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些过于天马行空了，转而看向天空，那里还有一大只呢。嘿嘿嘿，让人牙酸的可怖笑声再次过人耳膜。王林看了苏魔一眼，跟着消散。苏魔头皮发麻，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王林给他的感觉像是有独立意识的存在，嘲笑他这么弱小的对手还要请帮手。他觉得自己想多了，看向从噩梦主宰死亡之地飘出的一个缩小版的噩梦主宰灵体。噩梦之灵。苏魔眼眸大亮，他费了这么多功夫，禁咒挨个放了一遍，等的不正是这一刻吗？他急忙从随身仓库中取出法神战衣，粗胚将其跑向噩梦之灵。提示声响起，法神战衣的打造正在进行最后一步，傅灵，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请您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噩梦山秘境挑战胜利的情节开始演绎。噩梦主宰被杀之后，噩梦山变成了山明水秀之地。然而天边依次显现更多怪物虚影，提醒苏魔新的挑战还在继续。挑战者，恭喜你击败了噩梦主宰。我们很遗憾地告诉你，噩梦主宰这样的存在还有很多。想要拨乱反正，你的路还很长，请继续强大，继续前进。这个世界需要你。提示：传送通道将在10分钟后开启传送，请做好准备。苏魔彻底松了口气，看了看正在读条的傅灵战衣，又看了看满地的金碧辉煌，再次跟大头苍蝇似的搓搓手。发财了！魔神之手，金色。类别：护腕。等级要求120级。属性：法力回复正 2%， 最高法力值秒，法力值加300，吟唱时间缩减3秒，可用大有挂时将之锻造为套装属性。附带效果：施法时有 8% 概率释放一次魔神之握，将目标单位禁锢在原地3秒。战神之剑，金色。类别：武器。等级要求120级。介绍：来自遥远的战神国度，传说只有真正的王者才能佩戴此剑。转植珠，特殊 X2。类别：消耗类特殊道具。作用：可用于职业者重新选取职业，有鬼神莫测之能。介绍：能再生造化的逆天道具，汇集游戏世界最神秘的职业信息。据说只要解开它的秘密，就能掌控整个游戏世界。这是……苏魔眼睛大亮，放声大笑，发财了，发财了！按照朱老所说，低阶的噩梦山秘境基本没可能爆转植珠，真要爆出来了，一颗足以弥补这次所有消耗。就连苏魔在进来之前也没往这方面去想，没想到不仅爆了，还一爆出俩。看来法杰的 50% 掉宝率跟 15% 的掉宝配饰激发了欧皇运气。然而他的好运远不止于此，他还爆出了3本技能书，其中一本还是法师的，一本坦克的重装反制，一本守护的众神赐福，还有一本法师的光之成基。现在苏魔确定自己不是发财，而是暴富了，因为除了技能书，他还爆出了好几种市面上奇缺的材料，在朱老给的攻略里就有介绍。发达了，发达了！苏魔咧嘴大笑起来。这时提示声再次响起，您的战衣粗胚已经复灵完毕，它已经成为了一件成品法神战衣。第60章，发达了，神器套装。苏魔实力更上一层楼，法神战衣成品。苏魔眼睛一亮，这才是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啊！法神战衣，暗金。类别：战衣。等级要求1级。属性：法力值加300，敏捷加150，力量加150，法力回复正 2%， 最高法力值秒，吟唱时间缩减3秒，法术威力正 30%， 可用神级女娲石将之锻造为套装，套装属性，可通过吞噬高阶装备、材料、传说级以上获得进化。附带效果1级。1. 施法时有 5% 几率额外无消耗释放一次。2. 施法时有 50% 几率获得法术暴击。3. 施法后普攻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正 50%。4. 普攻5次可获得1次 AOE 伤害，距离50米，
伤害值为 10%， 法术攻击力。介绍：集齐10种传说材料打造的法神战衣，终于向世人展示了它神秘的一角。穿上它，你将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诸神因它而颤抖。提示：法神战衣的套装属性将在宿主打造套装之后开启。看着这件新装备，苏魔眼神一缩，这件装备给他的感觉就仨字：屌爆了。他本以为2转给个红装已经是极限了，却没想到4转给的是暗金神器。更让他震撼的是，这一件暗金装备居然可以打造成套装，这是他闻所未闻的。最神奇的是，这件装备1级就可以穿，还可以靠吞噬材料跟高阶装备实现进化。量身打造，可进化，这就意味着苏魔以后不用再费心费力去想怎么搭配装备了，直接想办法将装备扬成就行了。至于属性跟附带效果，苏魔只是看了一眼就连连啧舌。果然，暗金神器一件抵其他品质的一套不是虚言。装备上的所有属性都在提高法师的能力。该说不说，光是这300的法力值，一旦穿上去，肯定又是一波面板属性的增长。但得知装备属性可以成长的苏魔怎会满足于此？他果断将随身包裹里捡取的传说材料一一拿了出来，准备试试效果。神明的欺骗，红。类别：传说材料。介绍：产自噩梦山，传说有着能让人迷失自我的能力。远古诸神曾因它而陨落。作用：不详，据说神器的打造离不开它。撒旦地翅膀，红。类别：传说材料。马门长命弓弦，红。类别：传说材料。接下来要怎么做？苏魔挠了挠头，喂猫喂狗的咱会，可是养装备确实没经验啊。他想了想，试着将法神战衣跟神明的欺骗靠近，结果法神战衣发出一团光，将传说材料直接吸入。您的法神战衣开始吞噬传说材料，它将变得更强。原来如此。苏魔大手一挥，将其余的传说材料都放了上去。随着一团团光华亮起，法神战衣进化的提示声也在不断响起。与此同时，法神战衣的等级也在一点点增长。刚开始时，没几件红装材料就升了1级，可到了后来，升级就慢了下来。苏魔搓了搓手，有种淡淡的忧伤。装备是成长型的，这特么需要的红装数量明显也是成长型的啊！看着兜里所剩无几的传说材料，他无奈停下了吞噬，好歹得给猪老留几样，不然说不过去。再看装备属性，他的心狠狠抽了一下。法神战衣，暗金。类别：战衣。等级要求50级。属性：法力值加1050，敏捷加650，力量加650，法力回复正 7%， 最高法力值秒，吟唱时间缩减15秒，法术威力正 80%， 可用神级女娲石将之锻造为套装。套装属性：可通过吞噬高阶装备材料传说级以上获得进化。附带效果50级。1. 施法时有 10% 几率额外无消耗释放一次。2. 施法时有 55% 几率获得法术暴击。3. 施法后普攻速度正 105%， 移动速度正 55%。4. 普攻5次可获得1次 AOE 伤害，距离55米，伤害值为 15% 法术攻击力。很明显，除了被动效果，法神战衣的属性数据都翻了。苏魔的心开始热切起来。这么一试，他算琢磨出味道来了。首先，法神战衣可以无限制进化，与自己的等级相匹配。其次，法神战衣晋级以后，升得快的是属性，附带效果也会增长，但不大。即便如此，这件战衣的属性也碾压他现在的紫装属性，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有这么好的装备，不换是傻蛋。苏魔果断换上，面板属性瞬间迎来暴涨。姓名：苏魔，职业：法神竞技法师3转，级别90级，生命值15528加1121360 1121360，力量1986，敏捷2018，法力560680 560680，防御2867，战力评估81星。主动：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实之眼、万有引力、光明临世、超能机甲、死亡意志、大风灾、湮灭、森罗万象、神道、五行雨。被动：法师之源、天机屏蔽、溯源之息。一件装备直接让他的法力值破50万，护盾值也终于过了100万。他有信心，凭现在的护盾值，他站着不动就能弹死2层的马门。苏魔看着随身仓库里的传说材料，舔了舔嘴唇。算了，朱老为我忙前忙后，这样吃独食不合适。与此同时，秘境提示声响起：伟大的挑战者，此次挑战进入结算时间，结算完毕后将进入1分钟传送倒计时，请做好准备。恭喜您打破了噩梦山通关记录，
将获得秘境另一枚。恭喜您以完美的表现通关噩梦山，将获得随即红装一件。恭喜您以最快的速度击败噩梦主宰，将获得噩梦山所有红装材料各一份。提示：请输入您的团队名字，秘境将会把您的记录显示于秘境之外，激励新的挑战者。请输入您的团队名字。第61章，会来世的王家家主。团队名字？苏魔直挠头，苏老没跟我说过这茬啊。这也难怪，朱贤瑜只想着怎么让苏魔过关了，哪里会想到破纪录的事，想都不敢想的好吗？不过起名字这种事对苏大爷来说还不是分分钟的事，他直接输入了俩字：传说。哥是个传说，不要迷恋哥。恭喜您获得了噩梦山秘境另一枚。恭喜您获得了血魔之刃红一把。恭喜您获得路西法的眼泪 X10。恭喜您获得马门长命弓弦 X10。恭喜您获得撒旦的翅膀 X10。看着这一套传说材料，苏魔忍不住咧嘴大笑了起来。这些都是朱老没跟他说过的东西啊，爽歪歪。他在心底盘算着出去之后怎么跟朱老说，朱老比较容易接受。噩梦山秘境即将进入冷却状态，传送门已经开启，请做好离开准备。此时噩梦山秘境外，王家家主王武拨开所有人，径直站到最前面，满脸热切地看着传送门，心底早已天翻地覆。就在刚才，噩梦山秘境的记录不出他的意料被打破了。噩梦山通关最快记录55分钟18秒。通关团队传说。老天！王武在心底惊呼，什么传说团队？那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师，法师还不算完，他才90级，90级单刷噩梦山秘境，谁敢信？来的路上他已经给朱贤瑜发了消息，朱老还请现身一见。不知为何，消息都发出去快10分钟了，朱贤瑜还没回，是不屑于搭理自己。想想也是，他带来的90级法师都能单刷噩梦山，为什么要搭理他这种小须须？王武一边殷切地看着传送门，一边在心底组织措辞，要说什么才能让法协的这位大佬记住自己。一旁不少职业者也满脸疑惑地看着王武，面露敬畏与惊奇，纷纷小声议论了起来。你们看，那不是王家家主吗？他怎么亲自来噩梦山了？看他样子像是在等什么人，什么大人物值得让王家家主躬身等候？该不会是某位大家族的公子带队，或者卧槽？怎么了？你们看！一个人指着传送门旁边的玉碑，卧槽，破了！什么破了？旁边人嘿嘿低笑，说的不清不楚的，害得我想多。卧槽！哪个团队这么猛，居然能把记录压到1个小时之内？聒噪！王武皱眉，冷冷看向身边的人，太吵了，清场。是家主。2个7转职业者立马走到人前，身上气势一开，放声道：各位，家主要在这里等候一位贵客，还请自行散去。人群震惊，贵客？等人？这是要清场？不少人愤怒起来，王家这是要店大欺客。一人愤声喝道：怎么，我们在这里等着噩梦山刷新的，结果你们王家倒好，不按顺序来，给别人插队不说，现在连看也不让看。就是王家这么做未免太霸道了吧？不是我们刷噩梦山，你王家哪来的底气？怎么端起碗吃饭，放下碗就要骂娘？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居然不守规矩插队。王武眯眼，冷冷看了起哄的那人一眼，他身旁的护从一个闪身到了来人面前，一拳将其轰杀，周围瞬间鸦雀无声。被杀的那人随即在距离原地数米外复活，他满脸震惊，声嘶力竭。王家未免太过张狂，居然这么对待主顾。王武甩手扔出一个复活卷轴，冷冷说道：如果你再聒噪，下次就没有复活卷轴了。那人立马闭嘴，接了卷轴急急后退。王武这是疯了，为了秘境内的人居然大开杀戒。他惊恐地看着玉碑上的新纪录，传说团队创造了通关噩梦山的最新纪录，时间55分18秒。深刻啊，居然把记录刷得这么高。苏魔喜滋滋看着自己随身仓库里额外的红装材料奖励，站到了传送门上。他已经打定主意，把秘境令、转职珠跟额外获得的红装材料都给朱老，以回报他不辞辛苦的忙碌。不说前面9种传说材料的价值，单说这次噩梦山秘境的联络跟安排，就不是他能在10天之内搞定的。到时候他的转职肯定要受影响。人贵在知恩图报。再说了，经过4转的主线任务，苏魔大致猜到自己以后转职任务的强度了，说不得还要请朱老帮忙。如果现在昧下这些东西，一顿撑死跟顿顿饱苏魔还是分得清的。出门的瞬间，他再次使用了隐身卷轴，这是朱老交代的，他的职业特殊，避免有心人的窥伺。出了传送门，苏魔看到态度恭敬、满脸期待的王武，以及一众隔着老远的职业者。这是发生了什么？苏魔疑惑不解，
震动翅膀就要离去。众人眼睁睁看着传送门打开又关闭，却什么也没看到，纷纷面露茫然。怎么回事？王武反应过来，想用探查术探查一番，可想到对方隐身，就是不想暴露身份，只得作罢。他放声大呼：“这位法协大佬既然不愿相见，王武不敢强求，但请大佬有空时肯赏光当面赐教王武一番，不胜感激。”周围的人耳朵合其间：“什么法师？不会是法协的人吧？有可能，也只有他们的暴力输出才能刷得这么快。法协刷副本的有哪些队伍？传说星组的战队。”苏魔正要离去，听到王武这么说，也感受到了他的善意，想了想，从随身仓库里取出一件红装材料，隔空送了出去。他已经知道自己所获得的额外奖励都是王家额外拿出的东西，既然人家愿意表达善意，又玩得起舍得掏红装材料，自己也不能差事了。说到底还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啊！王武抬眼看到凭空落到面前的红装材料，恭敬两手捧着，兴奋大喊：“谢大佬赏光！”接着他举起手中的红装材料，便是所有人，高声道：“各位，今日王某有幸结识着法协大佬，诸位同沾喜气。凡在现场的，再入噩梦山，一律5折优惠。”原本对王武行为嗤之以鼻的众人纷纷欢呼起来：“好，王家主大气！谢法师大佬，谢大佬！”隐身在暗中的苏魔瞧见，摇头苦笑：“这王武还挺会来事。”说完，他摇摇头，飞身去找朱老了。第62章打曹篓兔子，杀徐豪，捡装备，两不耽误。苏魔靠隐身卷轴飞离噩梦山，不去管自己的举动给众人留下了怎样的震撼。他现在想的是尽快找到朱老，然后回去转职。没有朱老，自己现在3转能不能过还两说呢。出来时他就给朱老发了消息：“朱老，我打完了。”没人回他。他又发了个消息：“朱老，你在哪？我去找你。”还是没人回。苏魔想到朱老说的自己至少得1天才能打完，估计出去溜达了。要不自己先回酒店等他，然后一起回江城。这时候隐身卷轴时间也到了，他认准一个方向飞奔而去，就是飞得太高，风吹裤当凉飕飕。干！想到坐在朱雀上全然没有这个问题，苏魔这才意识到症结所在。朱老在朱雀周围布置了防风结界，看来以后得学个结界法术了，现在的回蓝速度也能支撑得起消耗了。无奈之下，他只得看向下方，挑了个人少的大路落下。不巧的是，居高临下的他没看清人少的大路正位于一处炼技区内。巧的是，他刚落下就遇到一头100级的精英巨熊怪对他龇牙咧嘴咆哮而来。这他妈！苏魔无力吐槽，这运气也没谁了。他的技能在噩梦山都用光了，全在冷却状态，这可怎么搞？这要是让人知道单刷噩梦山的苏大爷在炼级区迷路了，人可就丢大发了。再加上刚打过噩梦主宰，这区100级的野怪，苏大爷看不上。于是他转身掉头小跑着离开。苏大爷不是怕了你，是不愿跟你计较。苏魔一边跑一边嘟囔：“按照游戏世界的规定，他只要跑出来这只熊怪的活动区域就好，熊怪自己就会回去。”然而没等苏魔跑2步，迎面又见到一行数人，其中一人十分眼尖，惊呼一声：“苏魔！”听到声音之后的苏魔也是一愣：“徐豪，真是冤家路窄，不过真是巧得很呐。”苏魔眼睛眯起，亮光陡然升起，新仇旧恨得乘999倍了。随身仓库里刚打的法师技能书光之成机直接学习，接着他在心底默念：3、2、1，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光之成机进化成为光之禁咒，光之寂灭。这边苏魔等着技能进化刷新，那边徐豪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他先是四下看看，确定没人在周围后，立马狂喜大叫：“薛大哥，武大哥，杀了他！”薛涛等人愣了一下，苏魔被城主叮嘱躲远一点的，他不就是游戏学院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吗？一个人就敢进4转职业者的练级区。徐豪不等薛涛等人做出回应，自己主动冲了出去，放声怒吼：“苏魔，我要你死！鱼半夏是我的！”苏魔看着一身破烂，刚满30级的徐豪，连技能都懒得放了，抬手一法杖直接抡了下去，负3256，普攻伤害3000多，一下子让刚满30级的徐豪血量少了大半管子。苏魔冷哼：“狗日的，徐家这么有钱啊？”他摇了摇头，要不是徐豪一身极品紫装，这一法杖下去就能要了他的狗命。当然没打死也不耽搁，被动溯源之息生效了，一红一蓝2条狗链子随即连在了徐豪身上。负325，负325，负325，
10%攻击伤害秒的抽血速度，让已经贫血的徐豪面露惊恐之色。瞬间见底的法力值更是让他亡魂皆冒。武大哥，救我！薛涛、武迪在徐豪倒下的第一时间就扑了过来。薛涛拽着徐豪反向跳开，无论气血吸取还是法力值吸取，都是有距离限制的，超出距离链接自断。另外一边的武迪显然是一个守护，抬手先是一个强力回复，奶了徐豪一大口，反手又是一个净化，直接解了链接。武迪大步迈向苏魔，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双吸法师？来来来，让你武大爷看看你还能不能吸。显然在他看来，苏魔刚用了双吸，不可能再次使用，就算能，苏魔能吸死他一个高回复的守护？开什么玩笑？苏魔冷笑，看来也是一个嘴臭的，跟徐豪一个德行。虽说嘴臭不致死，但护着徐豪就很要命了。他举起了手里的法杖。刚摆脱生死危机的徐豪惊魂未定，却仍声嘶力竭的狂呼：薛大哥，不用管我，杀了他，这是个好机会。薛涛面露犹豫，之前徐豪出去逛街回来就说自己被淘乐购的人给打了，是因为苏魔。觉得事情蹊跷的薛涛本想询问城主徐刚，但想到自己看管不力，有可能也要被追责，索性胡乱安慰了徐豪一通，就说见到苏魔一定给他出气。事实上他心底想的是，鬼知道在哪里能见到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小子，谁知道好巧不巧，居然打个野怪都能遇上。不过看到苏魔一个人，薛涛也的确动心了，反正前后左右都没人，杀了也就杀了。再说了，之前在火焰山附近似乎也有这小子，这么说来，蓝旗公会的人死也是这小子带来的晦气啊。最让薛涛难以忍受的是，一个穷鬼罢了，遇到蓝旗公会的居然不知躲开，还敢直撞上来。大爷打你杀你，给我立正站好就对了，还敢反抗。所以薛涛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身上瞬间完成附甲，手中黑色墨刀甩手一记劈砍撞向苏魔。而苏魔在薛涛动身的一刹那，祭出了热乎的光之寂灭。光之寂灭主动技能，光系禁咒。这个世界太肮脏了，让圣洁的光来净化一切吧。距离苏魔最近的武迪瞬间察觉到不妙，惊恐大叫退。他甚至来不及去放技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祭出唯一的复活卷轴。在复活卷轴刚被祭出的一瞬间，他整个人被极致的光亮射穿了身体，并在眨眼间消失不见。跟着冲到跟前的薛涛瞳孔陡然睁大，一道道光刃将他射成了筛子，接着他也消失不见。后面意识到不妙的两人，徐豪跟另外一个人掉头就跑，可他们再快又如何？能比光更快？极致的光亮照在两人身上，两人像是灯芯一样被点燃，在瞬间发出刺目的光，又在瞬间消失。但光之寂灭还在继续，以苏魔为中心，源源不断向周围释放太阳一样耀眼的光芒。苏魔周围的一切都被光芒搅成齑粉，被光芒照耀的一片纯白，连那头刚掉头准备回去的熊怪也没能幸免。整个炼级区的野怪也都跟着遭了殃。苏魔的禁咒释放了一个光的国度，而他就成了国度里的太阳。在太阳的照射下，刚复活的武迪还没来得及后退一步，就被再次净化。跟着是薛涛、徐豪。苏魔皱眉，狗日的城主家里是有钱啊，人手一个复活卷轴。结果他还是说错了，那个距离徐豪最近的就被直接净化了，一次也没有。反观徐豪、薛涛跟那个嚣张的守护，在复活了一次之后便彻底消失了，就像这个世界他们从没来过一样。看着一堆紫装，苏魔把手一招，尽数收在随身仓库里。打草篓兔子一样也不能耽误。他仔细感受了一下，确定几人没有活过来的危险，忍着凉裤裆的痛苦，振翅远去。此地不宜久留。第63章，朱咸鱼的震惊。你不到1个小时就通关了？噩梦山秘境。王家家主王武兴冲冲地握着法协大佬给他的传说材料，跟众多职业者抱拳告辞。材料对他来说并不缺，甚至这材料还是他王家放在秘境里的。但在王武看来，这是那位法协大佬愿意赏他王武一个脸，这才放下这么一件东西。我一定好好收着，这可是见证我王家跟法协的一位大佬结下香火情的见证。王武兴奋地想，虽没有见到那位大佬，但从对方给出传说材料不难看出，对方一定平易近人，低调谦逊，还得好好谢谢朱老。王武陡然察觉到异样，看向西南方，瞪大眼睛。西南方向似乎多了一轮太阳，发出的光芒比东边的还要耀眼，那是光系法术。王武瞬间撑起一面巨盾挡在身前，放声大呼：所有人快躲开！话音刚落，他的巨盾就跟铁水一样融化了，接着是他身上的衣服尽数化作飞灰。一瞬间，王武头脑一片空白，入目所及都是刺眼的光。我这是死了？王武难以置信，眼睛被刺目的
光照的流下了眼泪。正是眼泪的存在提醒了他自己还活着。其他职业者也跟王武一样，感觉自己都身处极致光亮的世界之中。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人意识到自己可以看清东西了，发出劫后余生的哭声。紧接着是声声惊呼响起：啊！啊呀！啊呀！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光溜溜的屁股。极致的光亮虽然没取他们的性命，却将他们的衣物尽数搅碎了。个别女职业者惊恐地捂住胸前，急匆匆腹甲外放，以职业装束遮掩身体。王武庆幸自己远离人群，也急忙腹甲，而后看向西南方向，那里的光线已经恢复了正常。身后的2个护卫对视一眼，把脸扭向别处。都说王家家主醉心事业，洁身自好，看来是另有隐情啊。当然，这种事看过就忘，打死他们也不能往外说的。此时，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魔正捂着肩膀在空中哆嗦。天上太他妈冷了，终于临近酒店了，他才找个四下无人的地方落了下去。阿嚏！苏魔揉了揉鼻子，揉了揉冰凉的手，又提了提裤子，这才朝酒店走去。也不知道朱老去了哪里。苏魔按了电梯，想着自己刚学的禁咒也放出去了。虽然身上还有被动翅膀跟素媛之息，以及一个平平无奇的反弹护盾，但主动技能是一个都没有了。苏大爷心慌慌，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立马4转，这样自己就能多领悟2个技能。咦，朱老！电梯里，一头银发的朱咸鱼正搂着一个30-40岁的大波少妇。从朱老身上的香水味不难判断，两人刚刚有过亲密交流。按照前2天的经验，这个时候自己应该装作不认识他。于是苏魔别过脸去，当作没看到。这点眼力劲苏大爷还是有的。哪知道朱咸鱼看到苏魔之后，却像看到鬼一样惊呼出声：苏魔，你不是应该在饿？显然他没想到苏魔会这么早回来。苏魔无奈，只得挤出微笑：朱老哥。朱咸鱼示意女人自己离开，女人则满脸狐疑地看着朱咸鱼，又看了看苏魔，一边走一边疑惑：这老东西玩得这么花，还是个双？苏魔挠了挠头，不知道怎么岔开话题。朱老，他是……朱咸鱼摆了摆手，就一个普通豹纹阿姨。不等苏魔再次开口，朱咸鱼示意苏魔进电梯。上了楼，出了电梯，朱咸鱼急不可耐地说：走，去你房间。苏魔愣了一下，为什么不去朱老房间？但他还是照做。刚进房间，朱咸鱼立马抬手布置了一个结界，略带紧张地问：怎么样？苏魔点头：过了。过了。朱咸鱼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看了一下时间，真的过了。苏魔再次点头，随即取出一件件传说材料。朱咸鱼呼吸跟着都急促起来：路西法的眼泪，撒旦的翅膀，马门长命弓弦，主宰魔灵。他目光灼灼，目中满是不可思议。主宰魔灵已经说明了问题，只有击杀噩梦主宰才能报的材料。好，朱咸鱼由衷赞道：这样你的4转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苏魔给他的惊喜还没结束。秘境令，转植珠。朱咸鱼瞪大眼睛，噩梦山还报秘境令，还有转植珠，这么多好东西，都已经超出这次成本的2-3番了。苏魔摸摸头，一不小心破了个记录。秘境令是奖励的，破记录。朱咸鱼愣了一下，还有这东西？这也难怪，他当时的要求是能过就行，哪里还会关注通关记录？法师虽然爆发高，但是消耗也高，每打完1层都要在下层的 bug 点回复好长时间，哪里还能破记录？一般来说，破记录的多是战士，有肉有输出，续航也足。好，这次噩梦山赚大了。朱咸鱼大笑道：这么一来，你也算是为法师职业长脸了。对了，你多久通关的？他看了一眼时间，默默推算了一下，惊呼：不到2个小时。苏魔摸摸下巴：差不多吧，55分钟多一点。那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以为您在外面等着我，找了一圈没找到。朱咸鱼把手一挥，示意苏魔不用解释了。显然他也不想纠结这个时间段的事了，毕竟这段时间他也在忙啊。朱咸鱼陷入沉思之中，低级的传说秘境这么好过的吗？自己当时过噩梦山可是打了2-3天，还是组队。呆愣了好半晌，朱咸鱼这才收起震惊，摆手道：收起来，走，回去转职。现在！朱咸鱼激动不已，这样的通关速度，只要报给会长，肯定能引起更多的重视。自己水涨船高不说，法协也将多出一名潜力无限的未来巨头。还愣着干什么？走啊！朱咸鱼催促。苏魔指了指地上的红装材料：朱老，这些东西您收下吧。朱咸鱼顿了一下，满脸欣慰，大手一挥：你单独通关的都是你的。苏魔急道：可是你帮……朱咸鱼摆手：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法协的传统。我也希望你能将这个传统传承发扬下去。只有这样，法协在龙国才能成为第一组织，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苏魔大受震动。诚然，龙国不少人擅长勾心斗角，更擅长窝里斗，但更多的人还是团结向上，一致对外的。他心底对朱老法协的归属感再次往上拔高了一个高度。这些材料，朱贤瑜沉吟片刻说道：“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可以在工会里捐献，获取相应的贡献度，或者留着将来打造装备，再或者跟工会其他人以物易物。至于秘境令跟转蜘蛛，要是你放心的话，我可以帮你转手。”苏魔忙不迭点头，没问题。他原本就打算把这些东西上交的，没想到朱老分毫不取，还愿意帮他出售，他有什么不放心的？至于将来强大了，去帮助法协的自己人，真到了自己强大的那一天，当然义不容辞。走，回去4转。第64章4转成功，新禁咒太强了。苏魔跟着朱贤瑜回到江城，路上他已经想好了解释，大意就是自己的技能有一点变态，不提禁咒就是了。朱老诚心待他，适当给些提示也是可以的。让他意外的是，朱贤瑜明明满脸不解，却始终没有开口问，反而是再三叮嘱他，千万不要在旁人面前提起这件事。你的情况，无论是谁问你，包括是我，都不要回答。朱贤瑜重点强调了情况2个字，在你成长起来之前，任何注意到你的人都可能给你带来致命危险，明白吗？深知其中厉害的苏魔郑重点头，知道了。好了，到了，你去转职吧，有什么话出来再说。好。苏魔转身去了转职神殿。不等苏魔赶到，眼镜妹已经主动迎了上来。让他诧异的是，她居然穿了一身 JK 装。体制内的风气什么时候这么开放了？帅哥，你是要转职吧？眼镜妹递上一把钥匙，抛了个眉眼，69号。苏魔故作没听懂，接了钥匙，转身就走。眼镜妹顺势在他手背上摩挲了一下，帅哥，你转完职干什么呀？苏魔目不斜视，刷怪升级，说罢直接进了转职屋。眼镜妹恨得直跺脚，一阵地动山摇。这一幕恰巧被散步进来的朱贤瑜看到，眼睛一亮，哟呵。不过想到自己的实力，朱贤瑜又是一阵哀叹。苏魔照旧走到转职台跟前，开启认证。4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您的身份是苏魔，90级法师，是否确认？确认。任务：法神战衣，10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您的4转主线任务已完成，符合转职要求，是否转职？是。熟悉的空灵感再次席卷而来。不过这次苏魔不再沉沦其中，反而是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除了会领悟新的法师技能外，他还能领悟新的法师技能。4转主线任务他做了10次，获得了额外的100点天赋点。这100点天赋点能够保证他至少领悟出一道新的天赋，有可能是提高技能威力，也有可能是增加法术威力，还有可能是回复效果。总之都是跟职业者密切相关的。不知道我会领悟什么样的天赋？苏魔大脑忽然出现了短暂的茫然。片刻之后，他摇了摇头，感叹快乐的时刻总是短暂的。当然，接下来就是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属性面板已然发生了变化。姓名：苏魔，职业：法神，竞技法王4转，级别92级，生命值26986加1425240，1425240，力量3539，敏捷3765，法力712620，712620，攻击力3588，防御5821，战力评估108星。主动：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视之眼、万有引力、光明临世、超能机甲、死亡意志、大风灾、湮灭、森罗万象、神道、五行雨、光之寂灭、致命毒素、元素炸弹。被动：法师之源、天机屏蔽、溯源之息。果然，4转的属性成长速度比之前3转加在一起都要高。它的属性面板整体也变成了黄色，象征着它正式进入法王阶段。战力评价也来到了90星。当然，等他把朱老不要的红装材料都喂给自己的法神战衣，属性肯定还能再涨。他直接跳过，看向新领悟的2个技能：致命毒素跟元素炸弹。这是他迫不及待转职的最重要原因，其他禁咒都在冷却，心慌慌。好在新领悟的2个4转技能都是主动技能，而且普通状态看上去就很溜。接下来就看进化成什么禁咒了。受法师之源的加持，致命毒素进化为生物系禁咒，劫神人天衰。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元素炸弹进化为元素系禁咒，原初爆破，劫神人天衰，
主动技能生物系禁咒，神、人、魔，能高高在上，也能卑微如蝼蚁。施法后获得5衰7难10劫影响，范围内敌方单位受到毒素、减速、减甲、减法抗、灼烧、虚弱等诸多负面因素影响，直至死亡。法力消耗25000，冷却时间5天。第一个技能就看得苏魔怦然心动。他刚刷过噩梦山秘境，对每一层的 debuff 记忆犹新，减甲、减魔抗、减速、持续掉血。只有亲身体会过负面状态的恶心，才能真切明白 debuff 的强大。再加上几个小时前遇到的徐豪一行，也让苏魔意识到了自己的被动禁咒溯源之息可以被净化，他就更迫切的需要别的持续性伤害技能了。没想到自己一个禁咒把能出现的负面状态集齐了，这么多 debuff 不可能一个净化全解决的。怀着激动的心情，他又看向了原初爆破。原初爆破主动技能元素系禁咒，崩，一切归于宇宙最初时。施法时可选择目标地点目标单位投放原初炸弹，根据投放地点目标单位的不同，原初炸弹的技能效果也有不同。当原初炸弹落点为地面时，将获得震荡效果，处在区域内的地方单位减速 50%， 己方单位不受影响。当原初炸弹落点为敌方单位时，落点单位将获得1秒的定身效果，周围敌方单位受到 20% 减速。当原初炸弹落点为己方单位时，落点单位将获得 50% 的额外加速，周围的友方单位将获得 20% 的加速。施法者可于任意时间引爆原初炸弹，或在技能持续时间结束时自动爆炸。法力值消耗2万，冷却3天。我勒个擦！苏魔看着这个技能，突发奇想，如果先召唤出超能机甲，再给他身上套个原初爆破，一头扎进敌人堆里，连锤带炸，会是什么效果？发达了，发达了！苏魔暗暗攥拳，都说四传是个分水岭，这话果然不假。光看自己新领悟的2个技能，他就极为认同了。更何况他还没看自己新觉醒的天赋技能呢。四传的天赋不是在属性面板上，而是多出来的一个界面天赋。界面上法师之源赫然排在第一个，苏魔直接略过，而是看向多出来的天赋趋吉避凶。第65章欧皇附体的天赋趋吉避凶。苏魔有些疑惑，这个天赋技能怎么感觉神神叨叨的？靠谱不？趋吉避凶四转领悟天赋，初始提高能力者 50% 运势。50% 的运势？苏魔心底嘀咕，一半对一半。一件事的结果对他来说不就是好或不好，再或者不好不坏，这算哪门子的天赋？好在新的天赋描述足够多，他继续往下看。在趋吉避凶的加持下，你的杀怪掉宝率提高 50%。在趋吉避凶的加持下，你的装备鉴定出子率提高 50%。在趋吉避凶的加持下，你的装备升级成功率提高 50%。在趋吉避凶的加持下，你的攻击针对有闪避效果的敌方单位命中率提高 50%。在趋吉避凶的加持下，你的装备属性洗炼出极品属性几率提高 50%。神天赋啊！苏魔笑得嘴都合不拢了。简而言之，有了趋吉避凶的加持，但凡跟几率、运气挂钩的事，一律提高 50%。就近来说，现在他身上的总掉宝率为 30% 的工会加成正 15% 的掉宝配饰，加成正 50% 的天赋加成等于 95% 掉宝几率。换而言之，他打野怪必掉装备，而掉紫装及以上的概率也变成了 15% 的工会加成正 15% 的掉宝配饰，加成正 50% 的天赋加成等于 80% 出紫几率。极品不极品的且另说，至少紫装可以卖钱。往远了说，以后套装升级肯定要涉及到装备打孔、附魔、升级等一系列设计概率的事，成功率也提高了 50%。这是什么概念？记得在装备升级概论一堂课中，老师曾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8转脸黑大佬想要将装备从加13升到加15，手气好的2颗元素魔石搞定，结果那位大佬黑到了极致，来来回回升级花费了1000多颗元素魔石，最后装备不仅没有上到加15，反而失败退回到了加10。大佬当时怒极，直接将装备分解了。要知道1颗元素魔石的价格就上千万蓝星币，1000多颗元素魔石几乎是一个职业者数年的积蓄了。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加9级以上装备升级概率都在 10% 以下。现在苏魔打底就有 50% 的成功率，就问你怕不怕？最关键的是苏魔注意到初始提高能力者 50% 运势的字样，这就意味着还可以成长。虽然不是直接提高战斗力的，但这种幸运 buff 我喜欢。苏魔已经能够切实感受到自己化身欧皇
抽奖一发入魂了，该出去了。苏魔看着数据大涨的属性面板，再次看了一眼天赋技能，点头走出转职屋。对于天赋技能1的法师之源前面多出的一个真字，并未注意到。让他错愕的是，朱老正捧着眼镜妹的手在给他看手相。小妹妹，从你的手相上看，你是个专一的人，你将在今天遇到你的真爱，就是什么啊？就是他的年龄比你大不少。不可能啊，我喜欢的男生比我小啊。哦，这说明那个人跟你不适合。不适合？眼镜妹子不高兴了，那不算爱情了，算事业吧。事业啊。朱贤瑜抬头往眼镜妹胸口使劲勾了一眼，点头道：你这事业线挺深啊，不是挺长的，这说明你事业有成啊。哥哥喽，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朱哥怎么会骗？咦，你结束了，这么快？朱贤瑜诧异看向苏魔，手里还握着眼镜妹子的手。眼镜妹子赶紧抽回手，凑向苏魔：你完成转职了？谢谢。苏魔递上钥匙，体贴地跟朱贤瑜道：朱老哥，你先忙着，我在外面等你。说着他就往外面走去。眼镜妹一下子愣住了，急忙道：帅哥，你别误会啊。朱贤瑜这时也笑呵呵摆手：再见了，小妹妹，我还有事，有空再来找你探讨生命的真谛。接着他也离开了，留下一脸懵的眼镜妹恨恨跺脚：都给你2次暗示了，还要咋子吗？出了转职神殿，朱贤瑜收起戏谑，走向苏魔：不错，4转了。苏魔由衷说道：谢谢朱老，不是您，我现在肯定不能4转。朱贤瑜摆手：不用谢我，这是任何一个法协成员应有之举。现在你应该相信我，相信法协了吧？苏魔点头，确信无疑。好。朱贤瑜点头：既然你再没问题，那我就可以给你烙印法协徽记，你没问题吧？苏魔欣然应允：当然没问题。朱贤瑜抬手凌空画出耀眼的法协徽记，一挥手，徽记飘向苏魔。苏魔伸手接住，徽记像雪一样融化在他掌心。下一刻，在他手背上浮现一个发亮的徽记，赫然是花鸟篆文的法字。好了，现在你已经成为正式的法协成员，恭喜你。朱贤瑜神色肃穆：作为你的引荐人，苏魔，我有义务告知你：第一，忠于龙国法协；第二，遵守游戏世界规则章程；第三，对法协同仁不得见死不救；第四，法协任务必须定期做满一定数量；第五，法协的团队活动必须参加。听着朱贤瑜说了一堆告知内容，苏魔点头：朱老放心，我会的。好。朱贤瑜重新微笑：至于工会福利，你自己慢慢摸索吧，我也得回总部交任务去了。交任务？苏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作为你的引荐人，我要当面向会长汇报你的情况。朱贤瑜招手召唤朱雀。等等。苏魔抬头看天：朱老，你看天都快黑了，明天再走吧。不用，夜晚的荒野对我来说没什么危险。你为我的事忙前忙后这么久，我得好好谢谢您，最起码让我请您吃顿饭吧。不说了吗？都是法协的人了，不用客气。我约了曹纯，说晚上一起吃饭的。苏魔悠悠一叹，看来只能等下次了。哦。朱贤瑜眼睛一亮：明天走也是一样的。第66章曹纯送的惊喜。苏魔悄悄给曹纯发了消息，说了朱老在的情况，意思也很明确，晚上让曹纯安排一下。这种事，纯洁的苏大爷怎么会呢？曹纯几乎秒回了消息：你回江城了？太好了，我有惊喜给你。惊喜？苏魔疑惑：帝王假日上新茶了？没过多久，曹纯就只身赶到。朱老哥！曹纯远远的就摆手招呼，庆幸地说：没走就好。谁能想到，让江城城主徐刚都战战兢兢的7转法师大佬朱贤瑜，如今竟隐瞒身份来见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职业者。曹纯到了朱贤瑜跟前，满脸堆笑：苏魔跟我说你们回来了，我就想着咱们哥仨聚一聚。你走这么急干什么？留下来在江城好好逛逛呀。我明天不去练级了，带你感受一下江城人的热情。一番话下来，朱贤瑜笑逐颜开：小曹有心了，我本来想立马走的，想着走之前再聚聚，就是麻烦你了。曹纯立马叫嚷：这不是做弟弟应该安排的吗？苏魔看得一愣一愣的，不是熟知这2位的爱好，他只怕真的要信了。苏魔奇怪为什么没有柴桑。曹纯撇嘴回答：衰桑听说朱老哥也在，又觉得尿频不敢来了。苏魔无可奈何，这种明显只要混脸熟的场合他居然不来，真是狗肉上不了席面。苏魔就是有心拉扯他，他也得上路才行啊。来来，我苏哥说好的给你的惊喜。曹纯掏出2本技能书丢给苏魔，看看能不能用。技能书？苏魔眼睛一亮：送我的？不然呢？曹纯摆手：拿去用吧，你要是不好意思给曹大爷700-800万的也行。苏魔原本还想客气，听到这话反倒放心了。
男人之间有时候不用解释都能明白对方的意思。他嗤笑一声，甩手丢给他一本重装反制从噩梦山打到的技能书，拿去用吧。你要是不好意思，给苏大爷签200万的也行。哈哈，曹纯大笑，看了技能介绍之后，更是激动的上前抱住苏魔就要啃。我苏哥，你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这本技能书可是有价无市的好东西啊！这种技能书只有传说秘境才有可能出，看着上面的90级要求，就知道品质有多高了。滚蛋！苏魔将他扒拉开，嫌弃的在曹纯身上擦了擦手，走起。一旁的朱贤瑜对两人的举动微笑点头。2本普通技能换1本高阶传说技能，明显苏魔亏了。但账不是这么算的，人生在世，若过于执着得失，前进脚步注定不会顺遂。再说了，人活一世，要没个兴趣爱好，没个狐朋狗友，那活着还有什么滋味？走！朱贤瑜边走边道，年轻真是好啊，不像我老了。曹纯当着苏魔的面把技能书学了，以示他的重视，笑道：朱老哥，你那是成熟，怎么能说老？而且我觉得虽然跟老哥你相处的时间不长，却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也变得成熟很多。苏魔听得呆了，狗日的差不多就行了呀，你再这样显得我很孬哎。果然朱贤瑜只是微微一笑，这种恭维他早就听过不少。不料曹纯正色道：老哥，我说的是真的，那天跟你聊过之后，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哦？朱贤瑜饶有兴趣地看向曹纯，说说看。曹纯正色道：老哥，我觉得人生分为4个阶段，分别可以用1句话概括。哪4句？朱贤瑜明显来了兴趣。喜欢上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苏魔愣住，你有毛病吧？这不是1句话。朱贤瑜却只是微微错愕，继而露出 LSP 特有的猥琐笑容。小曹啊，你这总结的精辟，老哥的感悟深刻。一头雾水的苏魔完全成了局外人。不管两人的商业互吹，苏魔摊开曹纯给的技能书，1本元素灵性，1本大地震荡。元素灵性提高法力回复，会在施法后给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范围伤害，同时为施法者提供一个小护盾，是一个近战法师的技能。大地震荡在施法时候会以施法者为中心进行3次震荡波，每次震荡伤害会有衰减，附近的敌方单位会被减速，最靠近施法者的将承受额外伤害，也算是一个近战技能。苏魔心生感动，这2本技能书但看并不算多高级，没什么爆发，但组合在一起的话，伤害还是很客观的。更何况自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法师之源，学习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元素灵性进化成了元素系禁咒先锋附体术；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大地震荡进化成了土系禁咒天地回音机。先锋附体术主动技能，元素系禁咒先锋附体，神明庇佑，施法后获得主动与被动效果。主动云雷斩，以施法者为出发点，祭出1道闪电，将对视野前方的敌方单位进行斩击，如击杀敌方，闪电攻击距离将延长。被动仙人符顶，仙人符顶，寿我长生。施法者将获得一个免伤法环，免除一切伤害，控制除外，持续3秒。法力消耗5000，冷却1天。What？ 苏魔愣了一下，这次的禁咒明明看着很给力，蓝耗怎么才5000，冷却才1天？他继续往下看，天地回音机主动技能，土系禁咒，极致的震荡翻天覆地，回音之后整个世界安静了。法力值消耗1万，冷却1天，还是1天。他又看向技能面板上的其他技能，冷却时间居然也缩短了。比如森罗万象，原本法力消耗2万，冷却5天，现在是1万的法力消耗，2天的冷却，冷却时间缩短了1半还多。尤其是死亡意志，本是1万的法力消耗，3天的冷却，现在消耗成了5000不说，冷却变成了1天，眼看着上面的刷新时间就要结束，苏魔彻底蒙圈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来回点开属性面板跟技能面板，始终也没找到原因。虽然是好事，但不明白咋回事的苏魔心底跟千万只蚂蚁在爬一样，不弄清楚，他心里会老是惦记这件事。最后，他狐疑地看向天赋面板，狐疑点开，接着他眼神一缩。第67章，被忽略的神级天赋技能真法师之源。真法师之源？苏魔在原地愣了一下。正在互相交流的朱贤瑜跟曹纯疑惑停住，转脸看向他，怎么了？苏魔赶忙摇头，没什么，你们继续。两人果然无视苏魔，继续讨论。曹纯随即凑向朱贤瑜，老哥，你看前面那队怎么样？朱贤瑜瞥了一眼，前不秃后不翘，小小 A 照，可笑可笑。曹纯竖了个大大拇指，
点头回应，个不高，手又小，区区细狗，吃药吃药，绝妙！等等，老哥，好像缺个横批啊！朱贤瑜清了清嗓子，这有何难？郎才女貌。曹纯挠了挠头，咧嘴大笑，还得是老哥你啊！小曹你也不错的。苏魔已经没心思去管这两人文学切磋了，边走边研究自己的天赋技能。天赋面板上，自己刚才只注意了趋吉避凶，没注意到法师之源。眼下仔细一看，这才看清自己觉醒的是真法师之源。真法师之源四转领悟天赋，对法师之源进行专属强化。在真法师之源的强化下，法师之源的强化技能威力可随施法者等级提升而提升。法师之源的缩减类效果翻倍，法师之源的增益效果将随等级提升而提升。苏魔仔细琢磨一番，眼睛大亮，技能冷却跟法力值消耗的原因找到了。他记得清楚，在1级的时候，他的法力值在消耗是已经减半了的。现在他的法师之源经过强化，再次将法力值消耗缩减一半，冷却也是同理。最关键的是，经过加持后，法师之源成了成长型被动，这种提升对他来说效果是巨大的。就是不知道法师之源是不是可以一直提升，会不会有一天我的法力消耗跟冷却跟其他人的技能一样，消耗不过200-300，冷却也是1秒计算的。苏魔暗暗握拳，真要那样的话，自己这个法师可不是什么移动炮台了，而是核武开关了。法力消耗减少，多出来的护盾也可以扛伤害，爽。更爽的地方到了，但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这一点对朱老来说应该感触更深。当苏魔跟曹纯下楼的时候，朱老已经2指夹烟，45度仰望壁画，看他的样子，分明在思考极为严肃的问题。我明天一早就走了。朱贤瑜直接来了这么一句。曹纯满脸惋惜，啊，老哥。朱贤瑜抬手打断他，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再说了，偶尔跟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一起玩玩闹闹还可以，老是这么来，老妖受不了啊。不老。行了，朱贤瑜又道，就是跟你们打声招呼，明早不用送我了，我醒得早。就是跟你们打声招呼的，我先去睡了。曹纯也打了个哈欠，摆手道，那我也回去歇着了，明天还得去练级呢，我马上就能4转了。恭喜！苏魔由衷说道。你呢？明天干什么？要不要一起？阿里可是念叨了你几天呢。苏魔摆手，算了吧，我有别的事要忙。那好吧。曹纯也不勉强，起身离开，那就忙完了再见。好。苏魔会心一笑，他当然有事要忙，答应陶乐购的幻境塔挑战还没做呢。不过当苏魔起早去送朱老时，却被经理告诉他朱老在早上4-5点就离开了。看着自己难得定的6点闹钟，挠了挠头，回去补个回笼觉。再次醒来已经日近晌午，曹纯也早走了。苏魔洗漱完毕，吃了个饭，然后去陶乐购。他去陶乐购要办3件事：卖东西、买东西，联系陈家打幻境塔。苏魔作为品牌代言人，直接被请上了2楼。服务他的张元也从店员成了高级 VIP 客户经理，不仅升了职，连穿的衣服料子也明显高级很多。苏魔笑道，恭喜。张元忙不迭给苏魔端茶倒水上果盘，满脸堆笑，全靠苏先生的帮助。苏魔摆手，直接进入正题，老规矩，卖装备，买技能书。好。张元神情振奋，苏大爷可真是自己的福星，要不是确定苏魔是战斗类职业，自己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装备贩子了。这才几天，前后已经带了接近3000万的交易量了。苏魔从仓库中将爆的紫装都拿了出来，有的是噩梦山爆的，有的是从徐豪、薛涛身上爆的。掏装备的时候，苏魔心底不免抱怨，狗日的徐豪买了法师技能，结果居然没带在身上。其他诸如薛涛等人身上除了一些药品跟武器，居然也没啥好玩意。什么第一蓝旗公会，一帮穷鬼垃圾。当然，除了紫装，苏魔还取出了6件金色套装，分属于刺客、战士、守护、射手等。紫装31件，金色套装6件。至于传说材料，自然的留着为法神战衣，没道理拿出来卖的。张元内心震撼无比，金色套装，前后不到1个月，苏先生居然拿出了金色套装。他是做火箭升级的。他很想问苏魔到底怎么升级这么快的，但理智跟职业操守告诉他，这不是他该知道的内容。张元恭敬说道，苏先生，您稍等，我马上给您估算这些装备的价值。苏魔示意他继续，自己则拿起削好皮的蜜瓜，咬了一口。汁水四溢，真甜。苏魔不禁感叹，都说钱是王八蛋，但有了王八蛋可真好啊。苏先生，这些紫装价值一共3800万，金色套装价值1亿1500万。根据您与陶乐购的合作协议规定，
您在未来1年度内再提供19件紫装、2件金色套装即可完成约定。说完这些，张元心底震撼不已。这种约定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好像很难完成，可对苏魔来说好像是送上门的便宜，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张元按下心底激动，歉然道：“苏先生，钱这就打到您的卡上。至于技能书，张元满脸歉意，我们已经从其他分店调货，还没送到。这次是我领导亲自督促，调了5本精品及以上的技能书。您放心，技能书一旦送到，我立马通知您。”好，苏魔很是欣慰，合作的好处这就体现出来了。5本，还都是精品以上。显然，交易行愿意为了自己人不遗余力从别处调货，这可比之前张元一个人去调货要管用。还有合作的另一条约定，苏魔笑道：“我要挑战幻境塔，你们可以准备过关的东西了。”什么？张元吃了一惊，但立马意识到不妥，马上欠身道：“是，苏先生，我立马联系我领导，请您稍等，幻境塔的详细资料我会马上送过来。”第68章，张元的小道消息：天命刷新卷轴。苏先生，这是幻境塔三国群英的各英雄通关攻略。张元恭敬捧上一份攻略递给苏魔，我已经联系领导，他正在往江城赶。好，苏魔翻开攻略，果然比较详尽。三国群英一共50层，每一层都有1名三国英雄被赋予职业属性守关，击败对应层数的英雄将获得一定数量的英雄印记。通关之后将会获得额外的荣耀积分，积攒到一定数量可以兑换诸多宝物。苏魔看了看，魏蜀吴3家英才都在其中。不过有些扯淡的是，牛叉的关二哥成了一个技能型坦克，刘跑跑成了一个守护，孙权成了召唤法师，曹贼还算正常，是个战士。苏魔粗略翻看，暗暗啧舌，曹贼居然是最后的守关大 boss， 暴击率、暴击伤害以及血量双抗这一块已经严重超标，难怪三国群英被称为中阶职业者最不愿挑战的关卡，难度实在太高了。但50层的关卡前后足足可以获得200多枚英雄印记、40块元素魔石以及2枚强效7彩神石，这些东西在装备的打造与升级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足以让任何职业者心动。要知道，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到的，只能通过一些传说副本或者特定关卡兑换才能获取。高阶的职业者有的为了给装备上石头，拼命刷幻境塔，就是为了里面稳定的元素魔石，不像秘境跟副本爆率要看脸。尤其是英雄印记及其一定数量有着特殊作用，更受到职业者们的追捧。就连苏魔也打算自己以后好好弄一套英雄印记给自己开属性，所以即便没有淘乐购的协议，他也是要打幻境塔的，无非是这个时间提前罢了。更何况按照陈家的说法，对方只要英雄印记，不要其他的东西，对苏魔来说更合适。他一边翻看攻略，一边思索对策。三国群英50层里有几层对他来说很不友好。一层是孙尚香，是个射手，普攻按照百分比扣除血量，护盾也会计算在内，这就是件很他妈的一件事了。一层是赵云，有个专属技能是我乃常山赵子龙，在丝血的时候开启7进7出锁血模式，无视控制法伤，直接色连打真伤。一层是吕布，双抗，血量奇高，开启战鬼技能之后，在短时间内能将所有伤害降为1，接下来刀刀附魔真伤。最后一个是大乔，一个女子射手，伤害根据对方护盾值来，这是最操蛋的。至于最后一关的曹操，看着属性唬人，他反倒不在乎，防着这几层，其他层的英雄有手就行。问题是我现在的技能不够。苏魔暗暗思索，实在不行自己爬楼上去，用普攻跟法力值护盾反弹来过关，反正每一关之前都有时间回复。眼见苏魔看得认真，张元又开口道：“苏先生，我从领导那里听到了些小道消息，希望能对您有用。”哦，苏魔眼睛一亮，这是要投桃报李，送些内部消息。张元深吸一口气，低低说道：“我前几天向领导汇报工作，无意中瞥了一眼雇主给的支持，里面有一件是天命刷新卷轴。”苏魔眼睛大亮，认真看向张元，这个消息可真的是太有价值了。张元这人能处，有料他是真爆，以后有装备肯定都进他手卖了。张元却没有跟苏魔对视，只是提高了嗓音说道：“苏先生，这份攻略您仔细看一下，我先给您准备一些基本的回复药剂，其他的我无权做主，就只能您跟我们领导谈了。”话音刚落，一个女店员敲门进来：“张经理，楼下有您的大客户来了。”张元歉意对苏魔笑道：“苏先生，如果没有别的需要，您先在这里看攻略，我下去打个招呼再上来。”苏魔会意摆手：“你忙你的吧。”张元走后，苏魔上扬：“天命刷新卷轴，法师中制作最难之一的卷轴。之前上学时，曾有同学戏言天命
刷新卷轴刻意概括为一句俚语：1234，2234，刷新一下，再来一次。1234意指法师释放技能数量多，而刷新一下，再来一次则是通过天命刷新卷轴的刷新，刻意让所有的技能瞬间完成冷却。天命刷新卷轴造价高昂，属于一次性消耗品，用完就废，但这依然无法阻挡它在市面上持续走俏的价格，动辄数亿蓝星币。一般来说，这种卷轴都是高阶职业者在刷高等级的传说秘境时才会用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没想到这不知名的雇主为了得到三国群英中的永雄印记，居然舍得拿出这么件好东西。苏魔看了一下自己的技能，撇去被动跟真视之眼、光明灵视，主动技能有14个，加上朱老之前送的傀儡符码卷轴的话，到个20-30层问题不大。没有刷新卷轴的话，他只能按部就班去爬楼，处心积虑去算算怎么搭配才能过关。但有刷新卷轴的话，还费那个劲干什么？听张元的口气，是陈家不打算把刷新卷轴拿出来。苏魔皱眉，想薅苏大爷的羊毛，哪有这么容易？他心底快速组织一套说辞，确保陈家愿意把卷轴拿出来。只要刷新卷轴到手，他只需要对着几层刺客反弹就是了。其他的一律请他们吃禁咒。没过多大会，张元兴冲冲的敲门进来：“苏先生，好消息，好消息！”苏魔眼睛在亮，张元明显对他的事很上心，说是好事，应该就是好事。是，余家来人，说愿意打折处理一头飞行坐骑给您。给我？就说是卖给您的。张元满脸敬服，来的人是余家大小姐，说跟您认识。苏魔皱眉，余半夏，他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还指名道姓要卖坐骑给自己？苏魔很奇怪，不明白自己对余半夏态度都那么冷淡了，为什么他还死缠着自己不放？是因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就像舔狗徐豪一样，直觉告诉他不该跟这女人有牵扯。他摇头，算了，我还是等你们给我淘一淘吧，价格什么的好说。可是张元面露难色，我们淘乐购跟余家也是合作关系，同等品质的坐骑，我们肯定也要优先选余家的。而且余家商行也是全龙国最大的宠兽坐骑交易行，品类也是最全的。还有余小姐带来的飞行坐骑真的是物超所值，我建议您看完之后再做决定。张元言真意切。苏魔挠了挠头，不等他开口，余半夏的声音随即在门口响起：“苏魔，你真的在这里？”第69章，飞行坐骑到手，你想分我经验？余半夏，这要巧？苏魔故作惊讶，余半夏却悠悠开口：“巧吗？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她一袭碎花长裙，头发只是简单扎了个马尾，露出白天鹅一样的脖颈，明丽中带着轻快。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看向苏魔时熠熠生辉，像极了娇俏的小媳妇遇上了心爱的情郎。找我？苏魔努力回想，自己好像没跟这个余半夏有过什么交集吧？为什么他总是这么热情？是啊，我听说你想要飞行坐骑，就过来跟你做生意啊。怎么样，余家商行的服务很周到吧？送货上门。余半夏红着脸，话说得很快，明显是打过腹稿的。苏魔无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还能怎么说？那你带来什么飞行坐骑？我钱不多的。啊？余半夏很意外，明眸中闪过惊喜，连连摆手：“钱你不用担心的，你看着给，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说着，他轻巧踮着脚出了门，又怕苏魔没跟上，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苏魔起身后又红着小脸在那等。张元已经看得呆了，灵动俊秀，不染俗尘，说的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啊！这样的人居然满眼都是苏魔，年纪轻轻，艳福不浅，可怎么看苏先生不大自然的样子呢？是因为不好意思？也是，年纪轻轻的要面子，有几个把情啊爱啊放在嘴边的？他都这么照顾我业绩，要不我帮他一把？想到这里，他不由提高了嗓门：“苏先生，余小姐带来的这头飞行坐骑可是法师专属，明显是坐骑中的上等，寻常人肯定连见都见不到的。”他又看向余半夏：“余小姐，作为淘乐购方，我不得不向您提些意见了。这种优质的坐骑，你们余家也该给我们江城店提供一些啊。”余半夏脸上红霞染到了脖颈，对张元清嗯了一声，低声说了句：“会的。”就这轻轻的2个字，张元已经听得心都酥了。好羡慕苏先生啊，能听他说这么多话。苏魔对张元这些弯弯绕心思并未在意，而是听到法师专属之后，立马来了精神。都送上门来了，看看好像也没什么，盛情难却嘛。余半夏得到苏魔肯定，愈发开心，跟苏魔并排着下了楼，转而朝后门走去。陶乐购的后院空地中，一个水晶栅栏里围着一头浑身火红、泪生双翅的独角马匹，马匹四蹄暗红，顿蹄之间更有火焰缭绕。苏魔眼睛眯起，
真视之眼被动开启。炎火流星驹，金色，种族独角兽族，等级30级，生命值300万，力量68256，敏捷70223，法力值92359，防御72698，技能烈焰吐息，蛮力冲撞，炎火轮转，火焰结界。战力评价35星。简介：来自无尽盐域的火焰之主，缔造属于火焰主宰的国度，生者、亡者统统颤抖吧。苏魔看得一脸嫌弃，这属性跟朱雀压根不能比啊！而且靠的还是装备属性分级，不像朱雀属于圣兽行列。等等，装备！苏魔这才注意到炎火流星驹后面还有属性。炎破胆被动，每3秒对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120点法术灼伤，可影响敌方回复类效果。兽灵同源被动属性，可通过吞噬、喂养不断成长，提高属性。中心护主被动光环，认主后将为主人提供护佑光环。光环1：疾风，增加主人10%敏捷，提供不低于 1.2 倍移速加成。光环2：血战，增加主人10%的法力值上限，减少施法吟唱2秒。光环3：护主，为主人提供30%气血上限的护盾，冷却时间60秒，被打破之后会清除身上所有负面状态，或在冷却结束后未破直接净化。这下苏魔是真的挪不开眼了。3个光环加成看着不是很高，但作用却极大。光环1：被动加敏捷，提高移速。作为法师，技能伤害固然是第一位，但是移速也很重要。尤其是在经历过噩梦山一战之后，苏魔充分意识到走位的重要性。光环2：被动加法力值上限，这就很 nice 了。因为苏魔的法力值上限不仅能施法，还能扛伤加反弹，肉的同时还能打伤害，溜到飞起。至于这个吟唱冷却，苏魔表示并不需要，因为他有法师之源，不需要吟唱的。就像有些装备减少技能冷却几秒的一样，对苏大爷来说基本无意义。他需要的是那种直接减掉100%冷却的，最好能是90%这样。光环3跟2有点像，不过是血盾，血盾加蓝盾，双重保护，肉到极致了。最重要的是，这真的是一头战飞跑一体的3合1坐骑。他挠了挠头，这头飞行坐骑多少钱？你要？于半夏眼睛里全是星星，悄悄握起雪白拳头。你有多少钱？啊！苏魔警惕，这是有多少要多少？你别误会。于半夏赶紧摆手，我是说你能出多少钱？这……苏魔愣住了，看于半夏的样子，分明是外行，可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内行。关键是苏大爷也是个外行，不知道这个值多少价。他征询的看向一旁的张元，张元别过于半夏，伸出了5个手指头。苏魔会意，看向于半夏，5000万。张元一个哆嗦，差点跌倒。他瞪大眼睛看向苏魔，大哥，你杀价可真狠啊！别人砍对折，你直接砍成了1折。人家于小姐在上杆子卖东西，也不能由着你这么造啊。然而更让他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于半夏娇笑点头，好，就5000万。阿福，跟在他身后的人立马恭敬走了过来，递给苏魔一张透明磁卡，上面赫然印着炎火流星驹的徽记。苏先生，这是召唤卡，名字里面记出自己的法术气息后，炎火流星驹就自动认主了。要想解绑，撤回里面的法术气息就可以，用的时候使出召唤卡，不用的时候收回放在随身仓库就行。至于养成、升级，召唤卡上都有详细叙述，您可以自行查阅。除此之外，外人想要夺取，只能通过坐骑吞噬，且对方的等级、品质必须要高于他才行。苏魔也觉意外，这么容易就得到了一头新坐骑，看这坐骑的属性应该不止这个价吧。但张元说了值5000万，问题应该不大，估计就算折价也折不了多少。这样一想，苏魔就放心了。他按照阿福说的去做，很快获得了炎火流星驹的认可。前后不过3分钟，炎火流星驹已经亲昵地用脖子蹭了蹭苏魔了。苏魔心念一动，炎火流星驹倏地消失在卡片内，随即落入他的随身仓库。坐骑到手，他自然也得付钱。负责解密转账的张元破天荒的手居然抖了，他现在满脑子就一个想法，老天爷，来个雷劈醒我吧，告诉我这不是真的。5000万就买一头飞行战宠，还是30级的法师专属坐骑，谁敢信？这边于半夏却连交易的钱看都不看，直接殷切看向苏魔，苏魔，能不能找你帮个忙？帮忙？苏魔本想一口拒绝，但想到刚从人家手里买东西，也不好这么直接，改口问，什么事？于半夏左手捏着右手手指，略显局促的红着脸道，你看，现在你有坐骑了，
能不能跟我一起组队升级啊？抱歉，那不能了。为什么？我怕你分我经验。第70章，软饭不香吗？我马上要3转了。于半夏红着小脸，委屈的快要哭了。得知苏魔被法邪大佬相中之后，于半夏愈发觉得距离苏魔越来越远，所以这些天他一直没日没夜的跟着家里安排的人去练级，就为了能跟苏魔一起组队，成双入队。可结果呢？苏魔嫌他分经验。苏魔哥哥现在怎么不疼自己了呢？于半夏红着眼睛看向苏魔，似要从他眼睛里看出什么。苏魔心生警惕，你这么看苏大爷干什么？老子又没对你做啥。于半夏无可奈何，只说了一句那你保重，捂脸扭头就走。苏魔一头雾水，旁边张元已经看傻了，他实在看不懂苏魔的操作。于家大小姐亲自送坐骑，还主动邀请他组队去刷怪，这是刷野怪的事，人家那是馋你的身子啊！这可是多少人祖坟冒青烟都不敢想的好事啊！苏魔就这么拒绝了，正常人能干出来这样的事？张元现在多少有些怀疑苏魔脑子有坑，是世道变了，还是人心变了？软饭不香了？但作为商人，是受过职业培训的，顾客就是上帝，只要不影响正常交易，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还是说正常人无法理解颜狗的行为？而苏魔则皱眉看向张元，老张啊，问你个事。张元赶忙收拾心情，陪笑道，苏先生请说。我这个飞行坐骑，于家能赚多少钱？啥？张元瞪大眼睛看向苏魔，大哥你开玩笑呢？5000万，连喂养到30级的材料钱都不够呢，还赚钱？但看到于家小姐对苏魔的真情实意，他觉得还是点一下就好了。不赚的，亏一点。亏？不能吧？亏多少？亏一点。多少？具体点。你这么说我心里没底。4亿5千。苏魔抬手打住，使劲摸摸下巴。难道我有吃软饭的潜质？于半夏伤心欲绝，气鼓鼓的回去了。等着他去练级的人面面相觑，赶忙联系阿福去禀报家主。阿福一路找到家主于世良，将事情始末一五一十全说了。中年白头的于世良皱眉，苏魔真的没有一点回应。是。半夏呢？很伤心。于世良眉头皱起，阿福，你觉得我是不是该为这孩子做些什么？老爷已经救过他一命，可是他的父母也救了我。阿福稍稍抬头，老爷，小姐对他过分的关心已经有暴露他的危险了。于世良沉默。是啊，业务覆盖全龙国寿行生意的于家，不在神都、魔海、余杭这样的城待着，反而跑到小小江城住着，已经不合常理了。要是再有别的什么举动，难免不被有心人注意。沉默良久，他又问，那你觉得苏魔是真的失忆了，还是知道我的用意？阿福摇头，老爷，过去这么多年，苏魔少，他没有任何记住以前事情的迹象。于世良叹了一声，苦涩道，或许让他这么平凡度过一生也不错。那法师协会，由他去吧，太过遮掩，反而容易引起旁人怀疑。但半夏，先禁足几天。是。苏魔得知于半夏是削价处理送的飞行坐骑后，第一反应是把钱补上，但想到自己兜里总共也凑不出2亿来，他只得作罢。人情肯定是要还的，但不是现在，只能等将来自己有能力还再说了。毕竟炎火流星狙骑上去还是很香的，这一趟淘乐购之行没白来。苏魔想了想，又问道，对了，老张，店里有没有传说材料？有。贵不贵？很贵。具体点。一份常见的 X10传说材料要3亿起。打扰了。苏魔摆手，没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好的，苏先生，您近期保证都在江城就行。技能书一到，我立马联系您。好。苏魔转身回家。当然，到家他也没闲着，直接取出所有传说材料，将法神战衣取下来，开始养装备。之前在噩梦山秘境中，他故意留了一些准备给朱老，朱老没要。没想到创纪录又得了一组奖励，不知道这次又能涨多少级。法神战衣吸收了路西法的眼泪 X10，属性获得增长。法神战衣吸收了神明的欺骗 X10，属性获得增长。法神战衣吸收了马门长命弓弦 X10，属性获得增长。法神战衣吸收了主宰爪牙 X10，属性获得增长。苏魔打眼看去，眼睛大亮。法神战衣暗金，类别战衣，等级要求70级，属性法力值加1825，敏捷加1160，力量加1160，法力回复正 9%， 最高法力10秒，吟唱时间缩减17秒，法术威力正 100%， 可用神级女娲石将之锻造为套装，套装属性可通过吞噬高阶装备材料
传说级以上获得净化，附带效果70级。1. 施法时有 12% 几率额外无消耗释放一次。2. 施法时有 57% 几率获得法术暴击。3. 施法后普攻速度正 107%， 移动速度正 57%。4. 普攻4次可获得1次 AOE 伤害，距离57米，伤害值为 17% 法术攻击力。该说不说，属性增长的挺狠，带着苏魔的属性面板也上涨了一大波。姓名苏魔，职业法神，竞技法王4传，级别92级，生命值26986加1441240 1441240，力量4039，敏捷4268，法力720620 720620，防御6230，战力评估151星。乖乖，苏魔惊讶，装备对战力的加成居然这么高。如果再算上30级的炎火流星狙呢？他取出召唤卡，换出炎火流星狙，再看面板属性，眼珠子都要瞪圆了。法力值、护盾值都上升了一大波不说，战力评价也来到了183星。好家伙，苏魔星在恍然明白为什么诛仙于300级却有1000多星的战力评价了。他一身极品套装，怪不得4传以后的人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投到装备打造上了，这战力属性加的真香啊！苏魔一下子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了。第71章，徐刚怒开公会之战，苏魔忙着套娃陈家。翌日清晨，江城城主府，徐刚目眦欲裂地听着下边的人禀报消息，他的儿子徐豪在江东城居然不明不白地死了，跟他一起死的还有蓝旗公会的战士薛涛跟一个守护，一个射手。徐刚怒吼：他们在哪里死的？有没有什么发现？那人哆嗦回答：他们昨天要去的是江东城一个大练级区，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属下去核实过了，什么线索也没有。咔嚓，徐刚掰断所座椅子，一脚踹翻那人。你呢？你当时为什么没去？我……那人满头大汗，他要怎么解释自己当天偷懒去了江东城红浪漫了？这种事他敢说？即便如此，徐刚仍旧没打算放过他，一把捏住他的脖子，双眼血红。我儿子死了，薛涛他们也死了，独独你还活着，你不觉得蹊跷吗？大人，不是我。徐刚懒得听他废话，拧断他的脖子，转脸看向不发言的杜涛。阿杜，我让你查的刺客联盟的消息，你查的怎么样了？回大人，已经查清了，刺客联盟的人的确往江东城方向去了。很好。徐刚咬牙切齿，蓝旗公会开启公会之战，与刺客联盟不死不休，同时发出悬赏，凡是能击杀刺客联盟的人必有重谢。杜涛欲言又止，最后化作一个字：是。与此同时，还在家研究《三国群英攻略》的苏魔收到了一条地方台消息，蓝旗公会正告江城各公会职业者，自今日起与刺客联盟开启公会之战，凡杀死刺客联盟之人都会获得我蓝旗公会的奖励，蓝旗公会欢迎个职业者的加入。下面再播报一遍。苏魔愣了一下，这是公会之战。在游戏世界，攻击同阵营者会受到规则制裁，一旦被对方知晓姓名并加为仇敌，刺杀者的名字将会飘红，并会世界频道播报。红名者，人人得而诛之。不仅不会红名，还有大概帅爆装备。但公会之战不在此列，一旦公会宣布开战，只需要在发起公会之战时输入理由即可，理由正当合理，默认为复仇，不受红名限制。此时公会会长在往游戏公证处寄存奖励，则可以获得相应奖品，也不受刺杀影响。当然，游戏公证处会收取一笔手续费，凭空吃掉一部分。一般来说，这种事得不偿失，小公会不愿意这么做。尤其是蓝旗公会这样的，在江城是第一公会，开战的对象还是不如他的刺客联盟。就算打赢了，夺来的公会建设度都不一定补得上支出的窟窿。看来是死仇。苏魔略作沉吟就明白过来了，徐豪死了，薛涛也死了，刺客联盟这是替他背锅了啊！该……苏魔咧嘴怪笑起来，接连被刺客偷袭，导致他对刺客这个职业就没啥好印象。一群老银币，不知道是不是游戏设定，10个刺客里面的有7、8个都有隐身技能。就像淘乐购，法师的技能书不好买，刺客的技能书，特别是隐身技能，都快能买1送1了。偷偷摸摸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苏大爷正面单挑，谁放技能谁孙子，就比拼 A。苏魔骂骂咧咧，对地方台的消息并不在意。这种狗咬狗一嘴毛的事，他才懒得去管。明天陈家如果还不来，我就去外面刷个野怪，把等级提上来，想办法打几个 BOSS， 搞一身装备，再无转。这时，一则消息提醒了他：苏先生，我领导到了，麻烦您来淘乐购。
苏魔一个鹞子翻身跃起，对着镜子看了一眼，又他妈帅了！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干呕一番之后，他这才正色提醒自己：你已经被恶心过了，姓陈的小妇女再想恶心你已经不成了，加油！随后他匆匆忙忙赶到了陶乐购，张元在门口领着他上了楼，陈家仍旧一身职业装等着他。跟前2次相比，他的领口明显更开了，事业线深不可测。想用这个考验我？苏魔暗自摇头，微笑招呼：陈经理，又见面了。是啊。陈家欠身跟苏魔握了握手，事业线更深了。哼，女人，握个手都带着800个心眼子。张元低眉顺眼的关门离开，出去前头过门缝给苏魔使了个眼色。苏魔默不作声，看向陈家：苏先生，真没想到您这么快就4转了。陈家一拢秀发：我们直奔主题，怎么样？苏魔点头：可以。陈家赞许的看向苏魔，跟苏先生讲话就是爽快。那我也直说了，这次您挑战3国群英，陶乐购将为您提供临时套装，回复药剂的灯消耗品，而我陶乐购则要您每层的英雄印记，其余所获都归您。苏魔点头：可以。陈家正色：但我们事先必须讲明，您务必要提供至少100枚英雄印记，才能弥补我们的支出。至于您能获得多少奖励，这个我们不做保证。苏魔摇头笑道：陈经理，前40层都是英雄印记，后面的10层才奖励元素魔石跟荣耀积分。我出人出力，如果刚打到40层，岂不是要白跑一趟？有这功夫，我不如去野外刷怪升级了。陈家毫不意外。那你说怎么办？苏魔摊开攻略，只给陈家看。不瞒你说，我可以打到22层，后面连着5层都是刺客，这就让我很难受了。所以仅到22层的话，我是肯定不打的。但只要我的技能在这几层能够处于可释放状态，我应该可以打到42、3层。这样的话，我怎么着也算有点赚头，还可以试试。陈家眉头皱起，看了看攻略，又看了看苏魔，皱眉沉思。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心底升起，不会这妖巧吧？他刚想昧下天命刷新卷轴，这边苏魔就提出来要技能刷新了，有内鬼。不过他也知道，幻境塔对于各个职业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法师挑战的难度的确就在这5层，对手都是刺客，可真要把东西交出去，他赚的就少了呀。但是雇主那边的确有过要求，保底要100颗，最好能200颗，多多益善。真要像苏魔说的能打到40层，那他交差的时候脸上肯定也有光，说不得总部也会嘉奖他。可是被这么年轻的小家伙拿捏住，多少有些不爽啊。苏魔老神在在，丝毫不慌，他相信陈家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不到1个月的4转法师，法协成员又有朱老带他飞来飞去，傻子都知道怎么选。果然，陈家经过一番挣扎后，咬牙道：苏先生，你确定只要能过了这5层，就能打到40层以上？苏魔点头：确定。好，我可以提供一件装备，让你所有技能进入冷却状态。第72章备战幻境塔，5发禁咒，90级极品套装。眼见陈家不情不愿的开口，苏魔心底暗笑：小妇女，背刺你的，有时候未必是男人哦。但他脸上还是露出惊讶，还有这样的装备。陈家无奈，索性咬牙，算不上装备，就是一样道具。道具？苏魔满脸疑惑，要多真有多真，心底却乐开了花。小妇女，苏大爷的羊毛薅得扎手吧。天命刷新卷轴，可以让你所有的技能都冷却完毕的。哦，苏魔惊讶。对于这个反应，陈家还是比较满意的，看来苏先生知道它的作用。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多介绍了。接下来说说挑战的事吧。地点在江省省会，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发？苏魔看了一眼技能面板，估算了一下时间，随时可以。那好，陈家到底是商人精英，也不再纠结大出血的事。苏先生，我必须声明，这次幻境塔的挑战，您务必确保能打到40层以上。您所有的装备、道具出处，也务必表明是我陶乐购赞助的。这个自然。好，那我们明天就出发，我联系一下省会那边的人，给你安排食宿。好。对了，这是我从其他几个店为你调来的法师技能书，你看看怎么样？哦，苏魔接过来一看，大喜过望，又看向陈家，陈经理有心了，这些技能书怎么卖？陈家诧异，这些技能书你都要？有些技能书属性相冲的。相冲？苏魔摇头，在他这里哪里有什么相冲的技能之说？冷却时间超长的禁咒对他来说自然是多多益善。我全要了。全要？陈家立马反应过来，这5本都是高级精品技能书，所以市场价比较贵，均价都在300万以上。因为你跟我们陶乐购合作，可以半价给你，一共是800万。800万？苏魔大笑，这对他来说跟白菜价差不多。
陈家满心疑惑，但还是喊来张元刷了卡，送苏魔出门。两人再次握手道别，他不出所料，又在苏魔的手上暗戳戳地摸了一把。早有心理建设的苏魔只是嘴角微扯，而后从容离开。他现在无比确定，陈家这娘们想要老牛吃嫩草。关键苏大爷又不是刚入社会的厨，怎么会上他这个当？最终还不是苏大爷占了他的便宜。看着手里的5本技能书，苏魔毫不犹豫全学了。前后不到3分钟，苏魔的技能面板上多了5道禁咒：众神审判、天星陨落、冰火九重天、劫轰天雷，以及一个听上去像是战士技能的精细禁咒万剑归宗。这5道禁咒都是攻击型禁咒。学会之后，苏魔顿时觉得腰杆子硬气不少，即使自己不用反弹，刷新一下到40层也是稳稳的了。第二天一大早，苏魔还没睡醒，就被张元发了消息催醒。火急火燎洗漱完毕，苏魔跟着陈家坐上一头飞行坐骑，朝省会江都出发。他们的坐骑是一头风系巨兽闪电雕，不善战斗，却极为擅长飞翔，在游戏世界里相当于私人飞机的存在。其他飞行坐骑需要3天的路程，生生被他在1天之内赶到。下榻的酒店就安排在幻境塔关卡附近。苏魔本想出去感受一下当地民俗特色的，结果却被陈家建议养精蓄锐，积极备战。等他打完幻境塔之后，会有专人陪他逛逛江都。倍感无聊的苏魔只得暗戳戳联系曹纯，问他江都有没有好玩的地方。结果热心市民曹贼给他发了近1个 G 的攻略、图册以及详尽的联系方式。这个狗币，苏魔彻底服了。难怪朱贤瑜一个7传大佬都不惜放下身价跟他成为忘年交。如果单开一个洗浴职业的话，苏魔认识的几人中，曹纯绝对是9传大佬，自己在他跟前连小须须都不是。正在苏魔犹豫着事后选哪个好的时候，房门被敲响了。谁？我，陈家。苏魔愣了一下，挠了挠头，这是要夜半送温暖？阿姨不要啊，我还是个孩子。苏先生，开下门。声音带着催促。苏魔摩擦下巴，坚定摇头，可我已经睡了。接着他就收到陈家发的消息：陈先生，我是要给你送装备的，开下门。干！苏魔怒了，送装备什么时候不能送，非得深更半夜的，多让人误会。他起身开了门，果然看到一身浅色长裙睡衣的陈家站在门口。进门之后，他摩擦手上戒指，依次取出一件件金光闪闪的装备，金色的光芒晃得人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苏魔眯眼看去，天使套装，金碧空加15，类别战衣，等级要求90级，属性法力值加900，敏捷加900，力量加900。附带效果：1. 沉默，施法时有 20% 几率对范围内敌方单位释放沉默效果，持续3秒。2. 狂热，施法后增加 50% 普攻速度。3. 领域，施法有 30% 几率释放5次陨星对周围领域进行轰击。套装效果： 1. 天使套装3件、5件、8件，依次增加法术、威力10%分号、30%分号、50%分号。2. 天使套装3件、5件、8件，依次增加法力值10%分号、30%分号、50%分号。3. 天使套装3件、5件、8件，依次增加法力回复效果10%分号、30%分号、50%分号。天使套装金笑云加15，类别法杖，等级要求90级，属性法力值加900，敏捷加900，力量加900。套装效果：苏魔看着90级的套装，眼睛都挪不开了。这些套装属性面板计算值算下来的有4-5千的法力值，法力百分比加成高达 50%。 别的不说，就这身套装穿上去，苏魔直接嗑药战撸都没问题。果然普通玩家未必狠，但是氪老是真的强。这么一身装备套在身上，属性必定飞涨。不等陈家开口，他自觉穿上了这件套装，换掉他自己的神者之辉跟法神战衣，他的战力评价仍旧来到了320星。这还是装备上没打石头，没欠卡，要是全上了，属性估计还能再涨一波。恐怖如斯，苏魔有些舍不得这套装备了，只是可惜他只能暂用。此时苏魔浑身金光涌动，握着法杖顾盼生辉，再加上他本就英俊的面庞，愈发显得他如同法神在世。一旁的陈家一瞬间看得呆了，不自觉抿了一下嘴。第73章挑战三国群英，于禁第一战，江都幻境塔关卡。幻境塔内有已开放的关卡有春秋列传、楚汉争霸、三国群英、封神演义以及山海秘传，当然还有一个标注为待开放的乱世群雄。其中春秋列传属于送经验的关卡，30层，一层一个印记。对于一些职业强度不高的职业者来说，
是个稳定的元素魔石来源。甚至有高阶职业者来挑战低阶的春秋列传，为的就是稳定的魔石收入，都是为了升级装备，没谁会觉得寒碜。楚汉争霸难度适中，奖励也合适，最多人选择。三国群英难度是中低阶职业者中最难的，所以选择的人最少，甚至因为长久无人通关，导致该关卡门可罗雀。但今天这里居然来人了，长久不见业绩的守关老赵精神抖擞地将几人接了进去，因为这群人正是陶乐购交易行的人。为首之人是一个挂工牌的小年轻，身后跟着陈家、苏魔，还有几名随行护卫。小年轻单眼皮，死鱼眼，两腮无肉，皮笑肉不笑道：“陈总，地方到了。来之前，胡总特意给我打了电话，交代我一定要把你们安排好。”陈家微笑回应：“胡总客气了，也给你添麻烦了。”小年轻欠身：“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样，陈总，既然地方到了，我就先回去了，有事打我电话。”好。陈家仍旧微笑。小年轻转身离开。陈家眼睛眯起，俏脸含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陈家在这里并不受欢迎。他堂堂陶乐购3成负责人，与江都经理胡万平级，结果被对方随意派一个小弟打发了。最气人的是，这个小弟分明也看不起陈家，甚至在他离开的时候，还嘲讽地看了苏魔一眼。小白脸，眼里都是敌意。苏魔挠了挠头，看对方的年纪，自己应该不认识他家女性才对，怎么感觉这货跟自己有仇？那个叫阿龙的护卫皱眉：“小姐，要不要我去教训教训他？”陈家叹气：“不用，是我业绩不好，接了这么多幻境塔的任务，到现在还没完成一个，又抢了今年江省形象代言人的名额，也难怪胡万不爽。”苏魔恍然：“难怪。”陈家看向苏魔：“苏先生，这次你挑战关卡，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拜托你了。”苏魔微笑道：“我尽力。”陈家深吸一口气，这才递给苏魔最后一件道具：天命刷新卷轴。苏魔看了一眼，就短短的2行字：天命刷新卷轴。简介：消耗类道具，使用后立刻刷新所有道具与技能。简洁明了，平平无奇，但握在手中却让人有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苏魔已经使用过卷轴，自然能知道这份卷轴的优劣。点点头，大步走向三国群英关卡。阿龙悄然来到陈家身边，低声道：“小姐，他才刚4转，能行吗？”陈家不答反问：“你能行吗？”阿龙默然退下。是啊，如果他能行，小姐又何必大费周章的抢人任务、抢人名额，最后在这里落人白眼？反倒是陈家目光灼灼看着苏魔背影。昨天晚上他给苏魔送套装时，顺嘴问了一句苏魔的战力评价是多少星了，结果苏魔告诉他已经200星了。一个刚4转的职业者，级别才91级，战力居然200星。虽说这里有炎火流星狙跟天使套装的加成，但这也有个前提，苏魔本身的实力也必然在60-70星，90多级的战力足以比得上4转后期110多级的，什么概念？这说明苏魔必定是一个隐藏的强力职业。从以往的经验来看，200多星不说通关，过40关是妥了。看来这次押宝押对了。陈家暗下决心，等这次挑战结束了，他一定发动自身资源，助苏魔一臂之力。只要抱紧了这颗大腿，以后再有幻境塔的任务，他都可以找苏魔来打了。此时苏魔已经来到三国群英的关卡前，抬头看去。三国群英简介：游戏世界特殊类关卡，出自某位大能之手，将未知世界的一段历史截取，施以造化之手，重现群雄逐鹿的热血时代。背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年，宦官当道。通关条件：战胜50层 BOSS 曹操。等级限制：90级、200级。挑战次数：55。温馨提示：1. 遇到无法通过的关卡，可选择用轨道炸死卷轴通过，但该层英雄印记无法获取。2. 通关之后可额外获得30次挑战机会，继续挑战其他关卡。3. 可花3000万蓝星币购买1次额外挑战机会。检测到你已92级，符合挑战要求，是否开启本次挑战？苏魔看着熟悉的叙述，没有跳过，逐字逐句看下去。50层关卡，55次挑战机会，也就是有5次失败的机会。受到必死一击时，幻境塔会对职业者开启自动锁血免死效果。轨道炸死卷轴塔有，是陈家给的，不多，3个。但通关之后可获得额外的30次挑战机会，陈家没跟他说，显然是不认为他能通关。无所谓，苏大爷是个低调、待人以诚的人。就像昨晚上，他很诚实地告诉了陈家自己200多星的实力。当然，多了快200的事他没说，陈家也没问呀。仔细看了一遍之后，苏魔发现没有什么不同，心底更生期待。三国英雄从来都是神往艳羡，
如今却能以这种形式交手，妙哉！他抬脚向前，选择是。眼前光滑场景变换，来到一处残破宫殿，入眼处是一个红披风、银亮甲胄的中年将军。末将于禁，愿为曹家世代赴汤蹈火。五子良将于禁，传说，职业血勇战士4转，级别92级，生命值40258，力量6358，敏捷3536，法力3689，攻击力7200，防御18268，战力评估90星。技能劫越死战、人王盾击、奔雷狂刀、破风刀、一刀入魂。这属性92级都比那个119级的杜涛要强。大姐姐阿古丽来这更是不够看的。果然，最难的中阶关卡不是吹出来的。瞧见苏魔来到，于禁一挥大刀：“世人卿我辱我，且看文则死战！来者何人？敢犯我大魏国境，受死吧！”第74章，我还没动手，你怎么就倒下了？第一层守关大将于禁。苏魔回想攻略，需要注意的技能是劫越死战跟一刀入魂。前者类似嘲讽，强迫职业者只能对他平 A， 但会触发他的人王盾击不停反弹，最后来个一刀入魂7连斩。脆皮一旦被摁住，基本一套技能就无了。关键是他血量抗性奇高，靠平 A 太费功夫。而苏魔显然不愿意浪费这个功夫，直接祭出炎火流星狙其上，翅膀切换成水怒涛涌，一发刚学的禁咒祭出，万剑归宗。施法后，利剑自动锁定地方目标。苏魔瞬间被1000万道元素之剑包裹，拉开距离，对着于禁一顿狂射。一瞬间，被剑光笼罩的苏魔如同剑仙林凡，再虐一个连走路都没学会的孩子。于禁几次想要拉近距离，都被炎火流星狙轻松拉开。炎火流星狙一方面给苏魔套盾灼烧，一方面自动吐出无穷火焰喷向于禁。水怒涛涌随着每一次攻击都减掉于禁 5% 抗性，因为万剑归宗剑太多，几乎在接触的瞬间就把于禁的法抗消成了负数。同时，一红一蓝2条狗链子也拴到了于禁身上，溯源之息开始疯狂抽血抽蓝，红蓝两种数据开始像窜稀一样往外崩。-12685，-7256，-12698。因为万剑归宗的伤害都是技能伤害，次数又多，苏魔意外发现了多次触发法式之源的 50% 暴击。从旁边看去，就像是苏魔一手牵着绳子在遛狗，另外一手在不停挥舞万千利剑在射，完全不是对手。愤怒的于禁则在血掉了1/3时，瞬间开启人王盾击进行反弹，但他的反弹伤害又怎么能跟苏魔的吸血相比？弹100抽200，弹1000抽2000，怎么打？愤怒的于禁仰天怒吼：“洪水滔天，我该何去何从？”一股悲凉的气息弥漫当场。于禁的被动奔雷刀法触发了，加 300% 的移速，减 30% 的伤害。然而此时苏魔连抽带稍加扫射，已经把于禁的法力抽完了。等到他连滚带爬踉跄撞到苏魔面前时，血量不足1/10，抗性更是减到了负 165%。换而言之，苏魔现在一发普攻对他来说都是暴击，所以他抬起了法杖，一梭子敲在于禁脑门上。负15236，于禁就此倒地，不甘的呼喊声响彻一层。丞相，文则无颜面对，先走一步了。接着一道响亮的提示声响起，恭喜您击败了五子良将于禁，获得英雄印记 X1。苏魔随即看到自己随身仓库里多了一枚熠熠生辉的印章来。场景变化，苏魔发现自己置身一处战场，又是一位黄袍黄甲的美髯武将，两手各执一把短刀，目光锐利，逼视苏魔。用兵之道，变化万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五子良将张合，传说，职业分身刺客4转，级别92级，生命值10850，力量4028，敏捷18361，法力5698，攻击力6875，防御4535，战力评估95星。技能骑兵奇袭，贯穿犄角，十面埋伏。显然张合的血还不如刺客联盟里姬无名的高，但他4转的面板属性整体却碾压5转的姬无名。而且要知道，这里的张合对应苏魔的等级才92级，而那个姬无名已经140多级了，三国群英的难度可见一斑。张合的普攻甚至不如于禁，但他的身份却是刺客，刺客跟法师的输出看面板属性是没用的。虽说只有5000多的面板攻击，但第一刀的技能伤害估计能飙到6万以上。这个伤害
只要摸到一般的法师，必定是一刀秒。但苏魔是谁？他是二班的。对于别的法师来说，最不愿面对的就是这种暴力刺客，但苏魔却怡然不惧。他只是站在原地，目光随着真视之眼的锁定移动而移动。此时的张合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骑兵一开，原地造一个分身，抬手杀向苏魔，真身就此进入隐身状态。隐身状态的张合开启十面埋伏，直接在苏魔身后又造一个分身，十面埋伏二段效果开启，张合进入鬼影状态，直接附身到苏魔身后的分身上。接着是奇袭一开，必定暴击，普攻正200%，暴击伤害正500%，分身加真身同时出击，必定命中苏魔。负22365，负65820。呼！炎火流星狙给他套的血盾破了，破盾的火苗顺着短刀一舔，分身瞬间残血消散。另外一边，苏魔的法力值护盾生效了，反弹50%的伤害。负11182，负32910。张合瞬间倒地，死前不甘的呼喊声陆续响起：耶，膝盖中箭了，呀！征战数十载，竟被暗箭所伤，舍身为国，虽死无憾。苏魔撇嘴：怎么回事？小老弟，我还没动手，你就倒下了。苏魔站在原地让张合打，没还手，把他弹死了。而且经此一战，苏魔对刺客职业的峰值伤害也大致有了了解，再也无惧刺客近身了。怕什么？苏大爷有盾，肉得很。省了一发禁咒，爽歪歪！恭喜您击败了五子良将张合，获得英雄印记 X3。苏魔喜滋滋来到了第3层。独木苍狼夏侯惇，传说能分身的狂战士，战力高达100星，皮糙耐操，暴击高。苏大爷没工夫跟战士耗，直接一发禁咒，流火天灾搞定，获得英雄印记奖励 X5。第4层罪恶审判荀彧，传说召唤法师，105星战力，抽血抽蓝，法爆7高，超能机甲一拳锤爆，获得英雄印记 X6。第7层夏侯渊，射手，8枚英雄印记。第8层曹丕，法师，10枚英雄印记。一直到第27层，刚推倒吕蒙女儿吕梦如的苏魔来到了28层，英雄印记也到了152枚。按照陈家的说法，早就够本了，而他的禁咒也已经全部用完，该刷新了。第75章幻境塔40层 So Easy 天命刷新卷轴，使用后所有技能道具冷却完毕。可以说刷新卷轴除了价格贵，一次性消耗之外，对苏魔来说简直完美。看着28层的白袍白马将军赵云，苏魔果断用上。经过前面20多层，苏魔也已经将所有禁咒轮番放了一遍，对每个禁咒的特点都熟悉起来。收割禁咒死亡一指，血量压到60%，一刀收工。瞬间伤害最高的是超能机甲，一锤子买卖。其次是劫轰天雷，能够瞬间打出数万甚至上10万的伤害。控制时间最长的是森罗万象。幻速最厉害的是极寒风暴，其次是原初爆破，万有引力。常胜将军赵云，传说职业无敌战士4转，级别92级，生命值283260，力量98266，敏捷96589，法力6235，攻击力12698，防御8567，战力评估160星。技能盘蛇七探枪，龙胆血战，七进七出，我乃常山赵子龙。高攻高血高速高防，属性爆炸的均衡型战士应该是隐藏职业。突脸技能七进七出，加攻击力加额外伤害，一个照面就能打出成吨伤害。我乃常山赵子龙，可主动释放，可残血被动触发，免控真伤。这一层对苏魔来说是真的伤，要想赢，要么靠走位魔，要么靠瞬间爆发秒。他随即换掉手中的套装法杖，改为自己的红装神者之辉，战衣也换成了法神战衣，翅膀切换成了惊天圣威。接着他又看了看炎火流星狙的被动，确定没有问题，开始动手。他背对赵云凭空 A 了起来，正面平 A 的话将会被视作挑战开始。1下2下3下4下，4下过后，他抬手一记平 A 打了出去，同时祭出伤害最高的技能超能机甲。在赵云提枪吼出那一句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之时，一道巨大的身影凭空而降，落地的同时一拳砸向赵云。面对这个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三国武将，苏魔也祭出了自己最强的伤害，因为他相信高手之间的对决，拿出最强的姿态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最要紧的是，云哥是真克他，不怂不行啊！一瞬间，赵云身上各种伤害直像爆米花一样炸了开来。普攻伤害4269，炎火流星狙火盾灼烧400，法神战衣4次普攻叠加伤害725，神道五行雨被动2伤害12695。然而这些伤害终究是低数值，法神战衣57%的法爆几率，法师之源50%的法爆几率，再加上惊天圣威的15%法爆几率以及3倍法术暴击伤害，却占了大头。负452039，一拳下去，赵云直接被打到了只剩一滴血一滴蓝，死前必定触发的锁血技能开启，豪气干云的怒吼声随之响起：“我乃常山赵子龙！”接着，苏魔就看到赵云化作一团影子直奔自己而来。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就是他惨遭蹂躏的时刻。然而，苏魔怎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抬手又是一发禁咒，死亡一指，凭空出现的亡灵主宰虚影，凭空按住狂暴的赵云，一指按下，砰！赵云被生生打散，恨不能为主公扫平天下。苏魔长舒了一口气，即便他放出了技能，赵云刚才还是一枪戳中了他，瞬间让他的血掉了22000，而他的法力护盾居然没有任何动静，真伤太克我了。苏魔心有余悸，看着化作劫灰的28层，低声喃喃：“对不住了，云哥，为了显示对你的尊重，到现在我只对你放了2发禁咒，别人都没这个待遇。”事实上，在苏魔看来，整个三国群英里真正克他的只有2个人，一个赵云，一个吕布。恭喜您击败了常胜将军赵云，获得英雄印记 X22。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苏魔咧嘴怪笑，几层射手孙尚香、大乔、马云禄都被他平2下，靠溯源之息的双被动给吸得半身不遂。几个女射手被苏魔连吸带弹，生生反克死。让苏魔有些心疼的是孙氏姑嫂死前的凄惨呼喊：“孙尚香，哥哥，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大乔夫君，你就真的狠心。在网上的法师诸葛亮、郭嘉、徐庶也都是被苏魔吸完蓝源地罚站，凭 A 打死。细细算下来的话，到了40层黄忠这里，苏魔的禁咒还有16个没用的。这主要归功于他的真实之眼、溯源之息跟神道五行雨以及炎火流星狙，其中真实之眼克制了所有刺客，溯源之息的双吸被动则占据了大半原因，将大部分法师、射手都抽得腰膝酸软，行动不能自理。看着仓库里的英雄印记已经260个了，苏魔满意点头。这40层的25枚印记他要定了，耶稣来了也留不住。第40层的守关大将是黄忠，身份是幻影射手，285星的实力，高攻速、高吸血。最麻烦的是他可以在瞬间造出4个分身，分身跟真身都具备破魔效果，即普攻会每一下消耗目标的1%法力值，一下1%对苏魔来说没什么，但是架不住这老头攻速高啊！5个人，每个人攻速1秒5下还多，谁受得了？最麻烦的是他的分身点2下还能再弄个分身出来，这就很难 MP 了。偏偏这老家伙攻击不高，苏魔无法像其他层那样反弹死，只怕自己的法力值都不够他耗的。所以在见到黄忠开启分身的第一时间，苏魔同时祭出了土系禁咒天地回音技，极致的震荡翻天覆地。回音之后，整个世界安静了，隆隆隆，地面晃动起来，天地像是要颠倒过来，剧烈的震荡像是鼓面一样急速颤动。嗡鸣，黄忠的分身在一瞬间被震荡了不知多少次，只各自射出了2箭就魂飞魄散。而4个分身死去之后，又产生了2次回音，形成余震裹向黄忠真身。可怜的黄忠只比自己分身多射了1箭，也就此倒下。如前面的一样，黄忠死前的呼喊也响彻耳畔：“啊，弦断了，不得不服老了。想不到我也有拿不动弓的一天。”苏魔看着瞬间下降1/10的法力值跟护盾值，不禁感叹：难怪都说三国群英关卡难，接连几层，战士、射手、刺客属性都强到犯规。很多英雄的职业明显具备隐藏职业的特性，一般职业者即便再努力也堆不出来他们的属性。看着又到手的25枚英雄印记，苏魔心情舒畅，接下来就是给我自己打的了。第76章终极 BOSS 属性犯规的神曹操。小姐，这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能打到哪一层？阿龙已经站在了陈家的身旁，而陈家则一直盯着三国群英的门口看。4个小时过去了，苏魔还没有出来。陈家皱眉，40层幻境塔，这个时间就算是战士也应该打完了，更何况苏魔是法师，速度只会更快。按照以往的记录来看，法师能轻松达到20层，总共也就50多分钟，就算是通关也只需要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没道理4个小时还不出来啊！他这是在干什么？
陈家心底既期待又紧张，期待的是苏魔待这么久出来千万给他带来好消息，紧张的是苏魔卡在某一个关卡。事实上他哪里知道三国群英幻境塔里的英雄苏魔有一半是靠平 A 杀死的。此时的苏魔正费心费力的在49层跟肉法孙权互殴呢。孙权作为比别人多一个鸟的男人，技能神兵天降是召唤出一只走的神鸟，持续对周围地方单位进行烫伤平 A 伤害。原本苏魔是打算一发禁咒结果了一人一鸟的，结果他发现神鸟的伤害不咋地，打的还没他吸得多，他索性就吸干了孙权的法力值，转而再吸干神鸟的。就这样，孙权带着多出来的鸟跟苏魔开启了漫长的平 A 过程，最终苏魔还是凭借不要脸的溯源之息把孙权磨死了。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层，黑暗霸主曹操神。看着堪比噩梦主宰的曹贼就在眼前，苏魔不免感慨，真不容易啊，自己省吃俭用到了50层，身上的禁咒还剩5发。不得不说，吕布那一关过的险，一击差点把苏魔的复活打出来。好在被吸干了法力值之后，吕布变成了超级兵，威胁远不如赵云。至于关二爷，那头顶的帽子真绿啊。最后有关，让我看看曹贼的实力吧。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一身黑甲，头戴短流冠，两手各执一柄宝剑的中年男人。宝剑正是青钢倚天，一柄加暴击率，一柄加暴击伤害。他浓眉鹰眼，面相狠厉，正嘲讽地看着苏魔。关卡配音随之响起：射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霸，几人称王。典韦何在？文远何在？吾好梦中杀人。随着曹操的一声声呼唤，一个个前面几个关卡被击败的魏将再次出现。苏魔大骂：狗日的不讲武德，居然摇人！更让他不淡定的是曹操的属性：黑暗霸主曹操神，种族神，等级92级，血量5000000，5000000，力量32000，敏捷31800，法力25280，攻击力32123，防御30000，战力评估300星。技能神天下归心，神绝影破击，青州战兵，倚天绝击，黑暗笼罩，魏武阴魂，十殿阎罗，恶来护卫。介绍：三国时代最强的霸主，最有能力一统乱世的英主。一个时代的最强者，能战胜他的唯有时间而已。曹贼不愧是最终 BOSS， 连属性介绍跟前面关卡的不一样，都带框发光的。而且与前面关卡都不一样的是，最后一关的曹操不会等他攻击才动手，而是上来一发神天下归心。苏魔瞬间黑脸，他的头顶一片雪花，技能面板瞬间黑屏。狗日的沉默，他想也不想，骑着炎火流星狙就跑。幸亏自己提前切换好了翅膀，也骑上了坐骑。与此同时，曹操也双臂一震，青钢倚天甩手而出，分左右射向苏魔。苏魔无可奈何，生挨了这一击。负68925，负65280，真疼啊！苏魔看着属性面板上瞬间掉下的10几万护盾值，忍不住吐槽，连炎火流星狙提供的护主盾都直接打破了。然而正是护主盾破了，他的另一个被动生效了，清除所有负面效果。头顶的雪花不见了，技能面板也恢复如常。同时护主盾破的瞬间，一道很小的火舌舔了出去。在曹操的高达3万的防御下，这道火舌的伤害被降到了2位数，负78。但就是这小小的伤害，再次触发了苏魔的神被动溯源之息。红蓝两道狗链子几乎是贴着往回飞的青钢，倚天连上了曹操。苏魔又开始了快乐的不当人过程。该我了！苏魔抬手就是一记森罗万象，将典韦、张辽、于禁等一众魏将都死死摁在原地摩擦。负25698，负36987，负26502。接着又是一发禁咒，极寒风暴，整个50层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负15369，负17258，负36985。苏魔发现，随着自己4转觉醒了真法师之源，他的禁咒伤害也提高了，而真法师之源又是可成长的，爽歪歪！被苏魔狗链子连上的曹操开始掉法力值，只是速度却没有正常的快，只有正常的1/4不到。这是……苏魔反应过来，这他妈是曹操的被动减伤来了，所有负面效果负75%。苏大爷怒了，狗日的不讲武德，摇人，沉默就算了，属性朝纲也算了，现在还来个负面状态削减，这是存心不让苏大爷过。我让你削减！苏魔抬手又是一发禁咒击出，劫神刃天帅。一瞬间，
除苏魔跟炎火流星锯外的所有人身上被套上了不下20种负面状态：中毒、眩晕、减速、虚弱、烧血、烧蓝。众多位将像醉汉一样站在原地不住，鬼畜抽搐，每动一步都需要数秒时间。而曹操似乎因为身躯庞大，连转头看一眼不断奔跑的苏魔都费劲。很快，于禁撑不住倒下了，接着是乐进、张辽、典韦。死去的魏将又被森罗万象同化为傀儡，握刀掉头杀向曹操。幸亏曹操是幻化出来的，不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众猛将倒戈背刺，气都能气死。即便如此，愤怒的曹操仍旧怒吼一声：“十殿阎罗！”只见曹操后背浮出一道飞塔飞冰的玩意，发出无尽黑光，将傀儡化的魏将尽数收了进去。而他的血到现在才掉了1/3，法力值还剩一半，看上去曹操还有翻盘的可能。然而苏魔注定不给他这个机会了。看着仅剩的2个禁咒，苏魔嘴角一扯，刚才是第10个禁咒，12%的触发几率，接下来这一发没跑了。第77章，恭喜爸爸通关三国群英。法神战衣70级装备，施法时附带效果1，施法时有12%的几率额外无消耗释放一次。在之前的30多层里，他一共触发了3次这个效果，2次在释放第9个技能触发，1次在第10个技能触发。而他刷新之后释放禁咒的次数变少，选择平 A 闯关，就是要把这个额外释放1次的几率覆盖到最后一层。按照他本来的预想，是在放极寒风暴或者劫神人天衰时候触发这个被动的，眼下第11次基本可以锁定必然触发了。苏魔看了看剩下的2个禁咒，天星陨落与万剑归宗，经过之前的对比，还是万剑归宗输出更稳定，可以随着目标移动。如果能额外触发被动的话，曹操不死也剩不了多少血了。最重要的是他的伤害是以飞剑的形式造成的，配合苏魔的水怒涛涌，可以快速将曹操的法抗消为负数。就算曹贼的负面状态削减再高，也扛不住万千之剑狂轰滥炸式的削弱。以多咬死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苏魔果断释放万剑归宗，一瞬间万千剑雨扎向曹操。而法神战衣的附带效果亦也终于第4次被触发，万剑归宗无消耗释放1次，每一把剑都代表着1次独立的法伤，他的被动法爆几率也在此时最大化的发挥了作用。顷刻间，苏魔周围的飞剑不再是雨，而是如同天漏之后的银河之水，朝曹操横着倾泻而去。反观曹操，在这样狂猛的伤害下也不再硬抗，反而是想拉开距离，避开攻击。然而苏魔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曹贼虚了。炎火流星狙的移动速度再加天使套装的移速加成，时刻与曹操保持有效的距离。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从地球华夏国穿越而来的苏魔，此时将教员的游击战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愤怒的曹操红着眼睛想要祭出10殿阎罗，却悲哀发现自己的法力值没了。在苏魔前后5发禁咒的轰炸，外加溯源之息的抽蓝，实力硬汉曹贼成了一个大个超级兵。经过噩梦山跟三国群英，苏魔对溯源之息的认知就2字：真脏。看着曹贼剩余的血量，苏魔有点怀念死亡一指了。但刷新之后在赵云那里用掉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三国群英的难度不只体现在最后的 BOSS 曹操身上，中间关卡有几处拦路虎。看着剩下的一个天星陨落，苏魔放弃了禁咒收割的想法，反正幻境塔挑战又没有时间限制，慢慢跟他耗就是了。接下来苏魔再次开启了不当人的历程，举起法杖照着曹操的头一下一下的点。也幸亏苏魔的水怒涛涌的削减法抗足够高，把苏魔的法术普攻生生叠成了暴击。原本苏魔一击下去只有3000多伤害，却被反向削减法抗放大成了7000多。炎火流星狙的灼伤，普攻的叠加伤害，居然也能在1秒内打出近2万的伤害。再加上苏魔苦练多年的麒麟臂在此时也发挥了作用，发挥出了远超同辈的手速，挥舞法杖。于是乎，可怜的50层 BOSS 让无数少妇闻之变色的曹贼成了三国群英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平 A 致死的终极 BOSS。而他只是在刚见面的时候给了苏魔2下，又来了个沉默，此后连苏魔的衣角都没碰到。被活活打死的曹操轰然倒地，死亡的呼喊陆续响起：您叫我负天下人，休教霸业未成，未成啊！若有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接着结算的声音陆续响起：恭喜您击败黑暗霸主曹操，获得元素模式 X10。恭喜您通关三国群英关卡，奖励荣耀积分1000分。恭喜您通关三国群英关卡，奖励幻境塔额外挑战30次。恭喜您通关三国群英关卡，奖励荣耀积分1000分。
恭喜您首次挑战及通关三国群英关卡，额外奖励英雄印记 X50。恭喜您零死亡通关三国群英关卡，额外奖励元素模式 X20。恭喜您创下通关三国群英关卡最低等级记录，额外奖励荣耀积分1000分。提示：因为您的通关，三国群英关卡开始恢复，请您选择继续挑战其他关卡或退出当前关卡。当前挑战次数35，您可以选择继续挑战或退出幻境塔，保留挑战次数。退出后，挑战次数不会清零，将在您下次挑战时自动加入。乖乖，苏魔看得眼睛大亮，大丰收啊！元素魔石10层一共拿了55颗，加上额外奖励的，一共75颗。英雄印记前面40层的200多颗，肯定是要给陈家的。至于这创纪录额外的50颗，他肯定要留下来研究用处。最后是2000荣耀积分，这可是能在幻境塔商城里兑换高级货的好东西。比如说无视装备等级、强行打孔的神级七彩石、打造套装的神级女娲石等等，只有在这里才能换到。其他人没有积分又想要的，只能出高价从7钻以上的工会渠道购买，或者守在幻境塔外面找黄牛高价购买。这种东西在市场上是根本见不到的。当然，这些积分还可以在幻境塔里兑换经验，换成等级，100积分就可以换1级。当然，这么做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奢侈了。有禁咒升级跟喝水一样的苏大爷更是不会做这么傻缺的事，他要好好琢磨琢磨兑换什么东西才合适。不过这些都要等见了陈家之后才能确定，毕竟主顾那边还有额外的奖励呢，万一兑换的重复了就浪费了。理清思路之后，苏魔选择退出幻境塔，保留挑战次数。提示再次出现，鉴于您的优异表现，我们将会把您的记录显示于幻境塔之上，供所有挑战者瞻仰。您的名字是？苏魔自然不会傻到输入真名，想了想，恶趣味的输入了爸爸2个字。请输入您的装备并出处，如果不方便可以不输入。苏魔看了一眼，原来在这等着呢。他想起陈家的交代了，冠名权，从头到脚每一件装备后面都需要确认，就连苏魔换了神者之徽跟法神战衣都显示在内。不过苏魔果断选择保密，只在天使套装后面加上了陶乐购字样。备注完毕之后，苏魔这才选了确定。感谢您的配合，期待您以后在幻境塔更精彩的表现。此时已经在幻境塔外面等了快5个小时的陈家快要沉不住气了。虽然他隐约猜出苏魔大概率是过了40关，可超出预计时间太久，又让他心底焦灼不安起来。这时阿龙惊呼起来：小姐你看！陈家抬头看向三国群英关卡上的字幕，恭喜爸爸通关三国群英。第78章拼脸的时候到了，升级装备。爸爸！阿龙面露茫然，下意识重复了一句。而刚出幻境塔的苏魔也没想那么多，下意识回了一声：哎，你！阿龙眼神陡然变得凌厉，死死盯着苏魔，占便宜占到老子头上了。阿龙！陈家立马喝止，眸中异彩涌动。他心底有些无语，不明白苏魔小年纪怎么会一肚子坏水，居然想出这么一个昵称。但更多的还是惊喜。这近5个小时以来，他都在三国群英的关卡等着，确定没有第2个人进入，所以通关的爸爸只能是一个人，苏魔。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的求证：你真的通关幻境塔了？苏魔取出285枚英雄印记递给陈家。真是285枚！陈家美眸顾盼，惊喜不已。285枚是打完40层的所有奖励，也就是说苏魔每一关都是实打实的击杀 BOSS 获得，没有用轨道炸死卷轴。至于后面苏魔过不过关，陈家反倒没那么上心，他要的只是英雄印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苏魔能通关的震惊。一个刚4钻的脆皮法师居然通关了，想来是他为了通关把各种手段都用尽了，不然怎么会在里面耗上5个小时？即便如此，这种强度的职业也是他闻所未闻的。大腿，一定要报警了！这时候陈家自然不会吝啬自己的关怀。苏先生，你能通关真的是让人惊喜，辛苦你了。苏魔本想回答不辛苦的，但转念一想，怎么不辛苦？5个小时没吃没喝，5个小时绞尽脑汁算计，期间更是多次跟女刺客吕梦如、卞玉儿、甄姬近身肉搏，又以身犯险背刺大乔、小乔，更不用说在貂蝉的温柔乡里大战300回合。这一下看胡万还有什么话说？再说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苏魔清了清嗓子，还好，不过最终还是完成了使命。陈家眼睛大亮，听听，这叫什么话？明明这么辛苦，却还这么谦虚。人帅就算了，情商还这么高，跟这样的天才合作，真是让人舒心啊。陈家在心底过了一下后面跟苏魔的合作细节，
最终化成一句话：苏先生，印记已经到手，我会立马跟主顾沟通，之前允诺你的奖励会一样不少的送到你手里。他在心底打定主意，这次一定不能再克扣苏魔的东西了，这可是自己以后的依仗。想到这次交了任务之后就不用再遭人冷眼，陈家心情无比舒畅。胡万仗着省会城市的便利，多次从他手里抢任务、抢业绩，这次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一回了。想到这里，他急忙开口笑道：苏先生，饿了吧？姐请你吃大餐。苏魔点头，陈家嘴角微微上扬，刚才他悄然加了个姐字拉近关系，苏魔并未反对。陈家明显十分高兴，带苏魔去的赫然是江都最高档的酒店，吃饭的就他们2个人，却点了20-30个菜，红嘴脆药蛇、清蒸熊掌、南澳暴龙。最让苏魔印象深刻的是一只足有人头大小的美爆生腌，他心底记着名字，决定回头要考一考曹纯有没有尝过深海蝶形蓝鲍鱼。吃喝完毕，陈家让阿龙亲自送苏魔回酒店，而他则带人去一趟江都总部，理由是把东西交了，让雇主安心。实际上谁都看出来，他就是想到陶乐购江都店去显摆一圈。苏魔不管陈家，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这一趟幻境塔到底捞了多少好处。阿龙走后，苏魔将房门反锁，看了一眼自己战力评估151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取出神者之辉法杖，又拿出一颗元素魔石拍在上面，开始升级。您的神者之辉经过元素魔石的洗礼，等级提升了。果然，苏魔看到了法杖的属性变成了神者之辉传说+1，而神者之辉的属性也多出了好几条附加属性：气血上限正 1%， 法力值上限正 1%， 双抗上限正 0.5%， 攻击力正 0.5%， 法术威力正 0.5%。 这东西好，难怪这么多人追求元素魔石来升级装备。继续拍，1颗、2颗、3颗，一连8颗拍下去，神者之辉到了9级。法杖的附加属性也变成了气血上限正 9%， 法力值上限正 9%， 双抗上限正 4.5%， 攻击力正 4.5%， 法术威力正 4.5%。 他停了一下，心底暗暗对比老师讲过的装备升级成功率做了比较，1到3级成功率 100%， 3到4级成功率 90%， 4到5级成功率 80%， 5到6级成功率 70%， 7到8级成功率 60%， 8到9级成功率 50%。 他能一路拍过来都成功，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的新天赋趋吉避凶，被动提升所有概率事件 50% 的成功率。但接下来从9-15的概率就没这么高了，由于后面装备升级后附加属性接近直升，所以成功率极低。其中9到10级成功率 20%， 10到11级成功率 15%， 11到12级成功率 10%， 12到13级成功率 8%， 13到14级成功率 5%， 14到15级成功率 3%。 这个成功率真是资本家看了都流泪。最扯淡的是9级以后升级失败不保级，有可能直接降级到9，也有可能只降1-2级。苏魔想了想，先取出9颗元素魔石留给法神战衣，接着哈了哈手，开启他拼脸的历程。1颗下去，成功10级 ，yes。 2颗下去，成功11级 ，oh yeah。 3颗下去，成功12级，哈哈。4颗下去，失败，您的神者之辉降到了11级。谢特！苏魔咬牙握拳，狗日的，老子 50% 的光环加持，再加 8% 的成功率，还能失败？谢特！谢特！谢特！他搓了搓手，深吸一口气，自我暗示小场面，问题不大，继续。1颗成功12级，不错。2颗失败，您的神者之辉降到了10级。MMP！ 苏魔瞪大眼睛，老子跟13级有仇。换！看着剩下的60颗元素魔石，苏魔决定换个思路，升级法神战衣试试。先是9颗打底，一路来到了9级。他对着双手唾了一口，搓了搓，又哈了一口气，拿出6颗元素一顿拍。提示声不断响起：您的法神战衣经过元素魔石的洗礼，等级提升了。您的法神战衣经过元素魔石的洗礼，等级提升了。您的法神战衣降到了10级。您的法神战衣经过元素魔石的洗礼，等级提升了。您的法神战衣经过元素魔石的洗礼，等级提升了。看着只失败一次升到13级的法神战衣，苏魔有些犹豫了，卡在自己13级的剑上，升还是不升？第79章，等级不变，苏魔实力更上一层楼。短暂的思索之后，苏魔咬牙继续拍。1颗成功14级。苏魔一颗心悬了起来，
暗自估算一下成功率，牙一咬，心一横，继续拍，2颗，成功，15级 ，yes。苏魔握手狠狠挥舞了一下，前后17颗元素魔石，把一件装备升到15级，这欧皇运气谁敢信？苏魔看了一下属性，高兴的都要飞了。战神法衣的属性加成也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比例，气血上限正 18%， 法力值上限正 18%， 双抗上限正 11%， 攻击力正 11%， 法术威力正 11%。 苏魔又看了一眼10级的神者之辉，眼神又变得热切起来，尤其是自己还有44颗元素魔石，足够浪一波了。拍！结果这次足足耗费了苏魔26颗元素魔石，才把神者之辉同样拍到15级。看着剩下的18颗，苏魔擦了一把汗的同时，也心生庆幸，自己自带的 50% 成功率都失败了这么多次。他现在算是能理解为什么之前那个花了1-2千元素魔石无法升级到15级的愤怒了。升级装逼这种事真的堪比赌博那么心跳。当然，要是被旁人知道他57颗元素魔石就升级了2件加15，估计要被气疯吧。2件装备额外附加的属性都一样，叠加在一起之后的威力会怎么样呢？苏魔果断选择穿上，对比了一下，自己都倒抽一口凉气。姓名：苏魔，职业：法神，竞技法王4传，级别92级，生命值36701加1960086 1960086，力量4039，敏捷4268，法力980043 980043，攻击力10886，防御6915，战力评估196星。苏魔看着这个属性，咧嘴怪笑了起来。这个属性如果骑上炎火流星狙，分分钟破200星的战力，自己的法力值破100万，护盾值自然更上一层楼。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气血上限多了1万，面对真伤的底气又多了，苏大爷更肉了。除却力量值，现在的苏魔比蓝旗弓会5转的薛涛面板属性还要高，战力更是他的2倍还多。要知道，薛涛可是战士，是所有职业者中面板数据最好看的职业。苏魔的血量、普攻跟战力都在他之上，所谓的越级挑战无外如此吧。苏魔看着身上其他低级紫装，没了继续升级的欲望。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接下来是英雄印记。坦白说，因为幻境塔是游戏世界更新没几年才出现的，所以学校里还没有关于幻境塔攻略的课程。但有老师当时提到了英雄印记的作用，并预言它在未来的游戏世界中会非常重要。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就像最初游戏世界刚开放元素模式升级板块一样。这就导致不少人会以各种方式囤积这样的材料，以期在某次游戏大更新之后谋取暴利。但陈家这个主顾明显要的比较急，这就有些蹊跷了。苏魔取出一枚英雄印记。英雄印记介绍：产自幻境塔三国群英关卡，每一枚都沾染着那个时代英雄的血，上面的痕迹不是锈迹，而是一段斑驳的历史。佩戴它，你将获得英雄的认证。作用：可用于幻境塔道具兑换，开启英灵助阵、神性赋能等。苏魔看得眉头拧成疙瘩。道具兑换他知道，这个英灵助战跟天赋赋能是啥意思？他把目光投到英灵助战上，上面显示，职业者可用英雄印记指定召唤一名三国群英中击败的英雄助阵，协同杀敌。开启条件100英雄印记，持续时间3分钟。原来是摇人费。苏魔看了一眼自己随身包裹里的50枚英雄印记，顿觉郁闷，还不够摇一次的。再说了，100枚英雄印记只够持续3分钟的，3分钟能干啥？他摇了摇头，把目光投向天赋赋能上面。职业者可用英雄印记开启所属职业神性，指定某一项属性进行额外赋能。开启条件3000英雄印记，持续时间永久。苏魔眼睛陡然瞪大，3000英雄印记对指定属性进行额外赋能，还永久。果然，在神性赋能下面有一个新的面板样式的表格，界面都蒙着一层灰色，但上面的字却都很清楚。苏魔仔细浏览了一下，心神狂跳。按照上面介绍，英雄印记可以对他的法师职业某一属性进行强化，诸如技能威力加成、法力值上限、气血值上限、抗性、法术攻击等等都可以进行指定加成。最关键的是，这些属性加上去之后，还可以用英雄印记进行升级，不断提高职业者对应属性。可以这么说，英雄印记既是弥补职业者自身的不足，也可以扩大职业者之间的差距。脆皮可以变得更肉，战士可以变得更灵活，甚至连守护都可以变得更暴力。对苏魔来说，全队法力值上就什么都有了。英雄印记真是好东西啊！
苏魔神采奕奕，虽说需要的英雄印记多，但属性的额外加成却是实打实永久性的。他已经打定主意，回头一定要把幻境塔攻略给摸透了，开启他的闯关之旅。这一次就给出了小300英雄印记。苏魔有些牙疼，但这也是他跟陶乐狗合作的一部分，没办法的事。以后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好办了。了解完英雄印记后，苏魔就琢磨着自己升级完毕的装备打什么石头好了。对于2000荣耀几分，就是用来兑换石头跟欠卡的。现在就看陈家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东西了。这时候，曹纯忽然发来消息：“我苏哥在干吗？”苏魔不在。曹纯别闹，有正事找你。苏魔有屁快放。曹纯，你不是在江都吗？在那边的交易行帮我淘一本叫什么霸者重装的技能书，多少钱算我的？苏魔，你要这干嘛？曹纯，狗日的4转任务要我捐技能书。苏魔摸了摸下巴，看来自己之前捐的30件紫装还算好的。苏魔，好，几天要用？曹纯，不急，7天内给我都行，阶段性的任务。苏魔心下了然，这就真不用急了。曹纯又发了消息，对了，江都最近好像要出一个野外 BOSS 啊，你不去凑凑热闹？野外 BOSS？ 苏魔眼睛一亮，第80章200级野外 BOSS， 苏大爷预定了。野外 BOSS 传说级，血条厚，伤害一般，是游戏世界设定的随机刷新的野怪，特点是刷新地点不固定，携带大批普通怪物、精英怪物。机制是野外 BOSS 带着诸多野怪对附近的玩家城池进行疯狂攻击，一旦 BOSS 攻占了城池，打破了城中的转职神殿，即意味着这座城池被攻下，沦为 BOSS 的老巢。居于城中的人类要么沦为怪物口粮，要么被迫迁徙。在游戏世界刚降临现实时，职业者实力不强，这样的惨案时有发生。人类也的确有几座城池被怪物占领，甚至在黑飞有几个国家都因为怪物攻城而灭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野外 BOSS 对于职业者来说已经成了爆装备跟材料的经验宝宝。毫无疑问，这次刷新在江都的 BOSS 一定会吸引国内乃至国外的职业者前来哄抢。听到野外 BOSS 要刷新，苏魔两眼放光，他想去抢这个野外 BOSS， 弄些传说材料，升级法神战衣。其他的传说材料都在秘境里，但秘境的门票太难搞了，他的钱也不够。野外 BOSS 是他目前搞传说材料或装备的最好途径，而且野外 BOSS 一般块头比较大，占地几里地都很正常，职业者可分布在各个地方出手，击杀之后会根据各个职业者的击杀占比自动掉落相应材料与装备，很公平。这就给苏魔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而且他都有抢 BOSS 人头的最佳方案，死亡意志卡在斩杀线时给一刀，他必定占据 60% 的输出占比。至于给不给其他人分些汤喝，那就要看野怪出产的材料怎么样，以及苏大爷心情好不好了。问题是，他现在除了一个天星陨落，其他的技能都在冷却。明天下午会有几个技能冷却完毕，但死亡意志得到后天。先弄清楚 BOSS 在哪里刷新，可能出产那些材料多大，什么时候刷新，然后再做打算。苏魔思索方案，接着他一拍脑袋，给陈家发了消息，拜托他帮忙打听，顺便帮他弄几本技能书。这其中自然包括曹纯的那本霸者重装，以他合伙人的身份，有这个权利获得此类信息与支持。更何况他今天还帮了陈家那么大的忙。同时苏魔心底打定主意，不行的话他就明天去交易行逛逛，搞几本技能书学了，有备无患。果然不到10分钟，陈家把怪物的消息发给了他。这次的怪物是200级的雄狮两兄弟，大熊3眼黄毛熊，二熊独角棕毛熊。也就是说，这怪物是针对7转以下的所有职业者的。这是个福利 BOSS， 才200级的怪，完全对江都产生不了威胁。毕竟江都可是省会，常年都有7转强者坐镇的。刷新地点是江都城北50里的黑熊岭，那里本来是一个练级区，可以预见，自此之后，黑熊岭至少会成为一个大型副本，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传说秘境。但稳定之后的装备爆率远不如刚刷新的时候，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BOSS 刷新的时间在3天后，那时候苏魔所有的技能都已冷却完毕，别说偷怪了，就是洗图也可以。陈家发的另外一条消息是，霸者重装已经买到，晚些时候会让阿龙送到你手里。苏魔随即给曹纯发了一则消息，技能书已妥，不用担心。他打定主意，拿到手之后，明天就去找顺丰发集送给曹纯寄回去。曹纯回了一则消息，还得是我苏哥，办事牢靠，回来请你喝新茶。苏魔，妥了。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苏魔终于得以喘口气。忙了一天了，也累了，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于是苏魔换了衣服出门，按着曹纯给的攻略体验江都风情去了。
江都不愧是省会。一路上，苏魔遇到不少盘量调顺的妹子，这些妹子一个个看上去就热情节俭，这一点从她们穿衣用料少、逢人含笑招呼就能看出来。苏魔不禁感叹，江城的妹子得向江都看齐啊。苏魔体验江都风情之后，打道回府。没过多久，阿龙送来一本《霸者重装》，苏魔一看，是一本9世纪的坦克技能书，看上面的介绍，明显很适合曹纯，居然要捐掉，这是什么鬼任务？又过了一会，陈家姗姗来迟，他明显是在外面赴宴归来，连衣服都没换就来找苏魔了。一身黑亮耀眼的晚礼服，将他凹凸有致的身材衬托得挺拔傲人，再加上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迷人香水味，一下子让整个房间充满了暧昧的气息。这是要送温暖？苏先生，这是顾主付你的酬劳。陈家说的客气，声音却轻柔婉转，意味暧昧不明。苏魔神色不变，心底腹诽：阿姨，你都多大了，还想着老牛吃嫩草？苏大爷喜欢大的，但不喜欢你这么大的。可迎面不打笑脸人，人家毕竟是送东西来的。谢谢。苏魔客气回应，一一接过，喜得眉开眼笑。神级七彩石 X3， 神级女娲石 X3， 元素魔石 X50， 还有3本法师技能书。陈家又开口：小弟，雇主想要知道你的个人信息，表示愿意赞助你一套极品套装。苏魔皱眉：赞助装备？陈家立马会意：你放心，我淘乐购向来注重客户隐私，你的信息我们是肯定不会泄露的，所以雇主的酬劳只能是这些通用的石头，不然你还能得到装备。不用，谢了。苏魔摇头，知道了英雄印记的具体作用之后，他可不会再傻乎乎的把印记出卖出去了，这可是涉及自己属性强弱的根本问题，怎能给人？话说回来，就这些东西已经大大超出苏魔的预期了。神级七彩石的作用很简单，就一个无视装备品质等级，给装备强行开孔。开孔的装备可以在上面打属性石头，增加属性跟战斗力。3块神级七彩石刚好只够一个装备开孔的，不是雇主抠门，是这玩意太稀少了，任何一块放到市场上都是秒没。3块已经是不是豪能形容的了。神级女娲石3块刚好可以打个3件套，只可惜苏大爷身上现在只有1件法神战衣可以升套装，悲催。至于元素魔石，不用多说，苏大爷已经切身感受到它的好处了。其实最让苏魔惊喜的还是这3本法师技能书，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技能库得到了充实，底牌又多了。第81章新的强力禁咒，苏大爷更恶心人了。小弟，这次的事多亏你了，走，姐请你出去放松放松。陈家眼眸弯弯，勾人心魄。他相信只要是个男人都能听懂这句话里的意思。接下来那一句就是放松还用出去，这里就可以吗？然后一个半推，一个半就，这种话苏大爷怎么听不出来？可现在他是一个贤者啊。更重要的是陈家的大不是自己想要的大。他故意打了个哈欠，不用了，陈经理，我困得厉害，明天再说吧。陈家眼神闪烁，慵懒姿态慢慢恢复正常，点头。那好，你好好休息，晚安。他走到门口，像是想到了什么，回头说了一句：我明天要回一趟神都，中途路过江城，要不要一起？苏魔摇头。陈家不再坚持，说了句以后合作愉快就自行离去。苏魔则兴冲冲看向新的技能书，显然这3本是陈家自己加上去的，为的就是博得苏魔好感。方式是好的，且值得鼓励，就是想的有点多，3本书就想得到苏大爷的人怎么可能？但看了技能书之后，苏魔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了，因为这3本技能书都是极为罕见的极品技能书，妖法 A 技灵、机关召唤术、巫蛊咒术。妖法技灵单体技能，能将怪物单位变化为弱小无助的小羊，持续5秒，对职业者无效。机关召唤术可以召唤一个能不断放箭，属于物理伤害的箭塔。巫蛊咒术也是单体技能，可以对指定目标进行诅咒，目标持续掉血、虚弱，持续6秒。这3个技能别说是禁咒了，就算是普通技能都堪称神技，更何况苏魔拥有法师之源，可以进化了。看得出来，这3本技能书陈家是花了心思的。苏魔果断学习，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妖法技灵进化为元素系禁咒，结噬魂祭妖；受法师之源的加持，机关召唤术进化为召唤系禁咒，天火箭塔；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巫蛊咒术进化为元素系禁咒，结天人咒怨。苏魔有些奇怪，3个禁咒2个待结，什么意思？还有之前的结神人天衰也是如此，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寓意？想不明白就不去想。他细细看了一下3个禁咒，
心底连呼卧槽，最后的一丝倦意也化作了兴奋。劫噬魂技妖，主动技能元素系禁咒，让一切强大的敌人都变得弱小无助，神、人、魔无人可免。要命的是，这个技能可以对自己释放。主动技能对自己释放时，可施展72变，将施法者模拟成任何形态的存在 ，BOSS、野怪、职业者。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1天。处于72变中不影响施法、普攻，甚至可以模拟怪物攻击方式与攻击效果。对地方单位释放时，获得噬魂技妖效果，持续10秒。一次释放可将最多3个敌方单位变化成人畜无害的小动物，随即变化出吉吉国王、护从毛毛以及草原领主喜羊羊。同时，敌方单位将被噬魂，期间敌方单位将被沉默、持续掉血、吊蓝，所受任何形式的伤害都将被增加30%。这技能伤害看上去并不高，却让苏魔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技能可以让自己变形，就已经堪称逆天了好吗？第二个天火箭塔就比较直接了，直接召唤3个可移动的箭塔，持续对箭塔周围敌方单位发射混合法伤、误伤的箭矢。塔身生命防御超级厚，想要打破极其困难。更要命的是，靠近塔身的敌方单位会受到持续灼伤。天火箭塔因为输出太过暴力，冷却时间是2天。苏魔想起秘境中似乎还有攻城战一说，这个技能估计能力大攻。第3个技能劫天人咒怨又是一个可以双向施展的法师，对自己施展时可让自己持续10秒不受任何控制，双抗增加。被动效果是护体，可抵挡一次指向技能伤害，死亡一指那样的伤害就可以被抵消掉。这个效果冷却是120秒。对敌方单位施展时，敌方会陷入极度虚弱状态，受到所有伤害正50%，持续掉血，持续间歇性眩晕，输出伤害负50%，持续时间3分钟。对于这个技能，苏魔第一想到就是套上劫噬魂技妖跟他叠加，然后勾可以看着对方流血流死。当然，因为这3个技能的出现，苏魔发现了自己有诸多可以搭配的技能，如天火箭塔加超能机甲、妥妥的工程拆遣组合，劫天人咒怨加劫神人天衰，就是一场负面状态的炼狱场。诸如此类的还有，苏魔的好好琢磨。有这3个技能傍身，让苏魔有了新的计划。第2天，苏魔先去顺丰把霸者重装给曹纯寄了过去，自己转身进了淘乐购门店去淘货。昨晚上的3个禁咒让他坚定了今天到市场上进货的想法。让他比较欣慰的是，逛了2家淘乐购点，倒腾到了4本法师技能书跟1本比较好的通用类回复技能书。4本法师技能书等级不高，威力描述上也没什么特色，但对苏魔来说却是来者不拒。他的法师之源加持下，再不济的禁咒也要比普通技能强。一番折腾下来，他又会了5个禁咒：潮汐涌流、天灾军团、光之能量炮、密眼法阵以及太古之息。让苏魔有种眼前一亮的是，天灾军团可以召唤出一队不少于50的天灾骑兵，有怪有人，有骑兵有步兵。有了这玩意，苏魔刷怪再不用组队了。而太古之息则是一个纯回复类的精品技能书。这本通用技能书，别说苏魔瞧了动心，其他职业一样会动心，因为它的双回复是纯被动，不需要任何操作的。苏魔能够买到，也是在拿出了黑卡之后被请进 VIP 室才得以见到。新的禁咒到手，苏魔抬头看天，暗暗感叹，这一趟江都之行没白来。果然，要想尽快提升实力，缩在小地方是不行的，只有往更大的地方才有更多的机会。第82章，黑熊岭怪物降临。江都市这几天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天空、地面多了很多坐骑来来往往。剧情：飞马、暴风巨蝶、3手地狱犬、7手狮子王、雷龙。寻常时候极为罕见的珍奇异兽，现在却像赶会一样出现在江都。很多面孔穿着怪异的职业者也多了起来，战士、射手、守护、刺客等职业者随处可见，法师职业者也多了起来，甚至一些比法师还神秘的职业如道士、星象师也出现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实力都在7转以下。因为 BOSS 等级被提前获知是200级，就限定了击杀 BOSS 的等级。高等级的职业者如果来杀怪，不仅影响 BOSS 爆率，还会受到游戏世界规则的惩罚。这也给苏魔抢 BOSS 进一步提供了可能。毕竟7转级以上的职业者究竟有多强，苏魔也没试过。他虽然有禁咒，但毕竟没正面刚过，也不想过早跟他们碰上。有时候试试就试试了。距离 BOSS 刷新还有1天，所有人都赶到黑熊岭去划分战场了。四面八方各个开阔地带都被一些4、5级甚至6级工会的人给划分占领了，占据有利地形，能够让他们在整场守卫战中尽可能刷到更多的野怪，打出更高的伤害占比。只有一些独来独往的职业者
或是骑飞行巨兽，不在乎地形的，或是大公会的人不屑于跟低级职业者抢地方的，零散位于山间、树上，更有一些刺客的身影忽远忽近，忽隐忽现，引来一阵侧目。团队、个人、小队从四面八方将黑熊岭包围，静等熊市 Brother 邪怪出现。人群中议论声时有响起，看到没？那边的人是魔海的6级公会守望之海，领队的是个随时都能进7转的大佬。那算什么？北极星公会那边的指挥还是个7转的守护呢。这犯规了吧？怎么能这样？你外行了吧？他只带队指挥，不参与，还有这样的骚操作，我服了。知足吧。我听说最初几个大公会商量着要不要联手清场呢。照你这么说，还得感谢他们让我们喝口汤了。那可不。此时在人群中闲逛的苏魔神色变冷，刚才那几个人议论的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他从南边疆都往这边来的时候，经过几个开阔地都被大公会的人给赶走了，理由就是这块地方被我们某某公会包了。苏魔看向黑熊岭上被标记 BOSS 刷新地点，眼睛眯起。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他看着属性面板上近30个主伤害的禁咒，还有几个被动禁咒，嘴角上扬。除了万剑归宗、森罗万象以及劫神人天衰还没冷却完毕，其他的技能都处在待命状态。而苏魔这次也没打算用这几个禁咒，别人做的这么绝，也就不要怪苏大爷心黑了。从人多到人少，从平坦地带到崎岖不平的山路，中间也有偶尔落单的人邀请苏魔组队，彼此好有个照应。苏魔都拒绝了。组队？开什么玩笑？苏大爷一人就能当一个队伍10号吗？为了隐藏身份，苏魔特意往人少的灌木林里去，看样子他像极了一个独来独的秃鹫，只想着在战场上捡一点残羹冷炙，分点经验而已。不少人见到苏魔孤单的背影，心有戚戚然。弱肉强食，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真理。苏魔对此视若无睹，他要的就是这种谁都不注意的感觉，闷声不语发大财才是正经。接下来他与其他人一样，在各自选好的地方过夜。入夜，看着远处亮起的大小不一的光团，人数多少清晰可见。苏魔循着光亮看去，距离自己最近的也得有100米，全然不会有暴露的危险。他一边对付便利食物，一边感叹，前2天晚上还在江都城内体验江都风土人情，现在却在这里风餐露宿。回去之后一定得让曹纯请大爷喝最贵的茶，好好犒劳一下。第2天一大早，苏魔还窝在睡袋里迷糊，就听到远处人声吵嚷起来。因为距离太远，自然听不清楚，但偶尔可以听到他们几句卷轴、守护、仇恨之类的词，想来在做最后的布置。苏魔起来，左右看看没人，找了个隐秘地方舒坦了一下，这才提溜裤子回去，继续窝在灌木丛里。上午10点，苏魔一个机灵站起身子，因为在他的属性面板上亮起这么一句话：所有黑熊岭的职业者请注意，黑风熊怪精英怪物将于1分钟后降临。他相信不只是他，其他处在黑熊岭周围的人也都收到了这条消息，所有人都严阵以待，静等1分钟的倒计时。59、58、57、3、2、1，来了！整个黑熊岭轻轻一震，所有人都在此时感受到了。接着黑熊岭上空传来下大雨的声音，哗哗哗，仔细一看，却是一个个数之不尽大小雨点从天而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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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不断的擂鼓一样的声音朝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紧接着，一道道野怪信息扑面，挤满了职业者们的视野。黑风熊怪精英，种族兽族，等级99级，血量90000090000，狂暴长臂猿王变异，种族兽族，等级115级，血量1200000120000，双头狂蛇，种族兽族，等级120级，血量115000011150000。那些从天而降的雨点落地后，赫然变成了一个个体型硕大、面目狰狞的怪物。看这些怪物数量，不少职业者都头皮发麻，但更多的职业者却兴奋地大吼大叫。怪物越多，就意味着他们的机会越多。即便最后对 BOSS 的伤害没多少，但杀普通怪也能占据不少比例。杀！杀！杀！职业者们兴奋大叫，纷纷从自己的藏身的冲了出去。战士、坦克、守护顶在前面，射手、刺客、法师开始疯狂输出，道士、星象师开始布阵的布阵，吟唱的吟唱。一时间，战场上各种技能铺天盖地砸向怪物，各色技能光华交织成一片斑斓光网，笼罩在黑熊岭上空。此时，苏魔不慌不忙站在灌木中，
举起手中法杖，对着战场祭出了第一道劲咒——极寒风暴。第83章，苏大爷要清场了，闲杂人等离开。极寒风暴一出，整个战场上的温度骤然变冷，整个黑熊岭上空骤然下起了冰雹加雪。天空明明艳阳高照，但却砸下了许多人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冰雹。砰砰砰，咔嚓嚓，啊！怪物、职业们的惨呼、惊呼声夹杂到一起。这次是伤害值挤满了所有人的视野。126987，负123695，负123654，负136512。刚落地没多久的野怪，瞬间如将熟的麦子遇上了飓风，瞬间成片倒伏，咒骂声不绝于耳。怎么回事？哪个冰雪法师出手了？他这样会严重影响劲啊！他难不成是疯子？对着精英怪放这种伤害的技能？难道他想用普通怪的伤害拉高自己的伤害占比？操！所有人都发现，在巨大的冰雹冲击下，他们压根没法安心输出。法师的吟唱被打断，射手的箭还没射中，野怪就被砸落，刺客也被砸得被迫现身，茫然地看向天上掉下的无数冰雹。最可怜的还是已经冲进野怪群中的坦克、战士跟守护，他们既要小心冰雹，还要小心野怪。守护们一个个断断续续呼喊：“快退！我撑不住了！糟糕，我的回复被打断了！”甚至有些守护跟坦克是技能型肉盾，因为技能被打断而在原地一抽一抽的。人群中咒骂声不断，纷纷往后撤。绝大多数人都骑着自己的坐骑，飞的飞，跑的跑，能有多快就跑多快。这时候还打什么野怪？命最要紧！万一惹怒了施法的大佬，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所在了，这个技能肯定是在场某个人释放的，虽然不至于要了他们的命，却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可咒骂鬼咒骂，他们却不敢骂得太过分，因为谁都看出来了，这个技能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但仍有些自信的工会团队自信攻打野怪，沉着应对。守护撑起防护卷轴，肉盾往前扛。天助我也，这个技能对我们来说也好，能拉高我们的输出占比。哈哈，我北极星团队这次要占据输出榜的 30% 以上，我战旗工会要拿到至少1/5的伤害占比。好机会，我们守望之海这次一定能成为最大赢家。藏在灌木中猥琐看着这一幕的苏魔面露讥讽。30%输出占比，1/5，最大赢家，使屎啦你！苏大爷抬手又是一道劲咒，雷霆之主。苏大爷要清场了，闲杂人等离开。苏魔咧嘴怪笑。刹那间风云变色，整个黑熊岭不再艳阳高照，而是变得浓云密布。粗壮如水桶的雷电从天而降，以裂天之势游走落下。咔嚓嚓，轰！一道雷电落下，轰飞轰碎不知道多少野怪。紧接着是一整座雷霆炼狱场直接扣了下来，照着黑熊岭就砸了下来。无数野怪随之灰飞烟灭，伤害值在一片空地上像是中了病毒一样不断冒起。负29836，负26956，负45235。刚才还没退下的人瞬间悲催了，在这么强大的雷霆面前，他们压根没有支撑的一丝可能。所谓的防护结界在雷霆轰落的第一时间就消弭于无形。啊，破了！不行了，太猛了，我扛不住了，快收手吧！堪堪逃出黑熊岭的人看着身后骤然出现的雷霆炼狱场，面上都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虽然在这里他们仍然受到冰雹影响，但都是4转及以上的职业者，已经可以抵御这种程度的影响了。但看到骤然出现的雷霆，他们触然惊惧。这才是第一波的精英野怪就有冰系、雷系的2位妖孽释放这种级别的法术了。法师果然恐怖，如果能反馈，他们一定要让游戏世界消法师。这个强度打 BOSS 刷野怪太占便宜了，才6转就能释放这种非人的技能，还让其他职业者怎么活？显然在他们眼里，这定然是2位拥有1000万倍技能增幅天赋的6转法师，更是法师准大佬。而且不难看出，这2位法师大佬都是脾气暴躁、性格奇差的主，他们居然连野怪都不给其他人留。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最终 BOSS 身上了。2头巨熊，怎么着他们也能摸个1-2下，占个输出占比吧。就是可惜了，跟他们大老远来这里的预期收获不相符了。果然，不到3分钟，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属性面板看到了新消息。致敬蓝星的职业者，天外 BOSS 的先遣军已经被尽数击杀，黑风双雄将于1分钟后降临。什么？杀光了？这才多久？我特么！就连刚逃出来的工会团队也都爆起了粗口。他们为了杀怪，在一瞬间祭出了那么多的卷轴技能，野怪还没死，就天降冰雹跟雷霆。
结果不到3分钟，野怪被清场了。之前放声大喊口号的几个工会的人脸色奇差，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输出占比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预计的数据了。该死，占比下降，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下降。一想到这次的成本，他们有种跳脚骂娘的冲动。该死的法师，狗日的法师，让游戏世界废除这个职业吧！几乎所有人都在心底生出这样的想法。法师在这个时候成了公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魔此时正站在雷池堆里，看着堆积成山的掉落材料装备，在仓库里设置了只捡紫装及以上品质的装备，材料只有5钻及以上级别的。由于雷霆之主的威力还没结束，谁也不知道让他们咬牙切齿的家伙正在这挑肥拣瘦。即便如此，苏魔发现自己的随身仓库还是被占了大部分的空间。要知道，他的随身仓库足有10页，每一页都相当于一个400-500的大平层。我要纠正之前的观点，讹人不是发财最快的途径。苏魔咧嘴怪笑，抢劫才是啊！与此同时，黑熊岭上空出现一个巨大的光圈，光圈内2头巨熊缓缓降落。第84章，老子要去法师协会投诉。黑风熊怪刷新了，走，我们的机会来了。这2位法师已经释放了那么强力的技能，占据绝对伤害占比了，怎么着也该我们了。冲啊，兄弟们！野怪的经验虽然没了，但 BOSS 的掉率是跑不掉的，拿到极品装备或材料一样有的赚。只要是6转以下，他的技能再厉害也不能把 BOSS 的伤害全占了。原本四散奔逃的工会团队纷纷掉头围了上来。200级的 BOSS 明显就是福利，这么些人都是花了大价钱做传送通道而来，备战又买了诸多秘卷、强力药剂，付出的代价极高，就这么空手而归，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再说了，动辄数十上百亿血量的 BOSS， 岂是1-2个6转法师能打死的？所以众人看着从天而降的雄士 Brother， 一个个激动兴奋地迎了上来。3眼黄毛熊，传说，种族圣兽，等级200级，血量10亿每10亿，战力评估1008星，技能圣熊咆哮，血怒天灾，大地守护之盾，极地无冕之王，灾天翻地覆，灾末日暴击，暴君统治，绝对主宰立场。介绍，他本是黑熊岭里普普通通的小熊熊，勤劳憨厚，无忧无虑。直到那个光头男人的出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成了黑熊岭传说中的守护神，仇视一切人类。独角棕毛熊，传说，种族圣兽，等级200级，血量15亿15亿，战力评估1007星，技能守护者之怒，血怒天灾，大地守护之盾，火炎之盾，灾末日暴击，圣兽潜能。介绍，他本是黑熊里最笨最懒的熊，憨厚天真，无忧无虑。直到那个光头男人的出现，夺了他的蜂蜜，毁了他的家园，他愤怒地觉醒了守护这片土地的力量。2头巨熊高不下200-300米，每一头占地足有1-2个足球场这么大。很明显，熊大主伤害是战士，熊二主扛伤是坦克加辅助，难度上肯定是熊二难打，熊大相对要脆一些。但二者在一起的话，难度系数绝对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他们的技能明显有互相增益的属性。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兄弟俩分开，避免二者相距太近，光环叠加。而这些工会明显在事先已经沟通好，自觉返回战场，准备把2头怪物分开。双 BOSS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打。然而，刚进入战场的人立马惊恐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超大范围的虚弱法阵内，减速、虚弱、法力消耗，职业者们失声惊呼：怎么回事？双肉怎么还会有 debuff？ 这不科学！守护，守护，净化！团长，我放净化了，没用啊，这是光环削弱。不对劲，撤！这一定是 BOSS 出场情节，我们打早了。好事情，有情节的 BOSS 肯定要成为这里的秘境 BOSS， 运气不错，我们成为新秘境的开荒者，奖励不会少了。众多职业者再次撤出战场，对虚弱光环的不快一扫而空。此时，处在原地刚释放完一道劫神人天衰的苏魔，看着开始蹭蹭蹭往下掉血、掉蓝的二熊，立马瞪大了眼睛。不好！溯源之息被动触发了，一红一蓝2条狗链子从二熊的身上直接连到了苏魔头上，这么粗的2条，瞬间将苏魔消耗的法力值补充了回来。可问题也来了，那么明显的2根链子，那么多职业者都会把目光投向他的。没办法，他只能咬牙离开原地，走进战场。在劫神人天衰的场地内，他不信有人敢冒死来探视。为免意外，他又接连释放2道禁咒：木系禁咒，森罗万象；雷系禁咒，劫轰天雷。控制加暴力输出，谁敢进来？刹那间，
刚睁开眼睛的熊大、熊二身上被强行套上了几十种负面状态，血、蓝、抗性、护甲都在蹭蹭蹭的往下掉，伤害值却在节节攀升，跟上了高速的迈凯伦一样开始狂飙。负123948，负369855，负563409，负1236890。苏魔注意到，在抗性消减加法爆加成的叠加下，他的法伤终于破了100万。反应过来的熊市 Brother 愤怒咆哮，捶胸怒号：嗷嗷嗷！守护者之怒触发了，圣熊咆哮触发了，劫神人天衰的负面状态居然被震散了。最操蛋的是苏魔的2条狗链子也被震断了，这还是头一次。没想到哥俩的技能还有净化效果，只有森罗万象的束缚是强控，不属于负面状态，仍旧化作荆棘牢笼套在2头熊的身上。即便如此，眩晕的效果也被净化掉，只剩下束缚了。熊大、熊二愤怒咆哮，竭力撕扯身上的荆棘，从远处看去，像极了巨大粗壮的藤蔓爬到了巨熊的身上。这时，旁观的职业者们意识到不对劲了，纷纷大呼：没有情节 ，BOSS 在掉血！该死，刚才的虚弱法阵是法师放的！你们快看，至少有3个法师在出手，木系束缚，雷系的天雷，还有双系法师在打配合。卧槽，来的什么法师这么猛？熊二掉1条血了，第2条刷出来了，真的是法师还真是霸道，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狂刷伤害。兄弟们，不能让那几个卑鄙无耻下流的法师得逞，我们上！太好了，虚弱法阵消失了，我们可以去啊！怎么回事？地震了！地动山摇，以熊大、熊二为中心，地面开始疯狂震颤，伴随着天上雷声响起的还有地震一样的轰鸣。轰轰轰！原本死在地上的诸多野怪突然像诈尸一样起身的起身，爆炸的爆炸，爆炸的伤害形成一股股无形的伤害浪潮，在整个战场涌来涌去。天地回音技，这道土系禁咒能够将地上死去不久的尸体震荡爆炸，形成的伤害余震会根据尸体的数量来。理论上，只有尸体足够多，余震的伤害就无上限。而双雄出场前那么多的野怪，何止成千上万？于是，一瞬间的震荡伤害席卷整个战场，震荡形成了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冲刷着战场上的一切。眨眼间，熊大、熊二被再次打掉了1个血。这个时候，若有数据统计，肯定会发现苏魔一个人已经刷出了60%的伤害。可即便没人去统计，看着瞬间掉2个血的诸多职业者们，眼睛都红了。狗日的法师居然刷了这么高的伤害，再不上场，他们一口肉也别想吃了。冲啊！快，别给法师鳖孙抢了伤害！操，团长，我也是法师！别他妈废话，你知道我骂的不是你，可是你骂法师了，滚你妈蛋！老子现在，哎呦，又怎么了？啊，我技能放不了了，狗日的，怎么还有沉默法师？撤！只见一个个职业者刚进入战场边缘，就再次退了回来。他们发现刚进入战场，自己的技能面板就灰屏了，有人对着整个战场释放了沉默技能。最操蛋的是这沉默还他妈的抠蓝啊！来自魔海的守望之海团长大吼大叫：我受不了了，老子要去法师协会投诉！我也去！这几个法师太霸道了，沉默法师、控制法师、双息法师、暴力输出法师，这些平时见一个都困难的，如今却在这黑熊岭一个不落地全遇上了。而他们在战场外围进进出出那么多次，却连一根毛都没碰到，太他妈憋屈了。第85章，谢法爷饶我狗命！轰隆隆，天上雷霆滚滚，地面上诸多被森罗万象异化的傀儡怪物抄起家伙朝熊大、熊二奔去。愤怒的熊大、熊二开始狂化，不停锤击靠近他们的一切单位。只听哗啦啦的一片响，鬼化的傀儡倒下一片。事实上，苏魔也没指望这些傀儡能造多少伤害，他要的只是延缓2头熊的移动速度罢了。而他自始至终盯着的，始终都是战场上的熊二。之前陈家发给他的资料里已经有关于2头怪物属性的描述了。野外 BOSS 10格血，肉的飞起。熊二身上的各种盾，让他放了几发禁咒，居然只打掉了3格血不到。看来还是得先解决熊二。苏魔对比着这次的禁咒伤害跟通关幻境塔的禁咒伤害，微微皱眉。禁咒的伤害总体上差不多，但打出来的效果却有很大不同。范围性的禁咒伤害太散，伤害浪费了1半不止；控制型的禁咒伤害损失要少很多。最实在的还是单体禁咒。苏魔有了计较，抬头看着已经注意到他，朝他大步而来的雄士 Brother， 眼睛眯起，抬手一记劫天人咒怨打向熊二，接着是一记光之能量炮，伤害瞬间爆表，负256894，负36952114，负52689223。
-4523-680。熊二的第3条血在瞬间没了，第4条血也在眨眼间下了一半。劫天人咒怨的伤害增加 50%， 加上光之能量炮的急速式爆发，再加上沉默与虚弱为一体的密眼法阵，瞬间将伤害值推向了另一个峰值。伤害还在继续，不到2秒，熊二的第4条血消失，第5条血开始读条。就是现在！苏魔 GD 狂笑，遥遥举起法杖，再见了，熊二，死亡一指。于是，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中，在熊大、熊二的身后浮现了一个比他们还大的死灵主宰虚影。枯骨王冠，鬼火悠悠。死灵主宰出现的瞬间，自虚无中伸出一只手，像大人抚摸孩童一样摸了摸熊二的头，而熊二则直愣愣地待在原地，似知道大人准备动手，不敢动弹。下一刻，一声凄厉至极的怒笑响彻云霄，声音之大，都快要把黑熊岭周围人的耳朵震聋了。嗷！嘣！巨大的熊二化作碎片四散消失，顶在头上的血条凭空消失，但光之能量炮还在持续释放，只是伤害没有刚才那么高而已。此时，被迫再次退出战场的诸多职业者瞪大了眼睛，看得心神震颤。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熊二才掉了4格血多一点，就一下子卯了。要知道，5格子多血可是100亿的血量啊！那么高的血量，就算是9转法师也做不到瞬秒啊！此时，所有人互相对视，都看出了彼此的震惊。这种伤害已经是超出他们理解的了。除了震惊，他们还有深深的忌惮与庆幸。这种伤害，如果把他们当作目标，多少复活卷轴都不够用的。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谢法爷不杀之恩。”出奇的，刚刚还有人吵嚷着要投诉法师，破口大骂的，这时候都沉默了。他们恍然意识到，就在不久前，他们已经在鬼门关前来回走了3、4遭了。可笑他们还以为自己能上前分一杯羹。到现在，所有人都在心底达成了一个共识：这次的 BOSS 不是他们能够参与的，能捡回一条命就偷着乐吧。更有一位团长主动走到自家法师面前，清了清嗓子：“小刘啊，刚才呢，我是想着去抢 BOSS， 说话的语气可能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哈。”被他叫小刘的法师茫然地点了点头。这是自他加入工会以来，团长第一次对他如此客气。有人犹豫着说了一句：“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几个法师还是挺讲究的，对吧？”讲究？有人小声疑惑。事实上，要不是因为见到了这么强力的技能，他都要破口大骂了。讲究你妈的头啊！这几个法师明摆着想要吃独食，他们别说分一杯羹了，眼看着是连汤也喝不上了，就这还讲究？我呸！然而开口的那人却低低说了一句：“你们看，那几个法师施法的方向在东北，那里人少。”抱怨的人立马闭嘴，头皮发麻。他想到了自己团队刚开始清场的霸道举动，能在东北角的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赶过去的。要是那几位脾气暴躁的法爷记着这个仇，只需要在放技能的时候离他们近一点。他嘴唇哆嗦，两手合十，虔诚道：“谢法爷饶我狗命。”但还有一些人眼神闪烁，看向东北方向后思索了片刻，之后悄然后退，身形随即消失。法师能撑得住刺客一刀吗？此时刚解决了熊二的苏魔颇为诧异地看向远处，奇怪怎么没人上来抢宝物。森罗万象，劫轰天雷也已经结束了，不来是对的。苏魔看向已经3眼血红陷入狂暴的熊大，嘴角上扬，抬手一记天火箭塔挡在自己跟前，随即又是一记流火天灾，火箭乱射，火焰焚烧，瞬间将整个黑熊岭烧成了一片炼狱火海。释放了2道禁咒之后的苏魔犹觉得不过瘾，又祭出了1道风系禁咒，大风灾湮灭。于是乎，火借风势，封住火威，伤害值再次爆表。而失去熊二护盾的熊大抗性大大降低，再加上他的血量本身就比熊二的低，血条掉得更快。转眼间不过10来秒，熊大的血只剩3格不到，还是太慢了。苏魔摇了摇头，抬手又是一记超能机甲，浑身硬汉线条，充满科技感又蓦的感情的赛博坦人从天而降，落地的瞬间照着熊大的脑袋狠狠来了这么一下，熊大的血条瞬间少了1个。乖乖，苏魔看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赛博坦人的一拳这么猛。不过他看了一眼已经被削成负500%的抗性后，也就释然了，甚至他还隐约有些不太满意，一拳居然没解决掉。苏魔摇了摇头，既然一拳解决不掉，那就2拳，反正这个赛博坦人是个蓦的感情的杀戮机器。砰砰砰，3拳过后，熊大彻底完蛋，死前愤怒的咆哮响彻整个黑熊岭。他本来是有复活跟死前锁血机制的，但这些机制触发的技能都在自己的弟弟熊二身上，偏偏熊二英年早逝了，死前愤怒的咆哮成了熊大最后的倔强了。
远处看着垂死熊大之后还在宣泄狂暴力量的职业者们脸色大变，即便他们知道双雄已死，现在正是爆装备的时候，还是没一个人敢上前去。与此同时，处在战场中心的苏魔长舒了一口气，看着满地的红金装备材料，他兴奋地搓了搓手。发财了！一道声音随之响起，黑风熊怪已经被击杀，下面开始结算。第86章镶嵌元神卡，苏魔更肉了。结算需要等一段时间，但这不耽误苏魔捡装备。随身仓库直接设置自动捡取装备90级以上，品质紫装级以上，自动捡取材料5钻级以上材料和传说材料。下一刻，随身仓库哗啦啦进了一大批装备，差一点就要满了。紫色、金色、红色的装备材料已经自动在仓库中分类码好。紫装他现在懒得看，肯定都是要交给淘乐购补齐合作内容的。套装或是卖，或是留着自己过渡，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至于红色的传说材料，统统用来升级法神战衣。当然，还有一部分看看工会任务要不要，自己也该做做工会任务了。除此之外，仓库里又多了2枚秘境令、几颗元素珠以及一堆技能书。可以说，这一次的收获价值不下100亿。果然，要想富，还是得打传说 BOSS。身处战场，苏魔自然不会蠢到现在拿出装备一一鉴赏。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静等结算，然后立马远去。结算很快结束，一道道提示声响起。由于众多职业者的不懈努力，成功狙杀了黑风熊怪，2头怪物被永久留在了黑熊岭。黑熊岭将成为一处秘境。你在本次狙杀黑风熊怪任务中总输出占比为 99.9999997%， 结算奖励为黑熊岭秘境令 X3， 开荒者勋章 X10， 黑熊岭传说材料 X1份，元素魔石 X10， 三眼黄毛熊元神卡 X1， 独角棕毛熊元神卡 X1。 看完这些奖励，苏魔眼睛大亮，这次不仅是发财了，也发达了。3枚秘境令的外观、触感、颜色与他之前打过的噩梦山一样，也就是说，黑熊岭将成为一处传说级别的秘境。不管它是什么等级，只要跟传说挂钩，就不会便宜了。3枚黑熊岭秘境令的价值可想而知，而传说材料更是让苏魔大开眼界，足足158种，且每一种都是10。他看了一下仓库里之前报的，每种数量不一，也是这么多。2箱叠加，苏魔这次光传说材料就价值数百亿。元素魔石也绝对是好东西。最让他振奋的是2张元神卡，三眼黄毛熊元神卡与独角棕毛熊元神卡，这是他最意外的收获。因为元神卡具备附加属性，是可以镶嵌在装备上的，而且是传说级别元神卡，属性也比其他属性的卡片多。三眼黄毛熊元神卡传说，镶嵌位置披风，属性正 5% 生命值上限，正 5% 法力值上限，加105点敏捷值，加200点力量值，加500基础攻击力。附带属性血战，每损失 2% 生命值，获得 1% 的攻击力加成。介绍：汇聚三眼黄毛熊元神的神秘卡片，拥有种种鬼神莫测的力量，可通过元神卡镶嵌到披风上，提高装备属性。可拆卸，拆卸时有 30% 失败几率。指定到披风上的镶嵌卡明显是战士的属性。苏魔无奈摇头，虽然没有设定装备要求，且镶嵌在披风上也能增加属性，但他现在的披风实在太拉胯了。嵌卡的话明显浪费，就算要镶嵌也得弄个等级品质能跟得上的套装才行，只能先放着。再看看另一个独角棕毛熊元神卡传说，镶嵌位置上衣，属性正 5% 生命值上限，正 5% 法力值上限，正 10% 护甲，正 1% 最高生命值回复秒，正 1% 最高法力值回复秒。附带属性守护，提供最高生命值 20% 的生命值护盾。介绍：汇聚独角棕毛熊元神的神秘卡片，拥有种种鬼神莫测的力量，可通过元神卡镶嵌到上衣上，提高装备属性。可拆卸，拆卸时有 30% 失败几率。看完熊二元神卡，苏魔忍不住直搓牙花子。2张元神卡明显都不是法师类别的元神卡，但熊二的这张卡着实让苏魔心动，这妥妥的就是一个血牛守护镶嵌卡。他果断将卡取出，按在了身上的法神战衣上。这下子他的面板属性再次得以上涨。姓名：苏魔，职业：法神竞技法王4转，级别120级，生命值40425，法力护盾2129820加2129820，气血护盾8085，力量4411，敏捷4648，法力1064910，1064910，攻击力
10886，防御8025，战力评估218星。血量过4万不说，他的法力值终于破了100万大关。200万的法力值护盾加上8000的气血护盾，一下子把他肉的程度拔高到了一个新高度。简而言之，苏大爷更肉了，也更变态了。看着地上一堆材料跟其他属性的装备，苏魔又把紫装等级限制取消，把低等级的紫装也都放在仓库里。这些东西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在江都、江城半个会所的至尊会员卡还是绰绰有余的。老是用曹纯的卡，苏大爷也不好意思了。其实最要紧的是他无论去了哪里，狗日的曹纯总能掌握他的动静。甚至前天大晚上的曹纯发消息问他，苏哥年少体力好，空中飞人可还好？苏魔当时就破了大防，当即暗下决心要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顶级 LSP 消费卡。再说了，紫装动辄也是钱呢。至于剩下的破铜烂铁，就算再多在之前，苏大爷也懒得捡了。不是他不想捡，实在是仓库快要堆满了。苏魔再次确认没有什么重要宝物遗漏，身子一猫，认准一个方向，穿越灌木丛而去。他前脚刚走没多久，后脚就有一个身影凭空出现。这人周身裹着一层黑色雾气，手拿弯刀，只露出一双发亮的眼睛。他看了看地面上掉落的装备跟材料，倒抽一口凉气。就在刚才，他分明只看到一个人从这里离去。一个骇人的想法在他心底升起，刚才那么强大的法术，居然都是一个人施展的。走掉的那个法师居然这么强。看着苏魔渐行将远的背影，他皱眉犹豫了起来，但片刻之后，他就咬牙追了上去。财帛动人心，赌一把。第87章，白花花的女刺客。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巡过南山，巡北山，黑熊岭东5里地。苏魔苏大爷看着山明水秀，艳阳高照，心情美丽的哼起了小曲儿。下山的路上，他大致看了一眼随身仓库里的其他收获，5颗能打在装备上称属性的元素珠，研究研究怎么打到装备上。几本高级技能书，涵盖各个职业，守护、刺客、坦克、战士，当然还有2本法师技能书，元素爆裂与回风流血。苏魔只看了一眼技能等级要求是100级，就不再去看后面的赘述，看了也没用，反正都要变成禁咒。学了之后，一个进化成了元素地爆天星，一个进化成了神罗天征。元素地爆天星是纯爆发技能，范围小，伤害高，唯一的缺点就是冷却比较长，2天。神罗天征就比较有意思了，施展之后不是直接有法术伤害，而是需要平 A 出去。具体属性为主动释放，获得霸王天征，弹开周围所有敌方单位，并对其沉默 1.5秒，同时清除所有负面状态。释放后5秒内免疫法术伤害，控制每3次攻击将对前方单位额外造成 1% 点最高法力值伤害，持续30秒，冷却120秒。被动1，每5秒发出1次灵魂冲击，对地方单位造成最高法力值 0.5% 的真实伤害。被动2，被动提升 20% 移动速度， 30% 攻击速度。被动3，每次攻击都将在地方身上造成割裂伤害，损失大量气血。被动4，绝命阵，当周围50米范围内敌方生命值低于最大生命值的 30%， 将被瞬间秒杀。看了这个技能，苏魔眼前瞬间一亮，神罗天征的出现解决了他凭伤害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禁咒是他目前为止唯一的主动带伤害、冷却1秒击的禁咒。最重要的是，他没那么大动静，主动释放跟被动表现的都很温和。现在再回去单挑三国群英，他的通关时间至少缩减1半。想到自己属性马上就能再往上涨，苏大爷心情愈发美丽了。腔调一转，一曲更为欢快愉悦的歌响了起来。咱老百姓呀，今儿个真高兴。吊在他身后的隐身刺客全程黑脸，眉头紧锁的看着距离自己几十米的苏魔，下定决心，待会动手一定先把他的嘴撕烂。狗日的法师招人嫌的他见过，但这么招人嫌的却是第一个。他唱歌实在太难听了。你在这么多人手里抢 BOSS， 我从你手里抢宝物，合情合理，天道轮回。刺客这么想着，在隐身状态下开了几步往前追，隐身时间快结束了。与此同时，正在唱歌的苏魔心生警觉，回头一眼看到正如猎豹一样奔向他的刺客，真视之眼的被动生效了。姓名江映雪，职业暗影刺客6转，级别178级，战力评估155星。刺客，苏魔目中寒芒一凛，又是刺客老银币。他抬手就是一记劫噬魂技妖打出，这个技能是目前没有太大动静的禁咒之一。另外一个就是神罗天征。正在前突的刺客陡然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尽数脱落，接着自己变成了一只头顶菠萝，脖子上挂着一串草藤的红屁股猴子。因为突生变故，
刚变成猴子的刺客无法适应猴子的脚步，一个前扑扑了个狗吃屎。吉吉国王，苏魔冷笑，抬手就是一法杖敲了出去，神罗天征。紧接着一连串的伤害瞬间蹦出，负6922，负28369，负7825，负82598，负29350，负30285。刺客身板本来就脆，面对原地罚站式的平 A， 且又接连过万的伤害，如何能扛得住？猴子惊恐的眼神写满了无助，一个凄厉的女声尖叫起来，不！紧接着他倏地消失在原地，没有装备掉落，复活了。苏魔抬手，随时准备再出手。这次他准备用先锋附体术，也是瞬间普攻，伤害拉满。狗日的刺客，欺负老师法师是吧？一个模糊的光着身子的雪白身影出现在消失地方的附近。苏魔冷眼看着2秒复活毒条即将结束，准备再次送他走。哪知道光着身子的女人不管春光泄露，只顾跪地举起两手，放声大呼：“我错了，饶了我吧！”苏魔一阵眼晕，好大，不好白，也不对。操！苏魔皱眉，怒喝一声：“妖精，找打！”这才定住心神。他死死盯着女刺客，只要他敢有异动，苏大爷肯定一棒打死他。狗日的，这个时候居然用这招考验意志坚定的苏大爷，卑鄙无耻！真当苏大爷没见过世面？而女刺客这才反应过来，直接附甲，两手放在地上，红着脸哀求：“大佬，我错了，我不该对你心生歹意，我求你，你别杀我！可你要杀我！”苏魔冷哼一声：“但凡我慢了一步，死的就是我了。”女刺客卑躬屈膝，以头呛地：“求求你，只要你不杀我，我身上所有东西都可以给你。”苏魔摇头：“杀了你，一样都是我的。可我活着更有用，我愿意成为你的经验奴隶。”女刺客带着哭腔：“我愿意分出一半的经验所得，输送给你。”苏魔仍旧摇头：“不用。”同时他在想着用哪个禁咒比较好，或者让这女刺客轻力一击砍他一刀。女刺客已然清晰感受到了苏魔的杀机，自觉将身上所有装备都取下，再次变得赤条条。显然为了能活着，他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了。地上的装备有女刺客的套装，还有其他职业升到+9的套装。粗略看一眼，居然还有7转的战士、射手的装备。看上面的属性，俨然都是极品。另有技能书基本，赫然是法师、射手以及刺客的。苏魔不由侧目，这些装备不用猜都知道是江映雪刺杀而来，足见他是个心狠手辣之辈。要说刺客杀射手不足为奇，可刺客杀战士且是越级杀的，这就引人深思了。撇去简陋的极端情况，这女人的实力应该不容小觑。这样的人放走了有可能是祸害，可如果能用好，对他来说也多了一种可能。女刺客再次哀求苏魔：“我发誓，只要你今天放过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包括要了我。我的工会暗夜刺客也将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匕首。”苏魔来了兴趣：“你的工会？”女刺客江映雪顿时察觉到一丝生机，忙不迭回答：“是，我是暗夜刺客的会长。只要你放了我，以后你想杀而不方便杀的人，可以都交给我。”苏魔讥讽：“你连我都打不过，我的敌人你又怎么可能是对手？再说了，万一你再失手被人抓住，再反悔一次，我不是给自己留祸患？”江映雪满脸苦涩。不过苏魔话锋一转：“要留你也不是不可以。”不等苏魔说完，江映雪在地上磕头不止：“谢谢，谢谢。”这一磕头又是一阵雪山起伏。苏魔眯起了眼睛：“真白啊！”第88章100本法师技能书，属你自由身。苏魔将女刺客江映雪洗劫的白花花的，除了刺客的东西，其余的都到了他手里。技能书、装备、药剂等一样也没落下。最后因为随身仓库实在满的装不下了，他只得嘟嘟囔囔把药剂还给江映雪。当然他还不忘笑眯眯安利江映雪：“今天你运气不错，我心情好，不想杀生。你这是干什么？感动也不用哭啊！”江映雪赶忙低下头，眼睛都红了。他是委屈的，什么心情好，什么不杀生，都是狗屁。刚刚这小家伙想刀人的杀机是做不得假的，要不是他把自己工会卖了，现在已经成死人了。看着前一秒杀机宛如实质，眼下又笑得真诚和煦的苏魔，江映雪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眼前的少年看着人畜无害，实际上手段狠着呢。到现在他也没弄清楚自己隐身好好的，怎么就被苏魔忽然发现了？难道是他的法师职业比较特殊？没听说过哪个法师技能有被动示警啊？从先前刷 BOSS 的技能来看，眼前这个少年分明是元素暴力法师，天赋应该是技能威力放大的。可经过刚才被变成猴子的经历来看，这人又是恶魔法师，
这不合理。但现在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他要失去自由身了。苏魔打断了他的思绪，来吧，小白白，给我看一下。啊！江映雪一下愣住，这人什么套路？刚才不是看得光，原来他有特殊爱好。苏魔皱眉，怎么，你想反悔？啊！江映雪反应过来，神情变得苦涩复杂。刚才为了不死，他已经答应愿意献出一半的经验输送给苏魔。一旦苏魔接受，他从此之后要想升级，就只能沦为刷怪奴隶了。但生死不在己手，他咬牙将属性面板外显，任由苏魔操作。苏魔在上面指指点点，摆摆弄弄，江映雪无可奈何。看着苏魔将经验吸取比例调到基础的 30% 抽取，他心底又瞬间庆幸激动起来。可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鬼迷心窍，他的心又苦涩起来。苏魔调好江映雪的属性面板后，将数据导入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很快，在他的属性面板社会关系、契约关系主仆里面看到了江映雪3个字样。其实经验奴隶可以有很多设置，让苏大爷名正言顺地剥削他。事实上，这种契约一旦签订了，别说是剥削他的经验了，就是剥光他的衣服，他也得照做，除非他愿意以死解决，人死账消。但显然江映雪舍不得死。看着江映雪苦涩神情，苏魔笑道：这样吧，只要你能给我招来100本法师技能书，我就还你自由，怎么样？真的？江映雪惊喜叫道。苏魔不答反问：你觉得呢？这种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事，来自地球的苏大爷还不手到擒来？尤其是这种无成本的甜枣，更是没有任何难度。100本法师技能书，既不用自己掏钱，又给了江映雪希望，断了他反抗的心思。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江映雪略作思索，惊喜更甚。是啊，对方完全可以把这个列作奴役条件，长期盘剥，没必要给他乱许诺的。好，你放心，我回去就给你凑。江映雪重重舒了一口气。法师的技能书虽然少见，但只要用心搜，多去几个城市，多刷些野怪，还怕凑不够？苏魔摆手，那没你事了，你可以走了。这就放我走了？江映雪略微有些失落，确定自己没有性命之忧后，他也有心思打量起苏魔来，这才意识到，这一看之下，这少年是真帅啊。但他下手是真狠，抬手就是杀招，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吗？看他刚才的架势，分明是一言不合就要杀人的。可他分明看我胸口的时候，又露出了色眯眯的眼神。唉，本来不该是这个结果的。江映雪再次苦涩起来。这么帅，实力又这么强的小奶狗，要是能拿下，不得让那些小浪蹄子姐妹羡慕死。想到这里，他有些期待地看向苏魔，微微侧身，塑造了一个 S 曲线，期待着他想到刚才的壮观风光，反悔留下他。然而苏魔疑惑地看着他，你拖着屁股干什么？痔疮犯了？江映雪面露惊恐，仓皇而逃。苏魔嗤笑，想用这个蛊惑正直的苏大爷？你太老了。他看着江映雪逃离的方向，想了想，从另外一个方向潜回江都。既然120级了，顺便把5转任务做了。黑熊岭，众多职业者等了10几分钟，确认黑熊岭没有动静之后，这才小心靠近。整个黑熊岭矮了近10米，满山树木，青草都枯的枯，死的死，有的焦黄发黑，有的树叶上还挂着薄霜。不少职业者小心翼翼探查周围情况，生怕又触发了什么被动削弱，他们实在被搞怕了。一些法师凑近这些痕迹，仔细分析，面上都露出震惊之色。即便过了10多分钟，空气中还残留着狂暴的法术元素，风、火、冰、雷、土。从先前技能的威力来看，都是至少1000倍、10000倍以上的技能增幅。而拥有这样天赋的法师，无疑不是妖孽。一个6转的野外 BOSS， 居然引来这么多妖孽。有人喃，关键是这么多妖孽，居然能通力合作，能同时让这么多人放下身段出手的，要么是法邪，要么是妖孽中的妖孽。可这么多妖孽组团来刷野外 BOSS， 明显就是不给别的职业者活路啊。但谁又能说什么呢？谁叫人家技能伤害足？所以这些人虽有不满，却还是努力压下。直到他们见到堆积成小山的蓝装材料，眼睛瞬间红了。狗日的，这些法师明显恶心人的，没有1件紫装以上的品质，材料也都是低级的。有人怒了，这些法师太过分了，就是留下这一堆破烂恶心谁呢？明明都能捡走，却非得留下来膈应人。他们留这些破烂玩意什么意思？还能什么意思？可怜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只配这些东西？我受不了了，我要找法协投诉。对，这次如果我们忍了，法师就会蹬鼻子上脸。算我一个，我也去。这些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们所谓的膈应人真不存在。可怜的苏大爷是真的捡不了。第89章，夺天造化珠，苏大爷再也不怕真伤了。神斗
法师协会总部，负责一应接待事宜的许文今天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法师协会陆续收到投诉电话、信息，甚至在今天上午还有人亲自登门控诉法师协会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自利，弄得法师协会里被公认脾气最好、待人最耐心的许文都想发火。原来这些人都在投诉一件事，昨天上午在龙国江都刷新的一个6转野外 BOSS 被他们法师协会的人给抢了。眼下战士协会、射手协会、刺客协会等几大顶级协会纷纷派出7转、8转的大佬来法师协会要个说法，人群吵吵嚷嚷。许文，不管怎么样，你们法师协会得道歉，光道歉不行，还得赔偿我们的损失。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么多人去刷 BOSS， 一个锅里吃饭都能分一口。好家伙，你们是连锅端啊，你们这是吃独食。徐文压下火气，耐心解释，各位，这中间可能有些误会，你们昨天反馈的情况我已经核实过了，最近法协都没有种子会员出去刷怪，更不要说组队去了。放屁！一个身材壮硕、有着浓密黑胡子的8转战士怒道，我们战士协会有人就在现场，组队中的还有法师、守护，再三保证黑熊岭一带有不下于5位法协的种子会员出手。风、火、冰、熊100多亿的血量，一个技能下去就没了。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们不只是种子会员去了，没准还有哪个老不要脸的跑去偷怪了。火，你放屁！许文也怒了，递出一张纸，这里是我昨天到现在调查的结果，所有7转、8转的法协会员都在忙，几个种子会员要么在刷副本，要么在转职，其中被你们怀疑最多的秦昊，就跟你们的一个会员组队刷秘境。火王一把打飞纸张，你瞎扯什么鸡巴蛋？这种调查结果我能给你弄个10张8张的。怎么，你们法协的人就这么怂包，敢做不敢？哎呦，卧槽！8转的战士突然向后飞掠，轰地撞到柱子上。火王起身怒吼，哪个王八羔？他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在众人面前陡然凭空出现水面涟漪一样的镜子，里面随即露出一张络腮胡子的人脸，正是法协会长青山狼。火王不敢造次，恭敬欠身，会长。其他人也神色动容，会长。青山狼冷笑，火花你继续叫啊，怎么不叫了？自己屁股后面顶着大痔疮，便秘拉不出来屎，怪蓝星引力小。你废物，你们战士协会也是一群饭桶废物。顿了顿，他又看向其他几个协会的人讥讽，你们也是一群废物。所有人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这话要是旁人说出，哪怕对方是9转法协大佬，他们照样敢硬刚。可面对眼前这人，他们不敢。要知道，眼前这位可是号称100年来第一法师，他握有神秘的时空法术，又是出了名的近战法师。当今的战士协会、射手协会乃至守护协会的会长，哪个没被他虐过？就连刺客协会的会长鬼影也被他压着打出了复活。这样的人，谁敢跟他呲毛？眼看众人不再吭声，青山狼这才冷哼一声：“滚吧！江都的事不是法协种子跟6转以上的人所为。”说完，青山狼连着镜子一起消失。在场的人面面相觑。火王率先反应过来，冲许文抱拳：“既然是误会，那我们就离开了。抱歉，许兄，许兄，抱歉，原来是误会，走了。”前后不到1分钟，在场的人走了干干净净，没人去怀疑青山狼的话。以他法协会长的身份，再加上他的行事风格，根本不屑于去撒谎。既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那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家的会员自己废物，不敢说出事情，集体编了这么个瞎话？真是他娘的丢人丢到姥姥家了。苏魔回到江都后，找了个酒店住下，对于身后的投诉一无所知。到了酒店之后，他没有再去体验江都风情，而是清点白天所获。技能书14本，法师技能书4本，2本爆的，2本抢的。不出意外，苏魔果断学习。对于技能冷却动辄以天计算的他来说，技能书自然是多多益善。它的强度就取决于技能书的数量。4发禁咒分别为怨灵噬魂、冥府炼狱、大海无量和火魔斩，都是主动禁咒，伤害不俗。这一点从没有技能描述就能看得出来。接下来是元素珠，每一种元素珠都只加1种属性，每件装备最多打上3颗属性不同的元素珠。5颗元素珠中，3枚加法力值的，1枚加气血的，还有1枚比较有意思，名为夺天造化珠，上面写着是10%的受损法力值转气血。乍一看似乎没卵用，因为苏大爷有法力值护盾，受到攻击时先损失的是护盾值，血量是最后才开始掉的。真要有人能打掉他的盾，自己的法力值早就没了，还怎么转化？但仔细研究才发现，这玩意太适合他了。10%受损法力值转气血，转化的是消耗掉的法力值，而不是他身上的。再者，纯加血条，不管其他，这不扛真伤的利器吗？
苏大爷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打真伤了。好东西，必须打上。苏魔看了一眼夺天造化珠，上面没有表明特定部位，意味着可以随意打上。他在神者之辉跟法神战衣之间比划了一下，决定选择法神战衣。他取出神级七彩石，放在法神战衣上。神级七彩石可无视装备等级、属性，强行开孔，激发装备活力，赋予装备更多可能。是否使用神级七彩石激发法神战衣的活性？是。法神战衣吸收了神级七彩石的活性，激发出更多可能。您的法神战衣可镶嵌元素珠数量01。苏魔想也不想，反手把夺天造化珠按了上去。法神战衣吸收了夺天造化珠，变得更加强大起来。苏魔没有穿上，选择继续打孔。他还有2颗神级七彩石呢。第90章五转击杀任务，苏大爷很拿手呀。装了1颗夺天造化珠之后，苏魔又一次在上面打了2个孔，分别镶嵌上了加气血跟法力值上限的石头，打上去再穿到身上，面板上的气血值、法力值以及护盾值发生相应变化。战力评价还是200多星，但他知道这几颗石头不会白打的。接下来是传说材料跟传说装备，仓库里的最前面基本都是红色的。苏魔想也不想，拿起材料再次朝法神战衣上对，一通狂轰滥炸之后，法神战衣来到了120级。法神战衣暗金加15，类别战衣，等级要求120级，属性法力值加2520，敏捷加1760，力量加1760，法力回复正 14%， 最高法力值秒，吟唱时间缩减24秒，法术威力正 150%， 附带效果120级。1. 施法时有 17% 几率额外无消耗释放一次。 2. 施法时有 64% 几率获得法术暴击。 3. 施法后普攻速度正 114%， 移动速度正 64%。 4. 普攻4次可获得1次 AOE 伤害，距离64米，伤害值为 24% 法术攻击力。嵌卡效果，附加属性，附加元素珠效果。果然高付出有高回报，法力值回复每秒 14%， 法力值来到了150多万，护盾双倍增长，血量达到了惊人的6万2。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无消耗额外释放1次技能的概率1700分号，也就意味着他放6次技能就有1次能够放双倍，之前是9次10次才出1次。法神战衣一剑的效果瞬间让苏魔的战力往上加了50多星，如果再算上炎火流星狙的战力的话，他的战力达到惊人的302星。这个属性与比前几天穿着陈家赠送的套装差不多了。当然这没算禁咒，算禁咒的话他的战力肯定更恐怖。现在再去幻境塔，如果只为了通关一个三国群英，他几乎可以禁咒横推了。不过当务之急不是去刷幻境塔，而是去转职搞装备。按照朱老所说，他的第一次主线任务是做装备，后面大概率会接连出几件，有时候能出一整套，有时候只出其中几件，这对苏魔在中阶法师的实力提升很有帮助。苏魔决定根据5转主线任务的情况来确定自己接下来打造什么装备，避免重复了。当然搞套装必不可少的会缺钱，这是正常职业者在做套装的时候都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一件套装需要的是元素魔石升级、元素珠镶嵌、七彩石打孔、神级女娲石段套、元神卡，甚至还有装备属性洗炼，每一步都需要海量的资金投入。而苏魔投入的尤其多，成长型的法神战衣升级材料需要传说级别的，不说以后的投入，就眼下他砸的材料都赶得上别人的一套了。看着仓库里多出来的几件200级传说装备，苏魔倍觉蛋疼，居然只有1件是法师装备，还他妈是战衣，跟自己打造的重复了，只能卖。但卖给谁却让苏魔犯了难。红装不是套装，更不是紫装，一旦出手难免会引起旁人注意，到时候别说他是淘乐购形象代言人了，哪怕他是淘乐购老板都没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得。明天先把紫装跟低等级的套装出售给淘乐购，然后再想想办法把红装变现。第二天一大早，苏魔就近找了个淘乐购的店，将事先准备好的紫装、低级套装尽数卖出，不仅把第1年的合作任务交了，连第2年的也交满了。但高等级的紫装跟低等级的套装并不值钱，苏魔拢共也只到手5亿多，够还炎火流星狙的钱了。至于技能书，他出手了射手、刺客、战士的一共9本，卖出了2亿多。这一点他并不意外，因为他报的那些技能书都是5转、6转才能学的高级货。至于剩下的2本坦克、1本守护，则是给曹纯、衰桑留着的。没道理别人给他流星技能书，他手里有了还给卖了。就算要卖，
也是先卖熟人不是？卖了装备，苏魔的随身仓库一下子清出了2/3的空间，但价值却还不及仓库里东西的几1/10。苏魔认真冲动，走出了陶乐购的店门，转而去找转职神殿。4转以后，他的转职就不再限制在本来的城市了。没想到江都的转职神殿招待居然都是西装革履的男人，这让看惯了波涛汹涌、气势逼人的苏魔有些不适应。哎，有些东西失去了才觉得它美好啊。倒不是说苏大爷后悔了，而是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喜欢看妹子。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转职要紧。走进转职屋，一切流程照旧。转职台开始投放转职主线任务，5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您的身份是苏魔，120级，法王，是否确认？确认。检测认定条件合格，现为您发布主线任务。任务：法神战袍。阶段1，难度：地狱。介绍：东海中有秘境流波山，入海7000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避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魁。请前往击杀魁牛，取得魁牛角。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附点，时间限制10天。提示：一阶段任务完成后将发布2阶段任务，又是收集类任务，魁牛角。苏魔挠了挠头，这玩意能买到吗？翻看了一下法协的商城，果然没有。就在他想着要不要询问朱老时，仓库里突然多了一样东西。仔细一看，流波山秘境令。这是……苏魔愣了一下，这跟上次有些不一样啊。这任务看着明显就是收集材料，却给了他一枚秘境令，几个意思？他回头又把任务看了一遍，这才注意到请前往击杀魁牛的字样，这是4转任务里所没有的。也就是说，他的5转还是做装备，但难度已经不是收集材料这么简单了，而是难度上升到要他亲自动手了。这个难度，苏魔挠了挠头，对其他人来说估计要哭死，但对苏大爷来说，这就是脱光了小娘皮迎面撞上了 LSP 投怀送抱呀。对于坐拥30-40道禁咒的苏大爷来说，没有什么击杀任务是一发禁咒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多放几发。第91章，帅哥，有海上快车要坐不？出了转职神殿，苏魔直奔江都传送站。因为是省会，江都有专门的传送阵，可以抵达一些中大型城池。任何一座传送阵的打造都耗费上万亿的材料，且后期维护也需要大量的资财投入，所以传送一次价格奇高，动辄都是数千万起。要不是赶时间，苏魔压根不会舍得花这么大价钱传送。事实上，不少职业者错过转职时间，导致转职失败，根本原因就是缺钱。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一点不假。从江都到魔海，数千公里，对于传送阵来说，只不过是10来秒的时间。走出传送法阵，他立马感受到了魔海特有的快节奏气息，连空气都变得忙碌起来。数百个传送法阵不时亮起，里面的人进进出出。出了传送法阵的人行色匆匆，根本没人去关注身边的人事和样貌，要去干什么。传送站门口，精明的小贩靠在墙边叫卖，无非是一些以力神、大力丸之类的药剂。听他们的口气，买了他们的药剂，肯定能重振猛男雄风，什么野怪都能干翻。对于这些，苏魔自然是不信的。他对着自己的升级导航给出的路线向东而去。出了门，他还想着自己要怎么才能低调的赶往出海口，骑着炎火流星驹会不会太高调？结果出门就意识到自己想多了。飞黄、天马、狮鹫、莫麒麟、赤焰兽，一些没有坐骑的直接架起翅膀在天上飞来飞去。每隔一段距离还有空中交警 NPC 负责维持秩序。空中、地上纷纷攘攘，好不拥挤。甚至于苏魔还看到了不少骑扫帚的巫师。老外学过游戏世界职业简介的苏魔自然知道，国外的职业划分跟龙国是不一样的。他心生奇怪，这些外国职业者跑来龙国干什么？要知道，因为阵营的存在，外国职业者进入龙国，各项属性是肯定会受到压制。一般来说，在联大拥有席位的国家，对他国职业者的限制一般都会在 15% 左右。当然，一些敌对国彼此无节操针对，会拉到 30% 的最高限制标准。这些限制不仅体现在属性上，就连他们转职、做任务都会受到一定幅度的衰减。真搞不懂他们怎么想的。苏魔摇摇头。当然，他更搞不懂，龙国明明如此强大，为何还有那么多的顶尖职业者拼着被压制属性，也要去别的国家？这不妥妥的脑子有坑吗？不过，正是魔海这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让苏魔放下心来。他直接唤出炎火流星驹，飞腾上天，往东疾驰而去。一路所见所闻，让苏魔有些无语。本想着别太高调了，
谁知道自己骑着炎火流星驹显得跟土鳖一样，做七分飞行颜色，拖尾效果一点都不拉风。他亲眼看着一个美丽的大波姐姐骑着一头跟他同样出众的神骏飞黄飘然而过，在他身后的天空，花形拱门，彩虹拖尾，久久不散。不少职业者从旁经过，都难免回头一嗅余香，面露陶醉。苏魔嗤之以鼻，好看有个屁用，不一样，流鼻涕抹眼屎。得痔疮的时候也不耽误他们面目狰狞。肤浅。苏魔摇了摇头，前往出海口。本以为出城之后就没人管了，哪知道到了出海口，发现出海口跟前居然排起了长队，都是等着出海打怪的。细细打听之下，才知道海上秘境的管理权都归魔海官方，实行的是排队取号制度，每天定时定额刷新秘境，想刷的排队等着。看着长长的队伍，苏魔有些绷不住了。头顶的风系法术不断更新着最新的排号。张三，8月15日上午10点。李四，8月15日下午3点。王二麻子，8月15日下午5点。苏魔看着从队伍最前面退出来的几个人，不禁着急起来。8月15日是后天，这他娘的得排到什么时候？万一跟前世在医院挂号一样，拍了 N 个小时，终于挂上号了，结果告诉他医生下班了。他抬头看天，心里盘算着有没有偷偷溜出去的可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个长相猥琐的黄牛在人群中溜来溜去，小声说着什么，但很少有人搭理他。等到苏魔面前的时候，黄牛挤出笑容：“帅哥，刘波杜朔3仙岛，汤谷扶桑玉日海有快车去不去？不排队，不取号，上车就走，要得不？”他说的太快，以至于苏魔没听明白。苏魔一脸问号：“啥？”黄牛重复：“刘波杜朔3仙岛，汤谷扶桑玉日海有快车，不排队，要上车不？”苏魔眼睛一亮：“刘波山。”黄牛点头，凑近低笑：“刘波山，明天上午有快车，即来即走，要得不？省得你在这排队，晒死人。”苏魔下意识问道：“什么时候？怎么去？”黄牛笑容更盛，低笑：“1000万一位，到地方付钱。多年信誉，诚信可靠。帅哥，要去不？”苏魔下意识点头。黄牛立马取出一张金卡，上面写着魔海成神咨询公司 CEO 兼董事长庄强，后面还缀着他的属性联系号。接着他伸手摩挲了一下，这下苏魔秒懂，皱眉问道：“老兄，你这靠谱吗？万一我明天来了见不到人，岂不是浪费时间了？”黄牛也不反驳，只是站直了腰，悄然递给苏魔一张纸，竖起拇指朝天上示意：“你自己看一下，接下来要念的这个人是何六，是加塞上去的，名单上没有。过了这个何六就是赵七，也是加塞的，接着才是名单上的王老谷。”果然，风系魔法播报：何六8月16日上午9点。赵七。苏魔挠了挠头。黄牛迅速拽回纸，低声道：“怎么样，帅哥，现在信了吧？”苏魔点头。黄牛又道：“帅哥，你放心，我庄家世代在这里跑伙计，吃的就是这碗饭。你要是不信，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我大庄子在这一块的名声。”苏魔摇头打断：“定金多少钱？10万。”黄牛嘿嘿笑道：“要是你不着急，可以等个2-3天，总价只收你500万。”苏魔皱眉。黄牛得意摸摸下巴：“帅哥，从前面6个人起，你一直在听播报，又朝我这看了5次，肯定是着急出海吧？你放心，咱大庄收费虽然贵，但绝对让你觉得钱花得值。而且你应该也能看出来，要是排队的话，你最少也得1周以后，到时候能不能排得上还两说。”苏魔看着前面还有搭着帐篷等着的，显然是准备长期排队的，中间再有黄牛色人，10天的时间明显不够。再说了，也就10万块的定金，也不多。他点了点头。第92章，普通商人而已，居然这么狂。兄弟，这是明天的车票。黄牛递给苏魔一块金牌，上午8点，还是这里，我来接你。说完，他就往后继续卖票了。苏魔看了前面的人山人海，想了想，无奈回去。大不了耽误1夜，也不差这一点时间。实在不行，就联系朱老，看能不能用法邪的身份混出去。当然，非必要时候还是低调一些。在魔海这种地方，鱼龙混杂，保不齐在哪里就栽个大跟头。能花钱解决的麻烦，还是花钱的好，省心省力。因为担心起晚，苏魔没敢走太远，在城东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下。正对酒店的是一个市民广场，到了晚上，不知多少人在广场上吵闹。好在他住的楼层足够高，声音才没传上来。考虑第2天要出海激战，正直的苏大爷吃了饭就回房间养精蓄锐了。结果操蛋的是，旁边的房间一直没安生下来。左边的一男一女好像因为琐事动起了手，女人明显不是男人的对手，被啪啪啪打了好多下。听她的哭声就知道男人下手很重。狗日的！苏魔怒斥，居然打女人！
不过这女人好像也没坐以待毙，应该是还手了，因为那男人也惨呼了一声。啊！苏魔冷哼，这就是报应。然而他低估了这种暴力倾向的传染性。当对过房间的男人得知别的兄弟在女人面前这么有面子后，居然也动起手来。不过这次苏魔没有听到女人的惨叫声，想来是他想给男人留面子，怕丢人，又或者他本来就是个逆来顺受的人，选择委曲求全。真是个好女人啊！苏魔感叹，这样的好女人竟然不知道珍惜。好在女人的沉默换来了男人的良心发现，他只打了5分钟不到就停手了。看来每个光鲜亮丽的人背后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白天在人前强颜欢笑，晚上却要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可怜啊！苏魔感叹，决定蒙头不管这些糟心事，他也有糟心事啊。第二天一大早，苏魔还在睡觉，隔壁的男女又开始打架了。原本哭泣的那个女人似乎也学会了逆来顺受，哭泣的声音也小了。苏魔恨恨道：渣男！再也睡不着的苏大爷只能选择耳不听心不烦，起床下楼找点吃的。据说魔海城东还是有些府巷美食的。结果到了楼下，一大帮老头老太太在那打坐听大悲咒。苏魔不禁感叹，魔海的生活节奏是快，连菩萨都得6点不到就上班。他找人问了路，吃了一份紫米饭、油条、豆浆，加了一点风味小菜，这才晃晃悠悠回了酒店。进电梯的时候遇到一对男女，男的又瘦又高，女的娇小可爱型的。苏魔并未在意，那女人说了句：亲爱的，我们吃什么？苏魔摸了摸后脑勺，这声音有点耳熟啊。上了楼，左右两边的哭泣声没了，苏魔松了一口气，看着才6点多，定了闹钟，睡了个回笼觉。醒来之后，时间刚刚好，他骑上炎火流星驹赶往出海口。到了地方，不出意外的还是乌压压的人，周围的帐篷更多了。苏魔稍稍心安，至少这一点黄牛没骗他。他昨晚上就是在这等一夜，估计也就是站着大眼瞪小眼到天亮而已。他看了一眼时间，还差10来分钟，可以等。结果在还有3分钟的时候，黄牛庄强踱着猥琐的步子来了。帅哥，这边！庄强没到跟前就转身示意苏魔跟上，看方向赫然是向南。苏魔压下疑惑，跟着他穿越人群，走过一片高墙，远远看见几个便衣模样的人在那等着。庄强压低声音：帅哥，等下他们问你话的话，你就说是我表弟就行了。苏魔神色古怪，且不说他对自己样貌多自信，就庄强这副尊容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别人相信他们是亲戚的。但苏魔只是为了出海做任务，对于这些细节压根不在意。真要被人问了，捏着鼻子认个丑老表也无伤大雅。好在庄强沟通的挺顺利，带着苏魔顺利通过。过了高墙，苏魔赫然发现这里赫然是官方的一处废弃码头，码头上正有数十人各自零散分布着。苏魔心安不少，从这些人的站位上来看，他们是不认识的，这就说明出海的靠谱性。众人看到苏魔跟着庄强来到，纷纷凑了过来，一人骂骂咧咧：大庄，你收老子这么多钱，怎么又带了一个？庄强撇嘴：你叫什么？约定的时间不还没到吗？老子耽误你正事了。可你带了这么多人，还收老子这么多钱，你现在反悔也是一样的。苏魔暗暗奇怪，这个庄强充其量就是个有些拳脚的商人罢了，怎么敢在一堆近乎修仙的职业者中间嚣张的？然而听到庄强这么嚣张的言语，那人居然没再反驳，而是骂骂咧咧瞅了苏魔一眼，暗戳戳啐了一口。倒是有几个年龄不小的大姐姐看到苏魔年轻帅气时，不由得暗送秋波。对这一切，苏魔都视若无睹，只是平静地站在庄强身边，让自己像一个老鸟。庄强只说了句：所有人容我大庄再说一遍，到地方付钱，概不赊欠，不讲价不卸价，一旦违反，生死自负。苏魔愈发好奇了，这庄强到底哪来的自信，敢这么说话？不少人响应：行了，又不是第一次坐你船，哪这么多废话？庄强也不恼，率先跳到码头上，冲远处打了个呼哨。原本平静的码头水面忽然向上泛起巨大的水晕，接着一个巨大的水花向上翻滚，水浪中一头五彩斑斓的巨大鱼类露出水面。苏魔一下子明白庄强为什么那么有底气了，因为出现的大鱼是头巨兽，蝶尾龙筋，异兽，种族巨鲸族，等级280级，生命值7.5亿7.5亿，力量662585，敏捷786520，法力值846215，战力评价901星。乖乖，苏魔暗戳戳对比了一下，发现这头巨兽属性只比朱咸鱼的朱雀逊色一点点。换而言之，在场的人谁敢刺毛，
这头巨兽可以轻易团灭他们。但让苏魔纳闷的是，庄强不过是一个商人，何能驱使这样的巨兽？万一庄强在途中打劫，又该怎么办？第93章天灾军团为了部落。出乎苏魔意料，众人见到蝶尾龙精之后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很淡定，有的却跟苏魔一样，着实吃惊不小。庄强一跃跳到大鱼头顶，说了句阿花，掉头。蝶尾龙精一个晃动，原地转出一个大水旋，尾巴对着众人。苏魔这才注意到，巨大的鱼尾像蝴蝶翅膀一样巨大平坦，上面一根根骨牌一样的鱼刺线条流畅，质感坚硬。其中4片尾鳍在水中轻轻摆动，另外4片像巨大的甲板飘在水面上。这时候已经有熟门熟路的人镜直跳到上面，自己取出一张简易的小椅子坐了上去，其他人依法炮制。苏魔挠了挠头，还可以这样。庄强回头看了他一眼，喝问：小帅哥，你是不打算走了？哦。苏魔压下心底疑惑，也跳了上去，结果发现30多个人分布在4片尾鳍上，居然绰绰有余。悲催的是他没有准备做的东西，只能原地站着。庄强单膝跪在鱼头上，哼哼唧唧说了一番话，就朝他们走来。鱼身周围顿时撑起一道防御罩，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前飞奔。怎么样，帅哥？庄强笑问：这钱花的值吧？多少人这辈子也没做过7传级别的巨兽呢？苏魔看着升级导航里不断拉近的刘波山，心底愈发放心，点头：很值。哈哈。庄强竖起大拇指：你是第一个这么痛快说公道话的。为了表示我的感激，赠送你小马扎一个，这可是蝶尾龙精观光兽的限量款，很有纪念意义。苏魔神色古怪，这玩意在外面就有人卖，20块一个，可降解纤维的。结果到庄强这里就呈现2款的了，但他还是礼貌接过来，谢谢。现场气氛略显奇怪，一群人坐在鱼尾上，坐着马扎，看着波澜起伏的大海。他们不像是出海打怪的，更像是来旅游观光的。附近不时有各种奇异生物出没，有高高跃出水面的双剑旗鱼，有头顶红色珊瑚王冠，眼睛明显带着高级智慧的八爪鱼，还有双头各自喷火的蓝鳞海蛟。但在察觉到蝶尾龙精的恐怖气息后，他们又一个个潜水离去。这下苏魔对庄强更好奇了。游戏世界降临之后，发生巨变的不只是陆地，大海中的变化更大。据说在深邃的海底，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开始复苏，他们已经统治了西方的大西海域，甚至连海下世界也有对应的职业者。且由于他们的职业比陆地上的高级，压根不屑于跟陆地上的人打交道。苏魔不禁感叹造化神奇。很快，跟旁人插科打屁的庄强站起身来，喊道：杜朔山到了。很快有5、6个人起身，各自系起飞行坐骑、翅膀，准备出发。庄强站在蝶尾龙精的头顶等着，在前头气罩开了一道口子。于是一个个职业者排着队到前面交钱下船。苏魔看得清楚，远处有不少体型明显比蝶尾龙精小的海兽正载着人往杜朔山来。看着升级导航地图对应的杜朔山，他彻底放下心来。不得不说，黄牛贵是贵了点，但有贵的道理。庄强收了钱，又回到尾鳍处跟新人炫耀：看到没有，那边的人等了5、6天才排上的号，今天比咱们出发的还早。不少人一副庆幸的样子，显然他们也认为这钱花的值。很快路过汤谷、扶桑树等秘境时，人数已经下了大半。等到刘波山的时候，已经只剩3、4个人了。苏魔已经知道路数，交了钱，骑上炎火流星驹往刘波山而去。还未靠近，刘波山的信息就已经显示出来。刘波山简介：东海上有刘波山，烟波浩渺迹难寻，其存在时间不可考，凶险诡异不可探。探索者到此回头，不算太晚。出入刘波山等级90-300级。秘境区域：幻波池、魁牛谷、鲛人湾。人数限制50人。苏魔这才知道，刘波山秘境居然像副本一样分为好几个区。换而言之，是一个秘境内融合 N 个传说 BOSS 在里面，难度之大毋庸置疑。当然，传说 BOSS 多就说明里面碉堡多，这算是个利好的消息。但7传职业者的准入又可能会增加这种竞争。希望没人跟我夺魁牛谷。苏魔拍了拍炎火流星驹，落在山脚。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却是海面上的一座大岛。进入刘波山需要消耗刘波山秘境另一枚，是否进入？是。光华一闪，苏魔已然出现在了秘境中。循着里面的路影，苏魔顺利到了魁牛谷。此时魁牛谷内正有10几个职业者围着一头怪物不断输出，他们职业各样，配合无间，俨然是多次组队打出的默契。怪物全身苍白，独脚独腿，攻伐之间电闪雷鸣，职业者们彼此呼喊配合，不断祭出各色技能。
守护上回复，坦克往左边拉一拉仇恨，射手压力太大了。刺客，你的走位在哪里？法师，输出跟上。随着诸多伤害的疯狂祭出，奎牛的第一格血终于被打掉了。指挥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就是这样，5格血要不了1个小时，我们还能再刷一次。再刷一次。收起炎火流星狙的苏魔耳朵一动，这群人是要刷新奎牛，在这刷材料的，真他妈有钱啊！苏魔舔了舔嘴唇，看向不远处巨大的奎牛，心底打起了主意。他们打得这么辛苦，我上去帮帮他们好了。话音刚落，他抬手挥动法杖，祭出一道禁咒，天灾军团。哗啦啦，兽人萨满奈奥祖、死亡骑士塔隆、血魔、巫妖王阿尔萨斯带着乌泱泱的兽人、亡灵骑士、巫妖魔兵出现在苏魔面前。天灾军团前后不下50-60人，差点将入口处围了起来。上！苏魔下了个简单的命令，天灾军团瞬间开启冲杀状态。其中丑陋的奈奥祖、狰狞的血魔、令人战栗的阿尔萨斯冲在最前面，手中光华涌动，随时能挥出致命一击。召唤物也能释放技能。苏魔喃喃自语，接着他再次唤出炎火流星狙，反手给了自己一个劫噬魂技妖，将自己模拟成一个兽人战士，骑着一头外观不断吞吐冰息的寒冰飞马。他一拍坐骑，混入了天灾军团之中，同时放声大喊：为了部落！狰狞的天灾军团居然也跟着看出了诡异的口号：为了部落！与此同时，正在围攻奎牛的众多职业者们下意识回头，瞬间头皮发麻。指挥者头皮发麻，这是什么鬼东西？第94章怪物抢 BOSS， 苏老六很惊喜。刘波山、奎牛谷，正在围攻奎牛的团队震惊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数十狰狞怪物，下意识停下了手中的攻势。怪物中，骑士、法师、战士、亡灵混作一团，朝他们径直冲来。拥挤的信息充斥每个人的视野。奈奥族，种族兽人，等级120级，血量1000万1000万。塔隆，血魔，种族血族，等级120级，血量1200万1200万。阿尔萨斯，种族人族，等级120级，血量1000万1000万。苏魔，职业者们纷纷惊呼，这是什么鬼东西？不会是奎牛的帮手吧？怎么可能？没听说啊！指挥官放声大呼，撤！他们是奔着我们来的。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纷纷舍了奎牛，抬手蓄力，随时准备出手。然而怪物们口中大呼为了部落，却没有对他们出手，反而是冲向暴怒的奎牛。各种技能普攻纷纷祭出，冰霜冲击、冷酷严冬、不休缠绕、死亡之兆、一世枯骨、红光、绿光、白光、食尸鬼、亡灵、兽人、虚弱、治疗、减速、眩晕，各种主动、被动技能光环交错，伤害值瞬间爆发。-25万3692，-25万6421，-36万9252，-36万8205。几乎在一瞬间，奎牛的第2条血就被打掉了一半。而扮作兽人骑士的苏魔则卖力的挥舞法杖普攻，祭出的每一击也都模拟成了兽人劈砍的姿势。看着周围不断挥舞的大刀、法杖，还有各色技能攻击的光华，他惊喜自语：果然，天灾军团还能释放技能、治疗，成绩也都在。混在人堆里偷偷摸鱼的感觉太爽了。另外一边，后退的众人反应过来，纷纷惊呼：不好，这些鬼东西要抢怪！该死，他们从哪冒出来的？不会是游戏版本又要更新，自动推进情节吧？那我们要发达了，这种时候掉宝率更高。快上去，不能让这群怪物摘桃！指挥官放声大呼：快，现在有这群鬼东西扛伤害，我们正好打输出。是，团长。冲啊，狗日的还敢抢啊！这些人还没冲出2步，猛然发现不对劲了。只见刚被打出第3条血的奎牛停止了攻击，像是被人原地定住了。在他身后，一个近乎顶天立地的亡灵主宰虚影凭空出现，同时一手扣在奎牛的头顶。下一刻，奎牛轰然炸裂，一声魔人心神的长啸响彻天地。懵！与此同时，从天而降诸多光华闪闪的装备、材料，绝大部分落下的方向赫然是天灾军团，只有2成左右的东西飘向另外一波。这群人眼睛都红了，这群该死的怪物，抢他们的怪物，还抢他们的装备，这伙人心态瞬间崩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团长，一人愤怒吼道：杀了这群怪物！指挥官额头青筋暴起，牙齿咔咔作响，他握紧拳头使劲挥舞了一下，咬牙启齿：不行！因为他看出来了，这一伙莫名出现的怪物数量多，血又厚，
不管是不是剧情 BOSS， 他们都不是对手，贸然上去只能送死。我不甘心啊！有一人怒吼，居然被野怪抢了 BOSS。闭嘴！指挥官强忍着不甘与怒火，示意众人再往后退。他不想在这个时候一个判断失误导致团灭。此时捏着法杖准备放禁咒的苏魔一愣，没上来。这团长不错，挺有眼力劲的。苏魔大手一挥，将掉落装备的红装、传说材料、元素珠、转职珠、套装等统统扔进仓库。至于紫装，他只看了一眼就尽数扔在地上。苏大爷还是很善良的。接着在对方10几人目瞪口呆中，苏魔跟着50多天灾军团如蝗虫过境一般呼啸而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出现到离开，前后不过1分多钟。剩下满脸呆滞的10几人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这伙不知道从哪来的怪物抢了他们的 BOSS。 一个温婉的女职业者看着一地的垃圾紫装，气得眼泪直打转，恨恨跺脚，欺人太甚。指挥官这阴沉着脸吩咐，今天的事谁也不准说出去，太他妈丢人了，被野怪抢了 BOSS。 出了魁牛谷，苏魔挥手让天灾军团爱去哪去啊，反正到了时间他们就自动消散了。而他则恢复真身，骑着炎火流星驹往西飞去。看着仓库里静静躺着的魁牛角，他不禁咧嘴怪笑。天灾军团劫噬魂技妖搭配死亡意志，居然有这样奇效。这次当老六抢怪的顺利简直超出他的想象。苏魔摸了摸下巴，要是这样的话，以后抢 BOSS 就变得容易多了，他也不用担心身份泄露的事了。毕竟50、60个模样各异的人乱糟糟的全拥上去，谁分得清他是怪物还是真人？唯一的缺陷就是劫噬魂技妖作用的时间太短，只能维持3分钟。3分钟如果他还不能解决怪物，立马就现原形了。看来只能办到去抢，避免暴露。苏魔暗自思忖，算好3个禁咒的冷却时间，搭配使用，绝对抢 BOSS 利器。虽然相比单刷的收获要少一些，但还是占大头的。毕竟死亡意志的斩杀线在60%的血量就可以。做人不能太贪心。苏大爷这么安慰自己。苏魔诧异看向前方，一头五彩斑斓的巨鱼正懒洋洋在水面摆动尾巴，鱼神站着一个人，正两手抱紧鱼竿，使劲往回拽。此时的鱼竿已经绷出了近90度的角，一条不下300-400斤的斑斓鳍大鱼起起伏伏，不住撒欢。装强。苏魔四下看看，不禁纳闷，这货送完人不该去接下一单吗？怎么跑这里钓鱼来了？没看出来，这满脸猥琐的装强居然还是一位资深钓友。嗨，帅哥，快来搭把手！装强放声大呼，他已经满头大汗。撑住！苏魔来了精神，这种大鱼可是他前世上千次的钓鱼都没遇到过的，机不可失。他一拍炎火流星驹，跳向蝶尾龙筋，顺手接过刚要脱手的鱼竿，一抖钓竿，立马稳住局面。接着他说了一句推装叉的话：溜鱼，你得这么溜。装强一屁股跌坐在鱼背上，气喘吁吁，看着苏魔不断摆动，往回收起鱼线，他满脸惊喜。行家呀！第95章，苏魔5转的地狱难度任务也太简单了吧？老弟，你这溜鱼技术可以啊，教教我呗。蝶尾龙筋背上，装强化身迷弟，虔诚跟苏魔请教。就在刚才，苏魔一手娴熟的溜鱼技巧，轻松把鱼拽了上来。装强在用渴望的眼神求助苏魔，苏魔无可奈何。你钓鱼那么久，都不琢磨怎么才能更轻松的把鱼弄上来？有啊，我还专门跟别的师傅学的。通过装强的一番介绍，苏魔总算明白为什么了。教装强的那个钓鱼师傅也不过是个2把刀，自己还没琢磨明白呢，就教别人了。即便如此，装强又是请吃饭，又是请洗脚的，没少花钱，典型的冤大头。老弟，只要你肯把这手艺教我，以后你在魔海的所有消费我包了，出海直接找我，这次出海的钱我退你。装强一拍脑袋，立马取出金卡，输了一串数字。苏魔立马接到收款提醒，他看了一眼，13000万，乖乖的不得了，这装强居然这么舍得，就为了学个溜鱼的手艺，车票钱不要了不说，还倒找300万。要不是亲身经历，打死苏魔也不敢信能遇到这样的好事。尤其是这装强长着一副猥琐市侩的嘴脸，怎么看都不像如此大方的人。果然，钓鱼让人疯狂啊！感受到装强渴望的眼神，苏魔点点头，把要领一一说给他听。最主要的是，苏魔觉得得满足一下这个求学若渴的人，同时他心底直呼不可思议。就简单的溜鱼而已，值300万，说出去有人敢信？苏魔的倾囊相授让装强很是激动。接下来他按照苏魔的法子，果然轻松甩上来一条100来斤的大鱼。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激动地催促蝶尾龙筋上岸，要好好感谢苏魔一下。苏魔旁敲侧击之下才知道，
原来庄强这货是个隐形的富二代，家里数代职业商人，积累的财富不知多少万亿，花都花不完。而他又明显是那种胸无大志的人，对钱没什么兴趣，更没什么概念。要不是他转职成了商人，真恨不得在家混吃等死。迫于转职压力，他索性凭着家里的关系，在出海口当起了黄牛。按照他的话说，每天坐着蝶尾龙精出海，钓钓鱼，吹吹风，回到岸上再喝喝酒，吹吹牛，挺好。反正世界都游戏化了，再认真又有什么用？苏魔一阵无语，一度怀疑他是在吹牛逼。然而上岸之后，不等他去交任务，庄强就拉着他去了一家高档酒店吃喝。盛情难却，苏魔只能应下。反正魁牛角已经打到，早一天跟晚一天没多大区别。两人有说有笑，好不开心。结果正吃着饭呢，庄强的手机闪了一下，他看了一眼之后，豁然起身：“对不住了，苏老弟，我有事得先走了。”苏魔不免疑惑，不过他还是点头：“行，强子哥，有事你先忙。”这时，手机里传来令人心跳的声音。苏魔立刻秒懂，露出 LSP 才懂的微笑，揶揄道：“强子哥这么急啊？这小视频看得着急上火的。”“这是我家监控。”庄强声音阴沉的快能滴出水来。“不就是监控吗？谁没？监控？”他反应过来，挠了挠头，庄强脸色阴沉的可怕，咬牙切齿，这个贱人。苏魔搓了搓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帮忙？苏大爷不擅长干这事啊。挖墙脚，没准他还能发挥一下特长。老弟，下次再聊吧。说着，庄强火急火燎出了门。苏魔无可奈何，只得囫囵对付几口，这才起身前去结账。结果收银告诉他账已经结过了。人不可貌相，这庄强是个讲究人。可惜，苏魔摇了摇头，每人都有烦心的事啊。虽然他很想安慰庄强几句，却知道两人并不是太熟，而且摊上这种事，旁人似乎装不知道为妙。他看了一眼升级导航，确定转职神殿的位置，前去交任务。一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苏魔看了一眼属性面板，果然看到了新的一栏天赋点10点的字样。他压下心底激动，这是5传的任务，是他自己独立完成，意义非凡。更重要的是10点天赋点的获取，意味着他只要顺利转职，除了多感悟2个技能外，还会获得新的天赋技能。他期待地看向2阶段任务。任务：法神战袍，阶段2，难度：地狱。介绍：请前往幻境塔通关3国群英或楚汉争霸，并提供10枚荣誉勋章。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赋点。时间限制1个月。苏魔一下子看乐了，就这，巧得很呐！3国群英的关卡苏大爷已经通关了。至于荣誉勋章，直接用荣耀积分兑换就是了。兑换比例是100积分等于1勋章，10枚勋章需要1000积分。巧了，苏大爷有2000。同时他也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冲动的用荣耀积分兑换元素珠。这2阶段的任务太简单了。事实上，这也就是苏魔禁咒变态已经提前通关了。但凡换个其他4转职业者，看到这样的任务都能哭死。别说1个月了，给他们2个月，他们也完不成。苏魔转身去了幻境塔，兑换了10枚荣誉勋章之后，返回交了任务。2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现为你发布3阶段任务。苏魔不禁感叹，这任务也太容易了。要是一直这样，苏大爷没准立地就能5转。不知是不是他的祈祷生效了，3阶段的任务又让他眼前一亮。任务：法神战袍，阶段3，难度：地狱。介绍：强大的职业者往往具备越级挑战的能力，请击败一名至少高于你1阶的职业者，将其俘作经验奴隶，并提供奴隶主令牌1枚。提示：成功俘获奴隶之后，你可以在属性面板、社会关系、契约关系、主仆界面领取奴隶主令牌。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赋点。时间限制10天。看着这个技能，苏魔抹撒下巴，这不巧巧他妈给巧巧开门了吗？职级至少高1转的奴隶，苏大爷有啊。高出2职级的算不算超额完成任务？这3阶段的任务都不用出去了，现做现交。第96章，苏大爷妈了，还得找庄强出海。3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4阶段任务、5阶段任务，前后3-4个小时，一直到8阶段的任务，苏魔接的都是可以立马完成的地狱难度任务。其中4、5、6、3阶段任务分别是提供传说材料、装备、元素珠。7、8两阶段的任务则是击杀传说级别的 BOSS， 伤害占比达60百分号、80百分号以上。这对于击杀过熊大、熊二的苏魔来说，简直是送到手的经验。如果不是交任务有时间间隔限制，
苏魔绝对能在5分钟内完成所有的任务，没准就创下了最快的4转5记录。今天这是撞大运了，苏魔隐隐有些兴奋。接下来是第9阶段的任务，任务法神战袍，阶段9，难度地狱。介绍：强大的法师需要有与之匹配的装备，这样才能符合他的身份与气质。请将一件装备强化到12级以上，并捐献。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附点，时间限制10天。干！苏魔破了大防。要说捐装备，他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哪怕是传说装备，可要把装备升到12级再捐献，这就明摆着是打劫了。升级装备需要元素魔石，元素魔石是他留着搞套装升级用的。按照他的估算，自己兜里现在的还不够用呢。可再看自己现成的2件加15装备，他又沉默了。总不能把神者之辉跟法神战衣捐了吧？只能重新升一件了。可正常11到12级的概率只有 10%， 这要是放在其他职业者身上，升一件到12都得大出血，更别说捐了。即便苏魔有 50% 的幸运光环加持，也不能一路绿灯。但想到5转成功在即，他只得含泪接下。好在随身仓库里有用不着的金色套装，元素魔石还有68块，老子认栽。苏魔含泪开始对着一件高级套装升级，一路到9，接着在战战兢兢失败了4次之后，终于升到了12级，总共耗费了他19颗元素魔石。狗日的，苏魔的心都在滴血，只盼着能从法神战袍身上找不回来了。苏大爷忍痛将加12的装备捐了出去，完成了9阶段的任务跟10点天赋。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了，但愿。苏魔瞅了一眼，叹了一口气，好运气到头了，早该想到的。任务法神战袍，阶段10，难度地狱。介绍：经过你的努力，法神战袍的粗胚已经打造完毕，但它还无差最后一样材料金乌之炎。接下来请携带粗胚前往传说秘境汤谷，击杀3族金乌，获得金乌之炎，完成复灵。提示1：携带法神战袍粗胚前往，击杀后必定爆出金乌之炎。复灵之后，成品法神战袍将作为奖励发放，无需归还。提示2：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附点。提示3：完成本阶段任务，你将获得法神套装属性的线索与指引，时间限制10天。随即，苏魔发现仓库里多了一件粗胚。经历过4转的他深吸一口气，面露期待。法神系列的装备是极为罕见的暗金套装，单一件的属性就堪称逆天，一旦套装属性出现，将会多么逆天。等等，汤谷。苏魔挠了挠头，这件事这要巧不巧呢？巧的是，汤谷跟流波山一样，都是东海域的秘境。今天坐蝶尾龙精还路过那里。不巧的是，想出海得排队，而他的时间不一定够用。最好的法子是找黄牛庄强，可庄强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他有心情安排出海吗？苏魔犹豫着离开了转职神殿，看着天色不早，他换了家酒店住下。入住之前，他特意跟前台美女确定了一下，一定要安静的。他可不想大半夜的再听到男女打架哭泣。啊呀的，吵死个人！前台美女看了看苏魔，心弦小动了一下，跟他保证，给您的房间绝对安静，不会影响您做任何事的。苏魔没有去管前台的言外之意，取了房卡进房躺下。他要好好捋捋捋，怎么才能出海杀怪？怎么杀怪他不愁，技能面板上多的是，大不了丢一个大面积的禁咒清场。问题是怎么出海？他想了想，觉得还是给庄强发个消息问候一下。怎么着，今天2人又是钓鱼，又是一起吃饭的，甚至都称兄道弟了，关心一下总是该做的。让苏魔纠结的是他该发什么消息合适。纠结了好一会，他才打了几个字：强子哥，你还好吗？发过去之后，他又觉得不太妥，摊上这样的事，谁能好？他准备撤回，重新编一条。谁知道庄强已经回复了，没事，好得很，已经打好离婚证了。卧槽！苏魔目瞪口呆，什么情况？离婚这么草率的吗？不等他回过神来，庄强又发了一条消息：老弟，方便不陪哥喝2杯？苏魔摸了摸下巴，心底默念：我真不是想故意揭他伤疤的，我不是故意的。但他还是回了一则消息：好，我去找你。庄强，不用，把定位发给我，我去接你。苏魔猜出他现在肯定心情糟糕，不容反驳，只得回了一个好。想到庄强摊上这种苦逼的事，他决定不跟庄强提出海的事，等2天看看，实在不行就只能动用法邪的身份了。有时候不找别人帮忙，就是对人最大的尊重。让他诧异的是，庄强到他住的酒店时，已然换了一身行头。他一身休闲名牌装，腕上戴着绿水鬼，戴着墨镜，靠在大厅的沙发上抽着雪茄，
原本猥琐的形象，此时竟也成了痞帅。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换了一身皮的装强阔少气质直接拉满。苏魔在大厅见到他时，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装强却潇洒的给了他一个拥抱。My brother， 今晚让我们一起狂欢，一起 happy 吧。苏魔被他反常的举动弄得一头雾水。倒是守着前台的美女看到苏魔跟装强的举动，大脑短暂宕机之后，立马两眼放光。一个男生女相，英俊帅气，生就一副瘦相；一个痞帅多金，应该是个攻。再想到长得帅的要求的房间一定要安静。女店员误了。第97章，苏大爷绷不住了。苏魔跟着装强出了酒店，上了一辆布加迪。这是游戏世界生活职业者的顶级代步车了。再者就是夜晚的魔海一律回归现实文明社会，坐骑什么的一律不准出现。这一点跟古代的宵禁很像。看着装强熟练的开车，苏魔这才确信他就是富二代。上了车，装强笑眯眯问苏老弟，听说过魔海的白马公馆吗？苏魔笑容僵硬，我不去那里。白马公馆又名白马公关，懂的都懂。苏大爷天生一杆神枪在手，绝不干那搅屎棍的勾当。装强嘿嘿怪笑，那就好，我也不去。哥哥带你去红浪漫潇洒一把。红浪漫？苏魔神色古怪。狗日的曹纯貌似在红浪漫也有会员，而且据他所说，这种店都是连锁的。嗨，苏魔清了清嗓子，看向装强。中午的时候他还经历头顶绿油油，晚上就要出去恣意狂欢，这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装强却龇牙怪笑道，怎么老弟，都是男人，害什么羞？花钱的不寒碜。苏魔摇头，不是，强子哥，没事吧？装强洒脱一笑，我能有什么事？哈哈，你不会以为我因为中午的事过不去吧？想多了，我是生气那对狗男女连开房的钱都不舍得出，脏了老子那200万的床垫。苏魔不好接话。老哥跟你说真的，明天我还要出海呢。明天出海？怎么？你不信？装强笑道，要不这样，你明天跟哥一起送人出海，完了老哥再跟你请教一下遛鱼，怎么样？苏魔神色古怪，真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出海的事就这么有眉目了。当然，老弟你要是别的事就先忙正事要紧，我是什么时候都行的。老哥也不是不行，就是明天我可能还得搭你的船出海一趟，回来咱们可以一起钓鱼。真的假的？装强大喜，好，就这么说定了。那车票？什么车票？打我脸呢？装强大手一摆，别磨磨唧唧的了，今晚上你跟老哥一起去潇洒，明天老哥请你教技术。苏魔喜出望外，点头大笑，好，既然确定明天能出海，苏大爷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当然是享受当下，可劲造啊！装强驱车一路七拐八拐，带着苏魔进了一家外观低调、内里夸张奢华的店。经理是个妆容精致、身材夸张的小少妇，一身职业经理装不仅没能束缚她的天分，反而衬托得愈发娇嫩。呀，强哥，这一阵子去哪发财了啊？装强暗戳戳捏了一把女经理，引得一阵花枝乱颤。我这不是养精蓄去了吗？怎么，娇娇，要不要试试强哥新学的几套棍法？哥，女经理娇笑，推了一把装强，别，您老可饶了我吧，金安棍王的名气我还是听过的。哟，强哥，这位帅哥是谁啊？介绍给认识一下呗。一边玩去，这是我好弟弟，刚18，头一次出来玩，别吓着他。你好，帅弟弟。女经理腰肢一扭，凑到苏魔跟前，娇笑道，谈女朋友了吗？要不要姐姐给你介绍一个，给你零花钱的哟？滚蛋！装强又拍了他一下，我装强的弟弟还能差钱了？不过今晚要是有好姑娘，给个红包还是可以的。红包？女经理眼睛大亮，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苏魔，哑然失笑，强哥，你欺负我近视啊？弟弟这么帅，怎么可能还要红包？不过他这么帅，一般的妹子还真的配不上。有了，这里刚来一个会舞蹈的可可，要不你俩了解一下？舞蹈？装强一下子来了精神，忙不迭替苏魔答应下来。舞蹈好，走，去看看吧。好嘞。女经理笑着在前面带路。装强冲苏魔挤了个眼色，低低道，老弟，你今晚有福了。有福？苏魔疑惑。装强神秘兮兮地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好了，哥哥只能提示你到这里了，剩下的自己开发吧。3小时后，苏魔挠了挠头，手里捏着一张红包，有些感慨。学舞蹈的小姐姐当真姿势渊博，阴轻体柔。小姐姐给她红包的时候笑意盈盈，这红包7分给你的帅气，3分是你的身体。麻蛋，被侮辱了。苏大爷愤愤，本想当个老嫖客，结果他们的还收了人家的钱，成了被嫖的了。
倒是早早在那等他的庄强一脸艳羡，冲他竖起了大拇指，可了不得呀，老弟，你还真是我辈楷模，从来男人到这里都是花钱，只有你还能挣钱。苏魔嫌骚得慌，拉着他就往外走，身后一阵娇笑，法克红浪漫。苏魔在心底暗骂。第二天早上，苏魔被庄强喊醒，老弟，出海了。苏魔一个机灵起床，目光炯炯。此时的苏大爷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已不是昨晚的苏魔了。今天苏大爷将成为五转。魔海东出海口，一伙人身着奇装异服的人出现在此。他们或是穿着斑斓服饰，或是头戴又高又尖的法帽，又或者是牵着浑身披着银甲的战马。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们一个个身材高大，肤色、眼睛都与龙国人很不一样。老外，当然在龙国老外并不少见，但少见的是外国职业者，尤其是扎堆的外国职业者。为首一人是一个金色头发、褐色眼睛的健硕青年，他径直穿越人群，走到官方人员面前，出示了一些证件。官方的人认真审视青年，问他：菲利普先生，您真的不用我们的船送你们吗？青年微笑，用一口流利的龙国语回答：是的，尊敬的先生，我们这次来到龙国，只是为了跟龙国的职业者进行友好的交流，顺便感受一下龙国秘境 BOSS 的强度，这是贵国跟我们日不落帝国的友好合作见证。把关的官方人员点头，随即联系了一下同事，暂时停运前往汤谷、玉日海、扶桑树3地的船只，给这批日不落的友人单刷秘境。第98章，日不落别有用心，苏大爷偷偷出海。魔海东海域，一队10几个外国职业者在海上结伴飞行，方向赫然是汤谷、玉日海秘境。海面微风习习，万千波浪翻卷如银蛇，水浪下不时有各种海洋生物浮沉，一如昨天窥伺蝶尾龙精。为首的金发菲利普骑着一头冰霜巨龙，在低空不住盘旋飞翔，时不时的巨龙还会俯至海面，叼起一头水下生物直接吞咽。其他国外职业者也各自驾驭自己坐骑，恣意盘旋。一个拥有火红头发、碧绿眼睛的劲爆女人大呼一声：菲利普！她从一头飞马上直接跃下。菲利普操控冰霜巨龙，一个盘旋接住了女人。他笑容迷人：凯特，怎么了？女人目视前方：菲利普，你确定这次的秘境能找到落日的秘密？肯定能。伟大的贤者预言了日之光辉将在东方问世，而它将是我们众现日不落荣耀的关键之物。如果我的推测没错，日之光辉将在扶桑树、玉日海与汤谷3个秘境中的一个。红发凯特皱眉：怎么是3个？这么麻烦？该死的龙国，我讨厌这里，属性压制的我太难受了。菲利普无奈一笑：这是没办法的事，凯特。游戏世界降临之后，龙国的人是最早适应的，他们的人口众多，开荒速度也最快。不过我们只要拿到了日之光辉放到神塔上，我们就能开启日不落荣光的复兴。好吧，凯特脸上终于露出轻松，也亏了你想出互相交流的主意，愚蠢的龙国人才答应我们来刷东海域的秘境。菲利普摇头，他们可不蠢，这次如果我们没有向他们开放日落海，他们又怎么会让我们进入这里？凯特吃了一惊，你是说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彼此利用而已？菲利普微笑点头，他们觉得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日之光辉，我们也确定他们抱不到黄昏霞幕，可他们不会知道我带来了这个。说着他取出了一样东西，似一个玲珑小塔的形状。区别于其他小塔的样式，小塔没有塔尖，而是左右两侧各伸出半月一样的弯角，看上去像是某种宝物的底座，上面的宝物却不见了。凯特满脸震惊：日之塔？你居然将日之塔带出日不落？你疯了！这可是我日不落的神器。菲利普摇头，这是大主教允许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找出日之光辉，并且将之带出龙国。凯特不由自主哆嗦起来，他看了一眼周围还不知情的同伴，要是他们知道此行带着日不落国度的神器，还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在此翱翔吗？只怕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离开龙国领域吧。国之神器，那可是能让任何国家眼红，并不惜铤而走险抢夺的东西。没想到居然被菲利普带来了龙国。凯特，放轻松点。龙国有句老话，叫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也是他们俗称的灯下黑。菲利普自信一笑，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区10几人就敢带着神器来寻宝。放心吧，一旦得手之后，我们立刻往东飞，取到樱花国，那里有我们的元首。他抬头看了一眼渐渐清晰的一处海岛，笑道：现在就让你我亲自改写日不落的历史吧。出海口，庄强眉头拧成疙瘩，骂骂咧咧地走向苏魔。苏魔疑惑：怎么了，强子哥？狗日的日不落人，居然包场了！包场？
他们打着跟龙国友好交流的旗号，互换职业者刷秘境。他们要去东海域刷日出海、扶桑树跟汤谷了。汤谷？苏魔跟着皱眉，他们要刷多久？谁知道呢？庄强皱眉，官方的人说暂停这3个地方的载客，可能是3天，也可能10天半月的，鬼知道。这群死老外，耽误老子挣钱。10天半月？苏魔心底一惊，他的5转最后一阶段任务就10天，真要10天半月的，之前付出那么多东西就都浪费了。不行，得想个办法出海。他看向庄强，强子哥，那你还能出海吗？那还出个屁！昨天你也看到了，出海刷秘境的有1大半以上都是去刷这3个地方的。现在这3个地方暂停运营，另外几个地方人又少，出一趟还不够维持蝶尾龙晶的开销。苏魔心底一松，强子哥，你看这样行不？你带我出海，能带几人是几人，就去3仙岛，差的钱我给你补上。3仙岛是距离汤谷最近的一站，只要他能到3仙岛，完全可以凭借炎火流星狙跟5行与翅膀飞到汤谷。当然，这种偷偷摸摸做的事就不能跟庄强说了，有时候不说真相也是为他人着想。别，老弟，你说这话打我脸呢。庄强摆手，咱们都有过同嫖之意，再谈钱就伤感情了，算了，你等我一下，我来安排。不过先说好，你忙完正事，可得多教哥哥2手。没问题。苏魔比了一个 OK 手势。短短3天不到的时间，庄强真切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庄强虽看着猥琐，却实打实的胸怀坦荡，待人以诚。他心底琢磨着，要不等成功5转了，就请庄强出去洗个澡，然后再上个2楼，找个物美价廉、好吃不贵的地方，把心意尽到了就行。反正庄强也不差钱，人家不说，咱不能不来事。庄强很快回来，冲苏魔比划，老弟，搞定。苏魔不得不感叹，这庄强到底什么背景，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出海。于是半个小时之后，苏魔又跟着10来个人坐上了蝶尾龙晶，晃悠悠朝东海域出发。有些老主顾冲庄强抱怨，我说大强子，你也忒黑了，逮着我们薅羊毛。庄强撇嘴，我可没强求你们，是你们着急出海。那人怒道，冒风险出海我能理解，你加钱我也接受，但是你这翻倍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庄强蹲在地上嗤笑，大哥，你良心被狗吃了？是谁说的？只要我带你出海，哪怕是3倍、5倍的钱，你也掏，我收你多少钱？那人无言以对，调转马扎方向，不去看庄强。庄强冷哼一声，各位老板靓女，我再说一遍，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再走一段可就是认价了呀。其他人纷纷笑道，大庄，放心吧，这一片谁不知道你的口碑，咱们上你的车断没有后悔的道理。这还差不多。庄强撇嘴，示意苏魔跟自己到鱼头位置去待着。苏魔早已看得目瞪口呆，暗地里给他竖了个大拇指，够意思。第99章，有人要抢苏大爷的 boss。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这话果然不假。庄强一个商人职业，没有技能，没有多强的装备，居然轻松拿捏诸多职业者，真是人才。让苏魔哭笑不得的是，庄强没要他的钱，却从这些人身上薅羊毛补差价了。这家伙的脑子足够好使。庄强得意洋洋，老弟，这样你就不用不好意思了。苏魔重重点头，老哥放心，回头我一定把钓鱼的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庄强也点头，可以，回头我也教你几套纵横情场的棍法。嗨嗨，苏魔没有回应，转向前方，心底疑惑昨晚的舞蹈妹子是不是泄露出去什么了？狗日的，都是棍棒下讨生活的，居然吃饱就唱，没有职业道德，差评。近2个小时以后，苏魔在3仙岛下车，跟庄强约好了汇合地点，就骑着炎火流星狙飞走了。还没下车的几个人纷纷抗议，大庄，凭什么他坐你的车不用付钱？庄强冷笑，他是异父异母的好兄弟，我陪他爬过雪山，翻过草地，下过暗河，跟 BOSS 数次生死大战，有同袍之意。他也陪我做生意，拿下数亿的大单，这种共进退的交情，你们能比？几人不由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庄强，又看向苏魔，最后又看向庄强。没看出来，庄强一个非战斗职业者，居然有种跟战斗职业的人一起冒险。而刚才那个年纪轻轻，看上去有些帅的男生，居然敢冒风险带庄强打怪，这交情果然没得比。庄强冷笑不迭。苏魔骑着炎火流星狙一路往汤谷而去，前后飞了近1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让他惊喜的是，整个汤谷冷冷清清的，没一个人。看来得谢谢那帮日不落的人了，他们清场，汤谷没人，苏魔就不用担心抢怪跟暴露的风险了。爽啊！苏魔大喜过望，加速落向汤谷。海上秘境没人，不用担心暴露，几发进咒洗图，收工走人。苏魔在心底盘算好步骤，咧嘴怪笑，金乌洗干净等着，
苏大爷来了。汤谷。简介：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金乌复日而行，昼夜更替。出入汤谷等级90-300级。秘境区域：扶桑穴、金乌巢、金流渊。人数限制50人。不等提示出现，苏魔直接使出汤谷秘境令，直奔墓的地而去。刚到汤谷，远远的就看大里面金光万条，一只巨大的金色禽鸟起起伏伏，不住鸣叫。三足金乌！苏魔心生激动，看了一眼导航，确定没走错之后，骑着炎火流星驹，翅膀切换完毕，不管3七21，抬手就是禁咒。土系禁咒，万有引力；水系禁咒，大海无量；水系禁咒，潮汐涌流；雷系禁咒，劫轰天雷。再来一发劫天人咒怨。一瞬间，整个汤谷像是迎来了天罚，陨石、雷霆齐齐劈下，地面上潮汐、巨浪反复翻涌拍打。正要高飞的巨大三足金乌被一个陨石砸落火海，伤害值在瞬间爆表。-19836622，-1368925，-3625003。三足金乌起身愤怒长鸣，张口冲苏魔吞吐炎火精华。呼！苏魔骑着炎火流星驹在空中快速躲避，同时开启神罗天征，照着三足金乌一顿猛 A。眨眼间，三足金乌的8格血掉了2条。与此同时，汤谷入口处，由飞利浦带队的日不落团队目光惊异地看向金乌巢的方向。Oh my god！ 人群中一个魔法师满脸震惊，如此狂暴的魔法元素，有大魔导师在施展高阶魔法。为首的飞利浦脸色大变，谢特，该死的龙国人不守信用！说好的给我们腾出地方，现在又派人偷偷刷 BOSS， 他们肯定察觉到了什么。快，肯定是日之光辉要出现了，不能让他们得逞。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他。飞利浦一边催促冰霜巨龙飞驰，一边部署：威廉，你上去拖住对方；艾希，先点掉对方射手；凯特，对方的法师交给你；其他人跟我一起抢下三足金乌。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是日之光辉要出现了。对，不能让愚蠢的龙国人得手。一众日不落人气势汹汹冲向金乌巢，然而他们刚到金乌巢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巨大的金乌身上，一红一蓝2条锁链一样的东西拴在了金乌身上。天上陨石坠落，雷电轰鸣，地上水浪翻滚，似要淹没整个世界。金乌头顶则顶着巨大的虚弱光环，而更让众人震惊的，面对金乌出手的居然只有一个人。面前的电闪雷鸣，水浪滔天，都是一个人放的技能。大魔导师！先前开口的法师再次惊呼，他绝对是大魔导师，能同时释放雷、水、土3系魔法的，只能是大魔导师。一个荒诞的想法在众人心底升起，他不会是龙国某位大佬吧？然而飞利浦率先反应过来，放声大吼：快，金乌血条不多了，抢 BOSS！ 凯特、艾希，杀了他！好！女射手瞬间完成副甲，眸中泛起荧光，熠熠生辉。她手中一把寒气逼人的长弓随之出现，轻喝一声：寒冰，去吧！一道冰剑划破空间，瞬间变大，将周围空气都直接冰冻。同时红头发凯特也在瞬间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已经距离苏魔不到10米，再看时已经到了苏魔身后。绯红血刃，一把暗红色锋刃的匕首几乎与寒冰剑同时刺中苏魔。-202586， -365892。接着是2声凄厉至极的惨呼 ：“Oh no！No！” 叫艾希的女射手瞬间原地消失，而刺客凯特这惊恐的倒卷落地，血量瞬间见底。同时，剧烈的毒素让他的残留的血量在2秒不到快速流干，继而也消失不见。2声惨呼顿时引起了其他日不落人的注意。看到2名强力输出瞬间消失后，他们立马慌了。飞利浦却怒吼一声：“抢 BOSS！ 把他交给我！”话音未落，他已经驱使冰霜聚拢冲向苏魔，同时他手里涌现一把金光长矛，甩手掷出。此时，苏魔看着仅剩半格不到的血，又看了看从天上、地面上想要抢怪的老外，再看自己瞬间下降的法力值，苏魔怒了：“敢抢大爷的 BOSS， 谁给你们的勇气？”第100章，等苏大爷搞定了金乌，再收拾你们。面对10几人的偷袭，苏魔怒了，抬手就是一记森罗万象，接着又是一发天星陨落。一瞬间，在地上奔跑的人惊恐地看着从地下突然钻出的荆棘，将他们牢牢束缚。在天上飞的坐骑人被流星尽数轰落在地，接着就被森罗万象的荆棘牢牢困住。脆皮法师被瞬间带走。
飞向苏魔的金色长矛则被他灵巧躲过，连番施展多个禁咒，被动增加移速，攻速的他现在敏捷度不输刺客跟射手。而森罗万象与天星陨落波及的范围也把三足金乌笼罩在内，看着就剩最后一点血，陷入狂暴状态。他已经挣脱了森罗万象的束缚。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中，仅剩1/10血的三足金乌眼睛变为火红，浑身金光灿然，一轮火红色的太阳自他后背浮现，将整个汤谷照得如同一片血海。三足金乌是放了最强技能神十日曜式。与此同时，被束缚在地上的菲利普大睁着眼睛惊喜喝道 ：“Oh my God！ 是日之光辉！他在这里，他真的在这里！”其余日不落人也纷纷激动起来。快，艾德，进化！日之光辉必须是我日不落的。与此同时，三足金乌的神十日曜式大放光明，将汤谷内所有生灵笼罩在内，爆裂性的伤害瞬间将所有人囊括在内。-50万02698， -523024， -268,920。惊恐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汤谷。不 ，NO， 真伤！强烈的危机感瞬间袭上苏魔心头，火红色的光将他也笼罩在内。高达50多万的真伤打下来，让苏魔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完全覆盖了他的血量。不只是他，在场除了苏魔之外，就只有菲利普跟2个明显是坦克类职业的人还在原地，其他人都是瞬间消失了。刺目的光让仅剩的日不落职业者凄厉哀嚎，反观苏魔却原地好好待着，满血残蓝，但他的法力值却在高速恢复着，眨眼间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了。原来是这样，苏魔惊喜。就在刚才，50多万的真伤自然将他的生命值覆盖在内，连他损失的70多万法力值也无法抵消这个伤害。关键时刻，他的神者之辉法杖的被动意面除了这次必死一击，但他意识到刚才的凶险。如果不是刚才几个人打岔，金乌已经没了。结果却是金乌陷入狂暴状态，放了个技能，把他的无敌打出来了。该死！看着周围陆续复活的日不落职业者，苏魔咬牙切齿：狗日的老外，居然敢偷老子 boss！ 愤怒的苏大爷抬手，又是一记极寒风暴，转而骑着炎火流星狙奔向金乌。这个时候得先解决金乌，迟则生变。只要东西拿到手，他有的是手段弄死这群老阴笔。众多禁咒的伤害还在继续。-1236520， -1253622， -1332505。苏魔红着双眼，趁着自己的神罗天征的被动还在，赶紧拉近距离。冲刺的途中，他又放了一发禁咒，结神刃天帅。一时间，刚复活的日不落人还未来得及反应，就惊恐发现自己身上多了几十种负面状态。当然，这些负面状态也加在了刚放完技能的金乌身上。一霎时，仅剩的一点血量瞬间下了2/3有余。金乌的眼睛更红了，狗日的！苏魔眼睛也红了。金乌有锁血模式，一旦开启之后就麻烦了。看着还有一段距离，他一脚踩在炎火流星狙身上，身后神道五行雨奋力一闪，赶在大金乌双眼彻底异变之前又前进了10几米。就这10几米的距离，将他身上神罗天征的被动绝命阵光环覆盖到了大金乌身上。绝命阵，当周围50米范围内敌方生命值低于最大生命值的30%，将被瞬间秒杀。这个效果跟死亡意志一样，但斩杀线实在太低，没想到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各色装备材料纷纷掉落。苏魔早已设置好自动捡取，大手一挥，将传说装备、材料、套装以及特殊掉落统统掳走。他顺便搂了一眼，果然有金乌之炎，不仅有金乌之炎，还多出了一大团暗金色的无属性材料。苏魔看了介绍，日之光辉介绍：诞生自日出之地，蕴含天地最精纯的火焰能量，作用：高悬于日之塔之上，可获得神圣之光照耀，开启神级秘境日不落的荣光。日之塔，苏魔皱眉，怎么听着外里外气的？不管他，先收起来，回去再研究是什么东西。接下来该苏大爷跟这群狗老外算账了。10几个人，不要逼脸，不讲武德，偷袭正直善良的苏大爷不说，居然还仗着人多，想要抢 boss， 真是书可忍，审不可忍。此时10几个日不落职业者满脸惊恐，像看魔鬼一样奋力后退。就在刚才，金乌一个全图真伤，将所有法师、刺客、射手都杀了。仅剩的菲利普、艾德等人还是残血。最让他们惊恐的是10几人如今深陷几十种 debuff 的泥沼，看着自己身上的血、法力、抗性都在蹭蹭蹭的往下掉。他们想快速逃离这个诡异的秘境，却发现步履艰难，虚弱光环的持续影响，
极寒风暴的极致减速、冰冻，然他们还没离开原地几步，就掉了大半的血。刚刚复活的凯特、艾希惊恐发现他们又要记了，眨眼间，射手艾希消失在原地。菲利普，快想办法！艾希只有2枚复活卷轴。说话间，凯特也消失了。No！ 其他职业者惊恐哀嚎，纷纷取出治疗药剂，拼命往嘴里灌。但药剂的回复速度怎能比得上劫神人天衰、极寒风暴等众多禁咒的伤害？菲利普似乎这时才反应过来，他们招惹了一个不该招惹的存在。他看向朝他们走来的苏魔，放声大呼：“尊敬的先生，我为我们的冒失道歉，还请您收起您的神通。”大步走来的苏魔冷哼：“现在才道歉？晚了！狗东西，上来一言不发就杀人，接着还想抢 boss， 苏大爷都没你们心飞。”菲利普声嘶力竭：“你不能对我们出手，我们是日不落的人，是国际友人，我们跟你们龙国是友好交流来的，你不能啊！”菲利普凄厉呼喊，接着消失在原地。因为苏魔压根不鸟他，抬手就是一记土系禁咒，天地回音击。这么多人，又有刚死的尸体，不正好适合清场？隆隆隆，大地剧烈震颤之后，整个世界清静了。第101章，消除误会，收获神日之塔。这位先生，我想我们可能有误会。刚复活的菲利普瞅准1秒钟的保护时间，急忙呼喊。从再次复活的艾希、凯特身上，他看到了之前的debuff还在。菲利普几乎要崩溃了。如果不是汤谷上标着只准300级以下的人进来，他都要以为眼前的人是个高阶职业者了。拥有堪比致命毒药的恶魔法师的手段，还能释放元素法师的控制技能，更能免疫必死一击，反弹死了艾希。该死，他到底是什么人？菲利普浑身颤抖。难道这是个陷阱？龙国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不信。其实最让他惊恐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发现眼前的少年释放没有吟唱啊。在他的认知里，即便是被日不落实力最强、有着当代法神之称的大主教，释放技能也至少需要1秒。可眼前的人呢，抬手就是一发超级技能，而且从开始到现在，他能确认的就不下7、8道魔法，可能还更多。菲利普内心咆哮，他是怎么做到的？误会。苏魔冷笑，误会你妈的头啊！说话间，他抬手又是一道禁咒，天火剑塔。放置的地方正是复活的日不落职业者中间。一时间，剑塔灼烧，剑伤瞬间拉满。刚复活就再次虚弱的射手艾希被乱箭射成了刺猬，哗啦啦，满地的装备乱滚。显然，这个射手是彻底凉凉了。反观复活的凯特，再次复活只是短暂的惊恐，转而使用技能前行，快速离开。想跑？苏魔抬手又是一发禁咒，怨灵噬魂。只见在凯特奔逃的正前方，一群介于虚实之间的幽魂显出身影，伸手牢牢抓住他，眨眼间将他撕成了碎片。哗啦啦，又是一堆装备。显然，刺客也没了。死去的凯特被亡灵淹没，直到他彻底消散。接着，亡灵又飘飘荡荡朝其他人抓去。一众日不落职业者已经被吓得不停祷告了。哦，主啊，请你保佑我！主啊，睁开你怜悯的双眼！哎呀，这里有亡灵啊！哈利路亚！凯特能够恢复行动的菲利普目眦尽裂。凯特是他妻子，如今却如此轻易的死在他面前。他双眼猩红的看着苏魔，愤怒嘶吼：“啊，该死的龙国人，我要跟你拼了！”说话间，他已经一手举起巨盾，一手执长矛，奋不顾身冲了过来。苏魔冷哼，抬手再来一发禁咒，超能机甲。轰！一团血雾爆开之后，菲利普原地消失。暴躁无脑的赛博坦星人开始疯狂屠戮周围的生灵。10几个日不落职业者眼睁睁看着同伴被锤成血雾，而后轮到自己。但除了刺客跟射手，其他人都没掉装备。还有复活？苏魔冷笑：“大爷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少复活。”很快，率先死过一会的菲利普再次复活，瞅着保护期，他终于冷静下来：“先生，我们有误会你奶奶个腿！”轰！菲利普又消失了。其他人纷纷呼喊：“尊敬的先，尊你娘的头！”轰！轰！轰！赛博坦人像打地鼠一样，复活一个砸一个，砸一个就死一个。显然，劫神人天衰的影响下，一锤子买卖变得更加暴力，更有诸多亡灵像风吹麦浪一样起起伏伏，不断撕扯，吞噬活人气血。再次复活的菲利普刚要开口：“先生！”轰！哗啦啦，终于死了。苏魔咧嘴笑道：“既然是两口子，就要整整齐齐，不要谢我，大爷做好事不留名的。”接着，善良的苏大爷哼着小曲，当着仅剩的2个坦克职业者的面开始挑拣装备。药剂带这么多有卵用？看吧，人死了，药没喝完。圣光骑士战甲
套装，不知道曹贼喜不喜欢西方的玩意。阿尔特弥斯的弓弦，传说材料留下。雅典娜的怜悯，传说武器，应该可以为我的新红装。卧槽！苏魔想到什么，赶紧取出法神战袍进行复灵。还好想起来了，被这群老鹰比气糊涂了。剩下的2个日不落人看着眼前大发死人才的苏魔，恐惧的浑身颤抖。魔鬼，你是魔鬼！苏魔已经懒得搭理他们，继续翻捡。只可惜找来找去，除了一些红装跟传说材料，其他的东西他都瞧不上眼。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外的职业跟龙国有明显不同，守护不叫守护，叫牧师；法王也不叫法王，叫魔导士；战士的划分也是圣光骑士、亡灵骑士等。虽然都是游戏世界降临后的产物，但划分体系却有明显不同。苏魔想了想，只捡了传说级别的，其他的东西就等着秘境恢复自动掩盖过去吧。至于这些该死的日不落人，当然是送他们一程了。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的法子就是把他们全解决了，一劳永逸。随着最后的2人被锤死，汤谷真正恢复了清静。苏魔加快手上奋捡速度，万一有人来了就麻烦了。突然，一个暗金色的玲珑小塔出现在他视野中，小塔造型精致，明显偏西式。塔顶2个半月形的底座一下吸引了苏魔的注意力。日之塔，神器。介绍：遥远的西方落日之地，有着古老的神明国度，那里长眠着天上的神明，众神埋谷地。日之塔作用：由于年代久远，高悬于日之塔顶的日之光辉遗落人世，取回日之光辉高悬塔顶，可获得神圣之光照耀，开启神级秘境日不落的荣光。提示：携带日之塔，在有日之光辉的秘境必定爆出日之光辉。这是……苏魔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这是神级秘境的开门钥匙。乖乖低了不得，这岂不是说苏大爷以后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神级秘境了？且不说神级秘境远高于传说秘境，里面出产的材料有多么丰厚了，但是神级秘境的门票钱就足以让苏魔赚得盆满钵满。要知道，整个龙国的神级秘境也没几个，昆仑秘境、山海传说、一统天下，区3个而已。等等，日之光辉！苏魔反应过来，他刚刚丢进仓库里的东西，不就是日之光辉？这要求，苏魔取出日之光辉，想了想，将其放在日之塔塔顶。刹那间，一道极致的光亮刺痛了苏魔的眼睛，一缕光直达天际。一连串的信息提示声响起：您激活了神日之塔，作为重启他光辉的您，将获得神日之塔的管理权。片刻后，苏魔满脸震惊，急忙将神日之塔放进了仓库中。饶是他再镇定，此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次发大财了。第102章，老哥我也教教你怎么钓鱼吧。神日之塔，日不落神级秘境。解绑的方式比较粗暴为一，原主人死亡。绑定的方式却很简单，放谁仓库里就属于谁。这种东西似乎有人故意留在世上，引起争端杀戮的。里面从低级到高级分为几个大区，N 个小秘境。秘境内有 BOSS 挑战，有攻守战，还有阵营战等等。每一个秘境通关之后都将获得一定的奖励，有神级职业者体验卡、无敌 BOSS 体验卡、神级武器体验卡、神级元神卡、神级装备、武器等，甚至还有能强行提高装备打孔、升级上限的增幅神石，开启装备附加属性的魂玉。这种秘境，任何一种道具的出产，在外界都将引起哄抢。如今苏魔却单独握有一个神级秘境，但神级秘境的开启有些操蛋，需要对应的神级秘境令，或是用幻境塔的1万荣耀积分换取门票。然而幻境塔1个月只能打1次，这就相当的蛋疼了。神级秘境令也只有9转职业者才有渠道搞到手，而且陷入等级最低是300。这种坐守宝山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让苏魔很不爽。等级的是好办，几发禁咒的事，苏魔暗暗思索，就是神级秘境令或者1万积分比较棘手。思索一番之后，他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只得再次确认一遍有无遗漏，这才放了一发流火天灾，将所有尸体全送走。气也撒了，火也泄了，拿了人家这么多好东西，送个丧葬一条龙，应该的。这也亏了龙国人是礼仪之邦，讲究迎来送往，不然你们都得扑尸荒野。苏魔看向另外2处秘境，想了想，放弃顺手刷的想法。一来是自己仓库再次盈满，再刷一个传说怪物的话，将会浪费很多传说材料；二是他现在必须尽快离开现场，被人发现端倪就麻烦了。毕竟这些人的身份是国际友人，至于这麻烦官方如何处理，就不是苏魔能管得了的，能做的他都做了。再说了，10几个人这么废物，刷个金乌刷死了，能怪谁？确定无碍的苏魔骑上炎火流星驹往北去，他还得从3仙岛方向回去才算正常。
很多人做了见不得光的事被发现，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些细节。至于时间，谁能保证打个怪要多长时间？再说了，海上风浪那么大，谁能保证不发生偏离？一直到午后，苏魔才重新在海上找到庄强。此时的庄强竟然坐在蝶尾龙精的背上，撑起了一把遮阳伞，一手拿着高脚酒杯喝红酒，另外一手拿着刀在脚边现割生鱼肉吃。苏魔虽说不排斥刺身，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庄强瞧见苏魔到来，又取出一个酒杯，老弟，感受一下最新鲜的蓝鳍金枪鱼。苏魔摆了摆手，算了吧，不看还能吃几块，看了是一点胃口都没了。尝尝嘛，老弟。庄强极力推销，吃这个很生性的，能提高那方面的能力。真的假的？苏魔将信将疑，他是战斗类职业，对这些生活类职业的常识并不清楚。放心吧，老哥读书多，不会骗你的。那好，来2块。苏魔搓了搓手，不断打好基础，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与理论知识是作为 LSP 的基本素养。苏魔吃了一块叫什么大腹的，入口即化，配上一口红酒，味道的确不错。强子哥，不得不说，你这钓鱼技术见长啊，2天2条蓝鳍。老弟教得好。庄强抹了一把嘴，嘿嘿笑道，你倾囊相授，老哥我也不能藏私，决定跟你分享我的一些钓鱼经验。分享你的。苏魔摸了摸鼻子，你那点技术就没有必要了吧？庄强抿了一口酒，老弟，老哥之前可是用过一根10来厘米的短竿，不到半个小时就把一尾90斤的红嘴鲤鱼钓上来了。苏魔撇嘴，强子哥你吹什么牛？90斤的鲤鱼，你怎么不说100斤呢？还10几厘米的短竿，短，哎呦卧槽，他悟了。庄强在一旁 GDD 笑得欢快，老弟你还是太年轻啊，人呢要谦虚，当知学无止境。老哥这里就有9法10修钓鱼秘籍，要不要学？苏魔左右看看，四面都是海，确定没人，这才挠了挠头，低声道，老哥，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姓曹。曹贼嘛，我懂。庄强拍拍胸脯示意，这儿就你我兄弟，直说就行。苏魔急了，是真的，我朋友真姓曹。不重要，我信。庄强擦了嘴角肥油，笑容猥琐的示意，细细讲解，这个钓鱼啊，你至少得打10分钟的窝，这样鱼儿才容易吃饵。樱花海域，某处海岛，海岛上有上百职业者停留，一个身穿职业装，与樱花龙国的决然不同。一个黑头发绿眼睛的人向西极目眺望，面带焦急。旁边坐在一个马扎上的人微笑提醒，爱德华，沉稳一些，你的骑士们都在看着你呢。贤者大人。绿眼睛的爱德华微微欠身，请原谅我的着急，但这次人群中一个是我的妹妹凯特，另外一个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妹夫菲利普，我不能不担心。被称为贤者的是一个手拿乌杖，戴尖顶大帽，头发雪白，眼睛灰褐的老人。他身材高大，即便只是坐着，却仍旧高抵爱德华肩膀。他摇头笑道，爱德华，你太紧张了。这次由菲利普带队，队伍里有棕熊咆哮伍兹、绯红之刃凯特、寒冰猎手艾希以及魔法之手阿尔德雷尼，又都是6传满级的存在，在秘境中不可能有意外。你唯一要担心的是他们能不能刷到日之光辉。果然，经过贤者的开导，爱德华果然放松下来。他犹豫了一下，低声问道，贤者大人，大主教说我们这次一定能获得日之光辉，这是真的吗？贤者微笑，当然是真的。这次菲利普带去了一件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件道具，只要日之光辉存在于他们刷的秘境之中，就一定会爆出来。我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就要重临大地了，太好了！爱德华兴奋握拳，看向西方的目光更坚定了。他相信大主教的预言，更相信贤者的判断。第103章，五转天赋是刷新技能。法爷，我要禁咒自由了。苏魔跟庄强在海上讨教一番之后，回到岸上，两人相约晚上再出去印证所学。他上岸之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转职，还是熟悉的投屏，熟悉的提示，4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您的身份是苏魔，120级，法师，是否确认？确认。任务：法神战袍，10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您的5转主线任务已完成，符合转职要求，是否转职？是。还是原来的味道，原来的配方。区别就在于这次放空的持续时间比前几次加起来都长，甚至有那么1-2秒，感觉自己遨游在另一个世界。当然，这种感觉伴随着他猛地一哆嗦，就彻底恢复。哎，快乐的时候真短啊！他晃了晃脑袋，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不知道这一次又会领悟什么样的天赋。姓名：苏魔，职业：神灵，
竞技法神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52085，法力护盾350100 350100，气血护盾10417，力量7258，敏捷7460，法力1750500 1750500，攻击力25628，防御10562，战力评估289星。技能极寒风暴、流火天灾、雷霆之主、真视之眼、万有引力、光明临世、超能机甲、血焰凶威、纵横术。苏魔没有去看2个新技能，看了也没用，反正是都要进化成禁咒的。战力评估的上涨不出意外，等法神战袍完成升级，相欠他肯定能破300多星。随着他在心底默念321，2个新的禁咒出现了。血眼噬魂，主动激动，亡灵系禁咒，来自幽冥地狱的亡灵血眼，吞噬一切灵魂。释放后将在区域内释放幽冥血眼，无法被选中，同时开启幽冥鬼域。身处其间的所有敌方单位将被汲取海量气血，同时以5%的比例输送给施法者。鬼域域内60秒内死亡单位将会被换成亡灵，对目标进行撕咬。亡灵会自主追击目标，直至目标死亡或目标逃离足够距离。处于鬼域内的亡灵将获得300%的攻击速度，伤害为物理伤害。冷却2天，法力值消耗12500。苏魔点头，又多了个持续输出的技能。从减半的2天冷却来看，这个技能伤害肯定不俗。接着是纵横真龙棋局元素系禁咒，特点是在目标区域内释放一个纵横交错的真龙棋局，将所有人控制在其中，并持续掉血、眩晕，无法逃离。且棋局内如果有敌方单位死亡时，将获得莲子爆破效果。不说伤害如何，这个禁咒让苏魔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这可是除了森罗万象之外，他的第2个大型团控技能。因为刚用森罗万象解决日不落的一众人，他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强控技能的好处。对敌时，直接把对方按在地上，一顿摩擦就完了。纵横真龙棋局的冷却消耗也都很高，伤害不用想，肯定也高。接着他颇为期待地看向新领悟的天赋天威浩荡。天威浩荡，听名字感觉很刁的样子。天威浩荡5转天赋技能，永久提升100%法力回复，永久提升1000点全属性。唯一主动天威浩荡，使用后所有冷却中技能立刻刷新，但无法刷新道具与天威浩荡。冷却10天固定冷却，法力消耗100万。苏魔仔细揉了揉眼睛，啥玩意？大爷不会看错了吧？又看了一遍之后，他心底狂喜，没看错，是刷新。别的法师刷新技能只能用天命刷新卷轴，而且是一次性的，用过就报废了。而他的5转天赋技能居然就是刷新，而且是可以反复使用的。1000的全属性增加，让他的面板数据再次上涨，战力评价也来到了299星，法力值到了190多万。虽然他不能刷新装备跟道具，法力消耗也高得离谱，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他的光辉刷新。更何况他现在的法力值已经高达190多万，法力回复速度也更快，这个消耗完全负担得起。刷新一开，谁都不爱。苏大爷这下实现禁咒自由释放了。看着面板上30-40个主动禁咒，苏魔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刷幻境塔了。这么禁咒足以支撑60-70层。事实上，现在的幻境塔最高的也就是山海传说的60层。等2天，所有技能冷却完毕，弄份攻略研究一下，刷石头去。虽然5转只领悟了一道天赋，但苏魔这才意识到之前的趋吉避凶好像也发生变化了。趋吉避凶变成了真趋吉避凶了。仔细看去，所有概率性事件的成功率提高了10个点，成了60%。而且这次覆盖率更广，包含了暴击率、暴击效果、装备被动以及装备的属性触发机制。苏魔挠了挠头，有些回过神了。每次领悟新天赋的同时，也会强化上一道天赋，就像4转强化了法师之源一样。这下苏魔再没疑惑了，喜滋之出了转职神殿。出门的时候，因为看到工作人员先伸右手给他开门，就封了一个红包给人家。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收拾新得的法神战袍。细细想来，还是之前住的酒店不错，距离这里也不远，环境也的确够安静。确定之后，他打了车到了酒店。没想到昨天上班的妹子还在，不等他开口，妹子热情招呼：“先生，还是要安静的房间吗？”苏魔点头。这个妹子记性不错，服务态度也很好。妹子眼神隐约有些激动，朝外面瞥了一眼，结果什么也没看到，他游戏失望。苏魔没有多想，拿了房卡快速上楼去忙了。
妹子这小声跟旁边的人说：“我跟你们说，这个帅哥可是个兔子，找了个贼有钱的阔少。”不是吧？兔子走路不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我男，总之我见过就是了。啊，难道他不是兔子，是个公？妹子一副恍然之色。难怪我看那个长相猥琐的人有些不舒服呢。哎，真可惜，这么帅的人居然愿意当搅屎棍。第104章，大披风一穿，战力破300星。标间内，苏魔正在给法神战袍升级。有了这么件称属性的大披风，必须得给他满上。加上有了真趋吉避凶60%的成功率加持，苏魔只用了17颗石头就把装备升到15级了。熊大元神卡虽然不是法师专属卡片，但苏魔还是给安上去了。毕竟加血加法力值还是比较称属性的。唯一可惜的是他身上没有神级七彩石了，不然还能再打3孔装上石头。披风强到加15以后，苏魔开始往上面砸传说装备跟材料堆级别。法神战袍吸收了圣光守护 X1 的神性，属性增加了。法神战袍吸收了阿尔特弥斯的弓弦 X2 的神性，属性增加了。法神战袍吸收了阿波罗的光辉 X3 的神性，属性增加了。苏魔优先把日不落人的红装材料堆进去，借着这个机会销赃，然后才是他刷 BOSS 得到的材料。直到仓库里的东西少了一大半，法神战袍也终于来到了123级。法神战袍暗金，类别披风，等级要求123级，属性法力值加2200，敏捷加1680，力量加1680，法力回复速度12%，最高法力值秒，法术冷却时间负34%，法术威力正114%，可用神级女娲石将之锻造为套装，套装属性附带效果123级。1%受损法力值转化为气血护盾。2. 星硕，每3秒对周围敌方单位造成1次星硕冲击，可主动释放。3. 陨星铠甲，提升12%抗性。4. 回光返照，法力值低于50%时回复速度翻倍。提示：由于你已经收集2件法神套装，现提供套装属性并呈现在升级导航中。1. 法神套装3件、5件、8件、10件，依次增加法力值20分号、50分号、80分号、100分号。2. 法神套装3件、5件、8件、10件，依次增加抗性20分号、50分号、80分号、100分号。3. 法神套装3件、5件、8件、10件，依次增加法术穿透15分号、30分号、45分号、60分号。4. 法神套装3件、5件、8件、10件，依次增加法术控制类效果10分号、20分号、30分号、40分号。10件。苏魔愣了一下，别的套装都是8件，法神套装却有10件。他仔细看了一下升级导航、装备导航、套装导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常规的套装是帽子、项链、法袍、法杖、上衣、裤子、鞋子、腰带，而法神套装多出了戒指跟手镯。苏魔看了一下，法神戒指这属性更牛叉，戴上之后最高可有35%的几率召唤流星轰击，造成群体眩晕，伤害虽然不高，但是控制很足。麻痹戒指貌似有点不一样。至于法神手镯，则是强化各项技能的。不过这对于有了禁咒的苏魔来说，并不是太感冒。确定了装备属性，苏魔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过渡装了。他把打满的大披风套上，属性再次迎来飞涨，法力值达到210多万，其他属性也都有上涨。战力评估轻松破300，达到了惊人的336星。还剩下35次幻境塔挑战，骑上炎火流星狙应该可以试试去打封神，但是次数不够。苏魔暗暗思索，封神演义跟三国群英一样，都是50层关卡，明显不够，但可以通过花钱来买次数，一次是3000万，3000万都够包一个了。苏魔对比着自己兜里的钱，悲催的发现一旦去买次数，自己要成穷光蛋了。得想办法把仓库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回笼一部分资金，最好弄几件套装临时过渡一下。庄强是商人职业，不知道有没有门路，晚上问他看看。晚上庄强如约而来，只是今天他换了一身骚红色的丝织衬衫，上面还绣着夸张的 Kiss Me， 真是骚包到了极点。刚见面他就跟苏魔来了个大大拥抱，同时笑道：这位兄弟，把你的腿收一收，顶着我了。苏魔无奈，只得商业互吹的回了一句：强子哥，好好的干嘛绊我呀？两人相视一笑，知己。结果就是前台小妹连连摇头，对旁边人说：看吧，昨天就是这个男的，他就是个零，这个帅的，哎。同事也摇头表示惋惜，可惜了这样的帅哥啊，天赐一杆枪要他做白马银枪赵子龙，谁知他偏要做搅屎笑话邢道荣。车上，庄强一边放着动感的歌曲随之摇摆，一边兴奋问苏魔：老弟，今晚带你体验个不一样的樱花的泡泡浴，
怎么样？泡泡浴？苏魔摇头，不了吧，泡泡浴看图选人，误差太大。噪音有时候太大，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庄强愣了一下，单手掌方向盘，另外一手伸出拇指，行家呀！苏魔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是把曹纯传授他的经验拿来用了。算了，都是 LSP， 还装什么白兔子？庄强饶有兴趣地问：“那帝王浴？”苏魔挠了挠头：“行吧，这个误差小一点，价格也合适。”嘿嘿，庄强笑得猥琐。苏魔瞅准机会，开口：“强子哥，我想买2件套装，不知道去哪里合适。”买装备？庄强瞥了他一眼，点头道：“淘乐购、蓝美这些都没有。”没有，那就只能去黑市了。庄强平静开口，不过那里的装备肯定要贵一些，毕竟有些装备来路不是很正规。啊？苏魔故作惊讶，来路不正的就算了吧，怕什么？庄强笑道：“黑市就是洗装备的地儿，能买就说明没问题。谁管装备的来路，到手了就是自己的了。那如果要在里面卖东西呢？”苏魔试探问道：“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吗？”卖装备？庄强瞥了一眼苏魔：“老弟，是你想卖装备吧？”“不是，是我一个朋。”“没事，黑市里有我点股份。”啊！苏魔吓了一跳，惊呼出声：“你说啥？”庄强失笑道：“怎么，你不信？”苏魔抿了抿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本想着试探一下的，这下倒好，被庄强一下看出来了。呵呵，庄强摇头笑道：“老弟，这就有点不厚道了哈，有赚钱的机会不介绍给老哥？你一个战斗职业者，还怕老哥宰你？”“那倒不是。”苏魔坦言，“主要是我这装备量有点大，怕引起别人觊觎。”“所以觊觎？”庄强摇头：“那你可以放100个心，黑市能在官方的默许下一直运转，自有其存在的道理。要是黑市没信誉，还不早就被人给灭了？你怕是不知道吧？黑市的运转，还有淘乐购、蓝美这些人的股份呢。”苏魔这才明白，黑市绝对不是自己想的那么乱，他甚至比淘乐购的管理还要正规。庄强继续安利：“不管你有多少货，在魔海没有我庄强吃不下的。”苏魔眼睛一亮：“那感情好。”第105章黑市交易行。第二天，苏魔一个人早早醒来，他不得不感叹，魔海到底是大地方，人们都很勤劳。昨晚的小姐姐已经起早贪黑的去赚钱了。他看了时间，还早，没好意思给庄强联系，决定先下楼吃点东西再说。没想到吃饭的时候，庄强就联系他了：“老弟，在哪？”苏魔想到昨晚商量的事，立马回他消息：“在吃饭，来吧。”庄强很快就来了。让苏魔意外的是，昨晚跟庄强回来的妹子居然还没走。妹子身着清亮，曲线优美，自然光线下脸蛋也有80分以上。看两人卿卿我我的样子，苏魔觉得有必要离开一下。“老弟！”庄强冲苏魔招手，径直坐下，示意妹子去拿吃的，自己则跟太爷一样坐着。苏魔诧异，压低声音：“强子哥，什么情况？你家中了？”庄强撇嘴：“开什么玩笑，老哥把他说服了。”“嘿嘿，老弟，论遛鱼，我不如你；论钓鱼，你不行。”苏魔有心反驳，但想到自己才18岁，欠缺的只是理论知识跟实践，心态豁然开朗，微笑道：“强子哥，莫欺少年穷，30年河东，30年河西。”庄强嘿嘿怪笑：“理是这么个理，但我当年也是这么跟我的好大哥说的，到现在仍不及他的风采。”在这方面吃瘪的苏魔不愿继续纠结这个话题，只是压低声音问他：“黑市的事什么时候方便？吃完饭就去呀。”庄强接过妹子递过来的早餐，笑眯眯介绍道：“来，丽丽，这是我的好弟弟。苏魔，认识一下，这是你未来小嫂子。”妹子撇嘴推了一把庄强，转身去给自己拿吃的了。一颦一笑，一扭一胯，摇曳生姿。苏魔诧异看向庄强：“小嫂子，阿强，你还真的？”庄强做事要砸苏魔，撇嘴笑道：“你可不要小看他，他可是整个静安黑市明面上的把头。”苏魔疑惑：“把头跟你干？这个？”庄强哼了一声：“瞧不起人是吧，老弟？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干一行爱一行。谁规定的把头不能揽私活了？业务又不冲突。”苏魔破了大防：“这尼玛，小丑竟是我自己！”丽丽很快来到，坐在庄强身边，眉来眼去，你侬我侬。苏魔心底一阵感叹，原来秀恩爱在旁人的眼里竟是如此恶心，自己要坚决抵制这种不良习气。一顿早饭连吃带聊，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期间，庄强跟丽丽不顾旁观者感受的互相探讨是起儿包饭好，还是隔山取火好。苏魔有种很强烈的感觉，逃。好在终于吃完，庄强终于想起来去办正事了。走吧，丽丽，再不走好弟弟要嫉妒死我了。妹子痴痴笑着，靠着庄强，
大不了我把我一个好姐妹介绍给他不就行了？你们俩做连襟。庄强嘿嘿怪笑，床上连襟也行的。丽丽娇笑，哥，只要你没意见，我是无所谓的。苏魔别过脸去，这等高手过招，只有曹贼能参与。庄强狠狠捏了一把，想得到美，还想同时得到2个绝世美男的身体，人贵知足。哥，庄强虽然嘴上的活整得挺花，但办事是真靠谱。出了酒店之后，半个多小时就带着苏魔跟丽丽去了一家至尊宝马会所。苏魔差点妈了，狗日的才上午，人家还没上班。出乎意料，进了店门之后的庄强却松开了丽丽的手，改为跟苏魔一起，一副客人模样。反观原本荤素不忌、任人揩油的丽丽，却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她单手提包，挺背阔胸的在前带路。苏魔有些意外，跟我来。丽丽带他们步行到了地下2层，又在一个暗格地方推开电梯，带着2人往地下10层而去。苏魔心神一紧，该不会被人算计吧？不过想到这2天跟庄强相处的点滴，又让他宽心不少。很快，他们在地下12层出了电梯。刚出门，苏魔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超大的地下商场，商场内人来人往，吵闹非凡，有不少3转、4转的职业者在其中闲逛，还有不少6转、7转甚至8转的职业者往来巡视。各种等级、品质的装备、材料、药剂，就像超市里的货物一样摆在架子上，供人随意挑选。有的人正在结账穿装备，有的好几个人同时看上一件装备，现场竞价，还有的人在反复对比2件装备。丽丽微笑跟苏魔说：“先生，我听庄强说您是想买5转套装，您可以到 C 区去看看，有看上的话直接告诉我举行了。”苏魔有些感激地看向庄强，看来庄强还是靠谱的，只说买装备，没说卖东西的事。他点头：“好，我去看看。”庄强则微笑道：“老弟，你随便看，我在这等你。”他冲苏魔挤了挤眼。苏魔会意，转身朝 C 区走去。果然，在这里他看到了不少套装，法师、战士、刺客，各个职业都有，但价格相较于外面却贵了5成以上。比如一件100级的贤者荣耀，在外面卖10个亿，在这里却卖16亿。但属性上，黑市的套装却是满属性，强化到加9的，甚至上面还打了2颗石头。显然，这件装备来路不正。接连看了几件装备之后，苏魔心底大致有数了。他准备现搞鞋子、裤子跟腰带3件套，称一下属性去打幻境塔，然后尽快6转，根据转职装备的情况再搞1-2件套装，3件装备差不多要50多亿。显然苏魔的钱不够，他上前问店员：“你好，美女，如果我要这一双鞋子，需要多少钱？”美女店员微笑道：“先生，上面有标价的是16亿蓝星币，能不能便宜一点？”先生说笑了，您能来我们这里，应该知道我们的规矩，谢绝还价的。可是我的钱不够，怎么办？您可以提供等价的装备或道具，也是一样的。女店员微笑道：“如果您对价格不放心，我们的 VIP 是有来自淘乐购、蓝美的鉴定官，他们会给出2家交易行的指导交易价，确保您的利益不受损失。”我去！苏魔意外，正规交易行进黑市，还给人做鉴定，真是让人意外啊！看来跟庄强说的差不多，这些交易行在黑市也有股份，黑市都这么透明了，这样一来他就不用担心被黑了。他点头微笑：“我想先卖装备，然后再买。”女店员一愣，接着大喜道：“好，好，先生请跟我往这边来。”第106章，黑市的人震惊了，他到底有多少红装要卖？进了 VIP 室，苏魔愣住了。中间一个大大的屏风挡着，四周都是高磁砂金打造的严丝合缝的一体式墙体。这种构造跟转职神殿一样，无人可以通过监视手段获知里面发生的一切。墙体上贴着字：“请不要做出与交易无关的举动。”一个窗口隔着防窥四屏风，这是要防我窥探里面的人。就在他正奇怪时，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声响了起来：“你好，想出售什么？装备、材料还是别的什么？”装备。苏魔惊讶发现，连他的声音也变了，成了一个沙哑的老年人。连我的声音也变了。苏魔仔细一想，反应过来，看来黑市对这些外聘的专家也不是那么放心啊。果然专业。麻烦您把装备放在这里。随着声音响起，一个戴手套的手伸出，在窗口位置点了点。苏魔点头，取出一件传说装备放在那里。红装。苏魔分明听到女声里带着震惊。显然，即便是红装，在黑市也很少见。您确定要把它卖了吗？确定。稍等。苏魔明显听出声音里带着激动。10秒后，温柔女声再次响起：“这件战士传说装备属性很不错，但等级太低，能撑到7转以后就得换掉，所以市面价格在22亿。”
不过你如果交给我私人，我愿意出24亿，20多亿。苏魔暗自点头。单件的红装属性虽说比单件套装多，但也不会太过分。毕竟套装后面凑齐了，可以开启更为契合的套装属性，这一点就是红装难以比拟的了。这时，另外一个中年男性声音响起：“我愿意出25亿。”苏魔意外，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不是只估价吗？难道可以现场卖掉？他忍不住问道：“是现在就能拿到钱吗？”当然。好，我卖给后者。稍等。不到半分钟，窗口里递出一张金卡，你验一下，没问题的话，装备就是我的了。这……苏魔愣了一下，这么便利的吗？他接过金卡，对着自己的母卡一贴，选择转入，卡里果然多了25亿，太便利了。好，没问题。那好，装备是我的了。话音刚落，中年男性伸手戴着黑手套拿走了装备。苏魔心思已经活络起来，这种交易方式正对他的脾气啊。于是他接连取出3件传说装备，这3件呢？死！一声声倒吸凉气声传来，屏风后的人震惊了，怎么又是传说装备？寻常时候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一件红装，今天却接连见到了4件，而且第二波的3件同属一个职业，级别要求、属性搭配合理，还具备套装效果。稍等，这3件虽是传说红装，但属性明显具备套装的效果，适应的等级也更高，3套在一起，我出150亿。这下中年男人没吭声，显然是不打算入手。另外一个声音响起，是个中年妇女，160亿。苏魔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乖，他想到了这3件能卖高价，但没想到会是这么高价，他以为3件不过百，没想到在黑市卖出了这么高的价，160亿卖出。他又拿出了几件，这下没人吭声了，现场一阵沉默。苏魔疑惑，怎么了？咋没人吭声了？此时屏风后的小隔间里，负责估价收装备的人已经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他们彼此见不着面，更不认识对方，却都视对方为对手，谁都不愿意开口，因为一旦开口就意味着失去了先机，对方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一点，把装备拿下。最主要的是他们震惊于眼前的一幕了，前后拿出10来件红装。红装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怎么感觉眼前的人是红装贩子呢？这也难怪，寻常人组队一次调宝撑死几件红装，还要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人去争夺，但苏魔不一样啊，他先是抢了黑熊岭弟兄的全部掉落，又接连杀了魁牛、金乌，夺了全部的宝贝，红装怎么可能不多？再加上他的趋吉避凶自带50%的装备出极品概率，红装也多了几件。眼看没人吭声，苏魔出声：“是没人看上这些装备吗？没关系，我再换几件。”什么？换几件？你还有？你等等，这几件我要了。屏风后面的人急了，也震惊了，更激动了。如果不是黑市的规则限制，他们现在就想冲过屏风，把对面的主顾拉到自己这边。几人几乎同时冒起一个想法，今天他们都要拿下一笔大单子了。我出180亿，这几件全要了。我出200亿，我出205亿，最后以205亿成交。从开始到现在不到5分钟，苏魔已经到手近400亿。即便他再镇定，也忍不住暗暗握拳。这趟黑市没白来。他看着仓库里剩下的几件极品红装，其中还有一件极品守护，一件极品法师帽子，一件极品战士武器，想了想，留了下来。其他的又卖了200多亿，前后，苏魔一共到手600多亿。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问他这么多装备从哪来的。不得不说，黑市就是 DL。瞬间的暴富让苏魔一下子有了底气，搞套装的钱有了。于是他起身说道：“各位，我的装备卖完了。”啊！几人略带失望，又明显松了一口气。这才合理嘛，一个人拿出这么多红装已经足够逆天了，要是再拿出别的红色东西出来，他们的心脏肯定要受不了了。事实上，他们哪里知道，若不是苏大爷升级自己的法神装备，他能拿出来更多的红装。再或者说把红装材料拿出来卖的话，价值只高不低。当然，这些红装材料苏魔留着有别的用处，是不可能拿出来的。他再次来到 C 区，指着一套名为盘龙套装的暴力法师套装，说道：“美女，这套装备我可以只要其中几件吗？”“当然可以，先生。”美女礼貌回应，但是只买其中几件的话，价格要比买全套要贵哦。您确定吗？确定。好，这3件总价60亿。喏，苏魔递出一张没刷母卡的金卡，里面是后卖的100多亿。女店员划走了钱之后，礼貌递上装备：“先生，这是您的了。”苏魔点头微笑，率先对着盘龙腰带咧嘴怪笑了起来。盘龙腰带，等级要求120级。介绍：
屠龙少年屠杀恶龙之后，抽取龙筋、龙皮制作而成，系上它，腰部犹如盘龙直上。不错，盘龙直上，很符合苏大爷的气质。第107章，五转属性碾压七转大佬，再战幻境塔。买了3件套装之后，苏魔又在里面逛了逛，有的柜台还有元素魔石、英雄印记卖。元素魔石的价格外面多少他不清楚，但是在这里却炒到了上千万一颗。但据苏魔所知，除了在幻境塔外面蹲守挑战者，就只能在高级工会里兑换，再不然就是上拍卖会了。他想了想，直接拿下200颗，整整20亿，真是花钱如流水，花的一点也不心疼，钱来的太快，花的也没感觉。至于英雄印记，苏魔看着价格暗暗啧舌，一共就几十枚，都快炒到1亿一枚了。对于这个，苏大也没兴趣，多去刷幻境塔就是了。黑市与地面上的交易行有着最大的不同，就是来这里的人似乎身上都裹着一层雾，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脸，就连他们的属性也得动用真视之眼才能看清。他这时才恍然意识到，是不是其他人看他的情况也是如此。果然，在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之后，那人明明是6转战士，结果却很客气恭敬的跟苏魔说了句对不住。他心生明悟，想来是来这里的人都是奔着交易来的，没人想在这里面结仇。这下他愈发放心了，索性取出几件别的职业套装到 C 区当场卖了，价格相较于柜台上的售出价多少低个1-2亿，苏魔也不在乎，反正他来黑市的目的就是销赃，更何况黑市给的价格比外面的淘乐购还高一些。一番倒腾之后，苏魔又变现300多亿，这下他的随身仓库除了传说材料跟一小部分的锻造石头，就再次空出大片地方了，又能出去刷 BOSS 打材料升级了。苏魔在里面来回逛了2圈之后，又花大价钱倒腾了一件极品属性的项链，这才喜滋滋给庄强发了消息。庄强，这么快就好了？苏魔，走吧。庄强，那你先到休息室等一下我等下去找你。苏魔皱着眉头找了休息室，很快有人送上来茶点饮料。20分钟后，庄强带着换了一身衣服的丽丽来找苏魔。从庄强略显轻浮的步子来看，这家伙刚经历一场大战，狗日的，真是一点时间不浪费。而他察觉到苏魔的目光，嗨嗨2声，那个跟你小嫂子情不自已。苏魔摆摆手，这种事没必要跟他说的。庄强随即不再解释，示意苏魔是办完了，那我们走。那好。庄强回头冲丽丽摆手，亲爱的，再见了。丽丽笑意盈盈给庄强做了个吞吐手势，摆了摆手。庄强嘿嘿怪笑，拍屁股就走。苏魔以手扶额，忍不住问道，强子哥，你不会真的遇到真爱了吧？怎么可能？庄强撇嘴笑道，老弟，这世上哪有这么多痴情男女，更多的还是被伤过心之后的逢场作戏罢了。那刚才的丽丽，嘿嘿。庄强怪笑，他以为做烂几个坛子就了不得了，可老够不知戳破了几面铜墙呢。苏魔摸摸鼻子，凑过去套近乎，强子哥，我有一个朋友。好说。与庄强一番切磋之后，两人终于分开了。庄强还要忙着卖票出海，苏魔则要继续升级转职。游戏世界里，每个人一如前世社会，活得如同一条社畜。苏魔找了家小酒店，开了钟点房，反锁好门，开始给自己刚买的套装升级。盘龙套装，鞋子、裤子加腰带，外加一串项链，都给强化到+15，把属性撑起来。苏魔看了一下属性面板，血量已经高达10万多，已经追上了7转的朱贤瑜的血量。法力值到了惊人的298万，双倍护盾值更是接近600万，普攻38000多，防御接近2万，战力评价425星。可以这么说，苏魔现在除了战力评价、敏捷值、力量值以及等级，其他面板属性已经碾压7转的朱贤瑜了。但这还是在苏魔没有戴极品帽子、套装属性还没开的情况，不是他不想开，是他的神级女娲石只有3块，打在法神套装上的话，才2件，开不了套装效果。打在盘龙套装上的话，他又担心浪费，一切得等打了幻境塔之后才能确定是不是打套装。一旦他像朱贤瑜一样，一身强化+15的装备，打满石头，再加上工会8级贡献的光环，属性势必更强。果然，装备称属性，接下来就是去打幻境塔，搞石头了。苏魔思索，去一趟淘乐购，搞几份攻略看看。不得不说，淘乐购的 VIP 会员身份真好用，价值几十万的详细攻略，苏魔一毛没花就搞到手了。他要的是《封神演义》跟《楚汉争霸》，至于《春秋列传》属于低等级的，没啥难度。《封神演义》共50层，难度比《三国群英》要大，到现在通关的人是有，但都是7转及以上的人，7转以下的人还没一个。
封神演义中每层奖励神之印记，积累一定数量之后也可以兑换奖励。通关之后的荣耀积分、元素魔石奖励跟三国群英一样。有意思的是，封神演义里如果击败多宝道人，四不像会有几率掉落意想不到的宝物。同时，通关之后可以用神之印记发起奴役寻宝，再次击败可驱使他去寻宝。寻来的宝物最低品质是紫色起，高的是金色套装、红色传说，并且有极低的概率寻到暗金装备。苏魔之所以选择封神演义，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毕竟他有真趋吉避凶加持，60%的幸运光环，不是盖的。当然，也有限制条件，奴役寻宝的人数限制在3人。至于楚汉争霸，一共40层，难度与三国群英相比略低，但需要注意的是，霸王项羽、兵仙韩信以及高祖刘邦这3个人的强度相比三国里的曹贼毫不逊色。苏魔记得之前陈家找他打幻境塔时，曾说过打不了三国群英的话就打楚汉争霸，里面的霸王印记一样有市场。看了里面的奖励之后，苏魔暗暗计算起来，一次3000万，10层是3亿，50层是15亿。第108章日不落贤者的误会。苏大爷再战幻境塔。樱花海域，一众日不落职业者面在海上往来飞驰。贤者罕见的失去了原来的从容，他一手持法杖，一手持水晶球，口中喃喃念咒。片刻后，他双眼灿若星辰，熠熠生辉。勇敢的王之守护诞生于光芒与荣耀之中，他将捍卫大地、捍卫主的神圣不可侵犯。光芒被乌云遮掩，骑士的黄金长矛沾染了鲜血。啊，那不是对手的，卑鄙的偷袭者，是他偷袭了骑士。他携无边火焰而来。啊！听到预言的爱德华凄厉惨叫，声音颤抖。贤者大人，您是说我的妹妹，我的挚友遭遇了不测？贤者没有回答他，双眼中银光更盛，水晶球里也像是有雾气在快速聚散。全知全能的主啊，您的忠实信徒在卑鄙的龙国出现了意外，为了维护您的威严与仁慈，请赐我看他一眼。水晶球内雾气聚又散，旁边的爱德华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看向水晶球，一大团火焰像花朵盛开，里面由远及近，朦朦胧胧出现一个人影。爱德华咬牙切齿，让我看一眼你是谁，我一定要杀了你。然而下一刻，意外发生了，只听到一声细微的咔嚓声响起，接着就是贤者骇然失色的尖叫声。不，啪！水晶球碎裂成碎片，在他手上，人影、火焰随之消失。贤者满脸惊恐，浑身哆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爱德华也震惊不已。要知道，水晶球是整个西方教鼎鼎有名的圣物，能窥视未来，能探寻真相，还能当作武器使用。没想到现在却像普通玻璃一样碎了。贤者大人，爱德华惊恐不安，怎么回事？贤者声音哆嗦，我们上当了，卑鄙的龙国人，他们肯定知道了菲利普的目的，居然派高阶职业者杀了他们。什么？只有高出我职级，且必须是顶级职业者的，才能躲过我的窥伺。贤者声音苦涩，整个龙国能有这种能力的只有区区几人，而火焰已经说明了他的身份。您是说，火神被龙国称为祝融在世的重礼，没想到这老怪物居然还活着。贤者咬牙，不好，日之塔！爱德华也反应过来，神情惊恐，那怎么办？联系大主教，让他留下龙国在日落海的职业者，以此跟龙国谈判。技能冷却完毕的苏魔正在前往魔海幻境塔，突然一道提示声响起，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自动遮掩了。苏魔皱眉，又有谁想要算计苏大爷？好些天没有的危机感再次袭上心头，得加快升级了。苏魔决定这次刷完幻境塔就赶紧升级做6转任务，越强大越有安全感。到了幻境塔，买了门票，他很快来到关卡内，看着封神演义跟楚汉争霸，他想了想，走向楚汉争霸。40层的楚汉争霸，先试试通关奖励如何？楚汉争霸简介：游戏世界特殊类关卡，出自某位大能之手，将未知世界的一段历史截取，施以造化之手，重现楚汉争霸的动荡年代。背景：秦师齐路，天下共逐之。汉王刘邦，楚王项羽，谁能入主中原，一统天下？通关条件：战胜40层 BOSS 项羽。等级限制：90级、200级。挑战次数：35。温馨提示：1. 遇到无法通过的关卡，可选择用轨道炸死卷轴通过，但该层霸王印记无法获取。2. 通关之后可额外获得30次挑战机会，继续挑战其他关卡。3. 可花3000万蓝星币购买一次额外挑战机会。检测到您已123级，符合挑战要求，
是否开启本次挑战？确定。眼前一花，苏魔进入一个巍峨宫殿的场景。第一层，公子扶苏，秦之一统，功盖三皇五帝。我为皇长子，当效父皇壮举。蒙毅、蒙恬何在？有强敌来犯，随我出征。第一层就来个下马威，公子扶苏挂2个护卫。秦之公子扶苏，传说，职业守卫战士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82560，力量9532，敏捷6258，法力5260，攻击力15258，防御35212，战力评估160星。技能祖龙之气，秦之守护，12金人，驱山夺，龙游天下。守卫大秦，誓死追随公子扶苏。帝国双臂蒙毅，传说，职业铁血守卫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152320，力量7256，敏捷4526，法力4458，攻击力7595，防御52521，战力评估150星。技能祖龙狂甲，铁血战阵，狂暴之力，无畏冲锋。帝国双臂蒙恬，传说，职业铁血守卫5转，级别123级。苏魔摇头，楚汉争霸关卡虽然强度比不上三国群英，但奇葩层数却不少。像第一层明显就是耍无赖，3打1不说，还是3个大肉。不过这对于苏魔来说问题不大，他们虽然肉，但是速度太慢，打肉的话直接一发禁咒就可以了，刚好试试新技能的威力。苏魔抬手祭出一记禁咒，纵横真龙棋局，纵横交错的棋盘再将3人笼罩其中，黑白棋子一一浮现，对撞爆破。受到攻击的扶苏3人开始朝苏魔冲来。祖龙之气，祖龙狂甲，血战狂兵，3人施展技能加速冲向苏魔。然而棋子的爆破，纵横之道的不断变换，让他们每动一下就要抽搐一下。猛！扶苏冲锋不到4米，一句话被强行中断了不下6次。战士输出是强力，但有一个前提，得能近身。不能近身的战士只能称之为肉靶子。很不幸，面对不讲道理的苏魔，他们只能沦为肉靶子。纵横真龙棋局的持续控制加吸血，再加上苏魔的素元之息的双吸，眨眼间将扶苏吸得面黄肌瘦，腰膝酸软，伤害随之节节攀升。负526825，负653580，负725200。随着苏魔装备打造之后，他身上的法穿也堆得很高，法爆伤害也得到大幅提高。苏魔抬手平 A， 伤害相较之前也得到大幅提升。负52620，负58635，负66520。可怜的扶苏3人组在面对持续削减抗性、持续控制，前后不到3分钟就被苏魔分别选死。提示声随即响起，恭喜您击败了公子扶苏，获得霸王印记 X1。第109章1亿5000万买挑战，奖励划算的很呐。第2层胡亥加赵高，一个刺客，一个猥琐控制，恶心的一塌糊涂。苏魔也不惯着，直接一记密言法阵沉默技能，继而几发普攻带走，获得霸王印记 X1。第3层李斯加韩非，双强力法师，一个毒伤，一个强控加法爆，又是一记森罗万象把2人摁在地上，活活勒死，获得霸王印记 X1。3层过后，这才恢复正常，一关只有1个英雄把关。可以说前3层人多难过，给的奖励还巨坑。不过3层之后就豁然开朗了。此后的英通、周氏、英布、钟离妹等人都好过得很。有意思的是，30层的大法师陈平被打出了复活，复活之后还反手给了苏魔一个持续流血，直到苏魔流到下一层，遇到张良时还没停止。结果刚进31层，苏魔就被张良开启了强控，摁在原地，掉血速度加快。然并卵，等到张良一套技能打完，苏魔才掉了50万的护盾值。愤怒的苏大爷索性连技能都不放了，直接平 A 走起。最后苏魔的法力值还没抽回来，反而是张良被抽死了。接下来的项梁、周勃、曹参平平无奇，都是被苏魔一发禁咒搞定。到了35层，刘邦这一层是一个坎，也是苏魔免费次数的最后一次。刚到35层，没见到刘邦，就听到他猥琐的声音响了起来。良心是什么？能吃吗？你我有结拜之意，我爹就是你爹，杀我爹就是杀你自己的爹，天下人笑话的是你，又不会是我。你让项庄舞剑，不就是想杀我吗？今日你被围，再勇武
又能如何？什么？你要单挑？哈哈，真是蠢啊！能群殴，何必要单挑呢？画面一转，前面已经被苏魔砍死的樊哙、张良、萧何等人纷纷复活。呵呵，比人多。苏魔冷笑，却不慌不忙，抬手一记亡灵天灾。一瞬间，在他周围，阿尔萨斯、血魔、奈奥祖等人率领天灾军团出现，怒吼着冲向张良、樊哙等人。这下刘邦阵营慌了神。张良的大给到了卡尔萨斯身上，陈平的墨守成规控住了一个兽人战士，萧何奇谋法伤则跟奈奥祖对轰上了。刘邦换出来的只有10几个，哪里能跟苏魔的50多军团相比？人群中，一个手持巨剑、身后白蛇虚影怒啸的高大男子从容走出。刘邦，汉高祖刘邦，传说，职业血龙战士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562034，力量15232，敏捷12526，法力12501，攻击力19655，防御48540，战力评估300星。技能十面埋伏、战意瓦解、天子之威、白蛇护体。苏魔把守100，剩下的30多天灾军团纷纷冲了上去，将刘邦围在中间，开始疯狂围殴。愤怒的刘邦开始疯狂刷战意瓦解的被动，不断削减天灾军团的攻击。可怜的刘邦本想围殴别人，不想却被别人围殴。虽然他可以不断削减攻击，但遭不住砍他的人多呀。尤其是天灾军团的战力直接跟苏魔的战力挂钩，苏魔的战力上升到400多星，他们的战力跟着也是如此，并且在防御、血量、面板攻击上，他们的属性甚至比苏魔还要高。前后2分多钟，刘邦的小弟们还活着，反而是他先被苏魔带人砍断气了。很快，在亡灵天灾3分钟时效结束之前，整个35层的对手全倒下了。周围充斥着刘邦死前的不甘怒笑，真的是大意了，唉，太无情。奖励声音随之响起，恭喜您击败高祖刘邦，获得霸王印记 X8。您的挑战次数已用完，如想继续挑战，需要花费3000万蓝星币购买一次挑战机会。是否购买并前往下一层？购买。第36层买挑战龙且战胜。第37层买挑战鱼子期战胜。第38层买挑战范增战胜。第39层买挑战虞姬依然是战胜。直到第40层仍旧是买挑战。苏魔终于见到了在前世地球传响千年的霸王项羽了。乌骓马、暗黑甲、霸王古矛，威风凛凛，霸气侧漏。旁边还有换了一身疾风射手劲装的射手虞姬，一声声回响在40层荡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我命由我不由天，这该死的命运不配做我的对手。天不容我，我必逆天。刘邦小儿，可敢与我一战？楚霸王项羽，传说，职业血怒战士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1225400，力量42460，敏捷35640，法力36425，攻击力46548，防御853,540，战力评估360星。技能霸王神戟，疾乌骓马，陷阵冲锋，破釜沉舟，无双霸王斩。美人虞姬，传说，职业疾风射手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622500。夫妻档。苏魔点头，抬手一记普攻打出去，狗链子随即拴到了项羽身上，伤害被减得够呛，但双吸效果却连上了。不出意外的话，5秒之后项羽就要成移动的高级步兵了。而受到攻击的项羽也暴怒开启陷阵冲锋，骑着乌骓马就往苏魔冲来。与此同时，虞姬一声娇呼，大王勿忧，妾这就为你舞一曲排忧解难。虞姬的解控技能大风来触发了，下一刻苏魔的溯源之息被轻松解掉。项羽如天神下凡，一戟戳向苏魔。苏魔看了一眼，不愧是霸王，这戟又大又长又黑，这要是被戳一下肯定很疼，但苏大爷怎么可能坐等被捅？他抬手一记劫噬魂技妖打了出去，啾！项羽变成了吉吉国王，虞姬成了毛毛，两只猴子原地乱转，愤怒叫唤。苏魔咧嘴一笑，抬手照着吉吉国王普攻而去，一下、2下、3下，变成猴子的项羽只能被动承受伤害。苏魔的狗链子再次伸出，连上了项羽。1秒、2秒、3秒、5秒过后，吉吉国王神色萎靡，声音都弱了几分。苏魔反手去 A 毛毛，
可怜的毛毛唧唧乱叫。1下、2下、3下，又5秒过后，项羽跟虞姬双双恢复。但此时项羽已经空蓝，骑着马跟没头苍蝇一样，围着苏魔乱跑，伤害不疼不痒。而虞姬、苏魔都懒得看他，一个纯物理伤害的选手，根本对苏魔没有什么伤害。他只是对着项羽开始胖揍：“你不是要对轰吗？苏大爷满足你。”结果就是虞姬被生生弹死，项羽被苏魔连敲带吸也送走了。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您击败了楚霸王项羽，获得元素魔石 X10。恭喜您通关楚汉争霸关卡，奖励荣耀积分800分。恭喜您通关楚汉争霸关卡，奖励幻境塔额外挑战30次。恭喜您通关楚汉争霸关卡，奖励荣耀积分800分。恭喜您首次挑战及通关楚汉争霸关卡，额外奖励霸王印记 X50。恭喜您零死亡通关楚汉争霸关卡，额外奖励元素魔石 X20。恭喜您创下通关楚汉争霸关卡最低等级记录，额外奖励荣耀积分800分。”苏魔撇嘴，奖励到底少了一些啊。不过1亿5000万换了这么一堆东西，划算的很呐。第110章继续挑战封神演义，狂赚荣耀积分。苏魔清点了一下打完楚汉争霸的所获，加上之前三国群英的奖励，他现在还有2600的荣耀积分。除此之外，他还有英雄印记50个，霸王印记255个，元素魔石除了在黑市买的，他在幻境塔得到的还有100来个，足够升级用的。他没有选择立马挑战，而是看了一眼幻境塔兑换商店里的东西，用荣耀积分能兑换什么东西。荣耀积分可兑换的东西不少，大多是一次性消耗品，有双倍经验卡、BOSS 变身体验卡、神仙水、经验包、元素魔石、元素珠、神级七彩石、神级洗炼石、神级女娲石等等。苏魔直接跳到神级女娲石上，眼神一缩，好家伙，1000积分才兑换一颗神级女娲石，好家伙，他还以为自己可以轻松整个3件套呢，没想到还不够。但这并不妨碍直接用荣耀积分兑换了2颗，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担心到时候开法神套装没有石头了。现在5颗神级女娲石在手，足以支撑他开一个3件套。他果断将盘龙套装的3件套属性开了出来。盘龙套装的3件套效果有3个：1、3件套增加基础法术攻击力 20%； 2、增加法术威力 20%； 3、增加法力值 20%， 妥妥的法爆装备。苏魔当时从几件法师套装中选择这套盘龙套装，除了是3件装备各自的属性，还有就是3件套的属性，直接让他的面板属性更上一层。法力值逼近360万，护盾值也接近720万。可以说，只要不遇到真伤，苏魔现在就是比血牛还肉。除此外，他的面板攻击接近4万6，战斗属性直接466星，骑上炎火流星狙，战力值轻松破500。看着仓库里仅剩的2颗神级女娲石，苏魔果断选择继续刷关卡。封神演义，封神演义的难度远在三国群英之上。苏魔看过攻略，心底多少有几分胜算，再加上接连通关2个关卡，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试试更强的难度。于是他走向封神演义。封神演义简介：游戏世界特殊类关卡，其来源不可知。有人说它随着游戏世界的降临而出现，还有人说它存在于游戏世界之前。真相究竟如何？等你揭晓。背景：600年人皇统治，大地康宁，天帝、人皇、民主共治3界众生，天道渺渺，人道茫茫，鬼道幽深，得3道一统，即为主宰。通关条件：战胜50层 BOSS 太公姜子牙。等级限制：90级、200级。挑战次数：30。检测到您已123级，符合挑战要求，是否开启本次挑战？苏魔看着关卡介绍，有些疑惑。区别于三国跟楚汉，封神演义的背景强调了这个关卡的来源不可考，是故弄玄虚还是另有所指？苏魔暗自摇头，直接选择了确定。第一关申公豹，封神之影，申公豹，神，职业渡劫法师5转，级别123级，生命值10万，力量8250，敏捷8555，法力156、3540，攻击力36264，防御30212，战力评估300星。技能封神劫、勾神影、五雷鞭、劫夺志。不等苏魔动手，申公豹率先出手，一道五雷鞭直接甩出，将苏魔沉没。苏魔想要使用神罗天征清除负面状态，结果悲催发现神罗天征也是灰色的，无法动用，就连炎火流星狙的气血盾也无法清除这个负面状态。但苏魔不慌不忙，并不意外，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封神演义》第一层的 bug， 不管是谁，必须先吃申公豹一记五雷鞭，被沉默不说，还会受到打量伤害。所以，像刺客、射手以及普通法师要打《封神演义》，基本上都要做好第一层就复活的准备。事实上，也正是这第一关申公豹的强势，导致即便是高阶脆皮战斗职业，也没人愿意来打封神。然而，苏魔可不是一般人，高近700万的护盾值，面对申公豹的五雷鞭，他只是撇嘴冷笑。法力护盾掉了80来万，寻常的职业者肯定就没了。但这不包括他。等着申公豹的五雷鞭的缴械效果结束，他在技能面板发亮的第一时间选择释放雷霆之主，用雷霆击碎黑暗，顺便也让申公豹知道一下到底什么才叫雷霆。结果只是一个照面，前一秒还嚣张不可一世的申公豹，下一秒就被雷活活劈死。恭喜您击败了封神之影申公豹，获得荣耀积分200。苏魔点头。封神演义跟之前2个关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直接奖励荣耀积分，想换什么就换什么，而且上来的申公豹奖励就是200。当然，因为申公豹相当于守门人，所以实力相对较强，奖励的也多。到了第2层是战士陈同，实力是250星，被击败之后，苏魔获得了50荣耀积分。到了第5层，击败了胡喜妹之后，苏魔得了80积分，他的所有技能都进入了冷却状态。看着剩下的45层，苏魔果断使用天威浩荡，瞬间除了天威浩荡以外，所有技能进入冷却状态。当然，苏魔的法力值也在瞬间少了近1/3的法力值，他只得站在第6层的 bot 点镜等回复。10几秒后，苏魔满状态站到了守关大将哪吒面前。面对哪吒的无敌风火轮跟魂天灵，苏魔果断使用劫噬魂技妖将其变成小宠物，这次终于变出了喜羊羊。愤怒的小羊咩咩咩叫个不停，结果却被苏魔生生抽干了蓝，再也翻不动了。最后法抗被削减成负数的哪吒被生生 A 死。就这样，苏魔一路凯歌来到了20层，多宝道人守关。苏魔兴奋搓手，费了这么多功夫，就是为了见你啊！第111章，击败多宝道人，驱策寻宝。苏魔这次之所以要花大价钱买挑战次数，目的之一就是冲多宝道人、四不像等来的。因为在幻境塔里面，多宝道人是为数不多可以掉宝物的关卡。让他倍觉操蛋的是，多宝道人居然是个守护型肉盾。单看面板属性，多宝除了肉就是回复高，400级的守护与肉盾回复堪称恐怖。他居然可以顶着苏魔的禁咒扔道具，失策了。苏魔暗暗皱眉，他以为多宝道人只是个肉，抽干他的法力值就可以了，哪知道这狗日的血量回复是被动，只要受到攻击就加速回复，所以他的血几乎一直卡在80%左右。最让苏魔郁闷的是，这狗日的不靠技能打输出，靠道具。多宝道人使用了召唤卷轴，召唤了截教妖兵 X10。多宝道人使用了减伤卷轴，受到所有伤害减免30%。多宝道人使用了雷击卷轴，将对整个20层发动雷击3次。多宝道人使用了长命卷轴，免疫伤害5秒。多宝道人使用了振奋卷轴，地方单位的属性全方位加强。苏魔被磨得火大，他现在算是明白多宝道人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了。这狗日的确多宝，这么多卷轴像是不要钱一样被他接二连三扔出来。苏魔咬牙切齿，翅膀切换成惊天圣威，祭出一记森罗万象，强行全图硬控。接着是一套劫天人咒怨，让多宝道人陷入虚弱沉默，受到所有伤害加50%。一边是必定暴击，一边是沉默加控制，多宝道人的血量终于飞快的下去。苏魔瞅准机会，直接一发死亡意志将他带走。恭喜您击败了多宝道人，获得120荣耀积分。接着就是哗啦啦一通响，在多宝道人死掉的地方出现了不少闪闪发光的东西。果然掉宝了。苏魔上前一看，咧嘴笑了起来。一层消耗4个禁咒的不快一扫而空。截教妖兵召唤卷轴 X3， 真言妖灵法杖 X1， 元素珠2块，分别是加气血跟加蓝的。春秋印记 X3， 霸王印记 X2， 英雄印记 X1， 元素珠 X3， 200级以下通用秘境令 X1。 不错不错。苏魔喜出望外，除了卷轴对他来说不咋地之外，其他都是好东西。真言妖灵法杖是一件金色法师装备，对苏魔来说虽然不好用，但可以卖钱。这一件就能抵得上这次挑战幻境塔的30-40层费用了。至于200级以下的通用秘境令，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只要苏魔凭着这一枚令牌，任意刷个传说秘境，收入不会低了。让他着实意外的是，在封神演义居然能掉其他幻境塔关卡的奖励。这要是其他层也掉，别说3000万一次，就是3亿苏大爷也乐意啊。收起所有掉落，
他这才注意到，在自己的属性面板下多了一块幻境塔界面。进入其中，苏魔发现上面有个卡片一样的东西，上面赫然是多宝道人的头像。多宝道人介绍：幻境塔守关英雄，再次击败可驱策其外出寻宝，最低3件，最低5件，发家致富的机会就在眼前，你还在等什么？苏魔看了一眼技能面板，意外发现所有技能都在冷却状态。这是……苏魔仔细研究之后才反应过来，幻境塔的幻字在此时才体现出来，他可以在幻境中击败多宝道人，并让他给自己寻宝，这就简单了。苏魔依法炮制，仍旧是森罗万象，劫天人咒怨，外加一发死亡意志，再次击败多宝道人。恭喜您成功俘获多宝道人，您可以强行驱策他为您外出寻宝，3天之后他将带着宝物返回。是否驱策？是。苏魔毫不犹豫，等的就是这一刻。很快，多宝道人头像的卡片变成了灰色，上面打了一个标签：寻宝中，勿打扰。还可以这样？苏魔哑然失笑，收拾心情，继续。21、22，一直到30层，苏魔还剩8发禁咒，看来今天是注定不能通关封神演义了。30层首关 BOSS 是四不像，四不像虽然是兽，居然是个肉盾职业，450星的战力，纯对肉的情况下，让苏魔差点破防。好在有了多宝道人的前车之鉴，苏魔这次直接一发怨灵噬魂加火魔战，自己再进身以神罗天征普攻刷伤害。即便如此，3发禁咒下去，他还是打满了3分钟才弄死四不像。四不像的掉落则让苏魔有些意外。仙灵草 X10， 灵芝露 X10， 玄蛇肉 X5， 这些名字看上去不像是宝物，反而像是材料。然而他看了一眼之后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给做齐的。仙灵草，传闻来自昆仑山的仙家灵植，蕴含无尽灵气，可谓是飞马、灵居、仙禽，提升等级。灵芝露，来自北方大泽深处的灵芝玉露，蕴含无尽灵气，可谓是飞马、灵居、真禽，提升等级。这是给坐骑吃的。苏魔一拍脑袋，这才反应过来，自从得到炎火流星驹之后，他就一直在30级，战力也只有30多星，也该把炎火流星驹整整了。他将掉落的灵材尽数喂给炎火流星驹，属性自然又涨了一波。不过灵材太少，炎火流星驹只涨了11级，战力涨了12星。想到自己如今已经100多级，如果炎火流星驹也成长起来的话，岂不是意味着他可以轻松到600星？他决定出去之后一定想办法把坐骑也给整一整。而经历多宝四不像2层之后，苏魔也终于意识到肉盾守护的恶心之处，不怕肉盾太肉，就怕肉盾回复太高。当然，这也就是在幻境塔，英雄的强度都是按照最强的来。放在平时，5转的守护能到200-300星就已经是顶级职业者了。哪个肉盾能像环境塔的连吃他3道禁咒？看着只剩下5道禁咒，苏魔不禁感叹自己的技能还是太少了，平 A 了好几层攒下的禁咒，最后2层肉盾给消耗掉了。他再次将四不像俘获并驱策寻宝之后，没有继续挑战，留几发禁咒防身。在俘获了四不像去寻宝之后，苏魔退出封神演义，再次来到幻境塔商店，准备再换东西。第112章，时间类技能书必须搞到手。要说这次幻境塔最大的收获，一定是荣耀积分。通关楚汉争霸得了1600积分，而只奖励积分的封神演义在30关里打出了3650积分，一共5250积分，足够苏魔小小挥霍一下了。他兑换了2颗神级七彩石，一颗加12%攻击力的元素珠，一颗神级女娲石。有了5转荣耀积分兑换勋章的事，苏魔不敢一次性全用完，必须留1000多积分以防万一。2颗七彩石给神者之辉打孔，再把加法力上限跟加攻击力的元素珠打上去，苏魔的战力又迎来了一波小幅上涨。480多星的战力，法力值逼近400万。这个护盾值，只要对方不是像他一样身上自带 bug， 苏魔有信心升扛7转以下所有职业者的攻击，当然真伤除外。看着剩下的5发禁咒以及自己5转可怜的123级，他决定去找个地方升级去。6转之后，他的法神套装属性开启，肯定又是一波上涨。哪里比较合适呢？苏魔暗暗思忖，最稳妥且保险的法子其实是进秘境。他想到了自己在还有3枚黑熊岭秘境令以及1枚通用秘境令。苏魔看了一眼升级导航，检索到江兜地界，发现黑熊岭果然升级成了一个传说秘境，等级限定在120-300，这是一个中高级的秘境，适合的职业者是5转到7转。7转，苏魔摸了摸下巴，想到朱老的属性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就放下心来去了。苏魔转身去了传送站，开启传送。前后不到1个小时，苏魔就从数千里之外的魔海出现在了前往黑熊龙秘境的路上。然而
莫等他抵达黑熊岭，就收到一条消息：主子，时间类的技能书您要吗？是江映雪。苏魔一个机灵，时间类的技能书，这可是极为罕见的法师类技能书，任何一本都价值连城。其他系的技能书只要钱花得到位，基本都能搞到，但时间、空间这两类却是有限都难弄到。毕竟这两种法术的威力本身就太过逆天了，一旦苏魔掌握了时间类禁咒，威力得有多强？他立刻发了消息：哟，在哪？江映雪，我在江都，一直在守着揣着技能书的人。敦人。苏魔心思一动，这是要刺杀别人，还是圈套？但想到时间技能书，苏魔还是打算冒险一试。见面之后，如果发现势头不对，他就立马下杀手。再说了，上次江映雪遇到他时，他可是才200多星4转的实力。他立马打消去刷黑熊岭的想法，发了个消息：给我个具体位置，我过去找你，见面再说。江映雪给的定位在江都东南，一个叫碧波湖的6转副本，这也跟江映雪的级别相吻合，问题应该不大。等到他快赶到的时候，给江映雪发了消息：在哪？江映雪，我在碧波湖入口处。入口处。苏魔点头，看来问题不大。他收了翅膀跟坐骑，临近碧波湖时，他远远的瞧见江映雪身边跟着3个年轻男女在碧波湖附近游荡。3个人，2个6转，1个5转，战力从130几星到170不等。法师、战士、守护，再加一个刺客，典型的刷副本组合。苏魔发了消息，让江映雪回头。江映雪急匆匆冲了过来。主子！江映雪不管其他3人诧异目光，低声说道：他们进去了，估计再有一会就出来了。怎么回事？苏魔皱眉：你确定对方有技能书？江映雪点头，151时将事情始末说了大概。原来是昨天他们在另外一个副本刷 BOSS， 眼看着就要收工，结果被3个刺客隐身过去偷了 BOSS。江映雪还被对方刺客摸了一刀，法师也受了重伤。而江映雪当时离 BOSS 最近，亲眼看到一本叫做双倍时速的技能书被人一把捞走。为了证明自己所说非虚，江映雪掏出3本法师技能书递给苏魔。苏魔一边接过技能书学了，一边思索这其中的可能性。跟江映雪组队的3人小心，好奇地打量苏魔。他们自然知道江映雪的实力，尤其是那个法师看向苏魔的时候更是满怀兴趣。他很想知道，身为法师的苏魔明明该惧怕刺客的，怎么就反制江映雪的？苏魔不管几人心思，看着新进化的3道禁咒，控制禁咒得牙裂突与封神之佑，以及一个奇葩伤害禁咒浴血重生，暗暗点头。江映雪明显是用心在搜罗技能书，3本品质都属精品之列。他思索了一番之后说道：我可以出手帮你们报仇，但如果对方没有时间类技能书怎么办？江映雪郑重说道：主子，你放心，一定有。那本技能书被我标记过，到现在那印记还在。好。苏魔点头摆手，让他们3个离开吧，你跟我进去就行了。啊！几人吃了一惊，你要自己进去？那可是3个刺客，连映雪都着了他们的道。他们3个有超强隐身技能，还有瞬移技能。江映雪也皱眉道：主子，就我们2个人的话，吃亏的。苏魔摇头：我说了不用就不用，只需要你进去，在我动手的时候把他们制住就行了。不等江映雪质疑，苏魔径直朝里面走去。真有时间类技能书的话，算你给了我10本。江映雪眼睛一亮，直接跟上，摆手冲3名队友招手：你们先离开吧，我回头去找你们。你！3人迟疑，但看到江映雪那么坚定，他们也不再强求，叹息着离开。一个法师再厉害，能反制一个刺客已经是极限了，怎么可能1挑2挑3？看来他们要失去一个长期固定的队友了。江映雪虽然进副本很坚决，但心底还是很慌的。他忍不住问苏魔：主子，你上次破我隐身的技能能发挥作用吗？苏魔知道他在担心，微笑道：有啊，怎么了？江映雪目光熠熠：好，只要主子你能破掉3人隐身，制住其中1人，剩下的2人我拼着重伤也能拿下。说话间，他径直取出几样道具，脸上泛起一阵肉疼，但还是咬牙全用上了。眨眼间，江映雪的战力从160多星飙升到了190多星。看着属性瞬间蹭蹭蹭往上涨的江映雪，苏魔皱眉问道：你干什么？江映雪脸上泛起一抹果决：这是我从神秘商店买来的消耗道具，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原本打算在7转的时候用的，算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苏魔神色古怪：你这是嗑药？第112章。苏魔，你们的报应就是我。看到江映雪嗑药，苏魔颇为无语。看来那句1本抵10本对他的鼓舞很大。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说明里面的人真的有技能书。主子，
那3个刺客跟其他刺客不一样，一个是极为少见的血刺，一个是极限输出刺客，还有一个会造分身。江映雪小心介绍，我可以压着血刺跟输出刺客打，但那个分身刺客……分身？苏魔点头笑道，交给我。江映雪舒出一口气，悄然上前，主子，前面就是，等下我隐身摸过去，先出手。他们不隐身，我可以先做掉一个。如果他们隐身，就得靠你了。可以。江映雪再无疑虑，估摸一下距离，开启隐身状态。他回头看向苏魔，发现苏魔正盯着他。他又走了几步，发现苏魔的目光还在随着他动。江映雪又惊又喜，惊的是苏魔真的能看破隐身，喜的是他不用担心跟对面的刺客互相隐身乱摸了。就在他准备加速时，苏魔轻声提醒，等一下。您有队伍邀请，是否加入？江映雪看到提示消息，愣了片刻，选择同意。事实上他心底还在奇怪，又不是组队刷副本，干嘛还要组队？他看了一眼队伍信息，一片乱码。江映雪心底愈发疑惑了。走吧。苏魔提醒。哦，是。江映雪压下疑惑，抽出2把短笔，猫着腰进入隐身前行状态。在他身后，一串残影被拉了出来。显然嗑药的江映雪速度变快了。苏魔快步跟上，直奔目标而去。此时在碧波湖内的一处拐角，由3个刺客组成的怪异队伍正围着 BOSS 不停走位攻击。3人旁若无人，1个刺客负责扛，2个刺客负责输出。3个人居然有7个身影在同时攻击，其中5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显然这个刺客能制造分身。眼看着 BOSS 就剩最后一点血了，3人都下意识咧嘴笑了。接连抢 BOSS， 偷人头，自己再刷一点，这样升级真的快啊！偏偏他们的职业特殊，没有哪个刷怪组合敢招惹他们。附近，苏魔2人已经悄然靠近。江映雪低声道：“我先偷袭暴力刺客，主子你跟上。”苏魔摆手：“你放心去，得手最好，不能得手就立刻撤回。”江映雪心底一暖，他这是关心我吗？他深吸一口气，悄然摸了过去。BOSS 这时候还剩最后几刀。突然，输出最高的那个刺客猛然意识到强烈危机，舍了最后一刀不补，瞬间隐身不见。一柄绿油油的匕首在他消失的地方倏地出现，跟着消失不见。另外2人跟着反应过来，怒斥一声：“敢偷袭我们，找死！”分身刺客转身一眼瞥见孤身前来的苏魔，不用想都知道苏魔正是偷袭者的同伙。他低喝一声：“血刺，你收了 BOSS， 我来解决这小子。”下一刻，连他在内的5个一模一样的身影从各个方向奔向苏魔，各自在身后拉出一道残影。苏魔冷笑不迭，抬眼看去，真视之眼发挥作用，5个身影齐刷刷的往下掉血，转眼间掉了近1/5。真视之眼破分身、隐身、镜像，尤其是对分身、镜像效果具备持续打击能力。呵，苏魔冷笑，这个分身刺客够鸡贼的，在冲向他的瞬间就又造了一个分身，自己则顺势隐身，悄然靠近苏魔。对其他人来说，只怕一不小心就要着了道，但苏魔没有。他抬手一法杖，直接祭出一道刚学的控制禁咒，封神护佑。于是以苏魔为中心，周围快速刮起了一道龙卷风。分身刺客刚靠近苏魔，还未反应过来，就被龙卷风卷起，像拧麻花一样将他跟分身卷到了一起。不远处正准备补刀的血刺手中匕首还没挥出，也被龙卷风巨大的吸力给强行拽了过来。就连残血的怪物也被龙卷风生生拉向苏魔，细密的伤害溢满所有人的视野。-5685、15550、5625，-12821、5598、13284。眨眼间，分身被尽数搅碎，分身刺客的血量不足1/3，血刺的血条像是漏了的筛子，开始蹭往下掉。不仅如此，被江映雪偷袭、被迫隐身的暴力刺客也被龙卷风无差别卷了进来，被迫现身。他满脸惊恐地看着自己被狂风破了隐身，血量也在瞬间下降近1半。不！暴力刺客惊恐尖叫，但他很快被暴风撕扯成了碎片，消失不见。装备、技能都没掉，有复活。苏魔摇头冷笑，隐身加复活，难怪敢这么嚣张抢别人的 BOSS。 他径直走向残血的 BOSS， 龙卷风如万千法刀将 BOSS 凌迟处死。哗啦啦，装备材料掉了不少，分身刺客也随即消失。至于血刺，也只剩1/3不到的血了。江映雪显出身形，满脸惊恐。他现在才明白苏魔为什么要组他为队友了，不是组队的话，他也会像另外3个一样被风撕碎。主子竟然这么强！江映雪心生后怕，他本以为苏魔够强了，谁知道还是不够。什么以1敌3，这完全就是碾压。
江映雪满心敬服，对成为苏魔的经验奴隶再生不出一丝反抗之心，还是老老实实给他凑技能书吧。江映雪心底暗道，至少他是个讲道理的人，还护犊子。他竟然心生一种奇怪的甜蜜，就好像霸道的白马王子保护心爱的公主。要知道，主子苏魔跟这3个刺客没结仇啊，虽然是为了技能书，但他肯定是因为我被偷袭了才下杀手的。江映雪内心笃定，心底甜蜜更甚。他哪里知道苏魔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给自己留后患的事一定不能干。看着重新复活的2个刺客竭力想要挣脱出龙卷风，却又被撕扯而回，苏魔面露讥讽：恶人自有恶人磨，苏大爷就是你们的报应。第113章时间系禁咒，时间长河。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3声响过，3个刺客依次领了盒饭，装备也哗啦啦掉了出来，或是3件，或是5件套装，以及一些强力药剂，但这些都难入苏大爷的法眼。他直接看向掉落的几本技能书，坦克的铁血战役，射手的风之青女，这些都被他自动略过，直接看向最后一本双倍时速，果然是法师技能书。苏魔大喜，捡起来翻看，双倍时速，主动技能，时间系技能，施展后可加速自身装备技能时间流逝速度，法力消耗1000，冷却时间300秒。苏魔心底一凛，寻常技能冷却一般都在2-3分钟以内，法力消耗也不过300-500，但这个双倍时速的消耗明显超标了，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时间系技能的强大。这一趟不白来，果断学习。受法师之源的加持，双倍时速进化为时间系禁咒，时间长河。时间长河，主动技能，时间系禁咒，时间长河，以时光洗礼，重塑一切。主动施法后实现3种技能效果： 1. 流逝，加速时光流逝，所有人、道具、技能的时间作用加速，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加速时效也有不同。 2. 凝滞，让时光停滞，所有人、道具、技能作用停滞，持续3秒。 3. 回溯，回到5秒之前的状态。唯一被动似水流年，缩减所有道具、技能自身除外，类冷却时间 50%， 法力消耗3万点，冷却时间2天。我勒个去！苏魔在看自己的技能，1天变成半天了，2天成1天了。原本冷却不到一半的禁咒，现在看着快要冷却完毕了。然而这还不是时间禁咒的强大之处。第2效果，凝滞，让人、道具、技能作用停滞，持续3秒。对于任何职业来说，1秒都可以扭转乾坤，更何况是3秒。3秒，苏大爷能放几发禁咒？这一趟何止不白来，简直来得太对了。苏魔心情大好，把坦克技能书收了，看向略显紧张的江映雪：这些东西你都给你了？什么？江映雪满脸震惊，这么多装备跟药剂都给自己了？还有对经验奴隶这么好的主子？怎么不要？苏魔笑道：不要算了，拿出去应该也能卖不少钱。不，主子，我要！江映雪压下心底激动，忙不迭往怀里搂装备，看他嘴角上扬，一副财迷样子。苏魔则转身往外走，江映雪再也顾不得挑拣，一股脑的全扔进仓库里，赶紧追上来。主子，你去哪里？当然是去升级。苏魔心底估摸着黑熊岭的强度，自己剩下的几发禁咒应该够刷的。主子，你这么强烈，要不跟我们一起组队刷怪？江映雪很是积极。你放心，你在旁边坐镇就行。不用，主子你放心，不会让你有消耗的。你一个人升级多慢呀？不用，有你们我升级更慢。苏魔看了他一眼，这次做得不错，继续努力。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不错。江映雪闹戏成怒，狠狠握了握拳。什么嘛，明明年纪没自己大，说话却这么老气横秋，感觉就像老师在对学生的评价。要不是打不过，算了，看在这次他给我这么多装备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了。江映雪喜滋滋哼着小曲去找队友了。3个队友瞧见江映雪平安归来，纷纷围了上来。映雪怎么样了？那个法师呢？你们得手了？江映雪不说话，只是拿出了部分装备、药剂、射手技能书，兴奋道：都在这了。啊！几人兴奋起来，这么快？法师试探问了一句：映雪，你们2个怎么杀的这3个人？江映雪眨了眨眼，法师就不再问了。显然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好。你们看看这些东西怎么分？几人摇头，这是你跟那个法师打下来的，归你。开什么玩笑，他们4个人都不敢对3个刺客出手，如今换了一个苏魔过来，直接把3人弄死了。现在他把装备给了江映雪，意思还不明显。
江映雪不知道几人所想，坚持道：“这本射手技能书，射手拿着吧，要寄给坦克。至于这几件装备，回头我折算成钱打给你们。”几人都知根知底，也就不再客气。一人低声问道：“映雪姐，之前那个法师真的只是你的经验主子？”“是啊，怎么了？”几人都皱眉：“不是吧？哪有经验主子对奴隶这么好的？”“就是映雪姐，你之前不是说还刺杀过他吗？他怎么就放过你了呢？一般人还不使劲剥削奴隶。你看，一听说你有危险，他立马赶了过来。依我看，肯定是那个年轻法师看上映雪了。咱们映雪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你……”江映雪俏脸通红，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继而心底发虚。他想到自己被变成白条鸡的事了，该不会他看了我的身子，真的动心了吧？看来的使劲刷级也能帮他一点。江映雪嘴角悄然上扬。苏魔离开碧波湖，再次前往黑熊岭而去。路上，他发现自己的经验值在持续上涨。您的经验奴隶提供了3325点经验，您的经验奴隶提供了3520点经验，您的经验奴隶提供了4255点经验。苏魔颇为惊喜，看着即将升到124了。事实上，这2天他都没怎么刷怪，但经验条仍然涨了大半格，明显是江映雪自兢兢业业打工。有了成功奴役江映雪的案例，苏魔心思活络起来。如果我有更多的经验奴隶，10个或者是100个，岂不是不用自己刷怪就可以等着升级了？尤其幻境塔的驱策寻宝模式给了他启发，经验奴隶也照样可以寻宝。技能书、装备比他一个人去淘要有更多的机会。对了，江映雪不是有个刺客工会吗？要不把这个工会连窝端了，全变成奴隶，顺势改名奴隶工会？苏魔邪恶地想着。正在这时，一声粗暴的怒喝声响起：“小子，走路不长眼睛的！”第114章日不落人追寻日之塔而来。苏魔暴露了。苏魔正在想事情，抬头看了一眼喝骂的人，这才看到自己差点撞上人家的坐骑火焰犬了。火焰犬龇牙咧嘴，明显对挡道的苏魔很不满。苏魔不想节外生枝，歉然道：“抱歉，老兄。”说着他让到一边，示意对方先过。对方眼见苏魔这么识趣，火气消了大半，只说了句：“你这样孤身一人也想抢 boss， 赶紧回去吧，去了只能送死。”这人话说的难听，但其中提醒意思明显。苏魔奇怪：“什么 boss？ 你不知道？”那人哼了一声，不愿搭理苏魔，显然是意识到自己浪费感情了。苏魔云里雾里，想要追问，人家已经走远了。苏魔不禁疑惑：抢什么 boss？ 他想了想，发了个消息给曹纯：“你知道江都又有什么 boss 了吗？”曹纯依旧秒回：“江都没有，江南有野外 boss。”江南？苏魔心底一喜，赶忙追问：“什么 boss？ 知道吗？”曹纯：“不知道。”苏魔：“那你怎么知道江南有 boss 的？”曹纯没搭理他，想必是在野外刷怪。苏魔压下疑惑，决定掉在刚才那人的身后，反正他们也是要去江南的。江南位于江城之南，江都之北。因为属于3线城池，所以没有传送站这种高级玩意，只能通过常规赶路前往。苏魔想找个人问问，却没人愿意搭理他的，略微有些蛋疼。好在曹纯又回了消息：“我现在也去江南，你来不来？”苏魔：“你也去抢怪？”曹纯：“哥就在外面蹭蹭，不进去。”苏魔愣了一下，回了一句：“你真卑鄙。”不过他没有说自己也要去的事，毕竟他是打算去抢 boss 的，带上曹贼就不好行事了。既然曹纯不知道，那就问陈家。再怎么说他还是陶乐购的形象代言人呢。果然，陈家没有让他失望，很快给他发来了消息：江南城即将刷新的野外 boss 在深渊泥沼，怪物依然是200级，这次的 boss 是深渊驼龙，时间是3天后。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他得天黑才能赶到。有了上一次抢怪经验的苏魔心底火热起来，这种既能长经验又能刷装备跟材料的 boss 必须得拿下。让他意外的是，还莫等他走多久，江映雪居然也给他发消息，问他去不去江南城刷 boss。 苏魔仍旧说自己不去。江映雪的回复也很简单：主子你不去的话，那我可就去了呀。显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苏魔的可怕。苏魔沈笑：去就去呗，好像去了能抢到怪物一样。一路无事，紧赶慢赶，他终于赶在晚上到了江南城。看着时间还早，苏魔找了一家酒店住下。当然，到了江南城，自然要感受一下江南城的风味特色。不得不说，江河畔的特色小吃又嫩又滑，珠圆玉润，让人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苏魔深切体会到吃大餐的时自己掏钱跟别人请客，感觉完全不同。晚上回去的时候，他差点眼珠子都瞪下来了，
狗日的曹纯果然到了江南城，他果然4转了。跟他一起的是帅桑以及另外一个男射手，没见到阿离。最扯淡的是，曹纯居然还跟他住一个酒店。苏魔当贼一样看着曹纯3人结伴出去，自己悄咪咪回到房间，决定等到后天再出去。这要是被曹纯撞见了，自己这次抢 BOSS 就不方便了。江南城外，一队人赶在关城门时进了城。这些人形貌各异，或是金发碧眼，或是棕发褐眼，老外，但他们所有人都说着一口流利的龙国语，服饰、坐骑也都是龙国样式，就连守门的因为他们的外貌而去查验他们的身份信息，居然也是龙国信息。待他们进了城，守门的人忍不住议论起来：怎么回事？天行者这样的公会居然会对野外 BOSS 感兴趣？哪个天行者？就是那群长着外国相却标榜自己是龙国人的老外组建的公会啊！那不是号称经营者公会吗？只接任务，不主动刷 BOSS。难道说他们接到的任务就是抢了这次的野外 BOSS？ 一行人进了城，像是早有预定，直奔江南绿苑酒店。巧得很，苏魔也在这家。当然，苏大爷不会知道，就在他避开曹纯上楼之后，这伙人几乎跟他前后脚进的酒店。甚至苏魔刚关上电梯，就看到一个老外模样的人伸手要阻止电梯关上。当然，苏魔直接按了关闭。谢特，这小兔崽子，别让我遇上他！白发灰眸的老外咒骂。后面一个金发碧眼、长相俊美的高大青年微笑道：范比特，注意你的身份，要优雅。白发老外握了握拳，表示抗议，却没再说出什么话来。显然，金发青年是这伙人的领袖。进了电梯，金发碧眼的人头也不回，自顾自说：等下来我房间，我们好好喝几杯。所有人默认回应他，但各自去了房间之后，当真陆续聚集在一个房间。金发青年果然在房间开了2瓶红酒，等着众人到来。眼见众人来到，他取出一把造型独特的法杖，低声喃喃，随即一挥，在整个房间内布置了一道结界。而后他才拉起一张椅子坐下，轻声道：江南城的城主只有7转实力，又是战士，无法窥探到这里。有什么话在3分钟内说完就行了。一个身穿银色公主裙、头戴夸张蝴蝶发卡的绿发女人扶了扶黑框眼镜，看向金发青年的眼神满是炙热。安德烈，你确定是大主教主动联系你了？其他人目光灼灼，期待地看向金发青年。不，金发青年安德烈摇头，是七贤者之一的阿卜杜尔大人联系了我，他带来了大主教的手谕。手谕说了什么？所有人紧张地问。手谕说，神器日之塔已经完成复光，但它却遗失在了龙国。什么？日之塔完成复光了？天哪，日之塔居然遗失在龙国！安静！安德烈抬手示意，所以阿卜杜尔大人联系我，要我们找回日之塔，并将其带回日不落。如此一来，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取代菲利普，成为新的圣光骑士。人群纷纷响应。好，太好了！无能的菲利普无法完成的事，我们暗骑士将完成。安德烈，你说我们该怎么做？金发微笑道：得了日之塔的那人应该不知道日之塔正确用法，一路带着神器从魔海东到了江南城。第115章，让他们有个难忘的夜晚。江南城房间内，众人恍然大悟，难怪他们堂堂天行者公会放着高额悬赏任务不做，却要到小小江城来刷 BOSS。安德烈，你是说有人拿着日之塔到了江南城？是。金发青年晃动手里的酒杯，根据阿古杜尔大人所说，日之塔是在汤谷、玉日海的其中之一秘境消失的。6转的秘境？绿发眼镜妹皱眉，与菲利普他们实力相当的人，把他们全灭了。目前还不得而知。安德烈摇头，因为牵扯到日之塔，阿卜杜尔大人直接联系大主教，想要对同样在日不落刷秘境的龙国职业者出手，以此逼迫龙国就范，交出日之塔。但大主教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按照龙国人的习惯，这些职业者很有可能选择牺牲自己而成全国家，到时候打草惊蛇不说，再想找回日之塔就难上加难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灭掉菲利普他们的人一定是6转职业者，而且他们的人数还不少。绿发眼镜女人皱眉道：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你不是能定位到日之塔的所在吗？直接找到他的位置，我们正面抢夺不就行了？安德烈喝了一口红酒，神情无奈。阿卜杜尔大人只能通过日之塔的气息判断大概位置，却无法获取携带者的具体信息。怎么可能？绿发女人娇呼，一个6转职业者能躲过阿卜杜尔大人的探究？这里是龙国。安德烈提高了音量。阿卜杜尔大人说有神秘力量在阻止他探究。各位，我们作为双职业者，应该最清楚龙国职业与日不落职业者之间的不同。龙国的历史太悠久了，
久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漫长的历史究竟可以衍生多少种职业。所以不要小看龙国人，别掉以轻心，否则飞利浦就是前车之鉴。我明白。绿发眼镜女人点头。那你打算怎么做？安德烈，放心，虽然阿卜杜尔大人无法感应日之塔的具体位置，但他却告诉我日之塔的召唤咒语，只要我能靠近那个职业者1000米以内，就能凭借咒语将之召唤而出。到时候你们注意看清上面的烙印，一起出手击杀烙印者，绑定自动解除。你是说……绿发眼镜女人眼神炙热，后天深渊驼龙刷新的时候，趁着那人也在，我们在那里动手。不错。安德烈眼里泛起金光，龙国有句话叫浑水摸鱼，后天就是我们摸鱼的好时候。哈哈！屋内一阵欢笑，他们纷纷举杯庆祝即将到手的功劳，以及重返日不落，成为圣光骑士。一杯酒喝完，安德烈开始详细部署细节。几分钟后，众人陆续离开，只留下安德烈以及一脸沉迷陶醉的绿发女。她晃动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自顾自解开裙子系带，目眩神迷地说：“亲爱的，今晚你打算使用什么技能？是圣光修复，还是无尽强化？”宝贝儿，今晚我想体验初恋的感觉。哥，原来你一直有青苹果情节。绿发女人拢起长发，背对着安德烈。不多时，伴随着声声交呼，绿发女人眼神迷乱，喃喃自语：“安德烈，你真棒！是你让芬妮希尔再度成了真女，整个日不落，不，整个西方的娼妓都将因你而颤抖。谁能想到，日不落帝国2支神秘的骑士团之一，暗之骑士团的团长安德烈是个牧师职业，而他最让女人心动的也不是他的英俊面庞，而是来源于他觉醒的一项天赋技能——修复。”此时，隔壁房间，苏魔皱眉，两手捂着耳朵，颇为无语。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房间跟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是邻居。最要命的是，隔壁这对男女声音太大了，苏大爷想不注意都不行。当然，前面因为有结界，苏魔也没听到他们议论什么。他抱头嘟囔着，这一群老外聚在一个房间内，还布置结界，准没憋好屁。果然，这就听到了一连串的法克必吃一串助兴言语，而苏魔也从这些助兴言语中琢磨出别的东西来。那个金发男的好像职业是辅助，又是什么队伍的领头者，还有男的好像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能让女人为之疯狂。苏魔不禁嘀咕 ：“QI 大和好。”可怜苏大爷原本吃过特色餐，已经饱了，不想酒店又遇到了异域特色，恍然间肚子又有些咕咕叫了。虽说免费听个不免费的动静，但这实在是折磨人啊！备受折磨的苏大爷决定主动出击，让这对男女过得更难忘些。他拨了一个号码：“喂，警察先生吗？我举报，在江南大酒店666号房间有人从事非法交易，对，一男一女，不信您听听。”不得不说，江南的警察相当给力。不到15分钟，隔壁就听到了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等一系列命令声，而后同楼层的不少房间门都打开了，不少明显长着外国相貌的职业者冲了出来，堵在安德烈的门口。其他房间的人听到动静想看热闹，却被这些人严厉喝止了。苏魔原本还想假装看热闹去幸灾乐祸一下，哪知道刚开门就被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狠狠瞪了一眼：“滚回你的床上好好待着，不然老子要你好看。”苏魔正想关门，却听到一人出声：“等等，是你，法克尤！”一个白发灰眸的人死死瞪着苏魔。苏魔也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之前自己上楼故意关电梯不让他进来的老外吗？真是冤家路窄，外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白发男子一把扯过同伴，抬手一拳打向苏魔。苏魔却在他挥拳的瞬间把门砰的一声关上。白发男人猝不及防，一拳打在门上。啊！白发男人痛呼，刚才那一拳他只是想教训苏魔，根本没有用技能什么的，周围有警察，他也不敢，所以这一拳是结结实实打在了门上。法克！白发男人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这边警察立马注意到异样，立马派出几人喝问：“你们是谁？想干什么的？”跟里面的2个人是一起的。一时间整个楼层都热闹起来，而苏魔则反锁房门，耳朵贴在门上听热闹。第116章，既是大剑士，又是牧师，他是双职业者。苏魔隔着门板听外面的动静，一群人在跟警察解释，他这才知道这些人是所谓的天行者工会的人。他心底震惊无比，因为这些人刚才反复提到日不落3个字，这不由让苏魔心底一紧。不久前他还杀了一对日不落职业者，日不落到底要干什么？偷偷摸摸进龙国，小心为上。他哪里知道这些人的目标就是他。好半天警察才把事情弄清楚，就此离开。隔壁门口传来一阵暴跳如雷的叫骂：“法克，
是谁这么无聊？会不会是隔壁那个小子？应该是他，那小子一看就一肚子坏水。我去教训他。这些人此时都在气头上，说话也没有刻意压低音量，苏魔也就听了个全部。他翻起法杖，准备见面就送一梭子给几人当见面礼。哪知道那个安德烈开口吩咐：冷静，不要节外生枝，正事要紧。一场在所难免的冲突就此消弭。甚至安德烈还亲自到苏魔房前敲门，苏魔没有开门，他也就不再坚持，而是隔着门对苏魔说：先生，我为我同伴的行为向你道歉。苏魔嗯了一声，算是认可了他的说法。安德烈转身回房安抚了一下众人，这才消停，一场闹剧才算告一段落。当然，做贼心虚的苏魔还是半夜悄悄找前台换了个房间，防止那个白头发半夜再搞事情。事实上，他可不会认为这群打着天行者公会名头的老外是善茬。一夜无事。第二天，苏魔起了个早，退了房，选择另外一家酒店办理入住。一来是防止跟曹纯碰头，二来是防止跟那帮老外起冲突。在城里，所有人释放技能都受到制约的情况下，他一个人肯定是吃亏的。当天，苏魔去了一趟淘乐购，买了几瓶强力药剂。不过他没淘到法师技能书，这让他有些不爽。但他也知道，在这种刷 BOSS 的关键当口，不少人都开始囤技能、囤药剂。好在这里有一本很不错的通用类、回复类减 CD 的技能书，他果断拿下并且学了。太古狂潮与他原本就掌握的太古之息、光明灵视开启3回复模式，持续续航，持续加盾。而后他回了酒店，窝在里面睡觉，静等 BOSS 刷新的时间。经历一次蹲守野外 BOSS 之后，苏魔琢磨出一个道理来：蹲 BOSS 跟前是火车站检票的效果是一样的，不是谁先进站就可以先一步进车厢的，先挤进站台还是得等。BOSS 也是如此，一个人是肯定占不了好位置的。那么早去跟晚去效果都一样，只要赶在 BOSS 刷新前到了就行了。为了避免第二天刷怪腿软，苏魔当天晚上早早洗漱上床，养精蓄锐。让他意外的是，曹纯给他发了消息：我苏哥，你不来江南可惜了。苏魔，为什么？曹纯，我这次在江南吃到了外国海鲜，肥美多汁，绿色的，就是贵了点。绿色？苏魔一下子想到昨天遇到的那一伙日不落人了。不会这妖巧吧？苏魔想了想，回了一条无图无真相。曹纯果然发了一张照片过来。苏魔看了一眼，冷笑：傻叉，这海鲜明显不新鲜。曹纯，新鲜不新鲜我会不知道。Q 弹劲爽，口感一流。苏魔冷笑不迭，要是给曹贼知道这海鲜是加工过的，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话说日不落的女人看着贤惠保守，私底下居然如此放荡，真是人不可貌相。他决定不告诉曹纯真相，只是提醒他小心，别被仙人跳了。曹纯，放心，对付这样的，只要咱老曹速度足够快，就是仙人也跳不起来。苏魔，曹贼不愧是曹贼。第二天上午，苏魔换了一身衣服，戴上遮阳帽跟夸张的蛤蟆镜，镜最大，可能防止被人认出来。接着他便问明方向，前往深渊泥沼。一路上听到有人议论：你们知道吗？这次来的除了守望者、北极星，还有天行者。是吗？他们也瞧得上野外 BOSS？ 肯定啊，人都来了10-20个呢。我跟你说，你别说是我说的呀，前天晚上在江南大酒店，天行者的团长据说 PC 被抓了呢。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就在6楼，走道里全是看热闹的人，有个白毛可嚣张了，还砸一位老兄的门来着。天行者好嚣张啊，他们不是外国人吗？怎么敢在我们龙国这么狂？什么外国人？他们是已经规划的龙国人了。龙国人？他们加入了龙国国籍，拥有龙国的职业者身份，他们的团长据说就是一个大剑士呢。大剑士？苏魔皱眉，不对啊，大剑士是纯战士，怎么会有修复？等等，苏魔猛然意识到关键所在，安德烈是牧师。换而言之，狗日的安德烈既是日不落的牧师职业者，又是龙国的大剑士职业者，双重职业者。他想起朱老之前跟他说的了，有种东西可以让人同时开启多个职业，出自神话副本中的混沌珠。苏魔不确定改国籍能不能让人获得双职业，但混沌珠可以。有了混沌珠，开启第2职业，职业者的实力自然也就更上一层楼了。联想到天行者公会在国内的实力排名，苏魔恍然明白是为什么了。他心底火热，多个职业多条路，哪怕只是一个守护呢。等这里的事情结束，想办法弄清楚他双职业之秘。如果可能，他得好好筹划一下，看看第2职业开启什么好。1个小时以后，苏魔跟随众人到了深渊沼泽。顾名思义， BOSS 刷新的地方将会在深渊下的沼泽地内。地形的束缚肯定会限制众多职业者的走位，也不方便众人打输出。
所以刚到地界，苏魔就听到有不少大公会的人在吆喝：“各位，深渊驼龙位于下方，咱们如果都下去打，这么多人肯定施展不开。不如我们选出几支代表队伍进入深渊，吸引 BOSS 仇恨，把他拉出深渊，怎么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多是队友，反对的基本上都是游兵散勇。这种先让一部分人下去刷怪的情况下，肯定要先占一部分伤害。等到他们把怪物真正引出来时，早已占据一定比例的输出了。这就等于变相的减少散户的输出占比，降低他们的掉宝分成了。怎么可能接受？然而这些大公会团队人多势众，个人想要反对，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即便是在不少人反对下，这项决策还是被通过，就连苏魔都被排除在外。第117章，有刁民要算计苏大爷，果然背靠大树好乘凉啊！苏魔看向远处占据有利位置的各个公会跟团队，让他意外的是，在这么多公会里面，居然没有天行者公会。不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次的野外 BOSS 吗？他小心又小心的观察，注意别跟三波人撞上了，曹贼、江映雪还有天行者。很快，他注意到了曹贼跟江映雪的所在。曹贼果然社牛，混迹在一个大的临时团队里。看周围人的气息等级，俨然不是江城人。而江映雪也发挥了等级优势，成功报了团。这样一来，苏魔就放心了，这两拨人肯定得跟团走，自己注意避开他们就行了。至于天行者，还是没出现。不管了，只等 BOSS 刷新，苏大爷上去几发禁咒清场，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让道。终于，上午10点多，有人呼喊起来：“来了来了！”远远的，苏魔就听到哗哗哗的水流声，接着是一道高高的水柱自深渊中喷射而出。一个浑身布满狰狞巨刺的怪物在深渊边缘翻了一个身，随即消失在深渊中。众人只看到他一段身形，就激动大叫起来 ：“BOSS 刷新了！深渊驼龙，传说，种族圣兽，等级200级，血量30亿30亿，战力评估1018星，技能深渊恐惧，劫末日洪流，大洪水，混乱领域，真恶龙咆哮。介绍：居于深渊之中的主宰，极渊之地的沉眠者。被莫名的力量唤醒，被打扰的王者异常愤怒。卑微的世人啊，准备好承受他的怒火了吗？苏魔看了一眼属性，乖乖低不得了。这次的 BOSS 虽然只有一个，但是血量却比上次的熊大、熊二加一起还多，是块难啃的骨头。来的路上，他已经好好消化陈家发给他的消息了。30亿的血量，30条血，够吃他几发禁咒的。没关系，苏大爷所有禁咒都在线，还捏着一发天赋技能刷新，再多的血也是地点。随着 BOSS 的出现，众多团队与工会纷纷开始出动人手进入深渊。一时间，各色坐骑翅膀纷纷系起，照亮黑暗的深渊。居高临下，众人甚至能够看到深渊驼龙那冰冷无情的金色眼眸。紧接着就是各色技能效果像烟花一样绽放。刷怪开始了。现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深渊沼泽中，压根没人注意到会有老六在。苏魔嘿嘿一笑，该苏大爷上场了。他抬手一发劫神人天衰祭出，负面 buff 瞬间从上到下覆盖整个深渊沼泽，这个地形太适合他的场控技能了。一时间，中毒、燃烧、虚弱、缓速、眩晕等数十种负面效果持续作用。进入深渊内的职业者纷纷惊呼：怎么回事 ？BOSS 怎么会有这么多负面 buff？ 资料有误，这头深渊驼龙变异了。守护上净化，不行，我只能净化持续掉血，其他效果无法净化。人群中泛起一阵恐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 BOSS 变异释放的虚弱光环。苏魔眼睛一亮，这是好机会啊！他抬手准备再放一发技能，将所有人都逼出来。他只是想抢 BOSS， 没仇没怨的犯不着大开杀戒。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仓库里传来一阵嗡鸣，嗡嗡嗡！一件东西从仓库中倏地飞出，悬在他的头顶，闪闪发光，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刺目的光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苏魔眼神一缩，日之塔，有刁民要害苏大爷。察觉到众人的目光，苏魔第一时间想到自己要暴露了，果断抬手一记光之寂灭祭出，一道更为刺目的光如太阳熠熠生辉，苏魔成了那个光源。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啊，我的眼睛，我的衣服，流氓啊，怎么会这样？诸多职业者惊恐尖叫，在第一时间负甲后退。他们感受到了这强烈的光蕴含的伤害，也察觉到了光的主人无意伤害他们。连深渊沼泽此时也被照亮，露出一整只深渊驼龙来。进入深渊的职业者们被迫上来，惊叫着四处逃逸。此时，处在光源之中的日之塔在他头顶滴溜溜乱转，不住发出嗡鸣，像是有人在操控他。怎么回事？
苏魔伸手要拿日之塔，却没能抓住。只见小塔嗖的一声往远处逃逸。不好！苏魔心底一凛，日之塔是他杀了日不落人夺来，一旦落在别人手里，势必麻烦不断。他看了一眼下方怪物，咬牙追了出去。与此同时，在日之塔飞奔的方向，赫然是距离深渊沼泽接近1里地的安德烈等人。此时，他们正惊恐地看着深渊沼泽的方向，眼角因为强光而流出眼泪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边安德烈刚开始念咒语标记日之塔的现主人，那边深渊沼泽的方向就爆发了举杯强大杀伤力的强光。在他们感知中，这种级别的魔法只有贤者阿卜杜尔那样的强者才能施展。事情的发展瞬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现在光线骤然变强，对方明显顺着日之塔而来。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日之塔落在了一位或者几位大佬手里。绿发妮娜大声呼喊：安德烈，快住手！不，那可是日之塔，我不能放手。我们有22个人，足以战胜7转、8转级别的高手。所有人注意，只要他们赶到，第一时间切换到最强形态，全力输出。是！所有人咬牙发狠，纷纷改变形态。他们有的是龙国的战斗职业者，有的则是日不落的装扮，没有一个不是战斗职业。看着日之塔转瞬即至，这些人纷纷抬手发出攻击。-220356，-15万2635，-23万1568。20多个人瞬间打出的伤害交织成一道技能之网，将跟随日之塔飞来的人瞬间笼罩在其中。20多个人，20多个强力输出职业，20多个人瞬间造成的伤害接近500万，换做任何一个人必死无疑。哪怕对方是7转、8转职业者，面对这样的伤害也要瞬间死掉。他们的伤害连对方的复活卷轴都能计算在内，就算来的人是一个团队，在这样的攻击下也要瞬间记了。这就是天行者的真正可怕之处。寻常时候20多个职业者看上去实力参差不齐，有的是守护，有的是坦克，可一旦他们搞偷袭，打瞬间爆发，没有谁能扛得住。即便对方有复活，他们也占尽先机。复活的人虽有1秒钟的保护期，可这1秒钟对他们来说却是1秒的等待期，无非是再放一波技能送走对方罢了。22个天行者看着不明就里被技能光网瞬间笼罩在内的来人时，忍不住激动，两手高举，荣耀属于日不落。第118章，原谅你是主的事，我是来送你见主的。荣耀属于啊呀！安德烈喊话的声音戛然而止，哇的吐血。离他最近的妮娜瞬间消失，接着是火枪手、女警、精灵刺客。被他们技能击中的人死没死不知道，但他们一行人瞬间消失了13个，都是脆皮暴力输出。剩下的几个人也个个身受重伤。怎么回事？安德烈边嗑药边惊呼。日之塔赶巧落在了他的跟前，他却不敢伸手去接，太诡异了。更诡异的是，被诸多技能击中的那一团光，此时居然没有就此消散。阳光不只是刺目了，而是变得如同滚滚盐流在冲刷他们的血条。-123658， -126985， -302581。眨眼间，仅剩的几个人也陆续消失。安德烈看着面前如圣光一样的存在，内心惊恐。伟大的主啊，求您原谅我！原谅你！光团内一个声音传来，原谅你是主的事，我来送你见你的主。苏魔冷笑，就在刚才，这几个狗日的一窝蜂的技能全砸下来，至少有300万的伤害打在了他的身上，他的法力护盾瞬间掉了近一半。要是换个人来，别说是5转了，就是7转、8转的血量也遭不住。原本他心底还疑惑日之塔这是怎么了，直到看到地面上的众人，他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那蒸发的10几人因为输出太高，被苏魔的法力盾给弹死了，剩下没死的则是一些职业为战士类的人，但他们的血量也所剩无几了。光之寂灭尽情释放，将安德烈在内的所有人都尽数净化了。苏魔眯眼而笑，伸手夺回日之塔。他回头听了一下深渊沼泽那边的动静，职业者们似乎重新开始动手刷 BOSS 了，得快点解决这里的麻烦才行。苏魔暗道，去晚了，连汤都没得喝了。看着下方陆续复活的日不落众人，他抬手又是一发禁咒下去，密言法阵。顿时，所有复活的人技能面板都变成了不可使用的灰色。率先复活的正是刚才最先死的脆皮，他们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妙，想要通过装备上的主动进化来解除沉默，结果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副甲所用的是输出类装备，而输出类装备极少有带进化效果的属性。这下他们集体悲催了，眼睁睁看着1秒保护期过了之后，自己的血量快速下降。不！有人大喊，
看着密言法阵加光之寂灭的伤害将他们凌迟处死，惊恐万分。他们不敢再攻击光团中的人，他们害怕会被再次弹死。现在他们能做的似乎只有等死。眨眼间，又有3人再次消失。再次复活的安德烈放声大呼：“阁下，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只要您放过我们，我们愿意补偿啊！”苏魔抬手一记平 A 打了出去，加速了他的死亡。可出手之后，苏魔就反应过来，应该问清楚日之塔怎么会自己跑出仓库的。趁着现在所有人都被沉默，苏魔开口问道：“是谁把日之塔弄出来的？告诉我，我可以饶他不死。”人群中一片推脱：“你在说什么？我们听不懂。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我们也是龙国人，你怎么能对自己人出手？”苏魔冷哼：“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该死！”苏魔摇头，抬手又是一发禁咒，天地回音击。一个震战之下，在场所有脆皮尽数消失，更有3声哗啦啦响了起来。爆装备了！苏魔咧嘴一笑，这种死人才他不是第一次发，把手一招，尽数搂进仓库。大致看了一眼，哦豁，装备还不少。最让苏魔诧异的是，每个人身上的装备都是双份的，3个人涵盖了5种职业。看来你们藏得挺深啊。苏魔冷笑，披着龙国的外衣，实际上却是日不落的职业者。此话一出，所有残血的人勃然变色。他居然知道了双职业者的秘密，加上队友已经死亡，他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果断切换职业状态。于是眨眼间，苏魔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职业者信息：姓名伦纳德，职业圣光牧师6转，级别142级，战力评估172星，姓名吉尔逊，职业圣光骑士6转，级别145级，战力评估198星，姓名伊丽莎白，职业神圣巫师6转，级别144级，战力评估208星。最后，苏魔看到了切换职业状态的安德烈，居然也是个牧师，而且是回复牧师。让苏魔有些诧异的是，自己3重禁咒打在他们身上，居然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果然，国外的职业者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化身牧师的安德烈沉声开口：“先生，只要您今天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我们愿意就此离开龙国。”离开？苏魔冷哼，对大爷出手，大爷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就想走？我们愿意赔偿。安德烈大呼。苏魔点头，告诉我日之塔是怎么回事。安德烈摇头，先生，恕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日不落的秘密，还请你换个吧，别的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苏魔摇头，杀了你们，日之塔还是我的，你们想拿回去就只能来找我。说完，苏魔抬手又是一道禁咒，天火箭塔。他现在都是尽量使用小范围的禁咒，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是这样一来，伤害就打得很集中了。转眼间，又有5个人永久消失，掉落了一堆装备。安德烈浑身颤抖，意志开始动摇。前后不过2分多钟，他们被死死压制，放不了技能，不敢攻击，打不过，走不掉。最让他恐惧的是，自始至终他都没看到对方长什么样子，他只知道对方处于一团光之中。而就在他犹豫中，又有3人永久消失。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装备落地的声音像是催命符，时时叩击安德烈的心神。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惊恐尖叫：“我说，第119章。苏魔，这是要我成为托塔天王？快点说，我耐心有限。”苏魔看着光之寂灭，没有再释放技能。即便如此，转眼间日不落又消失了4人。巨大的折磨刺激着安德烈。日之塔可以用咒语召唤，这里面是详细介绍。我是奉了阿卜杜尔大人的命令来追回日之塔的。只要你放了我，我再也不回日不落，立马洗掉自己的牧师职业，全心为龙国服务。不到10几秒的时间，安德烈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了个底调。旁边陆续死去的人给了他巨大压力。即便如此，他还是消失在原地。苏魔瞅准这个时机，取出特殊材料的书页看了一眼，发现这居然是个可学习技能书《神国召唤》。介绍上说，学习后可将日之塔在1公里以内的任意距离召唤而来，并拥有凌驾主人的操控权。但距离主人超过1公里，日之塔就会回到主人身边。看上去好像没卵用啊。苏魔皱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将这页纸学了一下。神国召唤受法师之源的加持，进化为神国召灵。神国召灵，神国召灵主动技能，召唤系禁咒，能够召唤出神国召灵，镇压万物。主动1，神国召唤。施展之后可召回神国，对神国拥有短暂的控制权，神国主宰无此限制。神国可浓缩为神器，镇杀邪祟。
神国召唤可撤销，法力消耗2万点，冷却1天。主动2，神国召灵，召唤出神国副本进行挑战，法力消耗100万，冷却30天，固定冷却。这是苏魔想到自己的5转天赋技能天威浩荡，刷新时间也是固定10天，法力消耗也是100万。可刷新的威力苏魔是知道的，绝对物超所值。那这个神国召灵是几个意思？2个主动技能，看情况是具备2个效果的。主动1是当武器用，主动2是召唤副本。难怪他之前刚得到日之塔时总觉得缺点啥，他很想现在试试。很快现场复活的只剩下6个人，密眼法阵的效果也结束了，只剩一个天火箭塔还在发挥威力。这下安德烈等人得到喘息，能够凭着走位躲掉一部分攻击了。现在的他们无比憋屈，明明是双职业者，到现在却只放了1发技能，接着就一直被压制了。看着能够重新使用的技能，谁也不敢再去攻击苏魔，死掉的10几个队友就是最好教训。他们暗下决心，如果能活着离开这里，他们再也不手欠，主动攻击别人了。天知道对手的反弹有多恐怖。眼见安德烈等人再次复活，苏魔收起心思，问出第2个问题：你们的双职业是怎么回事？洗掉又是怎么回事？双职业用的混沌珠可以用再生珠洗掉自己的国家或职业属性。苏魔暗道果然，想了想，没有什么遗漏的了，点头道：好，既然可以再生，那就下辈子投个好胎。说话间，他抬手记起神国召灵的主动1，神国召唤。只见仓库里的小塔倏地消失不见，成了一道完全不同的技能图标，在技能面板上闪闪发光。接着在他手心浮现一枚7彩玲珑宝塔，宝塔顶端霞光万条，熠熠生辉。苏魔疑惑，这么小怎么当武器用？下一刻小塔倏地变成了半尺来高，上面光滑流转。还是太小，刷，宝塔变作1人大小。乖乖，苏魔心神狂跳，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心底升起，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确认。他心念一动，小塔倏地飞到了安德烈等人的头顶。下一刻玲珑小塔瞬间放大数十倍，轰然砸下。啊！安德烈死前怒吼，卑鄙的龙国人，你不守信！苏魔撇嘴，刚才的苏大爷愿意饶你们不死，现在的苏大爷不乐意了。他颇为期待地看向小塔，心生奇怪念头，这小塔不是日不落的东西，该不会是托塔李天王的东西吧？苏魔暗暗揣测，估摸着不是偷就是抢别人的，毕竟当强盗是日不落国一贯的作风。从安德烈先前狂热的神情来看，他应该是不知道小塔的出处的。不管了，走一步算一步，至少这塔现在是我的了，谁也夺不走。苏魔看着已经变成技能图标的小塔，心思一动，小塔消失不见。他大手一挥，将地上属于龙国职业者的装备都掳走，日不落国职业者的红装、传说材料也都捡起来。至于其他的日不落套装，则尽数留在地上。这些东西留在地上，给官方提个醒，天行者是日不落的内鬼。收拾完东西，苏魔都没来得及清点，转身就往深渊沼泽奔去。这么大会，那些工会团队应该刷出不少伤害了吧？深渊驼龙，苏大爷来了！不到1公里的距离，转瞬即至。果然，深渊驼龙已经被打掉了1格半的血。苏大爷的心都在滴血，自己损失了多少伤害占比啊？狗日的日不落，耽误老子办正事！眼看着第2格子血马上又要没了，苏魔眼睛都红了。他抬手一挥，火系禁咒，流火天灾；风系禁咒，大风灾，湮灭；召唤系禁咒，怨灵噬魂。3道禁咒下去之后，深渊驼龙的第2格子血瞬间清空，继而是第3格子血又下了一半。1秒过后，第4格子血眼见着就要没了。所有参与打 BOSS 的职业者惊恐发现 BOSS 掉血速度奇快，而他们的血也在刷刷刷的往下掉。人群中一片惊慌，怎么回事？快走！有高阶大佬在抢怪！不可能，龙国有规定，不许超出怪物等级的职业者参与啊！这是法师协会的种子队伍吗？只有他们才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法师协会未免太霸道了吧？这是要独占大头？废什么话，赶紧跑吧！趁现在他们无意对我们出手，干啊！此时，在人群中的曹纯看着漫天大火与一众怨灵，毫不犹豫收了武器，转身就走。帅桑，保命要紧，快走！阿桑满脸不甘，只得收了武器，跟着逃向外围。曹纯边跑边嘟囔：狗日的法师这样牛叉，等下次见到苏魔，一定把他舔舒服了。要是那小子也能使出这么厉害的技能，曹大爷这辈子只要抱他大腿就完了。阿桑小声嘀咕：你准备怎么舔他？曹纯冷哼，一巴掌扇在他脑门上：大爷这是打个比方，懂吗？你可以用巴结这个词。阿桑提醒：
曹纯冷笑，用不着，大爷回去就给你安排手术，就由你带老狗喝水。阿桑。另外一边，江映雪正跟队友急速后退，感受恐怖的法术波动，他忍不住美眸顾盼，主子，他来了吗？而苏魔也感受到了有人在窥视他，毫不犹豫，法杖一挥，又是一发禁咒，天灾军团。紧接着，化身天灾骑士的苏魔混在50-60人的天灾军团冲向深渊沼泽。第120章，这次的伤害占比，苏大爷很不满意啊。30格子血，斩杀线是 60%， 也就是18格子血。几发禁咒下去，深渊驼龙瞬间被打掉了4格血。各个团队、工会也因为禁咒的恐怖威力而四散逃离。原本还有不少人想着能等一等，想着分一杯羹，可没想到的是，法师太无耻了，大范围、高伤害的技能一个接一个。刚开始他们只是被少量波及，到后来直接像是被砍到了血管，刷刷往下掉。无奈之下，他们只得一退再退，直到只能远远地看着深渊泥沼的方向。不少人纷纷议论，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前一阵子在江都也是有人这么抢了双雄 BOSS， 不会是同一拨人吧？还是那帮吃独食的法师？这次还要投诉他们吗？投诉个屁！法师协会那帮人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投诉也没用。那怎么办？我咽不下这口气啊！人群中，江映雪神采奕奕，他有种感觉，这次的人虽然使用的技能跟上次的不同，但他有种预感，就是主子。但他知道这种事不能乱说，一旦乱说出去，不仅主子倒霉，自己也有可能摊上大事。别人找主子的麻烦，也就是找他的麻烦，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此时，苏魔已经跟着天灾军团进入深渊下，深渊驼龙也被打掉了第5格血。大量的失血让深渊驼龙陷入暴怒之中，他仰天长啸，浑身发出暗红色的光芒。与此同时，苏魔的技能面板变成灰色，他被沉默了。然而不到1秒，这沉默就被炎火流星狙的血盾给净化了。苏魔看着陷入狂怒的 BOSS， 抬手一发天人咒怨套在 BOSS 身上，反手又是一个雷霆之主加众神审判。成吨的伤害倾泻而下， BOSS 又被打掉1格血。但狂怒的 BOSS 也释放了他的大招生孩子。只见无数小号的驼龙从他口中爬出，冲向苏魔以及天灾战士。想群殴？苏魔冷笑，抬手又是一发森罗万象，无数荆棘触手伸出，将小驼龙牢牢困在原地。翅膀切换到惊天圣威，加暴击率，加暴击伤害。深渊沼泽在一瞬间亮起无数伤害值：-1239-846，-1586-925，-5826-984，这么多禁咒都集中在一个深渊沼泽，打得整个沼泽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更不用说其中的小驼龙了，死掉的驼龙还未倒地就被异化成木鬼，掉过头来攻击深渊驼龙。前后不到10秒，深渊驼龙的孩子尽数死去，有过半变成了驱策小鬼。随着天灾军团疯狂撕咬深渊驼龙，深渊驼龙又掉了3个血，还差3格血。苏魔惊喜发现，随着装备等级提升上来，自己的禁咒伤害也随之上涨了。原本暴击一次才100多万，现在正常法术伤害都能100多万。这伤害秒不了 BOSS， 但秒掉7转、8转职业者属于轻松拿捏。尤其是看着技能面板上还有一堆技能，苏魔索性又放了几发禁咒：冰火九重天、劫轰天雷、天星陨落。又3道禁咒祭出，深渊驼龙又掉了2格血。他茫然的眼神有了几分智慧之色，自己只是一个野外 BOSS 而已，这是犯了天谴吗？被这么多道禁咒轰击。就在深渊驼龙愣住的当口，他的第12格血终于被打了出来。苏魔神情振奋，看着第12条血出现，又眨眼间消失，变成了13条血。他毫不犹豫击出了斩杀技能死亡意志。亡灵主宰虚影再次出现，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身影更凝实了几分，头顶的白骨王冠也有了光泽。更有甚者，在他动手的瞬间，还伴随着响彻天地的笑声，哈哈哈哈！声音伴随鬼哭神嚎、怨灵咆哮，无比瘆人。而他的动手动作也不再是摸头，而是伸出一手掐住深渊驼龙的脖子，狠狠一握。嘣！深渊驼龙的血条瞬间消失，只剩下一个空的发亮的血条，原地闪闪发光。而深渊驼龙却还没有死，他通体暗红，像闪电一样发出刺目的明灭之光。深渊驼龙进入回光返照阶段，所有属性翻倍，请小心！干！苏魔反应过来，这是深渊驼龙死前必定被触发的极致凶暴。不过没关系，死亡意志没了，苏大爷还有别的技能克他。他拍了拍炎火流星狙，不退反进，快速朝深渊驼龙飞去。同时他祭出超能机甲，抵住属性翻倍的深渊驼龙，防止自己被一招秒了。而他趁此机会拉近距离，
顶着深渊驼龙的高额灼伤靠近他。接着他开启神罗天征，一道神光自苏魔身上打出，灵魂冲击发出了一次 0.5% 法力值的真实伤害，但对一滴血却不死的深渊驼龙来说并无卵用。但神罗天征得被动4绝命阵触发了，秒杀所有低于最大生命值 3% 的单位，所以深渊驼龙瞬间卯了。接着就是下雨一样的红装，传说材料铺天盖地掉了下来。苏大爷大手一挥，将红装、套装、传说材料掉落尽数揽入怀里。与此同时，已经远离深渊沼泽的众人各自收到了消息：您在本次击退深渊驼龙战斗中伤害占比 0.001%， 现为你发放奖励。您在本次击退深渊驼龙战斗中伤害占比 0.0003%， 现为你发放奖励。您在本次击退深渊驼龙战斗中伤害占比 0.00002%， 现为你发放奖励。人群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露茫然。这才多大会功夫，深渊驼龙就死了，老子的伤害占比连 0.01% 都不到。再看到手的装备，一件低级紫装，甚至还有到手一件蓝装的。而那些大公会的人脸色也不好看，他们的伤害占比要高一些，但团队最高的才 1.2%， 其他团队占比高的不是 0.9% 就是 0.8%， 而他们得到的好东西也不过是一些紫装跟零碎的套装。反观苏魔这里，简直称得上是大丰收。你在本次狙杀深渊驼龙任务中总输出占比为 93.62584%， 结算奖励为深渊沼泽秘境令 X3， 开荒者勋章 X10， 深渊沼泽传说材料 X1份，元素魔石 X10， 深渊驼龙元神卡 X1。 看着还没满的随身仓库，苏魔对自己的表现有些不太满意，毕竟自己上次的伤害占比可是达到了 99.99% 以上，都怪日不落那群狗日的。第121章深渊驼龙元神卡法师专属。杀了 BOSS， 捡完装备跟材料，苏魔转身离开，任由剩下的禁咒技能在深渊沼泽里肆虐。直到10分钟后，苏魔已经走远，深渊沼泽外围才出现了小心探查的职业者。看着满地的紫装、蓝装跟低阶材料，这些职业者们眼睛都红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上次在江都已经赔得够呛，这次又是赔本的买卖。万般无奈之下，堂堂的流转职业者开始像拾荒者一样在地上捡起紫装、蓝装来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只能通过卖紫装来挽回部分损失了。与此同时，不少颗粒无收的职业者们陆续离开深渊沼泽。率先发现异样的赫然是曹纯跟柴桑，他们看到了被苏魔故意留下的天行者公会职业者的装备跟道具，两人凑了上来，惊呼不已：老曹，你看这些是什么装备？怎么之前没见过？会不会是新的职业？不对，你看这里，这是绿头豹。曹纯一个机灵，上前一看，正是昨晚有过交集的老外，难以置信。这柴桑提醒，是天行者军团的人，他们怎么会穿着国外职业者的装备？曹纯面露思索，有没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外国职业者？这么说，他们是行走的500万？快报给官方！曹纯脊背发凉，他想到昨晚上跟绿头豹在交流时聊到的话题，幸亏没有什么涉及国家机密的事。他茫然看向远处，不明白天行者的职业者这么强大，是什么人能在无声无息中把他们都杀死？他不知道的是，送他这笔意外之财的人苏魔正在飞往江都的路上。路上，他开始清点这次所获。传说材料100-200种，肯定都是留着升级装备的。红装共计8件，法师的上衣、高级射手的大弓、战士的上衣、守护的项链跟武器、坦克的锤子。他在心底盘算着，这锤子等级低，应该能给曹贼用；守护的项链跟武器也可以给衰桑用。其他的都卖了。除了装备，他自然也获得了技能书。可惜的是，这次的技能书比较操蛋，没有法师的，这让苏大爷很不爽。不过这次的元神卡却让他眼前一亮。深渊驼龙元神卡传说，镶嵌位置武器属性正 10% 武器攻击力，正 10% 法力值上限，加120点敏捷值，加100点力量值，正 30% 法力值回复速度。附带属性1穿透，每次法术伤害可削弱对方 5% 法术抗性，可无视到负数。2天梭轮回，使用技能时有 15% 的几率立即刷新该技能，冷却时间30秒。介绍：汇聚深渊驼龙元神的神秘卡片，拥有种种鬼神莫测的力量，可通过元神卡镶嵌到武器上，提高装备属性。好东西，这明显就是为法师量身打造的。15% 的技能刷新几率，神了！冷却只有30秒，木了！要是自己的禁咒也只有30秒。苏魔毫不犹豫镶嵌到武器上，
这下他的面板属性迎来了一波飞涨，法力值直接破了400万，普攻4万以上，战力评价更是来到了450星，加上炎火流星狙的话，直逼500星大关。而他的等级也来到了140级，眼瞅着就要破500星的战力，追求完美的苏魔索性拿出传说材料对了上去。一通砸之后，法神战衣、法神战袍都升到了140级，他的战力评价加上炎火流星狙到了512星，神清气爽。苏魔继续清点仓库里的东西，又多了10枚开荒者勋章，3枚秘境令。不出意外的话，深渊沼泽马上也会成为传说级别的秘境。苏魔不禁有些疑惑，他记得在学校时老师说的是传说秘境异常稀少，多少年才会形成那么几个，可眼下不到1个月之内，江省连续2个城市要诞生传说秘境。江省是什么风水宝地，还是江省要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想不明白就不想，目前最要紧的事是先销货。他给庄强发了消息，强子哥有空吗？庄强在钓鱼呢，咋了？苏魔钓着了。庄强必须的，白条鱼这次是100斤。狗日的！苏魔暗骂了一句，这才回他，省点子弹，晚上弟弟请你吃大餐。庄强骂我呢？苏魔主要是我想找你再去黑市。庄强那你请也行，我这次要点双份的。苏魔只要你吃得消，泰式、管式、英式的都来一遍也没问题。庄强妥了，到了告诉我。苏魔关了消息，急匆匆赶往江都。樱花海域，贤者阿卜杜尔骑着6翅巨龙在空中盘旋，身旁站着的正是爱德华。他咬牙切齿，额头青筋凸起。就在刚刚，他猛然发现另外一位挚友安德烈的头像变成了灰色，这意味着安德烈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经过核实，其他跟安德烈一起的暗骑士头像也变成了灰色，一共22个人。日不落苦心经营多年，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计谋，才成功进入龙国的潜伏者，一下子死掉22个人。现在，贤者阿卜杜尔正在跟潜伏在龙国内极深的卧底联系。不断盘旋的6翅巨龙，充分说明了贤者大人内心的烦躁。好一会，巨龙似有所感，仰天怒吼一声：“嗷！”贤者阿卜杜尔声音萧索。内部消息：龙国最近没有高阶职业者有大动作，法师协会、战士协会以及刺客协会的人员出入都有记录。另外一个消息，一直监视法协会长的2号确定已经死亡。爱德华声音激动：“这怎么可能？20多个6转的双职业者，联手之威不逊色高级8转职业者，怎么可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被全灭？”阿卜杜尔用力薅了一把头发，面容再难保持之前的从容。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20多个帝国精英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死在龙国，我回去该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爱德华愤愤：“贤者大人，请您允许我带一队人进入龙国，我一定要弄清楚安德烈、菲利普的死因。我要为日不落带回日之塔。”日之塔！阿卜杜尔斯这才反应过来，赶忙以秘法感知日之塔的大致方位。下一刻，他脸色苍白，声音都哆嗦起来。在他的感知中，日之塔凭空消失了。第122章黑市犯规，出卖客户信息。日之塔消失了。爱德华露出茫然之色。那可是我日不落帝国的神器，曾经辉煌的见证。自从游戏世界降临现实以后，日不落帝国就经历了极短时间的崛起，后又极快时间的衰落。根本原因就是几件神器因为一场大战消失，唯一留存于世的日之塔被视作日不落恢复往日荣光的最后希望，没想到却消失了。这岂不是说日不落没指望了？阿卜杜尔神情并不比爱德华好多少，他低声喃喃：“必须立马联系大主教，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龙国的职业者，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爱德华失魂落魄，他毕生追求就是光复日不落的荣耀。如今挚友、妹妹、兄弟前后不过1周的时间，接二连三的死在了龙国，现在就连日之塔也消失不见，他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一定有人泄露了秘密，一定有人泄露了。爱德华神色变得狰狞无比，径直跳下6翅巨龙。空中他直接祭出一道光翅，如闪电掠向西方。阿卜杜尔放声怒喝：“爱德华，回来！我命你回来！你不能出意外！”可爱德华职业特殊，眨眼间便飞得只有米粒大小，谁还能追上？远远的，爱德华的声音如死神悠远：“我要给龙国带去恐惧，带去死亡。”苏魔出了传送站，直接给庄强发了消息。期间，曹纯给他发了消息：“你猜我遇上什么了？”苏魔揶揄回复：“你女朋友炸了。”哪知道曹纯给他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差不多了，昨晚上跟我深入交流的那个绿头发，今天死在了江南城。”这，苏魔心道：不会这要巧吧？别把曹贼吓出个心理阴影。
苏魔，怎么回事？你去江南城了？曹纯明显被惊着了。你一定想不到，闻名全国的规划工会天行者，居然是日不落的棋子。曹大爷这回为国家立功了，国家一人奖励了我500万，这20多个人，哈哈哈。苏魔，恭喜！还有比这更巧的是，曹纯，我跟衰桑平分了，一人5000多万，等你回来。苏魔，等我回去。曹纯，必须的啊，请你帝王假日走起，这次咱们3个从泡泡浴到帝王浴，连马杀鸡都来一遍，不为别的，就俩字，有钱。苏魔微微错愕，没想到曹贼这种事都能想着自己，结果曹贼下一句话就暴露了本性，太可惜了，早知道他是碟子，曹大爷昨晚上就该狠狠鞭挞他的，为国讨贼。苏魔，神他妈为国讨贼！当然，曹纯马上又让他意外起来。对了，我跟衰桑给你弄了几本技能书，有空的话回来拿。苏魔，好的，我也有好东西给你。而后曹纯以要录口供为由，不再搭理他。苏魔也得以联系庄强。庄强一身骚包打扮，见面先给苏魔来了个大大拥抱，接着开车带他到魔海最贵的酒店办了入住，而后问他：老弟，接下来该你表演了。苏魔知道求人办事不能直奔主题，示意庄强随意挑选，他请客。庄强坏笑着穿越闹市区，到了一个装修并不算好的会所。站在店门口，苏魔撇嘴：强子哥，你这是寒碜我呢，替我省钱也不用来这种地方吧。庄强白了他一眼：外行了吧，街头巷尾出美食，这里有的才是原汁原味的魔海风情。哦，苏魔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原汁原味。庄强 GDD 见笑，几日不见，老弟姿势见长啊。苏魔谦虚：强子哥珠玉在前，不由人心生向往。庄强一撇头：那还等什么，走着。一番吃喝完毕，庄强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低笑问苏魔：老弟怎么样？苏魔云淡风轻：老哥，上岸不说船上事，这不是你的职业操守吗？庄强一拍脑门：还是老弟你有见地。走，下一站。下一站。苏魔诧异看向庄强：老哥，就算是牲口也得让他歇歇吧。想什么呢？去黑市。哦，好。两人轻车熟路来到之前的黑市，仍旧是庄强在外面等候，而苏魔进去销货，套装之类的直接在门店就出手了。至于红装，仍旧是进评估室。卖了装备之后，苏魔在黑市逛了几圈，花了300多万买了2本技能书，弥补深渊沼泽没有报技能书的遗憾，而后才离开。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他离开后没多久，评估室里的一个评级师悄然发出了一条消息：下午5点36分出售红装4件，1人，同行人员未知。消息发出之后，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人下意识哆嗦了一下。这种违背职业道德事一旦被发现，他和他的家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报复。但财富懂人心，不由他不铤而走险。刚才那个人虽然变声了，但他的语气强调跟几天前的一个人实在太像了。再根据他提供的红装等级来判断，对方的实力应该在6转、7转。作为一个职业评估人，即便见不到顾客，不知道顾客的侵袭，也能通过各个方面判断顾客的情况。至于能不能留下这只肥羊，那就是别人的事了。很快，在黑市外围，有人很快收到这条消息，悄然吩咐外人注意观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些人不断记录、汇总、分析这些信息。第一个，下午4点52分进店，5点56出店，3男2女，3个男人是职业者。第二个，下午5点16进店，6点03进店，2男1男为职业者。第三个，下午5点21进店，5点58出店，2男2女，2男1女是职业者。直到深夜，在魔海的某处的豪华办公大楼里，一群不下30多个职业者在这里集中开会。他们一个个面露期待，神情阴狠，听着首领分发任务。以上信息是从内部流出来的，能够确定的是5拨人。综合实力最弱的是一个战斗职业者，跟魔海本地的一个黄牛。最强的是4男2女。再根据这些人之前的活动轨迹上来看，5拨人里这个跟黄牛在一起的人最可疑。他是从传送站直接出来，见了黄牛之后，先去南塘 PC， 然后才去的黑店。实力上，另外2女2男最像肥羊，他们是2对情侣，常年在魔海海上刷秘境，手里好东西肯定不少。下面开始领任务。一番吩咐之后，众人陆续离去。他没有离开，而是转身走向背后暗格房间。房间里正有一个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等他。大人，首领弯腰行礼，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开始寻找可疑之人，还有什么吩咐？黑发绿眼睛捏着手里的报告，一直点在了庄强的头像上，把这个人的信息给我搞到手。第123章，有人盯上苏魔了。大人，您觉得这个黄牛有问题？首领迟疑问道。他叫李家志，被称作是魔海的商贾之王。
也是诸多商人职业者追捧的传奇。他以一己之力创建畅想、联防等商业巨头，以商人身份拿下国内多个大型副本秘境的经营权。但没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日不落帝国的名誉侯爵。而他面前被称作大人的，正是教会内为数不多的圣骑士之一——爱德华公爵。爱德华既有王室身份，又有教会身份，是日不落最炙手可热的一小撮人之一。他的突然到访让李佳志有些猝不及防，而对方的要求更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爱德华要他寻找最近几天出过海又有异常装备交易的人，而魔海明面上的淘乐购、蓝美交易行都有迹可循，查不出道道，所以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黑市。即便是他对黑市也是鞭长莫及，只能通过收买评估师的方式来获取一些隐秘的线索。黑市的水之深，连他这个商贾之王都不敢趟。即便如此，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从黑市搞到了今天有问题的人员名单。没想到第一天的人员就有让爱德华上心的。大人，他只是一个票贩子，带人出海卖装备，收点佣金的小贩罢了。爱德华冷哼：小贩？一个小贩会开豪车，会常年出入风月场所？李佳志，大人，这样的小贩在魔海10万也7、8万，无欲无求，混吃等死。魔海的有钱人的确是比较多。他作为黄牛，帮别人牵线进黑市，收取佣金，很正常呀。正常？爱德华摇头，没那么多正常的事，很多看似正常的事都包含着不正常的原因在里面。你作为过来人，应该知道，任何一件事的失败和成功都有必然的原因。我明白了。李佳志点头，我立马派人去查。苏魔自然不知道有人已经注意到他了，跟庄强一通潇洒之后吃了晚饭，然后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分开前，庄强邀请苏魔一起海上钓鱼。老弟，让你看看我的遛鱼技术有没有长进。苏魔想到仓库里还有一枚通用秘境令，决定顺道刷个副本，把等级搞上去，趁势溜转。魔海黑市繁荣，有不少稀罕材料出售，一旦他遇到奇葩的材料任务，也好就地取材。第二天，苏魔照旧跟着庄强出海。庄强像之前一样挨个带人到蝶尾龙津后背，然后出发。但苏魔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这些职业者生面孔居多，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这些人的目光总在有意无意地瞥向他跟庄强。两人站在鱼头上，苏魔低声问道：强子哥，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庄强疑惑：奇怪什么？这些人生人怎么这么多？我记得之前你2次出海都有不少熟人的，这不是因为昨天你来了吗？我就让别人帮我卖了一部分，不过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今天生人是挺多。庄强咧嘴嘿嘿笑道：生人多好啊，这说明强哥的生意做大做强了。苏魔没有放松，继续问：那你知道他们去哪个秘境吗？庄强撇嘴：我去的就那6个地方，远的不去，沿途谁到地方谁下去不就知道了。苏魔没有多问，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却又说不好。他默默以侦视之眼看去，还好，基本上都是6转的，只有2个7转，一个是战士，一个是守护。但愿自己想多了。然而他的心很快又揪了起来。沿途经历的秘境依次是玉日海、扶桑树、汤谷、三仙岛、杜朔山跟流波山。结果到了玉日海，没人下；扶桑树也没人下；汤谷还没人下；三仙岛还是没人下。这下不止苏魔，连庄强也意识到不对劲了。他疑惑道：几位老板，已经过了4站了，前面就是杜朔山跟流波山了，别错过了。一人嘟囔：你好好开你的船，管我们呢。庄强立马闭嘴。他拉着苏魔低声道：老弟，这伙人不对劲啊。苏魔眉头紧皱，显然这伙人的目的不是庄强，是他。庄强一个黄牛能有多少油水？再加上7转的蝶尾龙精，实力强横，也有震慑作用。他低声道：老哥，把我放到杜朔山。庄强眉头微皱，眼里金光一闪而逝。他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很快杜朔山到了。苏魔故意大声说：老板，把我放到杜朔山上。他记得朱老说过，这个秘境是7转才能打得动的秘境。说这话的时候，悄然看向鱼尾处的众人。不出所料，这些人一个个都露出轻松神色，显然他们等到了苏魔的去处。苏魔再无疑虑，这些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不只是他，就连庄强也明白了。他拉了苏魔一把：老弟，不能下去，他们好像故意针对你来的。顿了顿，他猛然反应过来，狗日的黑市泄露了我们的信息。苏魔低声道：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强子哥，要是他们跟我一起下去，你就尽快坐着蝶尾龙精离开。老弟！庄强皱眉：你把老哥看成什么人了？你不用下去，我看谁敢动你。不。苏魔摇头：如果我再不下去，他们很可能狗急跳墙，对咱们2个人都下手，
能跑一个是一个。事实上，他想说的是，你不走，我不好出手啊。庄强还要坚持。苏魔沉声道：“老哥，相信我，杜寿山上是七转的 BOSS， 我把他们引到那里去，趁机溜出来。你在之前钓鱼的海域等着我，放心，我有逃命的手段，他们追不上我。”庄强一阵感动，原来苏魔是怕他出意外。他重重点头：“好，老弟，等上岸了，老哥一定请你去魔海最贵的会所。”好。苏魔看着前面的杜朔山，深吸一口气，祭出炎火流星狙，朝杜朔山飞去。果不其然，随着苏魔离开，鱼尾上的众多职业者们纷纷起身，坐骑、翅膀纷纷起飞。庄强面露挣扎：“苏魔，我弟也，舍命救我！我要是就此离开，还算人吗？”他放声大喊：“老弟，你回，滚开！最后离开鱼尾的人眯眼威胁，不想死的就滚远点。”哎，好嘞！庄强立马一个哆嗦，催动蝶尾龙筋加速远去。苏魔瞥见庄强离去，松了口气，回头看向身后满是笑意的众多职业者，他冷笑低语：“真是求活难，想死就比较容易了。”第124章，30多个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苏魔看到身后吊着一串尾巴，不禁反喜。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来送钱的，而他身后的这群人心底已经乐开了花。这么大的一只肥羊，居然这么没脑子，真是浪费他们之前这么多准备。不少人甚至抱怨领头的何三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来了。让他们意外的是，这只肥羊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依然悠哉悠哉地落向杜朔山。看他情况，竟然真的要打杜朔山。果然，苏魔落地后笑问：“有没有人跟我组队打杜朔山的？会放技能，会走位，不坑。”落地的众人嘿嘿怪笑：“小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是什么人吗？”苏魔笑道：“看你们神情振奋，面露凶光，绝不像什么好人。”那个七转的战士走到跟前：“小子，既然知道我们不是好人，还敢一人上岸，你就不怕羊入虎口吗？”哦，苏魔摇头笑道：“谁是羊，谁是虎，那可说不定哦。”七转战士眼睛一眯，接着心底一惊，打眼了，他居然看不到这小子的等级。也就是说，眼前这小子的等级至少与自己相当，至少也是七转，还有可能是实力超过他的8转、9转。七转战士神色阴晴变化，理智告诉他，看不透的人不要招惹，可贪欲告诉他，一个来杜朔山打 BOSS 的等级能有多高？更何况己方20-30人，连他在内2个七转职业，有肉有输出，有控制，还有爆发。就算对方是8转职业者，也得饮恨当场。9转职业者，谁有那个闲心到这里来？更何况他们暗中还有帮手，能有意外？片刻后，七转战士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与此同时，苏魔听到一道声音提示：“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帮你屏蔽了。”他似笑非笑看向七转战士：“我现在要进杜朔山，你们要不要一起了？”“进啊！”七转战士冷笑不迭：“这小子自己找死。”放在秘境外，他们动手还有些顾忌，可在秘境内就全然无需在意了，除了任何事都可以推给秘境 BOSS。 苏魔嘲讽：“你们准备这么多秘境令了吗？”说着，他挑衅地扬了扬下巴，用掉秘境令，转身进入杜朔山。七转战士带人紧随其后，用的赫然也都是通用秘境令。在他们进入秘境之后，一身龙国装扮的爱德华也来到秘境跟前，深吸一口气，跟着进去。苏魔进入秘境之后，回头看了七转战士，不禁笑道：“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对我出手了，能告诉我你们图我什么的吗？”七转战士冷笑：“职业者之间除了装备就是钱，这么多人跟你到这里，你觉得呢？”显然都是千年狐狸，也没人打算说聊斋了。苏魔心底已经有数了，但还是确认一遍：“黑市评估师。”没人回答他。苏魔点头：“很好，果然是黑市。”狮子没说完，苏魔抬手一发禁咒祭了出去，劫神人天衰。一霎时，以苏魔为中心，整个入口方向都笼罩着几十种负面效果：沉默、衰弱、中毒、持续流血。30多个人在一瞬间掉了近一半的血量，眨眼间就有5-6个人血线冒红。他们是脆皮，压根扛不住每秒几万甚至上10万的伤害。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有7-8个人消失在原地了。人群中瞬间陷入慌乱，怎么回事？啊，你个小垃圾，搞偷袭！怎么回事？我放不了技能。进化！啊，进化不行。而刚落地站稳的爱德华瞬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住了。30多个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瞬间减员1/3。不等他弄清楚怎么回事，又有5-6个人消失。这是什么鬼技能？爱德华下意识就要退出秘境，
他从这技能中感受到了死亡危机，感受到了无法抵御的强大。他心神狂震，是他，是他，一定是他！只有这种强大而神秘的人，才能杀死安德烈跟菲利普。这人拥有越级挑战的实力。身为7转顶级职业者的爱德华，在日不落久负盛名，被誉为7转职业者中的无敌者，甚至他还单杀过8转职业者。可越是强大的人，对生死危机越是敏感，对强大的力量越是敬畏。他看似冲动地进入龙国，实则是借此机会向大主教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要在龙国制造混乱，搞出大动静，要狙杀龙国顶级职业者，要拿回日之塔。可就在这一瞬，只是被苏魔的技能波及了一下，他的雄心壮志就瞬间烟消云散。逃只是他的本能反应，结果不等他退到入口处，眼尖的苏魔瞅了个正着，抬手又是一记禁咒，森罗万象祭出，粗壮有力的荆棘触手伸出，将他死死按在地上。至于其他人，残血的被瞬间勒死，刚复活的1秒保护时间刚过，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又被勒死。哗啦啦声音不断响起，有10来个人变成了真正尸体，再也醒不过来了。7转战士2次复活，怒吼一声啊！他怎么也没想到，才刚进秘境，他连一个技能都没放出来，身上的复活卷轴就被打出来了。最憋屈的是，他连苏魔的一根毫毛都没碰到。再一次残血的众人神情惊恐，如见魔鬼。他是隐藏法师，他是高级职业大佬。大佬，我们错了，求你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大佬，我们跟你没仇啊，是何三让我们来的。何三7转战士浑身哆嗦，抖如筛糠。他一个堂堂7转职业者，从未像今天这么恐惧过。大佬，我错了，我交代，求你别杀我，我也是受人指使的啊！惨呼的众人纷纷死的死，消失的消失。新一轮的复活又开始了。苏魔看着绿色眼睛的爱德华，皱眉，日不落人。此话一出，爱德华瞳孔陡然一缩，果然是他。然而死亡瞬间将他淹没，他也进入复活阶段了。苏魔又看向刚复活的何三，冷笑道，接着受人指使的继续说。何三牙根都在发酸，是李家桎梏我啊！说完这句话之后，何三直挺挺躺在地上，再也没了。到现在周围只有4个坦克，守护职业还在苦苦支撑。然而劫神人天衰跟森罗万象这持续时间都是3分钟，他们怎么可能扛得住？又不到3秒，跟他进秘境的30多个人彻底凉凉。地上掉的都是套装、紫装跟部分强力药剂，职业技能书就2本，还都是守护的，真穷。苏魔吐槽，十分嫌弃的收了套装跟药剂，紫装更是连看都不看一眼。30多个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真正引起他关注的是绿眼睛的老外爱德华。第125章，爱德华的求生诚意，精深禁锢。爱德华之所以引起苏魔的兴趣，是因为他现在像是被定格了一样，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浑身冒着耀眼的金光，时间、伤害对他都失去了作用。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苏魔疑惑，左右现在只剩一个爱德华，他也不是很着急了。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出现在这里可不是什么巧合。真视之眼的注视下，爱德华的信息一览无余。姓名爱德华，职业天主之手7转，级别285级，战力评估1128星，直接跟朱老一样，等级没有朱老高，但他的战力却是恐怖的1100多星，比朱老还高。联想自己5转的属性就超越朱老，他此时有理由怀疑朱老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强。当然，究竟如何还得试过了才知道。他看着仓库里一直没使用的3道复活卷轴，神者之辉的被动翼还在，光明灵士的不老神体也还在，心思活络起来。800多万的法力护盾，12万的血量加2万多的血盾，他想试试这爱德华的实力。只要爱德华不是真伤型爆发伤害，没道理秒他的。而且他尝试着对着爱德华平 A 了一下，结果是什么也没 A 到，这让苏魔不禁疑惑，这爱德华明明就在面前，却像是不存在一样。他干脆放弃了尝试，等着爱德华这奇怪的状态结束。事实上，爱德华虽然不能动弹，却能清晰地看到苏魔对他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他想以关照技能探明苏魔的实力，结果却什么也看不到。他到底是谁？爱德华内心狂震，能进度硕山，最高只能是7转职业者。可7转职业者有谁能给自己这么强的危机感的？不要说日不落了，就算整个世界都不过一手之数。而那些人是绝绝对对不会站在他的对立面的。那么眼前的龙国年轻人是谁？他感受着周围持续存在的法术伤害，面色苍白。这得是什么样的法师才能释放如此暴力的法术？龙国的职业为何会这么强？该死，
已经2分多钟了，怎么还没结束？爱德华额头沁出汗来，对方的法术持续时间太长了，再不结束，他的今生禁锢就要失效了。他打定主意，这次只要能逃出去，今生再不入龙国。天知道龙国有多危险，自己刚进龙国，注意到的第一个人就如此难缠。终于，森罗万象带着驱策小鬼消失了，劫神人天衰也消失了。爱德华终于松了口气，今生禁锢的时间也到了。他额头冷汗涔涔而下，以往引以为傲的圣副手，在今天差点没熬过对方先放的技能。不等苏魔开口，他率先双手举起，尊敬的龙国阁下，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谈？苏魔诧异，你想谈什么？他还以为这货在不死效果结束的瞬间，立马对他痛下杀手呢，没想到是这么个怂货。眼看爱德华没有动手的意思，苏魔暗道可惜，转而微笑，谈可以，先拿出点诚意。诚意？爱德华心底一沉，该死！他想到了在龙国的规矩，主动求和、托人办事都是要送贵重的礼物的，尤其是处于生死危机这种要命时刻，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给的东西对方不满意，谈判可能就此告吹。他想了想，主动将自己使用的金身禁锢道具取了出来，当着苏魔的面给解了绑，扔给苏魔。苏魔接过来一看，嘴都笑得合不拢了。金身禁锢，类别道具介绍：伟大的魔法师梅林赠予亚瑟王保命之物，拥有无与伦比的魔力。唯一主动效果，使用后可将目标单位禁锢在原地，保持120秒不受任何影响，冷却时间180秒，使用消耗300法力值。乖乖，苏魔目中露出惊喜，这种好东西3分钟就可以用一次，2分钟金枪不倒，6啊！这种好东西，眼前这人说送就送了，看来是一条大鱼啊！他反手收了道具，尽量让自己笑得和善些。说说吧，这件事你想怎么了？爱德华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贪婪与欲望，显然只要他一个不小心，对方就要痛下杀手。爱德华沉声道：这次对你出手，我只是求财，是我的错，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都接受。哦，苏魔冷哼，只是为了钱？日之塔不要了？日之塔？爱德华眼神一缩，但他马上意识到问题，摇头：阁下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苏魔摆手，既然你装糊涂，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我也只是想要装备，杀人再取装备也是一样的。说着，他扬了扬法杖。我说。爱德华牙齿打颤，懊悔无比，他恨自己为什么不听贤者的话，非要逞强进入龙国，结果闹到现在不可收拾的地步。我随阿卜杜尔贤者大人来龙国，是为了日之塔。苏魔摆手，你们的目的可以跳过去了，我不关心。爱德华压下心底愤怒，只得继续往下说：龙国跟日不落官方约定，互换职业者各自挑选秘境挑战，但双方心底都明白，日不落想要日之光辉，龙国想要落日余晖。日不落出动了光之骑士与暗骑士，分别由菲利普跟安德烈率领。说到这里，爱德华悄然看向苏魔，发现他神色不变，心底愈发惊骇，真的是他，2拨人居然都折在一人手里，他到底是什么人？苏魔冷笑，这些都是官方已经知道的，你打算说这些来糊弄我？你不妨猜猜看，为什么光暗2支骑士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被清除了？什么？官方早就知道？爱德华惊怒交加，这么说，安德烈跟菲利普未必是眼前的人所为。他心底释然的同时，又升起惊惧：狡猾的龙国人！原来他们不仅知道日不落的打算，更是早有准备。爱德华惊怒交加，立马在属性界面给阿卜杜尔发了消息：贤者大人，光暗骑士团死亡原因已查明，龙国官方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3号有可能是叛徒。第126章日不落7大贤者，职业者爱德华化身 BOSS。苏魔压根不知道自己一通胡乱咋呼引来爱德华的震撼猜测，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个贤者人在哪里？阿卜杜尔人在哪里？在樱花海域。他为什么不来龙国？他是贤者，进入龙国之后属性被压制的厉害，一旦身处险地，对日不落损失极大。那之前那些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都是双职业？苏魔问出了上次没搞懂的事，混沌珠产量极少，为什么都用在暗骑士身上？爱德华再次沉默，这种事涉及的秘密太核心了，他要是说了，就等于叛国。不说。苏魔点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他再次扬了扬法杖。爱德华心神一紧，他还没瞅到苏魔心神松懈的时候，反倒是苏魔已经对他动了杀机。白象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神话副本，难度不大，重置，冷却时间都短，可以在短时间内反复刷新。
爱德华咬牙再次爆出内幕，混沌珠的爆率低，但这么多年来反复刷新，已经出产不少了，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日不落。哦，苏魔眼睛一亮，那你有吗？我没有。爱德华赶忙表示诚意，但贤者大人有。这支暗骑士就是由他亲手打造的，每一个贤者手里都有这么一批双职业的队伍。每一个贤者，苏魔心思一动，日不落有几个贤者？对龙国出手的除了阿卜杜尔，还有谁？爱德华心底疑惑，作为官方的人，对方应该知道这些啊。但想到对方可能是在跟自己核实信息，他只得耐着性子说明，日不落贤者神圣星教一共有7贤者，分别是预言、时间、战争、和平、禁咒、光明、骑士。每一位贤者都至少是8转级别的实力，其中禁咒、时间跟战争更是日不落国内顶级的9转职业者，距离成神只差一步。成神？苏魔眯起眼睛，他想到上课时老师曾说过，游戏世界降临现实，在以游戏规则约束世人的同时，也遵循着人类世界的最基本准则。就像人可以复活，但终究会死亡。游戏世界的出现，只是让这个过程变得多了几分可能而已。所以成神这种事，在游戏世界是不会出现的。然而私底下，同学们都在疯传，游戏世界早就有永生不灭的神明存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苏魔看向爱德华，那你们的大主教成神了没有？爱德华皱眉，还有人问这么愚蠢的问题？苏魔冷哼，杀机迸发。爱德华立马一哆嗦，大主教自然成神了，他超脱生死，凌驾于所有9转职业者之上，他全知全能，掌握着所有职业者的奥秘，他是生命的起源，也是死亡的归宿。说到最后，爱德华竟似忘记了恐惧，面露狂热。苏魔却皱眉，全知全能，生命起源，死亡归宿，什么乱七八糟的？大主教全知全能？是，你怎么能确定他难道是全职业者？这不需要怀疑，所有的日不落人都知道。你见过大主教？苏魔沉声问道。他想要先记得大主教的样子，万一狗日的失心疯跑到龙国来跟他要日之塔，也好躲着点。谁知道一听苏魔这么问，爱德华脸上露出古怪之色。他摇了摇头，没人见过大主教的样子，没人见过。他生于光中，超脱凡俗，我们这些凡人是不配见到他的真颜的。干！苏魔暗骂，浪费了半天表情。本以为马上要钓出大鱼了，结果勾了个寂寞。他仔细回想所有经过，这次确定没有遗漏之后，微笑道：我没什么要说的了，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的大主教。爱德华瞬间慌了，你什么意思啊？苏魔没有搭理他，抬手一发禁咒，光之寂灭。一霎时，他周身亮起了光。爱德华失声尖叫：大主教！然而下一刻，他就被光淹没了。苏魔皱眉，这么脓包，连反抗一下都没有，还是说这个已经被神化了的大主教已经让他恐惧到了极点？而且这个爱德华职业看上去这样牛叉，怎么连反抗都没？苏魔诧异看着面前，在爱德华消失的地方，没有掉装备，没有爱德华，有的只是一个光影组成的人形巨大怪物。神主之手，神；种族，神；等级285级；血量50亿；战力评估1500星；技能神圣主宰，天神下凡，神劫光灭，众生祭赖，神明审判，劫神主天威。介绍：无知渺小的人类，你触怒了神明，招来了灾厄，神明动怒，要将你审判。地狱是你唯一的归宿。呼！光影怪物浑身光焰缭绕，双眼似火焰燃烧。他望向苏魔，声音不辨男女，卑微的虫子也敢窥探本神。蝼蚁，就安心做你的蝼蚁。任何毒神者，下场只有一个，死。说着，不等苏魔反应过来，神主之手 BOSS 抬手打出一道光，光柱像极了苏魔的禁咒光之能量炮。卧槽！苏魔惊呼，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不好好一个大活人吗？怎么变成 BOSS 了？这是什么机制？ NPC 客串 BOSS， 狗日的不讲武德，上来就是杀招。他骑着炎火流星狙就往旁边一躲，结果还是被刮中了一下，瞬间掉了50多万的护盾。这么狠！苏魔抬手就是一发地牙裂突，结果却吐了个寂寞。狰狞巨大的地刺顺利戳中了神主之手的身体，却一点伤害也没有。什么情况？这还是他的禁咒第一次没有丝毫作用。怪物不存在，可他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就在苏魔准备抬手再来一发禁咒时，悲催地发现自己的技能面板变灰色了。BOSS 技能之一，众生祭赖，沉默。最操蛋的是，这个沉默跟他的劫神人天衰很像，居然无法进化。因为没感受到伤害，炎火流星狙的血盾也没有发挥作用。紧接着，
一片雷霆从空中倾泻而下，照着苏魔的头顶就轰隆隆的砸来，而苏魔却跟傻了一样，眼睁睁看着雷霆轰在自己头顶。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心底升起：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以往时候都是他用禁咒这么轰别人，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自己。不过这招对苏大爷没用啊。第127章，苏魔卡 bug 免消耗2连发禁咒，众生祭赖，神劫光灭，神明审判，劫神主天威，连着4道堪比禁咒的技能直接砸下，各色光华瞬间将苏魔掩埋。神主之手 BOSS 狰狞狂笑，毒神者必须死。下一刻他愤怒咆哮，该死，这个蠢货！光华中，苏魔浑身金光闪闪，任由各色技能光华在他头顶闪来闪去。金身禁锢跟爱德华啰里吧嗦这么长时间也不是全然没有用处，除了得到一些隐秘外，还有就是金身禁锢的冷却时间结束了。面对这些明显伤害不俗的技能，苏魔果断用金身禁锢躲掉。还别说，真好用，2分钟的时效是真长啊！嚣张的苏大爷咧嘴怪笑，看着 BOSS 想干掉他，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心底暗爽。而在这2分钟的时间里，他也想好了对策。既然地牙猎突没有效果，那就尝试用别的。他必须得先试试哪个技能对 BOSS 有效，不然空放禁咒，失去先机。按照自己最近释放技能的次数跟规律，苏魔赶在金身禁锢结束的第一时间，抬手释放了一道禁咒——天灾军团。咔嚓嚓，近60个天灾军团成员骤然出现在当场。纳奥族、阿尔萨斯、福塔根。然而，天灾军团释放之后，并没有开始读条冷却，而是在瞬间完成刷新，自己又放了一次。咔嚓嚓，又是一队天灾军团。巫妖王、马尔加尼斯、提克迪奥斯。深渊驼龙元神卡的 15% 技能重放几率，加上法神战衣的 22% 技能重放几率，让苏魔的天灾军团放了2次。100多号人站在苏魔周围，反过来将 BOSS 围了起来。苏魔把手一挥，上！顿时各种技能、攻击、毒素、光环色彩闪起，照着 BOSS 招呼了起来。让苏魔满意的是，这次的攻击起作用了。-253698， -1289523， -256468。眨眼间 ，BOSS 的血条下了一格，1亿的血量，说没就没。神主之手狂怒，身躯陡然变大，天神下凡，免控，减伤。天灾军团的伤害值果然减少。苏魔毫不意外，抬手接连祭出冥府炼狱、怨灵噬魂，围绕 BOSS 周围顿时多出了地狱鬼眼、亡魂、怨灵，齐刷刷的对 BOSS 造成伤害。再来一发大的，苏魔抬手又是一发超能机甲。这个要是不2次释放，他就放天火箭塔。不出意外，超能机甲被2次触发，2个大号的赛博坦星人从天而降，比 BOSS 块头还大一些。2个超能机甲刚一落地，各自一拳下去，直接打掉 BOSS 1格血。这个速度，只怕要不了多少圈就能将 BOSS 锤爆。苏魔咧嘴怪笑，37%的技能重放几率，苏大爷已经摸出窍门了。接着又是一发远处爆破，元素地爆天星，定向的缓速、爆破都是放在天灾军团的小兵身上的 ，BOSS 无法净化掉。只听轰轰的爆破声不住响起 ，BOSS 的血条蹭蹭掉了2格。苏魔惊喜不已，没想到这2个生命不显的禁咒搭配起来的技能效果，居然有1+1大于2的效果。他毫不犹豫，抬手又是一发禁咒天火箭塔，37%的技能重放触发几率再次生效。接下来苏魔就可以针对性的卡这个 bug 了。2个箭塔矗立在苏魔身边，照着 BOSS 一通刷刷刷狂对。接下来苏魔就靠在箭塔旁边，看着 BOSS 跟自己召唤出的一堆怪物搏斗，压根无暇顾及他。原来群殴的感觉如此美妙，难怪刘三如此喜欢。苏魔看着眨眼间掉了6格血的 BOSS， 恋恋啧舌。到底是 BOSS， 输出高不说，皮糙耐操。这要是换了职业者，8次他也投完了。这么大个，苏魔皱眉。到现在他的溯源之息都没有生效。狗日的神主之手 BOSS 到现在一直处于免控状态，他的天神下凡状态就没消失过。好在持续了近3分钟之后， BOSS 的身形终于变小了一点。苏魔毫不犹豫，抬手一记劫噬魂技妖点了出去。苏大爷忍辱负重，用金身禁锢躲技能，就是等着这狗日的技能轮着放一遍。你的免控放完了，但苏大爷还没完。劫噬魂技妖放完，跟着又是一发禁咒天人咒怨祭出， BOSS 瞬间变成了一头身形巨大的红屁股毛毛，他头顶还顶着巨大的镜子，所有伤害加 50%。 然而这还不算完，苏大爷等的就是现在，怎么会给 BOSS 留反手的机会？密眼法阵接着2连发，
强势的双重沉默加虚弱，让 BOSS 身上的光都暗淡了下来。三重沉默套上去，也确保了溯源之息不会被技能给净化掉。BOSS 的法力值像跳水一样蹭蹭蹭连级掉，这下 BOSS 的血量掉得飞快，眨眼间又去了3格子。趁你病，要你命！激进于禁咒自由的苏大爷抬手又是2发禁咒，封神之佑，潮汐涌流。霎时间，阴风怒嚎，浊浪排空，2发禁咒结合的效果形成狂风巨浪，将 BOSS 身上所剩不多的焰光都浇灭了。BOSS 的血条已经掉了20条，第21条血看着将要读完。苏魔眼中金光爆射，50亿的血量，1条血1亿，20条血就是40%，21条血，斩杀线过了。苏大爷咧嘴嘿嘿大笑，你的命我收了，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法杖一挥，收割禁咒，死亡意志祭出。哈哈哈！亡灵主宰令人牙根发酸的恐怖笑声响彻天地。他的身影从虚无中走出，照着 BOSS 的脖子一把掐住，接着用力一握，噗！神主之手 BOSS 瞬间被捏爆，像漏气的皮球将剩下的血量尽数放完。然而让苏魔意外的是 ，BOSS 却没消失，反而是空着血条在那狂笑。啊呀！肮脏的蛆虫竟敢触碰本神的身躯，你该死！在他狂笑的同时，他的血量跟法力值又像是喷泉一样开始疯狂上涨，在不到1秒的时间回涨了10%。万里无一的 BOSS 反血机制吗？第128章，义气的装强，声讨商业巨头。回血。苏魔冷笑，他有2手方案，但眼下情况是不需要了。在虚空中又出现了一个亡灵主宰，比第一个显得更加凝实。而且他出现之后，似乎对没能一击杀死对手而愤怒，不再狂笑，而是怒笑一声，大步走到 BOSS 身后，2手同时伸出，死死掐住 BOSS 脖子。顿时，神主之手身上的光不再闪亮，高速回复的血，法力值也戛然而止。他浑身颤抖，想要挣脱，却连转身都做不到。亡灵主宰悠悠呼出2字：死亡。接着，他用力一握，砰！神主之手 BOSS 彻底炸成碎片。愤怒的声音响彻天地，蝼蚁居然敢是神，你将会收到神之审判。苏魔冷哼，装神弄鬼，自己还可以刷新一波，再来一次呢。没想到所谓的神族不过如此。可嗨嗨，碎片中落下一个满身是血的人，爱德华。苏魔毫不犹豫，抬手一记普攻跟上。这狗东西太邪门了，没死不说，还召唤来了 BOSS。不！爱德华怒吼，哗啦啦，他就此倒地，彻底死去，装备掉了一地。苏魔惊喜上前，脸色一沉，狗日的，都只是寻常职业的装备，居然没有特殊的材料跟装备。不对啊，明明是 BOSS， 怎么没有 BOSS 掉落？苏魔骂骂咧咧捡起装备，又是一发禁咒，流火天灾，清理现场。没办法，身为龙国人天生讲究，不忍见这些人曝尸荒野。至于打 BOSS， 苏魔想了想，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次有大规模的龙国职业者消失，而且跟那个李家志有关系，他必须要赶快想办法弄死这个祸害。36计，走为上计。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出渡朔山没多久，远远的就瞧见海上出现一队人马，有人冲在最前头，大声呼喊：各位兄弟，有人赶上咱们的船，黑咱们的客人，你们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有人想动你们的兄弟，你们怎么办？弄他！苏魔放眼望去，倒抽一口凉气。好家伙，前前后后近百的水中巨兽船舰开来，每头巨兽上都有不少职业者，看他们举手怒喝的样子，分明十分愤慨。装强！苏魔感动，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召集了数百人。这些人有的是商人职业者，有的是战斗职业者，实力也参差不齐，却足以震慑之前的那帮宵小。强子哥！苏魔远远招呼，骑着炎火流星驹冲向庄强。老弟！庄强愣了一下，兴奋招手：太好了，老弟，你没事就好。他招呼苏魔落下，满脸不可思议：老弟，你怎么逃出来的？苏魔把想好的理由说出：我引他们进了秘境，丢个技能把 BOSS 惹怒， BOSS 控住了所有人，我趁机溜了出来，还得是你。庄强伸手赞叹，他随即冲众人呼喊：各位，我兄弟现在人没事了，我们接下来就在这等着他们出来。好！众多商人职业者欢呼，仿佛他们打了个大胜仗。这么团结？苏魔诧异，不就是救人吗？自己已经出来了呀。他低声问道：老哥，他们这是？庄强笑着解释：商人职业在游戏职业室若是职业，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团结起来。尤其是我们这些跑海的，风里来雨里去，彼此之间要是没个照应，没准哪天都没人收尸。苏魔再次感动，他跟庄强不过萍水相逢，花天酒地几次而已，
却没想到对方如此义气。哪知庄强愤愤喝道：“整个魔海谁不知道，咱们出海的人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活。好啊，现在窝里横了，有人卖咱们的客户，这把咱们当什么了？今天不弄清楚谁卖的线索，以后出海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不少职业者响应：“大庄，放心吧，咱们大伙都在，一定给你弄个明白。就是有这样一群蛆虫在，以后谁还敢去黑市？大庄，放心吧，是我们战斗职业的问题，我们大家伙就清理门户了。是你们商人职业者的问题，你们也给我们个交代，怎么样？”好，就该这样，不然出海的担惊受怕，我们打装备的心里也没底。对，一定要严惩。苏魔豁然开朗，真要这样，哪里还需要他担惊受怕？他小声嘀咕：“强子哥，我听他们说是李家志，不知道。”果然是李家志。庄强高声道：“这狗日的果然贼心不死。”怎么了？苏魔愈发诧异，怎么听口气自己不像是被人针对了，反倒是卷入了两股实力的争斗漩涡了？庄强没有跟他解释，转而大声说道：“这就说得通了，各位兄弟，我这兄弟说了，里面的人得意洋洋，泄露了咱们这位李大老板的指使。”苏魔眼皮直跳，卧槽，这么草率的吗？你不是应该问我怎么确定，盘问细节吗？而众多商人职业者的反应也大大出乎苏魔的预料，群情激愤，慷慨激昂。狗日的李家志，老子早看他不爽了，就是国贼一个，身为龙国商人，却跑去丑国捐高能计算机。你看他那个舔狗嘴脸，丑国少他那一点东西，自己国家那么多企业稀缺，高价买都不卖，他个狗日的跑去国外献不完的媚，四处捐钱赚名声，钱都是拿老子公摊出的。苏魔这才反应过来，李家志在这群商人职业者中已然成了行业的耻辱，龙国的败类。这样的人还管什么有无实际证据，对他就完了。而巨兽上的战斗职业者在此时也被激怒，纷纷怒吼响应：“对，狗日的李家志就是个卖国贼！老子在魔海买的房子那么点，公摊都快占实际面积的1/4了，这狗日的装什么大善人，拿老子的血汗钱去捐？怪不得我大哥之前在黑市发了一点小财，出门就被人盯上了，原来是这狗日的下的黑手，找他算账，把他赶出魔海。”苏魔目瞪口呆，局面以一种超乎他预想的方式发展，对他有利，却不在他的控制范围。第129章，日不落发动圣战。日不落帝国圣保罗大教堂，教堂内的神龛上，一个浑身发散金身光辉的神像突然活了过来。他面容模糊，依稀可见爱德华的样貌在上面闪过，最后是一个神情威严的样貌在上面定格。当然，没人能够看清他现在的变化，但长期与此地供奉的白袍老者却敏锐察觉了这一变化。他一身白袍，两手托起：“主教大人，请详谕。爱德华死了。光影无喜无悲，遥远的东方有我们的宿敌。”他很卑鄙，暗算了爱德华。谨遵神谕。白袍老者沉声道：“他有什么特征？”金色身影施展神通，在他的脸上浮现了一个画面，里面一片技能乱放，最后雪花一样陷入模糊。这……白袍老者震惊，他竟无法根据大主教给出的线索探究真相，但那人施展魔法的一刻却被记录下来了。虽然模糊，却可以判断出是召唤系跟亡灵系的魔法，黑暗魔法。白袍老者目光熠熠，浑身气势陡然升起。遥远的东方，黑暗再起，圣战再次开始了。他走出教堂，冲殿外常年恭候的戴面具的金甲骑士降谕：“大主教有令，圣战开启，征服东方。10名身穿金甲、胸佩十字章的威武骑士单手横胸，单膝跪下，愿为全知全能的神奉献一切，愿神光净化一切黑暗。”说罢，他们径直起身，各自挥手，祭出坐骑，是石头狰狞的成年巨龙。他们翻身骑上坐骑，自大教堂盘旋升空，前往各个方向召集人手。整个圣保罗大教堂上空盘旋着一个悠悠声音：“神光净化一切。”事实上，白发老人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出大殿后，金色神影在原地喃喃自语，竟然连我看不透他。与此同时，在樱花海域外围徘徊的阿卜杜尔猛然顿住，属性面板上告诉他3号是叛徒的爱德华头像已经变成灰色。位于圣保罗大教堂的祭司也给他发来了消息：圣战开始了。而他因为此次办事不力，害得神教接连损失惨重，收到消息起即刻返回日不落接受审判，否则视为叛国叛教。愤怒的阿卜杜尔对着身下释放一道威力巨大的魔法，掀起数百丈的巨浪来。坐骑巨龙更是愤怒地吐出一道火焰，将巨浪蒸发殆尽。卑鄙的3号，你居然敢背叛日不落，你休想安宁！阿卜杜尔沉声喝道。海拉斯将3号的存在报给龙国人，还有爱德华、菲利普、
安德烈三人的死必须有人为此负责。我明白。一个浑身皮肤白得过分，额头血管都清晰可见的青年骑着一头4翅飞龙跟了上来，他态度恭敬，垂手答应，我会妥善安排此事，大人。好。阿卜杜尔神色阴沉，调转坐骑方向，往樱花国飞去。反观塞拉斯则拉起坐骑龙头，升到之前阿卜杜尔所处的高度。他注视着西方诸多海域，阴恻恻笑道：卑鄙的龙国人想脚踩2条船。苏魔跟着庄强站在蝶尾龙精头顶，看着他振臂高呼，痛斥李佳志。心头一道声音响起：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已经屏蔽了这次窥探。苏魔心底一凛，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贤者阿卜杜尔，心生警觉。不行，不能再出海了，回去之后一定尽快完成6转。麻烦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就当他准备问庄强打算怎么办时，在属性面板龙国频道突然发布了一则消息：龙国职业者协会主任汪卫长期出卖国家信息，谋害同胞，已于8月25日上午10点被抓。苏魔看着这一则莫名其妙的消息，暗自皱眉。职业者协会，这不基本上等于龙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了？通敌卖国，看时间就在刚刚发生的事。不只是他，所有人都收到了同样的消息，就连慷慨激昂痛骂李佳志的人也纷纷沉默。所有人都茫然地看了彼此一眼，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而接下来又一条消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龙国商业巨贾李佳志被证实拥有双国籍，或有日不落公爵身份，多年来通敌卖国，残害同胞，在逃。现发出国家通缉令，对于此类国贼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所有人都愣住了。什么情况？他们刚得知李佳志倒卖职业者消息的事，都做好了跟李佳志死磕，双方死伤惨重的准备了。结果官方通报李佳志叛逃了。周围的人都看向苏魔，是个人都觉得这件事跟苏魔有关。就连庄强此时都忍不住凑向苏魔：老弟，你跟老哥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官方派下来的巡检啥的，专门查处这些汉奸走狗的？苏魔云里雾里，哭笑不得：老哥，你觉得我是吗？庄强挠了挠头，可也是，官方的人可不敢去红浪嘛。嘿嘿嘿，他咧嘴怪笑起来。不管这么多了，李佳志在逃是好事，以后咱魔海商业圈的风气也能得到净化了。等等，狗日的黑市还有他的眼线，不能掉以轻心。振奋的庄强似乎找到了新的关注点，立马站到蝶尾龙精头顶高呼：各位兄弟，李佳志伏法了，但黑市的人还没调查出来啊，咱们得找黑市要个说法。众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接连2条大鱼被发现，让他们的情绪高涨，终于自己也能参与到保家卫国这样的大事中了。苏魔一头雾水，有些事情进度反转的如此之快，但总得说来，自己好像又没有刚才想的那么危险了。好事情，他收拾心情，拉了一下庄强：强子哥，这么多人来帮场子，我是不是得答谢一下他们啊？庄强撇嘴：老弟又骂人了是不？苏魔苦笑：真没有，就是想真心感谢一下你，还有这些大哥。不用。庄强摆手：没有你，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坑多久，坏了我们多少名声。这种事就得发现一次追究到底，不然以后没完没了了。苏魔叹气：我还想着在帝王假日办了个至尊会员卡送给你的，现在看来是不需要。哎，老弟，我觉得吧，你还年轻，凭你的姿色，有大把的姑娘喜欢你。庄强一把拉住苏魔：老哥我就不一样了，离过一次婚，职业也不光鲜，只能靠自己努力了。苏魔哑然失笑：强兄，为何前倨后恭？第130章，庄强也有梦想。苏魔跟着众人围着杜朔山好半天，也没见到人出来。众人都很奇怪，30多个人，就算是 BOSS 也能刷了，怎么还没出来？只有苏魔知道，进去的那些人再也出不来了。但演戏演全套，他不能说。终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众人急忙围了上去。瞧见眼前这一幕，来人也慌了：你们想干什么？众人纷纷吆喝：强子，是不是他？庄强仔细看了看，摇头：不是，进去的那群人没有他。老弟，你看呢？苏魔装模作样看了2眼，也摇头，好像是没他。众人又喝问来人：里面什么情况？见到一伙30多个人组的队伍了吗？那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不是打劫的就好。他摇头：没有见到，不过中间我们刷 BOSS 的时候，秘境里闹了不小的动静，鬼哭神嚎的，吓死个人。估计是大桃树那边闹的动静吧。大桃树是杜朔山秘境中其中一个副本， BOSS 是2个神人，申叔、玉磊。众人又问：那你可见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奇怪？那人心有余悸，入口处像是遭了天劫，有各种法术元素、亡灵残留，还有火烧的痕迹，不过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是了，
肯定是大桃树的2个 boss 跑出来了，这2个据说就有跟亡灵有关的技能，遇到亡灵也容易触发一些别的情节。一人自行脑补解释，也只有这样，这位小哥才能趁乱跑出来，我说的对不对？众人看向苏魔，苏魔竖起大拇指，面上却心有余悸。老哥你太厉害了，跟亲眼看到的一样。庄强冷哼，这群该死的，我们就在这等着，看他们出来不出来。先前之人再次摇头，应该没指望了，被申叔、玉磊盯上的，要么杀了他们2个出来，要么被他们杀了复活。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他们估计集体挂了。小哥，好手段，好一招借刀杀人。苏魔无可奈何，我也没办法的，我只想活着而已，我又不是他们的对手。众人纷纷摆手摇头，这些人残害同胞，死有余辜。这时庄强开枪了，各位兄弟，既然我兄弟安全了，里面的人也遭了报应，大家就各忙各的去吧。今天晚上孟江南，我跟我兄弟2人摆酒致谢。好，众人纷纷响应。庄强碰了碰苏魔，苏魔会意，冲众人弯腰行礼。苏魔谢谢各位仗义。众人纷纷回应，不必客气。今天我们要是冷眼旁观，改天或灵己身，就没人为我们出头了。小兄弟放宽心，为你也是为我们自己。苏魔心有所触。庄强又看向蝶尾龙筋尾鳍上的职业者，对苏魔说道：老弟，这几位兄弟听说你的事，毫不推辞就跟着过来了，你跟哥哥一起送人家到站吧。苏魔点头，理应如此。送过了几人，鱼头上只剩苏魔、庄强2人返回。苏魔由衷道：老哥谢了。庄强撇嘴，又来，不跟你说了吗？这种事也触及我们这些人的利益了。你得知道，像我们这种非战斗职业的地位很低，如果不团结起来，想顺利活下去很难。顿了顿，他苦笑：兄弟，我一个非战斗职业者，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操蛋的游戏世界让整个世界分化的更为严重了。苏魔诧异：你这么有钱，完全可以买一颗转职珠重新转职业啊。转职珠？庄强苦笑摇头，这种东西哪有这么容易获得？而且我们非战斗职业，即便用了转职珠，转出来的职业还是非战斗职业。转命珠呢？一样的道理。庄强苦笑：你能想到的，商人职业中早就有人尝试过了。除非什么？苏魔诧异：除非是混沌珠能够开启复职，这就等于赋予职业者2次人生。庄强面露向往之色，只可惜混沌珠这种东西对战斗职业者来说都是至宝，又怎么可能拿出来售卖？苏魔不禁愕然，他想到了日不落的那些职业者，天行者，个个都是双战斗职业，心底火热起来。要是能再遇到日不落的高阶职业者，一定要想办法弄2颗混沌珠，一颗给自己，一颗给庄强。苏魔暗想，要是再多的话，就给朱老爷整1颗。做人要知道感恩。他在心底记下这件事，但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安慰庄强：老哥，你这样也挺潇洒的呀，这么多战斗职业者想要出海，不都得看你脸色？庄强心情大好，咧嘴怪笑：对，好歹你强哥还是这片的海王呢。对，苏魔响应着。2人一路向西，上岸先吃饭，后洗澡，再放松。晚上一起去了孟江南，摆了20-30桌酒，请一众人胡吃海塞了一通。不少6转职业者喝的舌头都大了，对苏魔放话以后出事了就找他。人性的质朴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第2天，庄强早早出海还人情去了，苏魔则在酒店一直睡到午后。8月份的尾巴，在魔海仍然很热，苏魔就在酒店吃了顿饭，又回去眯了一会，确定凉快之后才下楼。看着已经冷却完毕的绝大部分技能，苏魔想了想，准备去一趟幻境塔。他看了一眼属性面板，这才惊喜发现属性面板下面的幻境塔按钮出现了新的字样。细看之下，这才惊喜发现之前驱策多宝道人跟4不像外出寻宝早就已经结束了，而他这几天一直在江南城忙着刷 BOSS， 也没注意这茬。他迫不及待地点开幻境塔界面，发现里面是近10条的刷新消息。您的寻宝奴隶多宝道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召唤卷轴 X1。您的寻宝奴隶多宝道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秘境令 X1。您的寻宝奴隶多宝道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逐日之弓 X1。您的寻宝奴隶4不像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先知草 X3。您的寻宝奴隶4不像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金风玉露 X2。您的寻宝奴隶4不像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强力回复药剂 X10。您的寻宝奴隶4不像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元素模式 X1。是否领取？第131章幻境塔寻宝奴隶大丰收，再战幻境塔。领取。苏魔看着仓库里多出来的东西，2个寻宝奴隶寻来的东西各有特色。多宝道人的偏向于职业者，
更实用。四不像寻来的更倾向于坐骑跟装备。别的不说，就一枚通用秘境令的价值就足以抵得上之前的花费了，更何况还有元素魔石、召唤卷轴这些。至于逐日之弓，苏魔鉴别了之后就无奈摇头，是件低级子装，只能卖钱。但苏魔心动的是，现在2个寻宝奴隶寻宝归来后，又可以再次驱策去寻宝了。您的寻宝奴隶夺宝道人带着您的重托出门寻宝了，3天之后他将满载而归。您的寻宝奴隶四不像带着您的重托出门寻宝了，3天之后他将满载而归。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苏魔果断将2者派出去寻宝。既然这样，那就更得去打幻境塔了。他记得幻境塔后面20层还有一个40层的文仲，文仲搭配莫麒麟也能出去寻宝。到时候3个寻宝奴隶同时出手，好东西更多。苏魔看了一眼技能面板，绝大部分已经冷却完毕，再加上天威浩荡，完全可以再刷新一波。幻境塔走起！苏魔买了些强力药剂，前往幻境塔。别的保命卷轴啥的不需要。前几天他在这里保留的《封神演义》30层进度，进去之后直接挑战就可以了。当时3000万买一次挑战机会，苏魔还龇牙咧嘴，觉得肉疼。回过头来再看，3000万一次，真便宜啊！这价格跟嫩模的300块有什么分别？绝对的让利大酬宾啊！苏大爷果断花了6亿蓝星币买了20次，这次他要通关《封神演义》。31层，持国天王魔里海，武器长枪、碧玉琵琶，混合型战士，高爆发、强控制、高防御，枪枪暴击，3枪一个，眩晕 0.5 秒，战力400星。这个战力对于同为140级的普通职业者来说遥不可及，但苏魔注定不是一般人。魔里海很强势，但缺点也很明显，攻速、移速一般。过这样的关卡，直接暴力输出就完了。翅膀惊天圣威，加暴击率，暴击伤害。坐骑炎火流星狙。装备2件红装，神者之辉，圣者荣耀；3件盘龙套装，2件暗金法神套装，还有1件极品紫装。再加上一发雷霆之主祭出，输出要多爆炸就有多爆炸。不到1分钟，魔里海随风消散，苏魔获得了155点荣耀积分。接下来是魔里青、魔里红、魔里兽以及几大天君，一直到40层的文仲，苏魔都是这套暴力打法，以禁咒洗图。到了40层，苏魔不禁感叹，禁咒多了起来之后，他也充当起了狗大户，打怪、刷幻境塔也不再像之前抠抠搜搜计算了。往往这到了一关之后，看着技能面板上哪个技能暴力，就有限放哪个技能。即便如此，到了40层，他苏大爷的技能面板上还有28个禁咒可用。不得不说，接连获得减 CD 的技能跟装备，让他的绝大部分技能都在半天到1天之间，个别长的到了1天半，极大的解放了他释放禁咒的束缚。今四海荒芜，诸侯期盼，皆陛下有负于诸侯。陛下不修德政，一意荒淫，数年以来不知超纲大变，国体全无。今无耻打王鞭，先诛妲己，后杀胡喜妹，再振朝纲，谁敢阻我？雷神普化天尊文仲，神，职业雷神5转，级别140级，生命值150255，力量82569，敏捷10500，法力1825856，攻击力35264，防御18268，战力评估400星。技能9天神雷，天眼神威，雌雄神鞭，神落雷劫，雷霆灭世，万雷神影。看这属性，全然是一个暴力法师的配置。这还不算完，他旁边还有一头莫麒麟，是典型的增益型守护加肉盾。最关键的是，他是文仲的专属坐骑，拥有无比契合的关联属性，加护盾、法力回复、气血回复，双抗值。让苏魔一脸艳羡的是，莫麒麟给文仲加了近100万的血盾值。更操蛋的是，他还有跟炎火流星狙一样的每5秒解控的被动。因为关卡的设定，文仲先放技能，抬手一记9天神雷轰了下来。从气势上来说，甚至比苏魔的雷霆之主还强上几分，但威力上就弱了很多。即便如此，每一道雷霆落下来都是1-20万的伤害，持续半分钟。这种伤害别说寻常法师了，就是坦克来了也遭不住。但苏魔扛住了，他有800多万的法力值护盾，再加上总数近20万的血盾，他抬手一记劫轰天雷进行还击，以雷霆对雷霆，以伤害换伤害，看谁先遭不住。一个800多万的血耗不死一个100多万的，更何况自己的雷霆之主伤害比对方的伤害更猛，加上苏魔的溯源之息双息、太古之息得被动高额回复，苏魔的血条、法力盾在始终维持在最高值的 95% 以上。
反观文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身板脆，伤害低，还没等到莫麒麟的5秒解状态，他的血量就降了一半。苏魔看了一眼技能面板，死亡意志还在冷却，用不了。他暗叹一声，还是收个技能好用啊。接下来他开启神罗天征，开始疯狂平 A。 眨眼间，远程攻击的法师苏魔挥舞法杖的速度已经达到中上等级射手的攻速，一道道普攻特效连成一线，对着文仲打出了先锋附体术的闪电连击效果。在第5秒莫麒麟的5秒进化出现的时候，文仲的血条已经泛红见底。此时的他双手雌雄宝鞭已经不住闪烁发光，周身也一闪一闪冒着雷光。苏魔毫不犹豫，骑着炎火流星狙拉近距离，文仲的血量已经低于 3% 了。神罗天征被动4绝命阵，被动光环瞬间将文仲斩杀，而他的坐骑莫麒麟却像是痴傻了一样，站在原地抽搐，连反抗都不会了。木的感情的苏大爷也不客气，就着劫轰天雷的威力跟神罗天征的被动加攻速，将莫麒麟打死。期待许久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您击败了雷神普化天尊，获得荣耀积分255。接着是一串哗啦啦的掉宝声音响起。第132章打神鞭，幻境塔还奖励这个。文仲不愧是40层首关 BOSS， 宝物掉落杠杠的。元素魔石 X5， 元素珠3块，巧的是全是加气血的。春秋印记 X7， 霸王印记 X10， 英雄印记 X12， 200级以下通用秘境令 X2。 苏魔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现在仓库里有英雄印记75枚，霸王印记281枚，春秋印记10枚，元素魔石近200块，元素珠3块热乎的。之前他还忧愁英雄印记如何快速获取积累副神，毕竟副神一次需要3000英雄印记，现在看来也未必需要等上1年，只要自己脸足够好，没准半年就刷够了。因为通关三国群英可以获得280枚，奖励50枚。刷封神演义有2层可以掉10来枚，3个寻宝奴隶也能寻到一部分，粗算下来1个月凑个400-500枚问题不大，只要坚持刷，半年凑够3000印记完全有可能实现。想到这里，他果断暂停挑战，将文仲俘获，驱策他赶紧出去寻宝，别给大爷来什么紫装了，全来英雄印记。接下来就是继续刷幻境塔了，他要看看封神演义通关之后能获得什么。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苏魔终于将封神演义也打通关了。不得不说，50层的 BOSS 太公姜子牙打人真疼啊！一柄打神鞭普攻一下，打掉他50多万的护盾，一招封神劫瞬间让他蒸发200多万的护盾值。这也让苏魔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就算不是真伤，同级别的职业者在理论上依然可以威胁他的生命。也亏得他有超能机甲，利用太公是薄皮法师的特点，一锤锤废了。而这期间，苏魔用金身禁锢将自己裹住，看着姜太公丝血状态跟超能机甲对轰了近1分钟。终于，当苏魔重新活动，靠着神罗天征的绝命阵击败了姜太公。姜子牙失败之后的声音响彻天地，愿者上钩，多么痛的领悟！无愿这世间再无欺骗，再无不公，已无神力，赐汝成神。但熟悉的奖励声却没有响起，反而是周围的场景发生了变化。50层化作了一卷画布，将苏魔卷起，飞向虚空。沧海桑田，白云苍狗，苏魔有种经历时间长河的感觉。苏魔感叹，不愧是神话关卡，跟三国群英、楚汉争霸的到底不一样，这动画特效整得太逼真了。然而让他震撼的是，画布将他卷到一处烟波浩渺的空中后，变成一副金榜高悬头顶，左右各有苍松、翠白拱映，一道道流星从天际闪过，滑入金榜。苏魔依稀看出榜上写着3字封神榜，又是动画。苏魔心道，似乎从3转开始他就再没看到过动画了，不想在幻境塔又看到了。看吧，老版的封神还挺好看的。可封神榜上显现的却不是姜子牙封神的场景，甚至跟封神演义全无关系。封神榜上，群星浩渺的宇宙中，一颗蔚蓝色星球映入眼帘，蓝星上万物繁衍生息，循规有序，机械、科技、生物等等飞速发展，蓝星进入高科技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宇宙的探索越来越深远，一艘艘飞船飞出宇宙，一艘艘舰艇深潜海底，诸多国家联手探索，力争让人类走出蓝星。在动画中，苏魔看到了人们联手协作，亲手开启了封神计划。人类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深海建设基地，却无意中激活了某个程序，蓝星被数据化。接着是长达10秒的黑屏时代，苏魔也没看到。接下来就是蓝星开启了游戏世界降临。苏魔瞪大眼睛，心底掀起惊涛骇浪，这不会是游戏世界的真相吧？
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穿越到了某款游戏软件中，可从封神榜的动画来看，事情远比他想的复杂。他死死顶着封神榜，想要继续看下去，结果封神榜雪花了。就在苏魔左等右等不见下文时，忽然听到一个威严暴怒的声音怒吼：“姜子牙，你好大的胆子！”不等苏魔反应过来，周围天旋地转，场景如水中烟花一样岁岁无踪。苏魔一阵目眩神迷，竭力稳住心神，看了一眼四周，哪里有什么封神榜，哪里有什么灵台，有的只是幻境塔50层的幻境罢了。太公姜子牙不甘的死前呼喊声悠悠响起，人心不古啊！接着是一连串的提示声响起：恭喜你击败了太公姜子牙，获得荣耀积分300分；恭喜您通关封神演义关卡，奖励荣耀积分1500分；恭喜您通关封神演义关卡，奖励幻境塔额外挑战30次；恭喜您首次挑战及通关封神演义关卡，额外奖励荣耀积分1500分；恭喜您零死亡通关封神演义关卡，额外奖励元素模式 X30；恭喜您创下通关封神演义关卡最低等级记录，额外奖励荣耀积分1500分。由于您出色的表现，额外奖励您道具1件。苏魔还处在恍神中，疑惑自己刚才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结果看到一件满是得道具，立马被吸引了目光。他抬眼看去，这件道具灰扑扑的，像根棍子。他想了想，用真视之眼开启鉴定。破损的打神鞭，类别特殊宝物，介绍来自未知世界的神明所赠，损坏异常严重，但宝物内隐约还有神性余晖不时溢出。打神鞭，苏魔眼神一缩，陶乐购给他的攻略里没有提到有打神鞭的奖励啊。他取出打神鞭，在手里掂了掂，非木非金非钻，入手后一股古拙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其他道具装备带来的感觉截然不同。不过这感觉好像有点熟悉，熟悉的感觉。苏魔皱眉仔细回想，眼睛又是一缩。日之塔，这感觉跟之前的日之塔给他的感觉很像，却更浑厚。苏魔心底火热起来，难道说这也是一件神器？就在苏魔疑惑之时，打神鞭上升起袅袅云气，云气内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在形成。第133章，打神鞭中的灵魂，轻浮神百剑。人影。苏魔心神一凛，小心防范。经过爱德华这么一出，他已然心生警惕，要是在幻境塔这里搞出什么大动静，麻烦就大了。好在云气内出现的只是一个袅袅人影，他上半身穿古朴铠甲，头顶百花盛开，狰狞目角，相貌英武不凡，但下半身却如阿拉丁灯神一样袅袅如烟，与打神鞭相连。苏魔疑惑看了过去，轻浮神百剑，神，种族神，等级血量。介绍：上古时期人族帝王麾下总兵官，因一场旷世大战被火器打入水中，上千年不得出劫。后助太公姜子牙打造封神台，开启封神榜，被封为轻浮神。不知名的巨变让他的记忆受到了损伤。提示：他的灵魂受到了损伤，灵魂修复灵液可助其恢复。What？ 轻浮神百剑，灵魂受损。苏魔疑惑不已。封神演义给的奖励足够丰厚，可这个打神鞭跟轻浮神百剑完全不在预料之内啊！至少从攻略上来看，此前没有任何人得到过这东西。在联想上面的熟悉气息，苏魔几乎可以确定打神鞭就是神器。联想到之前刷50层时打神鞭的威力，苏魔心底忍不住火热起来。自己要是有神器打神鞭，那还了得！可打神鞭明显破损，要怎么修复呢？他看向轻浮神百剑，鹦鹉的面庞上是一双迷惘空洞的双眼。最让人诧异的是，无论他怎么探视他都没有人任何反应。失忆了吗？苏魔皱眉思索。灵魂修复液可以帮助其恢复，但灵魂修复液哪里有？他第一想到的就是黑市，但黑市泄密的事还没搞清楚，目前还不适合去。无奈之下，他只得尝试收起打神鞭，结果轻浮神百剑呲溜返回其中。看着打神鞭，他再也没有心思打幻境塔了。刚才看到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仓库里现在又多了打神鞭。苏魔给庄强发了消息道别，转身去了传送站，前往江都城。海上秘境暂时还是别去了，升级转职是第一要务。因为他本身就是下午才打的幻境塔，赶路又花费了些时间，所以到江都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苏魔打听了一下黑熊岭秘境的情况，知道新秘境刚开没几天，正有很多职业者在黑熊岭排队等候，准备刷黑熊岭的开荒奖励。他现在过去也只能跟着排队。由此及彼，江南城好不容易多出来的一个传说秘境，深渊沼泽肯定也是如此了。真操蛋！苏魔皱眉，盘算着要不传送到其他城池去刷秘境或者副本。可从江都打听到的消息，都是秘境进入秘境得排队或者组队。
实在不行就回魔海去刷三仙岛，反正跟着强子哥不用排队。不是他一定要刷秘境，实在是通用秘境令有等级的限制，而他的升级方式又太奇葩，一发禁咒就能洗图，不打秘境就浪费了。就在他思索怎么办时，好些天不联系的朱老给他发了消息：小苏，这几天在干嘛呢？苏魔眼睛一亮，可以找朱老啊。他赶忙回复：有事吗？朱老，朱贤宇，法协最近新招了一批会员，需要你们到总部参加入会仪式，顺便检测一下你们的实力。苏魔，检测实力。朱贤宇，这是法协对我们这些引荐者的一个考核，也算是给你们新人的一项福利。苏魔，福利。朱贤宇，法协会开启内部的几个传说秘境，让你们进入其中参与试炼，经验、装备、奖励一样都不会少。苏魔大喜，这可真是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他正发愁到哪里去找秘境刷呢，这边朱老就及时送来了消息。对了，顺便请教一下朱老灵魂修复液的事。朱老又问：你现在在哪？什么时候能到神都？苏魔看了天色将晚，再赶传送站也来不及了，只得老实回复：明天我能去神都。朱老，明天？你不在江城？苏魔，江城？朱老，我现在正往江城赶。苏魔，朱老，我在江都，要不你来江都吧？朱老，这要巧，小曹也在江都，等着我。苏魔摸了摸头，这要巧，曹贼也在江都。他转身给曹纯发了消息：曹贼，你在哪里？曹纯又是秒回：在兢兢业业刷怪升级呢。咋了？苏魔，别扯淡，我在江都。曹纯，哎呦喂，我苏哥也在啊，来，定位给你，就等你了。苏魔会心一笑，打了车，转身去了曹纯发的定位。下车后，他皱眉看着一片灯火繁忙的夜市，挠了挠头，这么多店怎么找？结果路口一家烤串店里，一个人探头探脑，咧嘴嘿嘿怪笑：你在门口蹭来蹭去干什么？倒是进来啊！能出口让人浮想联翩的，除了曹纯还能有谁？曹贼！苏魔阔步上前，给了他一拳，看到熟悉的面庞，衰桑。柴桑也咧嘴大笑：阿苏，色痞见色痞，惺惺又相惜。曹纯重重拍了苏魔肩膀，看了又看，啧啧称赞：我苏哥最近踏马驰骋，很辛苦吧？苏魔心底发虚，皱眉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最近都在忙着打怪升级，哪有那闲工夫？曹纯两指比划了一下眼睛，示意自己招子亮着呢。苏魔老脸微红，抬手一人2本技能书丢了出去。曹纯结果大致一看，满脸堆笑：我苏哥，我信了。因为苏魔给他的2本技能书都是刷传说 BOSS 掉的装备，学习的初始要求就是90级，要求越高，技能威力越强，这是常识。尤其是对于曹纯来说，这2本还是他目前为止接触到的最好的技能书。柴桑也是如此，他接过技能书后也是满脸惊喜，但看过了之后还是忍不住问道：可是白天刷技能书不耽误晚上出去找妹子吧？苏魔简直无语了，他看向曹纯问了一句：你知道朱老哥马上要来吗？曹纯闷声点了点头：苏魔挠头：那他……曹纯收起技能书，转脸冲老板招手：老板，这边来一份蛋炒饭，大份的，要快。接着他转向柴桑：衰桑，饭来了你赶紧吃，吃完了赶紧回去睡觉。柴桑委屈巴巴：为什么？曹纯不耐，抬手赏了他一个大逼斗：为什么？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我想不出来，你要这脑子有何用？第134章，朱贤瑜震惊了：你通关了幻境塔。衰桑背对，在烧烤店含泪吃了一大份蛋炒饭离去。离开的时候，看向苏魔跟曹纯的眼神满是悲愤。苏魔心有不忍，低声问：曹贼，我们是不是有些过分了？他分明有些不舍得咱们俩。曹纯撇嘴：留在这干什么？等着朱哥来的时候老实尿频。苏魔摸摸下巴：那还是让他回去好好歇着吧。曹纯嘿嘿笑着，反手递给他3本技能书，解释：2本是衰桑爆出来的，1本是我爆出来的。苏魔接过来看了看，扬了扬：谢了。3本法师技能书，等级品质都不高，但对曹贼柴桑来说肯定是一笔不菲的损失。当然品质高低到了苏魔这里肯定是都能晋升成禁咒的。当着曹纯的面，他又把3本技能书都学了，又多了3个禁咒：树人国度、狂化天灾、克隆灾厄。其中树人国度是又一个召唤系禁咒，能召唤出大片树人进行战斗，如果周围有木系单位，可以互相增益战斗，回复属性。苏魔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另外一个禁咒森罗万象，不用想都知道，这2个禁咒搭配肯定有1+1大于2的效果。狂化天灾则是一个纯被动禁咒，被动增幅所有法师平 A 的效果，攻速、流血、吸血，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多次强化。
这个被动可以跟其他禁咒的被动召唤单位叠加使用。换而言之，现在的溯源之息每秒抽取敌方 20% 的法力值，经过狂化天灾的被动强化，可以实现最高 26% 的抽取。超能机甲、天灾军团等召唤物的攻击速度、伤害也都可以持续叠加，最高涨幅 50%。可以说，这个被动禁咒在3个里面对苏魔战斗能力的提升是最多的。而第3个克隆灾厄就更神奇了，施展之后，可以在每个敌方单位身后制造一个分身，这分身获得敌方单位除道具、装备外的 50% 属性，受到 200% 伤害。但特点是，这些分身出现的瞬间会造成一次被击伤害。如果脸足够好，遇到脆皮射手、法师之类的，可能一个分身就把真身干趴下了。最神奇的是，这些分身具备破影效果，针对隐身刺客、幻影射手更有致命伤害，紧随真身。让苏魔最兴奋的是，这3个技能因为本神等级要求不高，所以进化的禁咒冷却时间也很短，只需要半天。这次曹纯给的技能书城堡了，不逊色高级技能书。他左右看了看，看到一个小隔间，低声道：“跟我来。”曹纯疑惑：“干什么？”“废话干什么？过来就是了。”曹纯神色紧张，皱眉跟了过去。我有痔疮，你可别。滚你大爷！苏魔进门，反手递给他一件红装武器。曹纯瞬间两眼放光，却没有去接。苏魔抛给他：“怎么，烫手？”曹纯摇头：“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接着：“你轻点，别摔坏了。”苏魔撇嘴，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嘛。麻溜收着吧，就当你办贷款买的了，以后多给苏大爷弄几本技能书还上就行了。曹纯笑逐颜开，立马收起武器，嘿嘿怪笑：“苏哥，不，苏大爷，请问你有什么吩咐？菊花瓜片、火腿肠，小曹包您满意。”“滚蛋！”苏魔抬手又递给他一件守护装备，也是红装，这是给摔丧的。曹纯倒吸一口凉气，目中满是惊容：“这，你哪来这么多红装？社会上的事少打听。”“得嘞。”曹纯再次收起装备，欲言又止，最后化作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苏大爷，其实吧，在我这，男的女的不重要，要不您老考虑一下。”苏魔踹了他屁股一脚：“滚蛋！今晚大爷要点最贵的，别说最贵的了，包场都行。敢问苏大爷，您老喜欢什么类型的？”“大爷喜欢会拉丝的。”两人出去点餐，泥鳅生、好牛、三宝啥的都点了个遍。等到朱贤鱼到的时候，2个 LSP 已经吃得满脸红光，眼神透亮。朱贤鱼到了之后，看了满桌子的好东西，眼睛一亮。让苏魔意外的是，朱贤鱼居然染了一头黑发，这下着实让他看着只有40来岁。曹纯及时恭维：“朱老哥，我说什么来着？把你的少白头一染，是不是更符合你的实际年龄？”朱贤鱼叹道：“确实，早该如此。”这下轮到苏魔不会了，他也不确定朱贤鱼只是长得老，还是原本年龄就不小了。3人一通胡吃海塞，而后组队去了江都最大的快乐糖果。进去之后，朱贤鱼活跃的像个曹贼，找妹子聊天也不局限于某一年龄段的了。在曹贼的熟络介绍下，苏魔很快跟一个妹子促膝长谈去了。快乐的时光有短有长，对朱老来说一如既往。苏魔去 VIP 室休息的时候，朱贤鱼已经到了，曹贼还没下来。两人都处于闲者时刻，点起一根烟，悠悠吞吐起来。朱贤鱼率先开口：“噩梦山的秘境另根转蜘蛛已经卖出去了，一共20多亿，你是要现金还是折成工会贡献度？”“这么快？”苏魔诧异，他还以为得过好一阵子呢。不过他还是摇头：“朱老你拿主意吧，没有你，我4传任务肯定很难过。”朱贤鱼也不客气，点头道：“我也是这么个意思，走的也是工会渠道，直接给换成1000贡献度了。回头你看看工会任务跟贡献度，有需要的装备跟道具可以兑换出来自己用。对了，你到现在好像还没做工会任务吧？”“是的。”苏魔以手扶额，有些汗颜。到现在他只是占着工会的好处，还没为工会出一点力呢。“不急，你才4传。”朱贤鱼宽慰苏魔，前期职级低，可以少做一些，遇到合适的就做。后期职级升起来了，多做一些。贡献度高了的话，你的工会等级上去，也能获得更多的权限，更高的属性加成。就像我的战力300多星是靠工会加成增加的。苏魔一拍脑袋，眼睛大亮，怎么忘了这茬？朱贤鱼笑着问道：“对了，你现在战力多少了？”苏魔想了想，300多一点。什么？朱贤鱼倒吸一口凉气，猛地坐起，300多星，这可是这一批加入法协实力最强者，甚至超过了一些刚做套装的5转职业者。朱贤鱼似想到了什么，神情变得火热起来。那你可以尝试去打一下幻境塔，楚汉争霸。要是通关了，
把通关的记录发给我，我给你在工会申请荣誉认证，能够获得大量的贡献度奖励。要不然我带你升级，给你租一套满级装，试试三国群英，那里面的英雄印记可是好东西。你等等，回头我给你好好弄一份攻略，多买点药。朱老，等等，让我想想，先跟你说一遍各层的特点。朱老，已经通关了。朱贤瑜再次震惊了。你说什么？第135章，会员评级升级了，属性全面加强。你是说你通关了楚汉争霸？朱贤瑜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苏魔也觉得诧异。照理说，朱贤瑜也跟陶乐购合作，居然不知道他通关的消息。看来他还是低估了陶乐购的保密工作。不过朱老也算不得别人，对他无私关怀，主动告诫他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说了也就说了。再说了，出色的晚辈也该让关怀自己的长者欣慰不是？他点头，10来天前跟着陶乐购到了江都，通关了三国群英，这2天又通关了楚汉争霸。好！朱贤瑜激动的抹撒两手。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通关了三国群英，楚汉争霸？苏魔下意识点头。是啊。看朱贤瑜的样子，他压下了说出通关封神演义的事。惊喜是好的，但惊吓就麻烦了。这下朱贤瑜彻底呆住了，好一会他才声音发颤说道：快把你通关记录发给我，我要现在就看看。苏魔想了想，在自己属性面板收到的提示消息，恭喜你通关楚汉争霸，获得额外荣耀积分奖励800分，并三国群英的截图发给朱贤瑜，附加的还有幻境塔的斩杀信息跟自己在幻境塔的昵称爸爸。朱老看了苏魔发的截图，面露狂喜，后看到爸爸2个字后面色古怪。你小子！苏魔摸了摸鼻子，我想着您教我的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就随便起了个昵称。朱贤瑜哭笑不得，你这也太随便了。话锋一转，你稍等，我核实一下，没问题的话，你的评级应该可以升到2级了。果然，不到5分钟，朱贤瑜面露喜色，总部那边给出回应，核实你的通关记录，确定无误。2个通关记录可以折算成6000的贡献度，加上你之前贡献的秘境令根转植株，共计7000贡献度。1级升2级需要5000贡献度，你已经满足了，总部的人应该已经帮你调了等级，你看一下。苏魔点头，看向社交信息，果然收到了来自工会的消息，您的贡献度达到升级标准，管理员小蚊子批准了您的升级请求。小蚊子，这么萌的名字。他跟着往下看了一眼变化，心跟着一抽。您在法师协会的评级为2级，最高10级将享受法师协会如下祝福：法师协会的祝福1，法力值上限正70%；法师协会的祝福2，气血值上限正30%；法师协会的祝福5，法力值回复速度正70%；法师协会的祝福6，击杀野怪掉宝率正40%；法师协会的祝福10，击杀野怪经验获取正60%；法师协会的祝福11，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30%。会员可通过工会任务、贡献、建筑、工会守护等提高自身等级，获得更高级别祝福。苏魔顺势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的属性，老天，法力值上限原本只有400万多一点，现在成了480多万，气血值上限也到了14万，对应上涨的血盾护盾值已经让苏魔的坦度堆到了近1000万。除此之外，面板攻击上涨到了55000多，防御值也过了4万，战力从原来的510多到了555星，好吉利的数字。失策了，真是失策了。苏魔内心狂呼，自己傻乎乎的光想着怎么对装备跟等级的属性了，却忘了还有工会任务可以做。这个提升战力的方式效果可是杠杠低啊。他下定决心，回头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做工会任务，提升自己的等级。这时朱贤瑜也看到了他惊喜的神色，满意点头，很好，战力又提升了吧？苏魔忙不迭点头，提升了一些，320多了。当然他是不会跟朱老说多出200多的，毕竟朱老也没问嘛。朱老满意点头，好，我原本还想着怎么让你的面板战力提高一些，这样好在新一批的法协会员中获得比较靠前的位置。有了三国群英的通关记录，足以让你在这批法协会员中排第1了。排第1？苏魔疑惑看向朱老，不是要自己低调的吗？朱老笑道，凡事低调也有个度，尤其是在工会内部为自己争取资源的时候，会长是鼓励会员之间彼此公平竞争的。竞争？法协每一批招新都要对新会员跟引荐人进行基础考核，大致就是开放工会内的几个秘境，考验你们的战斗能力。如果名次比较好，你也会获得法协的各种奖励。什么奖励？苏魔两眼放光。时间、空间类以及命运类的技能书、珍稀道具、装备，甚至是会长青刺接剑。苏魔瞬间被吸引到了注意力。时间、
空间类技能书。朱贤宇点头，对苏魔的反应愈发满意。时间、空间乃至生命系的技能书，对任何一个法师都有致命的吸引力。苏魔心动，说明他有追求，有欲望。只有这样，法协对他才有吸引力，双方才能通过这些东西作为媒介联系在一起。不然凭什么让他一个小年轻对一个身负重任的组织产生认同感？情操吗？不够啊！就像几天前被抓的汪卫，爱国情操已经无法让他坚守对龙国的付出了。对于很多人，唯有一定的报酬才能让其认同。朱贤宇点头，所以我这次亲自前来，准备带你回去参与考核。只要你能获得好名次，奖励什么的不会少。苏魔点头，奖励什么的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不能让朱老你出丑。朱贤宇老怀快慰，好。苏魔看向门外，曹纯还没有结束，心底一动，开口问道：朱老，我这次去魔海，跟一个朋友去了黑市，听到有人要买灵魂修复液，那是个什么东西？灵魂修复液？朱贤宇诧异，疑惑看向苏魔，犹豫了一下，把想问的话压下。灵魂修复液只有神级副本或秘境里才有掉落，一般只有职业者受到灵魂类的技能创伤时才会用到。神级副本？苏魔摸了摸下巴，自己不正好有日之塔吗？第136章，苏魔，法协的人都是逗逼吗？日之塔现在已经化成了一个禁咒图标，在苏魔的技能面板上绽放光芒。苏魔可以通过技能召唤出神国召灵副本，却没有进入的令牌，这就很操蛋了。他想了想，继续问朱贤瑜：朱老，神话副本、秘境也可以用通用秘境令开启吗？如果可以的话，事情就简单了。自己仓库里现在就有几枚。朱贤瑜摇头，神话副本、秘境跟传说截然不同，需要专门的秘境令跟特定的触发机制。像会长掌握的一个神话秘境，就只允许法师职业进入。战斗协会的会长拥有的神话秘境，则需要携带天星石跟秘境令才行。还有的神话秘境是让职业者以 BOSS 的形态进入。苏魔无语了，他的神国召灵到现在他还只知道需要秘境令，触发机制还不清楚。关键是他还不知道秘境令怎么获取，这种感觉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于是他只得换个方式，多少级可以刷神话副本？神话副本最低要求是6转，但这只是最低要求。事实上，目前得神话副本都是8转级以上的职业者才会去。朱贤瑜耐心解释，你还年轻，在1个月不到就4转，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妖孽的存在，不急。稳扎稳打，在2-3年之内达到6转或者7转，也绝对是万中无一了。显然，苏魔这么早就通关三国群英，已经说明了天赋。苏魔也不解释，点头称是。朱贤瑜又给他说了一些考核的注意事项，等着曹纯出来。不多会，曹纯晃悠的溜达回来了。与苏魔、朱贤瑜一样，此时的曹纯也云淡风轻，目光平静。朱贤瑜招了招手，小曹，今天表现神勇啊！朱老哥，有话直说。曹纯先给朱贤瑜上了一只华子，转脸又扔给苏魔一只，自己点上一只。好一阵子没见到朱哥你了，今天见到你之后心情舒畅，发挥也更好了。朱贤瑜嘴咧得像皮鞋炸线，一拍大腿，要不怎么说咱哥俩心有灵犀呢？这事还得找你。找我？曹纯不免意外，你一个7转大佬，找我能干什么？除了找姑娘，小曹也帮不了你别的啊。是这样的，朱贤瑜一通解释，弄得曹纯抓耳挠腮。他一脸意外的笑道：诗会。朱贤瑜点头，我想跟他们玩，他们居然嫌弃我没格调。啪！曹纯怒拍大腿，太过分了。所谓志同道合，该互相帮扶，互相砥砺，互相促进。他们这种做法已经不配跟我们为伍。朱贤瑜忍不住加了一句，可是他们有神斗名媛圈子，都是一水的大长腿，啊不是才女名流。我还想着能进卷子的话，邀你跟小苏一起去耍耍呢。曹纯瞬间打住，老哥，你让我想想，不就诗会吗？曹纯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无奈之下，他只能歉然看向朱贤瑜。朱贤瑜叹息一声，始终不出声的苏魔暗戳戳地说了一句：要不我试试。你？两人同时面露怀疑。2个资深 LSP 都没招，苏魔一个小嫩雏能有什么法子？苏魔歪头想了想，试探道：关内大河尽奔流，两岸春色披水柔。曹纯跟朱贤瑜都愣了一下，接着曹纯再次掏出一根华子：我苏哥，你还会什么？再来几手，这可事关兄弟们的下半生幸福。第2天，苏魔跟着朱贤瑜前往神都。朱雀背上，朱贤瑜开始给苏魔介绍法师协会的情况。会长花名青山狼，双职业法师。苏魔疑惑：双职业法师？朱贤瑜笑道：就是会长开启了第2职业，仍旧是法师。这……苏魔不禁疑惑：还可以这样？
那岂不是浪费一颗混沌珠？朱贤瑜摇头，不，会长的第一职业法师是远程法师，精修时空法术；第二职业是近战法师，跟战士一样贴身战斗，甚至于他比战士还战士。如今的战士协会会长跟会长贴身近战3战3负，刺客协会的会长更是从来不敢招惹会长。乖乖，这么猛！苏魔暗暗啧舌。作为法师，他深知物力战士对法师的压制有多强，尤其是近战。没想到自家协会会长居然能贴脸虐战士跟刺客，这样的猛人，有机会一定要见见。还有几个堂主都是9转的实力，分别是水系法王花名冰冰棒，冰系法王花名棒棒冰。哼，听名字你就知道了，是一对姐妹花。苏魔眼睛一亮，姐妹花好啊，苏大爷还没体验过呢。嗨嗨，朱贤瑜提醒，这一对姐妹花联手的话，就连会长都得重视，那个年龄也不小了。苏魔神色坦然，疑惑地看向朱贤瑜，目光分明在问朱老，你在想什么呢？朱贤瑜摸摸下巴，又轻咳2声，掩饰尴尬。可也是，自己想什么呢？小苏多纯洁了。苏魔悄然松了口气，果然，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除了这对姐妹花，还有结界法王小黑屋、火系法王青火、风火系法王风火轮大锤。苏魔诧异，怎么感觉这些9转大佬的名号都这么的随意，全然一伙中2青年的既视感？他们是一群逗逼吗？他忍不住问道：那8转呢？朱贤瑜笑道：8转的就多一些了，小蚊子、大鸡鸡，一统天下。苏魔汗颜，实锤了，法协是一群中2气质浓郁的人组成的协会。好在朱贤瑜介绍到7转职业者的时候，终于听到了正常的，如朱贤瑜的花名青龙、江山笑、追风等等，否则苏魔真要怀疑这些人神经是不是正常的了。朱贤瑜一通介绍完毕，最后才说道：现在该你想的花名了，想好了，我给你报上去，然后你以后在法协内就用这个花名了。先说好，别再想着用爸爸之类的奇怪的花名了。不会，不会。苏魔挠了挠头，起个什么名字好呢？第137章，不动手通关幻境塔，还有意外惊喜。神兜法师塔，9层塔上，数位气息隐隐的高阶职业者聚集在此。有一身腱子肉，身穿金身 T 恤的会长青山狼，有相貌无二却一个温婉如水，一个冰冷似霜的冰棒姐妹，有一头火红头发的烽火抡大锤，还有留着平头、脸庞黝黑的小黑屋。烽火抡大锤率先开口：头儿，急火火的把我们召来，有什么事吗？青山狼面带微笑，看向几人，当然是有急事。日不落扣押了龙国在落日海刷秘境的龙国职业者，要求我们交出日不落的职业者，否则就跟我们决裂。现在他们已经出动圣光十字军团往龙国来了，威胁意图明显。什么？烽火抡大锤怒斥，他们这是要故意挑起纷争？如霜女子俏脸更寒，他们这是找死。平头小黑屋皱眉道：老大，这事儿透着邪性啊。青山狼轻笑：当然邪性，这次互换职业者刷秘境的目的彼此心知肚明。现在日不落公然反悔，除了惯有的没脸没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的神器日之塔消失了。什么？日之塔消失了？这怎么可能？小黑屋眼睛明亮：老大，你的意思是？青山狼点头，最近发生在龙国境内的几件事，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天行者名义上已经规划，实际上却是日不落深埋的棋子，在江南城附近连着死了20多个人，都是工会精英，剩余几个现在被职业者协会带走审问，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在龙国刷秘境的日不落职业者，最后出现在魔海后也没了踪迹。如果排除他们挑起战端的话，这伙人估计也死了。所以我怀疑他们为了能补全日之塔，将他带来了龙国，而日之塔就消失在了龙国。几人振奋起来，果真如此的话，这对日不落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可问题也来了，被扣押在龙国的职业者怎么办？显然青山狼找他们来是商量营救这些职业者的事，毕竟这批职业者中有法协的成员。众人齐齐看向青山狼，纷纷表态：头儿，让我去。会长，我们姐妹俩去吧。老大，我擅长结界，让我去。青山狼摆手：不，救人的事交给我来做。我今天要你们来，不是让谁去的，而是要你们去做另外一件事。几人顿时沉默，眉头紧锁。这次不止我会亲自出手，还有战士协会、守护协会的会长。这下几人彻底坐不住了，纷纷惊呼：会长，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们是龙国的顶梁柱，不能出国。那些职业者要是知道了，也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日不落的大主教可是号称神级强者，距离太远了。青山狼却摇头道：不与他交手，我们始终畏首畏尾，不知道差距所在，更无法获知真相。
始终没开口的如水女人开口：“会长，你要我们做什么？帮我留下种子。”苏魔跟着朱贤瑜到了神都，住的地方就安排在法协附近的酒店中。你先在这里住着，明天带你去熟悉秘境，后天开始考核。朱贤瑜交代完毕，就悄然离开。苏魔这是第一次来神都，免不了好奇出去逛逛。按照曹贼的说法，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不体验当地的风俗人情，就算白来了。但想到自己一个新人到神都，如果这么放浪形骸，实在说不过去，就此作罢。他转而去了幻境塔。前2天刚刷的幻境塔，当时因为打神鞭这事都忘了兑换石头，这次不能忘了。现在苏魔的幻境塔荣耀积分有6000多，够他再次奢侈一把。不用想，直接是2块法力值上限的石头，2块神级七彩石，留下2000多积分应急。接下来又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分别给鞋子、帽子各打了一个孔，将2颗正10%法力值上限的石头打了上去。瞬间，他的法力值再次上涨，到了550万，护盾值突破1100万，面板攻击来到了6万多一点，战力评价上涨到了570多星。这个护盾值已经可以比得上不少中高阶的副本 BOSS 血量了。只要不是真伤，苏大爷就是 BOSS。他想测试一下自己护盾效果，左右无事，转身选择了春秋列传关卡进行挑战。3000万一次，照理说是不贵的。春秋列传选取的是古华夏春秋时期的各个名人，转化成为守关英雄，如伯乐、曾参、颜回、褒姒、幽王、伍子胥、墨子、庄子等等，难度是最低的，但刺客、法师较多。苏魔从第1层往上打，不放技能，连普攻都打，纯以法力值护盾硬抗。结果就是法伤、物伤对他而言都算不疼不痒，基本上他的法力护盾值最高消耗到50万，这些英雄就被反弹死了。而苏魔的被动回复则在下一层开始之前快速回满状态。苏魔心底大致有数了，以后刷副本可以不用买药了。接连刷过4个秘境，苏魔对各个职业常见的、少见的职业者大致都心中有数了。职业特点、强度、攻击特点、技能施法间隔跟冷却已经熟记于心。直到登顶40层，但死勾践，苏魔恍然有种感觉。从春秋列传到封神演义，代表的正是各个职业者的不同强度。如此推测的话，山海秘传就是目前职业者强度中所代表的最高强度。现实中也的确如此，大部分职业者挑战的都是春秋列传，小部分挑战楚汉争霸，一小撮挑战三国群英，极个别挑战封神演义。按照朱老说的通关，三国群英基本可以确定排第1，可以反向推测法协新会员的强度。苏魔没有惊喜，只有担忧。他跟日不落的职业者接连交手，从飞利浦到安德烈再到爱德华，虽然每一个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可他却明显感觉到这些人比他遇到的龙国职业者要强。这不合理。要知道龙国人口10几亿，而日不落却连1个亿都不到，怎么说都该龙国出顶级职业者的人数更高。或许是我出身小地方，还没机会遇到。苏魔自我安慰。他收拾心情，清点通关春秋列传的收获。荣耀积分1750分，春秋印记180枚，元素魔石 X5。坦白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跟后面的关卡相比。但让苏魔比较意外的是，春秋印记有个属性让他眼前一亮。春秋印记介绍，融合了最初群雄混战的鲜血印记，诉说着历史的斑驳与英雄的事迹，可用于幻境塔其他关卡印记的兑换。兑换规则：3春秋印记等于2霸王印记，4春秋印记等于1英雄印记。换而言之，他刚获得的180枚春秋印记，可以兑换45枚三国群英的英雄印记。第138章神级副本密钥，强行打开神级副本的宝物。英雄印记可以花100枚召唤三国英雄助战，也可以攒够3000枚进行永久复神。苏魔心心念念让自己的法力值更上一层楼，早在心底暗下决心积攒英雄印记了。包里还有10来枚春秋印记，苏魔毫不犹豫一起兑换了48枚英雄印记。这样一来，加上之前的75枚，他现在就有123枚了。每每这时，一想到给陶乐够的280多枚，苏魔就一阵肉疼。他立马看向霸王印记，希望也能看到跟英雄印记的兑换比例，哪怕是3换2呢。苏大爷不过是咬牙就认了。然而霸王印记没有兑换说明，甚至连作用都没有，就这么白白占着仓库格子。但苏魔知道，这玩意总有一天能用到，无非是游戏版本更新的早晚问题。苏魔思索着要不要继续花钱刷山海秘传，恰巧这时候属性面板上有消息更新：您的寻宝奴隶多宝道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英雄印记 X3。您的寻宝奴隶多宝道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召唤卷轴 X1。
您的寻宝奴隶四不像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仙芝草 X2。您的寻宝奴隶四不像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元素模式 X1。您的寻宝奴隶文仲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夺天造化珠 X1。您的寻宝奴隶文仲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神级副本秘药 X1。您的寻宝奴隶文仲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为您寻来了盘龙法靴 X1。苏魔眼睛大亮，这次没有秘境令，却多出了5枚英雄印记跟3块元素魔石。夺天造化珠的出现让他惊喜非常，1000分号的受损法力转气血护盾让他已经尝过甜头了，对此钟爱不已。看着4000多荣耀积分，苏魔果断又兑换了1颗神级七彩石，将其安上。面板属性虽没有变化，但苏魔自己知道护盾肯定是更肉了。接下来是盘龙法靴，居然是金色套装，可惜的是他已经有了鞋子，不然刚好换上，眼下就只能卖钱了。最让他激动的是神级副本秘药，这已经不是瞌睡送枕头了，这是雪中送炭。神级副本秘药 X1 介绍，来自于上界的神秘钥匙，拥有神鬼莫测的力量，能够强行打开任何一座神级副本秘境，无需消耗秘境令。提醒：神级副本秘药因力量太过强大，使用时会伴随种种异象，请谨慎使用。苏魔双手摩挲，心痒难耐，他恨不得现在就召唤出神国赵灵，然后进去看看里面到底长啥样。为何日不落人把他视作重现荣光的最后希望？但这里是神都，他在心急也只能忍着。可怜的苏大爷现在真心体会了一把什么叫猫爪挠心是什么感觉了，比他第一次去会所还期待。这么一来，苏魔哪里还有心情再刷幻境塔，只得急不可耐回酒店窝着想法子去了。朱贤瑜跟苏魔分开之后，转身去了法师塔，径直去了9层。9层内，青山狼正身处一堆铜甲傀儡之间来回挪腾躲闪，时不时出手轻拍一下，铜甲傀儡立马变得4分5裂。朱贤瑜静立一旁，一声不吭。青山狼出手如飞，招招都能击碎一个铜甲傀儡。不知情的人若是看到这一幕，只怕会以为这是一位暴力战士。1分钟后，青山狼将铜甲傀儡尽数击碎，这才微笑看向朱贤瑜：“贤瑜，你来了。”朱贤瑜嘴角一抽：“会长，我花名叫青龙。”青山狼笑容耐人寻味，青龙配白虎的青龙。朱贤瑜微微一笑：“都是江湖兄弟抬爱，叫我贤瑜也是可以的。”青山狼赞许点头：“贤瑜啊，怎么样了？”“已经到了，而且他已经通关了3国群英。”“哦。”青山狼眼中金芒一闪而逝，4转过3国，这么看来9转确定了。朱贤瑜强忍住激动：“会长，您确定要这么做吗？”青山狼点头：“龙国的职业者常年处于温室中，绝大多数人对之前遭受的劫难已经忘记了。长久的安逸让人们忘记了危机，普通人毫无警觉，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可是，您一旦再日不落失手，龙国接下来会变得很艰难。”“艰难？”青山狼摇头笑道：“还能难过我们的先辈？游戏世界出临现实，什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如果怕危险困难就不做，那龙国早就灭亡了。哪里还有你我今天站在这里？”朱贤瑜神色肃穆，片刻后才问道：“您确定这批职业者中有能领悟您的时空禁咒的？”青山狼摇头：“我也不确定，只是想着以防万一，给龙国留下种子而已。”朱贤瑜沉默。青山狼哑然失笑：“怎么，贤瑜，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去送死的吧？”他拍了拍朱贤瑜肩膀：“这只是最坏的打算而已，我的手段再加上乔阿姨的手段，你觉得这世上有谁可以留下我们？”乔阿姨是守护协会会长，9转巅峰实力，一身沉默保命技能，最关键的是她可以接近无垠畅施展远距离传送技能，配合传送卷轴的话，基本无人可杀。饶是青山狼号称近战第1暴力输出，也不敢说一定能打残乔阿姨，更不用说是击杀了。这么一想，朱贤瑜宽心不少。他笑着提醒：“当面可别叫乔阿姨，当心她把你送到大主教面前，你就哭吧。”“不会。”青山狼咧嘴怪笑，一副你懂得的表情：“乔阿姨还没得到我的身子，不会轻易让我死的。”“嘿嘿嘿。”朱贤瑜怪笑。青山狼脸色忽然一怔，但该做的后手准备还是要做。这次考核由原来的3关考核变成5关，参与考核的人员也不限于新会员，凡7转以下的，除了法协会员，其他家族、自由法师也可以参加。朱贤瑜不由动容：“你是要全国范围内海选？”“不错。”朱贤瑜沉声道：“要想法协经久不衰，要想龙国传承有序，有些事必须打破旧有观念，唯有强者才能守护龙国。”朱贤瑜没有说话，只是握拳捶了捶胸口。他想到了先辈们的一句话了：“为国死战，
虽身死魂消，无往矣。多年前，朱贤瑜、青山狼还是少年郎的时候，顶在前面的老前辈如此说。现在轮到他们了。第139章，苏魔，我也想低调，可优势在我，实力不允许啊。第二天早上，朱贤瑜来到酒店，带苏魔前往法师协会。这次的考核稍微有些变化。朱贤瑜开口，除了你们新人，其他7转以下的法师职业者都会参与到这次的比拼中。苏魔愣住，考核变成了比拼，似乎是怕苏魔不理解。朱贤瑜及时解释，放心，比拼会按照4转、5转、6转分成3组，相对公平。考核法师对野怪、职业者、长副本、秘境以及幻境塔等不同对手的战斗方式。野怪、幻境塔、秘境你都刷过，问题不大。需要注意的是职业者跟副本这2个环节。朱贤瑜说到这个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奇怪。会长说的3轮编5轮加的就是这2轮，不然按照之前的3轮，再加上是法协内部考核，他有信心苏魔进前3，甚至是第1。可现在他觉得有些对不住苏魔了，因为他帮苏魔报名进了5转的那一组。苏魔，这次的变化我也是昨晚上才知道，所以你现在要想退出或者是变更组别都可以。哪知道苏魔却摇头，朱老，具体比拼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当着众人的面，还是仍然进秘境？他已经打定主意，如果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比拼，那么他宁愿放弃，避免暴露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是进秘境，那就一切好说。秘境，朱贤瑜悄然松了口气，那就照常参加。苏魔笑道，参加的人这么多，奖励是不是变得更丰厚了？当然，3组的第1名都将获得法协的珍稀技能书奖励，同时在最后的3直接各自第1的人中再角逐出真正第1，获得会长的馈赠。会长的馈赠，那是什么？时间类技能书，一个传说秘境的所有权，以及由会长亲自制作的时间类珍稀道具。从4转、5转、6转职业者中决出一个第1。苏魔皱眉，这有些不太公平吧？他自己作为挂笔，在装备不变的情况下，属性也会有大幅上涨，等级上更能形成压制，除非3个直接者同时处于一个水平线上。果然，朱老微笑摇头，这你不用担心，最后的考核会进入造化宫，所有职业者都将被赋予相同的面板属性，还会给你们等阶的装备与道具。苏魔豁然开朗，那我没问题了。那好，朱贤瑜心底一块石头落了地，毕竟苏魔是他引荐到法协的，错了苏魔的信心跟积极性，对他也有害无利。你跟我来，先去熟悉场地。好，因为酒店距离法协不是很远，所以2人步行。朱贤瑜边走边介绍，这次的比拼是5项，前后15天，每3天举行1项。第1项是野怪，比拼的自然是刷野速度。苏魔笑了，嘴都合不拢了。朱贤瑜瞥见，暗暗点头，看来苏魔有范围施展的技能，而且威力不俗。这一点在苏魔不到1周之内接连3转，他就隐隐猜出来了。随着等级的增长，苏魔的技能威力肯定也有所增长，刷野速度肯定也更快。这一项稳了。第2项是涨副本，这一点你可能比较陌生，因为里面要涉及到野怪分散、攻坚、保护主线、NPC 等环节。这一项考验的是职业者的续航、应变能力。苏魔挠了挠头，打怪、攻坚，这不算个事啊。只要是跟破坏、输出沾边的事，咱苏大爷就不怂的呀。就像几个亿的大单，苏大爷无论是力度、速度、技巧、时效、输出，都让对手无可挑剔。保护 NPC， 这个真不说。朱贤瑜跟着微微蹙眉，说不得自己得从考核官那里提前弄些消息跟攻略了。反正会长也没明文不许。第3项是秘境 BOSS， 第4项是幻境塔。朱贤瑜咧嘴笑了起来，这2项应该到你拿手的了，所以我不担心。等一下，苏魔挠头，朱老，幻境塔刷哪个？3国啊？哦，对，你的3国已经通关了。朱贤瑜一拍脑袋，笑道，不用担心，到时候已经通关的肯定是要用刷新幻境帅印给你刷新的。你吗？已经通关了，所以不用有压力，只管想着怎么尽快通关就行了。退一步说，即便你刷得慢也没关系，刷个通关，那些英雄印记跟积分奖励还是很香的，对不对？不过算算日子，到时候等你们刷幻境塔的时候已经是下个月了，次数重置，估计不需要了。苏魔眼睛大亮，刷新幻境帅印，居然可以刷新幻境塔，还有这么个好东西，幸亏朱老提醒啊。苏魔心底暗爽，这种薅羊毛的机会可不多，必须薅起来。他在心底快速盘算，等到下个月初，他一定第一时间去把幻境塔的3国给刷了，然后再让法协刷新1次，这样就可以刷2次了。双份的英雄印记，双份的荣耀积分，还有元素魔石等等，真是想想都让人兴奋啊。别的不说，
就冲幻境塔的奖励，这一次的神都之行值了。至于跟职业者对垒，别说3局2胜了，就是10局，苏大爷也是稳赢不输的局面。这种赛制，优势在我。嗨嗨，苏大爷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啊。朱贤瑜不知道苏魔的想法，只是看苏魔的神色后备受鼓舞。5项有3项是苏魔拿手的，其中1项自己可以搞点内部消息，问题应该也不大。至于最后的职业者对战，则是现场抽签决定，采用的也是3和2胜制，很是公平。大不了再给苏魔弄几本强力的技能书升满级就是了。如此一来，苏魔虽是5转队伍，进前3问题不大，拿奖更是板上钉钉的事。要是我再努力，这小子运气再好些，拿个第一也不是没可能。想到这里，朱贤瑜咧嘴嘿嘿笑了起来，这下倒是把苏魔看愣了。他忍不住问道：“朱老，你怎么了？”朱贤瑜下意识擦了擦嘴角口水，没什么，就是想到昨晚上的红烧肉味道不错了。哈哈，好，你放心大胆的比试吧，其余的我来操办。苏魔眼睛大亮。朱老别的且不说，他说操办，那就肯定是大办。这一点从上次刷噩梦山秘境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第140章，胳膊肘往外拐。朱贤瑜带着苏魔进了法协任门。法师图书馆、法协活动中心、茶吧、健身房等一应设施应有尽有。2人还参观了法师塔1到3层，往上的没去。他这才见了管理员小蚊子，原来是个气质儒雅的8转法王。不过他一般不出法师塔，都是在1层负责接待。朱贤瑜悄悄告诉苏魔，前一阵子各个职业协会的人投诉法协会员抢了江都的双雄 BOSS， 可把小蚊子烦得够呛。苏魔暗戳戳摸了摸鼻子，没有吭声。这是没抓现行，关苏大爷什么事？当然，在途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其他法师，看情况也是来参观熟悉法师协会的。朱贤瑜趁机介绍，这次来的除了新会员，有各个城分部的精英、自由法师，还有一些大家族的天骄。像五阳城分部有个6转的元素法师杨欢，据说单挑7转都不出。龙城分部有个近战法师陆子野，走的路子是攻速暴击流，是5转，报的是6转的组，很是自信。4转报5转组的也有，本部小蚊子推荐的雷系法师孟雷，风火轮大锤推荐的火系法师著名，到时候你应该都能见到。至于家族来的比较出彩的，有魔海的徐家徐静，神都的傅家傅红玉。对了，还有一个跟你来自一个地方。跟我一个地方？苏魔疑惑，江城还有大家族？怎么没有？朱贤瑜笑道，只是你们江城地方小，感受不深而已。余家的余南星，你听说过吧？苏魔摇头，没听说过。朱贤瑜疑惑，没听过？我好像记得他们家有个丫头跟你年龄差不多大的，你也不认识？余半夏，这个认识。呵呵，男的不认识，女的就认识，对吧？不是，他跟我同学。不用解释，我懂。你懂？朱贤瑜点头。据说这小子已经6转了，弄了一颗转命珠给这个小丫头用的来着。转命珠？苏魔愣了一下，可以重新指定职业的转命珠。朱贤瑜点头。我上次见了那小丫头，应该是个守护职业吧？小姑娘家家的，不挺好的一个职业吗？朱老，聊正事。哦，对。朱贤瑜又带着苏魔去熟悉了比试的场地入口，但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准备中，2人没能进去。苏魔大致看了一下，分为野怪试炼秘境、长副本秘境、BOSS 秘境、幻境塔接入口、职业者擂台5个区，每个区都由特定的结界分开。苏魔暗暗感受了一下，强度不输秘境的结界，稍稍放心。熟悉完场地，朱贤瑜让苏魔自己先行回去，他要去打听点消息，回头再去找苏魔。苏魔知道朱老这是准备给他走后门了，点头独自离开。当天朱贤瑜并没有再来，只是告诉苏魔第2天准时参加比试大会的开幕式就行了。苏魔也知道明天除了开幕式就是抽签刷野，各凭本事，没什么特殊的，也就没有特别在意。第2天一大早，他早早起来步行前往法师协会，路上遇到不少人跟他一个方向，或是成群结队，或是孤身一人，行色匆匆，精神昂扬。显然能出入法协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件十分值得骄傲自豪的事了。苏魔对此并无感觉，毕竟自己已经是法协的一员了。真要深究的话，当初还是朱老上赶着邀请他加入来着。苏大爷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正走着，一声有些熟悉的娇呼传来，苏魔。苏魔诧异，回头一看，余半夏。此时的余半夏扎着马尾，身穿修身短袖短裤，映衬出一双腿又白又长又直，只引来一众路人回头顾盼。但苏魔诧异的不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是此时余半夏的职业赫然已经发生变化，变成了法师，而且是3转的元素法师。
果然如朱贤宇所说，于南星的那颗转命珠给了于半夏使用。有钱人家果然豪气，罕见的守护职业都可以不要，转而成为法师。你真的来了？于半夏好看的眸子里满是喜意。你也是来参加法协比试的吗？苏魔点头，想了想，这才说道：飞行坐骑的事谢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价格。现在可以把钱补给你。于半夏眉眼弯弯，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呀，等我回家问问再说吧。半夏，一个身材高大的帅气青年走了过来，他浓眉星目，气质不凡，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看了看苏魔一眼：你把我送你的炎火流星狙送给他了。这……苏魔恍然反应过来，抱歉，我不知道这是他的礼物，我可以还你。虽说炎火流星狙现在能给他加30-40的面板战斗力，但对他来说也不是离不开。最主要的是他不想夺人之美。哪知道眼镜青年摇头：不用了，你能进入法协也不算辱没了我于家的名声，好好对我妹妹就行了，不要辜负她的一片心意。苏魔愣住，啥意思？于半夏更是羞红了脸：大哥，你说什么呢？人家跟他只是普通同学关系。普通同学？青年哼了一声：普通同学就把我送你的宝贝坐骑用白菜价卖给别人了，我把他堆到30级也不值这个价。他又狠狠瞪了一眼苏魔：小子，我警告你，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你最好对她好一点，不然我要你好看。苏魔只觉天降横祸：不是，这位大哥，我真的不。这位大哥，青年重复了一遍：别跟我套近乎，我妹妹喜欢你，不代表我就认可了你，等你真正出人头地才有资格跟我对话。说着，他径直朝前走去，丢下一句：我在入口处等你。剩下风中凌乱的苏魔跟一脸羞红局促不安的于半夏。苏魔挠了挠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半夏两手背后，脚尖在地上一点一点，歉然说道：我大哥这人就是脾气臭，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啊，不会。而走在前面的于南星耳朵动了动，一个趔趄，悲从中来：我的好妹妹，这才什么时候你就胳膊肘往外拐。第141章比拼开始，这是要跟大舅哥比谁快。苏魔硬着头皮跟于半夏一起往法师协会走，没想到往日在学校对旁人不苟言笑的女生，在他面前叽叽喳像个欢快的百灵鸟，一路上吸引不知多少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当然也有不少女生悄咪咪的多看苏魔两眼，小脸泛红，小心脏特也跟着小鹿乱撞，有些大胆的还冲苏魔招手。苏魔礼貌点头回应，有至少两次，苏魔都能感受到于南星想刀人的敌意。苏魔摸了摸鼻子：那个于半夏，要不我把剩下的钱补给你吧，我看你大哥怪生气的。不用理他，他那人就那样。那要不我把坐骑还你吧，毕竟这是你大哥送你的礼物。没事，我回头让他再送我一个。苏魔心底替于南星默哀：大舅哥，真不是我坑你，是你妹妹心向外啊，不是顾家啊。他之前思索过，于半夏对自己似乎有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亲近就是对苏魔本人，没有掺杂其他原因。这样单纯的好女生可不多了，苏大爷没有拒绝的理由。更重要的，小富婆傍身，能省去很多努力啊。门口处，朱贤瑜已经在等着了，见到苏魔跟于半夏并肩而来，朱老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欣慰地看着苏魔，满是欣慰。不错，既能年少轻狂，也知道流行沿途美景，活得通透。朱老，这是你的小女朋友？朱贤瑜冲苏魔眨了眨眼。啊！苏魔挠头。于半夏羞红了脸，低声道：朱老，还不是呢。朱贤瑜呵呵笑道：没事，我看快了。小苏啊，收心，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苏魔知道苏老意有所指，回应，但这种回应足以让于半夏幸福的小脸泛红了。朱贤瑜回头看了看，好了，比拼大会的开幕式马上要开始了，快进去吧。于半夏这才恋恋不舍跟苏魔挥手，他是作为家族嘉宾来的，不能跟内部人员一起参加仪式。于南星这才按着不快跟朱老打了招呼，生拉硬拽的将恋爱脑的于半夏拖走了。但在看苏魔的时候，不像之前那么倔强了，反而是多了几分期待。那眼神俨然是大舅哥在审视未来妹夫。朱贤瑜啧啧赞叹。苏魔正要说明，朱贤瑜摆手：不用，这是你的私事，我不干预。快走吧，开幕式马上开始了。苏魔只得收拾心情，跟着朱贤瑜朝里面走。法协内部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千人，大有运动会的架势，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主持人小蚊子正用风系法术扩音安排译音事宜，各位来宾请就坐，各位法协成员请尽快找到自己的推荐人，有序入场坐下。10分钟后，比拼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小蚊子简单的致辞开幕之后，直接邀请法协会常青山郎上台。
所有人欢呼起来。苏魔也忍不住稍稍抬了屁股，离座往台上看去。他也想一睹这位传说中的法协会长的风采。他已经听朱老说了，法协会长是双职业法师，精修神秘的时空法术，又以近战闻名。苏魔想过集合两种法术的法王会是什么样子，可看过了之后，苏魔摸了摸鼻子，老实坐下。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还不如不见。再看周围，不少人跟苏魔抱着一样心理的人都默默坐了回去，其中有以女生居多。显然这一眼断了不少人的念想。原本在苏魔以为花名青山狼的法协会长会是一位风流倜傥、英武不凡的长者，要么是具备时空法师的神秘气息，要么是具备战士的匀称身材。谁想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仿佛蛋白粉吃多了的肌肉猛男，胡子拉碴，目光锐利，穿着贴身红色 T 恤衫，下身牛仔裤。这个打扮与其说是法协会长，还不如说是樱花国片子中的男主角更让人信服，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苏魔想到前世某位公司老总也喜欢以花名彼此称呼，结果就是一个形貌矮小如猴，跟大侠半点气质不沾的人给自己取名风清扬。果然花名这东西只与心情有关，与外貌气质一个子的关系都没有。青山狼走到台上，面带微笑，这微笑看起来也有种电车痴汉的既视感。这该不会是假冒的吧？苏魔看向一旁的朱贤瑜，发现朱贤瑜跟着皱眉，显然他也觉得会长这身打扮不合适。实锤了，是会长。他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一般领导开幕式致辞都是又臭又长的，哪知道青山狼上台之后言简意赅：各位欢迎参加法师协会的比拼大会，我执3句：一是比试最优者奖励丰厚，二是比试过程中不许作弊，三是别有用心者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好了，小蚊子，开始吧。台上台下一片寂静，接着众人窃窃私语：这么短，这么快，这就开始了？不是，是结束了。主持人小蚊子却似对会长的行为习以为常，神色平静地走向台上，感谢青山狼会长的致辞。下面我们开始第一轮比试的抽签，请参赛者上台依次抽签。左边的是4转参赛组的，中间的是5转的，6转在这边。很快，从各处纷纷上台300多热人，不知道是不是事先已经筛选过，4、5、6、3转的参赛者各有120人。苏魔走向5转队伍，抽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8，比较靠前的顺序。他嘴一歪，连老天都暗示他要发呀。台下开始呼喊加油之类的口号。苏魔听到一个女生在喊苏魔加油的，但却没听到同样的声音喊大哥加油。他摸了摸下巴，朝6转队伍看去，果然瞧见了于南星想刀人的目光。他歉然一笑，这可不怪我。于南星冲他挥了挥拳头。苏魔无可奈何，放弃解释，转而跟着队伍朝野怪秘境区走去。野怪秘境区分成10个野区，以编号命名，一次可进10个人刷。刷野时间上限2小时，同样的时间比刷野数量，通用的数量比刷野时间，最后会以权重比例结算到最终得分中。野区的地形、野怪数量、等级等情况都是设定为150级。苏魔是28号，在第2批，上午肯定能刷上。于是他走向8号野区入口，排队等着。同时他悄然看向6转区的于南星，发现他也是第2批，这不巧了吗？这是要跟大舅哥比谁更快？第142章欲戴王冠，先承其重。苏魔的考验才刚开始，第1轮2小时很快过去，期间有人陆续走出。负责监督的裁判开始宣读成绩。隔壁阿三1小时28分5秒，木糖醇的黑木耳1小时12分25秒，程四狗57分钟32秒，接话发马老师50分钟46秒。人群中不禁议论起来：老天，50分钟刷完一个野区，这是什么速度？进前3应该稳了，这个速度应该只比陆子野慢吧？我听说他能把时间控制到半个多小时，你怎么知道？他难道之前刷过？嘘，他自己提前进去试过了，是41分钟，应该是第1了。还可以这样？为什么不行？花点钱提前熟悉场地，怎么不可以？干，没人告诉我呀。苏魔听了挠了挠头，41分钟就第1了。苏大爷的3分钟清场怎么算？第2批，准备。5分钟后，苏魔走进8号野区。进门之后，升级导航自动续上野区地图，上面一个个野区亮点，赫然是一个个野怪。当然他面前是没有的。苏魔站在门口挠了挠头，心底想着不能太过分，百无聊赖的打量野区布置。不愧是法协。苏魔感叹，小路、杂草、灌木、光影结合，比江城、江东城的好太多了。空气中还有一股奇特的石楠花的味道。这他娘的，造这个野区的人是有多恶趣味？苏魔捂着口鼻，心生不耐，抬手一发禁咒祭出，
水系尽骤，大海无量，既出。哗哗哗，海浪滔天，洪流肆虐，野怪被击杀的声音跟惊艳的提示声不断响起。最终苏魔的等级来到了147级，再有3级就可以6转了。来对了，苏魔点头，转身出了8号野区。他刚一出现，立马有人注意到他了。咦，那个叫什么来着？怎么刚进去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叫大象鼻子长，什么破名字？他是想放弃吗？还是已经刷完了？你开什么玩笑？他就算有范围性技能，也不能这么快。有什么不可能？对8转、9转的隐藏职业来说，强化1000倍伤害，几分钟洗图不是很正常吗？可他充其量只是5转啊！裁判愣了一下，他对苏魔很陌生，但苏魔手背上的法鞋徽记提醒他这是自己人。他小声提醒这位参赛者：“你怎么出来了？是野怪没刷新吗？”“不，我刷完了。”裁判看了一眼自己的记录仪，愣了一下，又看向旁边的辅助裁判，低声交谈了一下。辅助裁判小声说着什么，主裁判瞪大眼睛，最后点头：“18号，大象鼻子长，刷完。”哗！在场的人无不震撼，就连远处依稀可见的观众也都冲这边指指点点。毕竟从进去到出来才4、5分钟，这速度也太快了。他是怎么做到的？数千道目光纷纷投向苏魔。苏魔暗自皱眉，朱老不是跟他说没有多少人关注吗？这么多人鱼龙混杂，自己不等于暴露了吗？这跟朱老之前说的不一样啊。他挤开人群去找朱贤瑜弄清楚，如果真的是因此引来暗中窥伺，自己的麻烦就大了。奇怪的是，朱老居然不在，但他收到了朱老的消息，先回酒店，等我回去找你。苏魔满心疑惑，不管众人的诧异，径直朝酒店外面走去。于半夏一脸震撼的想要过来祝贺，却发现苏魔大步流星走了出去。此时朱贤瑜出现在法师塔9层上，声音严厉：“会长，你不能这么做，他还只是个孩子。”青山狼声音淡然：“欲戴王冠，先承其重，这个道理还需要我教你吗？可你答应过我的，会确保他不被人注意到。你也答应过我尽快9转的，现在呢？那是你跟我之间的事，不要带上他，他才18岁，只是一个孩子。你为什么非要他这么早就卷进成人的纷争？”朱贤瑜，青山狼神情严肃，音量提高：“问问你，我18岁在干什么？烽火18岁在干什么？我们的先辈18岁在干什么？他作为法系会员，凭什么只享受协会带来的诸多好处，而不承担责任？你骗我！”朱贤瑜怒斥：“你先前就是骗我的，对不对？说什么内部考核，结果到跟前来你跟我说是从全国范围内筛选有天分的天骄，现在你让这孩子在那么多人面前暴露，就是想让他提前卷进漩涡，对不对？”青山狼没有说话。朱贤瑜动怒，可他才4转，要是被有心人盯上了，他拿什么抵抗？你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青山狼冷哼一声：“大浪淘沙，猛火断金，法协龙国需要的是能独当一面的强者，而不是被温室保护起来的小花。他若能扛得住，自然值得法协的全力栽培；他若扛不住，那就少浪费资源。”说到这里，他面上泛起激动之色。而且，你不觉得这是多好的一个钓鱼机会吗？朱贤瑜双眼血红，喃喃道：“你疯了，你疯了！不行，我要告诉那孩子，他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说罢，他大踏步朝外走去，结果骇然发现出口不见了。反应过来的朱贤瑜愤怒异常：“会长，你不能这么对他！”青山狼单手一挥，只见周围一道道空间涟漪荡起，像玻璃罩一样将朱贤瑜层层包裹起来。结时光镜，青山狼对着一个7转法师施展了封禁技能。苏魔回到酒店，左等右等，不见朱老出现，给他发了消息也没有回，不禁疑惑。直到晚上，他还没见到朱贤瑜的人，心底升起一丝着急。直觉告诉他，朱老可能出什么事了。但朱老的头像一直亮着，且工会的状态一直是在线。他想去问其他人什么情况，却因为自己等级太低，无法发出工会频道的消息。无奈之下，他只得悄然出了酒店，前往法协打探消息。只可惜法协大门紧闭，他进不去。他在法协外围徘徊许久，也不得其门而入。他再次给朱老发了消息，仍旧没有回复。苏魔眉头紧锁，隐约察觉到了不妙。他没注意到的是，在他不远处的黑暗角落，青山狼带着一个站在透明棺材里的人低声言语。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第143章，钓鱼开始了。苏魔没有见到朱老，也没有贸然闯门。他想了想，第一时间转身就走。他也没有回酒店，而是换了一家不需要身份认证信息的旅店住了进去。接着在旅店住下的同时，他换了一身衣服，又悄然回到酒店附近，躲起来暗中观察。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人盯上。他打定主意，一旦有人奔着他来，
他一定第一时间远遁。这一切都被远远跟踪的青山狼瞧在眼里，他笑眯眯冲朱贤瑜道：“你看，离开了你，这小子不也懂得保护自己？”朱贤瑜怒目相视，他被青山狼施展时空结界，看似就在青山狼身边，却不知道隔了几个小世界，自然无法发消息给苏魔。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尽办法让苏魔获知其中的情况，因为这场比试对苏魔来说是一场机遇，也是一次危机，而这危机又明显是青山狼故意为之的。真是个疯子！青山狼轻笑，当然，你是知道的，光有谨慎是不行的，还得有胆子。话音未落，朱贤瑜就看到远处有人影攒动，悄然靠近酒店。青山狼笑得欢快，你看看，这不就有鱼儿上钩了？朱贤瑜咬牙切齿，他居然用苏魔来钓鱼。青山狼摇头笑道，你也太小看我了，拿个四转法师来钓鱼，不要想多了，这只是对他的一个考验。朱贤瑜心底一寒，他深知青山狼的脾性，鱼饵还有些价值，可反复利用，但考验却意味着苏魔可以随时舍弃。他张嘴大声呼喊，想要苏魔尽快远离是非之地，可他干张着嘴，却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七转与九转巅峰之间的鸿沟，又岂能是他能够逾越的？苏魔，你赶紧走吧！朱贤瑜无声呐喊。10来分钟后，进入酒店的人影悄然而出，看他行色匆匆的样子，显然是没找到苏魔，打算就此离去。远处的苏魔也一直隐在暗处，一动不动。朱贤瑜悄然松了一口气，但愿苏魔能因为联系不上他而心生警惕，哪怕是就此离去。要知道，这孩子自小没了父母，一直都是自己生活，已经足够可怜了，现在却有可能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的考验而丧命，对他何其不公！呵！青山狼嘴角上扬，抬手对着酒店那边挥舞了一下，口中轻轻吐出一个音节。不！朱贤瑜奋力呼喊，因为青山狼施展了空间法术，将鱼儿的行进路线悄然变化，从酒店到苏魔身旁进行空间扭曲。就这样，几名暗杀者云里雾里地发现了隐藏在暗中的苏魔。好戏开始了！青山狼咧嘴无声而笑。朱贤瑜狠狠拍打空间结界，对青山狼抗议。青山狼无动于衷。此时，苏魔心神高度紧张，他不知道这几个心怀不轨的人怎么出现在他面前的，但他第一反应就是跑。同时，各种念头在他心底如闪电掠过，暴露了，有人在监视我，这些人是来针对我的，此地不宜久留，跑路要紧。这里距离法师协会这么近，他们不敢动手，我动手也不方便。各种念头闪过的第一时间，苏魔起身撒腿就跑，而这些鬼祟的人果然不敢放技能，跟着追了过去。青山狼笑呵呵道，走吧，过去看看。朱贤瑜目光急切，只要青山狼跟过去，说什么也不能看着自己工会的人被杀。好事情！苏魔在前面发足狂奔，心底想着对策。后面的人实力他一眼瞥去，已经尽数了解。2个6转，2个7转，1个6转战士，其余都是刺客。刺客配战士，把法师克得死死的。明面上对付他一个4转的职业者绰绰有余了，但苏大爷不是4转，更不是一般的5转。他第一反应就是将这些人往法师协会引，以此击退这些人。毕竟在城内施展大面积破坏性的法术也会受到追踪制裁，且击退的意义不大，危险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人引到人烟稀少处，悄悄做掉。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城，而且这法子有实行的可能性。神都城身为首都，强者无数，自不需要像其他城池一样夜晚必成。决定之后，苏魔认准方向，发足狂奔。而他身后的4人刚开始有些担心，可看到苏魔往城外跑，这些人瞬间兴奋起来。往城外跑，这小子自寻死路！朱贤瑜已经急得快要喘不过来气了。这个傻小子怎么能往城外跑？青山狼皱眉，他这是慌不择路，还是想就此离开？难道他不知道往法协跑才是最安全的吗？是了，他就是在法协泄露的实力，已经不信任法协了。青山狼暗自摇头，看来高估了这个种子选手的心性。虽有天分，但智商太低，这种人在法协内不过是浪费资源罢了。他摇了摇头，失去了再看下去的兴趣，招手带着朱贤瑜离开。朱贤瑜声嘶力竭的呐喊，眼角流出泪来。对青山狼来说，所谓天骄妖孽他见了太多，对于有希望的种子，青山狼也绝对舍得花大力气去投入培养。可一旦他觉得对方没了培养的价值，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放弃。他个人不求回报，却不愿有限的资源一直被浪费在没有希望的人身上。以往时候也有天骄被放弃的情况，但极少有被放弃生命的。可对朱贤瑜来说，短暂的相处，他是真的觉得苏魔很好，乐观积极，全然没有孤儿家庭的怨天尤人。他的谨慎小心，也不过是生活逼迫他必须有的成长罢了。你放开我，
我要去救他。青山狼置若罔闻，低声道：咸鱼，那里可是有2个7转刺客，你去了也危险。我原本以为他的隐藏职业强力，再有足够的心性，肯定能成为一方巨头。只可惜他临阵脱逃，触动了我的底线。这样的人，你能指望他将来为了法协，为了龙国而挺身上前吗？朱咸鱼眼角垂泪，可他终究是个孩子啊，从小就没了父母。青山狼背过脸去，低声喃喃：想成为至强者，谁会管你有没有父母？他摇了摇头，收起眼里隐晦的自责，微笑道：走，去看看下一个种子表现怎么样。朱咸鱼无声怒斥：狗日的青山狼，你好狠的心！第144章，高明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苏魔自然不知道有人在跟着他，他一路狂奔，对着升级导航上的地图朝城外奔去。也亏得神都是帝都，方圆数百里都没有散怪出没，他才得以顺利出城。换了江城、江南这样的城池，他就只能在城里躲猫猫了。4人刚开始还保持一定距离，避免被人察觉，可看到苏魔发疯似的往外跑，这些人简直乐开了花。这小子天分这么高，没想到脑袋却是傻的。躲在城里周旋还有一线生机，出城的话他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别掉以轻心，能4转参加5转的比拼，岂会简单了？轻什么心？你看他慌不择路，居然奔向7转野怪去。不好，这小子是想用7转野怪来拖住我们。想法不错，可他难道不知道刺客可以隐身？快追上去！他骑着飞行坐骑加速了。苏魔瞥见身后4人已经不加掩饰，决定给他们加把火，把他们引到7转野区。炎火流星狙在黑夜中拖拽长长火影，本该分外显眼，此时却再寻常不过。彩霞风铃，简介：出入等级100-300级，人数限制30人。苏魔不做丝毫犹豫，一头扎了进去。后面是4人也不迟疑，跟着冲了进去。苏魔嘴角微笑，开始放慢速度。这里远离神都城，只要不动用超大范围的技能，再没任何问题了。是你自己找死！4人中的3个刺客已经开启隐身极步状态，隐身加上夜色掩护，再没有任何环境比这更适合他们刺杀了。只要摸到对方身边，苏魔必死无疑。而战士也在此时加速冲杀。雇主说了，谁杀的天骄种子多，谁将获得最丰厚的回报。这种手拿把掐的事，他怎么可能愿意落后？然而让4人措手不及的是，正在奔逃的苏魔忽然回头，原地站定，接着抬手挥动法杖，冲在最前面的3个刺客瞬间顿住，继而又冲了上去。他们可是7转、6转的刺客，又在隐身状态，区4转职业者能翻出什么花来？然而下一刻，3人就惊恐发现同伴变了模样，就连自己的速度也变慢了下来。高明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在此刻，身份意味。哦，啊，咩咩咩！3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声响起，3个刺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3个神情惊恐的小动物：吉吉国王、毛毛、喜羊羊。劫噬魂技妖，可将最多3个敌方单位变成3个无法攻击、无法施法的小动物。期间，他们还会被减速，持续掉血。紧随其后的战士吃了一惊，掉头就要走，结果却惊恐发现身后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伙造型奇特的怪物。奈奥族，种族兽人，等级147级，血量1200万1200万。塔隆，血魔，种族血族，等级147级。阿尔萨斯，种族人族，等级147级。战士眼神一缩，怎么回事？这些5转的怪物血量居然超过了副本 BOSS。 他倍觉疑惑，怎么都是5转的怪物？一个让他倍觉奇怪与荒谬的想法一闪而过，这些5转怪物不会是苏魔养的吧？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数十怪物像攒架一样围了上来，把他们4个人团团围住。不等他反应过来，技能、控制、衰弱等各个技能效果套了上来，眨眼间3个脆皮刺客就被乱刀砍死，身形消失。而战士也不过区6转，再厉害也不可能是数十堪比 BOSS 存在的对手。只是一个照面，他也现场领了盒饭。天灾军团，而这次出现的天灾军团人数已经上升到了80多人，这是被动禁咒狂化天灾的强化效果。苏魔皱眉，有复活真是麻烦，如果有那种跳过复活直接斩杀的技能就好了。当然有复活也没用，无非是再死一次罢了。3个刺客陆续复活，进入保护时间倒计时，他们神色惊恐，冲苏魔狂呼：住手！我们错了，我们愿意赔偿。他们怎么想不通，自己可是7转、6转的刺客，居然被一个4转的法师破了隐身，而且瞬间被打出了复活。苏魔摇头，只是招手示意天灾军团将4人团团围住，防止他们逃脱。
3个刺客保护时间一过，正要释放技能隐身，再次被众多天灾战士给抡死。刚复活的战士脑子相比起来比较灵光，大声呼喊：是日不落出钱雇我们杀人，只要你饶了我，我愿意赔偿。告诉你幕后黑手，你没资格跟我讲条件。苏魔示意天灾军团继续砍杀，将战士也送走。生死之战最忌讳啰里吧嗦，志得意满。反派死于话多，正派也是如此。更何况对于一个拿钱办事的人，他能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杀就完事了。3个刺客再次复活，神色已经恐慌至极。他们连一下都没碰到苏魔，却已经被打出了2次复活。这次再死，有人就得真正死了。其中一个刺客疯了一样，将自己身上所有装备、道具、技能书等都扔了过来。求求你，别杀我！我上有70岁的儿子，下有6岁的老母。苏魔不管他的胡言乱语，只是抬手杀。另外2个浑身发抖，心生绝望。他们死前居然想到了刺客职业的一个信条来：杀人者，人恒杀之，应对生命常怀敬畏之心。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让他们遭报应的居然是一个4转的法师。3人死前最后的挣扎就是凄厉惨嚎。不服，他是怎么看到我们的？他才4转啊！不只是他们，就连6转的战士死前也是瞪大眼睛，满脸不甘。直到死，他都不明白猎物与猎人的身份怎么转变得如此之快。哗啦啦，哗啦啦，4人死后掉落的装备聚集到苏魔跟前，套装、紫装、技能书。苏魔熟练的奋捡宝物，杀刺客对他来说实在太熟练了。他看向神都方向，心底思索着要不要回去继续比赛。第145章，从今天起，法协全力培养他。朱贤瑜被青山狼拖着看戏，亲眼目睹了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法师种子遭到了刺杀。苏魔只是其中一个罢了。青山狼不时出手，有时故意让暗中人找到种子，有时也会稍稍出手救一下。你看这个路子也就不错，不愧是近战法师，1挑3，还有一个8转，啧，真不错。这个傅红玉言过其实了。小蚊子不显山不露水的，倒是给工会找了个好苗子。青山狼时不时点评一句，朱贤瑜却是一句都没听进去。他现在才意识到每次法协的考核有多么残忍，伴随的都是少年天骄的死去。苏魔，孩子，我对不起你。朱贤瑜失魂落魄，他不该让苏魔卷入其中的。苏魔毕竟是个孤儿，才18岁。青山狼带着朱贤瑜看过了几场好戏之后，一挥手带他回到了法师塔。他声音奇特，目光锐利，千帆竞仙，百舸争流，怎么可能一帆风顺？法协也不可能由一群温室里的少爷来领导。不过这些国外的渗透势力未免也太猖狂了，在神都居然敢如此行事。他发了一条消息给法协工会的人：烽火，动手吧。朱贤瑜无可奈何，默然不语。纵使他再不甘，又能如何？苏魔杀了4人之后，略作思索，没有就此离开，转而回了神都。他的想法很简单，不能白来这一趟。左右已经参加了第1场比赛，引起有心人注意，想躲也是不可能了。不捞够足够多的好处，他绝不能走。而且从心底来说，他还颇为期待再有刺客前来，毕竟每次反杀刺客都能赚不少钱呢。钓鱼的确让人快乐。他悄然溜回旅馆，换出了炎火流星狙，抵在门口睡着。万无一失，一夜无事。第2天一大早，苏魔大大方方走向法师协会，找到管理员小蚊子：我要住协会的招待所。说这话的时候，他仔细盯着小蚊子的脸，希望能看出什么来。但小蚊子神情不起一丝波澜，点头让人带苏魔去招待所。招待所是法协自营的半盈利性酒店，环境肯定不如外面的酒店好，但胜在便宜、安全。苏魔昨晚上想明白了，这要是在法协自家地方出了事，打的也是法协的脸。想来以法协第1工会的身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苏魔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后脚小蚊子就见鬼一样给青山狼发了消息：苏魔回来了。什么？青山狼正坐在楼顶喝茶，看到这则消息之后，脸色大变，咧嘴嘿嘿怪笑了起来。好，很好，哇哈哈，我居然看走眼了。他挥手解了朱贤瑜的禁制，心情舒畅。你的好孩子，他又回来了。朱贤瑜一愣，好孩子？苏魔。朱贤瑜面露不可思议，继而狂喜，他回来了。青山狼也不解释，只说了句：现在你可以随意去留了。朱贤瑜转身就走。等等，青山狼笑道：若他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全权满足，但不许提法协的事。朱贤瑜眼中亮色更甚，他自然知道青山狼这句话的意思。从现在开始，苏魔无论比试结果如何，都将得到法协的倾力栽培了。一个4转法师，不管使用何种手段，能从2个7转、2个6转的手中安然脱险，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朱贤瑜下了9层，
没有直接去找苏魔，反而去找小蚊子。见了面，他直奔主题，给我这次涨副本的资料、攻略、BOSS 机制、增幅药剂。趁这机会，他自然要替苏魔狠宰法邪一笔。小蚊子错愕看向朱咸鱼，朱咸鱼哼了一声，这是会长答应的。小蚊子不再犹豫，点头给他拿东西去了。朱咸鱼笑逐颜开，拿着东西去找苏魔。朱老，苏魔惊喜，您没事就好。朱咸鱼心生感动，点头。这是我给你弄的后面比拼的消息。朱咸鱼没有去提昨晚的事，苏魔也没问，心里有数就行了。苏魔接过资料，先问道：“这合规矩吗？”朱咸鱼笑道：“放心大胆的看，有什么不合规矩的，上头默许的。”苏魔点头笑道：“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朱咸鱼开始给他解释，涨副本名为过5关斩6将，需要保护 NPC 抵达目的地，射击攻城，杀怪。这是攻略建议，你看看。苏魔一看，乐了。这是要自己当回关二爷，保护自己的嫂嫂去见刘备。这个苏大爷熟啊，不就是杀人攻城吗？5关6将分别是：第1关东岭关孔秀，第2关洛阳孟坦韩福，第3关沂水关卞喜，第4关荥阳王直，第5关黄河渡口秦琪。朱咸鱼耐心解释，这5关设定依次是法师、战士、刺客。过关对每个职业者来说都不是太大问题，难点在于马车移动速度太慢，城池的血量太厚，比较耗时间。不过你放心，我给你弄来了极刑卷轴，每次攻完城，第一时间给马车套上光环，可节省1半的时间。顿了顿，他无奈笑道：“这种关卡如果有加移速光环的守护随行，用法师、射手开路，速度不要太快。”苏魔眼睛一亮：“对啊，增速。”他犹豫着问道：“朱老，有没有增加移速的通用技能？”朱咸鱼跟着眼睛一亮，一拍脑袋：“你等等，我去就来。”苏魔。半小时后，朱咸鱼去而复返，手里赫然拿着3本移速技能书，对着苏魔道：“你看看哪本对你有用？”苏魔看了一眼，3本名为急行军、乘风、驾云，都是加移速的通用技能。苏魔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朱老，能不能都要？”哪知道朱咸鱼却笑道：“对啊，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自然是都要了。”苏魔也不客气，接过3本技能书，当场学了。不出意外，新的3个辅助禁咒出现了。第146章，苏大爷千里走单骑。3个新的通用禁咒：日行千里、乘龙而去、瞬闪。其中日行千里是被动，永久增加 30% 移动速度；乘龙而去主动开启，可以将速度提升到极致，持续3分钟，并在接下来的2分钟内衰减为正常速度。瞬闪则类似于闪现，可以实现短距离的瞬移。同时在瞬移完成后会获得 50% 的移动加速，期间免控。因为没有伤害，所以这3个禁咒的冷却时间破天荒的是以分钟计算。苏魔明显感觉3个通用禁咒虽然只是纯移速加成，却能让他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朱咸鱼对苏魔的关照显然不止于此，他又拿出 BOSS 攻略、各个出彩的职业者的简介。苏魔能够清楚感受到朱老浓浓的关怀，心底大为感动。他翻看了 BOSS 攻略跟其他选手的简介，发现短短1晚上过去，法协已经有了初步的决胜者分析。有些人的名字被划掉了，有些人则被重点分析。让苏魔意外的是，于南星居然也在6转的潜力股之中。资料显示，于南星刷野的速度为42分钟11秒。根据野区残留的法术元素来分析，他可能是位召唤法师。而资料里对苏魔的分析俨然是位精修水元素的暴力法师。不得不说，技术分析坑死人呐！不过这对苏魔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对他的分析，别的投机者也能看到，这样容易误导对方。事实上，在神斗的某处庄园下，正有一伙人正在看一份跟朱咸鱼一模一样的技术分析。为首之人正对着苏魔那一页皱眉苦思。他低声道：“撇开法邪故意释放烟雾弹不说，这个叫苏魔的肯定是水系法神之体，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5分钟不到就刷完野区。”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可昨天晚上派出去的路人甲蒋由乙可是7转刺客，这又怎么说？为首之人呵呵一笑：“你真的觉得那几个人是这个苏魔杀的？难道不是？”“当然不是。”为首之人冷笑不迭，就算这个苏魔再妖孽，也绝无可能在4转越级连杀2个6转、2个7转职业者，尤其是4个人里面还有3个克制他，单是刺客的隐身就不是他能解决的。你的意思是说青山狼出手了？你说呢？为首之人冷哼：“未必是他出手，但是他有足够的手段骗过你我。不要被青山狼粗犷的外表蒙蔽了，他能成为法协会长，可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双职业法师这么简单。哼，他想趁此机会钓鱼，
却不知道我也趁此机会摸准了他的底。摸底，不错。为首之人呵呵笑道。青山狼故步一阵，弄出那么多种子选手，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个苏魔绝对是其一，否则他不会暗中派人忽悠了。接下来我们避开这次比试，全力追杀苏魔就是。会长妙算。第二场比试很快来到，长副本秘境，不少法师职业者都带了足够的药剂、卷轴，显然这一场不好过。这一场涉及长距离奔袭，所以时间稍长，3个小时。苏魔是18号，仍旧排第2场次。等候的当口，他左看右看，发现少了不少人，至少那个叫傅红玉的小白脸今天不见了踪影。于半夏依旧跟着他哥哥来参赛，看到苏魔时，兄妹俩都投以微笑，其中自然以于半夏的最为热切。他甚至悄悄来到苏魔身边，低声道：“苏魔，我听大哥说今天是长副本保护 NPC 的剧情，你可不可以骑着炎火流星驹去刷副本啊？”“好。”苏魔心道：“二爷护着嫂嫂骑的是赤兔马，我也得弄个坐骑不是？可惜没有青龙偃月刀。”得到苏魔肯定答复，于半夏笑得如同百合盛开，一瞬间让周围的颜色都明亮了几分。不少人悄然投来羡慕眼光，于南星却咬牙切齿。事实上，场中绝大多数人都在观察苏魔，他们很奇怪，这个花名大象鼻子长的选手到底是怎么用5分钟就刷完野区的？到现在他们也不信苏魔是单纯以技能刷的，肯定是用了高阶卷轴，又或者他是内定的前3名。可笑，我本以为法师协会公平无比，原来也搞这种内幕。不用担心，他要是能进最后一关，肯定的现原形。对，路子也肯定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著名也能轻松碾压他。对于这些人的议论，苏魔置若罔闻，自己问心无愧，哪管别人怎么说。然而这一幕却被主持人小蚊子看在眼里，他找来人低声吩咐，去暗中注意一下，那几个暗中带节奏的是什么人，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3个小时很快过去，裁判公布成绩之后喊道：“11到20号进副本。”苏魔深吸一口气，一挥手召唤出炎火流星驹，翻身上马进了副本。于半夏兴奋的俏脸微红，于南星牙却咬得更响了。苏魔进了副本，抬头就看到一辆马车横在跟前，马车上标着4个字：刘备家眷。刘备家眷，血量500万，属性无法攻击，无法释放技能，只能前进或后退。职业者技能，道具可施加作用。在苏魔站定之后，副本开始走剧情。关羽助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欲带2位嫂嫂前往河北投靠刘备。然此去河北，山水迢迢，更有千难万险在前路等候。义士，你能化身义薄云天的关云长，带着家嫂嫂找到兄长吗？马车上 NPC 车夫老仆驱赶马车来到苏魔身边，开口：“关将军，快些赶路吧，再不走，曹操大军就追来了。”马车内也传来娇滴滴的声音：“妾乃女流，一切但凭二叔自处便是。”苏魔错愕：“什么玩意？苏大爷辛苦护你找老公，你好歹让苏大爷看看长得什么样子吧。隔着门帘说话，防谁呢？当苏大爷是曹贼？”第147章，这么快就通关，他作弊了吧？过5关斩6将在现实中路程大上千里，但在关卡中设定正常速度，2关之间需要走5分钟。路途上会不断涌出曹军追兵、野怪、拦路强盗等拖延速度。每到一个关卡，还要打败守关大将，攻克城池，费时费力费消耗。苏魔点击马车，跟在自己后面开始出发。面前直接是一座城池，上书东岭关，城头上不少弓箭兵严阵以待。守关大将孔秀两手握着大砍刀，冷冷盯着苏魔。城门前还有诸多3头5角的奇形怪物盯着他。一连串的提示亮了起来。孔秀，种族人族，等级150级，东岭关，类别城墙，血量300万，弓箭手，种族人族，等级150级，3眼怪皮皮，种族兽族。孔秀策马在城头往来奔袭，放声喊道：“关羽，你既然没有丞相文书，某不能放你过关。”放箭！城头上飞箭如簧，朝苏魔嗖射来。野怪也怒嚎着冲了过来。苏魔冷哼，抬手一记超能机甲从天而降，挡在面前。接着超能机甲一拳下去，锤掉了城墙1半的血量。又一下，城墙轰然坍塌，中间又有数不清的弓箭兵被赛博坦星人锤死，野怪也死伤惨重。前后不过3拳，东岭关就被攻破。孔秀也被打得喊出了剧情那句话：“关羽，你要过关，须得留下老小为质。”苏魔撇嘴，这就是孔秀求死之道了。他指挥赛博坦星人一通乱锤，
把整个东岭关垂成一片废墟。苏魔也不犹豫，抬手一记，乘龙而去，套到马车上，开始急行状态，奔着下一关而去。有急行加持，5分钟的路程，2分多钟就到了。赛博坦星人甚至在消失的之前，一拳锤掉第2关洛阳城的半管子血。守城大将孟坦、韩服直接出城。孟坦骑马朝苏魔冲来，刺客韩服隐身想要摸到苏魔身边刺杀。苏魔咧嘴一笑，没想到游戏里的 BOSS 还讲究策略。他抬手一记天火箭塔祭出，破影破城，对着城上城下的人怪物 BOSS 一通刷刷刷乱射。可怜韩服身为一个刺客，还没摸到苏魔身边，就被天火箭塔射成了刺猬。孟坦顶着伤害来到苏魔面前，苏魔连技能都懒得放，抬手一发平 A 打了出去，穿透双吸附加法力伤害，瞬间伤害达到20多万，直接送走孟坦。乘龙而去，冷却还没结束，他转而用了瞬闪。苏魔带着马车向前冲了一段距离，开始加速前进。但与乘龙而去相比，瞬闪的速度到底慢了一些，所以到第3关的时间花了3分半钟。路上遇到的 BOSS 压根追不上苏魔，一个个嗷嗷叫着跟了上来。法师塔第9层，朱贤瑜再次站在了青山狼身边。此时的他一脸挑衅地看着青山狼，这次苏魔如果能拿到第1，你必须给他额外的奖励。当然，青山狼笑道，这孩子是个聪明人，有实力有潜力，对法协来说是好事，只要他能证明他有这个价值，你说的额外奖励自然会到他的手里。前天晚上的事还不能说明问题，前天晚上只能说明他的职业很特殊，我要看到他的综合实力。青山狼淡淡笑道，他已经证明他值得法协倾力培养，但并不能说明他能接替我的位置。就像当年的烽火，他论天资更应该成为会长的。朱贤瑜沉默，的确，会长青山狼在当年那一批天骄中不算最出彩的，但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法协会长唯有最强者才能担任。他期待地看向塔外，心底祈祷，苏魔呀苏魔，你可千万要争气啊！此时苏魔已经到了第5关黄河渡口，首关大将是秦琪。这一关不需要攻城，明面上只有秦琪，但还有隐藏 BOSS 夏侯惇跟张辽。苏魔毫不犹豫，抬手一记天灾军团，成功触发了无消耗释放。2波天灾军团一共160-170人，围着秦琪就砍。秦琪几乎出现的瞬间就被乱刀砍蒸发了，随即出现的夏侯惇跟张辽没跟关二爷搭上几句话就被乱刀砍没了。曹操的不甘的声音随之响起，云长弃我去矣，云长。通关的声音随之响起，恭喜您通关过5关，斩6将副本。接着就是哗啦啦诸多道具装备掉落，不过苏魔只看了一眼就失去了兴趣，都是一些紫装套装，能入眼的东西是一件都没有，真抠啊！苏魔看了一眼时间，才21分钟。身旁的马车缓缓消失，苏魔想了想，径直走出关卡。刚出秘境，他立马就引来众人的注目，人群中瞬间炸锅了。什么情况？才20多分钟他就出来了？他作弊了吧？光赶路的时间都不止20分钟，这么明目张胆的作弊，法协难道就不管吗？这小子不会是法协某个巨头的私生子吧？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当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裁判的反应，发现裁判也很诧异，显然他们也没有准备。有人提议，我们要看他的通关记录。对，我们大老远来参赛，不是看你们法协内部操作的。法协这种内部操作让人觉得恶心。裁判看了一眼秘境记录的通关路线，眼睛一缩。记录上职业者代表的红点在每一关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1分钟，基本上都是略作停顿就立马急行。他犹豫了一下，看向小蚊子，小蚊子则发消息请示会长青山狼。青山狼则错愕地看向朱贤瑜，他的急行技能是你从协会弄的吧？朱贤瑜毫不避讳，是你说要好好补偿他的。很好，青山狼笑道，看来他的特点应该是将技能威力放大了，这种天赋的确少见。贤瑜，你为协会的确找了一个好苗子。朱贤瑜陡然瞪大眼睛，他一直都知道苏魔很特殊，却没想过苏魔的职业特性到底是什么，直到刚才听青山狼介绍。难怪。朱贤瑜面露激动，而青山狼则笑眯眯道，这要是放出去，他肯定更引人注意，自此麻烦不会少了。贤瑜，你觉得我该不该放他的行进路线？第148章空间卷轴和刷新，幻境帅印，狂薅法协羊毛。朱贤瑜没有回答青山狼的问题，现在放不放都不影响苏魔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他关心的是青山狼如何保证苏魔被推上台前后的安全。青山狼也没解释，而是笑道，只要他在龙国，我可保他3次不死。
说着，他给小蚊子回了消息，小蚊子又示意裁判公布。于是裁判将苏魔的通关图放了出去。这下在场的人一个个愣住了。从记录图上，他们能够明显看到苏魔在5座关卡跟前有了停留，也看到了苏魔比常人快了近1倍的移动速度。从轨迹上判断，苏魔一个法师居然用了2种通用的移速技能，而且都是满级移速的。这个年轻法师这么有钱，居然把只能在副本使用的加移速技能学了满级。还有他到底用了什么技能，居然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就打破了关卡。人群中，于半夏美眸生辉地看着屏幕上播放的记录，既激动又忐忑。他居然这么强了，我还得再努力才能追上他的脚步。等回去之后，我就得让大哥带我去刷野。而苏魔看到裁判放的记录之后，也松了一口气。这种放路线示意图的，只能说明他的速度快，并没有泄露多少有用的信息，尤其是他的底牌。还好，他不管众人疑惑，离开现场，返回法协招待所。他相信有朱老在，不会坑他这个自己人的。果然，到了下午，朱老喜滋滋地带着东西来找苏魔了。刚见面，朱老就递给他几只卷轴，这是空间卷轴，能够瞬发，使用后可立即将你传送到指定坐标，遇到危险时可救你一命。目前坐标定位就是在法协的法师塔，当然，这个卷轴只能在龙国境内使用。苏魔面露惊容，3只空间卷轴，也就是说可保他3次不死。至于另外几个，自然是复活卷轴了，复活加空间，确保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生。这种手段不用想，只能是青山狼的手笔。看来自己已经入了大佬的眼啊！朱贤瑜明显对这些卷轴很满意，喜不自胜。小子，好好表现，少不了你的好处。当然，对于这次比试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提，我帮你要条件。苏魔眼睛大亮，真的？这么好的薅羊毛机会，不用白不用。朱贤瑜点头，那当然。苏魔想了想，试探说道：我第一次刷幻境塔磕磕绊绊，紧张到不行，都忘了各层的特点，可不可以提前用刷新幻境帅印，让我再去熟悉一下？朱贤瑜点头，是这么个理，你等等，我去弄。很快，朱贤瑜带着2只刷新幻境帅印到来，笑意盈盈，搞定，走。苏魔喜出望外，朱老霸气。要知道，这可是月底，现在2枚刷新幻境帅印等于是白捡的次数。苏魔接过2枚刷新幻境帅印，喜滋滋跟着朱老前往幻境塔。朱老喜滋滋看着苏魔走进三国群英关卡，目光火热。苏魔来到三国群英跟前，关卡提示：你已通关该关卡，无法挑战。苏魔直接取出1米刷新幻境帅印摁了上去。下一刻，提示声再次响起：您使用了刷新幻境帅印，可以重新挑战了。苏魔果断花了15亿买了50次挑战机会，开始挑战。这一次他的技能宽裕，再不用像第一次那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除了几层脆皮刺客仍旧是用平 A 抡死的外，其他都是禁咒清图。而且现在的苏魔身具套装，又有诸多元素珠、元神卡镶嵌，技能威力更强，过关的速度更快了。唯一需要注意的仍旧是吕布跟赵云2个关卡，跟上次通关的方式差不多，其他层都是在1-2分钟内解决战斗。就这样，2个小时不到，苏魔成功登顶，如愿拿到285枚英雄印记、75枚元素魔石、1000积分。苏大爷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跟第一次通关相比，少了不少奖励啊，而且连额外的挑战次数也没有。但这些苏大爷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285枚英雄印记的到账。这么一来，他仓库里英雄印记的数量就叠加到了400多，距离3000更进一步。当然，苏大爷手里还有1枚刷新幻境帅印，果断刷新一下，再来一次。但苏魔技能面板上却只有3个主动禁咒了。不慌，到了第4层，苏大爷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刷新技能天威浩荡，顿时除了天威浩荡再读条冷却，其他所有技能都已冷却完毕。苏魔又开始了愉快的刷三国群英。又2个小时，苏魔再次杀死曹操，登顶三国群英。奖励照旧：285枚英雄印记、75枚元素珠、1000积分。这羊毛薅得爽！苏魔看着面板上剩下的几个禁咒，遗憾地退出幻境塔。朱老满脸喜色，刷完了。苏魔点头，刷完了。不错，4个小时不到通关三国群英，绝对能进前3。你前2关都是第一，用时最少，只要后面2关正常发挥，第一稳了。朱老脸色涨红，只比自己通关了还要高兴。来，趁热打铁，把另外1枚也用了，加深记忆。苏魔摇了摇头，不用了。朱老，怎么累了？朱贤宇想了想，要不今天先到这，明天继续。不是，朱老，是刷新用完了。用完了不还有？你说什么？朱贤宇瞪大眼睛看着苏魔，2枚刷新
幻境帅印你都用了？你等着，朱贤鱼来精神了，你在这等着，我再去给你弄刷新。苏魔错愕，没想到朱贤鱼比他还来劲，居然想着继续薅羊毛。不了，朱老。苏魔也觉可惜，我饿了，回头再说吧。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都在滴血。不是我不想刷，实在是没技能了呀。朱贤鱼有些意犹未尽，但还是点头。那好，今晚带你体验一把神都的风土人情。这不太好吧？苏魔挠了挠头，有什么不好的？今晚一切消费我买单。那好吧。第149章日不落的示威。龙国外，樱花海域，日不落的海拉斯再次失去了主导地位，因为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身穿金色战甲、浑身透着冰霜气息的骑士。这名骑士也是日不落国鼎鼎有名的圣光骑士之一亚瑟，他全身笼罩在金甲之中，只有眼窝有缕缕寒光溢出。海拉斯正在跟他说着什么，之后亚瑟缓缓开口：“你是说龙国的法师协会现在正举行比拼大会？”“没错，大人。”海拉斯神情畏惧，而且他们这次举办的规模比之前还大，明显是在对我们示威。不过我已经暗中派人杀了他们几个天骄，挫了他们的锐气。你做得不错。亚瑟瞥了他一眼，帝国要是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像菲利普、安德烈那样的废物，都是在浪费帝国的资源。海拉斯兴奋不已，谢大人夸奖，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等龙国给出正式回应。要是他们不回应怎么办？那就是圣战的开始。亚瑟王神情冷冽，骑着冰霜巨龙向西而去。不过在此之前，也需要给他们点提醒。海拉斯看着巨大的冰霜巨龙遮天蔽日一般向西而去，兴奋到浑身颤抖。龙国是你们自己招来的死亡。东海域三仙岛，庄强正在这职业者路过这里，猛然瞧见东方天空有巨大阴影快速飘来，而后在他目瞪口呆中，阴影显露阵容，是一头巨大的冰霜巨龙。冰霜巨龙出现后，对着三仙岛上空直接一道龙息吞吐而下。一瞬间，所有刚上岛的职业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冻成了冰雕，就连庄强周围的海水也在瞬间结了冰。即便是蝶尾龙精是清水巨兽，也扛不住这样的寒冰。他悲鸣一声，想要挣脱，却被牢牢困在海面上。庄强被极致的寒冷冻得瑟瑟发抖，头发上满是白霜。突遭厄运的他不甘怒吼，以为自己就要死去。哪知道巨龙身上传来一个声音：“喂，龙国的蝼蚁，回去告诉官方的人，快些交出日不落的东西，否则龙国将成为一片废墟，明白吗？”庄强被冻得瑟瑟发抖，却仍嘴犟地骂了一句：“明白你妈的头！”好在亚瑟并不知道这句国粹的意思，大笑着离开了。神斗，朱贤瑜一大早开车来找苏魔，说要带着他到神都的各个有名景点游玩一番。哪知道两人还没抵达目的地，朱贤瑜就脸色铁青的要掉头回去。怎么了，朱老？魔海出事了？出事？苏魔疑惑，什么事？朱贤瑜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告诉了苏魔，日不落的圣光骑士亚瑟骑着冰霜巨龙擅闯龙国海域，在三仙岛杀了10几个人。圣光骑士？苏魔心底一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两国纷争吗？朱贤瑜摇头，他这是催促我龙国还回他们的神器。神器？苏魔咯噔一下，日之塔。朱贤瑜点头，日不落神器日之塔在龙国境内丢失，他们这是想要回神器。哼，别说龙国现在不知道日之塔在哪，就算知道了也没有还的道理。苏魔诧异，可这样下去的话，双方不可避免的将有一战啊。你不懂。朱贤瑜摇头，日之塔是日不落帝国的神器，也是他们崛起的最后希望，是上次大战后仅存的几件初始神器之一。这种宝物，别说是以大战为代价了，就算是要我的命，我也不可能还给日不落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龙国也不惧任何国家的挑衅。苏魔摸了摸鼻子，照朱老这么说，他心底的负疚感就小了很多啊。现在唯一让我们投鼠忌器的，就是被日不落大主教抓住的那些职业者。朱贤瑜眉头紧锁，只要能救回他们，我们就再无掣肘了。苏魔心思一动，趁机问道：“朱老，日之塔到底有什么神异的地方，值得日不落这么大动干戈？”朱贤瑜一边开车一边说：“日之塔据说能开启专属神话副本跟秘境，掉落的宝物自然也不会差。这么多年，因为日之塔缺少了一样道具，始终未能开启，所以里面 BOSS 积攒的宝物不会少了。按照会长的估计，里面掉落的资源应该足够打造一个法鞋。这么多！”苏魔吃了一惊，难怪朱贤瑜说怎么着也不会还给日不落。这种宝物，谁还谁是憨憨？当然，现在也还不了了。看来自己回头得找个机会进一次神国召灵副本，
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好东西。好了，你先回招待所待着，别乱跑，什么都不要想，好好比试就行了。苏魔点头，好。朱老走后，苏魔又仔细观察起自己的技能面板，看着上面与其他技能图标截然不同的神国照灵。其他技能图标只是会发光而已，但神国照灵却有动态的图画。图画上小塔从天而降，镇压万物。苏魔心思一动，施展神国召唤的主动一，7层小塔悬在苏魔正前方，在空中滴溜溜乱转，每一层又有霞光涌现。就在苏魔细细观察小塔时，远在日不落圣保罗大教堂的神龛上，金光骤然强盛。长凤于此的白袍老人垂首倾听，片刻后，他转身再次走出教堂。这次他没有再呼唤任何人，而是抬手召唤了一只双头巨龙。他径直走上龙背，神色激动，日之塔完整了，我日不落要崛起了。与此同时，法协的法师塔也传来当的一声嗡鸣，像暮鼓晨钟般振聋发聩，声音响彻半个神都。苏魔面前的小塔随之发出嗡鸣，似要破空而去。哎呦我去！苏魔心底大骇，急急收起小塔，同时他内心惴惴，大意了，该不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吧？事实上，在法师塔嗡鸣的第一时间，身处9层的会长青山狼就第一时间出现在了塔顶。他眸中金光爆射，如探照灯一样审视整个神都。第150章，千帆过尽终不悔，百舸争流我自强。青山狼最终也没能找到异常动静的具体方向，但他可以确定，能引起法师塔异动的，肯定是了不得的神器。再联想到日不落最近的动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日之塔。难道说日之塔跟随某人来到了神都？青山狼目光灼灼，拥有日之塔的人知道这件宝物的价值吗？他有没有足够实力留下日之塔？从日不落的反应来看，日之塔应该落在了龙国人的手里，不然他们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事情。带着这些疑惑，他重返法师塔，里面已经坐着不少法协巨头了。风火轮大锤，棒棒冰，冰冰棒，小蚊子。青山狼苏魔开口，各位，你们都知道了日不落的圣光骑士的事了吧？事情发展的比我想的要快，所以我决定提前动手。朱贤瑜跟小蚊子等9转以下的职业者面露疑惑，动手？而几个9转大佬却神情严肃，真的需要这么做？青山狼点头，必须这么做，到时候日不落以龙国职业者要挟，我们就陷入被动了。朱贤瑜这才反应过来，青山狼这是要深入虎穴去救人。他想开口说些什么，可在场这么多9转8转的都没开口，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青山狼又道，不管我此去能否平安归来，这次比拼的优胜者一定要全力培养，这是我修习时空技能的感悟，以及几个时空系技能，他只属于最终的优胜者。会长，风火轮大锤陈赫，你这是干什么？在交代后事吗？青山狼笑骂，滚一边去，判我点好。有乔阿姨在，你们放心吧。乔阿姨，众人眼睛纷纷一亮，能开启传送阵的9转职业者，乔阿姨在龙国被誉为最难杀的职业者，有她在，的确多了很多保障。事实上，乔阿姨年龄并不大，甚至比青山狼还小，只是她打扮朴素的过分，俨然一位老阿姨才有的穿着审美，就被众多熟悉她的人戏称乔阿姨。除了乔阿姨，还有别人，放心吧。青山狼笑道，这次就让日不落人知道一下我龙国不是这么好挑衅的。众人神情激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龙国始终不缺甘愿为大义而舍生忘死者。朱贤瑜忍不住问道，会长，你需要我们怎么做？问得好。青山狼笑道，我去偷家，你们也得给龙国外的日不落人压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顺利得手。小冰棒，你们俩去海上跟亚瑟周旋，可以吗？冰棒姐妹花相视一眼，娇呼，如果只是他一个，应该可以把他留下来。青山狼摇头，怎么可能就他一个？圣光骑士有10个呢，还有7大贤者，不知道会来几个。所以这次需要我们跟其他协会通力合作，一应细则由烽火统筹安排，没问题吧？烽火，风火轮大锤点头，好，那好。青山狼起身，当着众人的面瞬间完成副甲，一身琉璃色的满级神装，若隐若现，给人一种空灵缥缈之感。时空套装，在场所有人都神情一凛，他们已经太久没见过会长穿这套装备了。走了。青山狼咧嘴嘿嘿一笑，各位看好家。话音刚落，他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经是在龙国西北边境了。他出现的地方正有3个人在等他，一女2男。女人气质优雅，看上去只有30岁左右，穿着素雅。2个男人都是肌肉分明，区别是一个络腮胡子，一个古铜皮肤，并无多少胡子。9转守护协会会长乔阿姨，9转战士
战士协会会长萧佐，九转坦克战士协会副会长连真。三人瞧见青山狼到来，纷纷笑道：“感觉怎么样？”青山狼哈哈大笑：“很好，好像又回到20年前咱们4个组队刷野的时候了。连真，你是坦克，不应该挂在乔阿姨的工会吗？属性加成更柔呀。”肌肉分明的连真轻哼：“战士协会的 buff 让我输出更高。”青山狼撇嘴：“有我在，什么时候需要你打输出了，对吧，乔阿姨？”乔阿姨神色清冷，淡淡道：“再叫我乔阿姨，当心我把你直接送到大主教面前。”青山狼哈哈笑道：“你还没得到我的人，怎么舍得？”乔阿姨冷冷道：“我现在不想得到了，女人好狠啊，得不到就毁掉。”青山狼故作哆嗦：“这样吧，临出发前我满足一下你多年的夙愿。”乔阿姨点头：“也好，也用不了几分钟。”哈哈，四人哈哈大笑，随即消失在原地。法协的动作，苏魔自然不知道。他收回小塔后，心底忐忑，担心自己就此被人发现。可左等右等，不见麻烦上门，这才悄然松了口气。他给朱老发了消息，朱老只回了他并没有什么大事，彻底放下心来。第3场比拼 BOSS 很快来到，是一个血量高、攻击力低的传说 BOSS。对于众多参赛者来说，这相当于福利环节。毕竟这种 BOSS 虽说是专门设计的联系 BOSS， 但也能爆出1-2件好东西。运气好的还能爆出极品传说装备。当然，这种好运气不是所有人都有。有着真趋吉避凶加持的苏大爷就是那一小撮之一。他进去一记流火天灾，在3分钟内将 BOSS 烧死，爆出了2件传说装备，还都是法师的。不过这2件装备对他来说都没用，因为这2件是上衣跟法杖，只能卖钱。加上这2件红装等级实在太低，他转手半送半卖给了于半夏，算是还了人情。不想大舅哥于南星却满意点头，算你小子有点良心。第3关结束后的第2天是9月1号，苏魔早早去了一趟幻境塔。幻境塔1月刷新一次，这种薅羊毛的机会不能错过了。进去之后，他果断选择三国群英，开启爬楼模式，再次爬到50层。前后不过5天，苏魔刷了3次三国，前后获得了3000积分，200多的元素魔石。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855枚英雄印记，加上他之前的100多枚，他现在已经有了小1000枚英雄印记了。当然，马上迎来的第4轮比拼，他又能再薅一次羊毛。刷完三国，苏魔喜滋滋回到招待所，等着1天后的第4场比拼。自始至终，苏魔对于比试的结果都不怎么关心。第151章，联手针对苏魔，种子选手公然作弊。第4场比拼如约而至，第一批的10个人都打满了4个小时，却没人通关。最好的到了42层，苏魔恍然明白为什么朱老说他妥是第一了。能通关不说，时间也用不到这么久。当然，轮到苏魔第2批开始挑战时，三国群英不出意外的无法挑战。裁判疑惑看着苏魔：“你不知道今天要刷幻境塔？”苏魔挠头：“知道。”裁判皱眉：“今天才2号，你昨天就把幻境塔给刷了？”苏魔仍旧摸头：“我想熟悉一下幻境塔技能的，忘了这茬了。”忘了。裁判立马给小蚊子发了消息。小蚊子得知情况后，苦笑着看向身旁的朱咸鱼：“老朱，我要是没记错，前2天你从我这只走了2只，刷新幻境帅印就是给这个叫苏魔用的吧？”朱咸鱼不明就里：“是啊，怎么了？”小蚊子苦笑：“昨天1号他又跑去刷了三国群英，现在等着我再给他刷新呢。你跟我实话说，这小子刷三国要多长时间？”朱咸鱼摸了摸下巴：“是5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来着？记不清了。”小蚊子无奈了，起身朝苏魔方向走去：“行吧，就让他多薅一次羊毛吧。”朱咸鱼咧嘴怪笑，低声道：“这个臭小子。”小蚊子来到苏魔身边，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好好表现，别浪费这次刷新。”苏魔心虚点头：“会的，会的。”刷新一用，苏大爷又开始愉快地爬楼了。285枚英雄印记再次到账，算上这几天寻宝奴隶找回来的，苏魔兜里现在一共有1262枚英雄印记。可惜眼下的薅羊毛机会不可复制，不然他连半年都不用等，就能刷够3000英雄印记了。等到他走出幻境塔，在外等候的人再次震惊了。1小时53分钟，没人觉得他是通关幻境塔出来的，更多的人相信他是打不过某一层的 BOSS 被强行送出幻境塔了。然而裁判宣布通关后，他们又一个个惊呼起来：“居然这么快就通关了！这个速度，只怕法协会长都做不到吧？别说法协了，射手、刺客肯定也都做不到。他是怎么做到的？该不会用的一直都是轨道、炸死、卷轴吧？你脑子秀逗了？你觉得这种比拼，法协会由着他这么作弊？那就是说，他真的在2小时内通关了？天啊，光走剧情都得半个多小时。”此时，
小蚊子眉头紧锁地看着朱咸鱼，老朱，这小子就是来薅工会的羊毛的吧？朱咸鱼仍旧嘴硬，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呢？小蚊子撇了撇嘴，没有多说什么，但他的眼里却透着惊喜。4轮成绩已经出来，现在几乎可以断定苏魔就是5转这一组的第一，只待4转、6转组的成绩也角逐出来，再行比试就可以确定最终的名次了。一旦最终胜者获得背调通过，必将获得法协的倾力栽培。而苏魔在回到等候区之后，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排名赫然排在第一。当然，对苏大爷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尤其是原本对此次比拼抱有巨大想法的种子选手，其中6转的陆子野、杨欢，5转里的著名孟雷，看着苏魔的排名后，彼此之间对视了一眼。如果按照最初的比赛规则，他们有人肯定要失去最后的比拼资格，那现在还刷什么幻境塔，直接5转这一组让苏魔去不就行了？好在小蚊子察觉有异，不管众人疑惑，径直走到台前宣布：所有选手注意，最终比试将由每组第一改为每组前3。此话一出，立马引起众多人的欢呼，尤其是自觉无望拿第一的几人，其中著名、陆子野几人相互对视，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朱咸鱼愣住了，急忙跑到小蚊子跟前：老许，你这样临时更改比赛规则不太合适吧？小蚊子摇头：怎么不合适了？你没看到这些小家伙的反应吗？如果不改，怎么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朱咸鱼眉头紧锁，可这样对苏魔这些新人不公平啊！著名、陆子野都是老会员了，彼此之间也认识。小蚊子笑着打断朱咸鱼：老朱，你不会觉得这些天骄最后会联手对付苏魔吧？你觉得这些小家伙愿意丢这个脸？再说了，这个苏魔这些天没少从协会捞好处吧？其他人可没这个待遇。朱咸鱼默然不语。3天后，幻境塔终于刷完，最终名次出现了。4转组：烈山云、王举、徐静。5转组：苏魔、著名、孟雷。6转组：陆子野、于南星、杨欢。考虑到刷幻境塔的环节又满了3天，第5场比赛延到3天以后，给所有选手充分的休息时间。朱咸鱼再次找到苏魔，问他的想法：你觉得最后一场比试怎么比？苏魔看出朱咸鱼一脸忧愁，笑问：朱老师担心我被人针对？朱咸鱼点头，不是怀疑，是肯定会。老会员之间彼此认识，联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苏某想了想，笑问：难道他们不怕出来之后丢人吗？朱咸鱼摇头，只要他们商量好了不承认，你也没什么办法的。演武场里的屏蔽机制，除了能避免外人窥探，还能避免参赛者泄露彼此的信息。法协是由一个个人组成，除了在大事上不准内讧之外，并不避讳内部竞争。你再强，终究只是一个人。苏魔一听，彻底放下心来。朱老，放心吧，该我的跑不了，不该我的求也求不来。3天后我全力以赴就是了。反正这次比试，我也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听到苏魔这么说，朱咸鱼以为他这是在宽慰自己，只得无奈点头。好吧，尽人事，听天命。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苏魔，你在吗？第152章。于南星的提醒：群殴苏魔。谁？是我。于半夏。苏魔开了门，看到了于半夏，还有他的哥哥于南星。你们有什么事吗？于半夏看向朱咸鱼，没有开口。朱咸鱼笑道：小苏啊，既然你朋友来找你了，我就先回去了。说着，朱老转身离开。到了门口时，还暗戳戳的给苏魔递了个眼色。于半夏眼见朱咸鱼离开，这才开口道：是我大哥要找你。于南星皱眉，明明是你要找他的。算了，实话跟你说吧，我来是告诉你，3天后的比试你会被针对。被针对？苏魔笑道：谢了。他并不意外，跟朱老说的一样。真要说意外的是于南星为何会知道。于南星对苏魔的反应很是诧异。你好像已经知道了。猜到了。你打算怎么做？正常比试呗，还能怎么样？于南星再次皱眉。苏魔这个反应让他颇为不爽。怎么着，自己都是好心好意来提醒他的，结果这小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于半夏却拉了一下于南星：苏魔，今天结束时，那个叫陆子野的说想联手我大哥他们几个，先踢你出局，然后他们几个各凭本事争夺第一。哦？苏魔笑道：他们还真是看得起我。于半夏神情关切：苏魔，你不用担心，你跟我大哥联手，再跟那几个4转的合作，反过来对付他们。于南星却抬手打断于半夏：小妹，你干什么？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岂能反悔？我来提醒他，已经是看在你的份上了，不要让我难做。可是，于半夏提高音量，俏脸因为气愤而涨红：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这不公平。
于南星摇头，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公平的事，我如果跟这小子联手，肯定也会被踢出局，就此失去角逐最终奖励的机会。据说终极奖励是时空类技能书，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于半夏还要说什么，却被于南星再次打断。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苏魔，事情结束以后，我会给你相应的补偿。苏魔摸了摸鼻子，给我补偿？只要不太过分，你尽管提。于南星朝外走去，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妹妹喜欢的人，我多少也要照顾她的想法。但这次毕竟涉及时空技能书，我不能错过。你应该懂得。苏魔点头，了解。你们能来提醒，已经非常感谢了。于南星微微错愕，认真看了苏魔一眼，点了点头。明知道自己将要被针对，还能如此从容的，确实难得。自己妹妹的眼光倒是不错。于半夏十分委屈，恨恨瞪了于南星一眼，捂着脸离开了。于南星冲苏魔歉然一笑，跟着离开。待两人离开后，苏魔这才摸了摸下巴，脸皮真是够厚啊！5转、6转的联手，就为了针对我一个，想群殴就怕你们人数不够啊！与此同时，在法协外的酒店内，陆子野正在跟杨欢等人说话。撇去苏魔跟于南星，不多不少，正好7人。这7人正是除去苏魔跟于南星外的另外7人。眼眸狭长，嘴唇略显刻薄的陆子野率先开口：“我请几位过来，就是最后一次确认，我们几人联手将那个苏魔踢出局。接下来我们这些人公平竞争，几位都没意见吧？”3个4转的职业者烈山云、王举、徐静相视一眼，没有说话。公平竞争？不存在的。谁不知道这几个5转、6转都有越级挑战的实力？他们之所以答应联手，无非是不想被针对，那么早就出局罢了。毕竟最终比试虽然是争夺奖品，但也是每个人向法协展示自己潜力的最好机会。奖励虽然拿不到，可若是被法协相中，倾力扶持，好处也不会少了。杨欢皱眉道：“可是那个叫于南星的，我看他往招待所去了。”陆子也疑惑：“他去招待所干什么？”我听导师说苏魔就住招待所，你说他会不会想暗中跟苏魔联手？联手？陆子也嘴角上扬，他们2个联手倒好了，这样我们就一起把他们2个踢出局，后面的竞争压力也小一些，对不对？不过我倒相信这位于家的少爷知道厉害得失的，7个跟1个，他知道该怎么选。没错，法师协会小蚊子正在跟风火抡大锤商议如何应对日不落的事。一番商议妥当，风火抡大锤点头道：“那就这样，先排除冰棒2人去探底，小黑屋暗中坐镇，实在不行我再出手。”小蚊子点头：“只能这样了，但愿会长他们能平安归来。”风火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会长肯定会顺利归来的，而且等他回来，肯定也会对咱们选出来的继任者很满意。”小蚊子面露担忧：“陆子野虽然也是近战法师，他真的能达到会长的高度吗？”风火笑道：“陆子野达不到，那杨欢总可以了吧？这2个可是这次的1、2号种子。”1、2号？小蚊子摇头：“1号是那个叫苏魔的，只可惜他要被几人针对出局了，运气不太好。”风火哈哈大笑：“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吗？这不正说明了这小子在脑筋上就不太灵光，不懂得隐藏实力吗？让他早一点知道这世间的险恶，对他的成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除非他能像会长当年一样力压群雄，让所有人都闭嘴。”小蚊子没有反驳，只是悠悠一叹。不管他认可不认可这种做法，在主持时都要把诸多因素考虑在内。遥远的西方高山山顶，凭空出现4个人影，3男1女，正是青山狼他们一行人。青山狼取出材料，在山顶布置坐标点，旁边的女人乔阿姨也在不断往里面加东西。无所事事的萧佐跟连真忍不住啧啧称赞：“看你们俩配合这么默契，要说不是老夫老妻，谁敢信？”乔阿姨抬头冷冷白了他一眼：“你在胡说八道，当心回来时我拿你们俩垫后。”2人立马脖子一缩，岔开话题：“还要布置几个才能动手？”这次女人笑意盈盈：“再有一个就可以了。”第153章买苏魔赢，高赔率。最后一场比试终于来到，9名选手齐聚演武场。小蚊子开始宣读规则，无非是些不准作弊、不准联手的规则。比拼的方式也很简单，乱战，一旦被打出丝血了，就会默认死亡，被拖出演武场。接下来就是众人选择战斗装备了，因为每个法师的擅长点不同，所以选择的装备也有不同。像著名是火系法师选择的就是一套冥王战甲，陆子野是近战法师选择的是攻速加法爆的天怒战甲。每套战甲都是打满10头加15的套装属性，只会将职业者的属性放大，而不会缩小。几人穿上装备后，一个个面有喜色。陆子野脸上惊喜不加掩饰，低喝道：“我的攻速加到极限了，暴击率也满了。”著名咧嘴怪笑：“
我的伤害超出阈值了，原来这就是火系法师出装的方向。孟雷浑身雷光游走，宛如雷神降世，十分拉风。他们穿上了装备之后，再看苏魔时的目光变得无比坚定与热切，甚至还有几分挑衅。就连于南星面上也泛起惊喜。显然，作为召唤法师的他，也从自己选择的装备上感受到了满级装备的快乐。至于苏魔，大致看了一眼，选择了一套与盘龙战甲属性相近，却又超出盘龙战甲的双华套装。除了法神战甲跟法神战袍以及神者之辉，他全部换上了新套装。此时的苏魔再看自己的面板属性，眼睛悄然眯起。这个属性着实有点华丽啊！血量50万，法力值1000万。仅仅这2个属性，苏魔就想喝问还有谁了。然而满级套装的属性加成远不止于此，他的面板攻击堆到了8万多，暴击率正 182%， 数据直接溢出，暴击伤害正 521%。苏魔意味深长地看向其他8人，摸了摸下巴，2000万的法力护盾绝对堪比大型副本 BOSS 了，还有必要比吗？然而他的目光在旁人看来分明是不甘、愤怒，但那又如何？谁叫你小子不懂得收敛，如此招摇的？演武场下，不少人还在议论，你们看，那个大象鼻子长换了装备，气势都不一样了，想必是能拿第一了。难说，如果1对1或者1对2，他稳拿第一，但这是乱战，就没准了。乱战也看个人实力的好吧，可要是其他人联手呢？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内幕？哪有什么内幕？你想想不就知道了。一个人这么冒头，其他人要想出头，唯一的方式就只能是联手。人群中还有人来来回回穿梭，时不时低声宣传：老板，要不要下个注，小赌怡情啊？老板，要不要给您看中的选手下个注？这边都有专业分析，数据可靠，付出多，回报多。有好事者探头去问，怎么下注的？介绍介绍。9个人都有赔率，赔率最高的是王举，1赔12，徐静1赔9.6。怎么样？要不要买他俩？这2是哪2个？就是花名一举不倒跟进退自如的2个。下注反着买，别墅靠大海。你扯的吧？欺负我不懂行。赔率越高，说明他们越弱。嘿嘿嘿，老板您是行家，可如果爆冷门，赔的也一样多啊。你要是选陆子野、杨欢这些，赔率只有1赔1.7、1.8的样子。那我买大象鼻子长，他是哪个？他叫苏魔，老板您真有眼光，他的赔率也不低，1赔9.1。你扯淡呢，这明显是假的，你这数据骗人的吧？他的实力弱。嘿嘿嘿，老板，我这可是有专业分析的，有些内部消息，嘿嘿嘿，你应该懂得吧？那我还是买陆子野跟杨欢吧，各买5000块的。好嘞，这是您的票，请收好。这一幕赶巧被苏魔瞧见，他想了想，径直走向贩子，买中了，你怎么赔？贩子一见是苏魔，立马摆手，参赛者不能买，不好意思。苏魔笑道，我不买，看一下赔率总行吧。票贩子仍旧摆手，不好意思，我们有规定。他下意识看向一个方向，苏魔循着方向看去，赫然是小蚊子。苏魔心底有数了，他心思一动，转而去找于半夏，低声道，请你帮个忙呗。于半夏欢喜回应，你说，我给你钱，你去买我赢啊。于半夏心疼地看向苏魔，眼睛泛红，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心里肯定很难受。在他看来，苏魔显然是不满被人针对，以此发泄。哪知道苏魔却轻松笑道，放心，我没事，去帮我买个1000万的吧，这是钱。于半夏怔怔出神，苏魔刚才自信的样子好帅啊。他迷迷糊糊地接下了苏魔的钱，犹豫了一下，转身走向小贩，我要买苏魔赢，买1个亿，不，我买3个亿的。钱对于家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这却能代表自己对苏魔的支持。小贩喜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不妥妥的大冤种吗？选手们挑选装备完毕，小蚊子宣布，现在你们都选好了装备，排好队，依次进入造化宫进行属性赋予，到时候你们的等级、技能都将达到6转的水准。9人神情各异，依次进入。其他人进去之后，脸上露出狂喜，因为不少人等级获得提高后，不少技能的高级效果都开启了，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多了底牌。甚至连王举、徐静的目光都变得热切起来，尤其是先前2人还不敢去看苏魔，此时看苏魔的眼神竟也跃跃欲试。显然骤然的强大让他们多了几分信心。苏魔只觉好笑，很快这2人就知道这自信是盲目且虚假的了。小蚊子的声音也在众人头顶响起，各位参赛选手，我再次声明，这次比试以切磋为主，无论结果如何，法协都看到了你们的实力，切不可做出有失公允、风度的事。呵呵，苏魔撇嘴，这种话也只好骗骗别人。
我宣布比赛开始。话音刚落，整个造化宫内的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第154章，实力最强的陆子野居然秒出局。随着小蚊子喊出比赛开始后，造化宫内的光线为之一暗，所有人都愣在原地，没有着急出手。很快，光线再次发亮，众人在看时，发现自己居然身处野外，野怪随处可见，还能看到血条跟信息。很明显，能看到血条的就能杀，但这是造化宫决赛圈，里面放有血条的野怪，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苏魔随意朝远处瞥了一眼，发现这些野怪的等级都是200，而面板属性都在中高职业者之上。他们的活动区域并不固定，行为也不固定，有的野怪彼此遇着了，也会在一起厮杀。不用想都知道，他们也会无差别攻击职业者。果然，混战也没那么简单的。这些人除了要在这里面决出胜负，还要能在野怪的攻击下挺到最后，如此才配成为最终的胜者。难度这么高，难怪最终的奖励会有时空技能书。苏魔暗暗点头。反观陆子野、祝明、孟雷这些人看到野怪的属性后，脸色也变了变。他们虽然早就沟通好联手踢出苏魔，但踢出苏魔之后，彼此就要公平竞争了，到时候还是要面对这数之不尽的野怪，可想而知，压力不会小。但那样获胜的机会还在，不联手对付苏魔，他们连机会都没有。几人相视一眼，重重点头，而后纷纷祭出自己的武器，大多数都是法杖，但孟雷手里拿着的是一把雷光涌动的青色锤子，陆子也拿的则是2把短剑。这些人取出武器后，一个个面色不善的朝苏魔走来。苏魔面色不变，翻出法杖。众人错愕，苏魔居然没有一丝慌乱，甚至连一丝怨愤都没有，他怎么能如此淡定？杨欢率先开口：“苏魔兄弟，对不住了，你太强了，你在这里，我们都没机会。”孟雷也点头：“你放心，出去之后，我孟雷一定给你补偿。”陆子也点头：“苏兄弟，对不住了。”苏魔微笑摇头：“都是千年狐狸，就别说什么聊斋了，话说的再漂亮，你们还是要动手的，对不对？”陆子也点头：“既然苏兄弟是明白人，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苏兄弟，若你自愿退出，同为法协成员，也不算伤了颜面，龙城陆家也将欠你一个人情。”旁边几人纷纷传来艳羡眼神。龙城陆家那可是龙国鼎鼎有名的法王世家，家中至少有2位9转法王不说，跟法协的关系也形同水乳。事实上，不少知情人都猜测，与法协会长青山狼一样，身为近战法师的陆子野，也是新兴一批最有希望成为下任法协会长的人。他的承诺分量不可谓不大，但苏魔却微笑摇头：“要是我不答应呢？”始终没说话的于南星微微点头。这小子虽然看着碍眼，但是骨气是真没得说。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一下，也算对妹妹有个安慰。陆子野面色微变，但还是马上恢复微笑：“既然苏兄弟不肯服软，那我们就只能让你服软了。是你自己选的这一步，怨不得别人。”呵呵，苏魔笑道：“能让苏大爷软的只有女人，你还不配。”于南星微微皱眉，而苏魔的这一句话瞬间激怒陆子野，他把手一招，身体拉出一道如鬼魅般的残影，径直掠向苏魔。其他法师各自祭出召唤卷轴护住身前，开始吟唱。陆子野身为近战法师，没有吟唱可以先行重创苏魔，而后他们技能齐到，苏魔定能被清除出局。苏魔再强，终究是一个人，他能瞬间秒了陆子野。再说了，是法师都要吟唱的呀。被陆子野摸到身边了，你还怎么吟唱？果然，眨眼间闪到苏魔身边的陆子野从残影中显露，出现的瞬间，直接2手剑成交叉状，自前向后斩向苏魔。这是陆子野作为暴力法师的最暴力技能，名为幽冥一击，出现在目标的身边，直接2连击。2连击击中目标的瞬间，开启 1.5 秒的沉默立场，让身处其中的敌方单位无法使用技能，只能普攻。同时，陆子也会出现在目标身后，刺出必定暴击的2连击。寻常的法师、刺客、射手，没人能扛得住他这一击，甚至连部分暴力战士在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也能被他秒掉。加上换了天怒套装，陆子野的暴击率叠满，暴击伤害也拉到最大化。陆子野有信心，这一击能打出至少70-80万的伤害。这个伤害，别说法师了，坦克都遭不住。这就是近战法师的暴力，这也是为什么战士协会的会长会惧怕法协会长青山狼的近战。然而，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苏魔原地站着不动，甚至看上去都没反应过来，就这么任由陆子野接连砍了4刀，每一刀的伤害值也清晰的爆了红字：-256855，-244950，-325682，-32-302565。但倒下的却不是苏魔，而是陆子野。
众人只见到陆子野挥出最后2刀后，像是被人拿着大锤夯了脑袋，瞬间倒地，连抽搐都没有，直接消失在原地。造化宫传来清晰的提示声：选手悠悠鹿鸣，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死！在场的所有法师都后脑发凉，几人甚至忘记了吟唱。几乎一个相同的念头在几人心底升起：怎么回事？苏魔冷笑，看着瞬间少掉的100多万法力值，他心下了然。决赛之前，朱老给他看了一份详尽的参赛选手信息分析，陆子野、杨欢、祝明、于南星等人赫然在列。朱老为了尽人事，当时给苏魔分析了几位种子选手的难缠之处，其中就有陆子野的近战爆发。朱老对比着会长青山狼的爆发，估计陆子野的爆发伤害会达到150万。当时苏魔心底就有数了，明面上实力最强的陆子野注定要成为第一个被踢出局的了。果不其然，只是一个照面，苏大爷还没动手，陆子野就被自己的爆发伤害给弹死了。可怜陆子野把自己的伤害堆得那么高，只想着怎么秒别人，却绝对想不到自己的高爆发把他自己送走了。苏魔看着剩下的7人，咂巴着嘴道：还以为多厉害呢，原来是小瘪三。废话这么多，居然比我还先出局。第155章，这是大舅哥跟小妹夫联手了。造化宫外，一道光华亮起，陆子野被传送出来，提示声随着响起：选手悠悠鹿鸣，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所有人呼吸为之一凝，继而惊呼出声：怎么回事？不对吧，他不是本届最强的种子选手吗？怎么进去还没3分钟就出来了？不会是内幕吧？更有不少人失声怒骂：干，这种废物居然还是夺冠热门，他的赔率还是最低的，他故意演我们呢，赔钱。陆子野面色铁青，神情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变形，但更多的还是惊恐。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他的沉默立场压制下，没人能放得了技能。但苏魔没有动，那他瞬间残血的原因只有一个：被弹死的。可这个想法刚一冒出就被他否定了。法师会反弹？开什么玩笑！最关键的是得有足够的血量支撑才能反弹啊！自己刚才的爆发足有100多万，这种血量别说法师了，6转的坦克也只有极个别才能达到的呀。苏魔一个法师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血量？但除了这个解释，他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了。面对及时赶上来问询情况的家族强者，陆子也阴沉着脸，一个字也没说，转身就走了。经此一战，陆家的脸算是被他丢完了。从最强的种子选手到一招被踢出局，这打脸来得太快了。小蚊子惊疑不定地看向法师塔，其中一层的窗户前赫然站着风火轮大锤。结果风火轮大锤也是一脸懵，两人都很疑惑，最有潜力的种子选手就这么出局了。只有朱贤瑜面带惊喜，心底暗道：难道是苏魔跟瑜家的小子达成联手，先踢出的陆子野？先踢出个最强的陆子野，剩下的麻烦就简单多了呀。啧，不错不错，大舅哥跟小妹夫联手，不失为一段佳话。自以为猜出真相的朱贤瑜摸了摸下巴，不住点头。而于南星自然想不到这一层，在他看来，苏魔没出局就是好消息了。他与众人反应都不一样，看到第一个出局的是陆子野，第一反应就是跳起来欧耶。即便旁人再抗议，他也不理不睬。造化宫内，苏魔看向剩余的7人，笑道：你们不是准备联手吗？怎么不动手啊？所有人后退。陆子野出局的莫名其妙，让他们不得不忌惮。杨欢眉头紧锁，高声道：你肯定是趁陆子野不备才得手的，现在我们都有了准备，你又能怎么样？旁边几人目光渐渐发亮，只有于南星满脸思索，悄然跟几人拉开距离。他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哦，苏魔轻笑，这么说你们是不打算先动手了？那就我先。说着，他抬手祭出一道劫神人天衰，流血、衰弱、吊篮。7人瞬间惊叫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血法力值在飞速往下掉。更让他们惊恐的是，苏魔出手居然没有吟唱，他是怎么做到的？该死，他是剧毒法师，难怪他之前刷怪这么快。所有人纷纷惊呼。然而眼下他们没有时间给他们弄清楚原因了，蹭往下掉的血量让他们无心去管其他。所有人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止住这该死的持续掉血。很快，暴力流的雷霆法师孟雷出局，紧随其后的是王举、徐静、烈山云。法师的爆发是很高，但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脆。提示声接连响起，选手小雨田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选手一举不倒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选手进退自如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选手如火如荼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紧接着
造化宫外又是一连串的惊呼声响起，因为这次连着出来了4个。人群惊呼一片，于半夏一个跳起，欢快的如同一只雀儿。不少下注买彩票的人纷纷怒骂黑幕。小蚊子眼皮直跳，同时4个人出局，这情况有些不对啊！就连朱老此时也有些坐不住了，低声道：“是苏魔这小子太强，还是于家的小子隐藏了实力？他的召唤物这么强的吗？还是说这些选手没有那么强？事实上，不是他们太弱，而是苏魔太强了。满级属性打满石头的套装，对法伤的加成实在太高了。现在地宫中就只剩下苏魔、祝明、杨欢跟于南星了。苏魔，你大爷的！”于南星爆了一句粗口。他是召唤法师，还没来得及施展技能，就被打得残血了。亏他还因为妹妹于半夏的原因对苏魔抱有丝丝愧疚之意，结果这小子是个剧毒法师。苏魔撇了撇嘴，想到于南星之前的举动，抬手一记金身禁锢套在于南星身上，把他定在原地。而后看着剩下祝明、杨欢苦苦挣扎。祝明怒叫：“苏魔，你偷袭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单挑啊！”杨欢已经急得满头大汗，他不敢相信自己现在已经堪比7转、8转的属性了，居然连技能都没放就要被踢出局了。因为彼此都是法师，追求的自然都是输出最大化，所以在装备的选择上都是怎么暴力怎么来，面板属性怎么好看怎么选。至于一些清除负面效果之类的，选那个干什么？选手分析里也没人是毒伤类法师啊！该死的苏魔，奸诈无比！他从一开始就在隐藏自己真正的职业。苏魔撇嘴：“你是在搞笑吗？我让你们先动手，你们不干，我先动手，又怪我偷袭，正是脸上一张嘴，正反全在你啊！”话音刚落，杨欢发出不甘怒吼，也消失在原地。提示声随之响起：“选手欢欢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苏魔看着还在苦苦支撑的祝明，冷笑：“别死撑着了，我送你离开吧。”说着，他甩手一记普攻，将祝明也请走。提示声再次响起：“选手我是火神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随着这2人的出局，整个造化宫外彻底惊住了，几乎所有人都预料错了，尤其是那些买了彩票下注的人，更是痛斥黑幕，退钱。而作为暗中捣鼓彩票的幕后老板小蚊子，脸色瞬间变得精彩起来。一方面买陆子野等人赢得实在太多，他赚了不少钱；另一方面是他暗中倾注心血的祝明居然也出局了。从前到后，他跟烽火看好的选手全军覆没，反而是明显要被针对的苏魔站到了最后。不，还有一个于南星。小蚊子瞬间察觉了什么，脸色难看起来。如今这么多人同时出局，唯一的变数就只能是这个于南星了。可于南星不是法协的人，如果给他拿到第一，法协的脸就丢大了呀。他隐约有些后悔，转而祈祷代表法协的苏魔千万要争气。朱贤瑜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如果真的是苏魔跟于南星联手造成的这一切，那么这个于南星就太可怕了。现在苏魔1对1单挑，会是他的对手吗？他很想跑过去问问被淘汰的选手到底怎么回事，可杨欢、祝明等人出来之后只字未提，都跟陆子野一样转身就走，愈发让他怀疑了起来。而原本还在欢呼的于半夏，此时却秀眉紧蹙，犯了难。一面是自己大哥，另一面是苏魔，支持谁呢？大哥，你让一下苏魔也是可以的吧？你想要技能书，老爸能给你买到的。第156章，苏魔人都没了，顺手打个也罢。造化宫内，金身禁锢着时间结束，于南星脸色苍白地看着苏魔。他想到了苏魔很强，但没想到苏魔会这么强。一定是造化宫的属性赋予让6转的剧毒法师发生了质的变化，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强。于南星目光奇异，心思活络起来。法协不愧是法师的顶尖工会，对法师职业的理解绝不是任何家族或个人能够比拟的。自己要想更进一步，说不得也要加入法协。苏魔看着陷入沉默的于南星，笑道：“怎么说，好大哥？”于南星回过神来，摇头笑道：“我比其他人多撑了3分钟，实力已经得到证明了。”苏魔点头，于南星倒是个磊落坦荡的人，能说这话已经充分说明他成苏魔这个情了。苏魔抬手就要一发普攻送他走，于南星笑道：“等一下，我问你件事。”苏魔疑惑：“你说，你喜欢我妹妹吗？”于南星皱眉：“不喜欢就离她远一点，喜欢就洁身自好一点。”苏魔挠了挠头：“被发现了呀。”于南星再次皱眉：“怎么还不动手？”反应过来的苏魔抬手一记普攻，送走了于南星。选手南星触发死亡机制，失败，出局。当于南星出现在场中时，所有人再次惊呼。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本以为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混战比拼，
结果前后连10分钟都没到，就比出结果了。第一已经十分明显了，还在造化宫内的苏魔。观赛者由于看不到具体情形，只能通过几位种子选手前后退出的时间来脑补一场激烈的大战。第一被踢出局的是爆发最强的陆子野，说明他是被人偷袭所致。这一点从他出来之后的愤怒可以看出来。虽说手段有些脏，但作为法师，应时刻谨防被人偷袭。从这一点看，反倒是陆子野还缺乏实战经验啊。至于后面被踢出来的著名杨欢，应该是被正面击败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孟雷、苏魔这些人了。还有一个于南星，他可能不仅仅是个召唤法师，不然不可能比其他人多撑了3分多钟。几位分析帝指点江山，不住感叹，可惜几位选手出来之后都没有说话，转身就走，这是心高气傲、缺乏成熟的表现啊。倒是这位于南星表现就很不错，你看他，他要干什么？此时于南星刚出来就被欢呼雀跃的于半夏拉到一边，看他兴奋的模样，分明是于南星拿到了第一。可于南星深知自己妹妹的德性，冷冷道：“差不多得了哈，于半夏，当心惹火了我，回去没你好果子吃。”好大哥！于半夏抱着于南星的胳膊晃了晃，眼睛眨呀眨，凑近了低声说：“谢谢你让苏魔赢。”于南星鼻子都快气歪了，知道妹妹胳膊往外拐是一回事，听到他亲自承认又是一回事。他冷哼道：“那你可谢错人了，我可没让他，是技不如人。”哦，那我收回，不谢你了。于半夏果断松开手，脸上笑容却愈发甜蜜。于南星感觉更不好了，于半夏却似想到了什么，一拍脑袋：“呀，怎么了？”于南星急忙问道。于半夏取出几张彩票凭证：“我帮苏魔买了3亿，他赢。”3亿！于南星嘴角抽搐，苏魔个穷鬼，连炎火流星狙都买不起，哪来的3亿买彩票？还不是小妹自己买的。走，大哥，我要去兑奖，但那个票贩子好像挺不好说话的。可怜于南星忍着暴走的冲动，被于半夏拉去兑钱。看到苏魔1赔9.2，自己才1赔3的赔率，于南星的拳头硬了。不少人纷纷低声议论起来：选手还能买彩票？会不会是瑜伽操控了比赛？你觉得瑜伽操控得了法协？到底是瑜伽呀，会做生意，知道第一不能拿，让给法协，自己私底下赚钱。你是小看法协还是小看瑜伽？他们会做彩票这种小打小闹的营生。而作为彩票幕后老板的小蚊子，此时心底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好消息是第一没有出法协，但坏消息却是自己要赔近30亿。这些钱他不是没有，可没想到会是这么多。更让他上火的是，朱贤瑜居然也舔着脸凑了过来。我说：“老许啊，把我的彩票给兑一下。”小蚊子将信将疑，看向朱贤瑜手里捏着的3亿苏魔赢的票，顿时有种跳脚骂娘的冲动。什么时候他朱贤瑜也买这么多了？朱贤瑜笑眯眯道：“人家一个平白无故的小丫头都敢买3亿，我作为苏魔的引荐人，总不能有点表示表示。哎，小蚊子，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怎么腿还软了呢？多大点事，这么点钱，还不是你许大腿身上的一根毛？”小蚊子咬牙切齿。造化宫内，苏魔对于外界的事一概不知。他抬头看了一眼刚反应过来的怪物们，挠了挠头。最后一关与前几关不太一样，要么被选手打败出局，要么被野怪打死出去。自己好歹是第一，这要是被野怪打死了，得显得其他人多没用啊！面子，苏大爷决定帮你们兜住了，也顺便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格局。更重要的是，苏大爷正好趁此机会刷够150级，出去好溜转。真是打草搂兔子，一样也不耽搁。由于造化宫内再没别人，苏魔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放进咒了。不像刚才思前想后之下，只有劫神人天衰更有迷惑性。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劫神人天衰经过双滑套装的强化，威力居然这么猛，这愈发坚定了他出去之后尽快溜转，早日凑齐自己的法神暗金套。一旦打满石头、镶满卡，属性加成肯定要比双滑套装更给力。一发禁咒，天星陨灭祭出，苏大爷又开始愉快的收割经验了。第157章丰厚的冠军奖励。苏魔一发禁咒洗图，清了造化宫内的野怪，又等够了时间，这才得以出来。结果裁判的话再次引发了热议，选手大象鼻子长存活时间最长，击杀野怪最多，为本次法协中阶职业者比拼冠军。这下周围人再次议论起来，他是有多强啊？赢完所有人居然还有闲工夫打野，这你就不懂了吧？在天骄的眼里，只有胜利者才配打野，这就显得之前的陆子野他们很孬了呀。嘘，瞎说什么大实话。朱贤瑜兴冲冲来到苏魔跟前，哈哈大笑：“小子，干得漂亮！”朱老，苏魔微笑回应。在场真心替他高兴的人不多，朱老肯定是其中一个。喏，给你的。朱老弟给苏魔一张金卡。苏魔疑惑：
给我钱干什么？我买了你赢，小赚了一点，让你沾沾喜气。哦，好。苏魔笑着接过庄启，也没有多想。朱老，接下来干什么？等颁奖。哦，好。苏魔，恭喜你。于半夏兴冲冲跑了过来，也递给他一张金卡，这是你买的彩票中的奖金。哦，谢谢。苏魔接过金卡，直接兑进母卡里，接过提示声，让他彻底不淡定了。您的尾号783的银行卡兑入蓝星币10亿。啥玩意？苏魔直接傻眼了，我的赔率这么高的吗？1赔100。朱老也错愕道，小子，小蚊子开奖从来不准参赛者自己买的，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啊？苏魔满脸疑惑，自己完全不知情啊。朱老则好奇看向于半夏，小丫头，苏魔让你帮他买的。于半夏脸色绯红，低头嗯了一声，我追着买了3亿的。啧。朱贤瑜竖起大拇指，难怪小蚊子刚才那副死样子，哈哈，1赔9.2，我们两个他就赔了快60亿，哈哈哈。剩下苏魔一人呆愣在原地，错愕看向于半夏，自己的钱最多连1亿都不到啊，这10亿拿得实在烫手。哪知道于半夏却喜滋滋冲他说，谢了，我本来就是跟着来凑热闹的，没想到还能赚些零花钱。零花钱？苏魔有些受伤。好了，于半夏吐了吐舌头，我该回去安慰我大哥了，他被你打败了，可是很受伤呢。说着他脸色微红，俏皮的摆手跳着离去，压根不给苏魔拒绝的理由。苏魔摸了摸鼻子，汗颜呐。朱贤瑜悄然问他，怎么小子坠入爱河了？苏魔尴尬挠头，没有。朱贤瑜又道，这有什么难为情的，男女正当时，情啊爱呀的，有什么奇怪？可是苏魔抬头看向朱贤瑜，面有羞涩。朱贤瑜撇嘴，为了之前去洗脚的事。苏魔点头。朱贤瑜哈哈笑道，这就是了，少年轻狂时总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人事物都是这样，等到你哪天觉得自己对一样东西上心了，就会怀疑自己之前的种种。小子，恭喜你，你要长大了。长大？苏魔诧异，知道爱好取舍，知道离愁别绪，想得到，怕失去。要么你从此成为浪子，要么呢，就成为女子眼中的良人，慢慢悟去吧。朱老难得神情严肃，语重心长说了这许多话。苏魔正想求教，却听苏老一声提醒，走吧，马上要给你颁奖了。苏魔一个机灵，时空技能书。很快颁奖环节到来，苏魔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只是颁奖的人不是青山狼，而是风火轮大锤。不仅青山狼不在，连着开幕时出现的好些人都不见了人影。苏魔不禁奇怪，照理说法协这么大的事，法协会长不参加还情有可原，其他人野玩消失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场的不管是法协的人还是各个家族的人，没有一个对此有异议的。就连那些原本准备让家族成员带领奖品的陆子野等人也重新出现，拉着脸看向台上。烽火一通中规中矩的冗长贺词结束后，终于到了颁奖环节。颁奖的嘉宾居然法协的图书管理员张大爷。不过在他出现后，全场人无不起立，神情肃穆。苏魔机械地跟着站起，心底难免忐忑。这个张老头，他压根不知道是谁。确切地说，被动加入法协到现在，他从没主动关心过法协的成员情况。朱老贴心的小声提醒，小子，张老师法协的剑会元勋，也是龙国的第一批开荒者、职业者。苏魔肃然起敬，原来这位老人是经历游戏开荒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对上过游戏世界简史的苏魔来说，都是相当于上古猛兽式的传说。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活的。在主持人小蚊子的邀请下，苏魔走向台前，同时烽火大声宣布苏魔获得奖品：时空技能书3本，生命类技能书1本，法师塔顶层感悟法师真谛1天，决赛满属性套装1套，3级元神镶嵌卡若干，元素珠若干。法协不愧是法协，果然豪横。这些奖励让苏魔作为受奖者听了都直啧舌，更不用说那些旁听的了。尤其是陆子野、杨欢这些原本被誉为种子选手的，听得眼睛都红了。坦白说，元神卡、元素珠这些他们并不看重，但时空、生命类的技能书着实让他们眼红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而且爆率还是那种万年难爆的。至于满属性的决战套装，着实又让他们酸了一把，因为这代表苏魔在造化宫内膨化的战斗力变成了现实，而他们则被打回了现实。图书管理员老张给苏魔亲手发了奖励之后，当着他的面说道：孩子，恭喜你，现在请你再次进入到造化宫内。再进造化宫？苏魔疑惑。不错，为免出现意外，我们必须确保时空技能书、生命技能书不落在旁人手里，提前让你把它学了，这也是会长的意思。苏魔这才注意到，
手里的技能书要求居然都是九转，同时他心底也震撼无比，造化功能让他直接进入九转强度。第158章，模拟九转，我就是神。苏魔再次进入造化功，熟悉的属性赋予再次开启，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属性直线攀升，战力也如直升机在垂直上涨，806星、1320星、3580星、9999星，他的战力才停止增长，但属性却像秒表一样仍旧继续增长。他的法力值似乎达到了10几位级，属性面板上直接居然不是代表最高法王的紫色，而是像水一样的透明色。此时此刻，苏魔身形不变，却明显有种俯瞰世间众生的上位感。这就是九转的实力吗？苏魔握了握拳，他有种感觉，现在仅仅凭借力量，他就能锤爆一切。他一拍脑门，对了，别忘了干正事。他赶快取出几本技能书，劫、时光灭、时空之门、宇宙风暴以及神王再生4本技能书的学习要求，居然入门就是九转，而且学满级加在一起至少也得500亿。好在进造化功之前，前法邪已经给他转了，不然他能哭死。最让苏魔震惊的是，劫时光灭居然是禁咒，效果就是可以根据目标单位的线索进行追踪，继而对其实施可高达每秒100年、最高5秒的时光加速。可想而知，一旦被瞄上，对方就记了。这种技能，法协会长居然愿意拿出来奖励给会员，好大的气魄！时空之门顾名思义是可以进行长距离传送的，宇宙风暴是可以凭空撕开一个宇宙裂口，释放宇宙风暴。3个时空技能，时空之门可以赶路，其余2个则是单纯的超远距离攻击对手。苏魔恍然感受到了法协会长青山狼睥睨天下的霸气。至于神王再生，更是让苏魔大喜过望，因为这是生命系的技能，可以给职业者提供全属性3倍量的成长速度。可以说，另外3个技能虽然不是禁咒，却也堪比禁咒了。但苏魔是谁？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苏大爷，技能在他这里是都要变成禁咒的。趁着现在自己保持九转的属性，他果断将4个技能全学了，这也是烽火他们送他进造化功的目的，肉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同时他期待的看向技能面板，4个新禁咒形成了：劫时空湮灭、劫壁垒次元、劫混乱四维、神万神之主。这4个新形成的禁咒在属性面板的位置仅仅排在神国召唤的后面。劫时光湮灭突破单人影响，可以指定区域多人受到时光流速影响，并有几率触发一眼万年的效果，让其瞬间化作劫灰。劫壁垒次元也不仅仅是传送这么简单了，它可以轻易切割空间进行重组，以达到控制灭杀的效果。劫思维混乱类似一个混乱立场，一张纸可能会被强行提升到3维而爆炸，而一个人可能会变成一个纸片人贴在墙上。这3个时空禁咒一如苏魔之前的禁咒，对这个世界满怀恶意。至于神万神之主，则将3倍的属性成长改为了10倍的属性成长，被动能让对手见到它会被自动降10%的所有面板属性，也就是俗称的见面矮一截。这个技能的被动不禁让苏魔想到了在噩梦山时朱老给他的降级卷轴了，用了之后能将 BOSS 等级压10级。当时苏魔就觉得这卷轴太神了，可没想到自己的神万神之主更神，被动直接让人降属性。这4个禁咒绝对超出其他所有奖励之和。最让苏魔惊喜的是，神万神之主是被动，劫壁垒次元只需要冷却2个小时就能用了。他看了一眼造化功，想了想，在这里实验应该没啥问题吧。于是他先试了一下劫壁垒次元，顿时在他的感知中，周围的空间被分割成了无数个小空间，这些空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透明玻璃罩子，完美无比的贴合在一起。但任何人想穿越这片空间，都需要得到他的允许，否则任何想要强行穿过的都将被错乱的空间撕扯成碎片。他尝试着向前迈出一步，结果一下子来到了穹顶，而他就站在穹顶之上。俯身下望，苏魔倒吸一口凉气，自己俨然已经身处高空之中。下方是依稀可见的龙国的巨龙形状版图，樱花国的虫形，雪山高原的皑皑白雪。忽然，苏魔看到在身下地图的神都位置，一道特殊的空间波动吸引了苏魔的注意。法师塔！苏魔心生明悟，又生出极为震撼之感，因为在他的感知中，法师塔赫然是一件神器，与他身上的日之塔一样，也是可大可小、可收可放的。当然，他也能清晰感知到此时的法协内各个角落有多少人，谁又在法师塔内。最神奇的是，所谓的造化功居然只是法师塔的一部分。看来造化功的属性赋予正是法师塔的一部分功能，而苏魔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法师塔上有着特殊的印记，一如日之塔上有他的印记。但奇怪的是，他身上印记的主人却离他很远。
放在之前，苏魔即便知道法师塔是神器，也无可奈何。可眼下苏魔已经掌握了空间禁咒，而神器跟主人的距离如此之远，只要他想，直接将法师塔切割出来，放在只有自己才能找到的空间内即可。但他止住了这想法，因为法师塔上面的气息赫然是时空系法师特有的波动，而整个法协现在除了他还能掌握时空系技能的，就只有会长青山狼了。苏魔诧异，顺着法师塔上的印记寻根溯源，赫然发现在龙国西面的一座绝巅上有类似的气息波动。他心念一动，瞬间出现在山巅上。这是空间传送阵。苏魔疑惑，布置没多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弄个传送阵干什么？略作感受之后，他身形再次移动，赫然出现在另一座毫无生机的死谷内。这里已经位于龙国西方的幽海边了。苏魔没有继续传送下去，而是凭借壁垒次元一个个细细感知下去，赫然发现沿途一共5个传送阵，方向赫然是海上的日不落帝国。好家伙！苏魔结合苏老这阵子跟他说过的话，很快反应过来，难怪青山狼消失了，他这是偷偷溜去日不落后方，准备偷家了。苏魔心底豪气顿生，好个青山狼，真是胸魄如渊，胆大包天。第159章龙国4顶尖职业者 vs 西方大主教。落日海则西岛秘境，原本这里只是日不落一处中高阶秘境，最高可接纳7转职业者进入，但现在这里鸟却不行，连空气似乎都凝滞了，整个秘境被笼罩在一团金色雾气中，金色雾气宛如金粒一般质感，熠熠生辉，流光溢彩。四周每隔一段距离就有3-2个8转职业者看护。忽然，在这团金光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小小的涟漪，涟漪中4个近乎透明的身影出现在当场，赫然是青山狼、乔阿姨、萧佐、连真4人，神情振奋。是这里了，没错，龙国的6转精英就被困在他们下方的圣光结界中，这等手笔只有大主教才做得到。青山狼微微点头，当着4人的面蹲下，略作感受之后开口：都在这下面，破开这个结界需要我一点时间，你们小心一点。乔阿姨秀眉微蹙，麻烦吗？青山狼微微拧眉，这老东西以光做参照，已经触及了时空的领域了，不过还好，走得没我远。你安心救人，剩下的交给我们。连真瓮声道。反正他们现在都在青山狼画出的空间内，别人根本听不到。青山狼点头，蹲下去，两手抵住，手中一缕缕有形无质的晶莹丝线像植物根须一样悄然伸出，扎进金雾中。与此同时，身在圣保罗大教堂神龛上的那尊金色神像突然绽放光明。他睁开眉眼，声音带着急切的兴奋与激动：来了，终于来了。话音刚落，他就化作一抹流光，直往海上掠去。几个眨眼就已经来到泽西岛上空。他居高临下，俯瞰身下。与此同时，正在忙活的青山狼猛然抬头，果断撤了才刚开始的动作。陈赫，小心！同时他一个挥手，4人所在的小空间生生一个横移，躲过了当头射来的一缕金光。即便如此，几人还是受到了波及，在小空间内差点摔倒。咯！一个不辨男女的声音从高空传来，是一口蹩脚的龙国语。东方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远道而来，怎么不跟我这个主人招呼一声，我也好招待你们。大主教客气了。青山狼一面高声回复，一面低声传音：萧佐、连真，撑住半分钟。说着，他手一挥，将2人扔出空间。同时他再无顾忌，轰然落在金色雾气之上，食指如刀，祭出10根金银4线插入雾气之中。瞬间，原本静止的雾气沸腾起来，一道道流光如乱箭击射，虽无声音，却在青山狼周围的空间溅起无数朵冰花。那是锋利的光刃在肆意攻击时空墙的结果。光、时空2种极致的力量在碰撞，又发生极致的扭曲，才造就了这一朵朵绚烂极美的冰花。乔阿姨面色不变，似早知道如此，眸子发亮，抬手间祭出数道护盾，在2人周围旋转。反观被抛出去的萧佐、连真，在空中直接祭出翅膀，同时挥出自己至强一击。连真黑甲黑翅膀，手中一柄乌光大斧，转瞬间冲到大主教面前。看他的速度，没人会相信他是一个坦克。按照他们所了解的信息，大主教是个法师，一旦被坦克近身粘上，哪怕他是个神，也要倒霉。然而都是顶级职业者了，谁不是强到离谱？眼看着骤然出现在面前的连真，大主教周身的光团眨了一下眼，周围的光线也跟着明灭了一下。紧接着，连真倒卷着砸向海面，而大主教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大主教竟如此之强！然而本该同时抵达的萧佐却在此时突兀至极地出现在大主教的身后，一刀径直递向大主教的腰间。长刀轻易刺中大主教的腰，萧佐也从刀身感受到了一瞬间的剧烈震颤。
这是廉贞跟萧佐他们多年配合出来的默契。廉贞在前吸引火力，萧佐、青山狼伺机出手，但下一刻萧佐也被一团光击中，倒砸向海面。好在两人都有翅膀，及时制止去势，重新站稳。廉贞瓮声喝道：“这狗日的这么邪性，老子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击退了。”萧佐洋洋得意，说了让你安心当肉盾就算了，这下信了吧？输出还得靠你萧大爷。说着，他抬了抬手里的红色弯刀，弯刀柄末端一条黑红两色交替流转的锁链一样的东西，径直连在了空中的大主教身上。看到没？这条狗链子一拴，他还能往哪里跑？说着，萧佐放声大笑，身形暴起发难。接下来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名副血死战士。随着他这么一拉，空中的大主教居然被他生生拉进了一段剧烈。接着他又一甩，将大主教甩到另外一边。随后便是他如狂风暴雨一样的挥刀进攻。战士的奥义在这一刻被萧佐发挥的淋漓尽致。廉贞满脸艳羡，狗日的，这输出好炫啊！别说半分钟了，就是半小时也能撑住啊！此时，被链子链接的大主教浑身金光乱冒，他已经使用净化类的技能，居然都没能将锁链净化掉。萧佐声音狂傲放肆：“老子的锁链你是挣不脱的，乖乖束手就擒！”下一刻，萧佐惨呼声骤然响起，只见锁链上多了一道道如银龙缠绕的雷弧。大主教声音嘲弄：“愚蠢的人类，居然妄想着屠神！”廉贞没有去看萧佐，转而凌空一踩，唤出一头浑身玄色、龟首龟尾的狰狞玄武来。玄武驮着廉贞朝大主教轰然撞去。而另外一边，原本还在青山狼身边的乔阿姨随即消失在原地，蓦然出现在大主教头顶，抬手一招青云蔽月祭出，霎时间，整个泽西岛上空都蒙上了一层青灰色。大主教周身的光芒也瞬间暗淡数倍不止，他被沉没了。干得漂亮，乔阿姨！廉贞挥舞大斧砍中大主教，却没有预料中的一刀两断局面出现。被砍中的大主教却浑身骤然绽放金光，以雷霆之势掠向始终安心破结界的青山狼。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只有先杀了会时空技能的青山狼，其他人不足为惧。只是谁也没有料到，在大主教掠向落日海之前，一个身影原本还徘徊在日不落国的东海域。在他离开圣保罗大教堂之后的第一时间，这道身影悄然出现在了大教堂的神龛上。第160章，苏大爷没想干什么，只想偷个家而已。这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顺藤摸瓜，顺着传送阵一路传来的苏魔。按道理说，圣保罗大教堂作为日不落帝国大主教的所在，本该层层守卫，戒备森严。但守卫大教堂的10名圣光骑士已经去了龙国，大祭司也骑着双头龙在赶去的路上。大主教现在又去了落日海，大部分八转职业者又被安排去了落日海布下陷阱，专候青山狼等人。所以眼下的圣保罗大教堂几乎是无人看守状态。再加上苏魔眼下的伪九转状态，施展的又是时空技能，压根没人注意到他。确切的说，是谁都不会想到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溜进来。此时，苏魔小心四处观察，巨大的西式雕塑，房顶上全是夸张的创世会，各种关于主、神、大主教的传说一一浮现。周围的雕塑、壁画、物品无一不精美异常。对于这些，苏魔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他也不是来欣赏艺术的。他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趁着主人离开家了，不能白来一趟。突然，他感受到了神龛后面隐约有异响，声音狰狞恐怖，听着像是什么了不得的怪物在咆哮。苏魔仔细去看神龛，这才注意到神龛原来是以特殊材质造就，堪比一件封印神器。他娘的，骑驴找驴啊！好东西原来在屁股底下。苏魔第一反应就是将神龛取下，放出里面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大主教要镇压的，他放出来就对了。但想到自己大老远来这么一趟，就拿这一件东西，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他身形一动，在整个大教堂内快速逛了一圈，取下了挂在教堂顶的传说级别伪神器大本钟，又将礼堂内不知存在多久，血迹斑斑却明显透着不凡的一张裹尸布卷走，还有被当作展品陈列于主殿周围的7套顶级传说战甲，一把青色长剑跟一个单独放着的狰狞头罩。苏魔将所有位于最显眼处且又明显看着不凡的东西通通取出，放进自己的随身仓库里，这才拍了拍手，准备取下神龛跑路。他一拍脑袋，真是失策啊！自己现在明明有空间切割的能力，还非得干小毛贼的勾当。瞅着壁垒次元，这时间过了还不到一半，他瞬间出现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上空。居高临下的苏魔对着下方横竖挥手，再看时，圣保罗大教堂书地凭空消失，骤然出现在了苏魔旁边的另一个压缩的小空间里。放在哪里呢？苏魔心底一动，直接扔回龙国境内，回头再说吧。下方被苏魔横竖大切4块的圣保罗大教堂遗址上，
只留下一个神龛，还孤零零地留在那里。估计大主教回来要跳脚了，出去一趟，回来之后家没了。苏魔意外，空间切割居然没把这玩意一起带走。这玩意属于另外一个空间整体。神龛像烟囱连着地下，下方的狰狞吼叫声越来越清晰，居然是好几种巨龙的吼叫声。苏魔来了兴致，下面是一窝龙，好事情，给日不落搞点事情。他抬手又是一记切割，却仍旧无法撼动分毫，反而是上面泛着耀眼的金光将他的攻击给消融了，效果跟他的光之寂灭有几分相似。光系禁咒，苏魔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早说啊！他抬手施展又一记禁咒，光之寂灭，再不然就是光之能量炮，再没用的话，苏大爷就得赶紧开溜了。自己是来捣乱来了，可不敢太嚣张。让他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光之寂灭刚一施展，就如冰雪消融一样，与上面的金光融在了一起。神龛上的金光却没有因为新力量的加入而变得壮大，而是被瞬间打破了平衡。极致的光在神龛上涌动，像是一口井里浓缩了一整座火山的岩浆，在瞬间尽数爆发出来。苏魔视野所及处全是极致的白光，光把他的眼睛刺痛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被自己的技能误伤到。苏魔急忙抬手在自己面前接连画出 N 个空间阻隔，这才避免光线对他造成伤害。但神龛的变化却在继续，伴随着极致的光亮起后，整个日不落的上空都被一抹极致的白光占领，继而是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轰！光亮中，一道巨大无比的身影从地下猛然冲出。那身影在冲出的瞬间，还看了一眼苏魔，似乎发现对方不好惹之后，一个扑闪翅膀径直离开了。苏魔心神狂跳，我滴个乖乖，9个头的巨龙，这里太危险了，溜了溜了。此时恰逢大主教直掠向青山狼，要将他一举重创。原本一心忙着抽丝剥茧破开金雾结界的青山狼，却在他乘着光赶到的一瞬间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赫然是远离大主教的空中。看样子，青山狼不想与大主教正面硬汉。大主教话音依旧生硬，可笑，你也配称作龙国最强？青山狼微微一笑，凌空抬起两手，又十指交错，掌心一合，瞬间，大主教周围的空间开始挤压、坍缩，无数道空间利刃齐齐朝大主教射去。大主教身形急剧躲闪，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被锁在一处狭小的封闭空间内。只是一瞬间，他身上的金光就被空间利刃切得暗淡了几分。青山狼冷笑不迭：“你是个龙国通，应该知道有个典故叫名为爱，实为会吧？来来来，让你知道知道，你青山大爷为什么被称为龙国最屌的。”话音刚落，青山狼直接出现在了大主教的身后，抬手一拳砸了下去。砰！这一次再无任何意外，大主教真真切切被打得撞到了空间壁垒上。接着，青山狼身形如鬼魅，整个人在大主教身边不住出拳轰击，拳拳到肉，毫无意外的都轰在了大主教的身上。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技能、法术与徒手攻击的效果已经没了太大区别。事实上，青山狼也知道，要想真正伤到大主教，仅仅凭空间封锁是做不到的。愚蠢的人类！大主教再次出声，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反而是浑身上下散发着极致的金光。金光中，一个身具8对洁白翅膀的人形生物，手持一柄奇异武器，对着青山狼举了一下，咔嚓嚓，闪电连击，化成球形，反将青山狼包裹在内。攻守之势瞬间逆转，但青山狼依然不惧，四人费尽心机做出救人心切的假象，就是为了引大主教上钩。如今大主教被封在幽闭空间内，正是他发挥近战压制的大好时刻。然而不等他动手，却听到大主教一声愤怒至极的吼声 ：“Oh shit！” 下一刻，在所有人震撼无比的目光中，整个泽西岛上空的光线彻底变暗，9对颜色各异的眼睛如地狱恶魔，正冷冷地盯着下方的人。第161章，大主教去时候好好的，回来10家没了。那是乔阿姨、萧佐、连真纷纷惊呼，三人都站在玄武背上。乔阿姨已经在玄武背上开启传送青山，可青山狼被闪电包裹，一时间无法脱身。乔阿姨无可奈何，只得就此停手，改为抬手一记沉默，想要连同天上出现的怪物一起沉默，为青山狼争取时间。显然，他以为怪物是大主教的帮手。阴暗的天空瞬间又暗淡了几分。乔阿姨的沉默生效了。萧佐、连真面露振奋，不愧是乔阿姨。然而下一刻，三人就仓皇飞离原地，因为9头龙的其中一头直接冲三人吐出翠绿色的龙息，玄武巨兽被一下子击落海里。紧接着，不等三人反应过来，巨龙另外8头齐齐吞吐龙息，如灭世灾劫，将青山狼跟大主教所在的方向尽数淹没。咔嚓嚓，青山狼的小空间只支撑了片刻就尽数碎裂。
大主教的光影瞬间脱困，身上重绽金光，但他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对青山狼痛下杀手，反而是身形化作流星，急速朝日不落首都飞掠而去。九头巨龙愤怒咆哮，身子一扭追了上去。失去力量支援的雷电光团被青山狼轻易击破。脱困之后，他浑身气息腾腾，目中金芒爆射。乔阿姨三人快速来到他身边，沉喝道：“青山，怎么回事？”青山狼目光灼灼，九头妖龙海德拉居然会出现在这里？什么？九头妖龙？怎么回事？龙不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伙伴跟坐骑吗？三人纷纷惊呼。青山狼摇头，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游戏降临现实以后，各国对本国游戏化之后的情况都是遮遮掩掩，旁人很难知道真相。看情况，这老怪物是跟九头妖龙海德拉结仇了。好了，老怪物走了，救人要紧。说着，青山狼两手交错，如手术刀一样精准快速地将下方金雾剥离，不用防备大主教，他再不用隐藏实力。另外一边，不明真相的日不落八转职业者像是嗅到机会的蝗虫，纷纷围了上来。萧佐皱眉，他奶奶的，老怪物杀不死，九转的还都不在，居然让一群八转的在这送死，这要说出去，老子的脸往哪搁？连真却冷哼冲上前去，鬼叫什么？又不是让你跟本国职业者动手，哪里还用讲究这些？多杀一个都是为国报仇。说话间，他已经冲到一群八转职业者中，两手一脚将这些人统统震飞，悬浮于空中。前后不到3秒，这群八转职业者就纷纷消失在原地。连真恶狠狠啐了一口，他娘的，复活真是麻烦。此时，一直云淡风轻的乔阿姨居然也气质一变，换了一身高烫装，掠向这群八转职业者。几个八转职业者刚一接近，血量就像提了栓塞的游泳池，开始迅速往下掉。萧佐撇了撇嘴，身形拉出一道残影，以比刺客还快的速度快速挥舞红刀，尽情收割人头。锁链刷刷刷不断响起，日不落八转职业者也一个个随之应声倒下。前后不过半分多钟，这些八转职业者就被杀得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最后彻底死绝。青山狼则两手一拽，凭空拽出10来个神色惊恐的龙国职业者。当看到正在大发神威的乔阿姨等人后，这些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喜极而泣。青山狼沉喝一声：“乔阿姨，走了！”他两手一裹，踢着7、8个人消失在原地。乔阿姨也不说话，抬手一法杖隔空画了一道传送阵，喝了一声：“走！”下一刻，他也带着萧佐、连真跟剩下的龙国职业者消失在原地。泽西岛上空，各色技能光华渐渐归于平静，似什么也没发生过。日不落，雾都。大主教化作的金光骤然出现在元圣保罗大教堂的上空，但下一刻他就发出惊天怒吼 ：“Where is my home？ 我家呢？我那么大一个圣保罗大教堂呢？”他无法理解，自己只是出去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圣保罗大教堂，他的家没了。要知道，圣保罗大教堂不仅是他吸收信仰之力、接受供奉的地方，更是他存放诸多宝器、财富的地方，里面更是有着能克制、收服9头巨龙海德拉的道具。可现在，这些都随着圣保罗大教堂的消失而不见了。卑鄙的龙国人，奸诈的龙国人！大主教愤怒嘶吼，他这才明白自己想着请君入瓮，却被人调虎离山，抄了老家。啊！他愤怒长啸，回应他的却是9头巨龙海德拉的龙息。嗷！大主教愤怒至极，只得化作一抹流光，再次消失。与此同时，正在龙国各处准备动手的日不落9转职业者，同时收到了一条消息：海德拉脱困，速回。还没动手的日不落9转职业者立刻抽身而返，正在动手的拼着挨了龙国职业者一击，也要脱离战圈，就此离去。剩下一脸错愕的龙国职业者。此时，刚刚完成偷家的苏魔正心怀忐忑的一路狂奔，穿越层层空间壁障，再次回到了造化宫内。劫壁垒次元的生效时间居然还没结束，苏魔诧异，这可已经10分钟都不止了。仔细研究之下，他这才反应过来时空类技能的强大之处。他恍然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在刚才几分钟的时间里，自己居然横穿数万里，从龙国到了日不落帝国，偷了大主教的家。但随身仓库里的好东西却提醒他，过去的几分钟的事是切切实实发生的。最要紧的是自己亲手放出了一个9头怪。他不知道这么做是对是错，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么做肯定能给大主教带去麻烦。但愿会长他们能够平安归来吧。苏魔心底默默祈祷。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刚回到造化宫的第一时间，青山狼就带人传送出了日不落，第一时间落在了一处山巅的传送阵上。3分钟后，乔阿姨带人姗姗来迟，所有人忙不迭对青山狼4人道谢。青山狼4人却是相视一眼，面露疑惑。一个相同的疑惑在他们心底升起：有人在暗中帮我们。第162章，
苏魔，我这是顺了一堆破烂。青山狼蹲在传送阵旁细细感受。乔阿姨低声问：怎么了，青山？青山狼摇头，这里好像有空间波动的痕迹。乔阿姨瞬间心神一紧，有问题吗？青山狼一边确认一边摇头，没有，坐标点、传送阵都没有变化，对方似乎无意破坏。乔阿姨松了一口气。萧佐连真没有跟上，而是组织众多龙国职业者就地休息，因为等青山狼跟乔阿姨确认无误后，就可以再次传送了。但两人不免回头问道：这趟怎么回事？感觉处处是意外啊。青山狼点头，的确，我们想算计大主教，大主教也在算计我们，但还有人也在算计大主教，这下我龙国再也不用担心日不落掣肘了。这时，一个龙国中阶职业者敬畏看向四人，最后只敢把目光投向自家会长萧佐，鼓起勇气说道：会长，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日不落国的人突然翻脸，对我们出手呢？其他职业者也点头表示疑惑。互换职业者交流不是双方高层定下的吗？怎么突然就反悔了？萧佐看向青山狼，青山狼点头，他这才把事情始末解释了一遍。众多龙国职业者满脸惭愧。同为六转职业者，日不落职业者好像已经找到了日之光辉，但他们却还没找到落日余晖。不仅如此，还害得龙国4位顶级强者涉险救他们。万幸的是，日之塔被留在了龙国，不然的话，他们这群龙国代表真的是给龙国丢人丢大发了。会长，不知道是龙国哪位前辈留下了日之塔，我想回去之后好好谢谢他。其他人一听也纷纷表态。萧佐摇头，这是最麻烦的事，到现在我们还没弄清楚日之塔在谁手上。这众多职业者全愣住了，还有这么猛的人？不声不响把日不落那么多职业者全杀了，愣是没被查出一点蛛丝马迹。这时青山狼的声音骤然响起：好了，回家。日不落帝国，大主教化作的流光在日不落国的领域窜来窜去，后面始终追着九头巨龙海德拉。不是他不想逃离日不落，而是他每次冲到日不落帝国的边缘，总会被一道无形的阻碍给阻挡回来。他很想停下，但只要一停下，九头巨龙就会赶到，赏他一口龙息。剧毒、腐蚀、阴暗的龙息是他最大的克星。九头巨龙本该与他一样君临大地，但却被他用卑鄙的手段夺了资格，被封印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并辅以日不落帝国历代先王强大的灵魂进行加固封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亲自看管封印，从无差错，却没想到今日只是短暂离开几分钟就酿成大祸，封印被解开，满腔怒火，被封多年的九头巨龙重见天日了。以九头巨龙的愤怒，第一时间想着的肯定是杀了他报仇，而今之计只能等所有圣光骑士、大祭司回来，尝试以初代封印之法将其封印了。至于日不落还能不能重现昔日荣光，早就不在他的计划内了。现在他只想活着。可圣保罗大教堂莫名失踪，里面藏着那么多日不落帝国的至宝、封印九头龙的必须材料，以及一部分游戏世界真相的线索。大主教心都在滴血。有些宝物虽然残破，只是传说级别的，可真要论起价值，很多神器也比不上啊。想到自己身为高高在上的神明，如今却被撵得狼狈逃窜，大主教悲愤无比，放声怒笑：卑鄙的龙国人，是你们放出了恶魔，我一定要杀光你们！哪知道这句话传到后方的九头巨龙耳朵里，又是另外一番滋味了。九头中居中的那一头金色眼睛的巨龙眼眸稍稍眯起，低声开口：原来是那个小家伙，不，那个人放我出来，我记着了。此时苏魔正在造化宫内清点自己这次所获。第一件，大本钟。大本钟，传说，类别，道具。介绍，来源于古老的西方国度，具体时间不详，出产地不详，但它具备小范围时间加速、回溯的作用。使用方法，拨转时针，分针将获得不同的效果。苏魔眼睛一亮，一手握着大钟，一手拨弄钟表。眨眼间，他看到了自己刚进入造化宫内的场景，又看到了自己在圣保罗大教堂顺东西的场景，还看到了自己正出手施展禁咒对付陆子野等人的情景。好家伙！苏魔反应过来，这钟能让人看到之前发生过的事。这还只是分针，如果是时针呢？他尝试着拨动时针，结果一下子回到了1天之前自己躺在床上，几天之前他刚刷的幻境塔，10来天之前的某天晚上自己被人追杀。他还看到了被套在空间棺材里的猪老眼含泪水，以及口口声声要考验他的青山狼。狗日的，怪不得自己藏得这么好，还能被人发现，原来早就被会长这个老六盯上了。不过朱老担心他到怒目圆睁的样子让他着实动容。就在这时，当晚黑夜中的青山狼猛然抬头看向苏魔，苏魔一个机灵，赶忙停止。清醒后的苏魔晃了晃头，被那突如其来的眼神着实吓了一跳。再看自己的法力值，卧槽，这么多！
前前后后才这么会，居然耗了700-800万的法力值，这还亏得他现在还停留在9转的实力，不然这么会他的法力值消耗的七七八八了。消耗这么大，垃圾玩意！苏魔甩手丢进仓库，继续看其他的宝贝。统御之冠破损，类别道具。介绍：受到重创的巫妖王之冠失去了往日的魔力，荣光不再。传说中，谁能修复它，将获得进入暗影国度的钥匙。原来是破烂。苏魔甩手就要扔进仓库，但下一刻他马上拿回来又看了看，进入暗影国度。难不成这又是一个副本或者秘境的入口凭证？想到这件头盔当时被单独放得那么隐秘，苏魔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还是决定尊重一下他，轻轻地放回仓库比较好。接着他又取出那把造型别致的长剑。与此同时，在西方正在急速穿梭空间的青山狼突然传来一阵心悸的感觉，就好像刚刚有人在他脑后吹了一口凉气，又在他看不到的角落用一双冰冷的眸子在打量他。第163章，苏魔成了香饽饽。苏魔最后看向一块名为裹尸布的宝物，他刚开始是怎么也不相信裹尸布能跟宝物挂钩的，但这玩意居然也被大主教放在那么隐秘的位置，而且下了层层封印，明显是怕有人轻易得到它。苏魔拿过来仔细研究，不禁皱眉。裹尸布残缺，类别道具。介绍：传闻中上帝之子受恶时的裹尸布，上面沾染了神圣之血，可提升圣光类职业者最高30%的潜力，能将传说的圣光类铠甲提升为神级装备，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苏魔摇了摇头，依然将其丢在仓库里。他无奈摇了摇头。自游戏世界降临现实以后，世界各国与游戏世界融合的程度，衍生出来的职业都不一样，而各国为了保证自己的神秘性，对本国的职业道具隐藏的也极深，所以苏魔对日不落这些所谓的宝物感触不深，还是觉得自己冒那么大的险走一趟，结果弄回了一堆破烂。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转而看向造化宫顶。他现在已经知道，这造化宫其实就是法师塔的一部分，具备种种特定的神异能力。苏魔突发奇想，既然造化宫能给人赋予属性，可不可以在与人对战时把敌人拉进来，给自己赋值，然后强势碾压？继而他自己就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不说到了9转之后不需要赋值，光是造化宫开启一次的成本，估计就不是寻常人能承受得住的。就在他继续遐思时，造化宫终于到时间打开了。留在现场的人都面露艳羡地看向苏魔。所有人都知道，自今日起，苏魔将成为法协的重点培养对象。任何协会，任何职业者都要卖几分面子。法协2个字能够平息太多暗中蠢蠢欲动的心，当然也能为苏魔提供预想不到的好处。苏魔走出造化宫，小蚊子上前确认怎么样了。苏魔点头，小蚊子松了一口气，到现在他心底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好，你先跟老朱回去，稍后会通知你进入法师塔感悟的事。好。小蚊子转身离去，留给一众人上前招呼。你好，苏魔小友，我是武阳城杨家的人，欢迎你到杨家做客。我们孟家一直跟法协关系很好，你跟孟雷又是同辈翘楚，应当多走动走动。我薛家。突如其来的热情让苏魔有些不知所措，他这么快就成了香饽饽，毕竟在此之前他都是独来独往惯了的。还好朱老及时上前帮他挡了这些招揽。你们先回去，有机会我会带苏魔上门一一叨扰的。得到朱老的承诺，这些人这才陆续散去。让苏魔意外的是，于南星跟于半夏居然不见了踪影。跟我来。朱贤瑜带着他回到招待所，你在这等着，会长可能还会亲自见一见你，我有急事要处理一下。急事？苏魔诧异。会长回来了。会长？苏魔心如明镜，脸上却故作惊讶。会长怎么了？回头再跟你说，现在我要赶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朱老吉匆匆离开。苏魔想要跟过去看看，但自己明面上只是个4转的小职业者，没啥理由能够无阻碍去见会长，只得作罢。现在他的各项赋值属性已经消失，等级重新回到了150级。由于等级低，他现在无法穿上所有的双滑套装，只能穿4件。即便如此，打满石头加15的装备，还是把他的战力撑到了703星，法力值为800多万。面板攻击、血量、防御等相较于6转满属性时都有下降，但相较于来参赛之前又有大幅度的上涨。要知道，苏魔现在才5转，战力评价就700多星了，而朱老身为7转级别的高手，战力也不过1000多一点。照他这个进度下去，等到7转，他的战力评价稳稳的超过朱老。法协后山一处传送阵跟前，依次站着好些龙国内顶级职业者，他们穿着布衣，气质迥然。法协、战协、守协等等，都有工会内的顶尖高手在此等候。这些人一个个神情振奋，显然是得到了什么好消息。
终于，传送阵有了波动，光华亮起，里面有人影闪动。烽火抡大锤，惊喜喝道：“是会长！”小蚊子也激动握拳：“没错！”下一刻，一个巍峨身影阔步迈出传送阵，不是青山狼是谁？会长！法协的人惊喜欢呼：“快步上前，您回来了！”青山狼呵呵一笑，侧了侧身子，示意众人往后看。众人惊喜不已，大声呼喊：“陈阳、薛晨、潘乐，太好了，他们都回来了！”不等众人寒暄完毕，青山狼当即大声喝道：“所有人，我宣布，从现在起，对龙国周围徘徊挑衅的所有日不落帝国的职业者，无需忍让，全力反击！不管是谁，只要能斩杀日不落8转及以上职业者，将获得法协、战协、守协以及龙国官方的统一奖励。”会长，你稍等。烽火抡大锤急忙上前，低声把几分钟前从各地传回来的消息说给他听。青山狼听得眉头皱起：“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烽火低声道：“棒冰姐妹、小黑屋、战士协会的阿瓦斯、黑刀等人都传来消息，说日不落的职业者拼着受伤也要离开，像是有谁给他们下了必须回去的命令。会长，你们是不是得手了？”“得手？”青山狼皱眉：“没有，我们只是救回了龙国的职业者。这样，小蚊子，你安排一下这些职业者。”烽火通知在场所有9转职业者，无论是哪个协会的，统统到法协顶层来议事。是。很快，众多9转职业者出现在了法师塔顶层。乔阿姨、萧佐、连真等人也已经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脸上都带着惊疑不定。他们都隐约觉得这其中莫不是有什么巨大的阴谋。青山，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萧佐眉头紧锁。作为战士，他原本已经做好了回国之后拿刀砍人的准备了，可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刀准备好了，却不知道要砍谁，这种憋屈可想而知。要不去砍樱花国的人练练手。第164章开启国战模式。打樱花国会不会不太好？就是他们毕竟是咱们的邻居，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了？对于这些劝解，青山狼只问了一句：“日不落人是从哪个海域进入龙国的？”“好，就打樱花，拔了他们的樱花，全种上棉花，砸了他们的鬼舍，改养竹鼠，封了他们的隐士。算了，这个留着吧。”没人会想到对樱花国的国战会定下的这么草率，但没人怀疑这个决定。龙国几大顶级职业者工会会长都在这里呢，谁会质疑？再说了，前些天在东海域发生的事，整个龙国的人都知道了，举国上下民意沸腾，都要对日不落及其帮凶采取反击手段。这个时候如果退缩，会遭到国人的反对的。而且开启国战，只要能战胜对方，就能掠夺对方的资源，获得对方的国运，增加己方国运。此消彼长之下，樱花国职业者的属性将会永久降低，而龙国职业者的属性将永久增加。简而言之，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萧佐沉声道：“青山，既然要开启国战，我们还是得好好筹谋一下，争取速战速决，避免别国干涉。”青山狼点头：“这个简单，只要确保后期职业者对战中，我方职业者不被对方的忍者大面积偷袭就行了。跟优叶说一下，让他的刺客协会可以把目光放在对外刺杀上，一因消耗损伤，我们几个工会给他补。”萧佐嘟囔：“我去找他，见面就是打起来，还是换成别人吧。”青山狼看向烽火，烽火脖子一缩：“我怕还没找到他就被他先刀了。”乔阿姨似笑非笑，青山狼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道：“算了，回头我亲自找他说吧。现在大家各自回去，着手准备吧。”众人各自散去。青山狼这才问小蚊子：“比试结束了，结果如何？”小蚊子一五一十将事情详细说了一遍。青山狼不由错愕，他居然真的是第一，没想到老朱真的给法协发掘了一颗好苗子。顿了顿，点头道：“奖励给他了吗？”“给了。”“技能书学了吗？”“学了。”“好，他现在在哪里？让他过来，我想见见。”“算了，我去见他。”说着，他身形一动，恍然出现在楼下等候的朱贤瑜的身边，开口就是：“苏魔在哪里？带我去。”朱贤瑜也不追问，点头：“招待所。”呵，青山狼反应过来，一拍脑袋，一挥手，带着朱贤瑜来到苏魔房间外。咚咚咚，谁啊？是我，青山狼。会长。苏魔开了房间，很是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青山狼堂堂法协会长居然会亲自来见他一个小小法协会员。他心底隐约有些忐忑，会长发现我的奇怪之处了。咸鱼，你在这里等一下。青山狼走进房间，一挥手又关了房间。苏魔眉头微皱，放心，我没有恶意。青山狼笑道：“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让你知道一些事。”一些事？苏魔疑惑。
青山狼点头，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布置点小手段，防止意外。苏魔心神一紧，他虽然有禁咒，也有时空禁咒，但眼前的青山狼到底是顶级九转强者，号称整个龙国职业者第一人的青山狼啊！到现在自己还没跟九转级别的交过手呢，谁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他的对手？青山狼笑道：“放心，我还不至于对法邪的后辈出手。”苏魔撇嘴，他想到了前些天青山狼同时陷害几位法邪种子选手了，当然，他也听到了青山狼跟朱老的对话。虽然知道他是枭雄心态，心底也难免膈应。青山狼不以为意，却抬手隔出一层层空间，沉声道：“好了，我长话短说，你的特殊，从你加入法邪，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一句话瞬间让苏魔心神提了起来。青山狼微笑道：“虽然不知道你究竟如何特殊，但你能连我的屏蔽都躲过去，肯定是职业特殊。在这次比拼之前，我还可以保证你不被人窥死，但在此之后，我不敢保证无人能够再窥死你的职业。这世上有太多神秘与未知。”苏魔想到朱老之前交代过他的，没有反驳，因为自始至终朱老都没有问他的职业。还有，龙国内一直都有国外的眼线，日不落只是其中一个。青山狼低声道：“不管是哪个国家，对龙国新出的特殊职业豹的态度都是灭杀。虽然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但你的存在肯定会让他们不舒服，所以一旦你进入他们的视野，肯定会很危险。”苏魔不由发问：“既然会长觉得我特殊，为什么还要让我参加这次比试呢？”青山狼笑道：“如果你始终只能藏于人群中，那么你终究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危险。你既得不到真正的成长，也无法真正得到法邪的倾力栽培。我知道，以你的职业，只要假以时日，你肯定能够崛起，但那太过耗时，你的职业潜力也未必能够全部激发。”苏魔挠了挠头，这可真是正反都是你有理啊，但他不好反驳，谁叫人家是会长，嗓门大呢？好了，跟你说这么多，就是告诉你，既然你从幕后走到台前，接下来就会面临更多的危险。强者应该能做到从危险中变强。当然，我来这里也不是只说这些废话的，空口承诺也不是我的风格。说着，青山狼递出2本册子，一颗珠子。第一本单体传送阵，布置简单，类似于传送卷轴，熟练掌握之后可实现短距离的急速传送。第二本是法师职业以及关于隐藏职业详解，自己看看就行了，看完之后就毁了。青山狼笑意玩味，别的好东西我可以给你，但你也得向我证明你有拿的实力吧。至于这颗珠子，名为夜明珠，具有破影、破分身的效果，对龙国的刺客、西方职业的盗贼、樱花国的忍者类职业都有特定效果。带着它防身。苏魔眼睛一亮，针对性这么强。虽然他并不需要，但这种送上门来的东西，他也不客气。他接过东西跟珠子，欠身谢谢会长。青山狼又问：“好了，时空技能学会了吗？”“学了。”“那就好，法师塔的感悟你不用去了。”“为什么？那是给普通人准备的，你不需要。”青山狼笑呵呵道：“当年我也没感悟，照样成了会长。好了，马上龙国就要跟樱花开启国战了，好好准备。”“国战？”苏魔眼睛一亮，老子这是要为国争光了。第165章，会长亲自送上门的传送阵。青山狼走出房间，冲朱咸鱼道：“走吧。”朱咸鱼忍不住问道：“你们聊了什么？”“青山狼，我们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朱咸鱼：“深入友好？”青山狼叹了口气：“咸鱼，你如果把脑筋多用在转职上，也早就9转了。”朱咸鱼摇头，然后像你们一样无趣的每天算计来算计去。青山狼叹道：“龙国马上要对樱花国出手了。”“什么？”朱咸鱼愣了一下：“你决定的，该死！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以后樱花国的片子岂不是要成绝响了？”青山狼无可奈何，摇头离去。朱咸鱼抹撒下巴，暗暗啧舌。房间内，苏魔琢磨青山狼出门前说的一句话：“小心再小心，大胆再大胆。”这他娘的什么意思啊？不管了，先看看空间传送法阵是什么好东西吧。毕竟这可是堂堂法协会长亲自上门送的东西，太寒碜的话，不说苏魔能不能接受，他自己脸上也难看的好吧。会长给的传送法阵分为单体、群体以及大型3种，看名字就知道可以单传自己、多人以及大范围的。其中单体的最简单，只需要简单的空间类材料，如空灵鸟的骨骼、天空石等1-2种材料就可以。制作的时候，只需要以这些材料研磨成粉，化成后以特定的咒语或音节激活就可以传送。这一切听起来比较繁琐复杂，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可以实现瞬法。刚开始的时候肯定要一笔一画的去画，但后来却可以将诸多笔画简缩为一笔，甚至一个符号、一个动作。而激活的咒语也可以成为一个眼神、动作。
换而言之，这种传送阵的使用完全可以实现瞬发，由此即彼，法师技能的释放也可以实现。苏魔叹为观止，这个观念或者说是效果，在他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当然，他也一直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毕竟法师技能如果能瞬发，不需要吟唱跟前摇，那就逆天了，就像苏魔一样。在此之前，苏魔觉得自己身上有 bug 才能做到，其他法师是做不到的。但他看过青山狼出手切割空间，这才意识到天外有天。所以青山狼给他的看似只是传送阵的布置方法，实际上却让他对法师职业技能的释放有了更深的理解。苏魔不禁思索，繁琐的传送阵可以简化为一个动作或一个符号，相似的技能禁咒可不可以高度浓缩简化为一个符号或禁咒？这样的话，一旦遇到高危情况，自己可以瞬发多个禁咒，岂不是爽歪歪？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有的想法都要付诸于尝试。第一笔不太对，重来。第一笔还可以，第二笔也不错，第三笔太直了，等等，1、2、3、4笔是一笔图，重来。苏魔这是第一次解除传送阵，像极了人生第一次解除毛笔字的老外，怎么拿笔画线条都觉得别扭。好在前生今世两世为人的苏大爷学习一直很好，没要多久就掌握了其中诀窍。1个小时，苏魔成功将14笔连成一笔画完。2个小时，他成功将36笔连成一笔画完。2小时40分钟，第一个单体传送阵他终于可以一笔画完。最后，苏魔深吸一口气，花费6秒以极快的速度画完一个单体传送阵后，画出的阵符发出银白色的光芒。苏魔走了进去，嗖的消失，再出现时赫然是在房间外，一共瞬移了近6米。成了！苏魔握拳兴奋道，传送的距离跟材料有关，没有材料的话只能实现瞬闪之类的效果。即便如此，苏魔还是很兴奋的。不到3个小时，他就掌握了单体传送法阵，只要他勤加练习，反复锤炼，最后终能达到瞬发。而且即便没有传送阵的材料，这个传送阵用于瞬闪躲避攻击的效果也不错。是时候离开了。苏魔给朱贤瑜发了个消息，告诉他自己的打算，理由是自己得去刷怪升级，实际上是他得去做6转任务了。神都黑魔山私人庄园，几个西装革履的人正在草地上散步，其中一个男人留着一抹精致的小胡子，脑后扎着精致的小辫子，嘴里叼着精致的雪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你说的是真的吗？贵国将要对我樱花国进行国战。他身后一个中年点头，山本先生，刚得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震惊，真让人遗憾呐。叫山本的小辫子满脸惋惜，龙国、樱花两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如今却要因为不相干的人兵戈相向，这可真的是亲者痛，仇者快啊。是的，我也很痛惜。好的，陈桑，你对樱花国的友谊我会上报给樱皇的，他老人家一定会给予你嘉奖。谢山本君。不用客气，这是你应得的。我樱花国向来秉承着与邻友好，诚以待人。要是贵国多一些陈桑这样的人，我们哪里还有纷争呢？山本小辫子垂手致谢。不过我还听说这次法协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天才职业者，力压众多天才，真想亲自见一面啊。中年立马递上一张纸，上面赫然是苏魔的消息。山本哈哈大笑，伸手从怀里取出一张支票，递给中年，转而不动声响地看了苏魔的信息。片刻后，他忽地微微一笑，收起纸张，拍手唤出10来个妙龄女子，一个个粉面桃花，身材婀娜。他笑盈盈地说，陈桑，这些都是从樱花国而来的上等艺伎，吹拉弹唱无所不精，您不妨试一试。中年男人眼睛瞬间大亮，连连称谢，眼睛却已经在这些少女身上来回游走了。山本君很识时务的欠身失陪一下，接着他快步离开现场，转身进了一间秘密房间。给我接竹下君。是。摩西摩西，我是竹下。是我。龙国即将对我樱花国举行国战，消息来源内部还未经扩散。另外，龙国法协疑似新一代的法王种子已经出现，请即刻派人击杀。第166章，朱贤瑜震惊了，这就升到15级了。苏魔决定神都，朱老来送他去传送站。他谆谆交代，小子，你现在身份与之前相比有很大不同，有好事也有坏事。只要你待在龙国，明面上没有谁敢对你动手，但你也知道，暗中会有不少双眼睛盯着你，伺机对你出手。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直接联系我，或者直接传送回法协。好。苏魔重重点头。朱老对他的关心不掺杂任何水分，让他很感动。朱老，接下来您打算做什么？我得留在神都协助小蚊子处理一些杂物，然后把自己的装备升一下级。攒了那么久的元素魔石，试试能不能再打2件装备上加15。苏魔愣了一下，您老的装备还不都是加15级？是啊，怎么了？朱贤瑜无奈点头，
到现在也只有4件加15的呢，装备升级这种事真是耗钱啊！苏魔挠了挠头，朱老，要不你把装备给我，我来试试。你？朱老疑惑，你帮我升级？苏魔点头，我听人家说自己升自己的装备概率低，升别人的概率高。他总不能告诉朱老自己有60%的成功率光环吧？朱老摆手，这种说法纯粹无稽之谈。不过试试好像也没啥关系，反正都是要失败几次的，也不差这一点。苏魔心道，您老就等着乐吧。朱贤宇想了想，取出一件披风，上面赫然打满了石头，镶嵌好了元神卡，但等级才加10。苏魔装模作样哈了口气，又搓了搓手，塑造自己也是赌运气的假象。他大声念道，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3、2、1，升！好！3、2、1，升！好！再升！这又成了！我再升！又成了！朱老已经坐不住了，看着已经加14的石头，两手抹撒，来回吃出。到现在苏魔还没失败过一次呢，就这么成功率，已经让他不敢再看了。可还差1级就15级，让他着实难受。最后他咬牙，苏魔，要不别升？卧槽！朱贤瑜还没说完，就已经惊呼出声，而且是不顾形象的爆了一句粗口。因为苏魔压根没等他决定，直接又拍上了一颗元素魔石，他的心跟着瞬间揪了起来。然而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件披风居然加15了。朱贤瑜哆嗦着碰着自己的披风，看着上面的满级升级属性，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自己辛辛苦苦花了数亿，连打幻境塔加工会兑换的元素珠，前后耗时2年的时间都没搞定的一件装备，就被苏魔这么1分钟不到就给升满了。朱贤瑜看了看披风，又看向苏魔，话都说不利索了。不等苏魔开口，他手腕一翻，果断把披风收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将鞋子、腰带、裤子也都拿出来，又放上一堆不下300-500的元素魔石。来，苏魔诧异，朱老，你这是？朱贤瑜摆手，你放心拍，失败算我的。苏魔哑然失笑，他想说用不了这么多的，不过最后只化作一句话，好，我试试。苏魔取出石头，看着上面也是加10，想了想，取来了10几块元素魔石，刷刷刷一顿点。提示声不断响起，您的月华战靴吸收了元素魔石的灵性，等级提升为加11。您的月华战靴吸收了元素魔石的灵性，等级提升为加12。您的月华战靴吸收了元素魔石失败，等级退为加10。您的月华战靴吸收了元素魔石的灵性，等级提升为加11。您的月华战靴吸收了元素魔石的灵性，等级提升为加12。您的月华战靴吸收了元素魔石的灵性，等级提升为加15。当18块石头拍下去后，裤子也成功来到加15。我的老天爷！朱贤瑜已经兴奋地蹦了起来，18块就升到了加15。小子，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呀！他抱着战靴亲了又亲，而后目光灼灼地示意苏魔，小子，快呀！苏魔哭笑不得，果断又取出元素魔石一顿拍。没想到这次更顺利，用了16块就到加15了。朱贤瑜已经兴奋得浑身哆嗦了，前后不到3分钟，3件装备上了加15。此时已经不需要他再开口了，苏魔对着最后一件装备又拍了下去，刷刷刷！最后一件装备消耗了20块元素魔石，也终于升满。朱贤瑜已经快要哭了，老天，谁敢信自己辛苦数年都没能升满级的装备，前后几分钟被苏魔轻松升满级。最重要的是总共消耗还不到100块元素魔石，省时省力不说，还节省成本。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要不是碍于身份，他差点就要抱起苏魔就亲了。他自己亲自升过装备，任何一件没有个200-300块元素魔石都别想到加15。就这样，他还是暗中尝试了什么龙门阵、八卦阵、祭天阵，什么逢单必双、遇久必换之类的说法，统统被他用遍了。前后耗费了5-6年的时间，花费20-30亿蓝星币都没搞定。没想到苏魔跟前什么套路方法都没有，就这么简单粗暴的放上元素魔石一顿点。不对，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诀。朱贤瑜两眼放光，一旦能掌握这个秘诀，以后自己再升级就简单了。他目光灼灼地看向苏魔，苏魔，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苏魔哭笑不得，摇头道，朱老，你也看到了，我也就一通乱点啊，哪里有什么敲门？不，你是不是担心我告诉别人？放心，这种事肯定不能告诉别人的。真没有，朱老，我骗你干什么？不，你是不好明说，对不对？让我想想，你前后依次放的石头数量有讲究，还有你放的位置，隐约像是之前谁提到过的周天大阵。第167章，6转开始，任务有点难啊。
朱贤瑜最终也没能学到苏魔的升级窍门，不过剩下的价值几个亿的200多元素魔石他也没要，全留给苏魔了。按照他的话说，原本这些元素魔石就是留着升级装备的，现在装备满级了就不能再留在身上，否则就败人品。这道理跟准备了够数的钱一定要花光是一个道理，不然自己心底不得劲不说，以后还是有机会得还回去。苏魔无可奈何，原来升装备的玄学在任何年龄段的职业者都适用。好了，该交代的都交代过了，自己凡事多留个心眼，遇到找你麻烦的人，能打过的照死里打，打不过的报我的名字。算了，直接报会长名字，我回头悄摸摸摇人过去把他做了。别忘了多做工会任务，在工会内多混个脸熟。苏魔哭笑不得，他怎么也没想到朱老居然如此叮嘱。朱老放心吧，我会的。苏魔走进传送阵，跟朱老招手。半分钟后，他出现在了江都城。出了江都，他直奔转职神殿，开始转职。他不禁感叹，5转6的耽搁的时间太久了。不过他也没想到，在6转之前，自己战力能生生提高100来星。进了转职神殿，先交6转材料，接着是进转职屋，接受转职主线任务。久违的声音再次响起：6转认证开始，请保持联系。您的身份是苏魔，150级，法王，是否确认？确认。检测认定条件合格，现为您发布主线任务。任务：法神战盔。阶段1，难度：地狱。介绍：强者之强，往往需要同级别甚至高级别的职业者进行陪衬，请击败至少10名同级别稀有职业者，并提供不少于10件套装及以上级别的装备。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附点，时间限制3天。苏魔仔细看了一眼任务要求，又看了一眼随身仓库，暗暗点头。第一个任务现在就可以交，击败同级别或者以上级别的高手，这个成就老早就解锁了。至于套装，杀人越货多次的苏大爷还会缺那玩意。苏魔果断交了任务，一阶段任务完成，你获得了10点天赋点，不错。苏魔深吸一口气，看向显示屏，任务：法神战盔。阶段2，难度：地狱。介绍：真正的强者必定拥有强大的坐骑，请获得一匹传说级别以上的坐骑，并将之升至与主人同等级别。提示：本阶段任务完成，您将获得10天附点，时间限制10天。苏魔，这不操蛋吗？传说级别的坐骑，他有炎火流星狙就是，可到现在炎火流星狙才50-60级，距离他现在的150级差了近100级。我尼玛！苏魔头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亏欠坐骑太多，没办法，事情涉及自己的转职，他不可能坐视不理。坐骑升级不像装备升级，需要的是各种灵材喂养或者吞噬其他坐骑或者凶兽，这就比较操蛋了。灵材，一般的交易行只有少量的材料出售，工会里也有灵材园可以种植，定期收获喂养，但苏魔一直疏于工会频道的参与，哪里能收到现成且足够的灵材？看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去黑市。看来还是得去魔海。苏魔无奈摇头。从神都回来前，朱老就叮嘱他没事少去魔海一类的沿海大城池，毕竟这些大城池往来人流太大，鱼龙混杂，万一有心人混在其中，对他出手就麻烦了。可现在他是不去不行了，去魔海自然得给庄强发消息，强子哥，我要去黑市，有空带我一趟吗？庄强，你来，随时有时间。红浪漫的新茶刚到没几天。苏魔会心一笑，但他还是认真回复，我这次去有急事，先办正事，然后再喝茶。庄强点头，了解，办完事喝茶，到了跟我说就行了。于是苏魔马不停蹄，又直接去了传送站，转去魔海。在他前脚刚从传送阵内消失，后脚就有人跟在后面发了消息，目标正从江都赶往魔海，可以行动。与此同时，在魔海的武士刀大楼地下室，正有一伙身穿忍者服饰的职业者集中在此，周围的一应布置都是樱花风格，众多忍者跪坐在此，垂首不语。突然，居中的一人抬头，眸中金光爆射，他开口道：目标即将抵达魔海，我们的机会来了。这次我们地支小队获得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全力以赴，务必做到干脆利落。哈伊，行动！众多忍者凭空消失在原地，只有首领一个人缓缓从地上站起，手腕一拧，一柄狭长略弯的武士刀随即出现。他两手抱刀，用力挥舞了一下，下一刻，从刀身中闪出一头狐狸尾、狗嘴、鸟翅的奇形怪物。怪物双眼猩红，伏地身子冲男人龇牙咧嘴。男人冷冷一笑，握紧刀柄，狠狠砍了过来。怪物张嘴咬住，死死往后拽。男人却没有抽回刀柄，反而是不住转动，
将怪物嘴巴割得鲜血淋漓。结结结！男人发出反派笑声：天狗啊天狗，又不是让你真的吞月亮，只要你能吞了这里的气运，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天狗双目赤红，浑身毛发炸起，呜呜怒吼回应。男人冷笑，一手握紧刀柄，用力向前一推，另外一手掐诀，喝道：星剑四流刃。下一刻，武士刀在他手中消失，直接穿进天狗的身体。星剑六束缚，星剑三劫式神。天狗的身体随之剧烈颤抖，嘴里的鲜血汩汩流出，十分凄惨。但他的身体却一闪一闪发着红光，红光每闪一次，他的身体就虚幻几分，直到他变得透明。男人这才两手同时掐诀结印，星剑一封神。自今日起，你就是我鬼刀红牙的缔约式神了，生死都将为我所驱策。只待我再汲取一位绝世英才，为你注入气运加持，你将成为绝世凶刀。龙国从来都不缺这样的英才啊！第168章六转巨兽坐骑。天狗苏魔见了庄强，庄强给他来了个大大拥抱。老弟，这些天你去哪儿了？可把我想死了。苏魔含混过去，岔开话题。我听说你前段时间死里逃生来着，怎么回事？庄强心有余悸，别提了，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他把自己在海上遇到亚瑟的事说了一遍，听得苏魔咬牙切齿。狗日的日不落人，太嚣张了。放心，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庄强宽慰苏魔，走走走，一起去喝新茶。苏魔摆手，强子哥，这次来我真有急事，回头再去。好吧。庄强也不强求，带着苏魔直奔黑市。路上他又给苏魔八卦了李家志的事，说是上次之后，众多出海的黄牛职业者纷纷拥到黑市大闹了一通，要求黑市方面交出泄密者。结果黑市在1天之内就排查到了目标，并将细节在黑市里进行滚动公示。至于泄密者，自然是全行业公布他的消息，让他混不下去。至于他的生死，不用想也知道，早就不知道进入海上哪条海鱼的肚子里了。而李家志也被扒有日不落的爵位身份，更多通敌卖国的事被曝光。走投无路的他只得向官方自首，想争取个宽大处理。只可惜龙国官方对别的事都能忍，独对吃里扒外的事忍不了。现在的李家志已经被押在了监狱。这一连串大快人心的消息让苏魔听得连连点头。这样一来的话，相信整个魔海的地下市场都会安全很多。两人轻车熟路赶到黑市，照例仍旧是庄强在外面等候，苏魔进去买东西。黑市就这一点好，即便庄强作为中介，也从不过问苏魔想买什么。苏魔进去开始在黑市逛了起来。让他欣慰的是，黑市里有不少给坐骑升级的材料。无奈的是，这些材料不够。毕竟坐骑是能切实提升战斗力的道具，平常时候其他人都是想方设法提升等级。有几个像苏魔这样自己升级快不说，平时还基本没关注过坐骑，所以即便是黑市，材料准备的也不是那么充分。苏魔花了30-40亿购买了大量的灵材，但粗略估计也只能顶到100来级，距离150还差1/3。但黑市已经没了。店员意识到苏魔可能需要的比较多，主动开口：先生，这些材料如果您还需要的话，我可以专门给您预定，只要您付给我们一定的定金，我可以在3天后给您准备好。苏魔喜出望外，3天的时间足够的。好，我需要至少50亿的灵材，专门用来升级坐骑的，3天之后我来取，这是定金。苏魔给了一张金卡后，带着灵材离开了。灵材的事有了着落，苏魔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了下来。庄强看到他眉头舒展，笑道：看样子你事情忙得差不多了。走，强子哥，喝茶去。哎，好。庄强开心起来，开车带他去了红浪漫。红浪漫外，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神情阴鸷，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龙国人真无耻，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满脑子想的不是睡女人，就是怎么把女人拉下水。他一路跟随苏魔来到这里，已经3个小时了。3个小时，剧里面的眼线说3个小时，苏魔一直跟美女技师在房间里聊天，没出来过。无耻，下流！中年人咬牙切齿，这样堕落的民族不配占有龙国这么广袤的土地。他低头发了一则消息，把他们从里面支出来，让他们出海，不然我们始终没有机会。苏魔正坐在沙发上抽烟，这3个小时他就真的只是坐在这里抽烟而已。就像于南星说的那样，洁身自好。至于为什么，苏大爷就2个字：成长。这也使得躺在床上搔首弄姿的姑娘心痒难耐。是本姑娘没吸引力了，还是这小子不行？这么帅的男人跑到这种地方装正经，还是说他太帅了，已经用废了？姑娘本想坐等时间结束，然后等着收钱就行了，可架不住对方实在太帅了啊！就在这时，咚咚咚的敲门声突然响起。老弟，快起来！怎么了，强子哥？海上今天有大动静了，说是有还怪，要不要去看看？
你早就穿好衣服了。庄强一脸坏笑的探头往里面看，却被苏魔一把按住脑袋。什么情况？走，去看看。庄强注意力成功被转移，边走边解释。很快，两人出现在海上。苏魔面露期待。按照庄强的话说，海上新出现了一头海中巨兽，6转级别的200级，诸多职业者正在围捕。对于这样的巨兽，只要击败，有大概率是可以收服成为坐骑的。即便自己不能用，也可以转而出售给像庄强这样的商人，供他们出海用。可对苏魔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能收服这头巨兽，自己6转的2阶段任务转脸就能完成了。而且他有多次抢 BOSS， 反抢 BOSS 的经验，自海上抢个6转的巨兽还不手到擒来。海上，一头身长数十米，模样有些像狐狸，却长着一对翅膀的怪物正被诸多职业者围攻。他双眼猩红，不住仰天怒吼。随着他的每一次怒吼，周围的光线便会暗上几分。身处其中的职业者们也会相应感觉到自己周身的属性也会被压制几分。但这样的结果反而让众多职业者愈发兴奋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眼前的巨兽属性实在太过诱人了。天狗，传说，种族圣兽，等级200级，血量10亿每10亿，战力评估888星，技能天狗吞月，光影湮灭，虚弱结界，月影沙流，暗绝望突袭，灾天狗笑月，月破冲击，月影光华闪，鬼刀红牙闪。介绍：西方圣山中的神兽，能御日月，能驱鬼神，能食气化形。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天狗猩红的眼睛里，倒映着的自始至终都不是他们的身影，而是一把猩红弯刀。第169章，苏魔，总有刁民想害大爷。老弟，你看。庄强指着远处天空，在那里。苏魔自然也发现了东方的光亮。果然，苏魔大喜过望，直接祭出炎火流星狙。老哥，你先在这等我，我去凑凑热闹，去分点好东西，回头我请你喝茶。好嘞。庄强摆手，快去吧，我等着。苏魔骑着炎火流星狙，急急忙忙往东赶去。隔着老远就看到不下上百人围在海上，对着一头巨兽围攻。虎尾、狗嘴、鸟翅、雪白身子乌烟蹄，看上去就很不凡。天狗，苏魔狂喜，我的，区区6转巨兽必须是苏大爷的，只要拿下这头巨兽，自己2阶段任务就妥了。下一刻，他抬手一发禁咒祭了出去，极寒风暴。这种大范围的禁咒伤害，清场最快了。果然，正在交手的众多职业者纷纷惊呼着四散逃离。谁这么缺德？这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 BOSS 吗？你一个人的伤害能够吗？也不怕吃撑了。他们骂归骂，逃跑的动作可是一点都不含糊。毕竟一个不小心，丢的可是命啊！眨眼间，众人作鸟兽散。就连天狗对突然出现的伤害很是意外，略作迟疑之后，飞身而逃。哪里跑？苏魔骑着炎火流星狙发足狂奔，急速追去。后面诸多职业者捶胸顿足，这个蠢货，要是被这头巨兽跑掉了，他们能恨死那个骑火焰马的。苏魔看着身躯庞大，速度却如流星一样的天狗，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种坐骑一旦捕获，不管是让自己的坐骑吞噬，还是吞噬自己的坐骑，肯定都能让自己的战力上升一大截，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于是苏魔果断开启乘龙而去，瞬闪急速追击而去。由于二者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将众多打算围攻上来的职业者甩开。唉，众人捶胸顿足，暗道可惜。另外一边，在前面奔跑的天狗眼中猩红不减，反倒多了几分妖冶。他回头看了一眼苏魔，又看了一眼苏魔身后，确定没有问题。机会来了。一个声音从天狗身上传来，却并没有任何人的身影。天狗瞬间掉头，化作一道白影扑向苏魔，速度之快让正在全力追赶的苏魔吓了一跳。这是狗急跳墙。苏魔看着瞬间拉近距离的天狗，不禁反喜，不逃就好。不对。苏魔陡然瞪大眼睛，看向突然出现在身边的数十个身穿黑衣的人。这些黑衣人个个身穿奇异服饰，蒙着脸，手持诡异兵刃凌空朝他掠来。一条条信息像是炸屏挤满他的视野。姓名根木剑次郎，职业的忍6转，级别195级，战力评估300星。姓名小泉屋大郎，职业的忍6转，级别199级，战力评估387星。姓名土二元三郎，职业天忍7转，级别258级，战力评估589星。前前后后近30个，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好东西的人隐身在天狗身前，齐齐出击，斩向苏魔。然而苏魔身上兼具真视之眼跟夜明珠，
具备破影效果，直接把他们看个清楚。当刺客的隐身被破，接下来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尤其是感受到生死危机的苏魔，在瞬间开启暴力禁咒，结时空湮灭。一道有形无质的涟漪从他身前荡开，瞬间席卷靠近他的小泉屋大郎、根木剑次郎，接着是小笠原太郎。10几个樱花国忍者瞬间化成了劫灰，消失在当场。后面还在隐身，眼看着就要摸到苏魔的忍者露出惊恐神色，身形暴退。然而已经迟了，时空技能的速度，其实他们可以躲得过的。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充满腐朽破碎的时空气息将他们尽数淹没，继而消失在原地。哗啦啦，哗啦啦，有人直接消失，装备爆了不少，有的人却进入原地复活状态。就连急急冲上来的天狗也在瞬间被劫时空湮灭卷上，发出惊恐怒吼。时空的腐朽力量让他感受到了生死危机。哎呦我去，我的狗！苏魔急忙身形爆闪，祭出劫壁垒次元，将天狗周围的空间切割，连同天狗一起存放在另外一个空间内，这才避免了天狗被时空侵蚀成劫灰的下场。下一刻，周围空间光华闪烁，不少忍者复活开始读秒，但他们看向苏魔的眼神充满惊恐，他们不敢相信，还没靠近，居然就被团灭了。有5、6个人因为没有复活卷轴，直接永久消失了。好在周围的腐朽气息已经不在，只要他们完成复活，第一时间就要杀了这个恐怖的少年。然而所有忍者都惊恐发现，从他们复活开始，自己的技能面板就是暗的，他们被沉默了。密眼法阵正是苏魔防止出现意外，直接一个沉默打底，接着就是又一个禁咒劫神人天衰跟上。沉默加持续高额的毒伤，让这些忍者刚结束复活状态就再次残血。一群6转、7转的樱花国忍者经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折磨，愤怒的嘶吼声接连响起。八嘎，怎么回事？这个龙国小子不是4转吗？信息有误，他绝对不止4转，我们被算计了，卑鄙的龙国人！然而怒吼无用，他们满是愤怒地看着自己的血量清空，有复活的再次读秒，没复活的就此投胎。苏魔大手一挥，将哗啦啦的装备尽数掳进仓库。杀人爆装备，这操作苏大爷熟得很，他甚至都懒得问这些人为什么要杀自己，其实不用想都知道，自己在法协比拼上露了脸，已经被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盯上了。这是劣根性，到奶都改不了，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他们就见不得别人比他们强。既然知道答案，苏魔也就懒得跟他们废话，连确认的兴趣都没有。他的目光只对被他隔离出战圈的天狗感兴趣，因为天狗头顶此时居然凭空出现一个人。第170章，打不过，逃不掉，佐藤抑郁了。苏魔很奇怪，刚才他动手的时候分明没有感觉到上面有人，眼下却分明有个人站在天狗头顶。不过那人的神情可不算太好，因为他赫然发现自己跟天狗被困在一个空间内了。强烈的危机感让他顾不上再杀苏魔，而是四下打量着，想办法脱困。可一番打量下来，他也没能找到出路，脸色随即变得难看起来。现在他就是再蠢也知道，眼前的少年绝不是小小4转这么简单。他努力尝试看清苏魔的信息，然后把消息放出去，可任凭他怎么努力，也无法获取眼前少年的分毫消息。怎么回事？这名忍者心神震颤，看这情况不是踢到铁板了，是踢到催命阎王了。苏魔趁机抬眼看去，男人的信息尽数获悉。佐藤7转忍者，我想我们有些误会。男人说着一口流利的龙国话，我们也只是想抢下这头巨兽当坐骑，你要想要，他是你的了。苏魔一边捡取装备，一边凭 A 杀死一个残血的忍者，又一边咧嘴笑道：你说这话自己信不信？佐藤被叫出名字的佐藤脸色大变，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苏魔摇头，不重要了，你老老实实待在里面，别乱动。他虽然不明白这个叫佐藤的如何跟天狗在一起，但这不妨碍他看出这其中的蹊跷。天狗跟他共处一个空间，居然相安无事，难不成天狗是他养熟的？不对吧，天狗的属性看着明显是法师，守护类更适合，这个忍者是个类刺客职业，要这个干什么？苏魔继续收割一个又一个的忍者，看得佐藤却是心惊肉跳。这么多忍者，除了一个地支小队，还有诸多从别处调来的，结果就这么一个个死在他的面前。身为忍者，本该不会害怕，可这些忍者一个个死的实在太快，太诡异，让他不得不怕。尤其是他尝试将这里的诡异情况发给同伴知道，却惊骇地发现显示发消息失败。他来回发了几次，结果都提示不在服务范围。他被苏魔单独用空间隔开，看似还在蓝星，天知道实际上处在哪个空间。当初青山狼屏蔽诛仙鱼发消息用的也是这招。苏魔眼看着周围的忍者一个个死绝，只剩一人一天狗，开始挥手。
他要将天狗跟忍者再次分开，一个留，一个杀。然而他第一次抬手分割时，居然失败了。苏魔疑惑，再次抬手分割，还是不行。反观佐藤惊骇欲绝，因为苏魔2次虽然都没成功，可他却生出被对方按在地上强的感觉。作为樱花国人，这种感觉并不陌生，不能坐以待毙。佐藤终于开始动了，影子石杀阵顿时在他周围出现10几个影子，朝周围10几个方向飞窜。然而还没飞出几步远，就一个个被撞散。佐藤随即出现在一个即将消失的影子上，脸色难看，继续狂呼水蛟石怒父神。以他为中心，再次出现10道水柱触手，朝周围撞去。噗噗噗，水柱被撞散，漫天水花尽数洒回。怎么会这样？佐藤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了。眼看着少年目光闪烁，他知道情况危急，果断2手一拍，一手从另外一手掌心拽出一把血光缭绕的弧形长刀。长刀出现的瞬间，血光如月，将佐藤跟天狗尽数笼罩在内。倏地，天狗消失，而佐藤则2手高举红刀斩向自己前方。苏大爷瞬间怒了，狗东西，你把老子坐骑弄哪去了？他身后翅膀一震，直冲向空中，同时抬手一记劫噬魂技妖，将正在挥刀的佐藤直接变成了吉吉国王。红刀沉重，吉吉国王再举不起来，只能2眼惊恐地看着冲他指指点点的苏魔。苏魔挤了进去，一脚踹开吉吉国王，一把捡起猩红长刀，略作感受，赫然发现被封在刀身的天狗正在里面愤怒嘶吼。他恍然明白过来，点了点头。接下来他想也不想，抬手就是几发普攻，照着吉吉国王猛敲。千万不要小看苏大爷现在的普攻，面板攻击6万多 ，A 一下还能伴随法力值 0.5% 的穿透伤害，再加上暴击效果、双吸效果、狂化效果，一发普攻打个15、16万伤害很正常。而一个7转忍者的血量充其量也就20来万，能扛得住苏魔几下。所以苏魔只是 A 了一下，吉吉国王就惊恐的连连后退。一个法师职业者，仅仅靠普攻就差点秒了他。然而苏大爷没有杀人杀一半的习惯，抬手又是一发普攻，直接把猴子打没了。至于猩红长刀，他顺手放在仓库里，他没有撤掉周围小空间，毕竟佐藤还得复活呢。重新复活的佐藤瞅着复活时间，大声呼喊：八嘎，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就该知道杀了我会影响龙国跟樱花国的友好关系。苏魔冷笑，别说朱老已经告诉他2国即将国战了，就算没有，他杀起来也照样不手软。外国有人，他又不是没杀过。佐藤瞧见苏魔不受威胁，转而又道：我可以教你如何让天狗成为你的一部分，让他真正为你驱策。苏魔心思一动，他想到了天狗的状态的确跟其他的坐骑不同。佐藤立马大叫：但你要放了我，我才会告诉你。苏魔点头，你说，我放了你。说着他撤了周围空间。佐藤眼睛大亮，果然任谁面对红刀的秘密都得心动。他点头松了一口气，看上去准备交给苏魔什么东西。下一刻他身形爆闪，一个箭步冲到苏魔面前，抬手一击抓向苏魔胸口。幽光隐隐，只要一击苏魔就得死。然而出乎预料的一幕出现了，苏魔身上蓝光一闪，砰的一声直接将佐藤弹飞了出去。砰！佐藤刚落水就立马死去，他被苏魔的反伤盾给弹死了。啊！临死之前的佐藤发出不甘怒吼，怎么会这样？打不过，跑不掉。第171章坐骑吞噬，最新的强力坐骑。佐藤重新复活后，不等苏魔开口，他自己主动交代，天狗可以用赤牙长刀封禁在其中，不断吸取天狗之力，从而进化为神器。苏魔没有搭理他，只是抬起了手。佐藤继续大呼，泄露你消息的是龙国的9转职业者。苏魔心底一凛，这是他没想到的。原本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在法协得了冠军，被眼红之人陷害，现在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佐藤读秒结束，不敢再对苏魔动手，转身就跑。苏魔皱眉，抬手一发禁咒，劫天人咒怨套了上去，跟着2发普攻解决掉。这次佐藤再没复活，哗啦啦掉了不少装备。苏魔伸手一揽，全丢仓库里。佐藤的尸体随即飘在海面上。苏魔心底一动，急忙将红刀取出。他发现随着佐藤的死，赤牙长刀也传来阵阵嗡鸣。当长刀被取出的那一刻，天狗瞬间从中挤出，张开大口朝佐藤的尸体吞去。只见他一个高高抛起，又一个仰头，就这么把佐藤吞进肚子里。他眼里的猩红之光却没有消散，反而变得愈发妖冶，但他的身形却像雾气一样变淡，像是要就此消失。这是苏魔反应过来，
这天狗居然是灵魂状态！嗷！天狗悲鸣，眼角流出泪水。苏魔急了，自己大老远赶来，不就是为了收服坐骑吗？要是就这么没了，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他赶忙挥了挥手中的赤牙长刀，示意天狗进去，而后他再想想办法。然而天狗浑身颤抖，双目血红，打死也不愿意进去。苏魔更着急了，对于这种灵魂状态的巨兽，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只能试试让炎火流星狙吞噬了，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心念一动，炎火流星狙随之出现。而炎火流星狙出现之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浑身颤抖，惊恐后退。他居然害怕天狗，反观天狗却兴奋不已，嗷的一声直奔向炎火流星狙。提示声随之响起，天狗将吞噬您的炎火流星狙，是否接受？苏魔愣了一下，还可以这样？他大喜过望，点头接受。经过他的允许，天狗的吞噬十分顺利，他轻松变大，将炎火流星狙整个吞了进去。下一刻，一团金、白、红三色光华升起，一个巨大的三色光茧包裹着一头全新的巨兽，熠熠生辉。它头生独角，嘴型似狗，体型如马，尾巴如狐狸，一对翅膀也是金、红、白三色错生，形成神秘的纹路。苏魔定睛看去，喜出望外。炎魄流星天狗，传说，种族圣兽，等级185级，生命值7亿7亿，力量662565，敏捷71万，法力值824005，防御703522，技能天狗吞月，光影湮灭，虚弱结界，月影杀流，暗绝望突袭，灾天狗笑月，月破冲击烈焰吐息，蛮力冲撞，炎火轮转，火焰结界。战力评价875星。苏魔惊喜，这是串了，这属性跟朱老的朱雀都要有一拼了。果然杂交出极品。他继续往下看，赫然发现后面还有属性。炎魄天狗笑月，被动，每秒对正前方敌方单位造成300点法术冲击伤害，可影响敌方回复类效果。兽灵同源，被动属性，可通过吞噬、喂养不断成长，提高属性。中心护主，被动光环，认主后将为主人提供护佑光环。光环1，天狗袭月，增加主人30%敏捷，提供不低于2倍移速加成。光环2，炎魄流星体，增加主人30%的法力值上限，减少施法吟唱10秒。光环3，中心护主，为主人提供50%气血上限的护盾，冷却时间60秒，被打破之后会清除身上所有负面状态，或在冷却结束后未破直接净化。光环4，天狗吞月，为主人提供天狗吞月阵，天狗所在方圆50米地方单位将被吸取10点全属性秒，50点抗性秒。看着星座旗炎魄流星天狗，苏魔心底狂呼，赚翻了。虽然吞噬后的天狗等级有所下降，但战力却上升了几星，这说明经过2合1的杂交，自己的坐骑获得了更多的潜力，上限大大提高了。最要紧的是他2阶段的任务就此有了着落，不仅有着落，还属于超额完成，一下子得了个6转的接近满级坐骑。他心念一动，炎魄流星天狗倏地出现在他身边，红色眼睛透着别样的亲密。苏魔翻身上喝了一声，走。星座旗双翅一震，如一抹流星朝西边赶去，身后3色光华如虹，煞是好看。目的既然已经达成，他现在就要回去6转。他给庄强发了条消息，说他直接在岸上等着，自己则径直飞奔转至神殿去了。到了神殿，他如愿交了任务。3阶段的任务对他来说也简单，通关封神演义，这是他上个月就通关过了的。不过需要提交一枚封神演义的信物，这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直接把多宝道人招来的召唤卷轴交了几枚，就此交了任务。接下来是第4阶段的任务，上面显示是向转职屋捐献1000亿的蓝星币。苏魔差点破防，之前转职神殿要传说材料、套装、升级的装备，他心底就嘀咕不会哪天直接要钱吧，结果还真给他说中了。1000亿，苏大爷现在浑身上下加一起都才不过300多亿，自己的转职任务真的是太扯淡了。不过再扯淡，他也得去做。万般无奈的他只得等着庄强带他去了黑店，把身上不要的传说装备、技能书都清理了一波，甚至连樱花国职业者身上爆出的套装什么的也卖了。原本他还以为拿出来别又招来什么麻烦，没想到对方直接开价给钱，压根没过问。黑店果然有黑店的好处，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差了近400亿的缺口。第172章，请太公入封神台。缺钱就得去赚。苏魔看了一眼在仓库里的秘境令，又看了一眼不好脱手的一堆破烂。
这些破烂都是从圣保罗大教堂里顺回来的。这2天他一直研究，也没琢磨出道来。现在他缺钱了，刚好黑店也不问国外装备的出处，这让他又动了这些装备的心思。他想到了圣保罗大教堂，在黑市，他之所以敢卖樱花国的装备，就是因为他见到了类似的装备在出售。同样，他也看到了西方职业者的装备、道具，而且看价格卖的都不低。自己随身仓库里的西方装备不多，但圣保罗大教堂多。按照他的估计，从里面倒腾几件出来，应该能补上缺钱的窟窿。说干就干，他开了个房间，把门反锁了，开启劫壁垒次元，通过时空穿梭找到圣保罗大教堂。前几天他从日不落把圣保罗大教堂偷走，顺手就放在了龙国境内的一处绝巅上。这个地方鸟雀不渡，能到这里的除了他就只有青山狼了。但青山狼又怎么会想到日不落国的大教堂？好端端的怎么跑到龙国？果然，苏魔找到圣保罗大教堂时四下无人。这次跟之前不同，他大模大样从正门进去。巨大的浮雕石柱一根根从门口排到原本属于神龛的位置，穹顶画着创世主、圣母、圣子的神迹故事。苏魔仔细观察，这才注意到原来这些壁画在俗世人的眼里应该也值不少钱，只是他不知道价值多少，不好轻易下手截图。反正截图这种事，前世在地球的时候日不落也没少干。他决定先挑好大头钱，然后弄2块给庄强盗倒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他顺着上次的记忆快速来到上次经过的宝库，这里堆放着各种宝物、道具、装备，绝大多数都是金色，小部分是传说。当然，这里的小部分只是相对而言，从数量上来说不下数百件。这么多的宝物，钱肯定是够的，但对苏魔来说，他得好好挑挑。万一自己不识货，把好东西当成废品卖了，岂不是要哭死？但坦白说，游戏世界的区域化差异让苏魔对这些宝物的属性不甚了解，他只能按照龙国的装备与道具属性去理解。结果就是这件麻痹戒指能眩晕，应该能卖个好价钱。这件冰霜铠甲应该是3件套，让我找找，搭配着卖价更高。这颗熔炼之心，苏魔无意中碰到了一枚红色匣冠一样的帽子，仓库有件东西嗡的响了一声，他立马放下熔炼之心，伸手再次碰了一下，是一件传说级别的装备。嗡，是这个。他拿起这件红色帽子，看着仓库上发出轻微震颤的残破道具打神鞭。打神鞭有反应了。苏魔皱眉，取出打神鞭，结果打神鞭一离开仓库，立马自动悬空。这件灰扑扑的道具是他之前通关《封神演义》之后得到的莫名其妙得到的一件东西，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等他反应过来，打神鞭上青烟飘起，一个头顶百花的木角身影出现了。轻浮神摆剑。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轻浮神摆剑不再是浑噩状态，反而是挺了挺胸脯，朗声开口：火灵圣母，速入封神台。啥？苏魔愣愣看着这莫名其妙的一幕，不明就里。下一刻，苏魔手里的红色匣冠径直飘起，里面居然真的显化出一道身穿火红袍的女人。她面如火云，头戴金冠，双眼藏火，看向轻浮神摆剑时欠身拜了一下，化作一缕烟飞入打神鞭中。而那个传说道具红色金匣冠也随之并入打神鞭之中。接着，新的提示声响了起来，打神鞭吸收了金匣冠的神性，恢复了1%的神性。现在他可以自行寻找能自我修复之物。自我修复？苏魔心底直跳，打神鞭可以修复？他的疑惑很快得到解答。只见悬空的打神鞭轻轻摇动，上面耀出千万缕神光。轻浮神摆剑开始陆续喊话：吕月，速入封神台；罗轩，速入封神台；高兰英，速入封神台。随着打神鞭的一声声呼唤，诸多宝物中不断有灵魂飞入打神鞭，也不断有宝物跟道具并入打神鞭。终于，在打神鞭被修复到11%时，轻浮神摆剑停止了呼唤。他原本呆滞的眼神中出现了几分神采。太公！他冲苏魔躬身一拜，封神台已搭建好，还请太公一阅。提示：轻浮神摆剑邀请你进入封神台参观，是否进入？封神台？苏魔满心疑惑，不是灵台吗？他思索了一下，点头，进入。下一刻，轻浮神化作一缕烟，裹着苏魔消失在原地。天旋地转。等苏魔反应过来时，已经身处一片虚无空间内。映入眼帘的是2根不知从何处建起，又不知通往何处的巨大柱子，2根柱子中间凌空漂浮着一张杏黄色布榜，上面写着非经非传的字。虽然奇怪，但苏魔第一反应就是封神榜3个字。刚才看到的火灵圣母、吕月等人的面孔又在上面一一闪过，所有人闪现时都冲苏魔一一抱拳行礼。还别说，这种当大佬被人尊重的感觉真不赖。
青福神摆剑此时毕恭毕敬，工具人一样站在旁边一动不动。苏魔满心疑惑，接下来要我做什么？不是说让我参观封神台吗？就让我进来对着2根柱子一个绑发带。就在他疑惑之间，打神鞭不知何时倏地出现在他面前，提示声再次响起。打神鞭具有鬼神莫测的威能，可打一切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可助太公扫清邪佞。提示：由于你修复了打神鞭的部分威能，将获得打神鞭的部分效用。你在施展技能时，将有1%的几率释放为神之禁咒。注：神之禁咒一旦施展而出，将切换为2种状态，可自由切换使用。What？ 苏魔眼神一缩，神之禁咒。第173章。红牙长刀也有反应了。神之禁咒。苏魔愣了一下，在禁咒之上还有威力更强的技能。可世界游戏化之后，禁咒不是最厉害的技能吗？1%的释放几率，这么低的概率也是没谁了。不过有概率终归是有了念想，大不了去刷幻境塔，多放几次就有了。封神台前，青福神摆剑神色回归木然，再次一动不动。苏魔有些着急，你把我弄进来，再把我弄出去啊！下一刻，他又出现在了圣保罗大教堂内，打神鞭仍旧悬浮于空。再看时，信息已经变化。打神鞭破损状态，类别道具介绍：上古封神大战后的遗物，太公姜子牙的封神道具，具备神鬼莫测的威能。附加属性：封神，获得1000点全属性，不占道具栏。作用：1. 技能封神，施展技能时有1%的几率成为神之禁咒。苏魔疑惑地看向自己的属性栏，赫然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果然又涨了一点，就连自己的战力评价也上涨了。最神奇的在于，打神鞭不占道具栏，这个1000的属性词缀等于是他凭空得到的。打神鞭不愧是神器，他已经开始期待打神鞭被彻底修复后的属性跟作用了，没准又是一件神器。苏魔又看了看打神鞭，确定没有什么遗漏之后，这才收起，继续挑东西卖。经过打神鞭这么一折腾，他也终于可以甩开膀子挑了。反正都是打神鞭挑剩下的，他也不用担心会错卖。一番折腾下来，他估摸着自己挑的东西差不多了之后，这才拍拍手起身，转而开始琢磨怎么截图。对他来说，现在他属于为国报仇，不存在一丁点心理压力。因为不确定价值，他决定先拆一块比较小的壁画下来。他选的这块风格奇异，叫什么圣子降临。一个袒胸露乳的妇人抱着孩子，头顶3个带翅膀的小人各自手捧发光的礼物送上。就是环境看着有点差。苏魔点头，这壁画下角标着达芬奇，应该就是他的手笔了，不错。他想了想，取出那把红牙长刀，用刀顺着壁画的边锋开始撬。哪知道还没撬几下，红牙长刀也嗡嗡有了反应。苏魔眼睛一亮，这是又要发现好东西。他果断放弃壁画，提着红牙长刀循着嗡鸣声而去，结果居然找到了原本属于神龛的位置。长刀放在神龛的位置，嗡嗡不止，不停颤动。苏魔疑惑地将长刀横在神龛架子上，嗡的一声，红牙长刀引入神龛架子，消失不见。卧槽！苏魔愣住，打神鞭都是稀缺宝物，这红牙刀不稀就算了，居然还消失在了这里，这算他娘的怎么回事？他使劲拍拍神龛，看能不能找回长刀，可他拍了又拍，还是没能找到。苏魔皱眉，果然樱花国一群不值钱的玩意，东西来路不明不白，消失的也不明不白的。与此同时，远在日不落帝国，原本属于圣保罗大教堂的神龛位置，一柄猩红长刀倏地出现，长刀悬空而停，滴溜溜乱转。洞穴原本幽深不见底，此时却涌出大量黑色迷雾，迷雾中又有鬼号阵阵，十分凄惨。片刻后，一个兽靴鬼影化作一团黑色雾气，涌入红色长刀之中。接着是第2个、第3个。很快，洞穴里被吸出不知多少鬼魂，争先恐后朝红色长刀涌去。远处一声愤怒的咆哮声响起，一头9头巨龙扇动翅膀，转瞬即至。9头巨龙海德拉，他出现后，第一时间吐出9道龙息，想要阻止红色长刀。烈焰、狂风、寒冰、剧毒，可红牙长刀是死物，如何会怕这些？倒是从洞穴涌出的鬼魂们被龙息吹得七零八落，瑟瑟发抖。9头巨龙海德拉愤怒不已，扑身过来压住洞穴，冲红色长刀愤怒咆哮。这感觉像极了他在外辛苦征战，而红色长刀却跑过来偷他的家。另外一边，远处也有数十道金光齐齐射来。率先出现的赫然是浑身笼罩在金光之中的大主教。此时的他浑身金光涌动，身形愈发高大凝实，8尺身形依稀可见。对于旁人来说，肉眼可见的强大，此时却让他怒火中烧。神明本该高高在上，他却跟着身边的人接连在日不落国内跟巨龙周旋了几天。几天来，
他的消耗不知多少，更不知道巨龙的龙息扑中了他几次。高高在上的神明因为实力受损而沦落到与普通人一起东奔西走。至于10大圣光骑士，也被彻底抹杀了2个，其他的圣光骑士也或多或少复活过几次。大祭司梅尔的双头龙现在只有1颗头，另外1颗被9头龙吞下了。可以说，整个日不落国教会的顶级战力都受到了损伤。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能击败9头巨龙，任由他在日不落国内兴风作浪。该死的龙国人！众人已经知道这件事跟龙国的青山狼有关系，怒不可遏。看着突兀出现在洞穴上空的红色长刀，大主教心底咯噔一声。这是一段极其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是关于自己神位的来历，以及封印9头巨龙海德拉过往。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大主教内心狂呼。然而周围的圣光骑士不明就里，惊喜喝道：“主教大人，您看，神明降下神器，助我们封印恶魔。”其他人也纷纷回应：“感谢主，感谢神明。”就连大祭司梅尔也在胸口划着10字：“神明与我们同在。”大主教胸肺都要气炸了。这群蠢货，难道看不出来这柄刀身上的邪异气息跟他的教义是不符的吗？可想到9头巨龙的难缠以及自己实力受损的事实，大主教还是高深莫测的点了点头。不错，事主听到了我的召唤，特意降下新的神器来助我们打败恶魔。众人一听，愈发激动，纷纷狂呼起来：“赞美主，赞美主教大人！圣光永远照耀！”不想众人疯狂的叫嚣似乎刺激了红牙长刀，他似乎变得十分愤怒。只见他刀身一拧，居然指挥诸多鬼魂朝众人扑来。而9头巨龙眼见这一幕，兴奋地让开身下洞穴，放鬼魂出来。第174章，这么快就出神之禁咒了。9头巨龙反对红牙长刀吸取鬼魂，却乐见大主教等人吃瘪。诸多鬼魂从洞穴中不断涌出，呼啸着乱飞乱窜。圣光骑士们怒吼着操控巨龙冲了过去，对着鬼魂一通乱杀乱撞。然而9头巨龙已经让开洞口，自己也冲天起，扑向就近的圣光骑士。眨眼间，9头巨龙海德拉带着鬼魂大军占尽了优势，就连红牙长刀继续吸取鬼魂，他也不在意了。众人纷纷惊呼：“不好，亡灵！大主教，请您出手，快让主收了这群亡灵！”大祭司梅尔也跟着大喊：“主教大人！”大主教眉头紧锁，他怎么也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快。前一秒他还在装深沉，下一秒就要露馅了。但承认是不可能承认的，他只得装模作样喝道：“没看到主赐下的神物正在对付这些亡灵吗？”梅尔犹豫道：“可是这些亡灵正是他召唤出来的呀！”愚蠢！大主教怒道：“这是主要彻底解决9头巨龙的邪恶力量来源。”梅尔恍然大悟，放声喝道：“快啊！主在帮我们彻底解决9头巨龙海德拉，从此我日不落再不用受妖龙的威胁了。”众多教会的圣光骑士听说之后，一个个像打了鸡血，嗷嗷叫着跟9头巨龙缠斗在了一起。赤牙长刀不断释放红色光芒，洞穴中涌出越来越多的鬼魂。9头巨龙越战越勇，反观教会方的人却渐渐处于下风。大主教浑身金光明灭不定，摇身一动向远处遁逃。大祭司梅尔来不及逃跑，被9头巨龙一口吞到了肚子里，就连他的坐骑也被咬成2截。圣光骑士们惊恐哀嚎：“哦不，大主教居然逃了！他舍弃了我们！”整个日不落就此蒙上了阴霾。而这一切居然只是因为一把被误判了的长刀。苏魔不知道长刀变化，在原地左等右等不见变化，索性放弃，回头换了一把刀，将墙上的圣子降生图给挖了下来，这才离开圣保罗大教堂。接下来自然是去黑市卖东西，这次不出意外，果然把钱凑够了。他再次前往转职神殿，把任务交了。接下来几个阶段的任务就比较常规了，是搜集材料类的任务。虽然珍稀，苏魔在黑市也都买到了。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阶段的任务，单杀杜硕山的2个 BOSS 申叔跟玉磊。要知道，这可是朱老七转世后的任务，还是组队才能完成的。但在苏魔这里却成了6转世的任务。不过这并不能难住苏魔，只要是杀 BOSS 类的任务，对他来说都不算个事。难得是如何包场，无奈之下的他只得动用法协会员的身份，通过庄强联系了官方的人员，提供了1枚令牌后，终于得以再次包场刷 BOSS。而庄强到这时才知道，自己这位小老弟这么有来头。老弟，早说你是法协的人啊，没人收你钱的。庄强竖起大拇指，法协的人是这个。原来青山狼以身犯险去日不落救人的事被可以宣扬，整个龙国的人都知道了法协的担当，法协人的身份自然跟着水涨船高，到哪里都受人的尊重。苏魔笑着含混过去，看庄强的架势，真要告诉他自己顺手端了圣保罗大教堂，估计能满世界的宣扬。他压下了把壁画给庄强的想法，避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到了杜硕山，
下船的果然就他一个。苏魔进了杜寿山，直奔大桃树。大桃树顶，一只巨大的五彩斑斓雄鸡仰天怒啼，桃花多多大如团，桃枝斑驳交错如鬼影。让苏魔诧异的是，并没有见到两位 BOSS。BOSS 呢？苏魔心生疑惑。就在这时，五彩斑斓的雄鸡从树上一跃而下，落地时已经变化成一个身穿斑斓彩衣的俊美神人。身书传说，种族神，等级150级，血量3亿3亿，力量589560，敏捷492566，法力1852695，防御85264，战力评估998星。技能冥府之门，万鬼哀嚎，痛苦折磨，神人临凡，神幽冥炼狱。介绍：冥府的门户之神，常年守在大桃树上，吟声送死。落地的申叔声音飘渺，笑容邪魅。又来了一个，你是要生呢，还是要死呢？进了此门，有死无生。你确定要进？看着神图的属性，苏魔不禁疑惑，不是两个吗？另外一个呢？还是说另外一个隐藏在暗中？他四下看了看，没有看到玉垒，不禁疑惑，大意了，忘记买攻略了解一下情况了。看来以后打 BOSS 得弄份攻略，切不可打无准备之仗。不过来都来了，苏魔直接抬手一发禁咒打了出去，密言法阵。有沉默，不用是二傻子。果然，被沉默的申叔只得抬手普攻，杀向苏魔。苏魔则抬手又是两发禁咒，雷霆之主，劫轰天雷。面对拥有阴门守护之称的神图，雷霆是最有效的杀招。果然，大桃树上下成为了雷霆炼狱。申叔被轰得浑身冒红光，强行破了密言法阵，开启疯狂输出。万鬼哀嚎，冥府之门都是其杀招，可在暴虐的雷霆轰击下，顷刻间荡然无存。苏魔瞅准斩杀线来到，抬手一发死亡意志送他走。就在这时，一道陌生又让人振奋的声音提起：您的死亡意志触发了打神鞭的封神威能，获得封神晋升为神之禁咒，禁永恒赐死。禁永恒赐死，被动神之禁咒，普攻或施展技能，一旦杀死对方单位，有 50% 几率跳过对方的复活类道具，技能直接强行斩杀，无冷却，无法立即消耗。这是神之禁咒。苏魔愣住了，还是被动？他明明记得打神鞭的封神威能只有 1% 的触发效果的，这才哪根啊？这么快就成功晋升一个神之禁咒出来了。第175章六转，战力800星。神之禁咒这么容易就触发了？苏魔愣在原地，好半晌才反应过来，打神鞭的触发几率是只有 1%， 可它是概率触发。但凡涉及概率问题的，在苏魔这里打底都有 60% 的基础成功率，真趋吉避凶。在真趋吉避凶的加持下，1%的触发几率成了 61%。自然，在连发了3个禁咒之后，成功触发了神之禁咒，这种被动光环爽歪歪。然而申叔被死亡意志一刀斩杀，却并没有就此死去。不是死亡意志失效了，而是玉垒终于出来了。被杀的申叔把脖子一转，扭到背后，他的脖子转到了前面。一个同样俊美却明显带着几分邪气的 BOSS 就此出现了。玉垒，玉垒传说，种族神，等级150级，血量5亿斜杠5亿，战力评估1218星。技能万鬼噬魂，神人炼狱，鬼帝临凡，神幽冥炼狱。苏魔恍然明白，为什么朱老之前会说杜寿山这么难打了，因为玉垒的血量更高，且机动性更强，威力更足。更重要的是，在他身旁始终有个替他承伤的傀儡神图，能顶伤害不说，还能打消耗解控。这要是换个人来，没有强力控制，肉盾跟暴力输出，还真拿不下玉垒。不过这些对苏大爷来说问题不大，不就是比肉比人多吗？苏大爷从来就没怕过谁。抬手一发禁咒劫神人天衰，接着又是一发禁咒流火天灾，接着又是一发超能机甲。苏魔再次开启刷几率模式，然而这次超能机甲没有刷出来。没关系，苏魔抬手又是一记天灾军团。第4次打神鞭的被动再次触发，天灾军团演变成了禁黑暗骑士团。让苏魔惊喜的是，这次不仅刷出了神之禁咒，还刷出了2次施法。于是刚被释放过的天灾军团得以再次释放，禁黑暗骑士团释放。新出的召唤物全都是骑着坐骑，冰霜巨龙、狮鹫、凤凰、巫妖王、恐惧魔王、地穴领主，100多个 BOSS 化身强大的黑暗骑士，手持各样武器，将申叔、玉垒两人团团围在其中，开始围殴模式。饶是申叔血量再厚，也架不住这么多人同时劈砍。
冰霜冲击、巨剑斩击、眩晕、虚弱，前后不到10秒，神图被黑暗骑士团的 BOSS 们砍没了，而玉垒也被众多召唤怪物死死抵住，不得动弹，更不用说冲到苏魔面前打他了。10秒钟以后，玉垒被打出了狂化，20秒后他彻底饮恨当场。苏魔熟练地取出法神战盔，开始复魂，自己则专注地分拣掉落的装备，又是一笔横财。让苏魔颇为感慨的是，他居然捡到了鬼泣珠，这可是他4传的时候需要的第一样传说材料。当时要不是朱老帮忙，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完成。没想到这才不到2个月，他自己就能刷出来鬼泣珠了。联想到朱老当时说的工会里就有收购鬼泣珠的，价格也公道，苏魔直接挂到工会商城里去了。他顺便看了一眼工会任务，赫然发现有几个任务恰巧是自己现在就能做的，捐献传说材料。苏魔做了3个任务，挂上了鬼泣珠，结果不到5秒，鬼泣珠被人以15亿拿下。同时苏魔因为内部会员的原因获得了300点贡献度。尝到甜头的苏魔把目前阶段可完成的任务挨个点了个遍，发现有2个任务赶巧是需要杜寿山另外2处 BOSS 掉落的材料的。来都来了，顺手做个任务吧。苏魔转身去了另外2个点，又是几发禁咒洗图，爆出了自己想要的传说材料。他再次将材料挂了上去，很快又被抢购一空。这时工会的公共频道有人开始讨论了，哪位大神这么豪横，一下子交了5种杜寿山出产的高级材料？我的天，杜寿山说是6传才能刷，那可是实打实7传、8传才刷得动的秘境啊！工会内哪位大佬发快车了吗？下次再有的话带带我呀！老天，这么粗的大腿我竟然没抱到，太可惜了。苏魔看着众多大佬聊天，心底庆幸，原来其他会员都不知道是谁的。当然会长青山狼是肯定知道是谁的，但从上次青山狼跟他交谈的情况来看，他是不会泄露自己的情况的。青山狼也在有意帮自己隐瞒实力，关键还是自身实力不够，真要到了8传9传，哪里还需要遮遮掩掩？苏魔走出杜寿山，祭出坐骑，往城内赶去。6转确定无碍，就看自己新领悟的技能跟天赋技能会是什么了。转职屋内，苏魔看着投屏，不出意外，6转完成，他的实力再次飞涨到了815星。他发现自从4转以后，每一次的属性增长都是呈现翻倍式的增长，在装备搞好的情况下，他的战力也是直线上升。同时因为苏魔凑出了法神3件套，成功开启了套装属性。法神套装3件增加法力值 20%， 增加抗性 20%， 增加法术穿透 15%， 增加法术控制类效果 10%。 这么一来，苏魔的法力值直接上了1200万。这个法力值只怕9转的青山狼也未必能达到，而超高的法力值带来的自然是超高的法力护盾，苏魔更肉了。除此以外，苏魔的血量也终于破了20万，即便面对真伤也能抗住1-2刀了。当然能打真伤的不是 BOSS 就是关卡怪物，职业者还没遇到过，除了他自己。面板普攻也来到了9万多，也就是说苏魔的普攻伤害都达到了恐怖的20-30万。这个伤害值虽然无法跟暴力刺客的瞬间爆发相比，但跟射手相比还是可以的。换而言之，苏魔除了没有青山狼那样专门的近身战装，他也可以算得上一位近战法师了。甚至在神罗天征跟狂化天灾的加持下，他的瞬间爆发不输刺客。可以这么说，苏魔现在是法师里最肉的，也是肉盾里输出最高的。第176章6转天赋职业幻化，战力提升。苏魔又看向技能面板，新领悟的2个禁咒，一个叫圣光净化，一个叫永恒放逐。圣光净化可以清除身上负面状态，加深敌方单位受到的伤害。永恒放逐则可以将地方单位直接送到异次元空间3分钟，接受异次元空间的扭曲撕扯。这技能跟他的劫壁垒次元有些像，区别在于这个杀伤力更大，且目标地不可控。对于禁咒，苏魔并不像刚转职那会这么上心了，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新的天赋技能会是什么。他看向天赋面板，前面3个分别是真法师之源、真趋吉避凶以及真天威浩荡。不出意料，真天威浩荡是天威浩荡的 Plus 版，冷却时间大大缩短，变成了5天，10天可以刷新所有技能的，变成了现在5天就可以刷新。唯一的缺点就是消耗变成了200万法力值，可苏魔现在的高额回复来说，这些压根不是问题。他看向第4个天赋职业幻化。职业幻化，宿主获得等同于职业等级的属性点，可对自身装备属性进行幻化外显。幻化属性将以 30% 的属性加成到主属性上，属性幻化将不受职业限制，装备主动效果可触发，但无法匹配主职业以外的职业技能。冷却时间5天，法力消耗100万。苏魔愣住，这是什么意思？他仔细琢磨了一番，
眼睛陡然发亮。这是……苏魔心底狂喜，真是好天赋。在他的主属性面板旁边，赫然多了一个幻化属性面板。这个面板跟他的主属性一模一样。职业幻化可以让他获得额外一个属性面板与属性点，然后苏魔可以重新在属性面板上进行基础属性点分配，再穿上装备，继而外显。这样一来，再有别人窥探他的职业特性，看到的将是这个幻化出来的属性。这样既可以遮掩他的真实职业情况，还可以增加他的属性。幻化出的属性将以 30% 的比例加到主面板上。换而言之，这个职业幻化还可以提高他的真实战力，甚至在幻化上，他可以扮成其他职业。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模拟出一个刺客或者一个战士的属性处理。这样，旁人在看他时就不再是法师了。当然，对苏大爷来说，有这个功能肯定是要幻化法师的。毕竟多出来的一个属性面板，除了属性点可以搭配，还有装备可以再传。苏魔果断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上面的自由属性点闪闪发光，等着他重新分配。果然，幻化属性面板就没有自己主属性面板那么恶心了。六转的职业称呼也不是神灵、竞技法神，而是普通的法王。当然，连直接也可以幻化。法力值也不再突出，只有基础的20万点。不过在苏魔分配好属性点，又将之前换掉的盘龙套装、多出来的双华套装都套在身上，一个正常战力的法师出现了。姓名：苏魔，职业：法王5转，级别120级，生命值58650，力量7520，敏捷7600，法力825200，攻击力28260，防御8858，战力评估285星。在他的幻化下，一个战力只有280多星的5转法王出现了。但实际上，他的主属性面板经过 30% 的属性一加，战力已经破了900星，普攻破10万，法力值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万。只可惜职业幻化的法力属性不是100倍加上去的，不然苏魔真能就此起飞。即便如此，这个战力评价直逼7转满级的朱贤瑜，绝对超越一般的7转职业者了。要知道，朱贤瑜可是法协7转中的顶级高手。苏魔看着一身升满级的套装，暗暗庆幸，幸亏之前没把换下的套装卖了，不然自己还得花钱出去倒腾一套。之前他是因为装备要更新换代而没有往上打石头，现在好了，多了一个职业幻化，一个也不会浪费。于是他毫不犹豫将身上加血、加法力值的石头统统打上，面板属性又迎来了一波小涨。920多星的6转法神，你敢信？这要是说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把苏魔切片研究了。有了新的幻化属性面板，苏魔决定去试试效果，而能让他稳定是技能威力的，无疑是幻境塔。刚好这个月到现在，他只刷了三国群英，其他的还没刷呢。于是苏魔果断去了幻境塔，花钱买次数，挑战封神演义，1层、2层、3层，层层碾压，连1分钟都用不了。尤其是他一发普攻下去，居然也达到了惊人的50多万。这个普攻输出绝对碾压同级刺客，可以这么说，现在的苏妈平 A 绝不输6转的陆子野。当然，对苏魔来说，他打幻境塔还有一个目的，刷神之禁咒。因为他已经6转，真趋吉避凶再次上涨了 10% 的幸运率，导致他现在的基础幸运率是 70%。与几率挂钩的是，他的成功率更高。直到通关50层，击败太公姜子牙，苏魔身上多出了10几个神之禁咒。让他意外的是，这次击败姜子牙没有任何意外，除了姜子牙临死前不甘心的怒吼外，打神鞭也没有出现异样。对于这种情况，苏魔也没多想，略作思索后，转而把楚汉争霸跟春秋乱战都刷了。之前对他来说还有些威胁的赵云跟吕布，现在都是一发技能直接抡死。前后有多了200多的霸王印记跟40多的英雄印记，加上之前薅法协的羊毛，跟最近一段时间寻宝奴隶的外出探索，苏魔身上共有英雄印记1422枚，霸王印记516枚，距离自己的属性副神又近了一点。圣保罗大教堂神龛位置，一把猩红长刀陡然出现，刀身猩红更甚，上面还有阵阵亡灵长啸，声音无比凄惨。一道悠悠的声音从神龛下面传来，这里是龙国。第177章，给别人看假消息。樱花国黑龙公会，樱花国9级公会会长加藤博文正在约见会内的几位9转高手。这些高手分别是9转阴阳师安倍晴雨、9转天忍者高桥木下、9转天武者南田芳子。几位从龙国传回来的最新消息，佐藤在龙国的地支小队全军覆没。加藤博文沉声道，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收到消息，龙国决定要对我们发起国战。八嘎！
龙国人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他们还想再来一次诸神大战吗？地支小队，那可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精英刺杀小队，他死的不明不白，他们是不是暴露了？安静！佐藤博文抬手，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佐藤死了，他还弄丢了鬼刀红牙，连带着我樱花国多年的布局毁于一旦。什么？红牙刀也丢了？八嘎！佐藤这个蠢货，成事不足，他到底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怎么会损失这么大？加藤博文眉头拧成疙瘩，他是要去刺杀龙国法协新晋的天骄，是法协比试的冠军，以4转的实力越级战胜5转、6转的职业者。虽然这里面有造化功的原因，但他的职业肯定是隐藏职业，并且极为罕见，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佐藤为什么会全军覆没。4转战胜5转、6转，你在开什么玩笑？女武者南田芳子喝道：“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像晴雨大人那样拥有驱策鬼神的能力。”说着，他欠身朝一个身着素雅、头戴高帽的阴柔男性躬身：“晴雨大人，您是阴阳师，能否获知他的消息？”安倍晴雨点头，当着众人的面，双手合十，2根食指并拢向前一伸，低喝：“弑神6，侧鬼！”顿时，从地面凭空钻出一个青面红牙、头顶独角的丑陋小鬼。小鬼一手拿笔，一手拿书，嚣张叫嚣：“谁有闲话问我，快快说来！”呵，晴雨低哼，小鬼如遭雷击，浑身一个哆嗦，恭敬朝安倍晴雨跪下：“原来是晴雨大人，请示下。”伊藤、高桥、南田等人面露骇然，稍稍坐直了身子。安倍晴雨呵呵一笑：“我要你告诉我，龙国法协的冠军是谁？他是什么情况？”“是，大人。”小鬼原地转了几圈，周围升起烟雾，累得他额头直冒汗。他哆哆嗦嗦翻开书册，看上面的鬼画符，满脸不解。不等安倍晴雨再吩咐，他再次原地转起了圈子。这次他不仅是额头冒汗了，连身形都变得瘦小了几分。终于，他再次看向书册，松了一口气，又擦了侧额头上的汗：“大人，找到了！”他邀功一样大声念道：“苏魔5转法王，120级。”众人听着他念的信息，一个个陷入沉思。显然，苏魔的信息太平常了，平常到谁都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南田芳子率先开口：“这个属性居然还是法协冠军，居然让佐藤的地支小队全军覆没。高桥君，你们忍者职业什么时候这么废物了？”高桥木下脸色铁青：“住口！你难道看不出这其中的问题吗？这种废料也能成为冠军，明显有古怪。加藤君，您怎么看？”加藤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看向安倍晴雨。安倍晴雨挥手将小鬼驱散，淡淡说道：“我的小鬼，在我面前只能说实话。”加藤点头，这才沉声道：“很明显，这个叫苏魔的就是个幌子，他能成为冠军，肯定是法协发出的烟雾弹。一个刚刚5转的法师，战力还不足300星，却能让佐藤地支小队全军覆没，分明是有高级职业者在暗中保护。不，这不是保护，是钓鱼。狡猾的龙国人最擅长这些阴谋诡计。我有理由怀疑，法协所谓的比拼就是一个骗局，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他们好从中取势。日不落的事就是证明。”所有人纷纷握拳表示愤慨。加藤君，我们该怎么办？既然这个苏魔是幌子，那么他后面的那些选手表现就值得怀疑了。加藤沉声道：“据我所知，有个6转的近战法师陆子野，被誉为小青山狼，有望成为下一届的法协会长。我之前还奇怪，为什么他不是第一，早早出局。包括另外的杨欢、孟雷，本来的种子选手，结果都早早出局。我们都被骗了。这个第一苏魔是个草包，那第2的鱼南星也不怎样。这绝对是龙国的烟雾弹！我下令，接下来高桥君、安倍君各自带小队秘密潜入龙国，伺机对法协的种子选手陆子野、孟雷等人刺杀。还有这个苏魔，小小年纪居然如此狡诈，必须得杀了他！”好，南田芳子笑盈盈，如果是个俊美少年郎，那就让我去吧，刚好我也想跟龙国的人好好切磋一番。咯。苏魔刷完幻境塔之后，联系庄强庆功，一通胡吃海塞之后，庄强照旧邀请苏魔去潇洒。结果苏魔挠头道：“强子哥，那个我不去了。”不去？庄强疑惑看向苏魔：“你从良了？”苏魔打了个哈哈：“就是最近不太想去了，我还小。”庄强仔仔细细打量苏魔，啧啧称奇：“你小子不会是恋爱了吧？”苏魔再次挠头：“没有。”“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庄强摇头，指了指自己：“小子，看强子哥现在多潇洒，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是，你别误会。是我真的不想去。”“行了，人各有志。”庄强撇嘴：“好好的自由王者不当，非得给自己找副龙头套上。算了，既然你不去，咱们去唱歌总行了吧？”苏魔点头：“这个可以有。”
走！苏魔刚上车，猛然收到一则消息，有人窥探你的命运，天机屏蔽，将您的职业幻化属性呈现给对方了。呵，苏魔嘴角上扬，又有人窥探他的信息，但愿能给对方一个大用处。第178章，送货上门的姐姐。庄强到底是老油条，带着苏魔去了 KTV 唱歌，自然又点了几个气氛组的小姐姐。同时，庄强热情推销，老弟，这里的姑娘吹拉弹唱无所不精，这个会吹喇叭，那个有一定的技术。苏魔无可奈何，摆手，老哥，你随意，我出去透透气。庄强撇嘴，只好驱散几个气氛小妹，低笑道，真打算守身如玉了？苏魔挠了挠头。庄强点头笑道，是好事，人嘛，还是得相信这世上有真情的。行了，没事滚蛋吧，你在这太影响我心情了。苏魔只得悻悻离去。庄强在后面直啧舌，真从良了。6转之后，苏魔开始寻求最快的提升实力的方法。最快最有效的法子有2个，一是找经验野区刷怪，尽快7转。刷经验对他来说没什么难度，难度是如何找一个没人的野区。2是做工会任务，提升工会评级，通过工会 buff 加成提升实力。前些天他是忙着4转、5转的事，也没工夫倒腾工会的任务。后来尝到甜头了，他也开始关注工会任务了。工会的任务大致分3类：搜集类、斩杀类、副本类。贡献度最高的一般是斩杀类跟副本类，一个是比较危险，一个是消耗时长。苏魔看了一下工会任务，搜集类又刷新了一下，其中一个他可以现场交了。斩杀类的任务里面有个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到五阳城的一个副本里参与开荒战，不仅奖励丰厚，且掉率可观。最重要的，因为是海上开荒副本，去的人比较少。苏魔简单思索一番后，第2天就乘传送站前往五阳城。就在他下了传送阵之后，旁边的传送阵也跟着下来一个身材妖娆的女人。她身材火辣，曲线傲人，一双眼睛妩媚多情，任谁看了她都忍不住多看2眼。跟她一起出传送站的一个男人殷勤跟她招呼，那眼神里里外外恨不得把女人给吃了。女人也不计较，只是含笑接受男人的殷勤，最后却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对于这种女人，苏大爷自然也不会吝啬自己的赞美，多看2眼以示尊重。而女人也敏锐察觉到了苏魔的眼神，笑着冲他扬了扬下巴。雪白的脖颈，一望深邃的深渊。苏魔别过脸去，朝目的地而去。女人痴痴一笑，低声喃喃，这妖巧，杨欢加苏魔一网打尽。这个小家伙原来也是个色胚。但苏魔却暗自冷笑，因为这个大波姐姐的职业信息已经被他一眼看透了。蓝田芳子9转天舞者，999级，战力5000星，比会长低一些。杨家，五阳城的大家族，掌握着龙国南洋出口生意的经营权。法协五阳城分部也是杨家出资筹建，跟龙城的陆家一样，杨家也出了数位法王，家中甚至还有一位9转法王坐镇，如日中天。自神都一行之后，杨欢重回杨家，发誓要尽快升级转职，赶在苏魔、陆子野等人之前成为9转法师，证明自己。而杨家的财力也足以支撑他去实现这个目标。眼下他就带队前往海上进行开荒。开荒是获得珍稀道具、装备、技能树的最快最有效途径，与野外 BOSS、世界 BOSS 价值相当。虽然相对耗时较长，但胜在稳妥，且参与的人比较少。杨家因为财力与实力，成功拿到南海域3个荒岛及附属岛屿的开荒权。杨家也派出了3支开荒队伍，同时对3地进行开发。杨欢就是其中一个队伍的队长。只是荒岛涉及的未开发地域实在太大，仅凭杨家人自己开发还远远不够，所以他们也会开放一部分区域，给一部分民间职业者交钱开荒。当然，爆出来什么东西，杨家是不保证的。杨欢对于这种事是从不过问的，所以他不知道在自己负责开发的岛屿内，苏魔已经成功报名第2天的开荒之行了。到了五阳城，不得不提管城。寄养难耐的苏魔摸了摸下巴，想着出去体验一把管城的风土人情，但想到一哆嗦之后也就那样，便觉得索然无味起来。他老老实实住进了酒店，清心寡欲，为第2天开荒养精蓄锐。让他颇感意外的是，晚上下楼吃饭时，他居然见到了白天见到的那位大波姐姐，跟他一起的居然还有2个更大波的姐姐。苏魔感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感叹归感叹，他心底却悄悄升起警觉之心，因为另外2个女人赫然也是战斗职业者，一个叫川岛菜子，一个叫小泽莉亚，一个7转，一个8转，都是忍者。2人的战力分别是900多星跟1100多星。3个高阶职业者，一个天舞者，2个忍者，这是要干什么？苏魔不动声色，自顾自到餐厅点了餐，自顾自吃饭。而那个9转的天舞者
南田芳子在看到他后，笑眯眯冲他点头，还友好的抛了个媚眼。苏魔微笑点头回应，继续吃东西。这边3个大波女人低声讨论了起来：“是他吗？是他。南田会不会弄错了？一个300星不到的人，居然能成为法协的新生代冠军？他只是幌子，你难道没看出来？难道他是某个大家族的孩子，或者是法协某位大佬的私生子？不要想这么多，他就是个幌子而已。怎么样？你们谁出手搞定他？我去吧。”叫小泽利亚的8转忍者痴痴笑道：“这么帅的小男人，让他死前好好体会一下女人的滋味也好。”哼，你是不是春情暗动了？苏魔微微皱眉，距离比较远，他听不到3人在说什么，决定吃完饭赶紧回房。然而不等他吃完，3人中身材最夸张、衣服也最暴露的小泽利亚朝他款款走来。不等他开口，女人率先痴痴笑道：“靓仔，今晚月色这么美，你就一个人吗？”说话间，他单手撑住桌子，朝苏魔微微一笑，沉甸甸，白嫩嫩。苏魔眯眼笑，送上门的。第179章，先下手为强。这是要送货上门？苏魔心底冷笑，他一直想着怎么来个为国争光，没想到自己现在开始戒色了，机会反倒自己上门了。别的是可以忍，但舔在家国大义不能忍。尤其是这3个樱花国职业者凑在这里，明显不怀好意，他要为国深入敌后，一探究竟。于是他故意很闪光的看了一眼女人领口，笑着点头：“是呀，姐姐，一个人好无聊呢。”小泽利亚咯咯一笑：“那要不要跟姐姐聊聊？”苏魔瞥向另外2人：“就我们2个吗？”小泽利亚，靓仔，你有些贪心哦。没想到这个樱花女人居然还知道五阳城的风俗雅称。苏魔心底暗道可惜，但还是难为情点头：“那好吧，我们回房间好好聊。”小泽利亚眼睛眯成一条缝，杀机却一闪而逝。这小子该死！他咯咯笑着，甜腻的挽起了苏魔胳膊，又往自己胸前蹭了蹭。呵呵，苏魔内心冷笑，还跟苏大爷来这一套。他狠狠捏了一把，啧啧赞道：“姐姐真是深藏不露。”小泽利亚自然听不懂，傻呵呵陪笑。苏魔心道：到底是小老外不懂龙国语言的博大精深。2人携手说笑离去。南田芳子跟川岛菜菜子见状，纷纷低笑，尤其是川岛菜菜子面露鄙夷，果然男人都是一个德性。南田芳子笑道：“怎么，你吃醋了？”川岛菜菜子冷哼：“便宜小泽了。”南田芳子嘻嘻笑道：“要不你现在给小泽，你们2个一起也不往来龙国一趟。”川岛菜菜子点头：“没错，这些卑鄙的龙国人每次去我们樱花国都会睡我们的女人，美其名曰为国争光，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心底那点龌龊的想法。既然龙国男人可以睡樱花的女人，为什么我们樱花的女人不可以睡他们的男人？我也要为樱花国的女人挣回面子。”南田芳子深有同感：“索嘎，那你等会可要给他钱，确定是你睡了他？”“那是当然。”川岛菜菜子高傲抬头：“给他钱之后我就杀了他，这就是龙国说的有命拿没命花。”“很好，看来你已经胸有成竹了，去吧，为樱花的女人挣回面子。”“是。”苏魔领着小泽利亚返回房间，刚进门，小泽利亚就把房门反锁。苏魔心底一凛，随时准备出手，不过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拉开距离走向窗户，故作不知问他：“你反锁房门干什么？”“小傻瓜。”小泽利亚笑呵呵道：“你不是要跟姐姐谈心吗？这样才没人打扰啊。”咚咚咚。2人同时看向门口，有人。小泽利亚皱眉：“谁啊？”“是我，小蔡。”小泽开了门，十分意外：“你来干什么？”川岛菜菜子盈盈一笑：“3个人一起谈心不是更好？”说着，他背着苏魔给小泽递了个眼色。小泽笑意盈盈，转脸冲苏魔道：“小弟弟，你今天有福了。”说着，一人关门，一人径直脱了衣服去洗澡。呵，苏魔冷笑：“还想倒双飞？苏大爷的身子是你想的就能得到的吗？”他冲朝自己走来的川岛菜菜子笑道：“小姐姐，你也去洗洗吧。”“不用了，你知道我的矜持，我也知道你的意思，都是成年人了，干嘛这么遮遮掩掩的？”说着，他拉低自己的肩带：“怎么，难道姐姐不够性感？”洗漱间里探出一个头，正是小泽。“小浪蹄子，你等等我。”说着，他又探头回去继续洗澡了。水汽氤氲，现场香艳。苏魔笑眯眯上前捏住川岛菜菜子，掂了掂，点了点头：“区别不大。”“啊！”川岛菜菜子顺势倒向苏魔：“你弄疼人家了。”他惊恐发现自己陡然间处在一个四周都是水色涟漪的空间内，他能清楚看到房间内的一切，却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正是苏魔的结壁垒次元开辟出来的壁垒空间。只有苏魔的手还捏着他的胸口滑腻，顺势狠狠一捏。不等他反应过来，苏魔手上力道陡然加大，一记普攻地上。噗！
川岛菜菜子瞬间瞪大眼睛撞向空间壁垒，一点反应都没有。哗啦啦，装备掉了一地。川岛菜菜子彻底死绝，连复活都没有。确切的说，不是他没有复活，而是在苏魔一记普攻结束他性命的瞬间，触发了禁永恒刺死。禁永恒刺死可跳过复活，让敌方单位直接死去。地上奇形怪状的装备充分说明了他的包藏祸心。苏魔看了一眼就心下了然，他心底不起一丝波澜，径直走出壁垒空间，走向洗漱间。洗漱间内的小泽利亚还不知道同伴已经遭了厄运，正在上下洗刷刷。察觉有人靠近，他娇笑道：“怎么等不及啊？”下一刻，苏魔的大手直接掐住他的脖子，像拎小鸡子一样把他拎了出来。小泽利亚光溜溜地两腿乱蹬，眼睛却惊恐地看向苏魔。房间内已经不见了川岛菜菜子，他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我……小泽利亚呼吸困难，哀求地看着苏魔，看样子像极了无助的小女孩，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而惹得主人不开心了。苏魔冷冷笑道：“小泽利亚，八转天忍者。”只此一句话就让小泽利亚瞬间绝望，对方居然知道他的身份。可笑他跟川岛菜菜子还盘算着先睡后杀，没想到对方压根没有耐心。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挣扎，也不是辩解，更不是死里求生，而是立刻给南田芳子发消息：“苏魔有问题，小心。”然而让他彻底绝望的是，自己的消息居然发不出去。怎么会这样？苏魔笑道：“龙国有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叫优秀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我就是那个猎人。”说罢，他一把拧断小泽利亚的脖子。不出预料，小泽利亚没有死，而是原地开始复活。苏魔冷笑：“能杀一次就能杀两次，复活不过是晚死一会罢了。”而小泽利亚在复活读秒的保护期内，满脸哀求：“求你放了我，只要你不杀我，要我做什么都行，我愿意听你的命令，你想干什么我都随你。”苏魔微笑道：“真的？”是。小泽利亚赶在复活结束的第一刻身形暴起，瞬间完成副甲，冲向苏魔。苏魔早有预料，抬手一记禁咒，劫噬魂技妖，直接把他变成了喜羊羊。接着他跟上一发普攻。第180章，他身边有9转高手。男人，你好狠的心！变成肥硕喜羊羊的小泽利亚死前哀呼。这次他是彻底死绝了，即永恒刺死的触发几率是50%。哗啦啦，又是一连串的装备掉落。苏魔毫不犹豫将装备尽数捡起，而后一挥手，将2具尸体连人带衣服全丢到了海上。这里是五阳城，扔到海里也快得很。做完这些，苏魔暗道：壁垒次元还真是好用，都不用想着毁尸灭迹的事。一个7转，一个8转，还有一个9转。苏魔暗暗思索，心底暗道可惜。他原本以为3个一起来，他可以一石三鸟，顺手偷袭3个的。只可惜那个9转职业者防备心重，没来是个麻烦。不过还有机会，但愿2个同伴的消失能把他引来，到时候顺手解决。要是能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就好了。苏魔暗道，只可惜这些人肯定用的是龙国假名字，不然他直接循着名字去前台想办法就好了。事实上，在小泽利亚跟川岛菜菜子2个人消失1个小时后，前台的店员就来敲门了。苏魔故作不知，忙问怎么了。店员耐心解释：“我们接到客户投诉，说您在房间里弄的动静太大，先生，我们这里是正规酒店。”苏魔皱眉不悦道：“你什么意思？怀疑我在里面搞些乱七八糟的事吧？很好，你进来查一下，如果有我改，如果没有我就投诉你。”说着他推开房门，示意店员自己进来查看。店员嘴上说着不要，脚却已经迈了进来，其意不言自明。这也难怪，酒店外面的走廊上都是监控，苏魔想赖也赖不掉。可房内却没有监控，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店员进门没找到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苏魔却冷笑道：“好啊，你说着不要，却还是私闯客人房间，这就是你们酒店对待客人的方式吗？我要投诉你！”店员一下子慌了神，陪笑道：“先生，对不起，是我弄错了。”一句对不起就完了。苏魔冷哼：“可不可以我睡了你媳妇，然后跟你说声对不起就完事了？”店员灰头土脸，不敢回应。他总不能说自己是查了监控找上门的吧？苏魔则吵嚷着要去投诉，店员赶忙拦下，表示自己愿意赔偿。苏魔闹了一通，没有见到南田芳子露面，只得惺惺作罢，答应了店员调房间的提议。店员从苏魔处离开，转而去了另外一层楼，敲响了一个房间的门，对里面的女人抱怨道：“美女，你是不是弄错了？他房间里根本没人。”房间内，南田芳子眉头拧成疙瘩，没有。一股不妙的感觉袭上心头。店员狠狠在他胸口剐了一眼，暗地里咽了一口唾沫，这才不满道：“我去了他房间查看，
确定没有任何人？美女，是你说担心朋友安危，找我帮忙我才去的，害得我差点被投诉不说，还搭上了一晚的贵宾房费。你说说，要怎么赔偿我？赔偿？什么赔偿？南田芳子皱眉道，我只是说我很担心朋友安危，又没有让你去搜人家房间。对不起，你该离开了，再不离开，我也要投诉你。你……店员咬牙切齿，转身去找了苏魔，把事情始末告诉了他。哦，苏魔意外，这店员倒是个小心眼的主，眼见占便宜不成，转而又跑过来跟他说明泄愤。虽然他不耻店员的为人，但这恰恰帮他解决了最想解决的问题。苏魔恨恨说道，这个臭女人说好了分手之后互不打扰的，结果却来纠缠。这么说来，那两个臭女人也是他找来试探我的了。被我拒绝之后恼羞成怒了。店员惊掉一地下巴，大哥，这种好事你怎么就拒绝了呢？吃干抹净不认账岂不是更好？想到三个身材火辣的女人居然都想跟眼前的小男人有一腿，他又不淡定了。但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报复，不是跟苏魔扯皮，他只是故意怂恿道，先生，我来告诉您这些就是希望消除误会，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苏魔摆手，行了，知道了。说罢他重重关了门，眯眼冷笑，这个店员用心险恶，要不是看他只是一个生活职业者，苏大爷说不得连他一起解决了。不过对方好歹送来了关键消息，这对苏魔来说可谓及时雨。接下来就是他报复的时候了。店员从苏魔房间离开，急忙回到前台调取监控，他要看着苏魔去找那个贱女人的晦气。可好半晌了，苏魔的房门始终没有动静，他还是不是男人，怎么能受得了被女人这么折腾？店员暗暗咒骂，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苏魔已经行动了。苏魔将房门反锁，再次开启结壁垒次元，眨眼间来到了南田芳子的房门外。他周身笼罩层层空间涟漪，看上去在房门前，实际上却不知道隔了多远。至于监控，对着空间涟漪拍能拍到什么？苏魔仔细听了听房间内的动静，悄无声息。他心底一动，身形像融化了一样融进墙里。下一刻，他的脸就显化在墙上，看着房间里的一切。结果房间内空无一人。苏魔愣了一下，跑了。他看了一眼床下面，发现缝隙实在太小，也没有人藏身其中的迹象。窗帘后面也没人藏身，真跑了。苏魔皱眉，身形一荡，就此离开。片刻之后，他再次隐身在另外一面墙上，还是没有发现，只得悄然离开。十几分钟后，床头柜的把手啪的落下，光芒一闪，一个波涛汹涌的女人从中显现，正是南田芳子。此时的她胸口起伏不定，满脸惊容。在店员出门之后，她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紧急使用了一件模拟道具，让自己藏身其中。果然，几分钟后，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虽然他不知道这危机具体来自哪里，可先前房间里2次危机感达到了巅峰。他的职业特殊性告诉他，有比他还强大的职业者刚才2次光顾他的房间了。重新现身的南田芳子惊恐喃喃，那个苏魔身边有9转高手。第181章9转阴阳师出手了，他身边有9转高手。南田芳子激动起来，要么是苏魔的身份真的很特殊，要么就是对方还想钓鱼。虽然折了2名高级职业者，但樱花国却可以针对性的做出狙杀。他定了定神，立刻传回消息，苏魔身份有古怪，身边有9转高手长期护佑。没能弄清他的具体身份，速派高手围剿。接着他小心打开窗户，生怕弄出动静，从窗户翻了出去。与此同时，樱花国黑龙公会的加藤博文收到了消息，转而看向面前正在恬淡喝茶的阴阳师安倍晴雨。他把情况说了一遍，而后问道，安倍君，你怎么看？安倍晴雨恬淡一笑，除了青山狼，其他人我都没兴趣。没准对方真的是青山狼呢？何以见得？他2次出入房间，南田都没有看到人，自始至终都是只察觉到他的气机。南田的特殊之处，你应该知道的。他有什么特殊？是男女同体，还是他的双职业？加藤博文震惊里，你居然都知道？安倍晴雨自信一笑，他的实力又不如我。说着，他当着加藤博文的面再次施展技能弑神2，请神。一个身穿花花绿绿的神被请了出来，他欠身朝安倍晴雨致意，声音飘渺，安倍大人有什么吩咐？带我去见南田芳子，请随我来。花绿神奇2手一托，化身一顶轿子。安倍晴雨起身掀开帘子，坐在其中，说了一声走吧。下一刻，轿子周围泛起烟雾，带着轿子由浓变淡，继而消失。安倍得意的声音悠悠传来，鬼界穿梭，来去自如。加藤博文坐直了身子，目中金光爆射。青山狼，真期待你跟安倍君的对决呢。苏魔没找到南田芳子，心底知道他大概率是跑了。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联想不久前被窥探秘密的那一幕，他多少猜出大概7转8转职业者消失的悄无声息，任谁心底也要打鼓。不过一想到这么个祸害远遁，他心底多少有些担心。敌在暗，我在明，与我不利啊，还是得尽快提升等级。第二天一大早，苏魔就起床去杨家的报名地点去集合，等着出海的工头带他们去开荒。很快，揽活的工头点了名字，收了车票，带他们上了一头深海巨鲸，朝沙姆岛而去。深海巨鲸明显是商用巨兽，一次可载300-400人，是蝶尾龙鲸的10几倍。不少职业者明显是第一次乘坐这样巨兽，目中震惊，怎么也掩饰不住。苏魔作为老鸟，对这种没见过世面的行为很是嗤之以鼻。地图开荒需要每个人带着定位仪在海域内不断向前推进，每隔一段距离进行定位，方便杨家定位地图位置、距离远近以及野怪数量。遇到有 BOSS 点的，可以自行击杀，也可以联络工头召集其他职业者进行围杀。当然，因为是开荒，谁也不知道茫茫未知海域中野怪有多少。有的人运气好，可能在一直刷野怪；有的人点子背的话，可能半天也遇不到一只。当然，探索出领域的多少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300-400人虽多，可放到沙姆岛海域却仍然不够，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相隔10-20里地。这种距离对别人说可能不太安全，可对苏魔来说却再好不过。有禁咒在，这个距离能确保没人注意到他。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遇到足够多的野怪，不然禁咒就白放了。另外一边，作为沙姆岛开荒的总负责人，杨欢也带着家族内的高级职业者乘坐专门的海蛟龙前往开荒地。虽是开荒，但他身边的人员配置却相当齐全，8转的治疗守护，7转的战士、坦克，还有8转的暗影刺客。当然，位于出海口的开荒指挥部还有一个9转职业者坐镇，负责监督开荒事宜。任何一个海岛出现突发情况，他都能在3分钟内及时赶到。杨欢骑着海蛟龙居中，锁定一个方向行进。杨家作为开荒老板，多年来早就掌握了探索野怪多少的窍门。一些野怪富集区肯定是留给杨家自己人开拓，而那些明显野怪稀少却又疆域辽阔的，则承包出去，花小钱雇人做。游戏世界也是如此，钱多就可以成为资本。一人来到杨欢身边，少爷，今天我们开拓的区域在这里，这里预计会有2个 BOSS 点，标记完了之后，我们向西去30里，哪里预计会有3个 BOSS 点。杨欢看了一眼地图，皱眉道：西边不是有劳工在开拓吗？少爷，他们的速度走不了那么快的，最主要的是这一片的野怪分布有些散，够他们刷上1天的。杨欢满意点头，显然开荒能刷 BOSS 不刷野怪，这是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业者开荒开得好好的，突然就遇到已标记地区的原因。杨欢走后，原地出现一顶花红轿子跟一个妖娆女人南田芳子。花红轿子里一个慵懒的声音传来，我以为樱花国的资本家已经足够丧心病狂，没想到龙国的家族比他们还要贪心，连开荒这种事都要盘剥普通职业者，这种家族居然还能成为名门望族。呵呵。南田芳子盈盈一笑，所以我们如果能战胜龙国，也可以帮助龙国的职业者真正获得属于他们的东西。不错，教中人赞赏道，那么这个杨家小子交给你，苏魔那边的9转高手交给我。是，安倍大人。南田芳子面露恭敬，再不敢像之前那样称呼对方为安倍君了。昨天晚上就在他如惊弓之鸟一样时，这顶轿子诡异无比地出现在他面前，里面传来的赫然是安倍晴雨的声音。他心底的震惊可想而知。眼下安倍晴雨说要对付苏魔，他求之不得。安倍晴雨声音欢愉，先说好，不管谁先得手，立刻远遁。至于另外一方是否危险，都不需要对方考虑。你也知道，樱花国不需要废物。是。南田芳子心底一紧，躬身点头。他虽然担心自己会被留在这里，可想到安倍晴雨要对付的可能是青山狼，他又安心不少。与青山狼相比，那个杨家的9转法师简直是个废物。第182章，他才5转，拉这么多野怪干什么？苏魔跟着工头到了开荒区，工头给每人发了一个定位仪，又强调了一些要点后，就示意众人可以动手干活了。苏魔拿着定位仪，祭出翅膀，认准一个方向飞去。沿途除了小礁岛外，很少看到别的东西。他飞了10来分钟，也只遇到了一只5转级别的海怪。对于这样的海怪，苏魔只是抬手2发普攻送他走。看着感人的爆率，苏魔不禁皱眉。照这速度下去，自己有极大的可能要替工头当苦力了。这怎么能行？苏大爷是来刷怪升级的，不是来当探测员的。于是他骑着炎破、流星天狗加速前进。这次遇到的野怪多了一些，但数量还远达不到苏魔放禁咒的要求。但开荒所遇到的野怪见到人就攻击，他一个个平 A 又着实浪费时间。无奈之下，他只得骑着天狗在自己的既定方向上一路向前，
利用天狗的被动着烧锻造伤害，拉仇恨。1只、2只、3只，很快，苏魔身后聚集了20多只野怪，死死追着苏魔。每当他们距离初始位置太远，想要折返时，苏魔就反手扔一击普攻穿透伤害过去，用仇恨勾住他们。因为不用停下打怪，苏魔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前后不到1小时，他身后已经吊着50、60的野怪了。这种场面，如果被其他人看到了，都要大呼苏魔疯了。因为这么多野怪，有的还有瞬发技能，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阴沟里翻船。可看苏魔的架势，居然没有动手的意思，只是孜孜不倦地往前跑，时不时的挥手 A 一下，确保怪物不会掉队。此时，在苏魔身后的空间内，一顶花红轿子凭空出现，轿子内安倍晴雨的声音带着欢愉，拉这么多野怪，用这种方式升级，这小子果然有过人之处。但这么多野怪，他一个普通6转肯定是打不了的。唯一的解释是他身边有高手，而且是高级别的群攻型职业者。这次来对了，轿子一闪，飘向高空，轿顶上雾气皑皑，朝四下散去。安倍晴雨开始出手了，不过看情况，他像是在布置什么，针对的对象也不是苏魔。苏魔专心拉怪，自然没有注意到身后发生的变化。现在他已经顺着既定的方向向前飞了近100公里，身后的怪物也拉了140多。这么多野怪，应该值得一发禁咒的伤害了。但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越往这个方向下去，野怪出现的越密集，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3、2只扎堆的情况。他想起上学时老师教的，在 BOSS 出现的周围，往往会出现递增式密集分布的野怪，且野怪的实力会随着离 BOSS 的距离远近呈现相应的增减。简而言之，就是离 BOSS 越近，野怪等级越高。苏魔在学校是学霸，熟知游戏世界的各个细节知识点，自然不会忘记这个细节。他隐隐激动起来，选择继续向前。果然，前面的野怪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成片的了，6转、7转，甚至8转。毫无疑问，他遇到了野怪窝。此时，他身后的野怪数量也开始呈现激增式的增长，200、360、520，这么多数量的野怪，看得后面轿子中的安倍晴雨直啧舌，确定无疑了。一个5转的职业者，居然敢拉这么多野怪，要么是他身份特殊，要么就是他知道自己诱饵的身份，再跟法协要回报。可悲啊可悲，这么多野怪，就算让你全杀了，又能怎么样？不还是难逃一死？轿子中的安倍晴雨呵呵一笑，不得不说，这个9转高手还真是谨慎，在这种情况下都不现身，连我都无法探测到。不过，等到这小子拉够了足够的野怪，我不信你不出手，只要出手，就是你丧命之时。安倍晴雨老神在，轿子不断释放雾气，从4面8方朝苏魔靠拢。要是有人从高空看去，赫然会发现这些雾气像是一头张开嘴巴的巨兽，正悄然闭上嘴巴。他的嘴巴中，苏魔正带着上千的野怪继续狂奔。终于，苏魔看到了前方冒出的红色感叹号。注意，前方有凶猛的8转级别 BOSS！ 注意，前方又凶猛的8转级别 BOSS！ 苏魔大喜过望，2声提醒，说明有2只 BOSS， 这趟是要发啊！他继续向前飞了一小段，远远就看到前面相隔不远处的2头8转 BOSS 都是400多级，就是这里了。苏魔回头看着头颅攒动，如争抢鱼饵的海怪，咧嘴嘿嘿一笑，抬手就是一发禁咒祭了出去。冰系禁咒，极寒风暴。刹那间，漫天大雪，冰雹从天而降，朝着苏魔周围轰然砸下。要知道，苏魔在刚转职时学的第一个禁咒就是极寒风暴，当时他没装备，没技能伤害加成，尚且能把江城的结界烧出窟窿。现在他已经6转，一身极品装备，有暴击，有加成，还有穿透，伤害直接爆表。-985652， -1586569， -1605200。眨眼间，他拉的上千怪物死伤过半，就连不远处的8转 BOSS 也发出愤怒嘶吼。经验加成声、升级提示声、属性点提示声不住响起，苏魔的等级也在蹭往上涨。再看石野怪死伤殆尽，只有2头 BOSS 还在苦苦挣扎。苏魔身形一动，骑着天狗直奔 BOSS 而去。此时，隐身暗中的安倍晴雨大惊失色。就在刚刚，他一点察觉都没有，甚至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漫天的冰雹加雪花就铺天盖地砸了下来。他心神震撼，是冰霜系的技能。这个技能威力像是禁咒，但又感觉差那么一点。隐身护住苏魔的是位冰雪系的法师，是棒棒冰还是冰冰棒？这2个女人比传闻中的要强。安倍晴雨目光炯炯，虽然他的目标是青山狼，可如果能在这里斩杀2位顶级9转的冰雪系法师，也将对龙国造成重创。相比较而言，杨家的那个9转法师跟杨家的小子连个屁都不是。一番斟酌之下，他没有即刻动手，而是发消息给南田芳子，放弃杨欢，来我这里
狙杀顶级九转高手。第183章，两个九转高手要伏击苏魔。正准备对杨欢出手的南田芳子突然收到安倍晴雨的消息，不由一愣，要我去？不等他问为什么，安倍晴雨的消息再次发来，护住苏魔的是棒冰姐妹，这两人比传闻中的要强，他们有特殊道具藏身，需要你来找出他们。南田芳子神情一震，棒冰姐妹，龙国法协的棒棒冰跟冰冰棒，能让安倍晴雨都称之为强的存在。南田芳子果断舍弃不远处的杨欢，身形一动，直奔安倍晴雨而去。此时苏魔已经冲向其中一个 BOSS， 让他意外的是，这8转的 BOSS 只是看着个子大，伤害跟他杀的6转 BOSS 生疏，玉垒压根没得比。果然，山头 BOSS 不如副本 BOSS， 副本不如秘境。尤其是看着 BOSS 蹭蹭蹭往下掉的血量，他放弃了直接用死亡意志收割的想法。这荒郊野岭的，多个技能防身总是好的。再说了，自己现在平 A 一下40-50万的伤害，体验一把虐菜不爽吗？因为距离比较远，安倍晴雨也没看清这么多爆炸性的伤害来源是谁。如果让他看到一发平 A 50多万的伤害，想必会让他清醒许多。可谨慎起见的他没有靠近，在一旁等着南田芳子到来。他要的是棒冰姐妹彻底死在这里，不然以他们今天的技能伤害来看，必定是樱花国的强敌。原本他想着在这里会遇到落单的青山狼，他也做好了与之一战的准备。没想到青山狼没遇到，却意外发现了比传言更强势的棒冰姐妹。真是应了龙国一句古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很快，苏魔解决了第一个 BOSS， 转而去收割第二个。安倍晴雨眉头紧锁，他一直在仔细观察战场之中，却始终没能发觉棒冰姐妹的踪迹。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安倍晴雨喃喃思索自己所了解到的阴阳术，便寻无果。好在南田芳子终于赶到，不等他客气，安倍晴雨直接吩咐：少说废话，苏魔就在那边，棒冰姐妹也在他身边，但我始终没找到他们的藏身地。南田芳子倍感屈辱，同为九转职业者，安倍晴雨对他的态度有着强烈的不屑跟嘲讽。显然，在他看来，一个九转天武者居然会被同阶法师吓得仓皇逃窜，已经不配与他相提并论了。当然，屈辱之余，他也感到震惊。要知道，安倍晴雨在樱花国有半神之称，一身阴阳术能驱鬼神，隔着万里汪洋能知海外之事，现在离得这么近，却找不到两个大活人的藏身之所。是对方的道具太隐蔽，还是二人太强？他细细感受天地间还残留的法术元素跟骤降的温度，心道果然是棒冰姐妹。只要能找出来，凭他跟安倍晴雨是肯定能留下两人的。于是他轻轻点头，取出一片羽毛，斜着身子，两手做垂翼状，转身化作一只海鸟，振翅高飞。安倍晴雨抬头看天，看到南田芳子化作的鸟高飞冲天，又盘旋朝苏魔所在的方向落去。看上去就是一只真正的海鸟，无意中飞过 BOSS 所在的上空。不得不说，作为天武者的南田芳子还是有些门道的。此时的苏魔正在勤恳对着 BOSS 施虐，哪里会想到一只海鸟会从天上窥视。他一发普攻下去50万，两发普攻下去100多万， BOSS 的血量骤然下降。海鸟盘旋下落，眼里闪过人性化的震惊。他没看到苏魔身边有人隐藏的迹象，却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一个五转法师普攻伤害居然达到了50万，这个苏魔绝对有问题。别说普通法师，就算是九转法师，能达到这个普攻伤害的也寥寥可数。他作为一名天武者，深知普攻伤害达到50万是多恐怖的伤害，就算是青山狼作为近战法师，普攻也就几十万的伤害，撑死了上百万。错觉，一定是错觉。南田芳子又想到安倍晴雨的鄙视与不屑，心一横，又稍稍往下落了一段距离。他要弄清楚苏魔到底有无猫腻，他要为自己，为天武者证明。然而就这么一靠近，海鸟也就落入了苏魔的视野。正在普攻的苏魔眉头一挑，不对啊，刚才极寒风暴那么高的伤害，居然还有海鸟活着。但 BOSS 看着残血，只要再来几下肯定就没了。而海鸟也似发现了目标，一个俯冲扎入水中，又一个冒头叼上来一条海鱼。海鹰？苏魔心底蹊跷，太奇怪了，这海鸟抓到了鱼，居然不是飞走，而是落在了不远处的一只海怪尸体上，当着苏魔的面就这么啄食了起来。暴怒的 BOSS 淡定吃鱼的海鹰，场面实在太怪异了，一股奇异的不安袭上心头。偏偏海鹰什么信息也没有，分明跟游戏角色没什么关系。苏魔抬手继续普攻 BOSS， 同时眼角余光瞥向海鸟，他还是觉得这海鹰有古怪。果然，在他抬手的时候，海鹰居然停止了啄食，而是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苏魔手腕一拧，普攻直接甩向海鹰。管他是不是有古怪，那鹰不死，他心难安。啾！海鹰凄厉惨呼，溅起一团血，
化作凌乱羽毛四散飘落，看上去就是无辜的海鸟被杀，留下苏魔残忍的证据。而南田芳子则趁此机会遁入水中，在水下一动不动。他确定了，没有九转高手，有古怪的是苏魔。虽然他还不确定苏魔为何能一发普攻50多万，但直觉告诉他，要杀苏魔，眼下就是最好的机会。一旦错过，机会将不会再有。他悄然给安倍晴雨发了消息，没有九转，苏魔有古怪，普攻50多万，我会伺机出手，速来。发完消息，他悄然引入深海，从身上再次取出一样东西，身子一扭，化作一尾鱿鱼向海面游去。这次他要一击必中。而安倍晴雨在收到南田芳子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眼露金光，没想到青山狼们遇到了一个与他一样天资卓绝的龙国妖孽。看来之前的猜测都被误导了，而能杀这样一个妖孽的话，也绝对不会失了他九转阴阳师的身份。至于南田芳子的潜台词则被他自动忽略掉，他强势出手就可斩杀苏魔，还需要什么偷袭？第184章九转高手偷袭苏魔得手了。南田芳子的提议很简单，安倍晴明在明，能斩杀就斩杀，不能斩杀的话就由他暗中偷袭。两个九转联手杀一个五转，还杀不了。安倍晴雨坐着轿子在雾气中穿梭，周围海域已经被他的阴阳术布置成了一方阴阳大阵。苏魔不过是大阵内的一块肉罢了，只要他想，他可以瞬间出现在苏魔身边，给他致命一击。这不比偷袭强？最重要的是他的阴阳术直指人的灵魂，能让人陷入神鬼迷魂之中。加上他九转的实力，瞬间爆发可达100万以上，秒不了可能是肉坦的青山狼，还秒不了一个五转法师。即便有复活，对占据先手的阴阳师来说，还不是多死一次而已。下一刻，安倍晴明的轿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苏魔身边，接着是一双雪白秀长的手拿着一把折扇自帘子后伸出，对着苏魔就是一扇。顿时鬼哭神嚎，冰冷彻骨的寒意瞬间将苏魔包裹。来不及反应的他只听到一声咔嚓响起，他的血条瞬间动了一下，却没有任何伤害，但他的身上却开启了无敌时刻。红色法杖的被动一神者赐福被触发了，也就是说，刚才的那一记偷袭是真伤，且伤害值直接覆盖了他的血量。而法杖神者之辉替他抵消了必死一击，看上去就像他一点伤害也没有。接下来就是1秒的无敌时间，1秒对于普通人来说什么也做不了，至多垂死挣扎而已。但对苏魔来说，1秒的时间却是他死里逃生、反败为胜的关键时间。在无敌状态升起的一瞬间，他第一时间使用劫壁垒次元，层层空间壁垒像水纹一样将他笼罩其中，也拉开了他跟安倍晴雨的距离。而他的坐骑炎破流星天狗也隔着空间冲轿子狂吠。与此同时，苏魔抬手一记潮汐涌流祭出，周围的海水瞬间掀起巨浪朝轿子拍去。安倍晴雨吃了一惊，轿子在原地一饮而逝。他没想到自己必杀一击居然没能杀了苏魔，反而是给了对方反应的时间。八嘎，这不可能！安倍晴雨又惊又怒。他当然知道自己刚才的攻击覆盖了苏魔的血量，更知道苏魔被打出了无敌。可瞬杀对手让其复活，跟无敌的结果截然不同。复活的话，他有的是时间出手，并将其再次斩杀。可无敌却等于自己出其不意的一记先手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对方有了准备不说，还能随时打反手。尤其是眼下，在他的感知中，苏魔凭空消失了，但苏魔偏偏好端端的站在他的面前。是空间技能还是空间卷轴？安倍晴雨心思急转，从瞬发的情况来看，只能是卷轴。打死他也不敢相信一个五转的法师能够瞬发空间系技能，技能越高级，吟唱时间越长，这是常识。最快的法师吟唱时间也需要3秒，除非掌握禁咒能够瞬发。五转法师放禁咒？别开玩笑了。可下方的滔天巨浪又让他出现了短暂的迟疑，还是瞬发卷轴。这是法协的九转高手为了保这个小子，每一个九转的高手都费尽心力的给他打造了卷轴吗？轿子中的安倍晴雨依旧没有走出帘子，声音却从轿子中急急飘来：弑神一天神怒，弑神三鬼夜行。刹那间，苏魔头顶变了天，黑雾弥漫，阴风怒嚎，一头头有形无质的鬼物狰狞狂笑，朝苏魔张牙舞爪的涌来。乌云中，一道浑身长满鳞片的巨蛇凭空出现，他蟒身八手，猩红眼睛像探照灯一样高高射下。百鬼夜行，八岐大蛇，两种凶物从周围天定将苏魔牢牢包围在一小片空间内，让他插翅难逃。苏魔的潮汐涌流虽强，却无法对鬼物起到作用，更够不到天上的八岐大蛇。这还是他自释放禁咒以来第一次失去作用。敌人已经对他出手，就在附近，可到现在他还看不到任何敌人，更无法获知敌人的具体信息。
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从天而降的八岐大蛇。八岐大蛇，召唤物，种族神，等级血量，战力评估。苏魔一脸问号，这是什么鬼东西？没有血量，没有等级，怎么杀？强烈的危机感让他意识到，能弄出这么大动静的肯定是9转甚至9转之上的人。他第一反应就是利用朱老给他的传送卷轴，就此离开。可发现无论是鬼物还是八岐大蛇只能围着自己怒嚎咆哮时，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些东西跟他隔着空间，无法攻击到他。既然如此，他基本算是立于不败之地。就算对方能打到他，他还有复活保护期，还要金身禁锢，有足够的时间传送离开。简而言之，他有冒险的机会。实际上却是苏大爷不甘心吃这么一个哑巴亏，都把他的无敌打出来了。最关键的是，自己在海上接连用了几道禁咒，对方肯定也知晓了。一旦就此放过对方，天知道后面会有多大的麻烦。决定之后，苏魔再无犹豫，再次甩手祭出几道禁咒：雷系禁咒，雷霆之主；光系禁咒，光之寂灭。同时，光之寂灭进化为神之禁咒，尽神光进化。苏魔直接顺手释放2道禁咒，一道神之禁咒，瞬间如烈阳融雪，将无数鬼物尽数净化。就连八岐大蛇藏身之处的浓云也被神光尽数扫除，只剩下八岐大蛇残缺的身躯在天上乱吼乱叫，看上去就像是墙上挂了几根绳子，甚是滑稽。邪祟尽散，天空复明，就连不知何时聚拢而来的雾气也被尽数驱散了。这一切转变发生的太快，快到安倍晴雨都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如此，苏魔抬头看向头顶显得极为突兀的红色轿子，心念一动，直接出现在轿子上空，抬手一记元素地爆天星轰了出去。元素地爆天星施法范围极小，爆发却极高，针对无目标的区域实行无差别轰击，最是合适。啊！只听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呼声响起，居然是红色轿子发出的。一个身穿黑白衫、头戴高帽的妖媚之人直掠向苏魔，在他身后正有一道身穿花色铠甲、白脸怒目的神灵虚影随之挥动武器。与此同时，9转职业者的信息再无保留地显露出来：姓名安倍晴雨，职业阴阳师，级别999级，战力评估7800星。第185章永恒赐死，触发秒杀9转天武者。看到安倍晴雨的信息，苏魔简直要气炸了。狗日的9转老阴笔，一个堂堂9转的阴阳师居然也行偷袭之举，果然跟樱花国的劣根性有关，狗改不了吃屎。苏大爷怒了，看着冲上来的安倍晴雨，他不闪不避，抬手就是一记劫噬魂技妖。正在前冲的安倍晴雨还没反应过来，骇然发现他变成了一只头顶香蕉、手拿木杖的光屁股猴子吉吉国王。苏魔眼看得手，又是一记超能机甲祭出，一拳超人从天而降，照着猴子就是一拳。只一下，猴子瞬间被锤爆，重新化作了残血的安倍晴雨。他有濒死秘术免控。与此同时，苏魔、安倍晴雨同时放出了下一个技能：死亡一指，弑神石替死鬼。苏魔召唤出来的亡灵主宰刚刚出现，伸手就捏住了一个虚影，不是安倍晴雨，而是他身后的那个白脸怒目的神灵虚影。砰！神灵虚影瞬间崩碎。安倍晴雨神色大骇，甩手扔出扇子，在苏魔面前炸开，幻化无数飞鹤。飞鹤如离弦之箭掠向苏魔，而安倍晴雨则借势身子一扭，同样化作飞鹤隐身万千飞鹤之中。飞鹤如蝗虫，不断啄击苏魔周身空间，身处其中的苏魔居然感受到了空间震荡。显然，安倍晴雨的9转也不是等闲9转，他居然有对付空间技能的手段。只要空间破碎，肯定就是安倍晴雨出手之时。事实上，安倍晴雨此时内心也是极度震撼，他没想到区区一个5转法师居然这么难对付。不管苏魔是身具卷轴，还是自身本就神异，都让安倍晴雨心生必杀之心。他深切知道，苏魔这种妖孽一旦错过，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有这种单杀的机会。妖孽的成长速度绝不能以常理夺之。藏身飞鹤之中的安倍晴雨一边全力嗑药恢复，一边发消息给隐身暗中的南田芳子，伺机动手。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上什么9转的脸面与身份，更不会在乎事后南田芳子是否会怀疑自己的实力。他现在只要苏魔去死，一切为了樱花国。只要结局是好的，手段无所谓光明与否，胜者才有资格书写历史。实际上，隐身海底的南田芳子早已看得心胆俱颤。作为旁观者，他察觉到了更多的细节。苏魔放的是技能，不是卷轴。他放技能时瞬发，没有吟唱，没有前摇，他居然差点瞬秒了安倍晴雨。安倍晴雨的狼狈，他尽收眼底。
可他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之意，因为安倍晴雨是阴阳师，在樱花国有着战力无双的称呼，相当于龙国的青山狼。一直以来，樱花国内一众九转高手也都普遍认为，有望杀死龙国第一青山狼的，非安倍晴雨莫属。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安倍晴雨居然差点被龙国的一个五转法师秒杀了。南田芳子化身的鱿鱼悄然浮向海面，敛住一身气机，随时准备出手。此时，苏魔面对数之不尽的万千飞鹤攻击，不禁皱眉。他自然知道安倍晴雨的打算，但他不会坐以待毙，更不会给对方这个机会。面对无数飞鹤干扰，他压根无法锁定安倍晴雨。但他没有慌张，抬手就是一道禁咒祭出，克隆灾厄。克隆灾厄施展之后，可以在敌方单位背后制造一个具备对方30%全属性的分身，对本体发动一次背刺攻击。最主要的是能帮苏魔找出安倍晴雨的真身。至于这些明显具备生命值得纸鹤，对苏魔来说太简单了。一发禁咒，天地回音击，剧烈的震荡以苏魔为中心，朝周围席卷而去。无数飞鹤像是纸片遭遇了洪流，被巨大的音波攻击淹没。两发禁咒，一前一后，技能效果却同时发挥出最大效用。先是一只飞鹤身边陡然出现一个巨大飞鹤，照着面前的飞鹤猛地一口，迫使安倍晴雨显出本体。同时，天地回音击震死的飞鹤又发生施暴，反复震荡，将安倍晴雨包裹其中。这次还没回满血的安倍晴雨被剧烈的震荡伤害，瞬间震死。但哗啦啦的声音没有响起，他即将原地复活。干！竟永恒刺死，居然没触发。恰恰此时，苏魔周围的空间涟漪消失，结壁垒次元对的效果终于消失了。海面下的南田芳子心神狂震，号称杀不死的安倍晴雨大人居然被杀死了。察觉到苏魔周身的空间元素消失，他知道自己的机会就此时，一旦错过，再无机会。下一刻，鱼儿毫无征兆地跃出水面。再看时，他已经出现在了苏魔身边，抬手就是一刀捅进苏魔后背。他坚信这一刀一定能要了苏魔的命。他可是九转的天武者，忍者之中至高无上的存在，一发攻击出去，100-200万的伤害再正常不过。别说法师，就算是九转战士也得死。只要他进入复活状态，率先复活的安倍晴雨将有的是法子杀死他。这一切不过是回到安倍晴雨最初的计划罢了，但却是靠他南田芳子达成的。他坚信安倍晴雨事后一定会感激他的。然而让他惊恐的一幕发生了，苏魔没有反应，甚至连晃一下都没有，反而是从他身上传来一股巨力，直接将他淹没。堂堂九转天武者南田芳子连惨呼一声都没有，就此消失，彻彻底底的消失。南田芳子的伤害足够到被苏魔的法力护甲给反死了。更重要的是，苏魔的神之禁咒禁永恒刺死触发了。50%的触发几率，在安倍晴雨身上是50%的失败几率，在南田芳子身上却成了100%触发几率。哗啦啦，一堆极品套装、传说装备爆出，苏魔心神狂震，大意了，居然还藏着一个。樱花国这群臭不要脸的，2个九转偷袭大爷，一个6转小法师，厚颜无耻。他来不及多想，看着不断掉落的装备，大手一招，尽数揽进仓库。接着他抬头看向安倍晴雨，他已经开始原地复活了。苏魔想也不想，抬手就是沉默禁咒、密言法阵。同时他打起12分的精神，随时准备出手。原本他打算第2次触发的禁永恒刺死是落在安倍晴雨身上触发的，没想到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臭娘们南田芳子挡了一灾，让结果徒增变数。第186章最强阴阳师的反扑，强势镇杀。安倍晴明正在复活，他亲眼目睹南田芳子出手如电，死亡如风，都很快。饶是他再见过大阵仗，此时也忍不住浑身颤抖。一个5转法师都没出手，却杀死了一个9转的天武者，连复活都没有。他是怎么做到的？如此诡异的场景，让他这个终日与鬼神打交道的阴阳师都觉得诡异。他的至强式神之一铠甲天王居然一个照面就被灭杀了，但他已经出手，断无可能在此时收手。看着变作灰色的技能面板，安倍晴雨眼神不由一缩，全是范围沉默。然而他却强行冷静下来，冷笑看向苏魔。法师会沉默并不稀奇，破了旧事。他相信施展刚才那样强度的技能，相信任何法师都无法支撑。而且看技能的威力就知道，短时间内苏魔肯定是无法再次释放了。既然如此，接下来就要这个5转法师倒霉了。他要让这个该死的5转法师体会什么叫绝望。少年，必须承认你很强，创造了奇迹，5转斩杀9转职业者。安倍晴雨嘲弄地看向苏魔，是我大意了，居然也被你杀了一次。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5转职业者与9转职业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接下来就让你知道我樱花国战力无双、最强阴阳师，号称半神存在的安倍晴雨究竟有多么强！颤抖吧，凡人！千机御魂！随着安倍晴雨的一声怒喝，一个身穿花色和服、双手持扇、两腮涂红的妖艳女人出现在安倍晴雨的身边。她双手扇子轻轻一扇，将密言法阵的沉默效果尽数驱散。苏魔吃了一惊，狗日的这个弑神好强！算上前面的潮汐涌流，这已经是自己的禁咒第2次失去效果了。这个安倍晴雨有点东西，他的这个弑神威力不亚于他的禁咒。而安倍晴雨在技能面板解锁之后，神色瞬间张狂起来。他周身白袍飞舞，笑容邪魅狂肆，本就欠揍的脸愈发欠揍。他双手结印，冲苏魔一指，弑神 7.5 衰10灾，弑神12灾厄诅咒。只见苏魔头顶升起一团灰色雾气，一闪而逝。与此同时，他收到2次提醒：您受到了蛊毒伏击，天机屏蔽帮你屏蔽了这次伏击；您受到了恶毒诅咒，天机屏蔽帮你屏蔽了这次诅咒。苏魔皱眉看向安倍晴雨，老阴笔，当面居然还玩阴的。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安倍晴雨让他2个技能失效，他也免疫了对方2个技能，扯平了。反观安倍晴雨在灰色雾气出现又消失后，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苏魔。在他感知中，2次的诅咒居然如泥牛入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咬牙挥手，吩咐弑神千机杀了他。是，主人。女弑神身影如云如雾，飘向苏魔，眨眼间就要得手。苏魔不敢大意，这阴阳师跟忍者不同，攻击手段居然直接打血，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指不定就要阴沟里翻船。他抬手一记金身禁锢，照着弑神千机点去，直接将他按在原地。2分多钟的禁锢效果让他老实旁观吧。而且他刚刚才使用的强行解控技能，没这么快可以施展第2次的。当然，如果是他的被动，苏魔自有应对之法。好在千机被定在那里，一动不动。苏魔则甩手祭出时间长河，打向安倍晴雨。时间长河主动之2，凝滞。3秒钟的时间，范围性的时间凝滞，让安倍晴明瞬间僵在原地，一动不动。苏魔抬手祭出另一道时间禁咒，结时空湮灭。被定住的安倍晴明面露惊恐，他看着自己的弑神被定住，又察觉到自己无法动弹，接着自身时光流速陡然加快。加快的瞬间，他感觉到呼吸粗重，眼皮深沉，接着是皮肤皴裂，牙齿松动，继而脱落。不等他反应过来，他感觉自己如风中残烛，飘摇欲灭。不！安倍晴雨绝望哀嚎，却发现自己连声音也变得沙哑无力。结时空湮灭的主动效果一眼万年发挥作用，让安倍晴雨化作了劫灰，被禁锢的千机随之消失。但装备掉落的声音没有响起，安倍晴雨还能复活。苏魔暗暗握拳，心底直呼操蛋。真趋吉避凶似乎无法提高神之禁咒的触发几率，否则 50% 加 70% 的触发几率，还不妥妥的直接刺死。但他心底已经有底了，9转职业者杀起来虽然麻烦，但并不是不可战胜。他能杀1次就能杀2次，能杀2次就还能杀第3次。复活不过是多死1次罢了。而再次复活读秒的安倍晴雨彻底失去了从容，他原本俊美邪魅的脸，此时因为恐惧而变得扭曲狰狞，他的瞳孔因为惊恐而变大。他不敢相信，号称半神存在的他，居然在一个5转法师的手里死了2次，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5转法师完全能够再杀他1次。眼看读秒时间即将结束，他着急呼喊：“阁下，我不是你对手，你说只要不杀我，我愿意为你做一切。我此生再不入龙国半步，龙国与樱花任何战斗，我都不参与。”眼看苏魔无动于衷，他放声大叫：“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遵从你的号令。”谁知道苏魔只是摇头：“不需要，9转职业者当奴隶，谁敢收？这种奴隶一身的反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算计着要是主，留着只能是祸害。最重要的是，这个老阴笔暗算自己，招招奔着要命去的，苏大爷不能忍。”看着读秒时间结束，苏魔抬手一发禁咒，结混乱四维打在安倍晴雨的身上。只见安倍晴雨瞬间变成了一张纸片，安倍晴雨从3维生物变成了2维生物，安倍晴雨面容扭曲。他号称最熟悉神鬼阴阳之术，却没想到今天所见颠覆了他的所有认知，而这代价却是沉重到他无法承受。苏魔咧嘴嘿嘿一笑，闪身飞到纸片跟前，赶在安倍晴雨挣脱之前，抬手一发流火天灾祭出，纸片被瞬间烧成了灰，顺带着成灰的还有成为纸片人的安倍晴雨。哗啦啦，熟悉的声音响起，苏魔兴奋地搓起了苍蝇手。爆装备了！
第187章发财了，一身极品神级元神卡，先后2个九转职业者就这么死了。换做之前，苏魔肯定不敢相信九转职业者这么好杀，其中一个他还没反应过来就死了，而这个叫安倍晴雨的确有些麻烦。不过想到安倍晴雨刚才臭屁的样子，苏魔就一阵通体舒泰。什么战力无双，最强阴阳师，半神，结果就这。果然反派死于话多，名字越长死得越快。如果樱花国的九转就这个级别，那他们完全可以放弃战斗职业了，发挥其长处，搞隐鱼才是正经。就像南田芳子这些看着深藏利器，结果还没一个照面就被抡了，真菜啊！不过两人报的装备跟道具也让苏魔大开眼界。跟7转、8转的2个小菜鸡不同，9转高手报的好东西是真多。从南田芳子身上报的装备是一身极品满属性忍者套装，让苏魔惊喜的是，这套忍者套装备注的是用职业式忍者、刺客、战士、骑士。换而言之，这是一套适用于龙国职业者跟樱花国职业者的装备。龙国职业者跟樱花国的装备居然通用，苏魔不禁疑惑，是9转的通用还是部分通用？至少他之前杀的日不落职业者的装备是不行的。抽空杀一个西方的9转职业者看看。刚杀2个9转的苏大爷心思再次活络起来，他收起心思，专心奋捡装备。因为南田芳子是被劲永恒刺死，直接秒杀，所以他身上的复活卷轴一个也没用上。苏魔看着从南田芳子身上爆的10几个复活卷轴，直啧舌，这家伙是真怕死啊！不过再看安倍晴雨的复活卷轴，他就释然了。狗日的胡吹大气，屁的战力无双，这货的复活卷轴也10几个。感情9转大佬别的不多，就复活卷轴多。苏魔摸了摸下巴，自从有了劲永恒刺死之后，他就替对手省下了不少卷轴钱，避免了可耻的浪费。细算下来，这次南田芳子加安倍晴雨的27个复活卷轴，再加上川岛菜菜子2人的11个，还有之前打噩梦山时朱老给背的3个，苏魔现在手里头一共有41个复活卷轴。如果再算他身上的神者之辉的无敌，加上装备的原地复活，再算上金身禁锢，苏魔在对敌时的容错率大大提高。复活卷轴这种东西肯定是多多益善的。除了复活卷轴，安倍晴雨的炼神套装也是通用的。在安倍晴雨的装备适用职业是阴阳师、法师、魔法师类职业，这么好的装备属性，卖是肯定不会卖的，留着等到自己等级够了，直接幻化到职业幻化上去。加属性又好看，爽歪歪。苏魔看了一眼安倍晴雨的装备，羡慕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一身满属性、满级、满石头、满镶嵌卡，装备上的属性加成最低也都是200%加成。当然元神卡不在此列，但这些元神卡妥妥的都是法师极品卡。地势天元神卡、九吞童子元神卡、千机元神卡，每一张卡都代表着一个樱花国传说中的神明或至强妖魔，而每一张卡都是只有神话级副本或者秘境才有掉落。自然这些元神卡的属性加成也让人欲罢不能。上一的是地势天元神卡，地势天元神卡神话镶嵌位置上一，属性正 30% 生命值上限，正 50% 法力值上限，正 100% 技能威力，正 10% 最高生命值回复秒，正 10% 最高法力值回复秒。附带属性1天诛，释放圣莲之火，攻击敌方目标，造成高额法伤，伤害初始值为基础攻击力的 100%， 可叠加伤害，每次递增 5%， 最高叠加5层，冷却时间90秒。2金身不灭，释放无垢莲华护体，可抵挡一次指向型强控效果，并免疫此次伤害，冷却时间120秒。3莲花盛放，释放莲花之华，期间施法者周围燃烧起红莲业火，焚烧方圆50米以内一切敌方单位，造成巨额伤害，同时回复大量生命值，伤害值为基础法力值 5%， 回复值为基础生命值 5%， 冷却时间180秒。介绍汇聚地势天元神的神秘卡片，拥有种种鬼神莫测的力量，可通过元神卡镶嵌到上衣上，提高装备属性。可拆卸，拆卸时有 30% 失败几率，拆卸时加入幸运时可增加成功几率。老天！苏魔看着这个元神卡，幸福的快要晕过去。幸亏先前他用金身不灭禁锢的是千机，如果是针对安倍晴雨，肯定会被这个元神卡的金身不灭给破掉。真要那样的话，又有变数。至于九吞童子元神卡、千机元神卡加的法师属性、吟唱缩减等等，都是具备神效的卡片。自己身上的装备虽然也有元神卡，但最好的也只是双华套装上的传说元神卡，甚至于他自己的法神战衣套装
还挂着3个野外 BOSS 的原神卡，其中2张还是战士、坦克类的原神卡，显得不伦不类。但安倍晴雨套装上的卡却是极品神话原神卡，这种卡要是拆了，直接打到自己身上，岂不是立马起飞？更要紧的是，类似的原神卡不是1张，而是8张，整整1套。换而言之，只要苏魔能无损将安倍晴雨身上的这一套原神卡拆下来，再打到自己现在的装备上，属性肯定要飞涨。然而 30% 的拆卸失败率又让苏魔心底直犯嘀咕，这种神话原神卡一旦失败就很难再打到了。毕竟这些都是樱花国的神话级副本出产的，他再想要这些原神卡也不能去樱花国去打，否则那真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但看着这么极品的原神卡不用，他又不甘心。按照道理来说， 30% 的失败率就意味着是 70% 的成功率，加上他的真趋吉避凶的 70% 成功率，妥妥的成功。他就怕这个拆解成功率跟进永恒赐死的几率一样，无法被动触发，那他哭都没有眼泪。思前想后之下，他想到一个可以试错的法子，先拆自己身上的熊大、熊2、深渊、驼龙原神卡，失败了就立马打住，想办法去弄幸运石。如果连着成功，就说明可以触发真趋吉避凶的 70% 成功率，到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拆了。他先拆熊2原神卡，这是坦克型的原神卡，加的属性除了血就是防御，苏魔来说有胜于无。但现在有了更好的地势天原神卡，熊2原神卡立马就显得垃圾了。苏魔屏住呼吸，搓了搓手，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第188章，鸟枪换炮，战力飙升1200星。你成功拆出了独角鬃毛熊原神卡，成功！苏魔暗暗握拳。再来一次，你成功拆出了3眼黄毛熊原神卡，又成功了。再拆，你成功拆出了深渊驼龙原神卡。苏魔心底有数了，松了一口气。他又拆了一件双滑套装的原神卡，还是成功，确定无疑了。他拆原神卡压根不需要幸运石。此时他的面板属性已经全方位下降，综合战力评价也从920星降到了870多星。但苏大爷一点不慌，啪啪啪，直接将身上所有原神卡都拆了，战力更是直接跌破800。接着他把安倍晴雨的炼神套装上的原神卡全部抠下来了，地势天原神卡、上衣、九吞童子原神卡、披风、千机原神卡、帽子、八岐大蛇原神卡、腰带，8枚神话级别的原神卡被成功抠下来。苏魔毫不犹豫，转而又打上自己的装备。这下再看自己的属性，苏魔简直要亮瞎眼了。即便他再镇定，心也忍不住抽了一下。属性面板上，姓名苏魔，职业神灵竞技法神6转，级别188级，生命值200058，法力盾60251600，60251600，器械盾力量508200，敏捷520525，法力30125800，攻击力268400，防御52650，战力评估1188星，技能3000多万的法力值，6000多万的法力护盾，还有7万多的血盾。只要不遇到真伤职业者，苏魔就是 BOSS。 至于20多万的面板攻击力，如果平 A 出去的话，至少能到70万的伤害值。这个平 A 伤害除了刺客，舍我其谁？可以说除了力量值跟等级，苏魔的属性已经全方位碾压7转的朱贤鱼了。但这还没有完，苏魔又将自己拆下来原神卡又打在了自己的职业幻化装备上，又加了20多颗星的战力。不仅如此，他还多出了3张原神卡，熊大、熊2以及深渊驼龙原神卡。3张原神卡如果出售出去，又是一笔小财。不过此时苏魔无心去管这些，而是尽快熟悉8张神话级原神卡新增的属性了。无敌、净化、范围烧伤、穿透伤害、召唤傀儡、免疫伤害、复活、主动释放、被动光环、回合制伤害抵消，应有尽有。苏大爷花了好大功夫才把这些原神卡的加成属性给研究明白，并在心底预想如何使用这些属性加成。现在的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在发出神性的光。然而南田芳子跟安倍晴雨掉落的好东西远不止这些。南田芳子有一件道具名为拟声的传说道具，如同一台超级模拟器，可以配合里面记录的数据，将职业者幻化成任何物品，短时间内自动掩盖其所有属性，人、动物、道具。苏魔甚至看到了拟声上记载的最近使用记录：沙丁鱼、海鹰、抽屉把手。显然模拟出的东西随处可见，又极其容易被人忽略，这与忍者的职业特性无比契合。难怪自己之前没有发现南田芳子。看了这个道具，
苏魔连呼卧槽！只可惜这件道具是配合忍者或者刺客职业的技能才能使用，苏魔只能看着干着急。但这种道具即便他不能用，也绝不能放出去给别人用，天知道这道具哪天就成了对付自己的东西了。除了拟声，蓝田芳子还有一把幽梦之灵的传说武器，可以离开职业者幻化成一个大波美女。虽然无法用，但其深情款款、风情摇曳的样子着实不错。这种武器即便不能用，留在身边时常把玩一下还是可以的。至于安倍晴雨，因为是阴阳师，与苏魔的职业相通，可用的东西就太多了。那把骚气十足的粉色扇子也是一件道具，名为幻斩，可将周围的场景幻化成自己预想的样子，迷惑别人。还有3颗节气珠，说是可以与击败的神话生物节气，使其成为自己的式神。苏魔想到之前安倍晴雨召唤出来的八岐大蛇跟千机，忍不住羡慕起来。先不管这些式神实力几何，但出场的式子是真有派头。真到了高手过招的时候，气势也是很拉分的一项。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用，有机会杀个神话生物试试。最后是几枚召唤卷轴，分别可召唤出神话生物、传说生物，甚至还有一张神话生物变身卡，可让使用者化身5分钟的神话生物，期间具备神话生物的一切属性。可惜这么多好东西，安倍晴雨都没来得及用，就早早报销了，都便宜了苏大爷啊。至于其他没升级的装备、药剂，苏魔看了一眼，心底大致有数，就再不去看了。装备、道具未免暴露，短时间内肯定是不能出手的。药剂也用不到，真操蛋。不过想到自己得了一身立马可用的元神卡，他又咧嘴大笑起来。接下来就让苏大爷继续打工吧。因为换了一身元神卡，苏魔的被动光环灼伤翻了几番，再拉怪就变得异常轻松简单了。酒吞童子元神卡得天火怒炎，地势天元神卡的莲花盛放，还有犬夜叉元神卡的风之伤，再加上苏魔坐骑自带的炎魄、天狗笑月每秒穿透伤害，苏魔不需要动手就能造成海量伤害。往往是怪物跟着他走着走着就没了，能从头坚持到尾的没有。与此同时，在苏魔所在海域的东北海域，杨欢正骑着海蛟龙带着一群家族职业者转向奔西面而来。旁边的一个七转职业者大笑着说道：少爷，刚才你那最后一击给的真及时，不然 BOSS 狂暴起来，我们又得补给一波。又一个八转职业者也点头，不错，花儿这套组合技爆发的确不俗，放眼龙国，同阶职业者只怕没几个人能扛得住。杨欢却皱眉道：可惜在法协大比之时还没学会这套组合技能，不然少爷无需在意，时空技能而已。八转职业者笑道：那苏魔无权无势又没有背景，想要把时空技能升满级定然困难至极。有些人先发后至，另一些人后发先至。少爷职业天分都是万中无一，稍加磨练一定能后来居上。再说了，当年的青山狼在7转之前也不是同辈最强，4转是一道分水岭，6转时一道鸿沟，到了7转才是人生见高低的决定性时刻。听到这话，杨欢双眼又重绽光芒，他看着前方的无边海域，心生豪气。是啊，我是杨家人，前景宽阔如海，而苏魔区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拿什么跟我比？第189章，杨欢怒了，说好的 BOSS 哪里去了？沙姆岛西南海域，杨欢带着杨家众人赶往预计会出现 BOSS 的地点，可还没等他们到地方，队伍最前面负责开路的人就回头大喊：少爷，有些不对劲啊！杨欢奇怪，怎么了？前面区域好像已经被人开过荒了。杨欢看向身边的八转守护，阿叔，怎么回事？八转守护皱眉，摆手道：我先去看看。说着，他驱策海蛟龙跟着开路之人快速往前。半小时后，杨欢不见人回来，发了消息，紧随而来。海面上，八转守护看着视野清明的野区，眉头紧锁，看着赶到的杨欢，大眼瞪小眼。野怪呢？ BOSS 呢？来之前说的好好的，这里有野怪聚集，还有2-3个 BOSS 笑聚，结果呢？毛都没有一个。阿叔，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人开过荒了？不应该啊，这里距离外包区这么远，没人能到这里啊。八转守护满脸不解，就算到了这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打完啊。杨欢问道：会不会是探测仪出问题了？这里没有野怪？不可能。八转守护摇头，这个探测仪是游戏世界专属的开荒道具，能够探测到野怪波动，是家主花大代价才弄到的，从未出过错。会不会有人走漏了风声，让承包商带人提前刷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八转守护再次摇头，开荒的路线是确定好的，承包商无法跳过北边的那片海域，除非刚开始就有人能将那边的野怪全刷了，或者全带走，将其确定为标记区，才能到达这里。但承包商给的钱是无论如何也顾不到这样的人的。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杨欢怒了，那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八转守护尴尬无比，嗨嗨两声，这才说道：这样吧，少主，你们顺着这里往南去，那里根据探测仪也有大批野怪聚集，还有一个 BOSS， 再怎么着他们也刷不到那里。我留下来弄清楚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八转守护对着一张活动地图标记，距离这里差不多40分钟的路程。好，杨欢默然点头，招手道：走。一众人乌拉拉跟着他就往南掠去，剩下八转守护跟2个开路的。走，向西去看看。很快向南飞掠了近2个小时，沿途区域都是已开荒。杨欢怒了，立马给八转守护发了消息：阿叔，我们走了2个多小时，怎么都是已经开垦过的区域？要说杨欢到底是杨家的嫡系，智商在线，他立马察觉到了其中异样，示意众人跟着他继续往前探索。结果这越探索越觉得心惊，他们所走的区域眼看着就要到边缘了，结果都是被开垦过的。收到消息的八转守护此时也茫然的看着海面上漂浮的怪物尸体，都被海水泡变形了。显然早有人先他们一步把这片区域给开垦了。八转守护眉头紧锁，最后咬牙切齿冲开路人，吩咐把赵老六给我叫来，他在搞什么鬼？此时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魔苏大爷正骑着炎破流星天狗在海面上愉快的遛弯。自从换上了安倍晴雨的8张元神卡之后，他的灼伤类光环直接鸟枪换炮了。灼伤、冲击波、法阵伤害互相叠加，不停地对野怪造成伤害，吸引仇恨。而被伤害拉着走的野怪撑不住1分钟就纷纷歇菜了。苏魔的后面最多吊着不超过10来头野怪，至于沿途遇到的2个 BOSS 也都被他各自赏了一发禁咒送走了。而他的等级也来到了200级，6转满级了。这是因为6转7对职业者来说算是一道鸿沟，是单独的50级跨度，而7转以后就会200级1转，甚至8转9是400级1转，越往上越难升级。这也是为什么8转9转职业者的实力天差地别的最主要原因。但苏魔没有掉头回去，而是继续骑着坐骑继续溜达。毕竟可以这样随意溜达就升级的地方实在太少了，既能升级又能赚钱的薅羊毛机会怎么能错过？反正多出来的经验会以经验包的形式储存下来，一旦7转成功还能得以释放。然而好景不长，在陆续刷了4头 BOSS 之后，苏魔终于收到了提醒：你已抵达沙漠岛地图的边缘，达到定位仪的权限值，请返程。这苏魔不满嘟囔：杨家可真小气，还限额。他看了定位仪的里程数跟区域面积，大概挣了1000多万，出海的车票是800多万，干！如果不是看在升满级的份上，苏大爷上岸之后一定要去员工协会投诉杨家盘剥雇工。更何况野怪掉的那么多的装备材料，苏大爷都没捡。当然他是不会承认自己是因为嫌弃浪费时间而没去捡的。返程途中，他远远瞧见有类似杨家海蛟龙的坐骑出现，心虚的苏大爷收起坐骑，祭出截壁垒次元躲过，再次骑着坐骑去找工头赵老六。不知为何，说好了在码头等着结算的赵老六居然不在。留下来的登记员接了苏魔的定位仪，核准了里程数跟区域数后，见鬼一样的看向苏魔：你居然打通地图了！那人惊呼：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管我！心情很不美丽的苏大爷十分不耐，定位仪上有区域记录，还有行程，你自己不会看？被呛的那人只是一个商人职业，深知有些职业者不喜欢人家多问，生生压下疑惑，核对了一下区域，确定无误后给苏魔发了钱。杨家发的定位仪向来做不得假，也不用他操这个心。就是这个职业者着实厉害，能一趟出海把自己的车票钱给赚回来了，这可是好些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稀罕事。苏魔哼着鼻子嘟嘟囔囔离开了。此时苏魔的临时工头赵老六跟着杨家的人在海上巡视。赵老六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稀淡眉毛，烂糟黄牙，一副奸商模样。看着诸多已经被开垦好的区域，他满心疑惑：杨总，你有什么吩咐？八转守护者不动声色，笑眯眯道：赵老六，你这次雇了多少人？活干得挺快啊。赵老六心底直跳，他为了从中获利，故意雇佣少量职业者开荒，拉长工期，从杨家多拿多报，难道被发现了？杨八皮这是要找我算账？内心一番急剧斗争之后，他立马咬牙保证：杨总，这2天人的确有些少，但您放心，再给我5天，5天我一定让人把西沙片区开采出一半来。八转守护者勃然大怒：狗东西，还想空吃5天的费用？地图他娘的都被打通了，你他娘的跟我说还要5天？第190章，樱花国慌了，连损2名9转强者，还要5天？八转守护一巴掌扇了过去：你他娘的怎么不说还要50天？赵老六被扇得晕头转向，却不敢反驳，杨家可是他的财神爷。杨总，
您消消火，要是您觉得慢，我再招人就是了。招人？八转守护眼中杀机迸发，这该死的赵老六真把他当冤大头啊！他抬手再次要打，赵老六捂着脸急道：杨总，您到底想干什么？要杀我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吧！你做的好事！八转守护怒极反笑，你还有脸问我？我问你，整个沙姆岛西边都开垦完了，你还有哪门子的5天？你还想从我杨家抠多少钱下来？啊！赵老六瞪圆了眼睛，急忙喝道：杨总，这一定有什么误会，我每天发给您的进度表都有啊，怎么会？八转守护冷笑，难道进度表不会造假？赵老六连呼冤枉，可定位仪是杨家发放的，我就是想改也没那个本事啊。他四下看了看，这才反应过来杨总为何暴怒，自己身处的位置本该是未开垦之地啊，现在却是已开垦状态，这说明什么？他赵老六有可能虚报开垦进度，吃空饷啊，这可是大忌。他急忙解释：杨总，这边昨天还是未开发状态，您可以从头到尾的去核实。您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挖杨家的墙角啊。这八转守护陷入沉思，的确，敢挖杨家墙角的人已经绝迹了，出海的码头到现在还挂着几个挖杨家墙角最后被蜡干的尸体，后来的人就没有敢这么干的了。就在这时，赵老六收到一通消息，立马面露惊容，转向八转守护：杨总，码头那边来消息，说有一个职业者拿着定位仪去结算，里程数已经跑满。八转守护目中陡然放光，你是说他打通了荒地？赵老六挠头，战斗职业者的强度他并不清楚，他的所有判断都是根据之前职业者开垦进度的平均值估算的，大半天就开垦了1/4个地图，有这么强的职业者？八转守护冷哼，带我去码头，我要当面核实，但凡有一点虚假，你赵老六就不用上岸了。赵老六心惊肉跳，却只得咬牙应下：杨总放心，到昨天的数据要是有一点假，我赵老六自己以死谢罪。哼！一行人返回码头，见到登记员，赵老六直接喝问：人呢？走了呀。走了。赵老六叫苦不迭，你知道他这么特殊，不知道把他留下。我看了定位仪，一点问题没有，也没理由留他。你没问他怎么开垦这么快吗？问了，但那人嫌钱少，骂骂咧咧的。特儿，你也知道，战斗职业者我也不敢惹呀。他长什么样子，还记得吗？长得倒是挺帅的一个小伙子，就是素质差了点。我问你他什么样貌特征？大眼睛，浓眉毛，高个子，白白净净的。你……赵老六丧着一张脸看向八转守护。行了，八转守护冷哼，定位仪如果没问题，那就与你无关，这件事我杨家自会查明。赵老六千恩万谢，赶紧从登记员手里接过定位仪，双手递给八转守护。八转守护接过来看了又看，眉头紧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赵老六挠头，杨总都是临时工，没有留信息。八转守护强忍着火气没有发作，他常年跟这些二工头打交道，自然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线索就这么断了，真他娘的不甘心啊，白忙活一场。八转守护暗暗攥拳，他杨家本想自己暗中把几个 boss 都打了的，没想到却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这下自己肯定要给少爷留个办事不利的印象。无奈之下，他只得咬牙切齿，恶狠狠道：赵老六，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我要当面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总，赵老六急了，你刚才说的话不算话了，不是说只要记录仪没问题就没事了吗？狗日的杨家人，别跟我谈条件。赵老六无可奈何，只得诺诺应下。樱花国黑龙会，加藤博文面色铁青。就在刚刚，他收到了高桥木下的消息，说他偷袭龙城陆子野失败，被陆家的九转法师发现，正发出追杀令，满世界的追杀他。他的意思是即刻回国，防止再在龙国。加藤博文怒不可遏，直接回道：八嘎，如果法协的天骄你一个也杀不了，就切腹自尽吧，樱花国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他满怀期待的给安倍晴雨发了消息，问他情况怎么样。想来安倍晴雨出手，即便是青山狼也有可能被斩杀，但凡换了另外一个人，哪怕对方是九转任何职业都得死。然而让他惊恐的事发生了，社交关系页面上安倍晴雨的头像下线了，下线的不只有安倍晴雨，还有南田芳子。他接连发出消息给二人，却没一人回他消息的。一个他倍觉荒诞，却是眼下情况唯一解释的猜测浮上心头：安倍晴雨跟南田芳子死了。这个念头刚升起，加藤博文自己就吓一跳。安倍晴雨可是号称战力无双、最强阴阳师、半神的存在，谁能杀他？除非是青山狼强行以伤换命，那也未必能留下安倍晴雨。可灰色的头像毫无动静，加藤博文心烦意乱。
龙国即将对樱花国宣布国战，在这个节骨眼上，樱花国连损大将，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要联系日不落，联系鹰将。加藤博文无奈做出决定，樱花国为了他们跟龙国交恶，这个时候他们也该站出来帮助樱花。于是加藤博文急忙组织措辞，先给日不落的大祭司梅尔发了消息：尊敬的梅尔先生，自樱花岛一别，甚是想念。樱花国始终珍视两国的友谊，我们对龙国的态度保持一致。我邀请您与我樱花国一起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刻，对龙国举行国战。其实他很想给日不落大主教发消息的，但他级别不够，没有大主教的联系方式。真正与之对等的只有樱花的日皇，但这种举动无疑是他加藤无能的表现。他怎么可能去惊动长居深宫的日皇？然而头像原本还是彩色的梅尔却没有回他消息，让他焦灼不已。他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忽然发的这条消息，让正在逃命的梅尔一个恍神，被追杀他的九头巨龙海德拉一口吞下。第191章，樱花国胆子肥了，居然先宣布国战。梅尔也没有回复消息。加藤博文愤怒了：八嘎，日不落人的良心都大大低坏了。他们要对付龙国，我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可现在轮到他们回报了，却在这装死。不仅是日不落，连鹰将的白毛川普也没回他的消息。无奈之下，他只得另求他法。他打开一个东平海联盟的社交圈，在上面发布消息：诸位，你们难道不觉得龙国最近对游戏世界的资源抢夺的太多了吗？接着他就盯着圈子看，等待事情的发酵。东平海联盟是指东平海西海岸的沿岸各国交流圈子，是一个区域性组织。该组织旨在促进地区间国家交流，减少冲突，达到合理分配游戏资源的目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组织不仅没有促进各国的交流合作，反而经常发生吐槽、口水战的场地。当然，也不乏一些选手在线上骂出了真火，线下真的大打出手。其中有几次的线下冲突，就有樱花国的推波助澜。加藤博文深谙此道，希望煽动东平海联盟内早就不爽龙国的国家仇视龙国，分担樱花国的压力，所以他故意起了一个头作为引子。果然，很快有人回了消息：安南国胡明明樱花国加藤，还好吧？我们这位邻居尊重朋友，不是朋友的应该不受尊重吧？加藤博文皱眉，安南国这个落后小国真是恶心至极，居然反过来将了他一军。眼看被人艾特，他不回复是不行了，他直接回复：樱花国加藤，安南国的人就不要说话了，脊梁骨都被龙国打断的人还能站着说话吗？区区安南弹丸小国也敢嘤嘤狂吠？安南国胡明明，樱花国的人闭嘴吧，你一张嘴我就能闻到满满的核废料味道。加藤瞬间火气上来了，八嘎，他怎么也没想到引战龙国没引成，反倒被人先骂上了。幸好这时终于有别人发言了，却不是他想要的结果。阿三国莫尔迪，东平海的沿岸国家整体上都是不错的，安南国除外。安南国胡明明阿三国莫尔迪，好好说话，你为什么会对爱好和平的安南国有这么大的恶意？这时又有潜水员冒泡了。高丽国普布城思密达安南国胡明明，兄弟，因为你们安南人总是喜欢把阿三国的老婆做成各种美食啊。加藤嘴角抽搐，这个阿三国也真是的，居然对蜥蜴做出那样恶心的事，真是震碎人的三观。关键是这么严肃的圈子，为什么可恶的高丽国要把话题往这方面引？然而接下来的议论彻底超出了加藤的预料，让他措手不及。阿三国莫尔迪，高丽人闭嘴吧，一个常年吃泡菜窜稀的国家，怎么有脸评价别人？高丽国普布城思密达，那也比阿三国强，能把任何食物做成屎一样难吃又难看的，也是没谁了。安南国胡明明，顶高丽国兄弟，阿三国能把任何食物做成屎，樱花国能把屎做成食物，都恶心。加藤看着刚开始就跑歪了的议论，愤怒的一巴掌拍碎面前的桌子。他怎么也没想到，说龙国坏话的一个也没有，反倒是阿三国跟樱花国被骂成了猪头。不过圈子里的消息倒是给他提了个醒，安南国在之前跟龙国起过冲突，结果被龙国打服了，自那以后再兴不起跟龙国抗衡的心思。高丽国不用说了，素来仇视樱花国，独独阿三国跟龙国陆地接壤，有领地冲突，双方都不对付，是个可以拉拢的盟友。于是他赶忙在圈子里向阿三国示好。樱花国加藤阿三国莫尔迪，兄弟，不用理会这些垃圾，我听说你们跟龙国在争夺雪山秘境，能说说怎么回事吗？阿三国莫尔迪，吃屎的国家，跟谁俩兄弟呢？不要艾特我，跟你不熟。八嘎！加藤怒火中烧，阿三国的人脑子都有病吗？怎么敌友不分，谁都要骂？既然对方无视他的示好，他也没必要惯着对方，果断还击。樱花国加藤笑了，连厕所都不够的贫穷国家，居然有脸说别人？你们是不是穷的连餐具都用不起，只能用擦屁股的手抓饭吃？阿三国莫尔迪，你好意思说我们穷，
是你们樱花更穷吧？我从没见过你们的女人穿过衣服，真可怜。高丽国普布城思密达阿三国莫尔迪，虽然我很讨厌你，但这次认为你说的对，他们的确很穷，即便是电视上的女明星都是光着身子演戏。高丽国普布城思密达，果然，喝恒河水的阿三跟喝核废料水的樱花国一样，脑子都坏掉了。八嘎！加藤彻底愤怒，忘记了自己初衷，化身键盘大神，疯狂输出。樱花国加藤，高丽人是我见过最没素质的，任何时候，任何事，他们都要大喊大叫，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喜欢狗叫。安南国的，赶紧去臭水沟里抓老鼠吧，晚了就没得吃了。高丽国普布城思密达，樱花国的人最有素质了，据说你们在5000度的高温下都不发出一点声音。安南国胡明明，吃老鼠也好过吃屎吧。八嘎！加藤双眼充满血丝，接连被人揭短，他怒目如火，准备组织语言大展拳脚。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则消息，居然是樱花国日皇陛下发来的。够了，停止你的闹剧吧！加藤瞬间清醒过来，眼神急剧变化。日皇陛下居然关注了圈子的消息，不等他回话，又一条消息让他眼神一缩。樱花国鸟与日皇陛下即日起宣布对龙国举行国战。什么？加藤心跟着一抽，日皇陛下居然绕过他，直接宣布国战了。可樱花国明明还没准备好啊！与此同时，在龙国境内的所有职业者都在自己属性面板上收到了一则消息：樱花国鸟与日皇于1分钟前向世界频道宣布对龙国举行国战。即日起，所有龙国境内的樱花国居民就地停留，听候当地官方安排。所有龙国职业者，但遇到樱花国战斗职业者，格杀勿论。刚上岸没多久的苏魔正走在大街上，收到消息后吓了一跳，立马警惕地四下张望，确定没人跟着他后，他这才放松下来。这么快？苏魔暗道，几个小时之前他才杀了安倍晴雨跟南田芳子，现在樱花国就宣布要国战了，他们怎么敢在龙国之前宣布了？苏魔心底一紧，老子得赶紧七转了，不然大战来临，被樱花国这群狗日的盯上就麻烦了。毕竟杀了人家2个9转职业者，人家怎么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第192章，苏魔，我摊牌了，不装了。龙国法师协会，法师塔9层，青山狼亲自主持会议。棒冰姐妹，小黑屋，烽火抡大锤，大鸡鸡，一统天下。法协的8转、9转强者基本都在场，还有像朱贤瑜这样的特殊7转。各位，2件事。青山狼神色淡然。第一件，准备好国战。第二件，樱花国在国战前已经开始派人刺杀我法协的种子会员。目前确定的是，孟雷、著名已经被杀，陆子也重伤。不仅如此，射手协会、战士协会的一些种子会员也陆续遭到暗杀。青火正联手陆家火云老祖追杀樱花国的忍者，据说是一位9转忍者，实力不容小觑。棒棒冰蹙眉，忍者职业与刺客相同，为什么不让优叶姐姐去？青山狼摇头苦笑，他不见我，他也无奈。作为龙国刺客协会会长的优叶向来特立独行，很少与其他协会有交集，即便他这位老朋友也极难见到他。他叹了一声，不再深究这件事，皱眉道：事情有些蹊跷啊，我们刚准备宣布国战，樱花国就派人前来刺杀，接着就是宣战。青山狼摇头，这些蹊跷以后再说，现在重点是国战跟刺杀这2件事。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法协受到樱花国的特别关照，出动的最低也是7转忍者，甚至连9转强者也下场参与。小黑屋皱眉道：可是为什么他们对陆子野、著名、孟雷这些人出手，反而不去动杨欢、苏魔这些人呢？按照上次全国大会的比试结果来看，苏魔、于南星、杨欢这些人不是名次更好吗？这就是我召集紧急会议的目的。青山狼点头，为免这些法协好苗子再遭毒手，我决定召回这些在外各自练级的会员，统一安排他们升级，这样也能更好的保护他们。战后不管成败，我法协都能留下火种。朱贤瑜提问：可是国战一旦开始，我们都要参战，谁来保护他们？为国而死，死得其所。青山狼沉声道：但在此之前，需要尽力提高他们的等级。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工会内部所有8转、9转坐镇，4转、7转所有人全力升级转职。工会内所有副本、秘境敞开为这些等级的职业者优先供应，刷新卷轴也尽最大量供应，争取能让这些中阶法师能晋升一阶。战后，他们可能就是龙国的基石，也是我法协的未来。会长，在场众人纷纷震惊。您要消耗法协的底蕴？青山狼淡然道：国战为重，如果赢了，这些消耗自然能够得到补偿。可若是失败，这些资源就成了樱花国的了。可是，区区一个樱花国，值得我龙国动用底蕴吗？小黑屋皱眉，他们不过弹丸小国，
九转职业者也不如我们的多。青山狼摇头，你不会以为国战一旦开始，只是龙国跟樱花的交手吧？小黑屋神情触然，其他人也想到了什么，面色沉重。好了，青山狼下令，所有人行动起来吧。苏魔上了岸，想着要不要在五阳城7转。6转7是一道鸿沟，关键点在于有一项任务是必须获得职业竞技场的认可。职业竞技场中会有各国各职业的同等级强者的最高属性幻化而出，有的属性甚至是嗑了药之后幻化而出，为的就是增加其他国家职业者通过的难度。很多职业者卡在7转，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如果能获得比较高的排名，等级上限也会从200级到400级不等。显然，同职界的职业者等级越高，战力也就越高。至于搜集材料、杀怪之类的任务，对苏魔来说已经算不上有难度了。原本他对于挑战职业竞技场是胸有成竹的，可经历安倍晴雨的事，让他意识到别国的职业者也有其强大神奇之处。万一不小心阴沟里翻船了，就悲催了。他决定先去淘乐购弄一份职业竞技场的信息，准备一下。路上，他收到朱贤瑜的消息，国战在即，速回法协，有要事面议。苏魔眼睛一亮，当即改了方向，直奔传送站。2小时后，天色已晚，苏魔从传送阵内走了出来。朱贤瑜已经在站口等他。走，上车。朱贤瑜招手示意苏魔跟上，带着他驱车汇入车流。不等苏魔开口，朱贤瑜率先开口，把青山狼的决定说了一遍。苏魔听得眉头紧锁，大为意外。他很想告诉朱老自己也遭遇刺杀了，可想到自己斩杀安倍晴雨的事实在太过离奇，索性不说。倒是朱老说的法协将对8转以下职业者敞开资源供应，让他很是惊喜。如此一来，只要任务不是太离谱，他的7转基本上稳了，甚至他可以凭此机会进入8转也不一定。可要怎么跟朱老说自己其实已经6转了，而且正想请教他怎么做7转任务。苏魔，你在听吗？朱贤瑜察觉到苏魔走神，皱眉问道，你5转了吗？明天开始我先带你去刷野，争取先把5转的任务做了，然后试试能不能6转。这样国战真正决斗时，你也能多几分自保手段。我只能腾出来3天时间，接着我自己也要进秘境，争取尽快升满级，尝试8转。苏魔心生感动，自始至终，朱老、法协、会长都没对他要求什么，他们秉承的也不过是法协的工会准则罢了。越是如此，他越是心生认同。先辈为后辈，国人谋划，无私至此，他还有什么理由在这时遮遮掩掩自己的等级？再说了，樱花国都派出9转高手刺杀他了，对自己人还有多大的隐瞒必要？至于先前青山狼的考验，看似冷酷无情，却是身居高位无奈之举。但凡心有责任者，哪个不是心性坚韧、多思狠绝之辈？换做自己，只怕也要如此。身为法协掌舵人，没有点心性手段，空有实力怎么行？他深吸一口气，认真开口：“那个朱老，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苏大爷要摊牌了，不装了。什么事？你说。”朱贤瑜神情严肃，虽然不知道樱花国为什么不刺杀你，但这是好事，说明你暂时是安全的，你抓紧升级。不，朱老，已经200级了。200级？你升级挺快。什么？朱贤瑜差点把车撞到路旁栏杆上。他努力打好方向盘，把车停在路边之后，瞪大眼睛看向苏魔：“你再说一遍，我刚才没听清。”苏魔挠头，知道这是对朱贤瑜的冲击，歉然道：“那个，我200级了。”老天！朱贤瑜眼珠子都瞪圆了，脸色因为太过兴奋而涨红。你居然6转满级了！第193章，青山狼，苏魔，你法力不够用吧？看到朱贤瑜如此震惊，苏魔放弃了告诉他更多真相的打算。相信短短2个月不到的6转7，足够让人吃惊了。果然，朱贤瑜自己按住胸口，像是在平复呼吸困难。的确，任谁也不敢相信，2个月不到的时间，居然从职业觉醒到6转满级。且不出意外的话，他有望在2个月内完成7转。这个速度，放眼整个龙国乃至蓝星都无人可比。朱贤瑜又想到自己辛苦才爬上的7转，到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但朱贤瑜却没有丝毫颓势，短暂震撼之后，他快慰大笑：“哈哈，好，不错，我朱贤瑜见证了一个最快的7转法师，与有荣焉。走，跟我去见会长。”啊！苏魔诧异：“见会长？你的情况太特殊了，一旦有心人探知道，樱花国的人肯定要出手，只有会长才能给你足够多的保障。”这……苏魔点了点头。朱老说的有道理，他瞬间想明白了，只有自己安心接受法协的安排，才符合他天骄的身份，才不显得突兀。朱贤瑜深吸一口气，发了个消息：“
而后启动车子直奔法师协会。会长说了，他在9层等你。一路上，朱贤宇嘴都快咧到耳根后面了，合不拢嘴。他明显有很多话要问，最终却什么也没说。苏魔已经知道这是会长青山狼特意交代过的。之前他还单纯的以为青山狼只是想保护他，尽可能的让更少的人知道他的特殊。现在看来，青山狼没准知道不少东西。很快，朱贤宇带着苏魔到了法师塔。到了9层之后，朱贤宇转身离开。显然来的路上，青山狼已经叮嘱过了。不等苏魔开口，青山狼挥手在周围布置空间结界，层层涟漪荡开，将他与苏魔包裹其中。空间分割，苏魔心神一紧，下意识就要施展劫壁垒次元。青山狼却微笑道：“不用紧张，只是隔绝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的窥视。”苏魔心底一惊，这么强的感知力。青山狼笑道：“你这么快就200级，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以你职业的特殊性，应该是正常的了。”苏魔眼睛瞪大，他知道自己职业。坦白说，苏魔到现在自己都不清楚，别人的都是雷霆法师、元素法师、亡灵法师，只有他的一直在变，而且还带前缀。其他法师多是精修某一种或一类法术，至多1、2种，撑死3、4种不得了了。可他呢？冰系、水系、火系、风系、光系、时空，似乎只要是他能学的技能，就能变成禁咒，威力也会变得毁天灭地。看青山狼的样子，应该是猜出他的职业了。果然，青山狼的一句话让他心神都提到了嗓子眼。你的职业应该是游戏世界中最初的禁咒法师吧？禁咒！苏魔眼睛瞪大，他果然知道。反观青山狼也是眼睛一亮，果然。他强吸一口气，竭力让自己镇定，声音中的兴奋却怎么也按捺不住。果然是禁咒法师，施展技能时有一定几率施展出禁咒。这么说来，先前出手斩2号是对的。2号，苏魔面露迷惘。青山狼摆手，日不落国的一个卧底，在你4传的时候窥视了我跟咸鱼的对话，得知了你职业很特殊。苏魔再次一紧。青山狼笑道：“不用紧张，他已经死了。时间紧迫，我不能留你在这里太长时间，避免有心人怀疑。我说，你听，不懂的等我说完你再问。”苏魔点头，他能真切感受到青山狼的振奋、紧张与期待。禁咒法师是法师职业中最古老的一种职业，在游戏世界降临现实之初存在过。最大的特点就是技能威力动辄是寻常技能的100倍、1000倍甚至上万倍的威力。在最早的一批游戏职业者开荒过程中，禁咒法师也是最瞩目的。禁咒法师跟其他法师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只要不出意外，禁咒法师确定能够登顶9传。高强度的技能威力又注定了禁咒法师具备远超同辈的战力。青山狼目光灼灼盯着苏魔，但禁咒法师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致命的缺陷？不错。青山狼沉声道：“禁咒法师的技能威力强，伴随着的也是远超其他法师的法力值消耗。超强的技能威力，超高的法力值消耗，匹配的却是寻常法师的法力值。不客气的讲，禁咒法师更像是一种畸形职业。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数十年里，明明禁咒法师这么强，却很少出现的原因。他们因为法力值不够，早早在低阶时暴露，或是被人暗杀，或是战斗中法力值不够而被人反杀。所幸你小子足够聪明，从不参加工会的组团刷副本，就是单刷野怪的时候，那种自豪跟遗憾的感觉并存吧。所以，如果我没猜错，你小子的法力值经常是不够用的，而你的随身仓库里最多的应该就是强力回蓝药剂。苏魔挠了挠头，诚然自己的禁咒消耗的法力值的确不俗，但法力值没有不够，都3000多万的法力值了，早就实现禁咒自由了好吗？至于法力值回复药剂，不存在的。苏大爷仓库里只是象征性的有几瓶回血药剂。再说了，回蓝药剂那点个回复速度，还比不上他身上的被动禁咒回复的快呢。太古之息、光明灵视、真天威浩荡3者叠加，秒秒钟回复大几万的法力值，你说不够？还有溯源之息的双息，自己一身极品装备加神话元神卡的回复，法力值从0到回满也不过1、2分钟的事，怎么会不够？等等，法力值不够。苏魔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职业好像从来都不是禁咒法师，而是禁忌法师。一字之别，千万之差，最起码他的法力值足够就是最大的差别。难道说自己不是青山狼所说的禁咒法师？而青山狼见到苏魔挠头，认为自己也猜对了，再次点头。你放心，法力值不够的情况我会给你解决。青山狼摆手，示意苏魔放心，重点是接下来你要小心提防周围所有的人，继续隐藏你的职业信息。苏魔诧异，但还是老实点头。要不是朱老盛情难却，自己又着急7传，他也不会暴露自己的一些秘密。
七转，我不能出面帮你，那样太过明显。我会让咸鱼带你去转职，一应所需，尽管开口。青山狼隐隐带着兴奋，就是不知道你的禁咒法师有多少概率为禁咒？20%、30%，能有50%吗？他期待地看向苏魔。苏魔心底愈发有数了。青山狼说的禁咒法师跟自己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的禁咒不是触发的，是100%技能转化的。不过貌似自己的神之禁咒是触发的。看着青山狼期待的眼神，他也不好纠正，只是挠了挠头，差不多吧。他说的差不多指的是差不多都是禁咒，剩下的是神之禁咒。差不多。青山狼愣了一下，继而握拳狠狠挥舞了一下，脸色跟朱咸鱼一样涨红，明显也不淡定了。50%，太好了，法邪后继有望。苏魔摸了摸鼻子，行吧，50%就50%吧。青山狼振奋道：“你尽快7转，在此之前，先解决你法力值不够的问题。”啥？苏魔诧异，他对青山狼的关怀很是感动。可青山狼要怎么解决？提高自己的回复速度，还是给他提供加法力值上限的道具？貌似好像自己没听说过有这么件东西啊。第194章，狂刷英雄印记，给属性附神。会长，怎么解决？苏魔虽然心底隐约觉得青山狼没什么更好的方法，但还是礼貌开口。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关心自己，自己不表示的激动一点，怎么说得过去？简单。青山狼笑道：“我记得之前比试的时候，咸鱼给你弄了2枚刷新幻境帅印，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想着刷够英雄印记给属性附神的吧？”苏魔眼睛大亮，看向青山狼，他已经明白青山狼的意思了。青山狼点头，看来你早就知道自己法力值不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附神在法力值上，可以让你的法力值上限直接多出来100万，同时回复速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50%。你有多少了英雄印记？苏魔按下激动，老实回答：1500了。青山狼赞道：“真不错，剩下的就用刷新幻境帅印凑够。”苏魔瞬间激动起来：“谢会长！”可是，青山狼皱眉，有话直接说，别支支吾吾的。可是我技能不够。事实上，他现在的普通禁咒加上神之禁咒，足有60-70%，如果刷新的话，则能翻倍。加上他现在的普攻伤害也足够爆炸，刷个4-5次三国群英不在话下。但既然会长已经开口敞开对他供应了，他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多好的薅羊毛机会啊！这个简单。青山狼呵呵笑道，手一翻，直接取出10来本技能书，这些都是冷却短、伤害足的技能，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苏魔接过一看，眼睛大亮，流星火雨、怒之闪电、月华闪烁、风舞技。最让苏魔振奋的是，这些技能书里居然还有一个类似刺客的技能元素标记。元素标记可以让苏魔指定一个目标单位进行元素标记，同时获得该单位的视野位置，持续30秒内对该单位的伤害增加30%。苏魔也不客气，当着青山狼的面把12本技能书全学了，不出意料都变成了爆发的强力禁咒。但苏魔最关心的是能标记人的元素妖灵诛杀。元素妖灵诛杀，元素系禁咒，主动释放，可同时以元素之灵标记3名敌方英雄，并实时获得对方的视野位置。施法者对该单位的伤害永久增加100%，该印记无法抹除，无法净化，直至目标死亡。注：死亡之后再复活，印记消失。被动效果：若施法者亲手击杀该单位，将永久获得目标单位10点主属性。注：该技能对普通野怪、幻境塔英雄等无效，同一目标属性点可反复掠夺。冷却。看着这个技能，苏魔内心连呼赚到了。永久标记，掠夺10点属性。这他娘的是鼓励苏大爷多动手杀人杀怪啊！当然，他也看得仔细，只针对职业者、BOSS 这些才有用。普通野怪、幻化而出的英雄是无法掠夺属性的。但同一个目标，如果身上有多个复活卷轴可以反复掠夺，这就很 nice 了。然而，想到自己还有近永恒刺死的50%被动触发几率，他又觉得蛋疼无比。换而言之，这个几率让他只能对同一人最多掠夺2次属性点，也就是20点属性。被动属性相冲了，不然从理论上论的话，苏大爷逮到一个人使劲薅羊毛，能把对方薅秃了。即便如此，这个禁咒还是足够逆天了。青山狼看着苏魔神色，满意点头，翻手又递给他几枚刷新幻境帅印、复活卷轴跟空间传送卷轴、幻境塔的刷新卷轴，你悄悄用，这些都是保命的东西，你多带几个防身。一旦出现任何应付不了的局面，撕开空间卷轴，传送回法师塔。谢会长。好了。青山狼点头，其他转职所需你直接找咸鱼安排，
跟其他人一样。谢会长。凡事小心。法协、龙国，未来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苏魔心底一暖，重重点头离去。出去之后，朱老兴奋地搓手，带着他离开。看他眼中振奋难掩，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苏魔的信息。走，带你去红浪漫庆祝一下。这不太好吧？不是要低调一些吗？你懂什么？该吃吃，该喝喝，这样才不容易引起有心人怀疑。可是会长亲自接见了我，不已经很特殊了吗？在你之前，他已经单独接见了其他人。苏魔若有所思，青山狼居然早就想到了这一层，不愧是法协会长，就是不知道其他种子有什么特殊之处，还是青山狼借此故布一阵。既然朱老都这么说了，不出去正常一下，似乎不太对。他点了点头，那就走着。好嘞。第二天一大早，朱老唤醒苏魔，一同前往幻境塔。看着三国群英关卡，苏魔深吸一口气，直接使用刷新幻境帅印开始刷关卡。经过几天的时间，他的真天威浩荡已经冷却完毕，可以随时刷新，其他禁咒也都冷却完毕。70-80道禁咒，还能再刷出来不少神之禁咒，刷新一波的话，足够应付今天的幻境塔所需了。他仓库里放着1500多英雄印记，至少还得刷6次，为免旁人注意，必须得尽快刷完，任重而道远啊。第一遍，苏魔干劲十足，满怀期待。1小时20分钟通关之后，285枚英雄印记到手。至于荣耀积分、元素魔石是多少，苏魔只是看了一眼就不管了。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英雄印记，其他的都不重要。刷新一下，再来一次。第二遍，1小时15分钟通关，又是285枚英雄印记。此时的苏魔眼睛发亮，面露期待。第三遍，1小时12分钟，285枚。苏魔深吸一口气，果断继续刷新，继续干。第四遍，1小时06分，苏魔头脑有些发懵，甚至有些想吐。当然，在这一遍的41层，他使用了自己的真天威浩荡。第五遍，苏魔咬牙切齿，心都在哆嗦。他心底已经打定主意，凑够英雄印记之后，他再也不刷三国群英关卡了。大乔、小乔、甄姬、孙尚香等人的软糯妩媚又充满魅惑的声音，也从开始的心神荡漾到后来的麻木不仁。在这一遍时，苏大爷已经化身为无情的刷子，抬手禁咒，哦，死了。下一关，抬手又是禁咒。到了第6遍时，苏魔勉力打起精神，深深吐出一口浊气，重新振奋起来。看着随身仓库里的2955枚英雄印记，既振奋又无奈。他娘的，3个寻宝奴隶真不给力！要是寻宝的时候多找一点英雄印记，自己何必费这功夫再刷一遍？没办法，咬咬牙继续干。第195章复神成功，法力值破亿，苏大爷肉成了 BOSS。前后7个多小时，苏魔终于刷满了6次三国群英，成功凑够了3000枚英雄印记。除此之外，每次额外获得75枚元素魔石，还有1000荣耀积分，都是顺带刷的。算上之前的，苏魔现在足足有8-9千的荣耀积分，元素魔石更是多达600多枚。但话说回来，元素魔石这玩意他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啊，换成别的奖励多好。然而游戏世界就是这样，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既然元素魔石太多，倒是可以考虑出售。毕竟1颗元素魔石在黑市的价格被炒的还是很高的，即便出门就卖，价格也很美丽。但这些眼下都不足以让他心动，他心心念念的复神终于要实现了。打完最后一遍，他走出三国群英关卡，重重输出一口气。朱老连忙走上前，眉目之间尽是喜色。够了。苏魔点头，够了。好。朱老握拳，去复神。苏魔点头，转而前往幻境塔天机台。天机台是一处类似古代观星台样式的建筑，墙壁上星辰列张，日月交辉，魔神隐隐，仿佛诉说着幻境塔的无尽秘密。天机台、幻境塔内建筑通天彻地，具备种种不可思议之神异，能够赋予职业者飞天遁地之能。开启条件需要提供对应数量的道具，已开放三国群英。苏魔走进去，发现其他关卡都是灰色未开放状态，心生期待，因为他的仓库里还有霸王印记、春秋印记，这些东西目前还是放着没用的。朱老在天机台下面紧张又期待地看着苏魔，暗暗攥拳。自己7转到现在，好像还没凑够英雄印记封过神，真的是好尴尬。苏魔走向三国群英区域，看到上面介绍，本关卡目前开启功能有道具兑换、英灵助阵、复神。道具兑换随机属性传说元神卡，需要数量200英雄印记。英灵助阵可指定1名三国群英内英雄助阵，持续时间3分钟，需要数量100英雄印记。
副神对职业者属性面板上某一属性进行额外赋能，获得该职业神性，需要数量3000英雄印记。您的选择是道具兑换、英灵助阵、副神。苏魔毫不犹豫选择副神。您选择了副神，需要3000英雄印记，是否确定？确定。您消耗了3000枚英雄印记开启副神，可副神的属性为生命值，您可以对生命值进行副神，额外获得当前生命值额外100%的生命上限。力量，您可以对力量进行副神，额外获得额外100万的力量值，并获得力量值30%属性的双抗加成。敏捷，您可以对敏捷进行副神，额外获得额外100万的敏捷值，并获得敏捷值30%属性的攻击力加成。法力，您可以对法力值进行副神，额外获得额外100万的法力值，并获得基础回复速度额外50%的回复加成。攻击力，苏魔看得心潮澎湃，之前的疲惫感一扫而空。他现在满脑子就一个想法：3000枚英雄印记绝对物超所值。这几个属性加成，任何职业选了实力都将提升一大截。肉盾选择血量加成，瞬间获得双倍血条；选择护甲值也能把抗性堆得让人心颤。刺客、战士选择敏捷或攻击力，攻击力爆表，一速直接起飞。法师选择法力值，基本上再也不用为缺钙而发愁。事实上，苏魔在看了几项属性加成时，对生命值的加成还是有些心动的，毕竟是额外的100%生命值啊。可想到翻倍了，自己也就40-50万的血量，还是挡不住爆发性的真伤。当然，放到肉盾上，妥妥的数百万血量。短暂的迟疑之后，他果断选择属于法师专享的法力值。您选择副神的属性是法力值，是否确定？确定。开始副神。刹那间，苏魔只觉得整个天机台上都亮起了蓝光，周围的墙壁上日月星也被蓝光点亮，熠熠生辉，并伴随着蓝光的亮起而缓缓浮动。很快，日月星如有生命，离开了墙体，出现在天机台上空，布置出一道十分玄奥复杂的星阵图。光芒照耀下，蓝光如海浪涤荡，来来回回，不住朝苏魔身上汇涌。海浪翻涌，高潮跌宕，一浪高过一浪，而苏魔徜徉其中，感觉自己如在海中自由畅游。之前闯关的疲惫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身心皆空，精神愉悦。他眼睛不自觉眯起，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如海中游鱼，如梦中幼童。他就随着海浪不断翻涌向上漂浮，继而整个人在此时极尽升华。一道醍醐之声响起，恭喜您副神成功。苏魔缓缓睁开了眼，他眸中金芒爆射，神采奕奕，身上还披着一层宛如实质的蓝色披风，看上去主宰天地的神明将士。苏魔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战力什么的都没动，但法力值的增长却让他眼睛一缩，继而狂喜起来。属性面板上，姓名苏魔，生命值20万零58，法力盾26000万26000万，气血盾，法力130127000，战力评估1188星。诚然，法师的面板属性是所有职业中最不好看的，甚至战力评价都比实际的偏低。毕竟法师打伤害靠的是技能，而不是普攻。唯一出彩的属性就是法力值，但苏魔的法力值属性实在是太出彩了，1亿3000多万。显然，副神得到的100万法力值，经过法师之源的100倍放大，成了1亿。而这1亿的法力值，再经过法师之源的双倍护盾放大，让苏魔肉出天际。只要不是真伤，苏魔苏大爷靠这个法力盾就能让对手绝望。试问，一个有着2亿6000多万的血条的法师，抬手就是禁咒，你怕不怕？别说对手了，苏大爷自己想想都觉得害怕。此时此刻，苏魔甚至觉得三国群英关卡太简单了，再难一些才好。而3000枚英雄印记的代价，简直是白菜价。第196章，苏魔狂揽神之禁咒，日皇重掌樱花权力。苏魔怎么样？激动地问。成功了，加了100万法力值。是的，太好了。朱贤鱼攥拳，先回去，明天开始7转。好。苏魔心底叹了一口气，自己家的确是100万法力值，只不过是100个100万。当然，这也不能怪他，毕竟朱老也没问。事实上，他这次的收获不仅仅是法力值的增长，经过6次连刷，他身上的禁咒基本上都衍生出了神之禁咒。原本在他看来高不可攀的神之禁咒，因为真趋吉避凶的存在，变得比最初获得禁咒的过程还简单。绝大多数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威力变得更强，像溯源之息原本只能指向单人进行连接双吸，但进化成了净溯源古阵之后，双吸效果成了血魔大阵，
直接在苏魔身边形成一个双息法阵，一切身处其中的敌方单位都将被抽蓝抽血，大大提高了苏魔的续航能力。尽管续航对苏魔来说早就不是问题了，最主要的是双息法阵不指向，是个范围性禁咒，能解范围禁咒的道具技能万中无一。同样是威力上增强的，还有亡灵天灾进化成了禁黑暗骑士团，超能机甲进化成了禁赛博坦王者降临，光之能量炮进化成了禁等离子光速炮，就连他的神道五行雨也进化成了禁仙道混沌雨。进化出的翅膀属性也分别变成了一仙道轮回满血满蓝原地复活，变异的也不少。二仙道威慑，每秒对敌方单位造成 1% 法力值穿透伤害。三仙道混沌雨，五行翅膀合一，不再分成切换状态，一个翅膀具备5种属性增强后的属性，一个顶5个。当然变异的也让苏魔惊喜异常，劫噬魂技妖进化成了禁锁灵妖法，可将敌方单位变成小动物，也可以指定敌方单位变成自己的仆从，转而攻击其他单位。冥府炼狱进化成了禁十殿阎罗，可以召唤出十殿阎罗进行战斗。阎罗王区别于普通小鬼，虽然召唤的数量少了些，但杀伤力不输禁黑暗骑士团。克隆灾厄进化成了禁超神克隆，复制出的单位在敌方单位的属性上上涨 30%。普通禁咒加神之禁咒，苏魔的禁咒足有150-160，但苏魔家中有粮，心中不慌，1亿3000多万的法力值，慌什么？他相信再见安倍晴明，他能做到真正的秒杀。回到法协，苏魔这才注意到法协出入的人变多了，周围的安保也明显多了起来。朱老告诉他，在他之后，会长又单独见了杨欢等人，看他们的情形，分明各自获得了不少好处。但苏魔相信，他们没人获得的支持能比自己的多。别的不说，光是12本技能书，再加上6个刷新幻境帅印，就绝非一般人能够获得。更何况他的七转所需，法协还会全力支持。当然，经过与青山狼的一面，他也知道了法协的气度与重担，期望其他法师也能成长起来。毕竟他们成长起来，也能分担苏大爷的压力，不是？不然从现在开始，他就被有心人惦记，防不胜防啊！转职，必须先转职。在樱花日皇宣布对龙国举行国战之后，加藤博文就坐不住了，立马进了皇居宫去见鸟羽日皇。头戴高冠，面色惨白的鸟羽日皇，据传是太阳大神的后裔，在樱花国具备无上荣耀。可荣耀归荣耀，不等同于权力，尤其是在世界游戏化之后，世俗政务权力被大大削弱，权力由高级职业者分配。实际上，历代樱花日皇除了个别对国家有贡献的，其他的多是樱花国的蛀虫垃圾。好在皇室也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所以在加藤博文看到日皇居然越过他直接宣战时，他见到鸟羽日皇直接责问：陛下，您久在皇居宫，对外面的世界还不了解，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直接宣布国战？鸟羽日皇狭长的眸子微微闪动，作为樱花国的日皇，朕做什么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吧？陛下，加藤博文站直身子，直视日皇，国战非同儿戏，即便樱花国与龙国一战不可避免，也绝不是现在。你这样为了展示皇室权威而不管国民死活，没人会支持你的。哦，鸟羽日皇轻笑，加藤，你是能代表国民，还是能挑战皇权？加藤皱眉，他还从不知道日皇竟有如此一面。但国战之事牵扯甚广，他还没有拉到盟友安倍、南田等高手，又生死不知。这个时候开战，形势对樱花大大不利。他上前一步，陛下，趁现在龙国还没有实质性的举动，游戏世界还没降下国战任务，请你收回成命。八嘎！鸟羽怒斥，加藤，你再叫我做事，我是避免你成为樱花的罪人。鸟羽怒了，我不宣战，难道看着你在东平海圈子丢尽我樱花的颜面吗？国战的事你不用过问了，安心听候安排就是了。加藤眼睛眯起，陛下，你不能一意孤行。说话间，黑龙上前一步，身后浮现一头巨大的独角狰狞黑龙虚影。黑龙腾腾而上，怒视鸟羽。鸟羽眯眼而笑，加藤，你不会想要挑战皇权吧？有何不可？加藤伸出两手，右手自左手掌心拽出一把乌黑油亮的长刀出来，目光压迫，请陛下收回成命。嗖嘎！鸟羽大笑，果然你们这些乱臣贼子早就不再尊重皇室了。既然如此，就让我帮你好好想想，谁才是樱花国的主人。说着，他径直起身，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粉色折扇，扇子一挥，周围凭空飘下无数樱花瓣。一轮金色圆日自鸟羽头顶升起，离他头顶3尺高时，圆日在上升，而是显化出一位身穿金袍、头戴高冠的女性神明形象。女神明浑身散发着金光，眸中金色光芒耀眼，
他双手捧起一枚铜镜，朝黑龙身上就这么简单一照，黑龙再不受加藤控制，径直没入铜镜中，就此消失不见。加藤骇然，扑地跪倒，以头呛地：“太阳大神，八指镜！”鸟语声音飘渺：“加藤，你还有什么话说？”加藤抬头，满脸狂热，又再次磕头：“谨遵圣谕。”鸟语天皇居然觉醒了太阳大神的血脉，成了再世真神。国战，樱花国必胜。加藤，接下来你全力对付龙国各职业的种子天骄，他们的高级职业者交给我。鸟语神采奕奕，目光似穿透无数空域，看向某处。这一次，我将君临天下。第197章变故横生，圣保罗大教堂被发现了。苏魔，苏魔！一大早，苏魔还没睡醒，就听到敲门声。朱老，苏魔开门，错愕不已。有什么事这么着急，连消息都没发？走，快去转职！朱贤于陈赫，出大事了！出大事了！苏魔疑惑，怎么了？会长刚下的命令，要求所有能转职的立刻开始转职，即将转职的立马刷级，确保在1周之内将所有临近转职的人都转职。朱贤于边走边解释，两件大事，一件是樱花国日皇突然临朝，取代黑龙会掌舵樱花国；另一件是喀拉斯山顶上突然显现圣保罗大教堂，从大教堂里飞出了9头巨龙。会长担心3天后的国战开启会是樱花、日不落联手，已经赶往喀拉斯山去了。喀拉斯山、圣保罗大教堂、9头巨龙。苏魔摸了摸头，心生不妙。是啊，上次会长潜入日不落救人，回来时就说是有蹊跷，没想到樱花国刚宣布国战，日不落的大主教就带着圣保罗大教堂出现了。他们肯定是勾结在一起，准备联手对付我们龙国了。显然，朱贤瑜已经开始被迫害联想了。苏魔却想到了什么，忍不住问道：“9头巨龙跟大主教一起出现的？”那倒没有。朱贤瑜摇头。不过日不落等西方国家的职业者向来都俘获巨龙为坐骑，8转、9转职业者基本都是独头巨龙，部分9转的祭司、牧师以双头龙为坐骑。这么一来，9头巨龙只能是大主教或教皇这样的人才能驾驭。这，苏魔无言以对。这个联想有理有据，关键是他不对啊！他分明记得之前自己偷家时，巨龙是从神龛下的封印放出来的，那情况怎么这都不像是大主教的帮手？关键是9头巨龙怎么跑到龙国来的？因为神龛？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大主教没准也能顺着网线过来，那麻烦就大了。大意了，苏魔心道，早知道就不该把圣保罗大教堂扔在龙国国内的，扔到隔壁的阿三国多好。他很想现在就去冈底斯山把圣保罗大教堂挪走，可青山狼已经去了。苏魔心都在滴血，那里还有那么多的装备，都是钱啊！真是收之东隅，失之桑榆。不过想到自己已经在里面搜刮过一遍，他心底又好受不少。他心底生出期盼，但愿9头巨龙不是大主教一伙的，他守住圣保罗大教堂，别让青山狼进去。奇怪又复杂的情感。苏魔，苏魔！朱贤瑜发现苏魔神思，赶忙催促他上车，走，转职去。哦，好。苏魔上了车，朱老又开始说明，会长已经下令，国战一旦开始，无论情况多恶劣，前1周都不需要7转及以下职业者参与。这1周时间内，能转职的转职，能升级的升级。1周之后，必须全员参与国战。苏魔从朱老的言语中感受到了浓浓的铁血味道，心情不由跟着一沉。这种风雨欲来的压抑感，竟如此压人心神。朱贤瑜又道：“现在情况比预计的要糟糕。圣保罗大教堂的出现，代表着日不落可能会参与这场国战。樱花国日皇临朝也添了变数。狗日的，这老狗一定是超越9转了，不然不可能生压黑龙会一头，强行临朝。”苏魔眼神一凝，他本以为杀了号称战力无双的安倍晴雨跟南田芳子，这次国战龙国的压力会大为减轻，可没想到杀了2个9转，却勾出来2个超越9转的存在。这感觉就像你刚打了一个小的，转脸又来了个老的。朱老，龙国没有超越9转的存在吗？苏魔皱眉，日不落、樱花国这些小国都有超越9转的存在，为什么龙国没有？朱贤瑜声音悲愤，原来是有的，后来没有了，为什么？苏魔疑惑，上学的时候，学校有关于游戏降临现实的历程介绍，却独独没有关于龙国乃至世界顶尖强者的内容，甚至几次游戏世界莫名其妙的大版本更新，也都是因为一些不知名原因。苏魔当时就猜测这其中可能有什么内幕，如今听到朱老这么说，他再次想起了这个疑惑。游戏降临现实世界30年左右的时间，世界第一批职业强者登顶绝巅，那个时候他们的等级虽然只有300级，却远比现在的9转强者强上数百上千倍。他们战斗时，动辄星辰坠落，拔山倒海。
所以最早的那一批职业者被称为古神。古神的强大让他们不满足于只在自己的国度内称王称霸，他们如同游戏降临现实之前的世界一样，都渴望走出蓝星，去探索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他们联手探索，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真相，就此大打出手。龙国的古神最为强大，被其他古神围攻，但我龙国的古神何其强大，斩杀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只有日不落、樱花国这些原本不成气候的杂毛，因为实力不足，不敢参与最初的争夺，侥幸躲过一劫。苏魔听得暗暗攥拳，原来如此，原本的杂毛成了列强，反而是龙国、鹰将、毛熊这些老牌强国因为混战而出现衰落。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龙国、鹰将跟毛熊现在虽然没有神级强者，但九转职业者的强度也不是其他国家能够轻易比拟的。复兴只是早晚问题，而樱花、日不落等原本的二流小国自然不想见到这一幕发生，处处掣肘龙国。可以预见，这一次的国战如果赢了，龙国基本定下了复兴的基调；如果败了，受到打击的可就不仅仅是士气问题了。苏魔无意与人争高，本意只想安安静静刷个野，升个级就好。但身处洪流之中，不进则退，别无他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奋而争先。想到这里，他心胸豁然开朗，什么钱，什么圣保罗大教堂都是假的，唯有实力才是真的。实力足够的话，这些东西都能抢来夺来。想到这里，他重重点头，走，转职。第198章，法邪天才震惊了，苏魔怎么也6转7了？职业者6转7是一道鸿沟，7转除了交材料就是先交材料，然后领取主线任务，接着就是在职业竞技场获得排名。这个排名能够开启职业者7转等级上限，最高开启400级。正常情况下，同直接的职业者肯定是等级越高，实力越强。像朱老就是费尽力气嗑药挑战，上限加了350级。这个上限在法协也是足以进前10的战绩了。只要他能进9转，就一定是法协顶级强者之一。会长青山狼加的是380级，是目前法协7转时最高的战绩。400级是理论上的最高等级上限，蓝星明面上的顶级强者还没人达到。当然，一些普通职业者只能加到200级，好一点的250级。鸿沟一说就是由此而来。7转开始，这次苏魔的主线任务奖励的是法神腰带，一阶段任务是通关幻境塔10次，友情大放送，苏魔直接交了。但事实上，换做其他职业者可能1年才能刷过，那种情况下早过了转职期限了。3段任务是斩杀相当于8转级别的 BOSS， 对苏魔来说，这种任务现在对他来说也是保他过的。朱老对此早已麻木，毕竟苏魔4转任务需要的材料都是击杀7转 BOSS 才能获取。按照苏魔成长的速度来算的话，8转的 BOSS 都算转职神殿放水了。朱贤瑜带着苏魔来回刷秘境、刷 BOSS 的时间拢共不到10分钟，在路上来回却花费了3个小时。这还是法协给他开绿灯的结果。真要遵守交通规则，半天时间估计都完不成一个。在转职神殿，苏魔赶巧遇到了杨欢、陆子野等人也来6转7，看情况他们也有法协的专人带着升满级了。当然，两人以为苏魔是4转5，看他的时候神色先是复杂，后又是倨傲。他们都是6转7，即将跨越鸿沟，一飞冲天。而苏魔充其量能在国战中自保就不错了，毕竟国战可不是比试，没有造化功、幻化等级的。尤其是陆子野目光灼灼，毕竟他可是刚从一个9转职业者的刺杀中逃得性命。这种战绩虽败犹荣，所以目前整个龙国法师种子里呼声最高的就是陆子野。相比之下，之前大比的冠亚军苏魔于南星就泯然众人矣。毕竟苏魔真实的直接才4转，可当两人看到苏魔的属性面板上赫然是6转时，纷纷变色。他居然这么快就6转了，就算是法协帮他巨龙野怪强刷经验，这转职的速度也太快了。毕竟经验可以别人帮着刷，但转职的任务却必须亲自做。两人收起轻视之心，看着苏魔的属性面板，战力上面赫然写着550多星，200级500多星。陆子野跟杨欢对视一眼，内心骇然。他们自觉有家族跟法协双重资源培养，实力才堪堪500星出头。苏魔无权无势无背景，居然比他们还高一些。尤其是苏魔之前才4转，短短半个月不到就直追他们，这叫他们情何以堪。他果然有2把刷子。陆子野想起之前自己秒败，脸色变得不太自然。而杨欢则心情苦涩，他想起阿叔的安慰，说是6转以后定能超越苏魔，没想到对苏魔根本无用。6转7虽然是一道鸿沟，可6转的战力将是7转拉开距离的基础。
显然，他们的基础不如苏魔的牢靠。差距随着苏魔追上被再次拉大了。没有造化功的等级幻化，苏魔也已经堂堂正正领先他们了。事实上，两人如何知道？他们看到的属性不过是苏魔利用职业幻化而出的属性跟等级。别说他们，就连青山狼、朱贤瑜此前看到他的直接信息，也都是6转的550多星。且按照青山狼跟朱贤瑜的预计，苏魔绝对有望在职业竞技场上获得较高排名，至少应该达到350级以上的等级上限。然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他们看到的只是苏魔想让他们看到的。实际上，苏大爷不算自己的坐骑，已经1200多星的战力了。真要给他们看到真实属性，这两人保不齐要到心崩溃。备受打击的陆子野、杨欢神色复杂，跟苏魔简单打了招呼，就匆匆离去。苏魔的4、5、6阶段任务是收集材料，朱贤瑜直接向法协申请，把材料交了。第7阶段的任务是此前没接过的，挑战幻境塔山海秘传关卡，打通10层即可。苏魔不免疑惑，10层就行了？这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挑战过山海秘传，可不是他实力不够，而是他等级不够。按照他所想，自己一身禁咒加神之禁咒，挑战山海秘传还不手拿把掐？难道有什么猫腻？走出转职屋，朱老赶忙上前询问，怎么样？7阶段是什么任务？苏魔说出任务要求。朱老眉头拧成疙瘩，这不可能！山海秘传是高阶职业者的专属，7转职业者是最低门槛，但实际上挑战的最低都是8转。苏魔也觉得奇怪，取出一枚越阶挑战印。朱贤瑜瞪大眼睛，惊呼道：“游戏世界什么时候还有这东西了？”越阶挑战印，类别：道具，作用：使用后可让职业者无视直接限制，挑战更高级的关卡、副本或秘境。朱贤瑜直挠头，满脸苦大仇深。尽管他已经做好了苏魔的转职任务不会太简单，可真的遇到了，他还是觉得操蛋。6转7的主线任务，居然让苏魔去越阶挑战幻境塔。要知道，那里的每一关、每一个职业都是世界级强者以上的级别。朱贤瑜自己刚7转大会，在职业竞技场获得350级上限之后，信心大涨，前往山海秘传挑战，结果连第1层都没通过。他原本以为自己是级别太低，缺乏技能，也没嗑药，可直到现在他已经400多级了，还是过不了第1关。苏魔，我们先回法协，从长计议。苏魔疑惑，怎么了？朱老，幻境塔不就在隔壁吗？朱贤瑜将自己的情况说给他听，最后加了一句：你肯定比我强，但肯定也有难度。我们先回去把药备齐了，然后再来试试。哪知道苏魔听了之后却摇头道：要不我先试试。第199章，朱贤瑜的震惊，你3分钟不到打到10层？试试？朱老愣住了，仔仔细细打量苏魔，你小子是真胆大啊，这可是转职，哪能试试？事实上，要不是涉及天赋点以及新天赋的获取，朱贤瑜想劝苏魔放弃这个任务。毕竟国战在即，时间紧迫。苏魔早一点7转升级，在大战时也能多一分实力自保。苏魔笑道：朱老，这任务说难不难，说简单也简单。什么意思啊？朱贤瑜满脸疑惑。苏魔笑道：实在不行，我就找法协申请几个轨道、炸死、卷轴，无非是不要每层的奖励了。朱贤瑜一拍脑袋，眼睛一亮：对啊，你只是说打通10层，又没说要每层的奖励。好好，你是放心大胆的试，不行的话就用卷轴躺过去。等我一下，我让小蚊子把山海秘传的关卡攻略发过来一份，你看看。好。5分钟后，苏魔咧嘴冲朱贤瑜道：朱老，好了，去试试。好。两人前往，再次来到幻境塔。苏魔点开山海秘传，花钱买次数挑战。山海秘传第1层首关 BOSS 玄冥。苏魔踏入第1层，还没看到 BOSS， 就听到玄冥悠悠的声音响起：凛冬将至。紧接着他就看到一个人面鸟身，而两青蛇骑着一只双头巨龙的 BOSS 出场。接着就是爆照性的属性面板显示：东神、玄冥、神话。职业法王6转，级别200级，战力评估880星，技能凛冬降临、疾风之哀伤、天灾、万物灭、水漫大地。看着玄冥的属性，苏魔暗自点头，难怪朱老说他到现在都没打过1层。6转的 BOSS 战力居然接近900星，血量数十亿，面板攻击50多万，法力值上千万。要知道多少7转、8转的职业者才这个战力？当然，这其中肯定不包括苏大爷，因为他的实际战力等等。既然玄冥骑着坐骑了，那苏大爷也得骑着坐骑，这样才公平。炎魄、流星天狗一换上，战力再次飙升了300多星。
这边苏魔刚换上大坐骑，那边玄冥就祭出技能凛冬降临，刹那间整个一层都化作了冰雪世界，伤害值刷刷刷的往上飙。但苏大爷不慌，抬手一记神之禁咒，禁天火灭世祭出，随之出现的是以他为中心，一个蓝红相间的双息法阵出现，被动神之禁咒禁溯源古阵触发，冰雪世界瞬间被火焰蒸发殆尽，水汽还未升腾起来就被炙热的火焰烤得消失无踪，连着东神玄冥的鸟身也被烧成了秃毛鸟架子。-2500568992上亿的伤害，禁溯源法阵如绳索一样将其笼罩在内，无数红色、蓝色的根须将其与苏魔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苏魔的禁仙道混沌雨开始附加技能威力，100%技能暴击，5倍暴击伤害值，每次20%的抗性减免。玄冥的血条开始疯狂下降，3秒过后，玄冥血量减半，5秒过后，血量见底，8秒后，玄冥残血暴走。但苏魔没有使用死亡意志，因为他的法力之护盾足够硬抗玄冥的伤害。玄冥丝血坚持了6秒之后，终于倒下了。玄冥死前怒嚎：“吾乃帝之后裔，你怎敢杀我？冬日祭吾，无去也。”苏魔撇嘴：“6秒钟真男人，就这？不是说一层要想过，至少也得3分钟吗？”接着，胜利播报跟奖励响起：恭喜你击败了东神玄冥，获得荣耀积分200，山海印记 X3。这么简单？苏魔毫不犹豫进入第2层。第2层首关 BOSS 帝江，幻境塔外，朱贤瑜正在焦急等待。虽然他鼓励苏魔去尝试，但按照他的猜测，苏魔很难通过。不是他小看苏魔，实在是他对山海秘传太熟悉了。他两手抹撒，来回踱步，伸长脖子往幻境塔里面看了看，又攥了攥拳。这种等待的紧张感，真比他自己去打幻境塔还熬人。第1层是玄冥，打不过的话1分钟就死，打得过的话得到3分钟以后。他看了看自己属性面板上的时间读秒，才过去了20多秒。老天，他头一次觉得1秒钟的时间这么长，以前他可是觉得5分钟的时间都很快的。他是禁咒法师，职业强度跟技能威力应该都远超我，战力也足够高，应该能通过吧。朱贤瑜心道，可他才6转啊，6转就让他挑战山海秘传，还有比这更操蛋的事？干，怎么才过去36秒？要不我现在就联系小蚊子，把鬼道炸死卷轴送来，只要能交任务不就行了？苏魔这小子也真是的，明明来回1个多小时就搞定的事，结果非得是……咦，1分钟了，他居然没出来！朱贤瑜兴奋握拳，狠狠挥舞了一下，太好了，1分钟没死，说明苏魔撑过了玄冥前期的爆发，有大概率能过1层。马上他又忧心忡忡，可玄冥死前有6秒爆发，他能挺过去吗？朱贤瑜两手不再抹撒，改为十指紧扣，用力晃了晃，祈祷苏魔千万要过。1分12秒，1分21秒，1分28秒，干，时间怎么这么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朱贤瑜心底越来越紧张，但眼睛里的光也越来越亮。2分44秒了，朱贤瑜眼睛都有些泛红，咬牙切齿，他一定能过。然而他刚喊完，苏魔的身影就出现在幻境塔门口。朱贤瑜瞬间沮丧起来，失败了。很明显，苏魔伤害足够，2分多钟就打出了玄冥的残血爆发，不愧是禁咒法师。可即便如此，还是失败了。朱贤瑜心底惋惜，到底跟会长还是差了一截啊。他深吸一口气，收拾心情，走上前去，没过，没关系，本来就试试的，放松一点，我现在就联系小蚊子。啊！苏魔诧异，被朱老这一通话弄得有些莫名其妙，联系小蚊子干什么？要卷轴啊，很快的。卷轴？苏魔反应过来，不用了，我们去交任务吧。说着，苏魔就往外走。交任务？朱贤瑜愣在当场，喉头涌动，哆嗦着回头看了一眼幻境塔，满脸不可思议。你不会打过第10层了吧？第200章青山狼，巨龙爪的人怎么瞧着眼熟？苏魔，你真的通过10层了？是啊。你确定选的是山海秘传？朱老，你都问5遍了。苏魔哑然失笑，取出一枚山海印记递给他看。这东西还能作假吗？这是山海印记。朱贤瑜倒抽一口凉气，确定了，苏魔肯定是打败了 BOSS， 不然怎么会有这东西？这怎么可能？不到3分钟就通过山海秘传10层，平均1层还不到18秒，这速度比刷春秋乱战都快。难道是今天的山海秘传变简单了？你等等！朱贤瑜咬牙道：“我进去试试。”他要亲自去挑战1层，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没准自己今天就摊上了一场夙愿。据说山海秘传可能会有 bug
BOSS 的难度会降低不少。当然，究竟有无这个 bug， 谁也说不好，毕竟也没谁亲自证实过这件事。没准自己打了10来次没过的山海秘传，今天一不小心就通关了呢。结果1分多钟后，朱贤瑜灰头土脸的出来了，他气息萎靡，神情沮丧，看样子是被玄冥虐得够呛。再看苏魔时，一副见鬼的模样。不等苏魔开口，他自顾自走在前面，去交你的任务吧。他不去看苏魔，一个念头在心底升起，这他娘的丢人丢大发了。自己打了1年多没过一层，结果还不及苏魔的3分钟。苏魔摸了摸鼻子，赶忙跟上。7阶段任务之后，8、9两个任务也算良心，仍旧是材料搜集。此时刚到晌午，朱贤瑜已经麻木。10分钟完成2个斩杀 BOSS 任务，3分钟打通山海秘传10层，到现在的半天完成6转7的前9段任务。如果不出意外，苏魔将创下有史以来最快的6转7记录，1天完成转职。果真如此的话，明天苏魔岂不是就可以去打职业竞技场了？他有种感觉，现在就是让苏魔去杀9转，他也不会奇怪了。苏魔的职业强度不是他能理解的。好在苏魔的10阶段任务到底没有那么变态，只是让他走一趟神级秘境，斩杀一个神话生物，完成复魂即可。已经被震撼到麻木的朱贤瑜还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6转单刷神话生物，真是没有最变态，只有更变态啊！喀拉斯山顶，圣保罗大教堂歪歪垮垮的别在一处悬崖上，9头巨龙海德拉就蹲在象征至高神权的金顶上，将其一爪抓碎。他一双暴力冷酷的眸子盯着虚空某处，那里一道被数道空间屏障隔出一个小空间，小空间内正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紧身体恤衫的中年也在盯着他，正是青山狼。在此之前，二者已经交手数次，互相都没讨到多少便宜。毕竟这里是龙国，有国运压制，9头巨龙海德拉的属性被压制的厉害，不然以他能追着大主教乱跑的实力，怎么可能跟一个9转职业者打这么久？不过总的说来，9头巨龙到底还是占了些上风的。此时，青山狼身在自己隔开的小空间内，正在一边回复一边思索对策。巨龙的强悍让他心情沉重，他已经发消息给萧佐、连真等人，只是他们毕竟没有自己的空间手段，无法及时赶到这里。按照他所想，在龙国境内自己占据主场优势，再几人配合拿下9头巨龙问题不大。可眼下9头巨龙落在圣保罗大教堂内，又让他有些投鼠忌器。到现在他都没能进入圣保罗大教堂内一探究竟，但其中却时不时有亡灵散溢而出，亡灵不多，却一直未断。这个时节，这个节点又是圣保罗大教堂，不由他不多想。他不是不想强闯圣保罗大教堂，可每次都被9头巨龙生生阻住。巨龙的其中一个龙头似乎就掌握空间的力量，他也不好就此离去。毕竟他不确定9头巨龙失去了约束，会不会就此荼毒龙国。9头巨龙智商不低，对峙一会之后，终于主动开口：“狡诈的龙国人，你是不是想进入教堂？”青山狼不由愣住，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9头巨龙开口，说人话就算了，还是一口流利的龙国话，有古怪。如同9头巨龙看待他一样，在他看来，西方国度的龙也是奸诈、狡猾、淫邪、贪财的代名词。所以巨龙开口之后，他不由得眯起眼睛猜想缘由来。你想进去，我不拦着，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条件？青山狼心底一凛，他果然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管怎样，自己现在拖延时间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跟9头巨龙聊聊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什么条件？找到一个少年带来见我。少年见你？青山狼满心疑惑，这畜生想见一个少年，想干什么？难不成是什么西方国度的神明转世？还是说他需要这个少年完成某种邪恶的献祭？这种事原本在各国都只是传说，可随着游戏世界的降临，传说成了现实。是，你找到他带来交给我，这个教堂就交给你处置了。青山狼疑惑，你找的少年是我龙国的孩子？我不确定，但他的气息在龙国。青山狼愈发警醒，不确定，气息在龙国，该不会真的是某个老怪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了吧？他心思急转，试探问道：你找他干什么？巨龙瓮声回答：这我不能告诉你。青山狼跟着摇头，那很抱歉，你不说我也不能帮你找。你我心知肚明，万一你找到他是对付我龙国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如意。不，9头巨龙摇头晃脑，我找他不会对付龙国，只是带他走一趟日不落，完了还会把他还给你。日不落？青山狼眼睛一亮，又问：去日不落干什么？我不能告诉你。青山狼眉头紧锁，内心天人交战。最后他看向9头巨龙：你要找谁？
总有些特征吧。9头巨龙，其中一颗龙头向前探出，吐出一口龙息，龙息如镜花水月，幻化出一段视频。视频背景正是圣保罗大教堂，一个鬼祟身形在其中鬼祟穿梭，迅捷无比。他时不时从圣保罗大教堂里取出一件件看上去就不凡的宝物道具，最后在短暂的犹豫后，他对着大主教的神龛打起了主意。青山狼看得心神狂震，眼皮直跳，因为那个鬼祟的身影他看着有些眼熟。